杀妖妃！杀昏君！杀！杀！杀！外面喊杀声震天。桑宁听得清楚，仍旧不为所动，坐在梳妆镜前慢条斯理的上妆，先画个野生眉，右眼角再点一小颗红色泪痣。贵妃娘娘，叛军杀进来了！心腹宫女绿枝匆匆奔进来，急得眼泪直掉。您快别上妆了，再不跑，真的来不及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主子还有心情上妆？难道还想着靠美色去俘获叛军首领贺兰英？那可是未来的新帝，天下到手，什么角色没有会看上他一个亡国妖妃？桑宁听着宫女绿枝的催促，淡然一笑。你以为现在跑就来得及了？这可是乱世，四国争霸，外面兵荒马乱的，原主还是朵病怏怏的美人花，便是逃出去又能活多久？尤其书里的桑宁就是个炮灰，逃跑后没多久就被燕国废后冯秋华捉住了。这冯秋华是个狠人，被废之后自请出宫落发为尼。当然落发为尼是假，逃出皇宫，携冯氏家族投奔新帝贺兰英是真。等贺兰英登基为帝，他及其家族有从龙之功，都得到了丰厚的封赏。原主桑宁跟他有旧仇，能得好？可怜一代美人就被他做成了人质，活得生不如死。现在桑宁穿来了，面对这般糟糕的开局，本就冷漠厌世的他，既然都是死，那肯定要死得轰轰烈烈。如何死得轰轰烈烈呢？桑宁想到了看过的某电视剧里女主红衣跳城楼的凄美画面，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学习一下。与其四处逃窜仓皇度日，还很可能被抓住做人质，倒不如城楼上一跳，为原主博个燕云帝宠妃殉国的美名，那可比亡国妖妃的称呼好听多了。砰！叛军骤然踹开门杀了进来，他们一身血腥，因为杀红了眼，个个面目狰狞，如狼似虎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将他撕咬成碎片。不过他们不敢，两列队伍快速而有序地分开。未来的新帝贺兰英穿着黑色战甲走了进来，他身高近1.9米，身材高大壮硕，行走间一步一血印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不愧是南平权谋著作《阴帝传》的男主啊，连相貌都是一等一的好。冷白的皮肤，狭长而凌厉的丹凤眼，鼻梁高挺，唇线削薄，精致的下颌线上有见到的鲜血正顺着脖颈流下去，有那么一刻像极了传说中的吸血鬼，迷人又危险。桑宁欣赏了一会，想到了一件事，这贺兰英确实是天选之子，千古一帝。12岁从军，16岁晋升3军统帅，18岁灭燕国，创立大晋，8年时间平定内乱，收复失地，北边远征蒙纳，西边开拓海洋，总之创下的丰功伟绩不计其数。可惜却是个短命皇帝，26岁就英年早逝了。死前未娶一后，未纳一妃，自然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。有读者评论说，英帝不近女色，一是不行，二是同姓。桑宁也参与了讨论，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高。如今见到正主，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，因为贺兰英看到他后，冰冷的眼神没有一点软化，这不符合男人的本性。要知道，原主本就生得貌美近妖，加上他刚刚盛装打扮，绝对的人间尤物。刚刚那些闯进来的士兵看到他，眼睛都直了，恨不得化身禽兽扑了他。所以肯定是贺兰英的性取向有问题。燕云帝呢？冷漠低沉的男性嗓音响起，瞧，一开口就是找男人。桑宁压下吐槽，嫣然一笑，做出乖顺的姿态，请跟我来。他其实不知道亡国皇帝在哪里，那昏君没等叛军杀进来就弃城逃跑了，也不知跑得多急，连原主这个宠妃都抛下了。贪生怕死，没有血性。桑宁看不得这样的人，也不想做这样的人，所以他那么说就是为了有理由走出宫殿，完成他跳城楼的高光时刻。想一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贺兰英不知桑宁所想，目光深沉地看着走过来的女人，桃花面，美人额，妩媚含笑的狐狸眼，鼻翘唇红，身上穿着红色宫裙，微露出雪白的肩头，一头乌黑如瀑的长发披散下来，压得丰胸颤颤，配着盈盈一握的细腰，显出婀娜风流的体态。果然是蛊惑人心的妖妃。他握紧了手上的长剑，眼下眸中的杀意，待寻到昏君，必杀之。桑宁从贺兰英身边经过，他感觉到了他身上的杀意，但面上泰然自若，无所畏惧。两旁士兵见贺兰英没说什么，自然不敢阻拦，甚至守在殿门的士兵还让开了位置。于是桑宁昂首挺胸，拎着裙摆，步态轻盈，朝着城楼走去。贺兰英带着士兵紧跟在后面。那画面怎么说呢？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亡国妖妃会有的气场。夜风呼啸，吹乱了她的长发，吹翻了她的裙摆，还吹来了她身上的馨香。沿途厮杀的士兵看到她，都纷纷停下了动作。太美了，美而近妖。不，当她站到城楼上，俯瞰而下，淡淡一笑，
分明是仙女下凡。燕国亡了。桑宁站在城楼上，俯视着尸山血海，神情悲悯，言语却慷慨激昂。燕云帝昏庸无能，弃城而逃，枉为人君。你们是伟大的爱国者，但已经不需要再为燕国而战，放下抵抗吧。天下将迎来英明的君主，你们也将迎来兴盛。他戏精一样发表临终宣言。城楼上下的人都有点懵，这妖妃是在劝降。贺兰英看得皱眉，觉得这妖女看似是在劝降，其实是向自己投诚，更深层的目的是想蛊惑他的心。不然他都成亡国妖妃了，怎么还有心情在殿内盛装打扮？必然是为了勾引他，好让他做下一个沉迷女色的昏君。此心可诛也。他越想越按捺不住杀意，拔剑欲出鞘。再见了，诸位，我会在地府为你们祈祷。桑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转过身，闭上眼，背后一仰，红裙翻飞。桑贵妃，娘娘，不要！众人看得纷纷惊叫出声。贺兰英也傻眼了，这妖妃竟然这般刚烈，前面劝降士兵，后面就以身殉国。第二章，桑宁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来临。城楼下有人纵马疾驰，然后从马上一跃而起，飞身过去，接住了快速下坠的他。待双脚落在地上，桑宁睁开眼，看到了一个戴着银色飞鹰面具的男人。桑贵妃。男人的声音阴冷，带着点咬牙切齿的味道。桑宁觉得大事不妙，这男人是原主的仇人。男人像是看出他的不解，抬起手缓缓摘下了面具。那面具之下是一张过分俊秀的娃娃脸，五官精致，眉目如画，唇红齿白，干干净净的少年气质，鲜嫩得很。不记得我了？就是说话时表情嫌恶，语带讽笑。贵妃娘娘果真多忘事啊。桑宁，他没忘记，翻遍原主记忆，终于想起他是废后冯秀华的亲弟弟冯润生。2年前，冯润生14岁，少年人热血，因为皇后姐姐冯秋华被废，而提剑杀进月桑殿。如果不是心腹宫女绿枝为原主挡刀，绝对要香消玉殒的。事后，原主也够狠，直接向昏君谏言，赐他宫刑。可怜一国丞相之子，前皇后的弟弟就这么一刀下去，成了太监。日要凉。桑宁觉得这剧情没得抢救了，没准原主在书里被废后冯秀华搞成人质，就有这人的份儿。正想着，下巴一痛，冯润生掐着他的脖颈，眼里戾气肆虐，恨恨道：“这么死，可太便宜你了。桑宁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”果然是来报复的。桑宁放弃挣扎，垂眸瞥到他腰间的剑，就想拔出来，来一场横剑自刎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真被搞成人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那就太可怕了。桑宁在原来的世界是个病秧子，整天被困在病房里，活得冷漠厌世。传书后，对于这种封建落后的时代，再加上原主也是个病秧子，更没活下去的想法了。人总是要死的，没准死了还能穿到别的书里，重新换个开局。目前这个开局太糟糕了，他连摆烂都没机会了。死！冯润生抓住了剑刃，又一次拦下了桑宁作死的行为。鲜血滴下来，染红了银白的剑。有我在，你休想！他疼得抽泣，猩红的眼睛瞪着他，还瞪了好久，久到那双桃花眼湿漉漉的红亮，像是有血泪要流出来。这情绪就复杂了，似乎有恨，有爱，有委屈。桑宁看不懂，也不想看懂，作死一次次被阻拦，相当于一步步靠近沦为人质的命运，让他心情很不好。最后索性直接一巴掌扇他脸上去了。啪！他打得很用力，冯润生白皙俊俏的脸上立刻多了个鲜红的巴掌印。他身边的将士见此，纷纷拔刀要保护他。不可！冯润生抬手阻止了手下，随后直接揪着桑宁的肩膀，将他提溜到了贺兰英面前。此女与我有血仇，还望主上将她交由我处理。冯润生跪下来，面容严肃，郑重请求。贺兰英一直在城楼上俯视两人的互动，虽然不知两人说了什么，但隐约知道两人的恩怨。正因为这恩怨，敏锐地觉得冯润生的情况不对，他救了自己的仇人，还徒手去拦剑，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少年慕爱，妖妃又是角色，刚刚的劝降看起来也是巧舌如簧，诡计多端，真由着他处理，他怕是要中了他的美人计。自古温柔乡是英雄种，冯润生背后是冯氏家族，他本人进了英雄种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那之前他会受妖妃蛊惑，继而影响冯氏家族对他的忠诚。尤其他的妹妹贺兰慧心仪于他，怎么看这妖妃都不能容他处理啊！果真妖妃，这不就在蛊惑人心了吗？想着，他的杀意就来了。桑宁感觉到他的杀意，乐见其成，微微欠身道：“妾身祸乱宫廷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唯求速死，还望主上成全。”
贺兰英，他见过太多不怕死的人，但主动求死的女人这是第一个，还曾是个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妖妃。既是妖妃，不该是胆小怯弱，哭哭啼啼下跪求饶吗？怎么会有如此血性，倒让人另眼相看。他这么一想，竟是不忍杀他了。主上，找到昏君了！城楼下忽然传来声声呼喊。贺兰英听到了，深深看了眼一脸生无可恋的女人，鬼使神差地说：“你既知罪孽深重，那就赎罪。想一死而知，你还不配。”说着，看向士兵，下令道：“先把他关进月桑殿，再行处理。”接着，带着浩浩荡荡的士兵下城楼抓昏君去了。冯润生也去了。临去前，严肃警告看守的士兵：“这妖妃心存死志，你们万不可轻心。若是她有个好歹，你们全都提头来见。”是。剩下的士兵们严阵以待。他们押着桑宁回了月桑殿。为首之人叫陈静，生得瘦小，却很精明。一进月桑殿，就让人先清理了危险品，接着10人一组将桑宁团团围了起来。桑宁看得怀疑人生，她是个该千刀万剐的妖妃啊！迷惑君王，腐败享乐，滥用权力，祸害大燕江山，他们竟然防着她这个妖妃别出事，真的是迷惑走向。娘娘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绿枝抓着桑宁的手臂，检查他有无受伤。刚刚桑宁跳城楼，真的吓坏他了。桑宁见他真的关心自己，摇头道：“没事，就是很累。你快扶我去床上休息。”他刚刚2次寻死，虽然没成功，但折腾得很累，是真的累，浑身乏力，胸闷气短，心跳快得不正常。一想起可能要被做成人质，更是头疼欲裂。原主这个病秧子的体质比他还弱呢。他还没走到软榻前，就眼前一黑，倒了下去。还好绿枝眼疾手快，扶住了他。娘娘！绿枝吓得惊叫：“快来人啊！娘娘发病了，快叫御医啊！”陈静见妖妃软倒在宫女怀里，脸色惨白，紧闭双眼，呼吸浅淡，确实是濒危之象，也不敢多耽搁，立刻命令手下：“快速叫军医！”第3章，夺人性命的美。桑宁在军医到来的时候已经悠悠转醒，他躺在贵妃榻上，微睁着双眼，病恹恹的没精神，像一朵憔悴枯萎的花。贵妃娘娘，好久不见。来人到了榻前，声音温柔里带了几分嘲弄。桑宁听出不对劲，这又是原主的仇人。他勉强坐起来，认真打量对方，清润俊美的脸，眼睛黑得纯粹，像是滴了墨，看人时平静而沉寂，像是个假人。他一袭白衣似雪，身材修长劲瘦，长发披散而下，由着一根木簪挽成个髻，端的是清风明月，云间谪仙。桑宁欣赏间，脑海里闪出一个名字：风雀仪。曾是燕宫的御医，为人端正纯善，医术高明。奈何原主曾让他毒杀一个宠妃，他不从，招了他的恨，算计他给自己用错药，而让昏君及他的职，还废了他一只手。那手，桑宁看向他的右手，风雀仪的右手食指上戴着硬邦邦的白色指套，显然是少了一根手指。作为御医，望闻问切，少了根手指，还能有什么前途？行吧，原主的罪孽又添了一桩。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。桑宁慨叹道：“罢了，今天我沦为阶下囚，随你处置。只是你速度要快点，等冯润生回来，你就没这个处置的机会了。能死在风雀仪手里也不错，只要不是人质的死法，他都能接受。”风雀仪见他一副生死随意的面孔，皱起了眉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他应该向他下跪求饶，痛哭流涕的。他怎么能如此淡然？冯润生说的对，死亡是没有意义的。他们真痛快杀了他，反而如了他的意。娘娘在说什么？风雀仪微微一笑，一副懵懂纯良的模样。主上都发了话，我们岂敢有异议？他撩开衣摆，半跪下来，伸出左手为他号脉。哼，先天不足，气血两亏，经脉紊乱，不需要他出手，也活不了多久。但他忽然不想他死了。人死万事休，那他所受的苦还有什么意义？娘娘宽心，有我在，必让娘娘长命百岁。这话气得桑宁想抽人。原主在书里成为人质都死不了，感情还有这货的手笔。一想到成为人质，桑宁求死的心就强烈了，故意激怒他：“风雀仪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我是你的仇人，你还救我？你是圣父转世吗？”风雀仪似乎听不出他的暗讽，笑道：“娘娘谬赞了。圣父不敢想，杏林圣手确实是在下一生追求，可惜毁在娘娘之手。”桑宁，这真的是对牛弹琴。他气得无话可说，懒散散摆手：“你滚吧，看你就烦。”风雀仪见他这样轻慢自己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这妖妃怎么能说烦他？他才是该烦他的人啊！可看他靠着贵妃榻，面色憔悴，病恹恹而郁郁寡欢，心里一软，算了，
先去煎药，免得他又突然晕过去。娘娘稍后，我去为娘娘煎药。其实不用他亲自去，但妖妃在宫里树敌很多，难保有人暗下杀手，真让他死了，反而如他的意了。桑宁不知风雀仪所想，见他这么说，认真道：辛苦你了，记得加砒霜，我会喝干净的。风雀仪这么想死，哼，他绝不会让他如意的。娘娘说笑了。风雀仪躬身一拜，迈步离开了月桑殿。店里恢复了安静，桑宁环视一圈空荡荡的大殿，死气沉沉，觉得很无聊，就拔下头顶的簪子，赏完肩。陈静看到了，吓了一跳，立刻上前抢去了簪子，劝道：主上仁慈，娘娘千金贵体，还望珍重自个，不要做傻事。说完，看桑宁头上还有珠钗，全给摘了下来。桑宁至于吗？他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用簪子寻短见，这玩意儿刺不死自己，可就遭罪了。娘娘，您千万别想不开啊！绿枝抱着他的手臂，哭着劝道：虽然燕国灭亡了，可您不只是亡国妃子，还是桑国公主，桑帝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桑宁听他这么一说，想起了原主还是桑国公主的身份。不过这桑国是弱国，一直受制于燕国，时值燕云帝即位，当然这皇位是燕云帝通过非法手段夺来的。传言他为此弑父杀兄，还屠戮了宗族大臣数百人，如此暴行，自然不得民心。桑国皇帝桑齐听闻此事，立刻将嫡亲的妹妹桑宁嫁了过去。那时桑宁才14岁，天真美丽又有爱国热情的少女，稍稍被撺掇，变成了红颜祸水。4年时间，跟着昏君一起作乱，把燕国祸害的起义不断。可惜驻扎在漠北的贺兰家族趁势崛起，夺去了桑国的胜利果实。桑国就这么白白为别人做了嫁衣裳。桑宁想到这里，觉得桑国或者说原主的哥哥不见得会在意原主这颗废妻的死活。唉，怎么才能轻松死掉呢？他倚靠着贵妃榻，叹口气，闭上眼，染着红色豆蔻的手指一下下点着额头。娘娘这是叹什么气呢？一道阴冷的声音传进来。桑宁听到了，睁开眼，闻声看去，冯润生如同杀神一般走进来，手里拎着颗哒哒滴着血的脑袋。忽然他把脑袋扔过来，咕噜噜，那脑袋滚了几滚，滚到了贵妃榻下。桑宁吓得捂住嘴，咽下了惊叫声：冯润生，你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冯润生收剑入鞘，擦去脸颊上的血，像是个嗜血魔童一样走过来。他许是少年时期挨了那一刀，个子不算太高，身姿瘦弱，更显偏执阴厉。你看啊！冯润生踩着鲜血来到贵妃榻前，抓起桑宁的头发，迫使他对上那张死不瞑目的昏君脸。桑宁紧闭着眼，不敢看，怕做噩梦。疼，放开！他仰着头，呼吸急促，脸色涨红，那红一直蔓延到纤细的脖颈，脖颈如白瓷一般，染上红色，是很娇艳的颜色。往下看，红色宫裙领口大开，白雪堆里一点红，是夺人性命的春光。加上他外貌妖艳，气质羸弱，这会儿无辜羔羊一般颤颤发抖，让人想肆意蹂躏。冯润生看得口干舌燥，呼吸紊乱，满身热血全往一处冲去。第4章，这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这是从没有过的感觉。他曾遭遇宫刑，虽然那行刑之人手下留情，却也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。他身体完整，却已然不健康了。无论怎么样的美人，在他面前宽衣解带，都激不起他一点兴趣。如今这妖妃，该死，真是他的劫难。他竟让他死寂的身体起了波澜。他拽着他的头发，欺近自己，咬牙道：桑宁，我恨死你了！他怎么能对仇人动语？真是荒唐！桑宁不知内情，闭着眼，一脸决然，恨我就杀了我。冯润生一口咬在他的脖颈上，那白瓷一般纤细的脖颈，经脉跳动，看起来特别可口，已经吸引他好久了。他终究还是咬了上去，疼痛在肌肤上炸开。桑宁等着冯润生杀自己，疼痛来袭时，还以为对方动手了，渐渐觉得疼痛的地方不对劲，睁开眼，就见他吸血鬼一样埋头在脖颈，先是咬上一口，接着就改咬为舔。啪！桑宁狠狠推开对方，反手给他一巴掌，无耻！虽然嘴里这么骂，心里倒是想，终于出现个正常的男人了。他这美貌没几个舔狗都对不起他妖妃的称号。冯润生舔去唇上的血，冷笑反问：这就无耻了？其实他不仅觉得自己无耻，还觉得自己犯贱，竟然对仇人有欲望。这欲望凌迟着他的尊严，让他想要作恶，想要破坏，想要毁灭。你跟着昏君酒池肉林，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玉体横陈，就不觉得无耻？他想起桑宁曾经的妖娆媚态，更觉燥热，索性扯了扯衣领，拽住了他的脚，恶狠狠道：桑宁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桑宁觉得冯润生疯了，都特么太监了，竟也能精虫上脑。
肯定是为了折磨他。死变态，死太监！他乱踹着冯润生的胸口，挣扎大叫：“你们愣着干什么？快拉开他！”没有人理会，他们都知道冯润生的身份，先锋军里的大将，主上的结拜兄弟，未来的驸马爷。除此之外，他的家族为整个军队提供财力支持，不过是玩弄一个亡国妖妃，便是主上来了，怕也不会说什么，没准还会把妖妃赐给他。毕竟历来亡国的皇室公主、妃子都是封赏功臣，沦为姬妾，所以何必为了一个妖妃惹他不快？他们还默契地背过身去，放开娘娘！唯有绿枝扑上来，想要扯开冯润生。你干什么？放肆！那是娘娘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换来的是冯润生一脚踹中他的肩头，踹出了好远。啊！他惨叫一声，摔在地上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强撑着爬起来，还想再阻拦，不可以！来人，救娘娘啊！陈静上前拦住他，喝道：“燕国灭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娘娘？不过残花败柳之身，冯将军能看上他，那是他的福气。这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”桑宁本来都气得翻白眼了，这回又给气活了。冯润生听到他的话，冷冷一笑：“管他是不是福气，只要我给，你不要也得要。”桑宁，这疯狗！他脖梗、锁骨都是他的牙印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他多喜欢他，多迫切的渴望他呢。等下，他反抗的没力气，虚虚推着他的肩膀，娇喘道：“容我缓下。如果你想这样羞辱我，也随你，但让我喘口气。”他这身体太弱了，照着冯润生这么发狠，估计莫等他成事，他就得先死在榻上。你在干什么？一道愤怒的声音骤然响起，榻上的两人闻声看去。风雀仪端着药站在店门口，他看到了冯润生刚刚的暴行，一向平静的俊脸变得很难看。他是个病人，你竟然……我会向主上要了他。冯润生打断风雀仪的话，冷漠道：“他能治好我的病。”风雀仪听得皱眉，冯润生的病源于宫刑，当时动刀的师傅受过冯家的恩惠，并没真的动手，而是以少数地区流传的割礼方式蒙混过去。便是如此，整个血腥的过程也给少年的冯润生留下了很大阴影，致使他那处死水一般，偶尔正常如厕都有丝丝缕缕的痛感。2年来，冯家私下请了很多名医，都束手无策。他也看诊过，试了很多方法，没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好难受。桑宁摸了冯润生的桎梏，身子软软倒下，半个身子悬空，差点跌出贵妃榻。还好冯润生及时抱住了他。彼时桑宁喘不过气，憋得脸通红，额头汗水直落。冯润生看得揪心，忙拥住他，拍着他的后背，帮他顺气，好点没？随后又冲风雀仪喊：“你快把药端来！”风雀仪看桑宁性命濒危的可怜样，也不耽搁，快步端药上前。冯润生抢过药碗，端到了桑宁唇边，轻声道：“快喝药，喝了就好了。”语气多了点温柔。桑宁听了，心中讽刺：这男人不管是不是太监，一旦啃了女人几口，态度就不一样了。风雀仪也觉得冯润生对桑宁的态度不对，这温柔关切的样子，哪里是对仇人的态度，倒像是对心爱之人的感觉。等下，心爱之人？冯润生喜欢桑宁，他意识到这一点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再看到两人亲密依靠，尤其桑宁在他怀里衣衫凌乱，春光一闪，更觉刺眼。冯润生，你要记得自己的身份。冯氏家族因桑宁而差点覆灭，仇恨一点不比自己轻。冯家父母绝不会允许唯一的儿子跟个妖妃混在一起，他的喜欢就是桑宁的催命符。冯润生何尝不知这些，但他沾了桑宁的身，就该负责。因此他说：“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”都是男人，谁不知谁心里那点小九九？他能对桑宁因恨生爱，难保风雀仪不一样。忽然，风雀仪刚刚端药进来，那愤怒的如同抓奸的表情闪入脑海。他脸色一变，再看向桑宁时，赶忙帮他整理了凌乱的衣衫，就像是守财奴，吝啬别人看一眼。可嗨，桑宁被药苦得面目狰狞，看冯润生就更不顺眼了。你离我远点！他很嫌弃地推开他，到回榻上，低声道：“渴了，去倒水。”很自然地使唤人，一点没有阶下囚的样子。冯润生也忘了他是阶下囚，很自然地去倒水。风雀仪比他行动快，直接倒水递了过去。两人争相献水，那画面像极了雄竞现场。第5章，倒像是爱惨了我一样。谢谢。桑宁接了风雀仪的水，冯润生看了，脸色瞬间不好了，端水的手顿在那里。等桑宁喝完那杯水，他就把自己的水杯递过去，语气温柔而强势：“再喝一杯。”既然喝了风雀仪递去的水，岂有此理？桑宁喝水就是想冲走嘴里的苦味，这回苦味散了，就不想喝水了，
摇头道：“我喝好了。”冯润生很霸道：“再喝点。”不想喝了。难道要我喂你？他开始威胁人了。桑宁，神经病，死太监！他想到电视上的男女主喂水画面，果断接了水杯，正要一饮而尽。就在这时，贺兰英走了进来。他已经换下了黑色战甲，或许洗了澡，长发湿漉漉的披在身后，身上穿着一件紫色睡袍，领口敞开的有些大，露出结实饱满的胸肌，行走间有种放荡、野性而又魅惑的美，与之前喋血沙场的凶厉样子判若两人。哟，还挺热闹。贺兰英一路攻进燕宫，已经3天3夜没睡觉了。许是明天要登基，精神十分兴奋，根本睡不着。又因为月桑殿离皇帝寝宫特别近，所以睡不着的他就过来了。没想到他看中的将军还有军医都在月桑殿，还都朝着妖妃大献殷勤，真是可笑。他倒要看看这妖妃有何能耐。参见主上。冯润生跟风雀仪都躬身行礼，其他人则跪了一地。桑宁不同，就悠闲地躺靠在贵妃榻上，看着贺兰英笑：“主上来得好，可想好怎么处置我？”他凌乱长发散在胸前，鲜白的脖颈，笔直的锁骨，遍布斑驳的咬痕，暧昧而魅惑。贺兰英看到了，微微皱眉，觉得他轻佻梦浪，就是个祸水，根本留不得。他想杀他，便问两位爱卿有何建议。冯润生立刻跪下：“此妖妃与我有血海深仇，我要她在我身边做一辈子的奴婢。”不可。风雀仪也跪了下来：“此妖妃断我一指，毁我医途，我要她做我的药人，替我试药，我要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他们说的凶神恶煞，实则都对桑宁有了见不得人的心思。贺兰英看得清楚，自然不会同意。他只有一个，怕是不能同时满足你们的需求。这样吧，你们都想他受到惩罚，那就罚他。他看着貌美静妖，还朝着自己笑的女人，鬼使神差地说：“没入掖庭。”掖庭是宫女居住的地方。原主曾是燕国宠妃，一朝成为宫女，地位的落差定然比直接杀了她还要痛苦。桑宁也很痛苦，他一个病秧子，活着都很辛苦，还让他去伺候人。主上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他坐起来，眼神认真而恳切：“我真的会感激你的。”贺兰英，这妖女在挑衅他的权威，他应该杀了她。但他还是年少，才17岁，看似沉稳庄重，偶尔还是会有少年的心性。桑宁一次次寻死，反击出了他的逆反心。他要死，他偏不要他死。废话少说，他直接下令把他拉走。冯润生跟风雀仪还想求情，贺兰英摆出帝王的威严，命令道：“明日是登基大典，朕要论功行赏，你们也回去准备。”两人听了，对视一眼，默契应道：“是。”有些事不急于一时，只要人还在，总有一天会到他手上。士兵们已然抓着桑宁往外走。绿枝见了，跑到贺兰英脚下跪着，哭求道：“主上开恩，我家娘娘身体不好，掖庭那种地方，她身体吃不消的。”桑宁听到绿枝的哀求声，驻足回头：“绿枝，不用求他。他想着到了掖庭，与其饱受病痛折磨而死，不如早早找个合适的方式了结了自己。这糟糕的开局，他可真不稀罕。”贺兰英像是看出他所想，冷声道：“你若敢死，那就让整个桑国为你陪葬。”桑宁听笑了：“主上，我便是不死，您也会拿下桑国。您志在一统天下，我相信您会如愿的。至于桑国皇室成员，既然享受了皇室便利，那便要承担亡国之苦。我不是圣母，自顾不暇，还去想着救他们。如若您滥杀无辜，那也是您做下的孽。万物有因果，杀人者早晚也会为人所杀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忽热语调一转，调笑起来：“不过，您这么威胁我活下去，倒像是爱惨了我一样。”在他看过的那些虐身虐心的小说里，女主心灰意冷，想要离开男主，男主便会拿他在乎的东西威胁她，控制她。可惜她不是女主，她跳脱出了小说世界，是看客的心态，漠视一切，乃至生命。一个死亡都不怕的人，你别想找到他的软肋。贺兰英不知桑宁的想法，听着他的话，还是有些震惊的。这妖女还有点脑子，她竟然知道他的野心，她竟然这样睿智豁达，以及摄人心魂。妖女！他冷喝一声，甩袖离开。回到寝宫后，连喝了3杯凉茶，才把那股火压了下去。贺兰英躺到床上，闭眼睡觉。这次倒是睡得快了，却做了个惊险又刺激的梦。梦里，妖女一袭红裙，在城楼纵身一跃，像一团燃烧的火，又像一只飞向自由的蝴蝶，太震撼了。他伸手去抓，也只抓到她飞扬的裙摆，那裙摆从他手中飘忽而过，他最终什么也抓不住，疼痛在心中炸开，他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。这妖女啊！画面一转，妖女趴在龙床前，咬着湿漉漉的手指，朝他笑。他让他滚。
他扯了扯衣衫，露出香肩，然后美人蛇一样朝他爬过来。阿英，阿英，我漂亮吗？你怎么不敢看我呀？他的声音娇媚动人，他柔弱无骨的手指凉冰冰点在他的胸口，他感觉他手指所过之处的皮肤全部滚烫起来。妖女，你别！他的唇落在他的胸口，他顿时灵魂一颤，有什么从身体里迸射出来。来人，来人！他气息粗重，热汗淋漓，惊坐而起。工人们听到声音，急急忙忙奔进来，跪了一片。主上有何吩咐？新上任的太监总管王成战战兢兢问道。贺兰英面色涨红，扶着额头低喘道：“背冷水。”第6章，桑宁，你这妖女！砰！店门猛地被人踹开，桑宁正躺在榻上假寐，闻声秀眉一皱，却没有睁开眼。快看，那个祸水在那里，是他把咱们害成这样的，把他揪出来，绝对不能放过他！女人们吵嚷的声音不绝于耳，聒噪得很。他们都是燕云帝的后妃，也被新帝贺兰英关在了掖庭，虽然暂时保全了性命，但从高高在上的主子沦为掖庭奴婢，自然多有不忿。一想到从今以后要过上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日子，他们的心中便充满了怨恨。都是因为桑宁，是他，都是他，祸国殃民，害惨了他们。桑宁依旧躺在榻上，眼皮沉得很。原主的身体太羸弱了，休息良久都没有缓过来，还是奄奄的没精神。这回听到声音，也是觉得吵，觉得烦，眉头皱得更紧，但一张俏脸病态的惨白，长睫浓郁，好似鸦羽铺陈，乌黑的长发散落了一榻，逶迤而垂，真是美景一般的存在。后妃们闯进来，看着这般美景，不，他们才不会承认桑宁是美景。一看到他躺在榻上安然而睡，顿时暴跳如雷。他居然还有脸躺在这里睡大觉！一道粗哑难听的声音响起，如果只听声音，还以为是个男人，但不是，看模样是个28年华的美丽少女。少女叫孙如莲，燕云帝的妃子，获封如嫔。算来进宫有半年，因了声音好听，得了燕云帝的宠爱。可惜再得宠也没超过原主，原主善妒也容不下她，就跟燕云帝说想听她唱歌。可怜的姑娘便整整唱了3天，生生把一副好嗓子唱废了，自然也就失了宠。桑宁，你这妖女！如萍扯着粗哑的嗓子，迈步上前，一把将盖在桑宁身上的被子扯了下来。秋天了，夜很冷，没了被子，冷意侵袭身体。桑宁感觉到冷意，眼睫微微一颤，缓缓睁开了双眼，睡意惺忪间，眸子似是凝结了一团雾气，令人难以看清眸底的神色。她眨了眨眼，雪肤花貌，让人惊艳。纵使沦落于掖庭，她依旧美得动人心魄。但她越美，眼前的这些女人就越恨她。桑宁，你这个妖女，祸我燕国，殃及我等沦落至此，既然还有脸活着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他怎么不去死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桑宁也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死。那几位仇敌的脑子可能是抽风了，一个比一个想留着他的命。哼，一群蠢男人！桑宁嫌弃的冷哼，觉得躺得有些累了，便坐了起来，随手将散落的青丝全部撩到一旁，还伸手捏了捏发酸的脖子。他脖梗处的咬痕隐隐泛红，在雪白的肌肤上格外明显，仿佛落了几点红梅。众后妃一见，皆是错愕，下一刻妒火中烧，纷纷唾骂：贱人，不要脸的小贱人！桑宁，你真无耻！身为燕云帝宠妃，你竟然与其他男子……桑宁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这就是你桑国公主的教养，果真弹丸小国，蛮夷之地，粗鄙不堪！唾骂之声声声入耳。他向来如此厚颜无耻，迷惑燕云帝，淫乱宫闱，如今愈发不检点，只可惜……如萍顿了顿声，故意抬高了音量，讥讽道：桑宁，你哪怕出卖肉体，献媚奉承，最终也是跟我们一样落得个老死掖庭的命运。放肆！你们全都住嘴！出去端晚饭的绿枝回来了，一进来就见一直与娘娘不睦的后妃们全都聚在一起，忙急匆匆地跑过去，伸开双臂挡在了桑宁面前，摆出保护的架势。你们几个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们的位分远低于娘娘，娘娘面前岂能容你们放肆？哈哈！后妃们听到绿枝的话，对视一眼，全都嗤笑出声。娘娘？哼，燕国都已经覆灭了，这掖庭里哪还有什么贵妃娘娘？她跟我们都一样，不过是亡国之妃，是这掖庭里的奴婢罢了。姐姐这话说错了，贱人怎么能与咱们相提并论？她不过就是一个给男人解闷的玩物而已。对，都被人玩过了，还丢在这里。桑宁，你完蛋了！后妃们纷纷出声讽刺、羞辱。桑宁听了，内心没有一点波澜。他现在一心求一个痛快的死法，对于他们的话，只当他们在放屁，一点不在意。但绿枝在意得很，大声为他鸣不平：不会的，娘娘除了是贵妃娘娘，还是桑国公主，燕国没了，
还有桑国，你们这些人对他大不敬，是要杖毙！啪！狠厉的巴掌忽然扇在了绿枝的脸上，不仅打断了他的话，还在他清秀的脸上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瞬间，一张脸红肿了起来。如萍打了人，揉了揉疼痛的手掌，呵斥道：“就算你家主子是公主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跟我们这样说话！有后妃附和，有其主必有其奴。这小蹄子为桑宁说话，肯定跟他一样下贱。”说话间，他们恨意上来，都发泄在了绿枝身上。啪啪！可怜绿枝又被他们打了几个响亮耳光，一张脸鼻青脸肿，鼻子嘴角都流了血，吓人的很。住手！都住手！桑宁见状，不由挣扎着从榻上起来，想要保护绿枝。哎，小姑娘一直忠心护主，虽然她是想护着原主，但现在她就是原主了，不能视而不见。她想下榻保护绿枝，但显然她太高看自己了，才摇摇晃晃走到几个后妃身前，就被如萍狠狠推了一把。她身体还很虚弱，一推就倒了下去。娘娘，小心！绿枝顾不上自身，忙冲过去，想着保护自家娘娘，不料被如萍一把抓住了头发，猛地往后一扯。啊！伴随着一声惨叫，绿枝也倒在了地上。如萍松开手，示意后妃们动手。后妃们也很默契，瞬间围了上去，拿出准备好的绳子绑住了绿枝，还用一块脏兮兮的破布塞住了她的嘴巴，避免她喊人，影响他们教训桑宁。没有这件蹄子护着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如何挣扎。如萍咬牙切齿，五官扭曲，随后高高扬起手掌就甩了过去。那掌风即将落下的一瞬，桑宁傲然抬眸，一双冷眼直勾勾地看向他，自然上翘的狐狸眼尾勾起危险的弧度，气势压人。那原本要落在桑宁脸上的手掌不可控地颤抖起来，想打却又不敢打了。桑宁所传输的原主为妖妃时，宠冠后宫，一枝独秀，而且心狠手辣，所以积威深重。一个眼神扫视过来，那些怨气冲天的女人们全都怂了，包括叫嚣的最厉害的如萍也恨恨收回了手。一时间鸦雀无声，空气沉寂片刻，桑宁打破了沉默：“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，你们最好别得罪我，不然后果是你们承担不起的。”语气虽轻，不怒自威。原主做了那么长时间的贵妃娘娘，纵使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桑宁亦然，她在现代虽然是个病秧子，天生体弱，一步三喘气，还没活过20岁，但家境极好，父母都是从政，官职也不小，她也是有些贵气在身的。好一个威仪赫赫的贵妃娘娘，你还当这里是燕国后宫呢？一道高傲而威严的女声传入耳中，这声音有点熟悉。桑宁闻声回头，只见一个身穿华服、梳着妇人发髻的美丽女人走了进来，皎洁的月光流泻下来，照在她身上，直照得她雍容华贵，恍若神仙妃子。桑宁定睛一看，来人正是燕云帝的废后冯秋华。操，这一下他真的要完蛋了，真正的死敌来了。桑宁心里真慌了，毕竟在原剧情里，他就是被冯秋华做成了人质。惨，极惨，人质啊，起一个惨字了得。第7章，被这个妖妃的美色迷惑住了。桑宁最怕落得那样的下场，是以如果注定要死，他只想要个痛快的死法。冯秋华不知桑宁的心思，看着狼狈不堪的女人，讥笑道：“桑宁啊桑宁，你还真是自不量力，都要死了还敢大言不惭。”桑宁克制着内心的慌乱，表面上看起来处变不惊，又开始作死了。我确实要死了，但你敢杀我吗？新帝要留我一命，你个怂货，也就敢嘴上逞威风。他想要激怒冯秋华，让他现在就杀了他，快杀了他吧！只要杀了他，他就解脱了。这糟糕的亡国开局，这病恹恹的躯体，都滚蛋吧！果然，桑宁的话成功惹怒了冯秋华。啪！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冯秋华一巴掌扇到了桑宁的脸上，因为夹杂着极强的恨意，那力道猛得很。桑宁挨了一巴掌，登时倒在了地上，手肘磕到了，很疼，但不敌脸上的疼，不仅脸疼，头也疼，头昏脑胀的疼，耳朵也轰鸣，白皙如雪的脸颊瞬间红肿起来，口腔内更是划出一股咸腥，嫣红的鲜血溢出他的唇角。桑宁伸手轻视了一下，随后昏昏沉沉倒在了地上。但一巴掌完全解不了冯秋华心中攒聚的怒气。他见桑宁倒地，以为他是在装昏，抬脚就踩在他的脸上。都是因为这个妖妃，他才被燕云帝废黜，成为了一个弃妇，被人凌辱、嘲笑，甚至连累弟弟，成了个废人，断了冯氏一族的根。冯秋华想到这一点，脚上的力道加大，想要碾烂桑宁的脸。他真的恨死了桑宁的美貌。一番折磨，桑宁痛得醒了过来。此时此刻，他蓬头垢面，鼻青脸肿，无比狼狈，就像是一朵濒临凋零的花，涌现出惊艳的破碎感。但那双漂亮妩媚的狐狸眼像极了一汪清泉，
底色明澈瞪净，充满了不屈。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冯秋华，滴血的红唇微微张开，吐着刺激人的语言：“冯皇后，这便是你的报复吗？太弱了，你莫不是不敢杀我？哼，那我要告诉你了，如果你不杀我，我知今日便是你知明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指向自己脖梗处的咬痕，妩媚一笑：“这是你弟弟冯润生所为哦。”狗一样扑过来，赶都赶不走呢。他的语气充满了轻蔑跟鄙夷。闭嘴！不可能！冯秋华盯着桑宁脖梗的咬痕，怒喝：“桑宁，你真是不知羞耻！死到临头还敢败坏我弟弟的名声，还说我不敢杀你，你怎么敢这么想？”一抹杀意从他的眼底闪过，他当即从随行的侍卫腰间抽出一把剑，朝着桑宁的胸口刺了过去。寒光乍现，剑刃上裹着冰冷的杀意。桑宁眼底闪过一抹得偿所愿的微笑，甚至轻轻闭上了双眼，挺直了纤细白嫩的脖梗。他终于要死了，真好！他的心中涌起即将解脱的畅快，却不知他这副引颈受戮、从容赴死的模样让冯秋华另眼相看。这妖妃平日里娇气柔弱，怕疼怕苦，连吃药都要人哄，竟然有这般刚烈无畏的时候。姐姐，不要！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冯秋华动作一顿，及时稳住长剑，没刺进桑宁的心脏。桑宁听出来者的声音，眉头一皱，暗骂：“该死，这个冯润生又来坏他好事。”冯润生，耳边传来冯秋华的惊叫。桑宁也睁开了眼，果然，冯润生又挡在了他面前，甚至往前一步，剑刃抵在了他的胸口。这是拿生命护着他啊！桑宁的内心没有一点感动，只觉得可恨这混蛋玩意儿。他是不是巴不得他变成人质？他翻了个白眼，真是服了这个老六。阿弟，你……冯秋华瞪大了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弟弟的胸口，因为他冒失地撞上来，剑刃刺进胸口，鲜血流出来，浸湿了他的衣服。少年人似乎不知痛，侧目朝桑宁看了一眼，见他无事，微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。哼，怎么能容他死在别人手里？你疯了！冯秋华低喝间收回长剑，质问着：“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竟然保护这个妖妃！”忽而，妖妃的话在耳边回响：“这是你弟弟冯润生所为哦。”狗一样扑过来，赶都赶不走呢。难道弟弟真的被这个妖妃的美色迷惑住了？冯润生听着姐姐愤怒的质问，眼神坚定：“阿姐，你不能杀他。”冯秋华见弟弟这么说，眼瞳巨震，像是在看一个疯子。为什么？他害惨了我，也害惨了你，为什么不能杀？他质问间，满眼恨意地瞪着桑宁，眸底又一次涌动出寒涔涔的杀意，几乎咬碎银牙。杀了他都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恨，我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。话音落下，猛然一抖手中长剑，再次朝着桑宁刺去。今日这妖妃必须死！桑宁瞧着冯秋华的杀意，心里是很敬佩的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才是杀伐果决的冯皇后。于冷宫中自请落发为尼，逃出皇宫，随后当机立断，携整个家族投奔新地，继而及时站队。这般有勇有谋，真的颇有女英雄的风范。他最欣赏女英雄了，能死他手里也无憾了。桑宁再一次闭上了双眼，期待冯秋华的剑麻利地刺破他的心脏。长剑直冲而来，冯润生急声大吼：“他能治我的病！阿姐，你不能杀他！”冯秋华身体一僵，动作戛然而止，震惊回头：“什么？”或许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……少年人紧紧握住了拳头，将胸口翻腾的屈辱努力压制着，咬着后槽牙道：“阿姐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的病只有他能治。”他不想承认自己对仇人动了欲念，但身体真真切切的反应不会骗人。他在渴望他，他的欲念为他而燃烧，他关乎他男人的尊严，后半辈子的幸福，杀不得。阿姐，润生是家中独子，承担延续香火之重任。自那时以后，润生一直被桎梏所困，每每午夜梦回，痛不欲生。没有男人能接受自己不行。他才16岁，一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，却不能像正常男人一样行周公之礼，就觉得屈辱不堪，生无可恋。他双手交握，恭恭敬敬地朝着冯秋华施了一礼，神情凝重，言语恳切。此事重大，弟弟不敢欺瞒阿姐，还望阿姐以冯家香火为重，暂时留着这妖妃一条贱命。第8章，他就是个被我美色迷惑的傻子。怎么会这样？恨之入骨的妖妃就在眼前任他宰割，他却杀不得。冯秋华气得咬牙，一双被恨意冲红的眼睛恶狠狠地剜了桑宁一眼。既然杀不得，那就让他活得生不如死。桑宁从冯秋华的眼神中看到了滔天的恨意，心中一凛，有种强烈的预感，他好像距离人质又近了一步。不行，必须得让冯秋华动手杀他。哈哈，你竟然信他的鬼话！他就是个被我美色迷惑的傻子。桑宁果断继续作死。冯秋华，你也傻了吗？
从前在燕国后宫的时候，你便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如今我已沦落掖庭，你还是奈何不了我，你可真窝囊。无论从前还是现在，你都做不成你想做的事情。这话成功戳中了冯秋华的心窝子。冯秋华气恼的五官都变得狰狞起来，喝道：你这贱人，住口！桑宁不仅不住口，反而越说越来劲，句句挑衅他，刺激他。你弟弟喜欢我，你就不敢杀我？你难道就不怕我是冯润生的情节，将来会要他的命？你若真的是个好姐姐，就该替你弟弟杀了我，以绝后患，也解你心头之恨。啊，桑宁，你倒是真敢想。冯润生冷笑一声，嘲讽道：你是我的情节？天大的笑话，荒唐至极！你只是我的玩物罢了。你敢说你对我没有半点欲念？桑宁抬眸看向冯润生，一双狐狸眼泛着魅惑的光，嫣红的唇角上勾，口吻含着媚气。若是没有，刚刚你在月桑殿对我……冯润生见他口无遮拦，随时能说出他动了欲念，不可控制地扑向他的事，心中莫名一慌，连忙上前捂住了他的嘴，不待他反应，直接轻松地将他揽抱入怀。阿姐，你先消消气，我替你教训这个妖妃。他略敷衍地朝着冯秋华说了一声，便抱着桑宁快速离开了掖庭。冯秋华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弟弟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。他愤恨地将手中长剑砸在了地上。哼，桑宁，你敢勾引我的弟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桑宁又一次求死不成，很是抓狂地在少年的怀中挣扎着。冯润生，你赶紧把我放下来！冯润生自然不会听他的话，就抱着他大步走着。桑宁本就病弱，被那些后妃还有冯秋华折腾一场，更病弱了。这会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力气，只能老实待在他怀里，娇喘着掉眼泪。这眼泪完全是因为身体太难受才流出来的。刚刚跟人作战，精神高度紧张，还感觉不到身体的痛苦，现在放松下来，痛苦便席卷全身，让他泪眼盈盈，我见犹怜。冯润生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他泪眼瞧着他，有气无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鼻尖都红了，很是可怜。冯润生低头看着他梨花带雨的脸，心里一动，说出来的话还是带着冷意的：地狱。桑宁，神经病！他腹诽一声，闭上眼，蔫蔫的没精神。冯润生直接抱着桑宁回到了他曾住的寝殿华阳殿。此殿离姐姐冯秋华的玉坤宫很近，冯秋华还是皇后的时候，冯润生作为他唯一的嫡亲弟弟，自然很是宠爱。燕云帝对这个精致漂亮的小舅子也很喜欢，加上他那时年纪小，就有了自己的宫殿。因了新朝刚立，新帝贺兰英还没有正式上位，前朝后宫一片乱，规矩什么的也没有立起来，所以有着赫赫战功的冯润生就回了曾住过的华阳殿，算是新帝对他的特殊优待。冯将军，守卫在华阳殿外的士兵们纷纷向他行礼。冯润生点了下头，没有回话，注意力都在桑宁身上。他走进店里，将怀中捏捏的鲛人小心翼翼地放在软榻上。等着，我去找药。他叮嘱一句，满店乱翻，很快翻出大大小小十几瓶药，为桑宁处理伤口。桑宁看着那些药瓶，想起同样受伤的绿枝，颤巍巍道：冯润生，你让人寻个御医去掖庭，为我的贴身侍女瞧一瞧，她受的伤比我严重。冯润生正忙着倒腾自己手里的药，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一个卑贱的奴婢，哪里配得上我的人去给他疗伤？一个宫女而已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他不在意，也觉得桑宁不应该在意。他可是妖妃，妖妃也有心的吗？也会在意一个卑贱宫女的死活？桑宁是在意的，全然是被他的忠诚打动。见冯润生这个态度，就皱了眉，正色道：绿枝对我忠心耿耿，多次豁出性命护我周全。你若希望我在你这里活得久一点，最好对他好一点。正所谓爱屋及乌，不是吗？爱屋及乌，这个妖妃哪里来的颜面说这种话？难道他忘了是谁把他害成如今这个惨样？冯润生很生气，俊脸也气红了。谁爱你了？我才不爱你！他对他只有恨，也只应该有恨。桑宁听他这么说，心里冷笑，呵，传说中的傲娇，看他怎么收拾他。你当真不爱我？桑宁温情脉脉地瞧着他，那双精致的狐狸眼忽然媚气横生，随后侧躺下来，慵懒地展了一下婀娜的腰身，像是一只缱绻的猫，还朝着冯润生伸出一条腿。红色的衣裙荡漾开来，露出一截纤细而银白的春色，泛着光，更显出他是白玉做的人。冯润生呼吸一滞，目光不受控地瞟了过去，那只小巧的脚像是刚刚剥了壳的菱角，白皙如玉，脚趾珠圆玉润，脚趾甲上染着艳丽的红色，轻轻踏在了少年的大腿上，缓缓上移，一点再一点，撩人的很。他觉得身上像是有虫儿在爬，痒痒的从腿上爬进腰腹，引得他热血乱窜。偏那只玉足还在不安分的他大腿根爬。就在那只脚即将触碰少年人的禁区，冯润生神色一变，一把抓住了桑宁的脚，故作凶狠的怒喝：够了！桑宁，
你想做什么？少年人面色阴冷，满眼戾气，但耳垂已然泛红，像是滴落的血，又像是诱人的樱桃，因了一副好皮囊，倒显出几分秀色可餐来。第9章，桑宁，你是在故意勾引我吗？桑宁是个颜控，从小就喜欢漂亮的人，在现代时照顾他的佣人，无论男女都很漂亮。住院的时候更是挑漂亮的男医生，现在瞧着冯润生也觉得她漂亮，这种漂亮还多了几分可爱。因为少年人逞凶斗狠的时候，像是一只小奶猫，也就是虚张声势的吓人，实则没一点的杀伤力。比之刚正威严、不近女色的贺兰英，看似清风明月谪仙人，实则黑心莲的风雀仪，他还是更喜欢冯润生这种漂亮没心机的小奶狗，斗起来太好玩了。哎，我能想做什么呢？就是想让你帮我捏捏脚呀。桑宁笑意嫣然，眉眼娇巧。不然，你以为我想做什么？他捏着嗓子说话，同时观察着冯润生的神色变化。下一刻，骤然挺起轻身上前，主动拉近与他之间的距离，在他耳畔呵气如兰：“小润生，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你叫我什么？”少年人眼神一闪，强做出高傲不屑的样子。桑宁，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。他这么说，其实也是心虚的，不由得往后撤了撤身子，想要离桑宁远一点，以免又像刚刚在月桑店似的想扑了他。太不争气了些。桑宁看出他在躲闪，眼里闪着得意的笑，伸手抓住他的衣襟，用力一扯，想把人扯到身上来。冯润生没有防备，顺着那股力道，身体不可控地亲了过去。桑宁的五官骤然在他的眼前放大，彼时距离近在咫尺，四目相对，呼吸交缠，少年人猛然完全忘记了应该把面前的女人推开。砰砰砰，剧烈的心跳似乎要跳出嗓子眼了。桑宁听得清楚，含笑将一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处，声音娇媚：“小润生，你的心跳声震得我手疼了。不是说不爱他吗？身体可要比嘴巴诚实的多。”桑宁非常有自信，原主这样的容貌和身材，足以让天底下所有的男人为他尽折腰。冯润生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更容易拿捏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桑宁，你是在故意勾引我吗？少年人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忽然站起身，将一面铜镜拿到了桑宁面前。你自己瞧。桑宁有些莫名，下意识朝着镜子里看去。彼时镜中的人哪还有半点祸国殃民的妖妃模样？凌乱的发丝，妆容惨淡的脸，伤痕累累，鼻青脸肿，这葛惨样还想迷惑冯润生？他自己瞧一眼都有些嫌弃这样的自己。算了，没意思。桑宁轻抿樱唇，懒散散躺回在榻上，闭上眼，病恹恹的不想理人了。冯润生见他安分了，便端着调制好的药膏坐在了他旁边，然后取了一点药膏在指尖，朝着桑宁的脸上涂抹。肌肤碰触的一瞬，产生了痛感。桑宁吃痛，皱起眉，直接抬手打掉了冯润生的手，睁开眼看到他是给自己抹药，依旧没好气敌感人。不要，走开，别烦我。他娇气，怕疼，凶得很，赶完人就转过身继续睡。才不要抹药呢，他现在只想死一死。哎，胸闷气短，脑子胀疼，这病弱的身子让他生无可恋。冯润生不知他的痛处，一把将他的身体搬了过来，开始强制性的给他脸上涂抹药膏。嘶嘶，桑宁疼得抽泣，加上身体不好，脾气很暴，直接就骂人了。我说了，别碰我，你是聋子吗？冯润生，我是你的仇人，你这是把我当祖宗伺候呢？想犯贱也别在我面前，滚蛋！他真的难受死了，他还来烦他。冯润生感觉到他的嫌弃，比听他骂他还觉得难受。他也不知自己怎么了，明明该伸手掐死他的，可他蹙眉看着他，漂亮的狐狸眼不知何时蓄满了眼泪，泪光点点，倏然落下一滴来，就像是拿眼泪砸他的心。他的怒气都被砸碎了。我弄疼你了。他收回手，皱着眉，眼神担忧地看向他，语气有些别扭的关切。桑宁看他那别别扭扭小奶狗的傲娇样子，心情稍微好了些。其实他也不是想骂人，就是身体太难受，完全控制不住脾气。他这回心情好些了，就瞪了他一眼，娇嗔着：“疼死了！你笨手笨脚的，换别人吧，就照顾我的那个宫女。”他想起绿枝，耐着脾气哄着：“你去管一下，小润生，我知道，你最好了。”冯润生吃软不吃硬，听他夸了自己，便松动了，真的叫人去照顾那个绿枝了。桑宁见他听话，施舍一般，点他一眼：“你继续吧，轻点儿。”原主的皮肤因为长时间的娇养，细嫩脆弱的很，尤其现在红肿着，一碰就火辣辣的疼。我根本就没用力。冯润生不服气的嘟囔一声，手上的动作更放轻了些。他将桑宁身上的每一处伤口都涂抹上了药膏，指腹轻轻，犹如按摩。这个过程很漫长。桑宁太累了，后面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他的脸色苍白得很，透着消散不开的病态。
冯润生安静地坐在床榻一侧，微微垂眸，静静地看着他。烛火摇曳，榻上的女子病气缠身，就像是一盏纸糊的美人花，风一吹就坏了。这样的人竟然是个颠覆朝堂、心狠手辣的妖妃。少年人内心有种难以言喻的复杂，有恨，又有一种微妙异样的感觉。暮色沉沉，长夜寂寂。冯润生不知何时竟然在桑宁旁边的位置睡着了。少年人合衣而眠，尽量不去挤压旁边的病美人。病美人的伤口都涂抹了药，许是因为药效发作，又痒又疼，再加上身体还难受着。桑宁虽然睡着了，但没有睡好，噩梦连连，一会跳层楼摔成半残废，一会被冯秋华磨刀霍霍砍成了人质，反正梦里鲜血淋漓的可怕。他被吓醒了，或者说被身边冯润生略显沉重的呼吸声吵醒了，反正他是不舒服了，眉头一皱，抬脚就把睡在身旁的少年人从榻上踢了下去。扑通一声，少年人落地摔醒了。也是他倒霉，桑宁那一记芳香脚直接踹在了他的腰眼上，疼得他闷哼一声，脾气当即不好了。桑宁，你为什么踹我？桑宁比他脾气还不好，直接喝道：闭嘴，离我远一点，你喘气的声音吵死个人。第10章，少年天子，当真是有霸主风范。冯润生是先锋军，为了杀进皇宫，奋战3天3夜不休，终于杀进皇宫了，又忙着英雄救美，总之他是折腾得个够呛，也累得很。这会难得睡着，还为了这么个理由被桑宁踹下了床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桑宁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少年仍咬牙切齿的威胁，眼睛都气红了。桑宁病恹恹地侧躺在榻上，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揉捏着太阳穴的位置，没有用，还是头疼欲裂，胸口也闷痛着，浑身难受。他在这浑身难受的处境里，抬眸看向冯润生，一心求死。想死，超级想。小润生，你现在就动手杀了我吧。活着真的好累啊，与其每天都要遭受病痛的折磨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这个糟糕的古代世界，于桑宁而言，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东西。他真的想死，却怕疼，觉得最理想的死法便是安乐死。可惜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不支持安乐死，父母也不支持。如今川叔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仇敌们一个个跟吃错了药似的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一个干脆。难不成他们都想让他变成人质？太恶毒了。冯润生并没有接桑宁的话，瞧着他一副气若游丝的模样，心里莫名烦躁。相比他这病恹恹的样子，他其实更愿意看到他宠冠后宫时嚣张跋扈的样子，那似乎才是一代妖妃该有的风光。如今看着病弱不堪的桑宁，少年人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地揪起来，心口的位置闷得很，真是令人讨厌的感觉。他睡不着了，丢下一句：你睡吧，我出去一趟。说话间随手扯了扯被子，有些敷衍地丢在了桑宁身上，便转身离开了寝殿。当然离开前吩咐陈静好生盯着，免得桑宁寻短见。他也看出来了，桑宁为病所苦，有浓重的厌世情绪。或许以前他那么坏，都是厌世情绪带来的，因为自己不好受，便想着所有人跟他一起不好受。月光皎皎，洒下清辉。风雀仪身着一袭月白长衫，正在院内摆弄他的草药。这草药是他针对桑宁的病情而特意挑选出来的，这回月亮下晒一晒，也算吸收了月光的精华。风雀仪，你没睡正好，快跟我走一趟。冯润生不请自来，风风火火地来到年轻俊美的医者身旁，抓住他的胳膊就朝外面走。风雀仪知道他的来意，扫开了他的手，整理了一下衣衫，神色淡淡道：冯小将军莫急，妖妃那病体一时半会治不好的，治不好也开些药，减缓一下他的痛楚。他病得难受，他难受不正是你我所求吗？风雀仪摸着自己的右手食指，让恨意流淌。冯润生，别为女色昏了头，妖妃狡诈多端，你离她远些的好。他看似是善意的提醒，其实是想独占桑宁，所以刻意说他的坏话。当然他这份独占欲更多是恨意作祟，他真的很想把妖妃玩弄在自己的股掌里，操纵她的生死，乃至她的喜怒哀乐，方是他余生一大乐事。冯润生不知风雀仪的阴暗心思，但知道他在跟自己耍心眼。要他离桑宁远些，那他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捣鼓草药做什么？因为热爱？他才不信。他刚刚还没说明来意，他就知道他是为了桑宁而来，显然也在关注他。他才不会上他的当。不过眼下桑宁病弱至极的身体很需要他，也不好挑明，让他下不来台，便顺他的话说：风大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他能治我的病，仅这一点我就很需要他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喜欢上他的。等我的病一好，就请君上把他送你当要人。风雀仪听冯润生这么说，一时无言以对了。他跟着他去了他的华阳殿。妖妃正在榻上睡着，似乎睡得不安稳，额头都沁着汗，眉头紧蹙着，仿佛在承受着什么痛苦。他的忠心宫女绿枝为他擦着汗，不时双手合十，
面向南方，嘴里喃喃着祈祷的话语。他瞧了一会，觉得没意思，又落到了妖妃的脸上。怎么受伤了？被谁打了？叶庭里也有他的仇敌。也是，他作恶多端，可不得树敌无数。等下，他那脸上都涂抹了什么药膏？他嫌弃得很，转身回去拿了自己的药膏，让绿枝给抹上了。谢谢风大人，还有冯大人，谢谢您救我们娘娘。绿枝对着两人磕头感谢。冯润生傲娇的冷哼一声，觉得他比他的主子会做人。不过，如果妖妃这么做，他早一刀砍杀了他。最讨厌没骨气的软骨头了。风雀仪没他那么多心思，瞥一眼还在惊魂不定的妖妃，就派人去煎药了。这个煎药过程很慢，等药煎好了，天色都亮了。两人看着绿枝为了妖妃喝药，便换了衣服，简单洗漱，去了上天台。今日新皇在上天台登基，普天同庆。桑宁彻底清醒时，天都黑了，只能从绿枝嘴里听一些盛况，比如锣鼓喧天，军旗飘扬，10万民众观礼，齐呼万岁；还有上天台前封赏大臣、将士，诛杀燕国皇族勋贵。陛下建国为晋，年号兴元，改燕都为晋都，还立下宏愿，说要南征桑国，北平蒙纳，东拓海洋，扩展疆土3万里。陛下少年天子，当真是有霸主风范。绿枝从没见过这样野心勃勃的皇帝，觉得贺兰英简直是无所不能的天神。说起他时，满脸的崇拜。桑宁听着，点了头，心道：是啊，很厉害。那人是个霸主，也是个战争机器。短短一生，痴迷打仗，不好享受，不近女色，8年时间，真的打下了一个后来无人可及的广阔帝国。可惜江山是打下来了，就是没有一个子嗣继承。26岁英年早逝，白白把锦绣江山给了别人，也是唏嘘。桑宁正唏嘘着，就听外面一阵吵嚷：陛下有令，召见妖妃丧事。下一刻，士兵们冲进来，像是回到了昨夜，一个赛一个的满身煞气。绿枝见了，照旧英勇护主，伸开双手挡在他面前，大声问着：陛下为什么要见娘娘？你们别过来！桑宁推开他，主动朝着士兵们走去。皇帝要见他，还能是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那些大臣要杀他这个妖妃啊。第11章，他们竟然是同病相怜呢。桑宁的猜测是对的。当他被士兵们带去新帝大宴群臣的招霞殿，就见贺兰英坐在高位上，一袭黑金色黄袍，头戴黄金帝王冠，华贵而威严。他悠闲喝着酒，俯视着跪在下面的臣子，微垂的眼眸泛着凌厉的寒光。少年天子威压深重，几个臣子提了2句杀妖妃，见他没有回应，便战战兢兢，不敢开口了。唯有跟着他一路杀伐的心腹大臣潘湛，才敢在这喜庆的时刻，哪怕少年天子的脸上露出不愉之色，还敢谏言：妖妃祸国，罪该万死。今日陛下登基大喜，宜杀之，以他鲜血恭贺大晋千秋万代。潘湛年逾50，本是贺兰家族的一员猛将。贺兰英12岁从军时就得了他的看顾，可以说贺兰英的一身好武功都是得他教导，两人算是亦师亦父的关系。现在贺兰英登基为帝，父亲贺兰也早年战亡，痛失父亲的他更是第一时间尊奉他为亚父。潘湛也不负亚父之称，一心为他着想，在得知妖妃跳城楼而不死，就觉得他是个祸害。少年天子还将他丢入掖庭，分明是养虎为患。他必须劝皇帝杀了他。亚父之心，朕明白。贺兰英扫了眼侍候在旁的太监总管王成，后者领会其意，赶忙上前把他搀扶了起来。潘大人快请起，妖妃一事，陛下早有主张，您就瞧好吧。王成在后宫摸爬滚打多年，2天时间也自觉摸到了新帝的性情，看他今日的表现，显然早有对策。他是对的，贺兰英确实有了对策。他喝着酒，瞧着缓缓走来的女人，那张巴掌大的小脸，病恹恹的苍白，下巴尖尖透着我见犹怜的柔弱，一头浓重如瀑的青丝披散下来，似乎把他的腰压弯了。这一副弱不胜衣的娇态，倒是像极了他梦里的样子。当然，在梦里，他眼角晕红，泪水盈盈，在他身下娇喘个不停，连那张苍白的脸都染上桃花般的粉色，比现在还要好看。好看的病美人桑宁一出场，不知勾出了多少男人的作恶欲。那些扬言要杀他的大臣们，这会儿都忍不住瞧着他。当然，他视而不见，目光只落在新帝身上。待到了他前面，约莫有10步的距离，停下来，盈盈欠身，贱妾见过陛下。他依着原主的记忆，模仿着古人说话行礼。贺兰英点了头，叫人给他递了把椅子。潘湛见皇帝这么个态度，几乎认定他被妖妃迷惑了心智，又想站出来说什么，就被王成拉住了。潘大人，且冷静些。他的儿子潘岳也过来劝父亲稍安勿躁，陛下痴迷战事，才登基就发下誓愿，要扩展疆域3万里。他志在天下，定不会在宫中久留。您想杀他，我们有的是机会。这妖妃真一副妖精模样。潘湛忧心的不行，
那昏君的尸体还没入殓呢，燕国灭亡的血泪教训犹在眼前啊！他觉得妖妃确实太美了些，听着儿子的话，还是心里不安，急得眼睛乱转，恨不得凭空变出一把刀，直接砍杀了他。桑宁也感觉到了他的杀意，坐下后就瞥了他一眼，随后目光一转，落到了他儿子潘越身上。潘越生的身材高大，皮肤黝黑，左侧脸还有个贯穿到下巴的刀疤，让本就普通的脸更显出几分凶悍，妥妥的武将模样。如果他是个普通武将，桑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，主要这人是个有福气的，后面娶了个好妻子，也就是贺兰英嫡亲的妹妹贺兰慧。贺兰慧在兄长登基后获封惠安公主，她喜欢冯润生，也如愿嫁给了他。不出意外，也就是今年的事。但冯润生身体不行，5年后他受不了无性的婚姻生活，改嫁给了潘越，次年就生下了儿子潘泽。贺兰英英年早逝后，潘泽因为身体里流传了贺兰家族的血脉，身份逆转，成为储君，由潘越扶持着登基为帝。奈何潘泽太小了，才3岁，皇权自然落到了潘越的手中。至于他活没活到掌握实权，他没看了。贺兰英死后，小说也就没意思了。桑宁收回目光，又看向了贺兰英，还是觉得他很可怜。哎，原主霍霍燕国，没给桑国讨得便利，却给贺兰一族做了嫁衣裳。贺兰英沉迷打天下，2世就信了潘，也算是给潘氏一族做了嫁衣裳。这么看，他们竟然是同病相怜呢。贺兰英很敏锐，觉得桑宁的眼神是在同情自己。为什么？他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怎么敢朝他露出同情的眼神？想着，他故意说：“桑氏朕要出兵桑国，你怎么看？”瞧着，他不仅要杀他，还要灭他的国家。他渴望从他眼里看到痛苦、恐惧、泪水，最好他下跪求饶，而他绝不手软。到时他会绝望吗？他绝望起来是什么样子？一定很好看。他自诩正人君子，为君之道也应宽仁克制，但战场上杀伐久了，骨子里的戾气偶尔还会冒出来。不知为何，还都是遇到他的时候。他太弱了，脖梗那么纤细，只要他轻轻一捏，他就会变成一只破碎的蝶。想一想，手都痒了呢。他喝了口酒，看着桑宁，笑得玩味。可他失望了。桑宁没一点害怕，甚至还看着他笑了。回陛下，桑国是个好地方，举国种桑，盛产丝绸，与诸国贸易，最是富足。陛下如能智取，便相当于有了个钱袋子。听闻陛下志在天下，一定需要桑国这个有力的经济支持。这番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惊住了。这妖妃是疯了吗？竟然撺掇陛下攻打他的国家！妖妃贪生怕死，为了苟活，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，果真红颜祸水，最毒妇人心。这妖妃为了苟活，巧言令色，毫无底线，就该千刀万剐。对，他这么说，就是意图蛊惑陛下的心。他们又开始了口诛笔伐，同时纷纷跪请杀了妖妃。冯秋华也在场，作为燕国前皇后，也作为大晋唯一的女将军，她的地位很高，被贺兰英封为了一品晋国夫人。这会他看着众大臣想杀桑宁，还有些为弟弟冯润生担心，万一皇帝真杀了他，弟弟怎么办？冯润生也很担心，不过面上还算淡定，甚至还在悠闲的喝酒。当然，如果离他近了，就会发现他捏紧了酒杯，全身戒备，随时准备出面救人。第12章，这妖妃太会蛊惑人心了。在场的人都在看着皇帝，桑宁的生死就在他一念之间。除了风雀仪，他是真的淡定，喝着茶，歪着头，目光带着几分兴味，懒散散瞧着桑宁，好奇他怎么应对。桑宁压根没想过怎么应对，生死看淡，不爽就干。再说，在座都是纸片人，而他是个过客，过客才不会在乎周边人的想法。他就那么坐着，听着大臣们说自己的坏话，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，没意思的紧。他不耐烦了，新帝叫他过来，又不杀他，是想做什么？贺兰英起初是想寻个乐子，现在乐子的表现让他有些意外。妖妃面对那么多杀他的声音，真的是淡定从容啊。那烦躁的样子也很美丽可爱，其中透着蔑视一切的高傲，更让他觉得新鲜，有意思。妖妃跟传闻中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想着，他继续原先的话题：桑氏，依你之见，如何智取？桑宁听了，瞧一眼他的俊脸，决定看在他长得好看的份上，尝试改变一下他5子儿中的命运。联姻，我有个妹妹叫桑莹，正是好年岁，陛下若不嫌弃，纳之为妃，也是一桩美谈。他记得原文里桑国皇帝桑齐就有过这个想法，多次上表恳求结秦晋之好，但贺兰英毫不犹豫拒绝了，还觉得桑齐故技重施，想用美人计打他打得特别欢。果然，他的话才出口，就引来一片反对声。不可，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桑氏女祸害燕国，有其姐，必有其妹，桑氏一族家风不正，陛下万万不可有此想法。对，妖妃就是想用美人计，陛下，
您想想燕云帝，万不可被他蛊惑了去。陛下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这妖妃心肠歹毒啊！他们被迫害妄想症一般忖夺桑宁的心。桑宁听得笑了，行啊，那我说个更歹毒的，桑国跟玉河族素来不和，陛下可暗中支持玉河族进攻桑国，桑国武力值不行，必献出金银财宝，求得大贺援助。如此，陛下不费一兵一卒，金银财宝进入囊中了。这番话一出，在场的人又被惊住了，不，他们被惊傻了。这妖妃是疯了吧？好长一段时间，店里鸦雀无声。桑宁看自己的话把他们镇住了，笑得又得意又讽刺，看，更歹毒吧？大臣们深以为然，纷纷进言。这妖妃定然在算计什么，陛下万不可轻信于她。对，这妖妃太会蛊惑人心了，陛下，请务必杀了她，还望陛下杀妖妃，顺民心，安天下。他们已经把杀妖妃跟民心绑定了。桑宁鼓掌大笑，盛世需要美人点缀，乱世需要美人赎罪，各位大臣如何看？他冷眼扫他们一圈，挑衅道：各位大臣如此忧国忧民，可敢过来送我一程？我这脖梗娇嫩，好掐得很啊。他坐累了，椅子太硬，硌得他腰疼屁股疼。他娇气，疼痛让他暴躁，连带对皇帝也没了恭敬。陛下这场戏看得如何？过瘾没？过瘾的话，我就回去了。他有种预感，狗皇帝叫他来，就是替他对大臣的。他的预感对了一半。贺兰英还想借他来立威，他手中酒杯一砸，喝道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你们如临大敌，各种劝谏，当正是那慕容赵不成？慕容赵便是燕国亡国皇帝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恕罪。大臣们见皇帝发怒，纷纷磕头谢罪。贺兰英见了，没消气，脸色如冰，冷笑道：朕年轻，脑子还在，还没昏聩到需要你们谏言的时候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恕罪。大臣们再次伏地齐呼。贺兰英没说话，余光扫了桑宁一眼，摆了手，示意他退下。桑宁也没说告退，直接就走了。不想身子不争气，还没走出朝霞殿，双腿一软就倒了下来。该死！原主这身体病弱到肢体不协调了，他倒在地上，不仅摔得疼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了大丑，觉得社死了。哎，今天也是想死的一天，关键是当着皇帝的面，还没人去搀扶他。可怜他试了好几次都没力气站起来，最后摆烂了，不起来了，就坐在那里遥遥望着狗皇帝。他有委屈的，身体难受，心里也难受，觉得这累赘的身体也欺负他，眼里酸涩的厉害，眼泪在打转，鼻子抽了抽，隐忍着泪水，一副渲然欲泣的小可怜模样。太可怜了。当那双湿漉漉的狐狸眼看过来，像是被抛弃的柔弱无助的小雌兽，可怜巴巴看着你，发出求救的信号，太挠人心肝了。贺兰英想看他哭泣，想看他求饶，没想到阴差阳错这般实现了。他一时愣住了，等反应过来，就见冯润生快步走了过去。少年人弯下腰，当着大臣们的面抱起了他。陛下，臣告退。冯润生抱着人离开了，留下众多懵逼脸的大臣。什么情况？冯小侯爷看上妖妃了？他们不是仇人吗？那妖妃病弱至此，看着不是长寿之相，或许不用我们杀，她也活不了太久。确定不是伪装吗？那可是妖妃啊，定然诡计多端。冯小后爷不会被他迷惑了吧？晋国夫人，令弟这情况不对啊！大臣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冯润生身上。今日新帝登基，论功行赏，冯润生获封冠军侯。冯秋华目送弟弟远去，想着他的身体，便站出来跪下请求：陛下，吾弟有心疾，妖妃可解之，还望陛下将妖妃赐给他。此话一出，大臣们又被惊到了。天，今天皇帝登基大喜，刺激是一件接着一件啊！贺兰英也觉得刺激，没想到冯秋华会替弟弟求得妖妃，那么他要成人之美吗？刚刚妖妃求助的眼神犹在眼前，像是小猫抓挠着他的心。他皱起眉，想到冯家跟妖妃有仇，冯润生亦然。如果妖妃解不了他的心急，他会恼羞成怒杀了他吧？还有解他心急？怎么解？男人那种地方出问题，是到床上解吧？床上啊！他想着梦里妖妃在床上的诱人风情，应该私藏的，别的男人怎么能看到？一种名为占有欲的东西在心底悄悄滋生。第13章，恋爱脑以后是要挖野菜的，但他忽略了。他只知道妖妃不能给出去，但怎么拒绝？事关冯润生的后半生，冯家定会抓住妖妃这根救命稻草。贺兰英思量间看向了风雀仪，笑问：风国师，你怎么看？风雀仪善医术，通占卜，明天象，懂兵法，难得的学识渊博，是贺兰英上位之路的智囊团。在他登基后获封国师，他也不负国师的名头，很快就解了贺兰英的烦忧。回陛下，这是要看公主怎么看。
惠安公主贺兰慧心仪冯润生，两人年纪相仿，两家有通亲之意。现在贺兰慧没在场，贺兰英的母亲或者应该说太后了，她的身体不好，由贺兰慧在后方照顾，还没到达京都。你说惠安啊，也是，她少女怀春，一颗心都在润生身上，如果知道她身边多了个女人，定然要伤心的。贺兰英如是说着，话音一转，罢了，晋国夫人，你且等等，此事还是要跟惠安说一声，让她晓得其中厉害，免叫两人生了嫌隙，伤了感情。至于润生之心急，朕也忧心，不过他还年轻，朕也相信封国师会有良策。封国师，你说呢？封雀仪能说什么？他也不想皇帝把妖妃赐给冯润生，自然是说陛下英明，臣必竭尽全力消除冯小侯爷的心急。贺兰英点着头，面上露出满意之色，随后看向了冯秋华，等待他的回答。冯秋华很聪明，已经看出皇帝不想给人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私下想办法。起码皇帝是不可能打那妖妃主意的，眼下只要弟弟行动快些，早点在那妖妃身上试验几次。男人嘛，得到了就弃如敝履，届时还有他杀妖妃的机会。谢陛下，谢国师。冯秋华含笑退让了。庆功宴继续，丝竹歌舞不断，一切跟桑宁无关。桑宁依偎在冯润生的怀抱里，被他抱回了华阳殿，放到了软榻上。也是躺到软榻上，他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，心情也好了些。冯润生，你是个好人。他扯着他的衣袖，说着蛊惑人心的话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比那些道貌岸然的男人好多了。你单纯、善良、可爱、热血、勇敢，是个极好极好的人。没有人不喜欢被夸奖。冯润生感觉自己被他夸的心里冒泡泡了。然而下一刻，他眼巴巴看向他，说了句：所以，好人，你能杀了我吗？询问的时候还抓起他的大手放到了自己脖颈上，只要这么轻轻一扭，我就死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恨你的，还会为你祈福，祈祷你长命百岁，子孙旺盛。尽管他在小说里跟贺兰慧和离后就战死沙场了，但他一个病秧子，能做的也只能是祈福了。却不知子孙旺盛这话刺到冯润生了。冯润生看他把自己害得那么惨，不知悔改，还只想着死，又气又恨。你就这么想死？我如今这个惨样都拜你所赐，你有什么脸让我送你去死？你一死解脱了，干净了，我怎么办？休想！他收回手，力道有些大，几乎把他甩在了软榻上。桑宁随着他的力道趴下来，还好软榻铺着柔软的床褥，没磕着他，但没磕着也不舒服，或者说他的身体就没舒服过。见他不肯杀自己，心情也不爽，直接就翻脸了。傻子，蠢货，听听你的话，妥妥的恋爱脑。你知道恋爱脑多可怕吗？我告诉你，恋爱脑以后是要挖野菜的。什么？冯润生听到后面越听越迷糊。你想吃野菜了？完全沟通不了。桑宁很郁闷，心情更差了，往软榻上一躺，摆手说：对牛弹琴，你滚吧，懒得跟他说话，哪怕他刚刚救了自己。冯润生见他让自己滚，明明前一刻还夸他好人来着，真是个骗子，白眼狼。但气得没了理智，索性扑上去亲他的脸，咬他的脖颈。他需要白眼狼救自己。白眼狼昨晚抹了风雀仪的药，仅仅一天，身上一点淤伤都不见了，皮肤白皙的像是剥了壳的鸡蛋，吹弹可破，诱人的紧。他瞬间化作禽兽了。桑宁面对禽兽的欺负，直接薅他的头发，可惜他力气不足，根本薅不动。少年人埋着胸，粗喘着，脸色涨红，汗水大颗大颗落下来，贪婪得很。桑宁觉得他是狗，是小泰迪，随时被下半身支配，一面嫌弃，一面摆烂，原主一副病体，对于冷漠厌世的他来说，就是一具红颜枯骨，实在没挣扎的必要。他也不想挣扎了，因为随着少年人的亲吻，他身体里涌出些许酥酥麻麻的感觉，像是微末的电流在皮肤炸开，流遍全身。这种感觉很新奇，是他从未体验过的，一时压住了病痛之苦。原来男女之事还能转移注意力，他有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。但他感觉很好，冯润生就感觉很糟糕，身体确实有反应，但很疼。当时歌里的血腥画面在脑海里闪过，让他疼得无措。他应该做什么？撕他的一切，用他的鲜血、眼泪、痛苦抚平他的阴影。啪！桑宁一巴掌打碎了他的作恶幻想。冯润生捂着半边脸，气得低喝：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打我？哪个男人能一再被打？还是被打脸？他觉得自己男人的尊严在他面前碎成了渣渣，真恨不得掐死他。他是故意的吧？想寻死？冷静，冷静。他告诉自己，他的病还需要他。桑宁没那些花花心思，打人的理由也很简单，滚下去，你重得很。
起初他还能有点享受，少年人小狗一样舔得他很舒服。后来他整个身体压下来，山一样重，尤其胸膛钢筋铁骨一般个人，反正他是不舒服了。他不舒服，那时都别想舒服。你是猪吗？这么重，压死个人！他看他个子不高，实则相对1.9米的贺兰英，1.86米的风雀仪，没到1.8米的冯润生确实矮了些，但他才16岁，有的长呢。身材看着单薄，但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先锋军首领，怎么可能是个弱鸡？他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肌肉密度高得很，自然重得很。桑宁，你好好说话。冯润生听着他的嫌弃，皱起眉，双手撑着软榻，远离他的身体，尽量不压着他，却也不舍得从他身上下去。他身体很香，只是闻着躁动发疼的身体也好受些，但姿势很暧昧。他的呼吸很重，喷在他脸上，热热痒痒的烦人。他的心跳很快，砰砰砰的声音震得他耳朵疼。他浑身不舒坦，坏脾气说来就来。冯润生，从我身上滚开！不要！冯润生拒绝了，果断抱着他翻了个身，换他压着他了。第14章，腰妃是真的腰，这个姿势也不舒服。桑宁软云一般压着钢筋铁骨，刚与柔的挤压，哪里能有舒服可言？他想下去，身体挣扎着，蠕动着，难免碰到他，电流在两人衣物间流转，漫进了彼此的心里。冯润生的呼吸更重了，他大手压着桑宁的肩膀，在他起身时重重压下去。桑宁感知到他的坏心思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当然，冯润生这次拦住了。事不过三，他捏着他的手腕，低喝道：“桑宁，再敢打我，你这只手就别要了。”桑宁会怕他的危险？狗男人微眯着眼，表情享受着，脑子怕是都在下半身呢。他看得不爽，挣脱他的手，还是要打他。这该死的贱东西，竟然对他一个病号做这种猪狗不如的事。冯润生确实猪狗不如，大概人不行就变态了，开始亲他的手指。桑宁嫌弃得很，滚开，不许亲！他手指纤细，指尖白如嫩笋，染着豆蔻，芳香四溢，被他一亲，含着一层水，水光潋滟，泛着光，更漂亮了。连桑宁自己也得承认，妖妃是真的妖，就是又妖又娇，跟他闹腾到现在，力气用尽，软泥一般，忽然就倒他身上，起不来了。冯润生只觉漫天云朵落了个满怀，他的发丝倾泻下来，像是藤蔓，爬满了他的脖颈、胸膛。他发现他的发丝是有些冰凉凉的，刚好将他身体的温度，便忍不住猛亲他的头发，痴汉一般。桑宁瞧见了，嫌弃之余又觉得好玩。他在现代时家教很严，加之常年病着，也没跟异性这般亲昵。虽然收过几个同学的情书，但也只限于情书了。都是权二代、富二代什么的，再喜欢也得顾及着身份，低调、克制、绅士，那是他们骨子里的教养。冯润生热情到恬不知耻，真心让他觉得好玩。他如果身体好些，不介意养这样一头小傻狗。这么喜欢我，冯润生，我可是你的仇人。你看看你这样，要脸不？他趴在他胸口，拍拍他的脸，是美行凶，说着伤人的话。冯润生确实被他伤着了，小傻狗化身小狼狗，在他脖颈、锁骨上留下几个咬痕。桑宁疼得抬手打他的脸，他没躲，随他打。桑宁觉得他是有点受虐倾向在身上的。哎，原来还是个小变态。你能不打脸吗？其实桑宁没力气，打脸也不疼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到底还是丢人的。你能管管自己的下半身吗？桑宁随口吐槽一句，随后也不打了，该薅他的头发，一根一根的薅，没一会就薅得满手黑发。还好冯润生没有现代秃头男孩的困扰，不然看自己损失这么多的头发，分分钟跟他翻脸。但薅头发比打脸疼，他还是抓住他的手，拦住了。你这都是什么坏习惯？桑宁自然没薅人头发的习惯，就是无聊，也为转移注意力，不然男人剑拔弩张抵着他，让他满脑子肮脏思想。其实进一步也可以，他不介意男女之事，没体验的东西，濒死了总是乐意体验的。但冯润生没有更进一步的意思，他年轻、热血、莽撞，为美色所惑，但不是没脑子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还是知道的。这妖妃碰不得的，他只是借他的身体治病罢了，但这病迟迟发泄不出来，他难受的暴躁，大手将他浑身一阵乱揉。如果他是个面团就好了，揉个稀巴烂，再丢到地上踩几脚。他这一刻恨死了他，真想杀了你。他逼近他的脸颊，又猛然推开他，随后下了床，稍稍整理了几下衣服，就走了出去。离华阳殿不远，是清凉殿，殿里有特大的水池，水池的水源自照山上的雪水，因而池水冰冷，是夏天避暑的圣地。他这会直奔清凉殿，一看到满池冷水，衣服也不脱就跳了下去。砰！满池的水冰寒入体，
热欲瞬间退去，总算让他舒服些，但他心里是不舒服的，在妖妃身上试探半天，他还是个废人。难道他这一生就这样了吗？那还真是身在地狱，生不如死了。妖妃害他至此，怎么敢死？阿嚏！桑宁打了个喷嚏，觉得是冯润生在骂他。他是个好人，他不骂他，而是同情他，小变态不行呢，哎，真可怜。绿枝则觉得桑宁可怜，哎，外面大臣要杀他，店里小侯爷欺负他，他可怜的娘娘啊！这会他见冯润生走了，才敢进来，一进来就看他瘫在软榻上，满脖梗的咬痕，头发乱糟糟铺散着，衣衫也不整，一副惨遭蹂躏的模样。娘娘，娘娘！他蹲在软榻前，抹着眼泪问道：娘娘可有不适？桑宁这副病体就没有舒服的时候，但他有些习惯了，只说渴了。他没食欲，一天下来也就喝点水。绿枝听了，立刻给他端来了一杯水，还记着他没吃东西，就问：娘娘不饿吗？御膳房有鱼汤，奴婢端来，您喝2口。不要。桑宁直接拒绝了，勉强喝光了一杯水，把水杯递给他，就闭眼睡了。但浑身疲累，胸口闷沉，头还很疼，就不停折磨着他。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便问风雀姨昨晚开的药还有吗？那药安神效果好，他喝了能睡着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一直睡着，最好一直睡下去。天底下没有什么比睡死更好的事了。绿枝不知他的想法，忙说好像还有些，奴婢去小厨房看看。他迈不出了殿，不想才出殿就遇见了皇帝。他因是散了庆功宴，回了寝殿，甚至都洗漱好了，头发湿漉漉披散着，身上穿着黑金色的睡袍。少年天子似乎特别喜欢黑金色，这件黑金色睡袍胸口敞开，露出健壮的胸肌，上面横着几处刀疤，显出狂野不羁的气质，看得人面红心跳的。他身旁跟着2个太监，没跟着什么士兵。皇帝怎么来了？绿枝吓得一跪，陛下。贺兰英伸手抵着唇，示意他噤声。绿枝没有噤声，痛哭流涕道：陛下，娘娘身体不适，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刚刚冯小侯爷还对娘娘不敬，陛下快救救娘娘吧。第15章。桑宁，你还有什么异言吗？贺兰英今天登基，忙了一天，总算躺下休息了，结果睡前满脑子都是冯润生抱走妖妃的画面。那画面有点刺眼，还有点刺心，反正是把他刺得睡不着了。他睡不着，索性出来走走，然后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华阳殿。说来，他下令把妖妃丢进掖庭，这个冯润生竟敢明目张胆把人带进华阳殿，也太不把他的话放回事了。他很生气，但不承认这个怒气源于绿枝说冯小侯爷对娘娘不敬。怎么不敬的？最好别是他想的那样。闭嘴！他目光阴沉沉，低喝一声，迈步进了殿。绿枝也想进去，但被太监总管王成拉住了。王成觉得新帝对妖妃有些意思，至于这意思能到哪里，能到什么程度，那就要拭目以待了。傻丫头，你还想不想你家娘娘好了？啊！绿枝含着泪，似懂非懂。王成把人拉远了些，提点着：刚刚满朝大臣都跪请杀了妖妃，陛下力排众议，保下了你们娘娘，说明什么？以后眼睛放灵活点，但凡陛下过来，不要往前凑。绿枝听懂了王成的暗示，就是很担心，抹着眼泪说：可娘娘的身体太病弱了，皇帝的身材那么高大，会把娘娘压死的。他可怜的娘娘啊！绿枝哭得更厉害了。桑宁也想哭，这狗皇帝怎么还不走人？他闭眼装睡，才应付了小变态，不想应付大变态。刚大变态一进来，他就装睡了，一直装到现在，真的快要装不下去了。贺兰英看出妖妃在装睡，也不拆穿，就站在软榻上，俯视着他，目光渐渐炽热，先是他的脸，接着便是锁定在他的胸口上了。桑宁由于胸口闷疼，解开了抹胸，衣衫也松散开来，旖旎了满榻。他知道自己美色撩人，虽然不介意多撩几个小傻狗，但他身体不允许。对，他这病弱的身体，实在精力有限，连冯润生都招架不了，更遑论贺兰英这种纯野兽派的男人了。不过贺兰英也许不喜欢女人，他这么想着，稍稍放了心，翻了个身，继续装睡。那些暧昧刺眼的咬痕不见了。妖妃翻身过去，露出了美背，那一头乌黑如瀑的青丝缠绵到腰际，勾勒着她诱惑人心的腰臀比。妖妃之腰随意一躺，哪怕衣裙还在，也有玉体横陈的美。其实他在漠北之地听过她玉体横陈的光辉事迹。衣衫全褪，她是柔弱可怜的任人宰割的羔羊，白嫩嫩躺在实木长桌上，周边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。燕云帝喜欢在她身上放置酒杯，如果她不小心弄洒了，他便拿花枝打她。她在花丛里娇娇哼着，喘息着，随着花枝乱颤。那画面一定很美，不，一定美极了，恨不得一见。不，怎么能恨不得一见？
他是皇帝，是天下的主宰，想见自然要见一见的。他环视一圈，看到了桌子上的花瓶，花瓶里插着2只粉嫩的芍药花。他走过去，2只全拿出来，一只包光花瓣，朝他洒下来，花瓣纷纷扬扬的，一场小花雨点缀在他发间，很好看。他欣赏着，又拿出一只，坐到床上，拿硕大的花朵撩他的后颈。桑宁背对着狗皇帝，被花朵撩的后颈发痒，一时装不了睡，只能揉着眼睛，翻身过来，假装醒来了。陛下，他露出单纯懵懂的眼神，轻声询问：陛下怎么在这里？您这是干什么？贺兰英轻易看穿他的伪装，笑道：你猜。桑宁不用猜，很快看出狗皇帝想玩女人了。这个玩女人不是身体上的玩，就像是逗弄一只小狗，看他睡得好好的，就是犯贱的想弄醒他。或许他还想他张牙舞爪的叫几声，好让他有由头行使主人的惩罚权利。怎么说呢？可犯贱了。桑宁不想被玩弄，只想玩弄别人，便主动进攻了。陛下，长夜漫漫，既然无心睡眠，何不与我同眠？他抓着他手中的花，揪着一片花瓣，含在唇间，媚眼如丝。我看陛下是个惜花之人呢。贺兰英，他没想过妖妃会这般主动邀宠，果然，他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伪装，什么刚烈，什么淡定，什么无畏，都是他吸引他的手段。可惜他太急功近利了，他稍稍露出一点对他的兴趣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咬钩了。蠢死了！他讨厌蠢货，尤其是仗着美色迷惑人心的蠢货，真该死！这蠢货把他当燕云帝那种货色了。他有种被小瞧的愤怒，少年天子高傲自负，直接拿花朵打他的脸，当然力道不重，就是侮辱性很强。桑宁，谁给你的脸，让你说出这种话？他冷着脸，语气很不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朕会睡你？桑宁也知道他不会睡自己，刚刚那么说，就是说来恶心他的。他也看出来了，这狗皇帝高傲得很，送上门的东西很不稀罕。不要啊，那就滚！他神色如常，顶多眼神懒懒的，带着点不耐烦的冷漠与厌倦。饶我好眠，我会打人。他打冯润生打习惯了，还没打过狗皇帝，很有兴趣试一试。贺兰英，这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？妖妃不该羞窘落泪，认错乃至跪下求饶吗？他皱眉瞧着他，思量着，难道他又在伪装了？装着不在乎他的话，甚至装出对他不感兴趣。不愧是妖妃，心态很好，是有点道行在身上的。你想打朕？你想试试吗？放肆！他板着脸低喝一声，觉得他在作死。桑宁可喜欢作死了，抬手就打他的脸，瞧，就是这么放肆。当然没打住，被他攥住了手腕。他手腕纤细，没骨头一般，被他一攥，疼得厉害。他疼哭了，泪眼盈盈看着他，也不说话。一滴泪忽然落下来，他眼圈红红，红唇轻颤，美得有几分破碎感。贺兰英心里一惊，下意识松开了手。他站起来，后退几步，心脏乱跳个不停，好一会才冷静下来。这妖妃太会蛊惑人心了，确实不能再留了。他猛然上前，伸手掐住了他的脖颈。他没有惊慌，没有恐惧，美丽的面容甚至还笑了出来，像是终于得偿所愿，缓缓闭上了眼。他应该用力的，他曾徒手打死过老虎，也曾在战场上亲手捏断敌人的头颅。妖妃这脖颈太娇嫩了，只需他一分力气，他就会在他手上香消玉殒。那些大臣们一定乐于听到这个消息，他们总担心他会像燕云帝一样为美色所惑。可美色算个什么东西？天下、疆土、权力、杀戮、鲜血，太多东西比美色有趣了。他缓缓收紧手，对他说：桑宁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古人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他想起他跳城楼时说的劝降之话，大概是他这一生做过的最善良的事了。还有吗？他还有什么遗言？第16章，他竟然敢亵渎龙体。他等待着，却见他摇了头。没有吗？那他真可怜呐。桑宁觉得自己要死了，呼吸被剥夺，只憋得面色涨红，满头大汗，意识昏迷之前，他想，无论多么漂亮的人，被掐死的时候一定丑到狰狞吧。嗨，男人的手忽然松懈下来，空气涌进肺管，呛得他直咳嗽，眼泪都咳出来了。贺兰英看着桑宁那张病恹恹苍白的脸蛋，因为呼吸不畅而露出妖艳的红，真漂亮。他欣赏着，忽觉心头痛了下，像是被针扎了，就一下，也就这一下，让他失了神。等回神，就看自己松开了手。为什么他会松开手？他是想掐死他的，但他的身体似乎不听使唤，背离了主人的意志。真奇怪。他抓起他的肩膀，将他拎到了身前，眼神凶厉地质问着：你会妖法吗？他轻得厉害，浑身单薄，不，也不算单薄，起码胸前的几两肉看起来沉甸甸的，颇有些分量。
感情肉都长胸上去了，不愧是妖女，就是会冲着男人的喜好长。他以男人的恶意揣摩着她，炽热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久久没有移开。少年天子尸山血海里成长起来，哪怕野心勃勃，是个事业狂，可归根结底是个男人，或者说是个世俗男人，且充满了世俗男人的劣根性。不过他哪怕恨不得用目光吃了他，也没真的实践下去。少年天子的高傲不许他向美色低头，他把他甩回软榻，低喝道：“朕在问你话。”桑宁猛然被甩，伏在软榻上，手肘被撞了下，有些疼，但更多的是怒。是的，他很生气，被狗皇帝耍完半天，换谁都要生气了。他回眸瞪他时，满眼恶意的笑：“是，我会妖法，陛下要看看吗？”贺兰英没说话，目光紧紧盯着他，像是真的要看。傻子，傻狗！桑宁这么想着，就开始脱身上的衣裙。他早被这繁琐的衣裙影响了睡眠体验，睡觉自然要裸睡的好。于是贺兰英觉得妖妃又在色，又自己了，还是相当粗暴而登不上台面的色。哟，你在做什么？住手！他怒喝着，抓起旁边的被子砸他身上。你不知羞耻！少年天子出身漠北勋贵，家教甚严，是真的觉得桑宁不知羞耻，哪能当着男人的面宽衣解带。桑宁看着他移开视线，仿佛真君子一样，就生出了恶心他的心思。他光着身子往他身上扑，牢牢抱着他的腰不撒手，当然为求逼真，连往他睡袍里钻。狗男人身材好的没话说，白皙光滑的皮肤冰凉凉的，8块腹肌块垒明显，是绝对鲜嫩美好的年轻男性肉体。是，我不知羞耻，我想要陛下想疯了。不瞒陛下，我在见你第一眼就疯狂喜欢上了你，你是那么魁伟迷人，在床上一定很勇猛。住嘴！贺兰英被他冒犯的言语刺激到了，一把拽开他，就匆匆走人了。他红着脸，气息粗重，像是落荒而逃。比之冯润生，也不遑多让。桑宁见把人恶心走了，乐呵的不行，搞半天一群小雏鸡，白瞎了他的演技。他累死了，往床上一躺，盖上被子，开始喊人：“绿枝，绿枝，绿枝去端药了。”也是倒霉，刚端来药，就跟匆匆出来的皇帝撞上了。还好他重心稳当，忙后退2步，没弄洒了药。陛下万安。绿枝小心翼翼行礼。贺兰英扫过去，眯起了眼，这是什么药？绿枝小声回道：“安神药，风雀一开的。”是，他也配？贺兰英冷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不许他喝药。他杀不了他，索性让他病死好了。看他那样，一时半会死不了，也能吃些苦头。他是真阴损。”绿枝吓得直接跪了：“陛下开恩，娘娘身体病弱，不喝药不行的。陛下开恩啊！”贺兰英没开恩，下了这个命令后就甩袖走人了。殿外值守的士兵听了皇帝的话，直接上前从绿枝手里抢了药碗。砰！药碗瞬间4分5裂，药汁溅得四处都是。绿枝看没了药，又气又慌，一时急得直哭：“你们不能这样对娘娘！你们欺人太甚！”罪魁祸首贺兰英觉得桑宁才是欺人太甚，他竟然敢亵渎龙体，真是该死。他回了寝殿，躺到床上，胸口剧烈欺负着，哪怕过去很久，皮肤上似乎还残留着妖妃唇齿贴上来的触感，热热痒痒，酥酥麻麻，从妖妇的皮肤一直蔓延全身。他如火在烧，热汗淋漓，隐忍的想杀人。都怪那个妖妃，他从前从不这样。太监总管王成一旁守夜，见新帝仰面躺着，呼吸粗重，俊美逼人的脸都是汗水，显然是动了情欲，便试探着问：“陛下，要不要奴才寻几个貌美清白的宫婢来伺候？这皇宫之中最不缺美人了。当然，像妖妃那样的角色，怕是难以寻到了。”滚！贺兰英言简意赅一个字。她现在是女色如蛇蝎，怎么可能去宠幸女人？没错，少年天子正自己跟自己赌气，把这场来势汹汹的情欲视作一场磨难，一场挑战，而他从不惧怕挑战。他是要降服色欲这头猛兽。当然他成功了，代价是夜里做了一场又一场不可言说的梦，地点场景姿势换了又换，就是人没换，直折腾的他到天蒙蒙亮才睡去了。桑宁也是天蒙蒙亮才睡去了，不过他没睡好，不是做了什么带颜色的梦，而是没喝药，因为皇帝下令不许他喝药。果然他是莫药喝了，只能忍着病痛之苦，生生被病痛折磨到精力枯竭，昏睡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，又是天黑了。说来他是饿醒的，又饿又渴，昏睡一天，依旧疲乏的厉害。绿枝，绿枝，他蹙着眉头，挣扎着想从床榻上起来，没成功，身体虚弱的没一点力气了。这病弱的身体如同80老朽，沉重的厉害。哪里不舒服？耳边传来清润好听的男音。桑宁闻声看去，
很是惊讶：“怎么是你？”风却一笑了：“你想是谁？”桑宁如实说：“我想是冯润生。人善被人欺。”他柿子挑软的捏，就想欺负冯润生。第17章，呸！小雏鸡，玩不起。冯润生是个傲娇的小变态，但变态的恰到好处，多数情况下不惹他的烦。像风雀仪这种成熟又有脑子的，就讨他的厌了。他厌得不想跟他说话，又闭上了眼。唉，今天依旧是想死的一天。风雀仪看出桑宁不想跟自己说话，加上刚刚他还说想是冯润生，就心里不舒服了。他其实跟桑宁性格很像，谁让他不舒服了，那他也别想舒服了。他的报复心很重的，可惜你最近几天见不到他了。他今天奉陛下的命令去接他的未婚妻了。他故意把话说得很暧昧，好像冯润生跟贺兰会很亲密似的。桑宁早知道两人是夫妻，心里没一点波澜，哪怕自己跟冯润生也挺暧昧的，他敢说冯润生绝对没埋过贺兰会的胸。从这点来看，他跟冯润生更亲密些。但那又如何呢？他这个过客对纸片人没什么占有欲，更何况他听出风雀仪言语里的煽风点火，自然不中计，还故意说人家有未婚妻，你没有，羡慕吧？单身狗！风雀仪，行吧，自己失败。他被他的话逗笑了。我羡慕他有未婚妻，却拜你所赐，无福消受。这是攻击冯润生不行了。桑宁对冯润生是有些偏爱的，相比风雀仪，那自然维护他，当即白了他一眼，不爽道：留点口德吧，当自己多行吗？我行不行的，你要试试吗？风雀仪伸手抬高他的下巴，欣赏着他的娇颜，话音一转：听说你昨儿跟陛下表白，垂涎陛下床上勇猛。这话听来很羞耻，也很社死。可惜桑宁是个厚脸皮的，满不在乎的点了头：是呢。你羡慕了？风雀仪又说他羡慕。他无奈的笑问：我是多无聊，羡慕这些？桑宁回对：你不无聊，跟我聊这些。风雀仪这妖妃倒是生了张力嘴，他忍不住拿手指摩挲他的唇瓣。桑宁因为口渴，唇瓣干燥，摩挲起来有些疼。便是不疼，他也不喜欢别人这么摸他的唇，太玩弄姿态了。找虐呢？啪！他抬手打掉了风雀仪的手，学着他的样子掐住他的下巴，妖娆一笑：你呢？要是叫我一声姐姐，我也能跟你告个白，不介意垂涎一下你的勇猛。他语不惊人死不休。风雀仪听他这么说，一时给整不会了。他愣了一会，才纳闷地问：怎么？听你怎么说，被你垂涎了，还是光荣了？不是吗？桑宁指着他的眼睛，笑得特别猖狂：风雀仪，你对我满眼的兴味都遮不住了。真的？你对我很有兴趣？风雀仪点着头，又笑了：没错，我对你很有兴趣。桑宁，你跟以前变化很大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桑宁，他倒是敏锐，不愧是贺兰英的智囊团。他也不怕，还想着如果他说自己来自未来，会不会把他吓得把他烧了？不过烧死的话，好像太痛苦了些。他皱着眉，很排斥这种死法。另外，万一他不烧死自己，而是抓他做研究，好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桑宁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不报身份了，就假装自恋地说：你果然关注我很久了，看来是单相思呢。风雀仪，他很想问一句：不自恋会死吗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不急，去给我倒杯水。他很自然地使唤人。风雀仪想着举手之劳，就站起身去给他倒水了。水是凉的。桑宁抿一口，要喝热水。原主身体太弱了，万一喝凉水拉肚子，他这身体会拉床上的。那画面太美了，他拒绝想象。风雀仪让人送热水过来，来的是绿枝。他煎好了药，端进来，一抬眼看到桑宁醒了，激动得直掉眼泪：娘娘，娘娘，您终于醒了。他就是个小哭包，两眼早哭成了小核桃。桑宁见了，心情很复杂。来到这古代世界，没别的收获，倒收获了一个小中仆。唉，也不知他在现代死了，有没有人为他哭？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也可能无父母啊。他们对他很好，经常来医院陪他，或许也真的爱过他，但最后也当他是拖累吧。不然二胎了，怎么还瞒着他？他又不是自私幼稚的小孩子，也说过让他们生个健康的孩子。娘娘，快喝药，喝了就好了。绿枝端着药碗递到了他的面前。桑宁回过神，看他还在哭，一脸嫌弃：没死呢，省省眼泪，等我死了，你再好好哭。绿枝听了，忙擦眼泪，一边擦一边说：娘娘，您不会死的，您要好好的，不要丢下奴婢。桑宁没答应，天知道这病弱的身体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反正跟现代的他一样，不是长命之相。药还烫着。桑宁吹了吹药沫，没有喝，问了句：我记得皇帝不让我喝药。
绿枝没胆子违背皇帝的命令，也没能力搞来要。那狗皇帝被他聊崩了，呸！小雏鸡，玩不起。没错，是我为你求了情。风雀仪接了他的话，表明自己的新身份。桑宁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以为能得一句感谢？桑宁翻了个白眼，奄奄道：多此一举。他不领情，他也不恼，看着他笑，还是不想活啊。桑宁点头，一脸认真地说：是呢，你要是能没有痛苦地送我一程，我感谢你8辈祖宗。风雀仪，你确定不是在骂我？他感觉他很讨厌他，为什么？明明是他对不起他，到底他哪来的资格讨厌他？桑宁摇头，还是一脸认真：没，真没。我要是骂你，不会拐弯抹角。话音才落，风雀仪抢过药碗，逼喂他嘴里去了。苦死了，风雀仪，你妈的！桑宁苦得龇牙咧嘴，咕哝咕哝喝完了，一摊手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直接骂。风雀仪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强作镇定，骂够了。桑宁不答反问：你没听够？风雀仪讥诮，看来体力恢复了。桑宁想歪了，你要喊我姐姐了吗？风雀仪，他记得他之前的话，喊他一声姐姐，他可以表个白，垂涎一下他的容吗？这妖妃。第18章，请陛下把妖妃赏给臣。他抓他坐起来，既然体力恢复了，那就起来吃饭。绿枝说：你2天没吃饭了。桑宁被他抓着坐起来了，但当他的手一松开，他就软骨症一般又倒下了。他是真没力气，连坐着都觉得累。怎么了？风雀仪看他倒回去，皱眉问道：哪里不舒服？桑宁苦着脸说：我哪里都不舒服。风雀仪也是，他还在病着，自然不舒服。他重新扶他起来，拿枕头垫着他的腰，吩咐绿枝去端晚膳。是，风国师。绿枝匆匆而去，又匆匆而来，将晚膳陆续摆放到小桌子上，然后端到了软榻上。娘娘且用。绿枝端来的晚膳都是软食，如米粥、蛋羹、水煮豆腐等，都是很好消化的，但太清淡了。桑宁瞧一眼就没什么胃口，不想吃。绿枝劝着：稍微吃点吧，娘娘这般虚弱，就是没吃饭的缘故。桑宁还是不想吃，蹙着眉就想躲开。他或许刚喝了药，根本感觉不到绿枝见他不吃，眼泪汪汪又要哭：娘娘，不吃饭不行的，您的身体受不住的。桑宁巴不得身体受不住而一命呜呼呢。风雀仪一旁瞧出他想绝食而死，没了耐心，直接威胁：娘娘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可就强喂了。桑宁听了，瞥他一眼，满眼挑衅：你试试，他敢强喂，他绝对敢吐他一脸。风雀仪像是看出他的想法，到底没有用强，而是问：你要怎么才肯吃？桑宁看着他，嫣然一笑，叫声姐姐来听听。风雀仪脸色一变，克制着怒气，喝道：休想！桑宁，我年龄比你大，他今年20有3，比他大了5岁，结果他让他叫他姐姐，什么癖好？那又如何？男女间的情趣，懂不懂？不懂。你爱吃不吃？他气得甩袖离开。桑宁巴不得他走人，跟他废话到现在，劳心劳力的烦死了。绿枝见风雀仪离开，继续劝桑宁用膳。桑宁是在绿枝的泪水围攻下，才勉强吃了碗蛋羹。许是药效发作，他吃完蛋羹就昏昏欲睡了。风雀仪一气之下离开了，但没走远，很快又回来了。他还是想妖妃吃点东西，不然他那病蔫蔫的身体绝对撑不过3天。风国师，绿枝端着残羹剩饭出来，就看到去而复返的风雀仪，满眼惊讶：风国师还有别的事吗？风雀仪扫一眼，见蛋羹没了，就问了：你们娘娘吃了？绿枝笑道：吃了，吃了。娘娘吃了1碗蛋羹，还说明早想吃雪梨粥，要甜些的。风雀仪点了头，叮嘱道：那个药1天3次，不能落下。她身体虚弱，明天她醒来，你扶她出来走走，总躺着气血淤堵，对身体不好。是，谢谢风国师，有事去鹿园找我。鹿园是新帝赐给风雀仪暂住的地方。按理说外臣居于内宫，这是于理不合的，但新帝刚登基，没有后妃，并不怕外臣居住。还有就是新帝是个事业狂，经常半夜叫人陪聊。就像现在他才回到鹿园，就有小太监来传话：风国师，陛下传召。风雀仪内心是不想去的，关于桑宁的病，他想了个新药方，准备再研究一下，但帝王之命不可违背。他跟着小太监去了皇帝的寝宫。少年天子一袭黑金色衣袍，月下舞剑，那矫健高大的身子翻腾来去，直舞的庭院中飞沙走石，花叶飘落。这大半夜不睡觉，是发泄过剩的精力吗？风雀仪思量着，远远站着，一直看到新帝收剑屏息，将手中长剑扔给了旁边的侍卫。随后有宫女递上手帕，
送上茶水。他先接过手帕，擦了额头的汗，再接过茶杯，抿了2口茶，接着才像是看到他，道一声：“国师来了。”风雀仪见新帝发现自己，忙上前行礼：“臣风雀仪参见陛下。”无需多礼。贺兰英抬手免礼，转身往店里走。风雀仪忙跟上。贺兰英回头看他，状似无意的询问：“那妖妃如何？”风雀仪一听，心里敲了警钟。新帝半夜不睡，还传召他，难道是在担心妖妃？他想着，如实回道：“身体很虚弱，才醒来喝了药。”贺兰英哦了一声，坐到了窗户处的茶桌，上面2沓摆着高高的奏折，显然是新帝处理政务的地方。现在风雀一看新帝直奔那个位置，便猜测他是为了正事，那妖妃的事。不过新帝随口一问：“你瞧瞧。”贺兰英坐下来，将做了标记的几个奏折递给了他。风雀仪坐到他对面，接过奏折，打开来，一个是户部核查燕国国库的清单，一个是河州13县干旱，请求朝廷开粮赈灾，还有一个是禹州一神女梦见太阳入怀，言自己有皇后命格。陛下这是何意？他拿着写神女故事的奏折，问道：“陛下对这个神女有兴趣？”贺兰英听得皱眉：“什么神女？”他伸手拿回奏折，看到里面内容，想起标记这个奏折是为了惩罚这个写奏折的大臣。拿错了，这个不重要。他把奏折扔一边，指着风雀仪手中的2个奏折，问道：“你看了有何感想？”风雀仪觉得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了，没办法，新朝廷穷啊，那燕国国库没眼看了。风雀仪感慨道：“听闻燕云帝奢靡，将燕国国库挥霍殆尽，看来所言非虚。打死他也想不到燕国国库竟然就剩下一些精致器皿、名家兵器了。朕不是要听这个，陛下想听什么？朕没钱没粮，秋后怎么去打盟呢？”贺兰英本以为打下燕国能收获一个钱袋子，支撑他实现他的宏图霸业，结果燕国被燕云帝霍霍，成了穷鬼，太穷了，穷的他要倒贴老本了。那河州13县得消耗他多少粮食？他那都是打仗用的军粮，他本身还缺粮呢。作为一个战争狂热分子，打不了仗最痛苦了。风雀仪作为半个医者，还是有些慈悲心的，本身就不想打仗。从前是燕云帝昏庸无道，致使天下民不聊生，他们是逼不得已，如今改朝换代，也该歇一歇了。因此他借机劝道：河州13县的百姓危在旦夕，不能不管，不然又是一场内乱。另外3年之内不能起刀割。陛下，新朝出力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。什么？3年？贺兰英惊得一拍桌案：风雀仪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就跟那些迂腐的老臣一样了。兵贵神速，一旦军队安逸下来，他们很快就会失去血性。陛下息怒。罢了。贺兰英深呼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朕让你来，是让你给朕想办法，怎么搞钱搞粮。便是把桑国的实力纳入进来，朕还是觉得穷。风雀仪明白他的需求，顿了一会，问道：臣如果搞到了，陛下能答应臣一个要求吗？贺兰英一听，危险的眯起了眼：什么要求？风雀仪一撩衣袍，跪下道：请陛下把妖妃赏给臣。第19章，谁不喜欢看神的堕落呢？又一个问他要妖妃的。贺兰英不知为何，就是很不高兴。你就这么想要他？冯润生的病还需要他，朕把他赏给了你，如何面对他？他从没想到冯润生还成了自己拒绝他的由头。风雀仪说：臣会竭力救治他的病。贺兰英提醒：你已经竭力2年了。风雀仪，2年时间的救治没有效果，不要说冯润生，连冯家都要绝望了。不然冯秋华怎么会容得下妖妃？贺兰英见他沉默，继续说：她是朕未来的妹夫，为了朕妹妹的后半生着想，妖妃一事且再看看。你退下吧。他打天下的兴致都被他影响了。好端端的提什么妖妃？他疲倦了，不待风雀仪说话，就往净室，相当于卫生间去洗漱了。风雀仪跟进来，直面新帝的眼睛，问道：陛下不想将妖妃赏给臣，可有私心？一句话惹得龙颜大怒，放肆！风雀仪后退一步，却又控制不住地说：陛下这是恼羞成怒了。住嘴！贺兰英有恼羞成怒的成分在，但更多是被他挑衅了帝王权威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也觉得朕会对一个妖妃动心？风雀仪觉得他会。那妖妃跟从前不同，无论性情还是脑子都太吸引人了些。陛下万不可对妖妃动心，臣想要她，只为报断指之仇，臣可对天发誓，绝没有对她动心。够了！贺兰英对妖妃一事很敏感，别人越提醒她不能喜欢她，她就越反感。这种反感不是被戳中心事，而是戳到了她的高傲，她的尊严。难道她一路杀来，踏着无数尸体登上高位，还没立下她一代雄主的形象？他们跟她那么久，根本不信任她，内心深处依然觉得她是个会拜倒女人裙摆的蠢货。
如果桑宁在这里，定要说一句，真是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贺兰英忍着怒火，强作平静。朕知道你们都想要他，正因如此，才不会赏给你们。你们今天为了他就敢在朕面前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焉知后面会不会被他蛊惑干出其他蠢事？是他该提防他们的定力，好吧？一群为女色昏头的蠢货！陛下多虑了，不管朕多虑不多虑，你现在即可退下，此事不可再提。臣告退。风雀仪简单行了礼，退出去了。贺兰英见他离开，继续洗漱，等躺到床上又郁闷的睡不着了。那妖妃夜夜入他的梦就算了，现在还去勾引他的心腹大臣，真是该死！他越想越气，到底睡不着，便去了华阳殿。殿里一片寂静，内廷侍卫们守在门外，看到他正要行礼，被他示意噤声。他推开殿门走进去，里面灯光明亮，绿枝守在床边，睡眠很浅。这回醒来了，一抬头看到他，扑通跪着，小声说：“陛下。”贺兰英没说话，朝他摆了手，示意他出去。绿枝不想出去，瞥一眼正睡得香甜的桑宁，更加小声：“陛下有什么事？”娘娘睡了，不便接驾。贺兰英心情正不爽，见他墨迹，忤逆他的意思，直接喝道：“没你的事，滚出去！”绿枝，他到底怂，眼泪一吼就下来了。临出去时唤了几声娘娘，想把桑宁叫醒了，免得被皇帝欺负。可惜桑宁睡得很沉。绿枝出去了，没关殿门，就坐在门槛上，像是看家的小狗，盯着皇帝的一举一动。贺兰英来的路上，准备给妖妃一点眼色瞧瞧的，起码喝令他老实些，休养蛊惑他的大臣。但真的看到了他睡颜安详，呼吸平稳规律，胸口缓缓起伏，带动着薄被高高低低的波动，偶尔一下呼吸重了，薄被顺着往下滚落，露出大片白皙如玉的肌肤。他竟然没穿衣服，是裸睡的，真是放荡。他却不自觉地被他放荡的曲线吸引。那雪里2点红梅，太艳了。他看得浑身火烧火燎的，差点都忘记自己过来的本意了。桑宁，醒醒！他想把人叫醒了，教训一通就回去睡觉。桑宁也确实被叫醒了，但他不睁眼，就装睡。他睡得正好，狗皇帝扰他好眠，罪该万死。他被子里的双手捏成拳，忍住暴打他的冲动。贺兰英看出他呼吸有变，就说：“朕知道你醒了，不要装睡了。”桑宁不理会，就闭着眼。贺兰英觉得他藐视君威，便四下扫一眼，寻了一支狼毫毛笔，走上前拨弄他。强烈的痒意在脖颈散开。桑宁装睡不了，直接抢了毛笔砸向他，气道：“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搞什么？”贺兰英被他吼了砸了，也不生气，他有他的恶趣味，看他两眼喷火，心里高兴得很。当然他面上不显露这种心思，而是一脸威严地说：“你倒还有心情闷头大睡，为何没有心情？你要亡国了，还是你要死了？”他一张嘴就是不吉利的话。贺兰英听得不爽，警告道：“你慎言。”桑宁翻了个白眼：“你滚蛋！”他侧着身子准备继续睡，一醒来，疲惫与病痛便袭来，折磨着他的身心。他只想一睡不醒了。贺兰英不知他的心情，见他这般作态，低喝道：“桑宁，你真是太放肆了。”桑宁背对着他，奄奄回一句：“我还可以更放肆一些，你要看看吗？”贺兰英没回答，也不打算跟他多说废话，直奔了主题：“你对风雀仪做了什么？他为何跟朕要你？”桑宁不说话，心道：这种事不该问风雀仪吗？明明是男人自制力的问题，怎么还怪他身上了？等下风雀仪想要他，听着不像好事，那司南应付得很。狗皇帝不会答应了吧？不，应该没有，不然他不会过来。思量着，他翻身过来，薄被下落，已然遮掩不住他胸前的美景。他也没遮掩的意思，就那么半遮不遮的，主打一个千呼万唤使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陛下吃醋了？他挑眉一笑，仰视着他。狗皇帝真高啊，也是真的俊美，那睡袍下的身体依然对他具有吸引力。想睡一睡。冯润生埋他胸的时候，唇上动作轻一些，还是能让他舒服一些的。不知狗皇帝是个什么滋味，如果能看他床上发疯，似乎就能把他踩到脚下了。谁不喜欢看神的堕落呢？你放肆！贺兰英还不知桑宁脑子里的浮想联翩，一脸被亵渎的愤怒。朕会为你这个妖妃吃醋？你真是敢想敢说，再敢说，朕就把你这张嘴堵上。怎么堵？他垂下眼眸，扫过狗皇帝的下腹，像是点评一般点了头。陛下天赋异禀，似乎能堵得很严实呢。第20章，帝王霸业，急功近利是大忌。贺兰英，他觉得妖妃目光掠过之处，火烧一般疼。这身体不争气，还真被他三言两语撩出了火。他更气了，涨红着脸低喝：“你不知羞耻！
少年天子没见过这么言语生猛浪荡的女人，怕是烟花地里的女子也不如她。他哪里知道桑宁就是口嗨，当然也有点咸鸭蛋女孩的原因，看似清纯，实则内里像是蛋黄，能黄得流油。好在这样不知羞耻的我，首选是冯润生。我想冯润生来堵我的嘴，陛下可以放心了。放心什么？放心他一个皇帝比不过一个臣子吗？这妖妃是在用激将法吧？那他还真的成功了呢。桑宁，你是想死吗？想啊，想得不得了。陛下要送我一程吗？他不怕死。贺兰英猛然意识到他可能就是在故意作死，顿时怒气消散，故作凶狠道：你想死，朕偏不让你死。桑宁见狗皇帝不中计，便没兴趣跟他搭话了。那跪安吧，他是懂言语刺激人的。贺兰英不可置信，你敢让朕跪安？桑宁扫他一眼，眉眼尽是挑衅。跪安一词太委婉了是吗？那滚吧。贺兰英，让他滚，他偏不滚。他愤愤道：这皇宫是朕的地盘。桑宁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朕发号施令？桑宁听了，立刻来了发号施令的兴趣。他坐起身，一手掩着被子遮掩身体，一手朝他招招手，换狗一样。陛下且过来。贺兰英倒没觉得他那动作像是换狗，就是对他的话很警惕。你想做什么？桑宁温柔一笑，陛下过来就知道了。莫不是陛下不敢过来，怕我一个柔弱小女子对您不利？他又用上了激将法。贺兰英明知他是激将法，还是不受控的被影响。就你，朕一只手就能掐死你。他不自觉地听话上前了。他还没意识到自己一遇到他，智商就直线下降。桑宁对他的智商下降很满意，等人上前撩开薄被，诱惑着：陛下亲亲吧，舒服的。他是好色的，病中又无聊，见个帅哥，管他什么身份，都想玩一玩。可怜贺兰英没有防备，只觉一片雪里两点红梅，特别刺眼，而他的眼睛就这么被袭击了。他连忙闭上眼睛，一边狼狈后退，一边撂狠话：桑宁，你竟敢，朕早晚杀了你。少年天子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干净了，他狼狈跑回店里，在净室洗了好几遍眼睛，但那刺激人心的美景再难消除了。他就不该过去，如是折腾一场，还是他身心遭遇重创。夜里洗了2次冷水澡，第二天人蔫蔫的，染上了风寒。须知现下7月流火，天气渐渐转凉，已经不能洗冷水澡了。哪怕他自诩身体强健，结果还是倒下了。不知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拜倒女人裙摆下呢？但他意志顽强，还是强撑着病体去上了朝。大臣们见到皇帝生病，纷纷露出震惊之色。要知道少年天子身体强壮，打仗时风餐露宿，天寒地冻，无数大将都被风寒摧倒，唯有他从没得过一次风寒，便是受了伤，鲜血喷涌，伤口深可见骨，他也感觉不到疼一般，依旧生龙活虎的紧。这怎地突然就风寒了？富贵日子过不得吗？陛下怎地风寒了？御医怎么说？可喝了药？陛下龙体为重，万不要逞强，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是的，请陛下爱惜龙体。大臣们多数是年长的，一路看着少年天子走来，也有长辈对晚辈的关怀，他们是真的关心皇帝的身体。无妨，朕没那么脆弱。贺兰英喝着茶，润了润嗓子，继续说：河州13县的旱灾问题，诸位爱卿怎么看？户部侍郎陶一兴上前说：臣请去河州赈灾。工部尚书段霄上前说：臣出自河州，熟知河州的地形水土，请去兴修水利，引水灌溉，以防干旱。他们都是燕国旧臣，投降新朝后急于立功。贺兰英明白他们的迫切，点了头，准奏。却也提防着派了监军潘岳，你随行也为朕巡视河州等州县。后面这话就有威力了，简直是代天子巡视天下。臣遵命。谢陛下，臣必不辱陛下之命。潘岳压着兴奋上前谢恩。他的父亲潘湛是亚父，同时是一品镇国大将军，他的官职也不小，年仅20就被封为4品中武将军。贺兰英解决了河州之事，愁眉依旧不展，出声道：朕秋后欲北征蒙纳，奈何国库空虚，诸位爱卿有何对策？他暗示他们想办法给他搞钱搞粮。户部尚书崔哲一听，忙上前说：新朝出力，百废待兴，天下遭战火波及，不止河州一处吃不上饭，还望陛下且放野心，与民休息。他是跟着皇帝起家的，一直为皇帝管着钱袋子，最是知道天下实际情况。贺兰英也知道，就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才着急。这天下打下来，民不聊生，1、2年内百姓真的是交不出粮食了。而那些大地主乱世之中首当其冲，便是贺兰英也没少压榨地方豪强，索取钱粮。但那又如何呢？他是天子，天下都是他的，
万没有天子委屈自己的道理。北征蒙纳是一早的部署，不然朕远在晋都，如何保障漠北地区人民的安全？更何况崔爱卿，你是不是忘了那里是我们的根基？臣自不敢忘。崔哲向着北方郑重一拜，继续说：但漠北有潘大帅在，1年半载，蒙纳绝不敢进犯。陛下要北征蒙纳，不急于一时。他说的潘大帅是亚父潘湛的长子潘煞，今年30，在漠北娶妻生子，便没有随军南下，选择戍守漠北。贺兰英相信潘煞的战力，但他本人喜进攻不喜防守，就还是想尽快吞下蒙纳那片土地。蒙纳是草原民族，那一望无际的草原盛产良马，太适合他打下来做跑马场了。可惜大臣们跟他不一条心了。崔大人所言极是，臣附议。天下大局已定，还望陛下休养生息，养精蓄锐，再图霸业。帝王霸业，急功近利是大忌，还望陛下三思。他们都不想打仗了。连潘湛也说：陛下，打天下容易，治理天下艰难，陛下一代雄主，还望您察纳雅言，三思而后行。贺兰英很生气，他不被理解，不被支持，以前从不是这样。他以前说什么，他们都说好，现在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居功自傲，跟他叫板。他打天下养成了说一不二的高效率作战风格，遂一拍龙案道：放肆！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你们是被晋都的繁华迷了眼吗？晋都作为首都，也就攻进来时吓到了百姓，实则还真没遭战火，依旧是繁华富庶的。甚至他那夜带兵攻进来时，娘娘河一岸灯火通明，且歌且舞呢。想到娘娘河，他就想到了妖妃。说来娘娘河还跟妖妃有些渊源呢，好像是1年前妖妃一时兴起，蛊惑昏君去月河游玩，那时娘娘河还叫月河，因形似弯月而得名。她闻名而去游玩，感慨月河寥落，便让人兴建屋舍，搜寻天下美人充之，闲下来还亲自教他们歌舞，其实就相当于教坊司，也是为昏君培养美人的。后来还真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娘娘，遂有娘娘河之称。再后来贫苦人家想女儿想出头，就都送去那里，渐渐的就成了另一种烟花之地，无数王公贵族都去那里寻欢作乐。妖妃没少对外炫耀，娘娘河是她的得意之作，或者她应该毁了。不知她毁了娘娘河，那一脸生无可恋的妖妃是何表情？有意思啊！他越想越有兴趣，心痒痒的很，连大臣们那些不悦耳的话也不在意了。朕身体不适，改日再议。退朝。他下了朝，直奔华阳殿，准备带妖妃去娘娘河，让他亲眼看看他怎么毁去他的得意之作。他会求饶吗？会哭吗？会绝望吗？他真是太期待了。第21章，陛下真是狼心似铁呢。桑宁见到狗皇帝的时候，正在绿枝的眼泪攻势下出来活动身体，奈何他的身体实在虚弱，走路都需要绿枝搀扶着，人也真像是80老妪，摇摇晃晃的，没走几步，两腿直打哆嗦。娘娘别怕，奴婢扶着您呢，绝不会让您摔倒的。绿枝的语气很温柔，像是哄小孩子走路。桑宁也觉得自己成了小孩子，在蹒跚学步，心情非常颓丧。他两世为人都是病秧子，到底是前世做了多少亏心事？陛下万安。周边宫人侍卫骤然出声行礼。绿枝听到了，闻声看去，也下意识跪着行礼，陛下万安。也是他这一跪，桑宁没了搀扶，身体失去支撑，骤然往后倒去。他也没恐慌，就闭上眼，等待疼痛的到来。最好摔死他吧。娘娘！绿枝吓得惊叫。贺兰英快步上前，长臂一伸，将他揽入怀里。他其实看了妖妃蹒跚学步的过程，忍不住想，这妖妃病弱成这样，到底怎么伺候燕云帝？在床上折腾2下，得要他的命吧？他想的没错，妖妃在床上确实伺候不了燕云帝，所以燕云帝一直没真的宠幸她。起初妖妃刚进燕宫，很稚嫩，才14岁，身材还没发育，不符合燕云帝丰乳肥臀的口味。尽管那张脸绝色，但真到了床上，还真没什么兴趣。但好身材可以养出来。燕云帝派人当养娇花一样养了2年，眼看着花盛开，可以采摘了，但他的身子骨太弱了，每每亲昵一些就能晕厥过去。他虽然昏庸好色，却也没有对尸体为所欲为的癖好，便搁置了。这一搁置，江山没了，人没了，花还在，娇艳欲滴的诱人，可惜中看不中用。投怀送抱。贺兰英揽着他，讥诮一笑。桑宁被讥笑了，也不生气，点着头说：是呢，陛下要享用吗？他借势揽住他的脖颈，挺着胸，有意无意地蹭着他坚硬的胸膛，故意在他怀里煽风点火，卖弄风情。陛下，今日阳光正好，宜寻欢作乐。陛下，您说呢？他媚眼如丝缠绕着他的眼睛，一声比一声娇媚。贺兰英被他叫得身体躁动，不得不后撤身体，冷笑一声：不急。
真的不急吗？桑宁纤纤玉手描摹着他的脸颊，然后顺着他脖颈、胸膛往下去。我倒觉得陛下很急呢。年轻男人的身体就像是正午的阳光，经不得撩拨，早早就显出了一种蓬勃燃烧的生命力。放肆！他抓住他的手，制止他放肆的行为。桑宁没有力气，轻松被桎梏住，也没挣扎，就老实了。反正火已经惹出来了，受罪的又不是他。贺兰英深呼吸一口气，想着此行的目的，渐渐冷静下来。再敢乱碰朕的身体，就砍了你的手。他冷面威胁。他也不怕，笑着把双手伸他面前。陛下，这双手您舍得砍掉吗？原主是个尤物，身子无一处不美，尤其这双手白皙纤长，柔弱无骨，染着豆蔻，漂亮的像是艺术品。贺兰英扫一眼，压下惊艳，冷嗤：为何不舍得？桑宁被问住了。是啊，狗皇帝不喜欢他，自然不珍惜他。从他几次推开他来看，对美色很有定力，起码比冯润生、风雀仪都有定力。也是一代雄主，总不是凡夫俗子。桑宁对贺兰英还是有滤镜的，觉得她不近女色，洁身自好，一心谋求帝王霸业，是超凡脱俗的、高不可攀的天神。实则天神跪倒在他脚边的那一刻，也就是一颗烂白菜。陛下真是狼心似铁呢。他矫揉造作地捶他胸口一下，下一刻人就被抱了起来，并大步朝外面走去。他很意外，陛下，您这是？贺兰英低眸瞧他一眼，嗤笑，怕了。桑宁压根没有怕的概念，不对，他怕病痛，怕折腾，就像现在，狗皇帝抱着他就走，谁知道他抱他去哪里？去干什么？这天下除了床，没有他想去的地方，除了躺着，也没他想干的事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好奇。陛下这是要带我去哪里？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是吗？桑宁满眼质疑，心道：骗子，你的表情不是这么说的，一定是想办法折腾我。他需要提前做点心理准备，便问了：什么好地方？贺兰英卖了关子，不急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他话音落下，人就出了华阳殿的正门，外面有整齐划一的侍卫队伍，还有一匹白马。桑宁看到这里，有了猜测，陛下这是要出宫？贺兰英没隐瞒，点了头，是。桑宁顿时露出了一抹真切的笑容，看来陛下所言非虚，真的要带我去个好地方了。他是真心话，传来这些天都困在皇宫，能出来瞧一眼真实的古代世界也很不错。他在现代时其实还是挺喜欢古代电视剧的，古色古香的街道，漂亮的古代服饰，最重要的是绝对清新无污染的空气。他在他怀里仰头看着蓝天白云，第一次为大自然的美而开心。这开心的笑容发自内心深处，太纯了。那双妩媚摄魂的狐狸眼也变得澄澈而纯净，就像是出生的孩童，白纸一般，把贺兰英都给惊住了。他脚步一顿，低眸看着他的笑，有一瞬的动心，也就一瞬就被他忽略掉了。他的恶意迅速滋生，这么开心的笑摧毁起来是什么样呢？会，白马嘶叫两声，贺兰英抱着他，运用内功一跃而起，抱着他上了马。桑宁第一次骑马也很兴奋，忍不住摸了摸马头，顺了顺马毛。这马是好马，单从雪亮光滑的毛发就能看出来。陛下，这马叫什么？追风。他说着，一拽马缰绳，追风如鸣，速度快得像是要飞起来。桑宁喜欢这种飞起来的感觉，很轻快，很自由，很让他贪恋，但很可惜他的身体吃不消。才跑出皇宫，人就病恹恹要昏了，声音更是又颤又喘的不成样子。陛下，慢点，我要颠死了。撇开后面三个字，像极了贺兰英对他做了什么不可言说的事。第22章，谁允许你这样求朕的？贺兰英皱起眉，捂住他的嘴，别说话，这么个声调一定是在勾引他。这妖妃，天知道桑宁没一点勾引他的心思，他难受死了好吗？他靠在他怀里，颠得头昏脑胀，柔软的身体起起伏伏，如果不是贺兰英单臂圈着他的腰，他定要给颠飞了。陛下，我真的要死了。他闭着眼，眼泪流出来，感觉身子散架一般的痛，五脏六腑也颠碎了一般，还有些想吐。贺兰英身体康健，很少生病，完全无法共情，见他哼唧，还讽刺着：你不是想死吗？换种死法好吗？他不想被颠死啊。陛下，我快要吐了。这话威力大，贺兰英顿时就勒住了马缰绳，马速渐渐缓下来。桑宁还是觉得快，陛下，再慢一些。贺兰英皱眉，再慢就是散步了。那就散步。你敢命令朕？求陛下。他没骨气了，只想舒适一些。果然，狗皇帝带他出来就是为了折腾他的。贺兰英听到他的哀求，心情忽然就爽了，故意说：你刚说什么？声音太小了，朕没听清楚。坏胚子！桑宁闭眼不想理会了。
贺兰英能让他躲过去？他放慢速度，扭过他的脸，看到他闭着眼，浓密卷翘的长睫微颤，眼尾发红，长发早颠散了，宛如黑色丝绸的长发披散下来，发髻歪歪斜斜的，没有贵妃的雍容华贵，却多了无尽的柔弱凄苦小白花的风情。怎么说呢？就很激发男人的保护欲，当然也激发男人的作恶欲。他捏着他的下巴，讥笑：以后你求朕的机会多了去了，还不好意思了？这话太欠打了。桑宁心里安抚自己，没事没事，就一句话，哄傻子玩。如是做了一番心理建设，就睁开了眼，看着阳光下俊美的脸，冷白的皮肤泛着光泽，狭长的丹凤眼依旧凌厉，带着3分漫不经心的笑，既有少年人的轻佻放浪，又有成年人的威严克制。行吧，颜值即正义，哄就哄了。求求陛下。他仰视的姿势，含情脉脉看着他，下一刻伸出舌头舔咬了下他的手指，动作很轻，就像是被猫儿舔咬了下手指，但后续的酥麻绵绵不断，一直蔓延到心里去。贺兰英身体一震，忙抽回手。桑宁，他咬牙切齿，机欲把他推下去。你怎么敢的？这个妖妃真是太梦浪了。桑宁一脸无辜，陛下不是要我求你吗？贺兰英俊脸涨红，低喝道：谁允许你这样求朕的？狗皇帝，求他还得按着他的方式来。桑宁摆出虚心求教的样子。那陛下想我怎么求您？还望您指教一下。你……是啊，他想他怎么求他？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期待啊，不然他何必带他出来？在这不能打仗的日子，他算是他为数不多的乐子。反正不能这样求。你少碰朕。他皱紧眉头，目露嫌弃。桑宁瞧着他一副良家妇女遭人调戏的样子，被他嫌弃，也笑了。是，都听陛下的。他忽然觉得心底有种懵懂无知的可爱，因为擅长打仗，一心在霸业上，而不通男女情爱，显出一种矛盾的天真，就很吸引人。果然不同男人有不同的可爱，不知这样可爱的男人在床上是什么样子。他是色胚，还真垂涎起他在床上的表现，虽然吃不上，歪歪一下也其乐无穷。陛下这是要带我去哪里？还不能说吗？他们现在已经慢悠悠出了皇宫，来到了直通皇宫正门的主街，也因了直通皇宫正门，这主街叫通天街，有通达天听的意味。通天街宽广平坦，街两边的商铺规划得很整齐，高叉的旌旗飘扬，很是繁华热闹。桑宁骑着马沿街而过，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左看右看，看什么都新鲜，直看得眼花缭乱。忽然，一个卖糖葫芦的老爷爷吸引了他的视线。对于这个古装电视剧里必有的情节，他很有兴趣，立刻晃了下新帝的手臂。陛下，我想吃糖葫芦。贺兰英瞥一眼那一串串糖葫芦，对这小女儿的吃食没什么兴趣，恶趣味发作，回绝了。没钱，没钱也打消不了桑宁的食欲。他摸了下头发，取下一根白玉钗，喊着：哎，老爷爷，这里没带钱，能换吗？卖糖葫芦的老爷爷听到喊声，立刻跑了过来，听着桑宁的话，看他一身华贵，明显是哪家的大小姐出来玩没带钱，就接过玉钗，见成色不错，点了头，正取下3串糖葫芦递给他。驾！贺兰英一家马腹，追风猛然窜出好远，自然那糖葫芦没影了。可怜他玉钗都给出去了，糖葫芦也快接到手里了。功亏一篑，狗皇帝故意的。陛下，你这样太幼稚了，外面的吃食不干净。贺兰英忍着捉弄人的快慰，强作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还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。风雀仪说你身体虚弱，要注意饮食。桑宁自然不信他的话，讽刺道：原来陛下这么关心我的身体啊！我是妖妃，陛下不是想我死吗？不急，暂时留你一条贱命。呵，贱命！他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低头就咬他的手腕。死！贺兰英吃痛闷哼，很快抓着他的头发，把他拽开了。他瞅着手腕处血乎乎的牙印，怒不可遏：你敢咬朕！桑宁唇角滴着血，是贺兰英的血，这血染得他唇色嫣红，更有狐媚之色。我要吃糖葫芦，现在是吃糖葫芦的问题吗？他冷着脸重申：桑宁，你咬伤了朕。桑宁像是没听到，再次重复：我要吃糖葫芦。贺兰英举着流血的手腕给他看：你咬伤了朕。桑宁才不管，第3次重复：我要吃糖葫芦。他像是小孩子，来来回回就这一句了。贺兰英跟他杠上了：你咬伤了朕。两人就这么幼稚的僵持着，没发现暗处风云翻涌，一些隐身人群的小贩、行人等快速汇聚到一处墙角，那是公主，还有新帝。快，通知下去，做好准备，伺机行动。第23章，这妖妃真是永远给他惊喜啊！桑宁最后还是没吃上糖葫芦，他被贺兰英带上了一座桥，桥通两岸，两岸屋设精美，红墙小轩窗，不时飘出几声娇媚的歌声。暗风摇烛夜红妆，
彩凤萍为金寿香，妾似琵琶斜入抱，任君翻指弄宫伤。这歌声瑟瑟的呀，不对劲。桑宁想着，忽然一个名字闪入脑海：娘娘河，原主阴差阳错打造出的高级烟花之地。陛下这是何意？怎么来了这里？难道狗皇帝被他聊多了，想玩女人了？贺兰英坐在马上，俯视着娘娘河里的几只画舫，问道：喜欢这里吗？桑宁是喜欢的，这高级烟花之地得藏着多少能歌善舞的美人啊！不仅男色值得欣赏，女色更值得欣赏。只要是美人，他来者不拒的，恨不得一副健康的身体啊，不然多享受啊！闻这空气飘溢出的脂粉香，都让他想入非非，一求醉生梦死了。陛下喜欢吗？女儿媚，温柔乡，陛下威武，准备夜浴几红妆。听听，他才穿来几天，马上能作诗了。就是这诗在贺兰英眼里太不正经了，跟他的人一样不正经。放肆，非礼勿言！他冷着脸教训，一副卫道士的模样。桑宁不屑一笑，直接戳穿他虚伪的嘴脸。陛下如果无意，为何带我来这非礼的地方？狗皇帝不会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吧？还是想把他丢这里任人糟践？一代雄主不至于这么卑鄙吧？那他怎么自救？胡思乱想间，一只最大最华丽的画舫从桥下经过。贺兰英正等着画舫过来，没回答他的话，立刻抱起他飞跃而下，片刻后轻轻落了下来。那动作像是仙人一般，优雅极了。这轻功，桑宁爱了。陛下真厉害！他的夸赞从心出发，无比真诚，仿佛忘了之前的不愉快，一点不记仇了。贺兰英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觉得他善变的厉害，不是精于伪装。这妖妃果然不简单。实则桑宁只是懒得计较，更何况有不满有仇怨，当场就发泄了。他怕是忘了自己的手腕这会还滴着血呢。两位贵人快请进。画舫主人听到动静迎了出来，她是个约莫30岁的美丽女人，身材很好，丰胸细腰翘臀，打扮得很妖艳，一袭艳丽的红裙，领口开得极大，两团白嫩跃跃欲出，总之一身熟妇的风韵。桑宁忍不住看了她好几眼。虽然原主的身材也很好，但怎么说呢，别人的心仙儿。于是他眼神火辣辣的，跟个灯徒子没差了。贺兰英余光瞥到了，紧紧皱起眉，都快要怀疑他对女人有兴趣了。这妖妃真是永远给他惊喜啊！他心里很不舒服，大手扣着他的后脑勺，将他的脸扭过来，低喝道：你胡看什么？桑宁沉迷美色，不可自拔。爷儿快瞧瞧，姐姐好好看啊！他不用他提醒，就给他隐藏了身份。贺兰英见他识趣，也没再提醒，余光扫一眼画舫女主人，一脸清高艳俗之色。他甚至没压低声音，直接当着人家的面说出来了。这情商堪忧啊！不，无关情商，他就是假清高，瞧不起人。桑宁翻个白眼，为喜欢的小姐姐说话，爷儿不会欣赏，大俗即大雅。姐姐，你别听他的，男人啊，嘴上一套，心里一套。随后转开话题，姐姐怎么称呼？贵人叫我桃娘就好。姐姐艳若桃花，当得此名。他的嘴太会说话了。贺兰英自觉认识他那么久，都没听到这么好听且诚心的话。这妖妃不会真的喜欢女人吧？贵人谬赞了，不敌贵人一分。桃娘请了两人进了一个房间，问道：这里有桃花酒，两位贵人要品一品吗？桑宁点了头，醉生梦死自然要喝醉了，必须的，多多益善。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贺兰英见他这么享受，心情很不爽，当他带他来快活的吗？他皱起眉，扫了眼软榻，直接把人抛了过去。软榻上铺着一层柔软的红色狐狸毛，但抛上去还是摔得疼。桑宁摔得眼里冒泪花。贺兰英，贺兰隐伸手抵住唇，示意他闭嘴。他耳蜗滚动，听到了外面刀剑响动的声音。天下脚下多反贼啊！你会后悔的。桑宁才不管他的晋升指令，抓起一只花瓶就砸了过去。砰！花瓶在贺兰英脚下破碎。贺兰英躲开花瓶，再去听那异常的声音，已经没有了。不，也有异常的声音。隔壁的那声音透过墙壁穿进两人的耳朵。大人！女人的哀求声里夹杂着哭声，像是猫叫，挠着人的心。桑宁也听到了，顿时也不生气了，好奇宝宝一般往墙壁那侧爬去，有点远。他爬呀爬呀，直爬得香汗淋漓，娇喘微微，比墙壁那侧的动静都大。当然，他撩人而不自知，终于爬到了墙壁那里，耳朵随之贴了过去，两眼直冒绿光，丝毫没有一国贵妃的模样，就像个粗鄙下流的女流氓。贺兰英看得怀疑人生，燕云帝这都什么审美？瞧瞧这个蠢样，他竟然被这么个蠢东西蛊惑着亡了国。你在干什么？他伸手把人拽过来，不许他听那些污言秽语。桑宁正听得嗨，感觉那对儿正在换姿势，比他们还兴奋，
一时间色欲压倒病魔，脑子里呜呜开火车。不想，下一刻人就被拽远了，不由得恼怒，放手！我还能干什么？自然是干你不敢干的事。贺兰英被刺激到了，朕什么事不敢干？他以为他说的是听人墙角，自然是敢干的，只是自持身份，觉得不雅，不屑为之。谁料桑宁语不惊人死不休。那好，陛下，我们开始吧。他反拽着他的衣领，把他拽到了自己身上。贺兰英意识到他在发浪，气得张嘴想说什么，结果他一按，他没防备，直接一个埋胸的姿势，满满柔软芳香入鼻，差点窒息。第24章，非常的不知怜香惜玉。丧！贺兰英很生气，张嘴就想骂人，结果一张嘴，甜得他浑身僵硬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干什么？桑宁痒得厉害，按着他的脑袋，有点心急，催促着继续啊！难道陛下不懂女人？贺兰英还真不会取悦。她艰难地把头拔起来，俊脸几乎红得要滴血了，额头不知何时也出了汗，喘着粗气，落入桑宁眼里就狼狈得有点撩人。哎，别说，狗皇帝沉浸色，狱中的样子还挺性感的。桑宁，你是病傻了？贺兰英怒气上头，掐着他的下巴，压低声音喝道：朕为什么要取悦你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竟然要他取悦他？他疯了，幻听了，还是他疯了，所以胡言乱语？桑宁自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无怪乎人生无趣，随心所欲，病中贪欢，撩个男人玩一玩。话说，用撩男人玩这种方式让自己精神嗨起来，似乎可以止一下他的病痛。所以，玩男人等于精神鸦片？那继续玩吧，我在向陛下邀宠啊！他扫一眼隔壁墙，陛下快听听，这声音多好听，像是响应他的话。隔壁的男人越战越猛，单听力道就感觉正咬着牙，喘着粗气，太不雅了。贺兰英涨红的脸都变黑了。桑宁，非礼勿听！他斥责他之后，冲着隔壁喝：安静些！他一喝，隔壁的声音还真消停了。桑宁很遗憾：别呀，正听得上头呢。他听着声音，想象男人是个皮肤黝黑的大汉，女人是个大胸萝莉，就那种糙汉跟娇女的设定，还是带身高差、体型差那种，只要男人压下来，就能把女人整个罩住，就像是虎狼捉住小绵羊，怎么蹂躏怎么来。唉，爽歪歪！可惜全被狗皇帝破坏了。陛下来这里不听这些，难道听民生疾苦？他不高兴的讽刺。贺兰英没理会他的讽刺，伸手抵唇，静声道：闭嘴！有人来了。来人是桃娘。她端着几瓶桃花酒，扭臀摆腰走进来，后面跟着两个美貌如花的年轻女子，一人抱琵琶，一人抱琴，身段如出一辙的丰腴妖娆，甚合桑宁的口味。我这桃花酒，乃娘娘何意绝，两位贵人且慢品。桃娘拿着酒壶倒了2杯，同时特意对桑宁说：我这两位叫春花、秋月，都是精通音乐的，两位贵人想听什么曲子，尽管说来。桑宁听了，熟客一般，笑道：那就各来一曲拿手的吧。他喜欢《长恨歌》里的琵琶女，便点了名，琵琶那位美人先来。弹琵琶的叫春花，立刻就笑盈盈弹了起来。曲声如何，桑宁欣赏不来，反正好听就是了。他很捧场，闭着眼跟着曲子摇头晃脑，摆动身体，一副好不沉醉的样子。但没沉醉一会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猛然睁开了眼。贺兰英一直注意他的动作，觉得他这会很有妖妃的味道了，不愧是妖妃，瞧瞧那贪图享乐的样子。该杀！他杀意泄露的时刻，桑宁恰好睁开眼，他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，心里不由得一紧，忍不住脑补着，他竟然这么敏锐，果然不是一般人。下一刻就见他色眯眯看向抱琴的美人，招手唤着：哎呀，小姐姐别坐那儿，坐这里。他拍拍自己身边的床榻空位，一副女流氓的模样。秋月闻声应了个是，就放下琴，娇娇怯怯地走了过去。贺兰英忍着感人的冲动，告诉自己：且等等，倒要看看妖妃还能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。秋月走过去时，还顺手从桌子上端了一杯桃娘刚倒好的酒。等下！贺兰英心有防备，拦住了，接过酒杯，往地上倒了些，没什么异样，又取出银针刺入酒水里，见银针也没什么颜色变化，才放心了，还给了他。但才放心，就被自己的行为惊住了。他在做什么？竟然为妖妃检查酒水是否安全？他是他的奴仆吗？先不说这事儿不该他来，关键是妖妃配吗？他真是疯了！带妖妃来此的目的不是这些啊。桑宁才没贺兰英那么多心理活动，见他检查酒水，还觉得他多此一举。他巴不得一杯毒酒送自己下黄泉呢。主要银针测毒不靠谱啊！哎，这落后的古代。桑宁，你是主子，我是主子。贺兰英看不惯他的行为，就提醒了一句：你是我的阶下囚，竟然当着我的面摆棋谱来了。他这话就自取其辱了。
桑宁从秋月手里接了酒杯，仰头一饮而尽，笑说：“是啊，白普呢？我是你的阶下囚，你是我的裙下臣。这么看，爷儿，我是你主子。”贺兰英听得一怒，放肆！他什么时候是他裙下臣了？他可真是敢说敢想。桑宁轻慢的笑了：“我都放肆多少回了，爷儿还不习惯吗？”桑宁，你……贺兰英被他气得脑子疼，他扶着额头，看两个美人不顺眼，喝道：“靡靡之音，亡国之曲，还不退下！”他讨厌这里的一切，无论是美人，还是音乐，还是这飘满房间勾人堕落的脂粉香。桑宁喜欢极了，刚刚的曲儿被他打断了，这回怎么也要守住了，就说：“别管他，弹你的。”随后又对秋月说：“小姐姐，将酒壶拿过来。”是。秋月拿了酒壶过去，贺兰英正气着，便没有拦着检查酒壶里的酒水。桑宁也没喝，接了酒壶往胸上一倒，喃着喘：“小姐姐，你来喝。”他曾被冯润生舔出点滋味，给贺兰英机会，他不珍惜，那他就换人。他难受死了，贪这点欢，好消解病痛，哪管什么男女，反正他快活了就行。贺兰英终于等来了他的荒唐事，就是没想到是这种荒唐事。这哪里是喝酒水，分明是荒淫，岂有此理！眼看着秋月还真的趴过去，探出了舌头，他眼疾手快地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人扔了出去，非常的不知怜香惜玉。砰！秋月直接摔在门上，重重落下来。啊！他得惨叫一声，抬起头，俏脸鲜血淋漓。桑宁正闭眼等着小姐姐的唇舌伺候，听到动静，睁开眼，大惊失色：“爷儿，你……”贺兰英俊脸黑沉沉，眼里蓄积着风暴：“都滚出去！他太凶残了！”两个美人尖叫着跑了出去，房间里迅速安静下来。桑宁在安静中蹙着秀眉，伸手抹去脖颈，锁骨处正流着的酒水含在嘴里，咂了一会，瞥了狗皇帝一眼，含羞似怨，娇声娇气的勾人：“陛下要喝酒吗？”贺兰英不受控制的走过去，盯着他湿漉漉的胸，皮肤蒙着一层酒水，白得泛着光，烧着人的眼。他给烧得浑身血气乱撞，眼里戾气翻涌。桑宁，你就这么饥渴？女人也可以。第25章，一代帝王也能把自己玩得过劳死了，女人为什么不可以？桑宁反问一句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我一个女人都知道女人的好，陛下却不知道呢？”这句话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很强。贺兰英给气懵了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你不知羞耻。”桑宁点头一笑：“是的，陛下，我不知羞耻。你清高，你骄傲，你洁身自好，你未来翘辫子了，都没人给你披麻戴孝。”他心里吐槽着，面上则说：“陛下，你未来会后悔的。”不对，他说错了，他死得突然，后悔的时间都没有。游记的书里这么写他的英年早逝。年轻的帝王奋战3天3夜，杀退一波又一波的敌兵，终于拿下了屈陀关。那时明月高悬，微风拂面，他高坐在马上，国师风却移骑马跟在旁边。他扬鞭指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辰，朗声大笑：“风爱卿，你瞧，朕之伟业，如天上繁星，光耀大尽，永垂不朽。”然后他从马上摔下来，再没睁开眼。这个战争机器一般的男人永远轰隆隆向前开进，不知内部零件早已极度损耗。终于这一天，他永远的停了下来。真可怜呀，一代帝王也能把自己玩得过劳死了。又是那种同情的眼神。贺兰英紧皱眉头，不悦道：“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在同情朕？”桑宁听了，暗道狗皇帝好敏锐，忙垂下眼眸，掩饰道：“不是，我在同情自己，空有美色，不得陛下欢心。当然也同情陛下，白的一副男儿身，却不知享受温柔乡。天知道他多想是个男人，当然必须是个健康的男人。届时左拥右抱，酒池肉林，天下美人都是他的。温柔乡是英雄种。”贺兰英冷声打碎他的想象：“你这妖妃果真想祸害朕？哼，当朕是燕云帝那种蠢货吗？原来他在提防这些，那么他何不趁他提防，催他杀了他？想着他便刺激人了。陛下确实不是燕云帝，定力瞧着也好，但那是未经人事，不知女色的好。等陛下开了荤，自然对我垂涎3尺，不可自拔。瞧瞧，我屡次惹怒陛下，陛下都不杀了我，难道不是等着我祸害陛下？你多虑了。”贺兰英冷眼讽刺：“焉知朕留着你，没有别的用意？”桑宁眼里闪过一抹惊讶，继而一笑：“哦，什么用意？陛下说来听听。”贺兰英早该展开自己的行动了，这回也不隐瞒，冷笑道：“朕娘娘和荒淫之地勾人腐败堕落，朕是留不得了，必一把火烧个干净。你且瞧着吧。”他声音落下，便准备下令，结果就觉头脑昏沉，有些犯困。不好，这房间的脂粉香里
被人动了手脚。他脑中警铃大作，感知到危险，立刻屏住呼吸，一咬虎口，借着疼痛让自己清醒。来人，有刺客！刺客比他的暗卫、侍卫来的要快，他们一身粗布衣，蒙着面，持着刀剑大喊：杀！杀了狗皇帝，为大雁报仇！愚蠢！贺兰英拎着一把椅子就砸了过去，随后一脚踹破窗户，他的力气太大了，几乎把半个木头制作的墙面踹烂了。画舫破了个大洞，像是陡然开了一扇门，门外是一条清澈的娘娘河，两岸是红袖招展的美景。桑宁从床榻上趴到门口，捧着下巴欣赏两岸美景，一点不管狗皇帝跟刺客们的打斗。狗皇帝是男主，天选之子，才不会有事。至于会不会受伤，更不用担心。男人受点伤，那都是英雄的勋章。砰！咚！两方势力杀了起来，刀剑碰撞着，一路火花带闪电。贺兰英少年从军，一路浴血奋战杀过来，哪怕中了毒，依旧威猛不可当。刺客们胜在人多，很快形成了合围之势。贺兰英以一敌多，也没半点慌张，眼神凌厉冰寒，精神高度戒备，手中抢来的长剑滴着鲜血，尽是刺客们的鲜血。地上尸体横陈，房间里什么都被破坏了，凌乱的不能看，除了床榻。他们竟然默契的没有波及桑宁所在的床榻位置。桑宁终于看腻了两岸的美人，收回目光，扫了眼房间的狼藉，主要是地上的尸体股股流着鲜血，太浓了，鲜血熏得他很不舒服，便出了声：行了，打够了没？他盯着为首的刺客：停手吧，你杀不了他。你们是想桑国王的更快些吗？怪他忽然福至心灵，想起娘娘和还有为原主洗钱以及跟桑国传达消息的作用了，所以他认为娘娘和就是桑国探子，或者说是桑国势力的大本营。几乎是桑国一词才出来，刺客们就集体停手了。他们面面相觑，怎么也没想到公主会揭露他们的身份。要知道他们刺杀新帝前就借了燕国志士的身份。贺兰英一听桑国，昏沉的脑子像是被什么打通了。妖妃、娘娘和桑国一条线连接出来，原来娘娘和藏着不少秘密。很好，这场临时起义的出行还有意外收获了。护驾，快护驾！暗卫们跟侍卫们像是飞鸟从两岸飞跃过来。燕国刺客们看到新帝援兵已至，知道刺杀无望，默契退散了。其中的刺客首领上前揽着桑宁的腰，就带着他飞了出去。这一幕是贺兰英没想到的，他心里闪过一抹恐慌，好像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物被抢走了，不像冯润生、风雀仪等人，他们是臣子，根本给不了他什么危机感。眼下的刺客不同，如果他带走了妖妃，天下之大，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他。不可以！他愤怒的大喊：放下他！他想去追击，奈何药效发作，头脑昏沉，身体发软，轻功一时运用不出来，只能看他们飞走了。该死！陛下，属下护驾来迟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暗卫、侍卫们哗啦啦跪倒了一片。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军装，唯一的不同是暗卫们是全黑，侍卫们腰间一点白，是那种闪着白光的腰带。贺兰英哪里有心情治他们的罪？闭嘴！追！快去追！务必追回妖妃。那妖妃果然不是一般人，她身上藏着很多秘密。还有这娘娘河！他以长剑撑地，阴沉着脸，眸光如利剑，传令下去，包围娘娘河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还有城门，同样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第26章，原主的情债，那他可多多益善了。2万兵将出动，1万包围娘娘河，1万涌向城门，还都是重甲出行，哗哗啦啦的，像是黑色的野兽，吓得百姓们四散奔逃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新帝这是要做什么？说了大赦天下，谁又要倒霉了？好像是说抓叛贼。听说新帝在娘娘河遇刺了。啊，新帝才登基就往娘娘河跑，那不是跟燕云帝一样了？天啊，如果新帝也昏庸无道，我们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百姓们议论纷纷，却也无能为力。他们只能看着兵将们在眼前迅猛穿梭，四下里一片又一片密密麻麻的黑，像是浓云重重压在了他们的头顶。风雀仪也被惊动了，匆匆赶来，在娘娘桥上看到了凌风而立的新帝。那一刻，少年天子俊颜冷漠，眼神却寂然无波，像是被什么定住了，无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。这感觉太奇怪了。新帝杀伐果断，智勇双全，怎么会茫然无措？陛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妖妃被人救走了。风雀仪听了，面色一僵，心里惊道：所以新帝刚刚是在为妖妃而施什么？属下参见陛下。负责保卫晋都的禁军统领韩达穿着一身黑色铠甲，行走间虎虎生风，过来复命，谨遵陛下之令，娘娘河以及4处城门都以部下重兵防守。
贺兰英对这些漠不关心，瞥他一眼，问道：“那妖妃呢？寻到了吗？”韩达低下头，一脸愧色道：“陛下恕罪，还没有妖，属下无能，还没有桑贵妃的消息。”他敏锐地觉察新帝对桑宁态度不同，是以及时改了口，不敢称呼妖妃。贺兰英没在意这点小细节，听到没有妖妃下落，皱了眉头，换了话题：“陶娘等人说了吗？他们盘踞娘娘河，势力不容小觑，定有其他藏身之处。”韩达道：“回陛下，已经审问了，也动了刑，但他们骨头很硬，一时半会怕是问不出什么。”贺兰英料到这些了，能干出刺杀皇帝这种不要性命的事，估摸都经过死士的残酷训练，怎么可能轻易开口？罢了，也无需他们开口。那妖妃对他们那么热情，也许是旧相识，用来杀鸡儆猴，不，说错了，用来引蛇出洞也不错。先不问了，都吊到城墙上吧。那妖妃不是喜好美色吗？或许会来救人的。桑宁不知这些，被刺客首领带走后，第一时间扒下了他脸上的蒙面黑布。与他所想的一般，这是书中世界，但凡有点戏份的角色，那脸是没得说。古铜色的皮肤，高壮的身材，一张硬汉脸，男人清爽好闻的气息直往他鼻子里钻。虽然比不上威严正气又精致贵气的贺兰英，但也差不了多少。你叫什么？他翻遍原主记忆，确实不认识这张脸。公主不记得我了？男人皱起眉，眼神一暗，像是很受伤。桑宁看得小兴奋，难道是原主的情债？那他可多多益善了。是呢，我现在病得厉害，影响了记忆。公主什么病？怎么会影响了记忆？男人眼里毫不掩饰的关心。桑宁瞧得欢喜，继续说：发了几次高烧，许是烧没了。他说着敷衍的谎言，又问了一遍：你还没说你叫什么？男人没有说，抱着他在绵延的娘娘河上几个踩水，随后凌空一翻，跳进一处红房子。这红房子弥漫着歌舞声，也是个温柔乡，但很快就有滨江搜查的声音：都不许动，有叛贼逃窜，隐匿者杀无赦。这速度太快了，不愧是新帝贺兰英手下的兵。男人皱着眉，眼神凌厉，却也没见慌乱，抱着桑宁闪入一个收藏室，在墙壁上摸了几下，地面无声裂开，显出一条黑黝黝的地下通道。男人放下他，让他下去。桑宁的双脚一落到地面，残障人士一般摇摇晃晃，站不稳当，不由苦笑：我走不动的。你看我这身体，马上说话都没力气了。要不你先逃，我便是被抓到，新帝也不会。话没说完，男人抱起他下去了。我不会抛下公主的。男人灼热的呼吸喷在他耳边，铿锵的心跳特别有力，包括他坚实有力的臂膀，总之给人很强的安全感。桑宁听得心潮澎湃，许是天生病弱，他偏执地迷恋这种健康、强悍、充满生命力的男性躯体。眼下抱着他的这具躯体，就让他喜欢的不行。真好，他那么强悍有力，抱他那么轻松，还可以飞起来，真想被他一直抱着。他忍不住抱紧他的脖颈，因为贴得很近，嘴唇都几乎贴他脖颈上了。你叫什么？像是故意，他还说话，嘴巴一张一合亲着他的脖颈，只把人亲得直喘粗气。公主，我。男人脸色涨红，脖颈拼命往后仰，想要躲开这甜美的折磨。桑宁感觉到他的躲闪，很不高兴，一口咬他脖颈上了，不许动。其实他没用力咬，又不是狗，又跟他没仇，自然不会乱咬人。但这一咬带来的威力还是很大的。死！男人像是被咬痛了，浑身僵硬，那紧实的肌肉像是打开了防御机制，瞬间化作铜墙铁壁，再被他抱着都有些硌人了。桑宁被硌得皱眉：你不要那么紧张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他想做也做不了啊，有心无力多伤人。男人不知桑宁的遗憾，压抑着汹涌的热血，轻喘着说：公主，你的手松开一下，不然。黑暗里他的五感特别明显，公主柔软芳香的玉体，包括她湿漉漉的胸脯，被衣衫紧紧包裹着，像是熟烂的水蜜桃，飘散着甜腻的汁水味道。所剩不多的自制力只能用来提醒公主快松开我些，不然我会冒犯公主的。冒犯？桑宁一开始还没明白他的意思，后来就懂了。对，男人这么剑拔弩张的，还真的太冒犯了。对不起，公主，我。男人几乎要羞窘欲死了。第27章，我必用生命保护公主的安全。桑宁觉得他这种纯情比贺兰英高傲的纯情还要可爱一些。果然，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的可爱，真想给他们一个家啊！但眼下这种逃亡的局面，还有糟糕的环境，一点不适合他调情。他压着自己亢奋的博爱之心，恢复了正经。无妨，男人吗？我懂的。男人，他想着他早在燕云帝那里通晓了人事，加之燕云帝还是个荒淫无度的，都把他的小公主教坏了，不然他怎么会在他面前这样梦浪？他当然不讨厌他的梦浪，如果他不梦浪，哪有他们这一刻的亲密？
无妨二字又在他脑子里滚一遍，他忍不住动了邪念，公主刚刚是在纵容他吗？他是不是也喜欢他？可他都记不得他的名字了。公主，你想起我了吗？他不甘心地问出来。桑宁还在被他冒犯，虽然隔着衣物，但也不好受。唉，男人果然凶悍。他身段娇软，吃不了痛，被他这么冒犯着，都有点吃不消了，哪里有心情去想他是谁？不过他都说了，也就静下心想了想，原主一国公主，远赴燕国为妃，身边定然跟着不少死士，但亡国那日都没出现，他以为他们都死了，难不成还有漏网之鱼？想到死士，一个人名就闪进了脑海，这都是贺兰英死后的剧情了。他草草看一眼，只知道桑国覆灭后，有个死士始终不忘复国，终于在贺兰英去世的第5年复国成功。于谭，他惊声道：“你是于谭？”于谭在黑暗里缓缓笑了：“公主终于想起我了。”桑宁，行吧，也不是善类。这人是继贺兰英之后的雄主，从卑贱的死士之身成为一国皇帝不说，还真光复了桑国，甚至还跟晋国打起了擂台。总之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哈，我这记忆时断时续的，也就记起了你的名字。他这么说是给他打预防针，免得他问两人的过往。于谭也没问下去，夸奖着公主很厉害，以后会记起更多的。呵呵，桑宁对原主的过往没兴趣，虽然不排斥原主的情债，但情债总跟他谈过往，也够扫兴的。你们这次冲动了。他转开话题，如今刺杀新帝失败，后患无穷。于谭听了，心态很稳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公主无需担心。桑宁其实一点不担心，在这个书中世界，小人物仰人鼻息，命运不定，他们这些大人物总不会轻易死去。不过死是不会死，但想活也不容易。当光亮渐渐入眼，地面兵将出动的声音也就传入了耳中。显然新帝兵力已经全境都铺开了，他想带他逃出境都很难的，便是能逃出去，外面战火纷飞，他拖着病体也不想折腾。于谭，我们逃不掉的。桑宁还在他怀里，呼吸闷而沉，地下通道的空气太稀薄了，不知不觉间加重了他的病情。他蹙着眉，俏脸憋得通红，额头汗涔涔，浸湿了额发，很狼狈，但狼狈的凄凄惨惨，便显出一种濒临破碎的美。于谭看得惊艳，但惊艳之余便是忧心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浑身都不舒服，还有些呼吸不过来。桑宁有气无力，病蔫蔫的，难受的想哭。我是你的累赘。公主从不是累赘。你听我说，你抱我出去后便逃命去吧，新帝不会伤害我的。于谭没接他的话，听他说呼吸不过来，便抬手顶开了一块木板，刺眼的光亮照进来，他闭上眼，被他抱了上去。这是一处类似民用仓库的地方，空间不大，但很干净，陈列着一些看起来很精致的瓷器。地下通道贯通晋都各处，黑暗里他也不知道自己选择了哪条道路，就来到了这个据点。于谭环视一圈，觉得太寒酸了。公主病弱娇气，要受苦了。嗨，桑宁还没嫌弃这里的寒酸，身体就先嫌弃这里的空气了。到底是库房，哪怕收拾得很干净，空气里还是很多尘土乃至杂质，带着点霉味的感觉，让他呼吸不畅，特别不舒服。于谭不知内情，见他咳嗽，忙说：“公主稍后，我去给你寻些茶水。”他小心翼翼把它放到墙角，快步出去，很快回来，手里拎了壶茶水，还有几件类似农妇的衣物。那衣物是脏乎乎的灰色，也不知洗没洗，布料看着就扎手。他勉强喝了茶水，衣服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碰的。不要，脏，谁知道什么人穿的衣服？有没有什么病？于谭知道他娇气，小声劝着：“公主且将就下，等出了晋都，我定为公主寻来世间最漂亮、最华美的衣物。”桑宁听了，摇头说：“不要给我画饼，不可能的。新帝即位，桑国危弱羸卵，不是太平之地。这乱世最安稳的地方便是晋都。我这身体吃不了战乱的苦，也不想吃苦。你走吧。”于谭摇头不肯走，继续劝：“请公主相信我，我必用生命保护公主的安全。”嗨，桑宁觉得他榆木脑袋一般，加上病情折磨，心情糟糕得很，长得好看也没用了，直接发了火：“我不想跟你翻脸，滚蛋！我不能抛下公主，请公主恕罪。”于谭先道了歉，然后很强势的想给桑宁套上那几件脏衣服。“别碰我，我说了不穿。”桑宁气得要命，抬手就打他的脸。啪！他一不小心打他手臂上去了，男人的手臂很硬，打得他很痛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这混蛋，他对他没好感了。公主小心！于谭抓着他的手，小心吹了吹。桑宁不领情，甩开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你死心吧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”于谭不解，为什么？桑宁冷笑：“
应该我问为什么。你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于谭说，你不怀念桑国吗？你曾跟我说你想哥哥了，那是原主，不是他桑宁。我已经不想了。为了帝业，把14岁的亲妹妹送出去，还蛊惑他霍霍昏君，这便宜哥哥他可不敢想。他在现代有个邻家哥哥，大他4岁，都知道疼他这个没血缘的妹妹。可惜半年前他出了车祸，比他这个病秧子走得早。说来他所穿的这本书还是他送他的，不知他有没有穿了书。胡思乱想间，于谭又把脏衣服往他身上套。狗男人罔顾他的意愿，算是触他逆鳞了。啪！他一巴掌扇他脸上，同时大喊起来：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叛贼在这里！于谭挨了一巴掌，却没什么感觉。让他震惊的是公主的态度。公主，你……外面脚步声阵阵，是追兵们听到声音赶来了。砰！外面的大门被踹开，男人冷酷的声音随后响起，听声音就在这里。快！陛下有令，掘地3尺也得把人揪出来。第28章，群下臣没有群下臣的觉悟，差评。再不走，你会死在这里。桑宁瞧着于谭不可置信的模样，故作冷漠道：别把自己太当回事，你救不了我，也不是我的救世主。纷乱的脚步声在靠近。没有吗？都没有。军爷，真没有，我们是老实百姓，真不敢藏匿叛贼。闭嘴！那就这个仓库了。嗖！形势越来越紧张了，于谭还僵在原地。桑宁气得推他一把：愣什么？再不走，你连以后带我走的机会都没了。后面这句话像是刺激到了他。公主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于谭深深看他一眼，猛然亲了下他的唇，就迅速下了地下通道，藏了起来。该死！桑宁唇上一痛，被他刚刚的亲吻磕破了嘴唇。那傻子连亲吻都不会，不知道收着牙齿。他摸着唇，忍着痛，怒气抓起一个瓷器，砸向了窗户。砰！窗户自然纹丝不动，但瓷器落到地上，摔了个4分5裂。快！在仓库里，追兵们听到动静，纷纷涌来。桑宁瞧一眼地道入口，是很平整的地面，那块被于谭顶开的板子又被他合上了。他未免让追兵搜查此处，指着窗户，调虎离山，他从窗户那儿跑了。追兵们火速分成2队，一队追击叛贼，一队围拥过来，像是饿狼盯住了小兔子。快去通知陛下，桑贵妃寻到了。说话的是陈静。桑宁之前就觉得声音很熟悉，现在看来是老熟人了。亡国那晚，狗皇帝就是派他看着他，现在又是他率先寻到了他。嗨，陈副将，又见面了。桑宁靠坐在墙角，气息奄奄，朝他露出了一抹惨白的笑容。他今天还是折腾了一场，病态很严重，脸色惨白，唇色也惨白，但惨白的唇色上一点红，是于谭咬出的鲜血晕染开来，显出一种病态而迷艳的红。娘娘，你还好吗？陈静盯着他唇上的红，忍不住想，那是叛贼留下的，太突兀了。待会皇帝来了，看到了，可怎么解释？不好，嗨嗨，我很不好。桑宁咳嗽起来，胸前鼓鼓，随着咳嗽而花枝乱颤。陈静不敢多看，移开脸，对身边的一个士兵说：“也去通知封国师。”是。士兵应声而跑。嗨，桑宁还在咳，眼泪都咳出来了，眼睛也咳红了，这让他抬眼看人时，眼里像是含了一滴血泪。太美了，他那美丽的狐狸眼啊！狐狸的眼睛是红的吗？妖妃真的成妖精了吗？围拥着他的士兵们心脏乱跳，都觉得自己遇到妖精了。可怜妖精泪眼盈盈，快要死了。散开些，你们散开，影响我呼吸空气了。他们密密实实围过来，都是高壮的个子，像是一堵人墙，把空气都堵住了。嗨，他呼吸不到空气，快要闷死了。哎，他是想死的，但看杀卫界的死法，咦，好像也还行。可惜没有如愿。陈静看他确实呼吸不畅，就摆了手，让士兵们后退3步。包围圈瞬间扩大了几倍，空气也流通了。桑宁还是咳，但没那么严重了。陈静瞄见旁边的水壶，递给他，让他喝水。桑宁摇头，刚喝了2口，凉水还不好喝，娇气如他，便决定死也不喝了。陈静看水壶有点脏，也没再嚷。桑宁还是觉得屋子里空气不好，就使唤人了：“你把我抱外面去。”陈静能抱他，早抱他出去了。但皇帝对他态度不明，天知道是不是对他动了心，他可不敢抱皇帝的女人。别人不知，他跟在皇帝身边久了，深知他的占有欲，喜欢的东西不容许别人碰一点的。想皇帝，皇帝就来了。参见陛下。兵将们迅速下跪，包括陈静。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免礼。贺兰英挥了下手，犀利的目光直盯着墙角坐着的桑宁，一眼就看到他唇上的异样。你唇上怎么回事？他走过去，蹲到他面前，紧紧皱起了眉。桑宁看他这个冷峻深沉的模样，心里莫名发虚，像是偷吃被正主发现了。天知道他跟他没一点关系，能怎么回事？不小心咬破了，难道陛下以为是别人咬的吗？他觉得狗皇帝是很介意的，就很识趣的遮掩了，未免他起疑，强撑着身体往他怀里扑。陛下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我还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。沉静。妖妃对皇帝感情进展这么快的？贺兰英也觉得不妥，皱眉想把人推开。桑宁察觉他的意图，闭眼一倒，装晕了。他身体先于意识，直接把人抱住了，等抱住了人，才觉得他再装，又皱眉了。桑宁，别装。桑宁当没听见，继续装。贺兰英假意推开他，桑宁也没醒来，随地倒去。他皱紧眉，还是伸手把人捞住了。这地面那么硬，妖妃那么娇，摔一下得疼哭。朕知道你没晕，那你倒是继续推开啊！你唇上的伤，最好给我个解释。我为什么要给你解释？你算我的谁？群下臣没有群下臣的觉悟，差评。桑宁心里吐槽，面上装着睡，奈何咳嗽频繁，装不下去了。嗨，他咳得厉害，不得不睁开眼，委屈巴巴撒着娇。陛下，我好难受呀。贺兰英看他眼圈红红，泫然欲泣。我见犹怜，心里翻波澜，面上冷冷淡淡，难受还想着跑。就你这病秧子，能跑哪里去？跑陛下心里去呀。桑宁依偎在他的肩头，细嫩的手指点点他的心脏，撩拨着。陛下的心跳好快啊。贺兰英，他的心脏不争气，越听他说越亢奋，跳得越快。但他不承认自己的心脏是为他而跳，便摆出一副冷酷的样子道：朕心跳快，那说明朕身体好，你当朕是你这病秧子？病秧子用不服气的语调说：陛下，我也可以像你这样心跳的，陛下知道怎么做吗？贺兰英来了点好奇，问道：怎么做？桑宁莞尔一笑，细嫩的手指上移，点了点他的唇，又闭上了眼。陛下，你吻我吧，只要陛下吻我一下，我的心脏就为陛下而狂跳了。第29章，朕的一世英名都被你毁掉了。这妖妃还在撩拨他。贺兰英阴沉着脸，很生气。你都病成这样了，竟还没止住你的浪荡。桑宁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想被弄死在床上是吗？桑宁听了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刺激人，说的好像陛下能让我死在床上似的。好吧，我也听过那种马上疯，但似乎是男人居多。所谓只有累死的牛，没有耕坏的田，陛下想在床上弄死我，怕是要花点功夫了。你闭嘴！贺兰英彻底不想听他说话了，抱起他就大步往外走。他不许桑宁说话，自己却说个不停。那么多人在，你什么蠢话都往外说，朕的一世英名都被你毁掉了。桑宁，如果你想用这方式祸害朕，你成功了。桑宁摇头，一脸真诚地说：不，那绝非我想要的成功，我想要的成功就是躺在陛下身下。贺兰英，这妖妃真是不要一点脸面了。你别说话。他自诩定力好，还是被他聊得面红耳赤，心境大乱，正因此更加生气，就出声威胁了：别逼朕把你扔出去。桑宁一点没带怕的，还给他出主意：陛下可以把我扔进娘娘河，溺死也是个不错的方式。可惜他之前贪于玩乐，没想到这一点就错过了机会。风雀仪也觉得很可惜，他站在普通民户的门口，看着新地报人出来，暗道：可惜啊，就差一步了。如果他先寻到他，定把他藏起来。恭喜陛下失而复得。他压着无比可惜的心情，含笑上前行礼。贺兰英觉得失而复得这个词不对劲，说的好像妖妃是他的所有物一样。等下，妖妃是他的阶下囚，如此来看，阶下囚也是他的。没错，妖妃是他的。他压下失而复得的喜悦，镇定道：跟上，他病得厉害，你回宫给他瞧瞧。是。风雀一瞥一眼他怀里的妖妃，恰好跟妖妃的视线撞上了。妖妃朝他点点自己的唇，那破烂的唇，迷艳的唇色映入他的眼帘，让他不由得攥紧了拳头，心地咬的。他们已经那么亲密了，前不久他还说不会对妖妃动心啊。男人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很华丽宽敞的马车，还铺了一层柔软的狐狸毛。贺兰英抱人上去后，像是烫手一般，直接扔下了。还好没用力，就像是将人当作马球，然后让马球从手里滚出去。可惜桑宁不是马球，滚不起来，在狐狸毛毯上只滚了一下，就停了下来，侧躺着，瞧着他，摸着自己的唇笑，那唇上的咬痕还很明显。贺兰英忽略了，只看着他的笑，觉得是那种很坏很不正经的笑，皱起眉，暂时没理会，而是对陈静说：你有功，回去受赏，现在先封锁这附近彻查。
狡兔三窟，挖地3尺也要挖出他们的地道来。没错，他在地面没找到人，便觉有地道，而这里很可能有地道出入口。他太聪明敏锐了。桑宁一旁瞧着，暗暗为鱼潭祈祷：小鱼呀，你可要逃快一些。贺兰英吩咐完，关上马车门，凌厉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。你刚笑什么？他还记着他堪称诡异的笑，他到现在都没发现自己有多关注妖妃的一举一动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少年天子赤诚，热血纯质，一眼惊艳，便一眼万年。桑宁也没在意少年天子的反常，见他询问，又摸着唇笑了。要不陛下猜猜？贺兰英冷哼一声，不想猜，反正妖妃一笑，定然没什么好事。桑宁见他沉默好一会，也不出声，就知道他不会猜了。他也不管他猜不猜，他安静了才好呢。他闭上眼，准备休息了。贺兰英见他闭眼不说话，又盯着他的唇了。该死，定然不是他自己咬的。谁咬的？那个刺客。他是谁？他也敢亲他？还在他唇上留下这么个印记，几个意思？向他示威？该死，真该死！他胸腔里戾气乱窜，到底没忍住，又抓起他的肩膀，含着脸冷冰冰质问了：你嘴唇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不解释清楚，这茬在他这里是过不去了。桑宁正闭眼休息，但正因为休息，身体的疲累疼痛都漫了出来，更让他难受到想死掉。厌世的情绪在心里翻涌着。天狗皇帝还来烦他，就嘴唇一点伤。他反反复复地问，就那么迫切想听到他跟别的男人亲吻了。行啊，他如他的意。陛下何必明知故问？他眼神冷冷瞧着他，泄愤一样说：没错，就是那刺客咬的，我们不仅亲了，还做了，他床上可勇猛。话没说完，就被狗皇帝捂住了嘴唇。你是真想死啊？贺兰英残忍一笑，捂住他的嘴唇，看他呼吸不通，濒临死亡也不管，理智早没了，浑身戾气肆虐。他撕扯他身上能抓到的任何东西，只把他撕得片瓦全无才满意了。不满意。桑宁被他弄得很难受，这难受压住了病痛的难受，让他两臂相横取其轻。不久一切止息。贺兰英看着像是嫌弃，又像是好奇，总之看了好一会，最后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瞧着桑宁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？桑宁宛如白嫩的幼鸽躺在他身边，那张俏脸红艳艳，湿润的眼睛流露出缠绵到腻人的情意，那浑身尖利的刺似乎消退了，他因那短暂的愉快而软成了一汪水。喜欢？陛下继续好不好？他爬过去攀住他的腿，含住了他的手指。他转了转，觉得还是喜欢前者，但垂眸瞧着他浪荡到下贱的模样，又改变了想法，觉得后者更好一些，起码让他心里舒服死了。桑宁，你这样真可怜。贝瑟欲控制的小饕餮，贪婪得很啊。他也是贪婪的，哪怕他是他的阶下囚，也贪婪到不许他沾染一点其他男人的气味。那男人都碰了你哪里？他问的同时，目光再一次逡巡他的身体，白皙光滑的肌肤没有一点瑕疵。他很满意没在他身上看到男人的咬痕，但转念一想，没有咬痕不代表没有亲吻，所以他还是偏执地问，说：他都碰你哪里了？桑宁，敢撒谎，你完了。第30章，他的三观都被他浪碎了。桑宁觉得狗皇帝是有点疯批属性在身上的，基于此，他忍不住想，如果他说跟人家什么都做了，狗皇帝能提枪而战发一场疯吗？那还真是期待啊。陛下做的，他也做过。他故意刺激他。贺兰英气得咬牙，桑宁，你什么男人都要是吗？不挑嘴是吗？那种卑贱货色他也瞧得上。他真的是浪得没边了，明明病恹恹的身体，连走个路都艰难，怎么还能如此的浪？他的三观都被他浪碎了。桑宁不知他的想法，摇头反驳，当然挑。陛下别瞧不起人家，人家脸蛋、身材，包括床上的能力。你闭嘴！他听不得他夸赞别人，只觉一次比一次刺耳又刺心。陛下，这话都成你的口头禅了。桑宁软着身段，美人蛇一样往他身上爬。我教过陛下怎么让我闭嘴，陛下还记得吗？贺兰英经他提起，立刻记得了。陛下天赋异禀呢。他的话在他脑海里回荡，他的手也不安分地寻到了他。贺兰英因他的手而呼吸粗重，忙抓住他的手，怒喝：你住手！他真的是什么都敢做，以前只是动嘴，现在都敢动手了，太放肆了。放肆的桑宁甩开他的手，坐到他的腿上，抱着他的脖颈，吻着他的唇角，呵气如兰。都这样了，陛下不想吗？贺兰英很想很想，但他不可以想。她是妖妃，祸害了燕国，真被他得了逞，他多年的努力就都成了笑柄。那些苦口婆心劝他早除妖妃的大臣们怎么看他？一国之君，出尔反尔，没有半点自制力，这么快就拜倒在妖妃的裙摆下。
便是妖妃也要得意死了吧？他从一开始就想撩他，若是他真被他撩到了，定被他笑话。不可以，绝不可以！你休想！桑宁，你休想！他推开他，哪怕额头青筋跳跃，一脸热汗如雨，身上更是热燥的厉害，几乎要热得冒烟了。桑宁看着狗皇帝快自然的窘态，觉得他离破功就差一步了。一二，继续撩火，陛下固然可以隐忍，但想想冯润生隐忍而不发，后果很严重哦。他仗着狗皇帝两性知识匮乏，又哄骗又吓唬。从这些看，确实如贺兰英所想，妖妃诡计多端。但贺兰英不中计，他固执地转过头，闭上眼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滚！朕不需要你，只是纯发泄。”他又不是不会。桑宁自然知道他会，但不许他那么做，就抢先一步抓着他的手。果然，他的手因为常年习武打仗，指腹的茧子特别厚，而掌心也特别的粗糙。试想一下，用这么一双手，哪有什么快乐可言？他单是想一想，都要患之痛了。因此嫌弃道：“陛下尊贵之躯，用这么糙的手，陛下还真会作践自己呢。”说着，又摆出自己的纤纤玉手，放入他的手中，蛊惑着：“陛下，你摸摸我这手，软不软？滑不滑？嫩不嫩？陛下要不要体验一下？绝对跟陛下的手不同的感觉呢。”温柔乡是英雄种，有些事一旦破戒，那就再难转还了。他是皇帝，今日折在此处，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。贺兰英这么想着，终究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抵御了妖妃的诱惑。他脱下外袍披到妖妃身上，遮挡住他诱惑人心的身段，又用他刚刚撕烂的衣服当作绳子，把他的手脚都捆绑了起来。可怜桑宁还以为狗皇帝重口味，想玩捆绑游戏，结果下一刻就见他把破烂衣物揉吧揉吧揉成一团，塞他嘴里去了。操！狗皇帝这么侮辱他！世界终于安静了，贺兰英终于可以安心解决自己男人的问题了。他看了眼自己的手，确实粗糙，但粗糙又如何？他近乎自虐一般糟践自己，疼痛让他警醒，他这般狼狈模样都是妖妃害的。想着妖妃，就抬头看他一眼，不想他两眼直勾勾的，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玩意儿。他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好像在给他表演，不然妖妃那种享受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该死，倒是忘了妖妃有听人墙角的癖好，如今直面，怕是正合他的心意。他是对的。桑宁亲眼一见，还是很新鲜的，也很欣赏。不愧是纸片人，便是男人最丑陋的地方，也比他看的片里好看多了。正美滋滋欣赏着，眼前一黑，一块类似肚兜的布料搭在了他的脑袋上。狗皇帝太坏了，连这点福利也给他剥夺了。他挣扎着表达抗议。贺兰英听到了，没理会，专心解决男人的问题。因他不贪享受，只想尽快解决问题，是以时间真的快了些。当光明回归眼前，当嘴巴得到自由，桑宁看狗皇帝衣衫完整，呼吸平稳，除了俊脸一片潮湿的红，没有别的异样。这就完了？他顿时大失所望。陛下，你这时间太快了吧？我跟你说，男人这方面时间太快，这是病，得治，早点治，拖久了。话没说完，那一团布料又塞进了他的嘴里。贺兰英决定了，以后就不能让他开口说话。桑宁终究还是自讨苦吃了。他了一会，男人都没管，又没有好看的东西转移他的注意力，病痛再次袭来，很快折磨得他眼泪汪汪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贺兰英就看着他哭，一点没心软。他甚至还故意欺负人，如何？朕也教教你，朕有的是东西让你闭嘴。桑宁被他欺负狠了，两眼红彤彤含着怒，压着恨，忽而拼着一口气，直直撞向他的鼻子。当然没有成功。贺兰英躲开来，按住他的脑袋，像按住一只凶蛮的野猫，讥笑，还有力气撞朕。莫非你是装病？如果妖妃是在装病，那她可太有出息了，这表演能力比只戏子也不遑多让。桑宁确实有出息，嘴巴被堵着，说不出话，也不想说话，眼里噙着泪，明明看着皇帝，下一刻闷头就往马车上撞。他太难受了，他要难受疯了，撞不死，撞晕了也好。贺兰英不知他的心思，见他猛然用头撞马车，还以为他要自枪，忙拦住他，把他抱在了怀里。妈的，吓死他了！你在做什么？他赶忙拿下他嘴里的衣服。桑宁的嘴巴再次得了自由，但没说话，一口咬他手腕上，还是之前的伤，他咬得很重，尖利的牙齿似乎要刺破他的血管，他满嘴都是血，也许是他的，也许是他的，反正他就是拼命咬，恨不得咬死他。他竟然这样对他，他要死了，难受死了。他咬着咬着，忽然没了力气，眼前一黑，如愿晕了过去。桑宁，桑宁。第31章，喜欢他是他既定的命运。桑宁醒来时，天色都黑了，床前绿枝照旧哭成核桃眼，
见他醒来，哭得更大声了。娘娘，你终于醒了！呜，你都昏睡2天了，吓死奴婢了！他猛然扑过去，见桑宁骤然咳嗽，半路停下来，忙去端了一杯热水。桑宁喝了几口热水，还是觉得嗓子干涩，想咳嗽也咳嗽了，就是一咳嗽，脑袋连同5脏6腑都跟着疼。他疼得蹙眉，眼泪无声流着，恨不得死去了。原来他昏睡2天了，那怎么不一睡不醒呢？绿枝见他哭，拿手帕轻轻擦去他的眼泪。娘娘是不是不舒服？奴婢这就让人去喊风国师。桑宁没拦着，也拦不了，想说些什么，一张嘴发不出声来，全身没一点力气。他感觉自己真的要死了，头昏脑胀，神经丝丝缕缕漫着疼，四肢像是灌了铅，坠入水中，窒息又闷痛。嗨，他咳嗽着，想喝水，嗓子像是干燥的树皮，便是咽口水，也像是咽刀片。太痛了，他痛不欲生。而这医疗落后的古代，连快速止痛的药也没有，太绝望了。他哭得汹涌，等风雀仪来了，眼前哭得模糊，几乎看不清人影。娘娘，风国师来了。绿枝的语气里带着喜悦，透着生龙活虎的气息。桑宁羡慕地伸出手，因了身体无力，伸出的手颤颤巍巍的可怜。风雀仪看到了，先绿枝一步，握住了他的手，问了一句：你昏睡2天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桑宁想摇头，也没力气，病痛折磨掉他的傲气，让他只想死去了。杀了我吧！他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没有生命质量的活着，从来不是他所求。他这么病下去，早晚没有人的尊严，就像是人质。不同的是，他四肢健在。求求，求求，你杀了！他的声音低得后面都听不到了。风雀仪也当没听到，转身跟绿枝说：你去小厨房瞧瞧，我新开了一副药，应该煎好了。是。绿枝匆匆而去，再回来，手中端了一碗黑乎乎的药。桑宁见了药，也抿唇不肯喝。绿枝哭道：娘娘，喝药吧，喝了就好了。桑宁相信喝了药会好一些，毕竟原主变成人质后，他们也能吊着他一口气，让他苟延残喘许多年。但他不想那么活着呀。张嘴！风雀仪扶起他，面色严肃的低喝：不要总想着死，老实喝药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死的。桑宁抿紧唇，还是不肯喝。混蛋玩意儿，你不让我死，就是救人吗？你是害我不浅啊！风雀仪不知桑宁的心声，见他一意孤行，没了耐心，直接动手掰开了他的嘴，命令道：绿枝，喂药。绿枝很听他的话，说了句娘娘恕罪，就照做了。他们配合着喂了药。桑宁知道风雀仪是主谋，并不生绿枝的气，就想咬他，想吐他，但都没成功。纵然他想死，但身体是有自救意识的。当他们强行把药灌进来，咕咚咕咚喝得很迫切。很快，一碗药喝了个干净。他苦得怀疑人生，眼泪又落个不停。乖，别哭了，等会就舒服了。风雀仪揉揉他的发顶，夸奖一句，然后从绿枝手里拿了帕子，为他擦去嘴角以及脖颈间的药汁。他的动作很温柔体贴，但桑宁不领情，转过头想着离他远一些。搁以前，风雀仪敢这样对他，他有些力气定会狠狠报复回去，但他现在连报复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嗨，他依偎在他怀里，艰难喘息着，俏脸红艳艳，额发汗湿着，柔弱可怜的一塌糊涂，太激起人的保护欲了。风雀仪瞧着他，眼神不自觉的温柔，冷硬的心肠涌出了无限的爱怜。桑宁哪有精力注意这些？他还难受着，闭着眼倚靠在他怀里，许是喝了药，昏沉沉睡去了。他睡起来实在乖巧美丽，那鸦羽般的长睫压下来，在蒙着泪光的脸上留下一道颤动的剪影。风国师，让娘娘躺下睡吧。绿枝觉得桑宁那么睡不舒服。风雀仪不想放开人，冷冷扫他一眼，简单2个字：出去。绿枝不想出去，虽然靠他救了娘娘，但娘娘显然不喜欢他，他怕娘娘被他占了便宜。我想帮娘娘擦擦身体。他寻着借口，暗示该出去的人是他。桑宁这2天都躺在床上，重病之中流了很多汗。在绿枝看来，娘娘流汗也是香的，但湿漉漉的黏腻感肯定让他很不舒服。他想他的娘娘舒服些，多睡会儿。不急，你出去。风雀仪不想撒手，再次赶人。他能跟桑宁接触的时间不多，等着吧，一会新帝就该来了。他是对的。贺兰英这2天没少来华阳殿看桑宁醒没醒，刚还在他床前守了半个时辰。之所以离开，还是因为禁军统领韩达抓到了几个刺客，他惦记着桑宁嘴唇的痕迹，就想着去杀人了。你们之中是谁带走了妖妃？重刑之下也没有人开口，他们都是硬骨头。贺兰英知道硬骨头难啃，便不肯了，直接下令拖去华阳殿。他们不是接吻了，那定然有些感情。他倒要看看妖妃心不心疼。陛下来了。
绿枝蹲在门槛上，看到皇帝，忙往殿里传达一声。风雀仪还没抱够人，却也只能松开手。他觉得新帝越来越在意妖妃了。陛下万安，是绿枝的声音。他听到了新帝的脚步声，立时收敛心情，迎上前，陛下万安。贺兰英点了头，瞥一眼床上昏睡的人，皱眉问：还没醒？你不是说他今天就会醒来？风雀仪回道：陛下，他已经醒了，喝了药，又睡去了。贺兰英，他没说话，走到床前，看他气色红润，气息均匀，像是好转了些。他稍稍放心了些，但脑子里还是不时闪现他在马车上晕倒的样子。那一刻，吓得他心脏都停了。他知道自己终将成为他的群下臣，仿佛喜欢他是他既定的命运，但他垂死挣扎，不肯向命运低头。桑宁，桑宁！他呼唤的声音很大，见他不醒，还动手推他，动作很粗鲁，好像越粗鲁越能证明他不喜欢他。风雀仪先看不下去了，陛下，他的身体还很虚弱，醒着会很难受。贺兰英听了，故意摆出不在乎的态度，那又如何？但也没再推人了，因为桑宁也被他推醒了。他一醒，病痛就折磨着他，也让他泪如雨下。贺兰英，我讨厌死你了。贺兰英被他的讨厌一词揪住了心脏，以至于没发觉他直呼帝王名讳，乃是大不敬的罪。为什么讨厌他？他那天在马车上明明那么渴望他，是因为外面的情郎，不应该说奸夫才对。他不由得握紧拳，手腕上他的咬伤早已经包扎了，缠着2圈白纱，但2天了还在往外渗着血。他在战场上受过那么多的伤，都没他一句话来的痛啊！把他们带进来。他的话音落下，几具血乎乎的尸体被拖了进来，在汉白玉石砌成的地面上拖出一道道刺眼的血迹。桑宁，来，认一认你的奸夫。第32章，他是秋高吗？他都给他气爽了。桑宁往尸体上扫一眼，确定没有鱼潭，便闭上了眼，都不是。贺兰英保持怀疑，你确定？桑宁有气无力的讥诮，你想确定，我也可以给你确定一个。他一句话3次停顿，真没精力应付他的绿帽痞。如果他还追着不放，他打算随便指一个，只要能堵住他的嘴。贺兰英听出他有胡乱指认的意思，忽然觉得抓奸夫没意思了，便换了话题。虽然他们不是你的奸夫，但都是你桑国旧人，不准备开口求个情？桑宁自顾不暇，还有心情管别人？他又不是圣母，我求情有用的话，不如先给自己求情了。该死，他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他是秋高吗？他都给他气爽了。贺兰英不知他内心深处的嫌弃，听了他的话就问了，你想给自己求什么情？我求你杀了我，或者你闭嘴，给我点清静。他难受的暴躁，想打人，偏他还在他耳边聒噪。贺兰英吃了瘪，主要还是当着风雀仪的面，就特别的尴尬。妖妃被他宠坏了，说话行事真的太放肆了。风雀仪想着刷桑宁的好感，就出了声，陛下，活人总比死人的价值大，这些人还是先留着吧。贺兰英没回答他的话，而是走到床边，把人捞起来，问道，他们真不是那奸夫？他见桑宁不说话，便威胁，那朕可赐他们宫刑了。啪！桑宁等他靠近很久了，当他说出这种话，立时给他一巴掌。作贱人就这么好玩是吗？贺兰英没防备，谁会防备一个眼看着要死的病秧子？于是他没躲开，这一巴掌挨得实在，把他帝王的脸面都打没了。桑宁，他咬牙切齿，气得想掐死他。桑宁冷眼瞧着他，陛下，想想你的身份，别干些让后世不耻的事。这话似乎是在关心他。贺兰英心里一跳，有一瞬的欢喜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讽刺道，你还在乎起朕的名誉了？之前是谁想污朕的名誉？桑宁理直气壮地说，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可以污，陛下不能自污。贺兰英，他倒是真会说。桑宁说完就赶人了，行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们散了吧。贺兰英还想说什么，风雀仪抢先说了，陛下，就让他多休息吧。贺兰英冷声说，你看他像是要休息的样子，听听说话说的头头是道，思路清晰，一点不像有病的样子了，实则是风雀仪的要起笑了。桑宁来了点精神，开始喊绿枝给他擦身子。贺兰英见此也不便多留，就迈步走人了。至于那些刺客，自然照风雀仪的话处理了。风雀仪让人收押进了刑部大牢，同时派了2个御医去给他们治伤。诚然，他的医术最好，但他们一介刺客还不配他亲自治伤。华阳殿里渐渐安静下来，桑宁由着绿枝给他擦了澡，换上了睡裙，又吃了些雪梨粥，便睡下了。这一睡就睡到了日上3竿。一睁开眼，床前趴着个黑乎乎的脑袋。你醒了。脑袋主人听到动静，抬起头，赫然是消失多天的冯润生。你回来了。
桑宁看着他，几天不见，似乎又好看了些。难道是久别胜新欢？别说，相比那些坏胚子，他还是最喜欢他的。想到他消失的原因，就问了：“公主，太后接回来了？”冯润生点了头，不想提他们，瞧着他的面色，换了话题：“你瘦了好多，听说你病得很严重。”桑宁苦笑：“是呢，差点病死了。你要不要趁我死前多治几次病？”天亮了，人醒了，喜欢的小傻狗也回来了，他又感觉他行了。冯润生觉得他不行，皱起眉说：“不要闹，你的身体要紧。”桑宁点头道：“那必须，你的身体要紧，马上娶公主了，身体不行，可留不住家人。”他依旧延续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话风格。冯润生不知为何觉得他的话很刺耳，什么叫身体不行，留不住家人？他想他留住别的家人。不要你管。怎么不要我管了？桑宁抬手摸摸小傻狗的脸，给他制造危机感。你以为我能管你很久吗？你看我这嘴上的伤，就是你们家皇帝咬的，不知哪天我就成你们皇后了，到时候你想我管你，我都不能管你了。他把嘴上的伤嫁祸给狗皇帝，致力于抹黑狗皇帝的形象。冯润生早注意他嘴唇上的伤了，还以为是他自己咬的，原来是陛下咬的吗？陛下他怎么咬你？也许是意外，是不小心。桑宁不知冯润生的心思，故意夸张地说：“自然是他喜欢我呀！我跟你说，他咬得可狠了，都出血了。哎，也怪我太诱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总结了：“所以，小润生，你要抓住机会，不然以后想我给你治病都没机会了。”冯润生被他说的动心了：“你想怎么给我治病？”桑宁很直接：“你先把衣服脱了。”冯润生顿时红了脸，瞥一眼外面大大的太阳，低声说：“现在是白天。”桑宁像是诱拐小红帽的大灰狼，蛊惑一笑：“白天好，光线明亮，看得清楚。”冯润生，那种事需要看得很清楚吗？朦胧也有朦胧的美吧。其实他还是喜欢晚上抱在一起耳鬓厮磨，白天他有点不习惯，因了不习惯，他就迟迟下不了手去脱自己的衣物。桑宁看他墨迹，就催了：“脱呀，别不好意思啊，治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不想早点好了，一逞男人雄风？”他说到这里，摆出一副济世良医的派头：“我是给你治病，你就当我是医者，医者面前没有男女之分，快，你不要讳疾忌医。”冯润生就这么被他蛊惑着动手脱衣物了。他其实不觉得桑宁是真心想治好他的病，就像是寻乐子，他觉得他就是拿他当乐子，但他看着他的脸，觉得他眼睛亮晶晶的，还朝着他笑，他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美很美，他就不受控制的想他多笑会儿。桑宁拖着下巴，含笑欣赏美男脱衣服，随着他衣物的坠落，他两眼放光，精神越来越嗨。果然，玩美男能治病。第33章，陛下对我强取豪夺，金屋藏娇。润生哥哥，一道娇俏的女声忽然飘了进来。冯润生听到了，脸色一变，立刻穿好衣服离开了床，那模样好像凤凰男出轨，被富婆老婆抓奸了。桑宁目露遗憾地看向店门，下一刻，店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水蓝色衣裙的美人闯了进来。她个子娇小，娃娃脸很精致，带着婴儿肥，显出一种珠圆玉润的美。润生哥哥，我们一起去看妖妃。贺兰慧进店后，直奔冯润生而去，甚至亲昵地挽住了他的手臂。不过话说到一半，目光落到了床上的桑宁身上，立刻目露警惕：“你是谁？”桑宁朝他微笑，自我介绍：“我就是你口中的妖妃，贺兰慧。”她少女心性，没什么心机，第一时间不是过问为什么妖妃会住在冯润生的寝殿且躺在他的床上，而是松开冯润生的手臂，奔到床前，双手捧住了桑宁的脸，仔细打量一遍，喃喃道：“哦，也就是漂亮些，哪里就妖了？”桑宁也不喜欢妖妃这个称呼，就点头夸道：“可不是，还是公主慧眼如炬。”贺兰慧是个女孩子，不知道妖妃的妖，但回宫后一上午没少听到她的丰功伟绩。可我听说你勾引了我皇兄，还跟他在马车上胡作非为。他晕过去后，外面竟然是这么传的。好啊，那狗皇帝的一世英名算是毁他手里了。相信那些大臣们又要对他口诛笔伐了。狗皇帝迫于压力会杀了他吗？哎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！桑宁期待又兴奋，当即添油加醋道：“陛下何止胡作非为？公主看看我这身体，3天了都还下不了床呢。陛下真是太索取无度了。把我半条命都快折腾没了。”他意在坐实跟狗皇帝的奸情，相信他为了证明清白，很快就会提剑过来砍杀了他。贺兰慧不知道他的小心机，听他控诉皇兄的残暴行为，兄妹亲情的滤镜都碎了，一脸的震惊：“啊，这样吗？我皇兄竟然这样对你？”桑宁抓住了贺兰慧的双手，满眼真诚的哭道：“是啊，其实我心里只有燕云帝，也愿意追随燕云帝而去，奈何陛下对我强取豪夺，金屋藏娇，
还望公主成全我啊！他跟亡国那天一样，还是愿意为原主博个燕云帝宠妃殉国的美名。娘娘且慎言。冯润生一旁听不下去了，这妖妃太忽悠人了，公主根本不是她的对手，公主别听她的话，都是假的。桑宁对冯润生拆他的台很有意见，哼，狗男人，才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。是啊，假的，我人微言轻，你们位高权重，自然你们说什么是什么。他酝酿情绪，掉几滴猫尿，对贺兰慧说：“公主，冯小后爷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跟陛下可清白了，什么都没发生。”这话才不像是真的。贺兰慧还是相信他的话，被保护很好的少女，心思单纯，当即义愤填膺了。皇兄太过分了，一定是他在战场上学了些臭毛病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母后面前为你鸣不平。他丢下这话就跑走了，速度之快，冯润生都没拦住他。公主，冯润生忙去追人，追2步又回头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桑宁说：“这就是你想要的？激怒陛下对你没有好处。”桑宁侧躺在床上，含笑反问：“怎么没好处？”冯润生，你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好处吗？他冷情厌世，一心求死。冯润生或许知道，但没回答，跑出去追人了。他离开后，绿枝端着药进来了。桑宁扭过头，拒绝喝药。绿枝半哄半威胁：“娘娘就喝药吧，等会朝会结束，陛下要是过来，知道您不喝药，肯定要生气的。”桑宁不为所动，他生气就生气，你不用怕，就是一只纸糊的老虎。绿枝想着昨晚那些血肉模糊的人，实在不敢想新帝是纸糊的老虎。娘娘胆子大，陛下还纵着，他们这些工人万万没那个胆子的。娘娘就喝药吧。绿枝说着打听来的消息，听说桑皇要亲自来给陛下送登基的贺礼，娘娘，您就快要见到桑皇了。桑宁对桑皇没兴趣，没了冯润生这个美男转移他的注意力，病痛上来，让他只想死掉算了。绿枝见他沉默不语加不肯喝药，又哭了：“娘娘，求求您了，就喝药吧。”求着求着，外面响起小太监的声音：“太后传召丧事。”桑宁正难受的紧，自然没理会，就闭眼等死。绿枝不敢违背太后的命运，就为他穿好衣服，梳好头发，并让太监把他抬到贵妃榻上，就这么抬去了太后的住处。太后夜晚真于昨夜子时到达皇宫，住进了义安殿。义安殿外的花园里有一处4角凉亭，一些世家大臣的夫人，尤其是出身漠北贵族的夫人，得了消息，一大早就过来拜见太后。他们闲谈时，恰好就谈到了桑宁，许是得了家里男人的暗示，清一色的坏话。太后，您来得晚，那是不知道妖妃的手段。她呀，庆功宴当天就被冯家小侯爷抱走了。晋国夫人还求陛下把妖妃赐给他弟弟呢。谁不知道冯小后也是未来的驸马？眼下他跟妖妃纠缠不清，惠安公主一腔真心啊。前2天陛下突然驾临娘娘和御赐，听说就是妖妃撺掇的。太后，咱们的陛下正年轻，心性不定，哪里是妖妃这种红颜祸水的对手？妖妃祸了燕国，就该一杀了之。陛下留着她，还娇养着，那封国是1天3次去请脉啊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成功把桑宁刻画成一个水性杨花、骄奢淫逸的妖妃。太后叶婉珍看了眼旁边一直摇晃着她手臂的小女儿，眉眼慈爱端庄，安抚性的拍拍她的手。贺兰慧其实很想说，妖妃不是那样的人，她被皇兄欺负得病蔫蔫的，看起来老可怜了。但她一来就听各位夫人说妖妃的坏话，一时间她都找不到机会插嘴了。冯润生也没插嘴，因为他没劝住公主，又远远看到太后身边围着一群贵夫人，不想上前凑热闹，现下就隐身在一簇花树下，听着他们说着妖妃的坏话。说妖妃，妖妃就来了。他看到妖妃神色紧张，忙上前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桑宁躺在贵妃榻上，病得难受，自然没回他的话。回话的是绿枝：“小侯爷，是太后传召了娘娘。”冯润生觉得太后这个时候传召桑宁绝没有好事，难道是被那些夫人蛊惑着，想治他的罪？便是不治他的罪，妖妃这放肆又作死的性格，一说话也会得罪太后吧。届时他还是躲不过一死，或许这正是他所求，不能坐以待毙。他立刻招手喊来个巡逻的侍卫，命令道：“速去寻陛下，就说太后召见了桑贵妃。”第34章，莫要被妖妃的花言巧语所蛊惑。贺兰英还在跟大臣们商讨娘娘河的整治，他想付之一炬，大臣们说是暴行，一个个跪请三思。他思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加税并除以罚金，反正他缺钱，自然要刮下一层油。陛下英明。户部尚书崔哲第一个站出来表达态度，很高兴皇帝对娘娘和所下的决策，这也很正常，他为皇帝管着钱袋子，自然想要钱袋子鼓鼓的。是以早在娘娘和出事后，就开始彻查娘娘和诸多商户往年的资金，这回适时的递上奏折，这是娘娘和1年来的账单，臣跟户部的几位大人算了3遍，还是有一大笔资金不翼而飞。
他对钱敏感，觉得娘娘河的商户一个比一个不简单。贺兰英对此早有怀疑，现在从太监总管王成手里接过奏折后，看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想来这笔钱，妖妃会给朕一个解释。他怀疑娘娘河是妖妃洗钱的地方，而洗掉的钱自然流入桑国了。”崔哲见他主动提及妖妃，想着他跟妖妃在马车上的谣言，忍不住提醒道：“这笔资金数额巨大，还望陛下彻查到底，莫要被妖妃的花言巧语所蛊惑。”其他大臣见了，纷纷道：“还望陛下秉公办理，莫徇私情。”这是默契认定他跟妖妃不清白了。贺兰英听得皱眉：“朕说了，朕跟妖妃没有关系。他想钱都想疯了，怎么可能会受妖妃的蛊惑？再说，他已经抵抗住了他的诱惑，一次又一次，他从没有失败。不过这些似乎也不重要了，现在重要的是妖妃会说出实情吗？他看着像是对桑国漠不关心，但涉及真正利益的时候呢？会说吗？如果他不说，以他半死不活的身体，他好像也拿他没办法。哎，他那半死不活的身体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了。正想着，就见王成匆匆出去，再回来，面色犹疑，像是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。所以是什么艰难的决定呢？这个王成是个聪明人，向来有主意。这是遇到什么纠结的事了？不会是妖妃的事吧？王成确实是在纠结妖妃的事。他从侍卫口中得知太后召见了妖妃，就觉事情不妙。想了一会，还是走到皇帝身边，耳语道：“陛下，太后召见了桑贵妃。”贺兰英一愣，母后知道了。关于他跟妖妃的谣言，太后这时候估摸也该听到了。以他吃斋念佛、慈悲为怀的性格，会动杀心吗？阿英，你攻进燕国后，莫要伤那些妇孺的性命。你杀戮心太重，这不是好事。母亲总担心伤你的福运，切记，切记。母后这般温柔纯善英不会杀妖妃吧？但万一呢？妖妃名声太差了，朝野上下杀声一片，母后容得下她吗？贺兰英想来想去，还是不敢侥幸，但她绝不承认是自己担心妖妃，而是想娘娘和那笔资金还需要她，她不能死。崔爱卿，此事交由你处理，退朝。他下了令，匆匆往外走。同一时间，桑宁被慢悠悠抬进了凉亭。之所以慢悠悠，是冯润生故意拖慢几个太监的步伐，想着给皇帝留救人的时间。但他们已经在义安殿的范围了，离太后所在的凉亭不远，最终还是在皇帝到来前来到了太后面前。太后看到了妖妃，似乎闻名久矣，也是好一阵打量着她的脸，不同于贺兰慧女儿家的攀比心思，真的承认了她的美貌，真是个玲珑剔透的妙人儿。她是客观点评，其他贵夫人就是妒忌了。太后如此狐媚之色，哪里是妙人了？就是她跟燕云帝那些风流韵事，听了都脏耳朵，就该进猪笼。就她这残花败柳之身，也敢肖想陛下，太后她实在该千刀万剐。对的，太后，妖妃祸害了燕国，天下人恨不得食其肉，喝其血。如果陛下跟她纠缠在一起，天下人怎么看陛下？这妖妃留不得呀！各位姐姐瞧瞧，这妖妃都到了太后面前了，也没个礼数。太后，她这是大不敬之罪啊！他们中好多人都是初次见妖妃，但言语里尽是杀意。桑宁听得真切，不过并不生气，甚至还笑了出来。你们这么想我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祸害的是你们家祖宗呢。他眉眼轻蔑，故意刺激他们。哦，对了，想杀我，那要尽快了，马上陛下来了，到时候倒霉的就是你们了。他随心所欲，还开始吓唬人。等着吧，你们刚刚说了什么，我都记着呢，定叫陛下为我讨回来。陛下最爱我了，你们得罪了我，全家要完蛋了。男的砍头，女的就送进娘娘河。那娘娘河是个好地方，定把你们女儿伺候得好好的。他瘫在病榻上，笑盈盈说着残忍的话，还真把那些贵夫人吓到了。这妖妃的名头可不是盖的，盛宠之时，不知蛊惑着燕云帝杀了多少大臣，祸害了多少好人家的儿女。空气就这么安静了好一会，亚父潘湛的夫人秦氏才打破了沉默，气愤道：“太后，您看看这妖妃，她太猖狂了。在一众贵夫人里，她的年龄是最大的，地位是最高的，自然也就是最大胆的。”太后抿了一口茶，看着桑宁，笑得慈爱和善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他人在病中，难免任性一些，你们莫要跟他一般见识。这语气就像是宠溺自家小儿女。桑宁听懵了，咦，这太后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？还为他说话，这么好脾气的，还是装的？实则佛口蛇心。等下，难道是狗皇帝来了？他强撑着身子，扭头往后看一眼，别说，还真的看到了狗皇帝的御驾，立刻认定太后是个虚婉聪明的女人。还是宫斗宅斗赢家的那种女人。对这样的女人，那肯定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了。陛下，你可终于来了。桑宁闭着眼，扯着嗓子干嚎，
救命啊！陛下，太后要杀我！太后不是想装好人，装着母慈子孝吗？那她一定给他破坏了。只要他破坏了他们的母子关系，像太后这种宫斗宅斗鸡赢家，定能把他当炮灰一样神不知鬼不觉的除去了。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，妈呀，可太适合他了。第35章，既然你对妖妃无意，那就选妃吧。陛下万安！贵夫人们纷纷跪了下来。平身吧。贺兰英站到了桑宁的贵妃榻前，向太后行礼，给母后请安。太后笑容慈爱，哀家安。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桑宁不等贺兰英回话，继续嚷嚷：“陛下救命！呜呜，太后要杀我！呜呜，陛下，太后好可怕！太后，这小姑娘睁着眼睛说瞎话啊！”贺兰英不知内情，听着她的话，下意识说：“母后，妖妃暂时还不能杀。”太后皱起眉，问她：“你也觉得哀家要杀她？哀家看起来像是会杀人的人吗？”他多年礼佛如素，就是为给战场上拼杀的儿子祈福，怎么可能动手杀人？那可是伤福德的。贺兰慧一直看到这里，就为太后说话：“皇兄，母后没有要杀妖妃，可能是她误会了。”潘秦氏是个清醒的，一眼看穿桑宁的心思，出声道：“我的公主啊，这哪里是误会，分明是妖妃在离间陛下跟太后的母子情。臣妇等人倒是想杀她，奈何太后仁慈，还让我们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太后明明为她说话，结果她不领情，还在陛下面前搬弄是非，其心叵测啊！她算是说出了实情，为了让自己的话可信，还看向身后的贵夫人寻求同盟。你们说是不是这样？”贵夫人自然一一应是：“陛下，确实如此。妖妃居心不良啊！”居心确实不良的桑宁看到这里，挤出2滴眼泪，哭道：“呜呜，陛下，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他们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，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他势单力孤，又病蔫蔫的可怜，受害者的姿态很足。但贺兰英严重怀疑他的人品，还是更相信母亲的品行一些，遂道：“行了，你本就不清白，还洗什么？闭嘴吧！一来就听他嚷嚷，难道不知道有理不在声高，无理才上蹿下跳？”桑宁见自己没骗过贺兰英，也就不骗了，躺回去装死了。也是一代雄主，哪里是好骗的？他又不是燕云帝之流。唉，也不知太后会想什么手段除掉他。太后压根没想除去他，瞧着桑宁百无聊赖的样子，还很关心：“桑贵妃怎么了？哪里不是吗？”桑宁懒洋洋讽刺：“这里的人都想我死，戾气太重了，估计跟我八字相克。”这话说的没分寸，对太后也不敬了些。贺兰英知道就不能让他开口说话，便安排了送他回月桑殿。他的形象够坏了，他不想他再坏一些，不然真触碰了太后的逆鳞，孝道之下，他还真不好救他。是，工人们应声去抬人，太后没阻拦，看着工人们把桑宁抬走。冯润生见桑宁走了，也告了退，显然是想跟着桑宁一起走。贺兰英不想他跟桑宁在一起，就出声阻拦了：“冯爱卿这几天辛苦了，朕以为你昨晚回家了，原来是住在宫里了。”他暗示他应该回家看看家人，不要在宫中久留。冯润生听得出来，简单解释：“臣送太后、公主进宫，一路确实累了些，便没回去，在宫中休息了。”贺兰英委婉感人：“虽然累了些，但你的家人翘首以盼，还是早些回去跟家人团聚吧。”是。冯润生应了声，迈开步子，心里还是想着去瞧桑宁一眼，起码再跟他说几句话。贺兰英像是感知他的心思，就扫了王成一眼，示意他送人出宫。王成领会皇帝的意思，便追上去，笑说：“哎，差点忘了，皇上听闻冯老夫人身体不适，特意准备了一些补品，既然冯小侯爷在，就劳您带回去吧。”冯润生不知内情，一听祖母生病，也顾不得桑宁了，他跟着王成去拿了补品，就匆匆出宫了。贺兰英自觉解决了2桩烦心事，跟母亲闲谈几句，就借口正事繁忙，准备走人。太后挽留道：“不急这点时间，哀家有话跟你说。”贺兰英听得心里一紧，母后想说什么？太后也不隐瞒，直言道：“那孩子名声不佳，病中性格也奇怪，哀家瞧着是有点煞气在身上的，虽是杀不得，宫里也容不下他，便送去长照寺吧。长照寺是佛寺，就在晋都的照山之巅。燕云帝慕容照的名字也取自长照寺，寓意慕照山之恩泽，对长照寺之庇佑。可惜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太后缓缓道：“余生伴着青灯古佛，也算是洗他半生罪业了。实话说，这是一个很仁慈的处置方式，按着他以前的行事风格，也不会留妖妃性命。但眼下形势不同。”贺兰英眉眼肃然，冷声道：“母后，你也看到了，他那身体连下榻都费劲，如果送去长照寺，那种清苦的生活，怕是活不了几天。母后既然想留他一命，又何必行催命之举？”
太后语塞了，她顿了一会，目光复杂的看着儿子。你不想送他去长照寺，真的是因为他身体不好，没有别的原因？贺兰英轻笑，母后也觉得儿臣对那妖妃有意。太后觉得他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她确实怕他走错了路，便顺着他的话说，既然你对妖妃无意，那就选妃吧。你年纪也到了，身边没个知冷暖的人，哀家实在不放心。便是有个女人转移一下他对妖妃的注意力也行啊。贺兰英为了让太后放心，也让那些大臣放心，便点了头，行啊，那就辛苦母后安排了。如果有个女人能堵住前朝后宫的嘴，让她耳根子清净些，那她就如他们的心意。太后没想到他那么爽快同意，以前不是没提，都被他冷脸拒绝了，现在见他点头，一点也不耽搁，直接对旁边的贵夫人们说，你们都听到了，都回去张罗吧。3天后把人带过来，让哀家跟陛下瞧瞧。是，臣妇明白。贵夫人们声音轻快，满面微笑，眼里都是喜气。他们那么抵触妖妃，可不就是怕妖妃占据了皇帝的心，挡了自家女儿的道。如今机会来了，管什么妖妃？陛下，太后，臣妇告退。他们很激动，想着尽快回去跟自家男人传达这个好消息，陛下要选妃了。第36章，你要对我始乱终弃了。关于陛下要选妃的消息传得很快，桑宁才到月桑殿就从绿枝嘴里听到了。他躺在床上，并没什么吃醋的情绪，就是很意外，小说里可没这剧情啊。狗皇帝既然要选妃，剧情崩了，还是他的存在煽动了蝴蝶效应？娘娘，陛下要选妃，您说些好话，没准陛下也能给您个名分呢。绿枝算是亲眼看到皇帝把赤身裸体的桑宁抱下马车，心里认定她是皇帝的女人，就很想皇帝给她个名分。他觉得只要娘娘有了名分，就没人敢对她喊打喊杀，甚至还说她是妖妃了。桑宁对名分没兴趣，这回病痛发作，就说你去叫风国师来。他记得古代是有麻沸散的，用来止痛最好了，哪怕没有，相信他说几个药名，风雀仪也能给他研制出来。是，娘娘稍等，奴婢这就叫人去请风国师过来。绿枝应了声，出去安排人。但桑宁没等来风雀仪，等来了贺兰英。他正难受着，看他就烦，转过身，一点不想理他。贺兰英看得清楚，皱起眉，走过去，把人搬过来，朕问你个事。桑宁被搬过来，泪眼盈盈看着他，也不说话，像是受了什么大委屈似的。贺兰英看得心里一颤，怜惜欲瞬间涌上来，轻声道：怎么哭了？朕还什么都没说呢。妖妃真是越来越娇了，一言不合就掉眼泪，这要是被送去长照寺，那不得半路就哭死了。桑宁不知贺兰英所想，见狗皇帝眼神温柔而关切，像是真心，便给点颜色开染房了。陛下想说什么？你要选妃了？你要对我始乱终弃了？听听他这话，他们之间有始乱终弃的关系吗？他这张嘴就不该说话。桑宁，你慎言。他板着脸，故作严肃，觉得他好好一个讨人怜惜的模样，偏长了一张欠教训的嘴。桑宁心情很不好，明明每次都是狗皇帝来骚扰他，跟他说话，哪里来的脸让他慎言？行啊，慎言也行。他冷冷一笑，贺兰英，我慎言，你滚蛋。当他很想跟他说话吗？贺兰英被直呼名讳，神色一变，皱眉喝道：桑宁，你好好说话。桑宁翻个白眼，毫不客气地回怼：是你先不好好说话的。贺兰英，别在我一个死人面前摆你皇帝的派头，那么想装，滚出去装。贺兰英，他哪里装了？在他面前，他又打又骂的，他哪里有一点皇帝的样子？不过倒也新鲜，在他面前，他不是皇帝，不是权贵，就是个普通男人，甚至可以被随意对待的普通男人。如果桑宁知道他这个心理，定会骂他：你有病，你这是有受虐倾向。朕发现了，你每次骂人时都特别有力气，一点不像个病患。他这么说，忍不住想，为了看他这生气勃勃的样子，倒也可以多惹怒他几次。桑宁听笑了：你把脸伸过来，我更不像个病患。他现在难受的想打人，凭什么就他这么难受？贺兰英自然没把脸伸过去，但把手伸了过去，抚弄了下他蹙起的眉头。他手指粗糙，摩挲的他疼，这也惹恼了他，二话不说，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可惜没打到。贺兰英及时抓住他的手，借机把人捞进怀里，整个环抱住了。别闹了，朕问你个事。他过来是有正经事的。桑宁听了，来了点好奇，问道：什么事？贺兰英便说了：燕国国库的钱在哪里？你在娘娘和喜去的钱还没送去桑国吧？娘娘和才存在1年，而这1年除都城外处处战火，他们想来不敢把钱送出去。是以他预感那笔钱还在都城。桑宁翻着原主的记忆，也没翻出那笔钱的下落，但不妨碍他拿来蛊惑人心。我说了，你能让风雀仪给我开个药，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吗？
贺兰英，他听得皱紧眉，语气很不好。你就这么想死吗？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人想活都活不了？桑宁一脸冷漠，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。贺兰英不同意，一点不想他死。当然，他也不承认自己在乎他，只觉得他的存在可以警醒自己，勿贪女色。你说出那笔钱的下落，朕算你将功折罪，让风雀姨好好给你治病。你还年轻，不会死的。看来是不同意了。桑宁眉眼不耐，没有跟他说话的兴致了。他也不喜欢他的怀抱，挣扎着想离开。贺兰英却贪恋他在他怀里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娇软芳香的女体抱着特别舒服，解压。他想到了一个词，软玉温香，今天算是明白什么滋味了。你相信朕？他按住他的肩膀，把他牢牢困在怀里，一只手不安分地摩挲着他的细腰，柔声劝着：朕可以为你便寻天下名医，只要你说出那笔钱的下落。桑宁感觉到他不安分的手，色胚的毛病发作，就享受了起来。他闭上眼，在他怀里哼哼着，就只想摸腰吗？他不介意他摸摸别的，还蛊惑着，或者你在床上把我伺候好了，我一高兴也就说了。临死之前把禁欲克制的狗皇帝睡了，也算他一项人生成就了。贺兰英本来是有些情难自禁的，他抱着他，闻着他的香味，手不自觉地摩挲着他的细腰，其实摸一摸他的细腰也就满足了，但他大次次说出来，无端有些打他脸的感觉，好像他一直以来的坚持都成了笑话。理智与傲骨又在鞭笞他的身心，让他收回手，不仅行为规矩，也不再抱他了。桑宁又躺了回去，没了难色，心情不爽，脾气就来了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就你这种人还在我面耍皇帝威风？贺兰英，想要又不敢要，你就是个怂蛋。他骂起人来是真难听。贺兰英含着脸，浑身都冒寒气。你这激将法就省省吧，就你这一折腾就散架的身体，下床都费劲，还跟朕邀宠。你想死在床上，朕偏不如你的意。你能如我的意吗？桑宁被他气笑了，就你个怂蛋，还想我死床上？你那点时间，我撒个尿的功夫都比你时间长。第37章，贺兰英，我是真粗俗，你是假清高。这话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是真的强。桑宁，贺兰英咬牙啮齿，目眦欲裂，一张俊脸都气得近乎狰狞了。桑宁还在坚持不懈的气人，你还拿衣服遮我的眼，当我多稀罕？拇指大小的东西，我还怕脏了我的眼睛呢。他竟然敢这么说，疯了，他疯了。贺兰英深呼吸一口气，竭力保持皇帝的仪态，非礼勿言。桑宁，你曾为皇贵妃，怎么能这么粗俗？桑宁冷笑，对，我就是这么粗俗。不过贺兰英，我是真粗俗，你是假清高。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可诚实了。马车上，闭嘴！你滚蛋，我就闭嘴！你得不到朕，就对朕各种诋毁污蔑。贺兰英觉得他人品太坏了，扶着胀痛的脑袋，低声提醒：马车上觊觎朕身体的人不是你。桑宁点头承认，没错，是我，但我之前觊觎，现在不觊觎了，男人多的是。像是回应他的话，绿枝走了进来，笑嘻嘻道：陛下，娘娘，封国师来了。贺兰英听了很不高兴，又看到绿枝的笑，觉得他们主仆俩约好了给他添堵，怒气直接窜上头，冷冰冰喝问：他来了，这么值得高兴？仅一句话，吓得绿枝忙下了跪：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，滚出去！贺兰英脸色阴沉，觉得自己迁怒一个宫女也够没品了。绿枝吓哭了，捂着嘴跑出去了。风雀一进来的时候，觉得店里的氛围很压抑，先看一眼皇帝的脸色，那黑得跟锅底一样了，再看一眼妖妃，那得意洋洋小人得志的姿态啊。风国师，你终于来了。桑宁看着风雀仪，招呼的那叫一个热情。风国师，我想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好多人要杀我，你差点就永远见不到我了。风雀仪余光留意着皇帝的脸色，忙提醒桑贵妃，你再这么说下去，以后就真的见不到我了。这妖妃没有一点眼力见吗？怎么就看不出陛下脸黑的要杀人了？他是故意的，想借皇帝的手弄死他吗？陛下万安。风雀仪躬身一拜，向皇帝行礼。贺兰英点了下头，恢复高傲凛然的模样，去给他好好瞧瞧。病成那样子，胃口倒是大，还男人多的是，一个就能弄死他。是。风雀仪应了声，搬了个凳子，走到床边坐下来，给他把脉，依旧是虚浮无力的脉象。桑宁看他蹙眉，也没在意，直接问道：风国师，你这有麻沸散吗？就是那种有麻醉功效的药物。风雀仪是有的，士兵打仗受伤多赖此药物。其实他给他开的药里就加了麻沸散，也多亏麻沸散安神止痛的作用，才让他睡得舒服些。有的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感觉很对我的病症，
想你多给我开些。他在现代知道麻醉剂过量会死掉，那么麻沸散服用过量呢？会死掉吗？风雀仪不知他的作死念头，郑重道：那药只是麻痹神经，对治疗你的病没有任何作用，且是药3分毒，需谨慎使用。他还在诊脉，修长如玉的手指搭在他的脉搏上。相比武力值惊人的冯润生、贺兰英，不通武术的风雀仪有一双实在漂亮的手，皮肤白皙光滑，指骨修长有力，而指甲是润润的粉，透着健康的色泽。原主砍掉他一根手指，怕也有妒忌的原因吧。桑宁欣赏间，手指一握，恰好握住了他的手指。当着皇帝的面，风雀仪像是被烫到一般，忙甩开了他的手。桑贵妃，请你自重。桑宁心里讽笑，一群怂蛋，身体很诚实，就嘴上硬。他真想把他们的嘴巴打烂。我是妖妃，不懂什么自重，朕会教你。贺兰英看到这里也忍不下去了，直接对风雀仪摆手说：你下去重新拟个药单出来，只要能治他的病，不吝药材。风雀仪躬身应道：是，臣告退。他走得很干脆利落，仿佛一点不在乎妖妃了。实则他心思深沉，最擅长隐忍，一边走一边想，冯润生有公主，皇帝马上要选妃，他们在对妖妃动心也是身不得已，到最后妖妃只会落到他的手里，他只要安心等下去就好了。贺兰英等风雀仪离开后，俯视着病床上的女人，一脸得意地说：看到没，只要朕不想，你连个男人的影子也看不到。桑宁不得不承认狗皇帝说的是实话，但实话又如何？没有男人，还有女人。他余光扫一眼蹲店门口嘤嘤嘤的绿枝，觉得他家小绿枝长得也很娇俏可爱，就是太爱哭了，还哭起来没完没了。贺兰英很敏锐，注意到他看绿枝眼神不正常，就怒了：桑宁，你老实些，别逼着朕把他送走。他也知道绿枝的愚忠，绝对比谁都在意妖妃的安全，轻易不能换人。桑宁听出他的威胁，又气了：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你的女人，你少管我些，行不行？本来他活着的乐趣就不多，他还剥夺他的乐趣。果然，他压根不是真心想他活下去。贺兰英不知他的心思，板着冷脸，违心道：朕看你不爽，就不想你称心如意。贱男人，太贱了！桑宁气羞羞骂人：贺兰英，你有病，心里病，你快找风雀仪给你治治吧。贺兰英不喜他的粗俗，是要给他纠正了。桑宁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朕就把绿枝送走。他在试探他的弱点。桑宁确实有绿枝这个弱点，可以说在这个古代世界，最在乎的人就是绿枝了。美男也没他的小中仆重要，但他不能显露这个弱点，便假意嚷嚷着：你想送走就送走吧，他走了，我兴许能死得更快些。哼，贱狗，休想找到他的弱点。但弱点不给力，扑通一下跪到床前又开始哭：呜呜，娘娘，不要送奴婢走。桑宁故作冷漠：你求错人了，去求你们陛下。绿枝很听话，立刻就转了矛头，抱着贺兰英的大腿哭了：陛下，求求您别送奴婢走，便是要送，也等娘娘身体好了些。陛下开恩啊，求求陛下了。他哭得跟杀猪似的，声音特别聒噪。贺兰英被他哭得头皮发麻，根本受不住，觉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，直接甩袖走人了。不过走到店门口，扫到几个貌美的宫女，尤其身材还很好，丰乳肥臀的，正是妖妃的审美，就吩咐了，把这几个宫女送去伺候太后，就说是朕的心意，另寻几个模样普通的过来。妖妃有病还玩的话，真是气死她了，还男人多的是，以后别说男人了，美女都别想见了。第38章，娇滴滴看过来一眼，连他都要联系了。桑宁起初是不知这些的，2天下来后才发现了异样。首先，冯润生、风雀仪都没来了，前者住在宫外，不来看他很正常，后者负责他的病，每天见不到就奇怪了。还有伺候他的宫女也换了生面孔，这些生面孔模样一般，胸前一马平川，说话还有些家乡口音，以致跟他们交流都很困难。好在他跟他们交流的机会不多，他贪于喝安神的汤药，一天到晚都是在睡觉，偶尔清醒的时候才分神的想，美女呢？男人呢？狗皇帝不会真的不让他见男人吧？甚至他自己都不来了？他病中实在无聊，每天都困在床上，也很生无可恋。后来期待太后出手秒了他，结果太后也没动静，难道是他刺激的不够厉害，没刺激出太后的杀意？他很烦，又病又烦。等第3天，隐约听着外面欢声笑语，就好奇了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那么吵？绿枝端来茶水，是风雀仪昨天派人送来的雪莲，说是喝了补身体。他一天多次冲泡，哄着桑宁喝下去。像现在，桑宁没等他哄着劝着，主动喝了，一喝完就催促：你快说。绿枝不想说，皇帝再选妃，还多日不曾来看娘娘，在他看来，娘娘怕是失宠了。哎，他可怜的娘娘
每天承受病痛之苦，如今还要承受失宠之苦。没什么，想来是惠安公主跟那些贵女们在逛园子吧。她扯了个善意的谎言。桑宁确实听到了公主贺兰慧的声音，但细听来不像是逛园子的声音，因为有太监在喊什么贵女留牌子。贵女留牌子，狗皇帝在选妃。桑宁福至心灵的想到绿枝3天前说狗皇帝要选妃的事，惊道：你们陛下在选妃？绿枝见他想了起来，就咬着唇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沉默等同于默认。桑宁很不高兴。好啊，狗皇帝管着他，不让他见美女美男，自己倒是在选美女，岂有此理！娘娘，绿枝见他脸色变了，很不高兴的样子，忙劝道：奴婢去瞧了，都是些庸脂俗粉，比不得娘娘的美貌，只要娘娘好起来，陛下肯定会来的。他不来，我还不能去吗？桑宁很快想出了主意，吩咐道：你去给我寻一件白色裙子过来，最好是校服。绿枝听得大惊失色，娘娘，您在说什么？校服？怎么可以？外面皇帝在选妃，大喜之事，他穿校服是去添晦气的吗？不行的，娘娘，这不吉利。怎么不吉利了？燕云帝才死，我是他的宠妃，何该为他穿孝守节？不，娘娘千万别说这种话，陛下知道了会生气的。他不会生气的。桑宁知道绿枝不甚聪明，便哄了，听过没？要想俏，一身孝。你们陛下选妃，那些世家贵女们定然穿得鲜艳夺目，我一身白过去，万紫千红一点白才吸引人。他假意表达自己是去争宠的。绿枝被哄住了，但还是犹豫，万一陛下生气了怎么办？还有太后在场呢。娘娘穿白衣真的不好。桑宁没了耐心，板起脸肃然道：行了，我是妖妃，哄男人方面我才有发言权，你照做便是。他发了火，绿枝被吓住了，便照做了。桑宁如愿穿上了白裙，梳头发时翻遍妆帘，寻到了一条白纱，便缠在玉簪上，插入了发间。托他躺了2天，也喝了2天药的服，今天恢复了点力气，能下床走路了。当然，也许是他精神不错，毕竟要去搞事的，他可兴奋了。娘娘，要不您再想想，这么穿着出门真的不好。绿枝苦着脸，期待着桑宁能回心转意。他现在手抖腿抖心也抖，觉得娘娘这么出门会被人骂死的。桑宁不知绿枝的隐忧，看着镜子里柔弱清纯的自己，问一句：怎么，你家娘娘现在不好看吗？这么羸弱小白花的可怜样儿，娇滴滴看过来一眼，连她都要怜惜了。哎，原主不愧是妖妃，一张俏脸太会长，怪不得有脸蛋天才一说。就是身体不好，而她身体不好，怕是一辈子的运气都在脸上了。好看的，娘娘怎么都好看。绿枝一说起娘娘的脸，那就是星星眼了。桑宁摸摸她的脑袋，像是摸一只可爱的小狗，笑道：好看就行，走，跟你家娘娘看热闹去。热闹是在御花园，正是初秋，花叶还算繁茂，御花园的花木依然透着旺盛的生命力。正是青春的世家贵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，4人一队围着一条椭圆形小径，袅袅娜娜走一圈，期间摆着造型，尽情展现自己的美。皇帝、太后、公主一家3口就遥遥坐在凉亭里，欣赏着他们的风情。贺兰慧少女心，爱攀比，每次来新人就她点评的欢快，母后中间的姐姐漂亮些。她是少女审美，只看脸，觉得脸漂亮就是真漂亮。太后不同，主要看身板，似乎身子纤柔了些。她更多考虑皇嗣问题，觉得女孩的身子还是要健康壮实些好，不然生养一关，有的苦头吃。贺兰慧却是想，也是，皇兄这么高大，换个柔弱些的，像那妖妃纸糊的美人花才没意思呢。说妖妃，妖妃就来了。桑宁来的时候是想走路来的，但走一半没力气了，就做了布辇。这布辇本就在他的月桑殿，使用也很方便，就是有些愚智了。在皇宫，除却皇室成员，只有贵妃以上的品级才能做布辇。她现在是亡国妖妃，品级不值钱，严格说来还真没资格做了。是以她坐着布辇来的时候，把在场的人都惊动了。那是谁？竟然用贵妃才能做的布辇，一身白，那是校服吗？谁敢在宫里穿校？是妖妃，我见过她。妖妃怎么来了？她好漂亮啊！就是一红颜祸水，她把燕国霍霍的亡了国，陛下竟然还没杀了她。参与选妃的世家贵女们都有了危机感。桑宁坐在布辇上，由太监抬着从他们身边而过，得以俯视着一群美女，心里那叫一个艳羡。哎，好多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狗皇帝有福了。不过他来了，狗皇帝这福气是别想了。第39章，自他一出现，他就满眼都是他。妖妃，是妖妃。贺兰慧第一个看到桑宁，随后就注意到了他的服饰，惊声道：
他穿的那是什么？一身白，还是出现在这种场合，太不吉利了。贺兰英正麻木地陪同太后选妃，对美色没兴趣的人多看一眼美人都觉得痛苦。后来眼睛一半眯着，都快睡着了。但一听妖妃来了，立刻来精神了。妖妃坐在布辇上，由着太监们抬过来，越来越近了。她视力好，清晰看到她那张俏脸，未施粉黛，白皙中带着几分病态的苍白，依旧我见犹怜的娇态，不复从前的红裙似火。今日的她一身白，寡淡的白，刺眼的白，更显得她羸弱不堪。许是布辇颠簸，她坐在上面，像是一朵风中飘摇的小白花，随时会颠落枝头，真娇怜的要人命。那是校服吧？皇兄，她竟然敢这么穿！贺兰会觉得妖妃来者不善，贺兰英也这么想，心提着，乱跳着。自她一出现，她就满眼都是她。只见新人笑，乃闻旧人哭。桑宁从不撵下来，蹙着眉，一副被负心汉抛弃的语调。陛下骗我身子时，跟我说心肝宝贝甜蜜劲儿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情比金坚，坚定一生，生死同学。他把情话说成了成语接龙，就很土，很俗，很辣耳朵。太后跟公主听了，纷纷接受不了，都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眼神看着贺兰英，像是在说，为了哄骗人家的身子，你太不要脸了。如果桑宁想让贺兰英丢脸，那他成功了。贺兰英扶着额头对母亲妹妹说，别听他的话，都是假的，他嘴里没一句实话。桑宁翻个白眼，直接啪啪他的脸，质问道，我说的都是假话，那陛下敢说自己没摸我的腰，没买我的胸，以及没撕我的衣服吗？他大喇喇说出细节，周边的宫人都听得低下头，生怕听到不该听的。太后跟公主也皱起眉，瞧着贺兰英，觉得她形象崩了。贺兰英被母亲妹妹这么看着，到底年轻还是有些羞惭的，奈何她还真都干过，一时竟然反驳不了，而她不反驳等同于坐实。太后跟公主看她的眼神跟看渣男差不多了。贺兰英心情复杂，这妖妃果然是来搞事的。桑宁继续控诉，陛下敢做不敢当，罢了，怪我亡国妖妃，身份低贱，哪里配得上陛下呢？陛下英明神武，天之骄子，何该配世间最好的女子？我不是，我先失心于陛下，又失贞于陛下，想想还曾蒙受着燕云帝的宠爱，实在对不起他，如今唯有一死，才能洗清我的罪孽了。说着就往一旁的柱子上撞，当然没撞到，半路被绿枝拉住衣袖，也被贺兰英挡住了。够了！贺兰英抱着他，在他耳边低喝，这么多人盯着，桑宁，你适可而止，听听他都说了什么。他的清白拜他所赐，真是毁得不能再毁了。桑宁依偎在他怀里，手指在他胸口不安分的乱摸，当然被贺兰英及时抓住，挣脱不开，摸不到硬邦邦的胸肌，占不到便宜，就抬起头，媚眼含笑，陛下，谈个条件呗。他要跟美男美女玩。贺兰英没直接拒绝，安抚着，你先回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桑宁听到后面那句话，脸色一变，眼里笑意褪去，不爽了，陛下，你要是聪明，就给我说些软话，我吃软不吃硬。贺兰英知道他脾气坏，会发疯，这种情况下还真不敢得罪他，就说了，不要闹，那些女人我不喜欢，都是用来平衡前朝后宫的。他也不知为何说了这句话，像是在表达他的心意，不该的，他何须向别人解释？桑宁不觉得他那是解释，反而像是在嘚瑟，好像他为他争风吃醋，无理取闹。他什么时候给了他这种幻觉？想想好气哦。你当我吃醋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桑宁表达自己的不满，我是看你不爽，凭什么你这边美女环绕，我那边一个男人影子都看不到？不公平！贺兰英，我也想跟你谈条件，你以后把我当贵客招待，另外少管我，尤其男女之事，我就把那笔钱的下落告诉你。他不在乎钱，只在乎美男美女。不可能！贺兰英直接拒绝了，让他看他跟别的男人寻欢作乐，除非他死。虽然他不会要他，但他也休想跟别的男人好。桑宁感知到他的意图，恶声恶气道，卑鄙无耻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贺兰英承认自己就是这么个想法，所以抱起他就走，当然走两步，朝着太后一躬身，母后，妖妃身体不适，朕送她回去，至于选妃一事，全凭母后做主。他对美色不感兴趣，无论选谁都可以。太后看到这里，何尝看不出皇帝儿子的心思？他根本就是哄着他玩，便是他给他选了妃子，怕是也不会碰。想想他以前的喜好，不喜欢吃的东西，无论别人说多好吃，都不会碰一下。而妖妃，他又亲又摸又抱，爱不释手一样。瞧瞧，自他出现，他眼里再无旁人了。不可以！站住！太后站起来，面色威严地喝住儿子，但看向桑宁时，又恢复了慈爱的笑容。哀家瞧着桑氏的精神很不错，
哪里就身体不适了？而且他才过来，怎么也得多坐会儿再走。来，桑氏，这里坐。桑宁听着太后的话，觉得他坐不住了，想出手搞他了。看来当着他的面跟他儿子亲昵，还是能刺激他的。那必须刺激下去啊！陛下，那点心不错，我要吃。他瞥一眼石桌上的各色吃食，随意寻了个借口。贺兰英听了没说话，示意王成去拿。桑宁不满，我要坐过去吃。今天好容易有心情出门，你别扫我的心。贺兰英想他整天躺着，好人也能躺得郁郁寡欢，便有些松动了。那你别乱说话，不然我立刻抱你走。桑宁点了头，不一会就被抱到了一个石凳上。他坐下来，贺兰英端着那盘点心递到他面前，他熟忍地拿起一块点心，小口小口嚼着，扫一眼那些待选的贵女，继续选啊，正合太后的意。太后笑道：桑氏，你来得巧，你眼光好，来替陛下长长眼吧，或许妖妃选的妃子能得儿子多瞧一眼呢。桑宁听了，不管太后打什么主意，直接问：那太后给我什么好处？太后没想到他会直接索取好处，愣了下，笑问：你想要什么好处？如果是求个名分，倒也未必不可以。赌不如输，儿子得到他后，对他逆位了，便有其他妃子的出头之日了。贺兰英不这么想，很怕桑宁要男人，就提醒了桑氏：太后面前不可造次。桑宁浑身反骨，怎么可能不造次？他看着贺兰英的眼睛，故作深情，一字一顿：太后，我想要陛下。贺兰英，这妖妃，他心里砰砰跳着，为他一句话而心潮澎湃，脑子则出奇的冷静。妖妃想要他，假话，定然是假话。太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点头说：前朝妃子入新帝后宫的例子也不是没有，你们既然有夫妻之实，倒也该给个名分。桑宁，别啊，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？她可是祸国妖妃啊，他不应该骂她白如做梦，哪来的狗胆忘攀高枝吗？失策了，大意了，这太后在狗皇帝面前太会做人了。桑宁没有给狗皇帝当妃子的兴趣，为了激怒他，立刻补一句：妃皇后不要。这一句话如同平地一声雷，炸得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这妖妃疯了，狮子大开口也没这样大啊。第40章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那妖妃说什么？她说她要当皇后，真是疯了。她怎么有脸说的？祸国妖妃，陛下没杀她，就是对她最大的恩赐了。陛下对她好好，还抱她，不会真的喜欢她，要给她皇后之位吧？听说她心狠手辣，燕云帝的妃子好多都死在她手里。我不要进宫了。贵女们惊作一团，有的都被吓哭了。其中出身潘家的贵女潘玉已经被留了牌子，以潘家的地位，品级也不会低，就把妖妃当劲敌了。陛下，太后，妖妃乃是亡国奴，今日一身校服，明显是为燕云帝守节，这也说明她没有归顺晋国之心。这样的人如何进陛下的后宫？万一伤及龙体，悔之晚矣。她是将门虎女，生得很有野性美，性格也飒爽国勇，在一众贵女里很有号召力。于是她开口后，很多被留牌子的贵女都附和了。潘姐姐说的没错，陛下，太后，妖妃曾在燕云帝的后宫残害后妃，有她在，我等实难心安啊。他们纷纷抵制妖妃入后宫，那祸水模样，后宫有她，皇帝哪里瞧得见他们？别说皇后位子了，就是嫔妃位子也不行。桑宁巴不得如此，立刻点头鼓励：你们很会说，再多说一些。贵女们，这是要记他们的仇恨。当着陛下太后的面就这般明目张胆，妖妃果然是妖妃。他们碍于妖妃从前的恶名，怂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嗫嚅不敢言了。太后看到这里，也有了拒绝的由头。桑氏，你也看到了，以你目前的德性，还得不配位。其实他也是有些不满的，觉得妖妃不知自己几斤几两，仗着美貌，行事轻狂肆意，不守规矩，却有红颜祸水的倾向。都亡了国，还不知反省，一开口就要皇后位，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那一身白，果然晦气。他越想越不满，看儿子时眼里也带了几分怒气不争，怎么就瞧上了这红颜祸水？陛下，这当皇后的条件，你记得跟他好好说说。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皇后的。她当年再受宠，燕云帝不也没封她为皇后？二嫁之身，亡国妖妃，还跟他儿子要皇后位，拿他儿子当冤大头呢。他被影响了心情，也没了选妃的兴致，扫一眼待选的贵女，摆了手：罢了，今日就到这里。没留牌子的送回家去，留了牌子的送去广秀宫学规矩。广秀宫是燕云帝选秀时秀女暂住的地方。是，谢陛下，谢太后。留了牌子的贵女盈盈一笑，谢了恩。陛下正年轻俊美，还是驰骋战场的大英雄，他们好多都是真的喜欢他。
谁家女儿不仰慕大英雄呢？那些没留牌子的贵女都含羞带怨地看着贺兰英，希望得到她的赏识。其中有几个贵女是后面参选的，因了桑宁的到来，打乱了选妃的节奏，就被影响了前程。他们恶狠狠瞪着桑宁，恨不得吃了他。桑宁感受到他们凶狠的视线，立即伪装一副无助弱小可怜的样子，娇滴滴道：“陛下，我好怕，你瞧，他们像是要吃了我。”贺兰英闻声看过去，那些贵女们立刻收敛恶意，露出了含情脉脉的眼神。但她相信桑宁的话，也理解贵女们的心情。妖妃太可恨了，她想着她的斑斑劣迹，讥诮道：“你会怕他们？你今天不就是来拉仇恨的？”桑宁，咦，被看穿了呢。狗皇帝的脑子就是好。热闹渐渐散了场，贵女们各归各处。贺兰英也准备离开，看桑宁还老实坐着吃点心，就问了：“玩够了没？”桑宁瞥一眼太后，明显感觉太后对他很排斥了，似乎是不想装下去了，就不舍得走了。哎，感觉距离激化太后的杀意就差一步了呢，那必须再接再厉了。因此他摇摇头，为太后倒茶：“太后，不瞒您，我一见您就觉得亲近，心里当您是我的母后，好母后，亲亲母后，您就教教我如何当一个皇后吧。”他极尽谄媚，装作一副对皇后之位不死心的模样。太后这会烦他烦得不行，直接说：“哀家头疼，改日吧。”他真的好想把他送去长照寺啊！这妖妃太挑战他的慈悲心了。太后扶着额头躲走了，桑宁拦也没拦住，只能把一腔真心发散在公主身上了。惠安妹妹，贺兰慧皱眉娇喝：“谁是你妹妹？你这妖妃，当我皇兄的妃子都不够格，还想当他的皇后？”他之前对妖妃是有些好感的，毕竟初见时他病恹恹躺在床上，据他说还是他皇兄折腾的，就对他有了些保护欲。但他今日太过分了，不仅贪心，还贪得无厌。他讨厌贪心的女人，你休想！就你这样的人还想当皇后，你做梦去吧！桑宁乖乖点了头，一脸受伤地说：“公主说的对，我应该去做梦，梦里好，梦里什么都有。”贺兰慧，他听得侧目，有些怀疑妖妃的精神状态，难道是被他骂傻了？哎，那个，我倒也不是那意思，你没事吧？他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。桑宁精准拿捏，苦笑着摇头：“没事，我很好，真的，我知道公主那么说也是对我好，多谢公主关心。”贺兰慧，他更内疚了，刚刚他说话好像是太重了。我不是对你这个人有意见。他挠着头，想着把话说得好听些，就你今天这事，做得很不好。你想当皇后，私下跟我皇兄说，哪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来？传出去影响很不好的。我不问政事，却也知道无论民间还是朝堂都很排斥你的存在，恨不得除你而后快。结果你这时候还敢觊觎皇后之位，简直是往刀口上撞。没错，我皇兄喜欢你，但正因为喜欢你，你要珍惜他，不能这样让他难做啊。这一番话听到后面，兄妹情倒是很感人。可惜桑宁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，还来了点小反骨。听听这规训女性要体贴牺牲的话啊。他摸着贺兰慧的脸，笑道：“我的小公主，姐姐呢，教你一句话，不要心疼男人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”贺兰慧，她的表情震惊到带了点傻气。桑宁觉得她傻傻的可爱，尤其她脸蛋还有婴儿肥，看得她手痒痒，忍不住就捏捏了。哇 ，Q 弹，手感真好。贺兰英一旁瞧着，本来随她逗着妹妹玩，直到看到她摸妹妹的脸，立刻皱眉抓住了她的手。桑宁，玩够了没？她讨厌她一脸色胚模样去触碰别的人，女人也不行，妹妹更不行。第41章，天下都是朕的，何来贪心一说？贺兰慧到了这一刻才明白，妖妃是在耍着自己玩，气得俏脸都红了。哼，妖妃，她气得走人了。桑宁摸了摸下巴，一脸无辜的吃点心去了。点心香软可口，就是太甜了。他扫了眼面前的几个茶杯，洁癖发作，没有喝，说要打道回府。贺兰英听了，便拉他起来。桑宁招手要做不撵，贺兰英没让，走吧，当锻炼身体了。桑宁撇嘴，不要，累。贺兰英笑，累了再做，不要娇气。说着，不等桑宁说别的话，拉着他就走了。桑宁身娇体弱，走得慢悠悠的，那速度跟乌龟有的一拼。工人们跟在后面走2步，要站好久，等妖妃往前走。真难为皇帝有那个耐性。贺兰英没耐性也不成，妖妃才走几步就喘起来了，那胸前起伏的像是在故意诱惑他。他皱起眉，提醒一句：“你能别喘吗？”那喘息害他浮想联翩，天知道他在梦里就这么喘的，一身热腾腾的香汗，脸红扑扑的，眉头蹙着，似快活又似痛苦。桑宁不知他满脑子的呜呜，以为他嫌弃自己喘息太重吵着他了，就不高兴了。我说要做不撵，你非让我走。
我要是能走，我能不走？我还想跑跑跳跳呢，我能吗？他停下来，不肯走了。贺兰英皱眉哄着，再走一会，坚持住。桑宁摇头，不要，累了。他回头看后面的工人，摆了手，示意要做步辇。工人瞧见了，忙抬着步辇上前来，但皇帝扫一眼过来，吓得他们又后退了。哎，陛下瞧着不让娘娘做呢。没有人敢违抗皇帝的命令。桑宁没得做，也不肯走，就席地而躺了。也是巧，他躺的地方是一簇花丛，花叶掉了不少，在地面上铺成一片鲜花地毯。他躺上去，鼻尖花香弥漫，透过斑驳的花丛，还能看着蓝天白云、飞鸟盘旋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。贺兰英不懂他的享受，觉得不雅，皱眉道：“起来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”那么一躺，衣服扯开，白嫩颤颤，太白了，偏他还一身的白。阳光投下的花影落在他身上，像是调皮的小精灵，活蹦乱跳着，勾引他的视线。天气太热了吗？他热得口干舌燥，浑身热血乱窜，额头滚下一颗又一颗的汗水。桑宁不知他的异样，对他的话全当没听见。当天空看腻了，就闭上了眼，没了视觉、听觉、嗅觉就灵敏了。他听到微风拂动花枝的颤动声，嗅到花丛根茎清新的泥土味，忽而脸上一痒。他睁开眼，原来是一只彩色蝴蝶落在了他的脸上。唉，怪他天生丽质难自弃，连蝴蝶都想一清芳泽呢。他挥手赶走了，不想没一会，蝴蝶又回来了，这次落到了他的手指上。万物通灵一般，蝴蝶感知到他没有杀意，在他的食指上自由地扇动着翅膀。他欣赏着，感慨道：“陛下还不如一只蝴蝶呢，连蝴蝶都知道占我的便宜。”贺兰英听了，直接讽笑：“蝴蝶占你便宜，你顶多赶走它；朕占你便宜，你得扒朕一层皮。”他还没占他便宜，就被他又打又骂，各种毁坏名誉。真占了他便宜，那他不得骑他头上撒泼。桑宁确信自己能干出扒狗皇帝一层皮的事，但他嘴上不承认。哎，我一个弱女子，陛下把我想得太可怕了些。我以为陛下这种战场拼杀的人最是勇敢无畏了，原来陛下这么胆小呢。他在用激将法。贺兰英一眼看穿，不为所动，冷哼着：“死心吧，激将法对朕没有用。”桑宁，他顿觉无趣，也不想逗弄狗皇帝了。贺兰英看他沉默，便蹲下来，把人捞起来坐着，低声问：“桑宁，3天了，朕给你3天时间考虑了，那笔钱到底在哪里？”这话题转得太快了，还好桑宁跟得上，就知道狗皇帝粘他粘到现在的原因不简单。陛下想要钱，还想要人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他坐起来，伸手点了点他的心脏，矛头直指他，既想要钱，还想霸占着他，完了还占着茅坑不拉屎。贺兰英不以为然，反驳道：“朕是天子，天下都是朕的，何来贪心一说？”桑宁讽刺一笑：“陛下这么想，倒有燕云帝的风采了。”贺兰英听他提燕云帝就怒了：“住嘴！你竟然把朕跟燕云帝作比！”桑宁丝毫不怕他的愤怒，一脸的淡然自若，诘问道：“为何不能作比？燕云帝也把天下看作自己的，想着便取天下之财物，奉养他一人。陛下也这么想，跟他半斤八两，没什么本质的不同，都是残酷的剥削者、压迫者罢了。”贺兰英皱紧眉头：“你这是在说教？从你一个妖妃口里说出这种话，还真是笑话。”桑宁笑了：“那陛下怎么不笑呢？是不会笑吗？”贺兰英笑不出来，因他知道他说的在理，并且他说的时候心里是很严肃的。妖妃有良知了，也会想着百姓了吗？你把话题扯远了。他把话题转回来，摆出现实的利益。桑宁，听着，只要你把那笔钱告诉朕，朕可以考虑放弃用武力攻占桑国，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。如果桑宁是原主，依旧对桑国爱意深沉的话，我一个濒死之人，陛下就别跟我谈爱国情怀了。我有生之年就想身边美男美女环绕。他俗的让贺兰英唾弃。贺兰英气死了：“你皇兄也不管了吗？”他胆子大，要来晋都贺朕登基大喜。桑宁，你觉得他敢来，朕会轻易放他走吗？他在拿原主哥哥的命威胁他。桑宁不是原主，自然不会受他的威胁。你们男人之间的争夺，休要牵扯我一个女人身上。他既然敢来，那就该做好回不去的准备。更何况我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没那个精力去操心别人的生死。你真心狠。我心狠，还是陛下欺人太甚？那笔钱我倒是想给，奈何陛下不想要啊。他说到这里，纳闷了，我就想不通了，陛下为什么不肯同意我的条件？我又不是不给陛下机会，事实上，陛下在我这里永远是我的首选呢。贺兰英冷哼：“是首选不是唯一，在我这里不值一文。”桑宁听乐了：“怎么？这话听着，我是陛下心里的唯一了。”第42章，娘娘，这上面淬了毒，
见血则封侯。贺兰英面色一僵，冷嗤道：“你倒是敢想。”桑宁还是笑：“是啊，我可敢想了。我想陛下喜欢我，伺候我，还想陛下夜夜求着爬我的床。”闭嘴！贺兰英脸红了，听不下去了，满眼的不可理喻。非礼勿言，你满脑子肮脏思想，怎么还说出来？世间女子装也装得冰清玉洁，结果她倒好，从里浪到外。但她何尝不是被这种毫不掩饰的浪荡深深吸引着呢？克己复礼的人，总要直面放浪形骸的人，一颗包裹密实的心才能被敲打出一条缝隙，继而释放生而为人的天性。桑宁还不知这个道理，仅仅人之濒死，率性而为。就像这一刻，含笑反问：“我不说出来，陛下怎么知道我身心对陛下的渴望呢？”他真的是时刻不忘撩拨他。贺兰英被他聊得心神大乱，为数不多的理智叫嚣着：“你没有心，你满嘴花言巧语，朕不同你废话。”他扫了眼工人，示意他们送他回去，随后丢下他落荒而逃。桑宁见他闪人了，想着自己今天陆续对走3人，战绩突出，心满意足，也打算功成身退了。绿枝，他叫绿枝扶起他，在他的搀扶下坐上了步辇。工人们抬着步辇直奔月桑店而去。桑宁下了步辇，说了那么多的话，还吃了甜腻的点心，口渴的厉害，一进店就先喝了茶水。茶水是凉的，他怕拉肚子吐出来，说要喝热茶。还好旁边炉子烧着水，取用倒也方便。绿枝给他重新泡了雪莲茶，然后倒了一杯，吹了一会，端到他面前。新煮沸的茶水太烫了些，绿枝吹了又吹，耽搁了好一会，才让温度降了下去。桑宁渴死了，接过来一饮而尽，有些烫嘴，其实烫的也不严重，但把他烫得清醒了，当即哎呦一声，说自己烫伤了，让绿枝快叫风雀移过来。对不起，娘娘还好吗？快张嘴，让奴婢看看。你看什么？你也看不明白，快去叫风国师来。是。绿枝不明真相，一边自责的大哭，一边跑去请人了。桑宁想叫风雀移来，是为了刺激狗皇帝，感觉狗皇帝离爬他的床不远了。他躺在床榻上，经过刚刚的玩闹，无穷无尽的疲累伴随着密密麻麻的病痛又袭来了。哪怕他美滋滋想着要在床上甩狗皇帝小皮鞭，也没减轻一些。好难受啊，他要难受死了。他蹙着眉，闭着眼，乌黑的发丝现在白皙如瓷的脖颈间，没一会被汗水浸湿了，粘成一绺绺，紧紧裹覆着他的脖颈，让他几乎难以呼吸。绿枝来人救，他难受极了，失了神智一般发出呼救的声音。一双手忽然捞起他，为他后背多垫了个枕头，将他抬高了些。桑宁以为是绿枝回来了，睁开眼就见一张清冷美丽的脸蛋，额间一点红痣，像是现代某音变装的女观音。随后有关他的记忆从原主记忆里闪出来，红蕊是奴婢。红蕊拿着帕子进了冷水为他擦汗。桑宁排斥他的触碰，拦住他的手，问道：“亡国那天你去哪里了？”不同于绿枝清澈的愚蠢，红蕊就是个心机女，原主那么多霍霍人的主意，一大半都是拜她所赐。可以说相比绿枝，原主更为信任她，但在亡国那天，她一大早就没了人。她去了哪里？现在出现是何目的？红蕊瞧出她的防备，清冷的脸变得落寞，眼里更是流露出受伤的神色。娘娘忘了吗？亡国那天您像是有了预感，安排奴婢去藏那笔钱啊。奴婢一藏好就回来了，可惜晚了一步，新帝已经入宫，当时宫禁森严，奴婢根本进不来，也是今儿新帝选妃，奴婢才跟着选妃的贵女们进来了。桑宁听着他的解释，半信半疑，是吗？他不是原主，不喜欢红蕊，也已经不相信他的忠诚，或者说红蕊更忠于桑国。是的，红蕊点头，一脸真诚，话音却是一转。不过奴婢在外逗留的时候，跟桑皇的人联系上了，他们给了奴婢一样东西。桑宁兴致缺缺，还是配合的问了，什么东西？红蕊从发间拔下一根红玉簪，簪子设计简单，簪手雕琢着一朵红梅，簪体别有设计，可拆卸。长长的红玉簪体里面裹着一根类似钢针的东西，闪着凌厉的寒光。娘娘，这上面淬了毒，见血则封侯。他把红玉簪重新组装好，交到了桑宁手里，继续道：听说娘娘跟新帝很亲近，可趁其不备，刺入他的眼中，必让他命丧当场。桑宁，原来是让他行刺啊！如果他是原主，便是行刺成功，谋杀了新帝，也得跟新帝一样命丧当场啊！桑皇真是个好哥哥，到现在还不忘推着自己亲妹妹去死呢。淬了什么毒？真的见血封侯吗？他拿着红玉簪拆卸开来，仔细欣赏着那枚包裹其中的钢针，渐渐有了主意。红蕊尚未察觉桑宁的异样，眼神坚定道：是，奴婢已经做了试验，刺眼是最快丧命的，看来是蓄谋已久呢。但桑宁不想刺自己的眼睛，他指腹摸着钢针，想着刺手指。
洪蕊见了，以为他在玩，忙出声说：“娘娘小心，切勿伤了自己。”桑宁看着他的关心，讽笑道：“这时候倒是担心我受伤了。刚让我行刺的时候，怎么不担心我受伤？罢了，你们以为皇帝那么好杀的？倒下一个贺兰英，还会有别人？天下一统，大势所趋，你们想桑国无虞，还是趁早归顺吧？”洪蕊听得满眼震惊：“娘娘此话何意？难道您看上了新帝，要投降晋国？”桑宁没解释，朝他一笑，下一刻直接拿钢针刺自己的掌心，鲜血瞬间涌出来。洪蕊看得大惊失色：“娘娘，不要！”桑宁看着流出的鲜血，渐渐合上掌心，握成拳，鲜血流得更快了，滴答滴答落到地上，在汉白玉石地面晕染一朵朵红色小花。然后他看着那些小红花，真像个妖精了，笑得妖里妖气。若是不能见血封喉，洪蕊，我可要失望了。第43章，桑宁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死！来人，快来人！洪蕊按住桑宁的手腕，满眼惊骇地朝外面大喊：“娘娘中毒了，快去叫御医！”绿枝正好把风雀仪请来，两人听到月桑殿的声音，直接跑了进来。娘娘，洪蕊姐姐！绿枝跑进来后，看着两人身上的血，捂住唇，叫出了洪蕊的名字。风雀仪看到洪蕊，扫一眼桑宁满是鲜血的手掌，还有地上染着鲜血的簪子，大脑迅速转动，问道：“什么毒？”他预感今日之事问题出现在这个叫洪蕊的女人身上。洪蕊花容失色道：“血剑液，确实极毒，滚下去！”风雀仪嫌他碍事，赶走人后，一手按住乱动弹的桑宁，一手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，封住他的穴位，同时拿出黑色的解毒丸往他嘴里塞。桑宁一直挣扎，不想被救治，也不想吃药，只想早些解脱了，但他力气太小了，最后还是被掐着嘴巴塞了进去。风雀仪，不要！他被迫吃了药，满眼的泪水与绝望，看风雀仪如同仇敌，咬牙切齿的凶狠：“我恨死你了！”风雀仪不说话，还在掐着他的嘴巴，动作很粗鲁，几乎把他嘴巴都撕扯得裂开了。绿枝端来了茶水，风雀仪接过来，二话不说往他喉咙里灌。桑宁被迫大口咽着水，呛得直咳嗽，许是气急攻心，呕吐欲上来，冲他的脸就吐了。风雀仪没阻拦，躲开来看他吐出一口黑血，缓缓笑了：“我说了，桑宁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死。”他那解毒丸是解百毒的，但血剑液的毒不一定能全解，顶多给他一些解毒的时间，但只要给他时间，他就能保住他的命。桑宁深知这一点，所以特别绝望：“滚！风雀仪，我会杀了你。有时候见死不救也是积德。他活得生不如死，唯有一死是解脱。疼吗？”风雀仪没理会他言语里的杀意，摸着他脸颊的淤青，刚刚形势紧张，为了让他吃药，他真的用了很大力气。现在看来，他半个脸都是他的掐痕跟指印，真凄惨啊，真可怜啊，想死都死不了。桑宁疼得说不出话，嘴角流着血，不知是他吐的血，还是嘴角被他撕扯流的血。他只知道自己很疼，脑子疼，嘴角疼，掌心疼，心脏疼，四肢百骸都在疼。他疼得在床上打滚，无力地哭着：“好痛！风雀仪，你是魔鬼！你们害我至此！”风雀仪冷眼看着他呼痛，其实可以给他开些止痛的药，但他忽然不想开了，让他多痛一些也好，人总要多吃点苦，提高下忍耐力，才不会随时想着死。他哭叫到后面没了力气，声音哼哼着就换了味道。风雀仪听得皱眉，目光从他起伏的曲线落到他满手的鲜血，便坐下来开始为他包扎掌心的伤。桑宁不领情，一次次抽回手，不想他碰自己。风雀仪也不生气，就很有耐心，随他折腾，大不了他收回手，他再拽回来就是了。桑宁来来回回没折腾一会就没了力气，但没力气也不影响他要报复。他伪装老实了，随他包扎好掌心的伤，然后轻轻喃着：“你过来。”风雀仪皱起眉，低眸瞧着他，叫我。桑宁点着头，力气更虚弱了，像是用气音在说：“你静些，我有话。”他的声音太低了，不靠近也听不清。风雀仪便凑了过去，几乎将耳朵都凑他唇边去了。他其实知道妖妃诡计多端，报复心很重，也猜测他想咬他的耳朵，也心生了防备，就是没想到他咬的是他的唇。桑宁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瞳孔，下一刻他舌尖抵开他的唇，嘴里的血水被他渡了过来。他刚吐了血，那血有毒，如今渡他嘴里，这是要杀他啊！还真是妖妃能干出的事，就是可惜了，他不知他研究百毒，早已百毒不侵。他没躲，随着他渡，那血水是血腥味，但血腥味之后似乎藏着他的气息，
甜香的、诱惑的，混在血腥里，滋生着罪恶与堕落。其实很想反吻回去，吻他，咬他，也把嘴里的血水反渡回去，但他控制住了，就让妖妃以为自己在报复他吧，不然以他小气巴拉的性格，能憋屈的再吐一口血。胡思乱想间，耳边炸开2个字：陛下。他下意识想推开桑宁，不想桑宁垂死病中骤然来了力气，像是就等着皇帝过来，抱住他的脖颈，对着他的脸又吻又咬，那模样像是饥渴到了疯狂。放肆！停下来！桑宁！贺兰英看到了，声声怒吼，气得脑子嗡嗡的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他们竟然做这种事！你完了，风雀仪，我会杀了你！借着贺兰英的手，桑宁温柔笑着，脱力一般从他身上滑倒下来。贺兰英也冲了过来，扶住他倒下的身子，瞪着风雀仪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风雀仪强作镇定地说：“救人。”他想救桑宁，但桑宁想杀他，先是用嘴里的毒血，再是用帝王的妒忌与愤怒。什么叫白眼狼？这就是了。事实上，贺兰英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，似乎愤怒到了极致，反而透着一种冷静。具体怎么回事？风雀仪看向不远处的红蕊，提醒着：“或许你该问他。”贺兰英也看向了红蕊，月桑殿的生面孔。之所以觉得生，是他早把月桑殿内外漂亮的宫女都调走了。这女人不会是漏网之鱼，那就是有心之人了。说吧，你如实说，朕或许会饶你一命，不关娘娘的事。红蕊见计谋不成，知道自己没有好果子吃了，刚烈如她，直接撞向了旁边的柱子。娘娘，奴婢对不起您，先走一步了。没有人阻拦，除了绿枝，但绿枝没拦住。不要！砰！红蕊一头撞向柱子，缓缓倒了下去。姐姐！红蕊姐姐，绿枝颤着双手爬过去，扶起地上的红蕊，看她满面鲜血，双眼紧闭，不知死活，眨着一双泪眼，看向床边的几人，哭着哀求：“陛下，封国师，娘娘，救救他，救救他啊！”桑宁其实有些羡慕红蕊的，想死就死了。世界上有比他可怜的人吗？连死都做不到。你……他抓着贺兰英的衣袍，想说些什么，一张嘴却吐了口血，随后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桑宁。第44章，他不能让他侮辱下去了。桑宁这次晕厥，又一睡不醒，躺了3天。这3天，风雀仪衣不解带的守在床边，为他扎针，研究新药单，亲自煎药。有那么一次，他的呼吸没了，真的差点死掉了。但他到底没死掉。最危险的时候，月桑殿进出医者无数，连民间的医者也请来了不少，动静大到太后都来了。太后想着妖妃大闹选妃宴时的精神奕奕，对比现在面色惨白，一动不动，如同死尸的样子，还以为自己曾经闪过的恶念发挥了作用。回去之后，念了一夜的佛经，隔天也病了。贺兰英得知消息，忙去探病。那时，御医刚诊了脉，就说了太后的病情。回陛下，太后娘娘无碍，就是心事太重，忧思成疾，引发了头疾。容臣开个药方，太后娘娘再注意宽心休养，便会好转了。贺兰英听了，放下心来，摆手让他下去开药方，煎药去了。等御医离开，就问了母后因何事而忧心，可否告知儿臣，也让儿臣为母后解忧。太后躺在床上，看到儿子这么说，便道：“你向来聪慧敏锐，真不知哀家的心事吗？”贺兰英沉默了，不知为何就想到了昏迷不醒的妖妃。说来，他这几天没像风雀仪那样整日整夜守在月桑殿，甚至没去看他几次，一心埋头政事，连上3天的朝，处理政事，颁布法令，连下好几项惠民政策，期间还去了一趟军营，慰问了士兵，同他们训练到了晚上才回宫。他自觉一点没有被妖妃的病情影响，也自诩是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。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母后，朕这几天做得很好。他想表明自己没被妖妃影响，哪怕妖妃死了，他也不会被影响。但知子莫若母，儿子异常的忙碌更让他忧心，他像是在害怕什么，所以不停用忙碌填补自己的心。是啊，太后抓住儿子的手，柔声说着：“你做得很好，比之前都勤勉。大臣们都说你是个好皇帝，但阿英，娘知道你心里不痛快。”他抛开太后的身份，以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心同儿子说话，想他朝自己敞开心扉。母子间有什么好遮掩的呢？他懂他内心的柔软与脆弱，也包容他这颗初识情爱的赤子之心。可惜贺兰英不想袒露自己的脆弱，也不想被人窥见自己的内心，遂朗声大笑：“母后多虑了，儿臣没有不痛快，儿臣很好。您怕不知道，那个叫红蕊什么的都供出来了，足有50万两白银呢。意外之财，意外之喜。”妖妃迟迟不肯说，他不还是知道了。他还想跟他谈条件，这下他什么条件也别想谈了。等他醒来，他会把他看管死死的，但凡他有一点自伤的苗头，他都给他掐死在萌芽状态。他别想死。
他也不会让他死的。够了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连哀家都要隐瞒吗？太后见儿子迟迟不肯敞开心扉，就很生气。你是怕哀家伤害他吗？哀家说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便是喜欢他，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喜欢。贺兰英没接他的话，油盐不进一般问，所以母后在忧心什么？太后说，我忧心你爱着他，却伤害着自己。贺兰英，他的感情已经外露到这种程度了吗？那他还真可怜呢。他收回手，扯了扯袖子，盖住自己有些颤抖的手，一本正经地说，母后多虑了，儿臣不会伤害自己的。太后见他执迷不悟，气道，既然不会，那也该让进士房准备起来了。贺兰英点头道，一切随母后的意。他太顺从了，过分的顺从往往意味着无声的反抗。太后叹气，更忧心了。你是皇帝，你不需要随任何人的意，反而是哀家想着一切随你的意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喜欢丧事，哪怕给他名分，哀家绝不说一个不字。但那丧事病弱之体，非长寿之相，你对他用情过深，终不是好事。想想你婶娘，她难产去世的时候，生生要了你小叔的命啊！贺兰家的人流着痴情的血液，从来娶妻，从一而终，他是真的怕。贺兰英还不懂他的恐惧，依旧是嘴硬的很。而臣志在天下，岂会被一个女人绊住腿脚？母后实在多虑了。太后见此，无奈了，也麻木了，摆手说，罢了，哀家话到此处，你好好想想，莫让自己留下遗憾。谨遵母后教诲。贺兰英站起来，躬身一拜，转身离开了。自始至终他都没松口，但是一出了太后的易安殿，就直奔了月桑殿。他何尝没听懂母后的暗示呢？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他想他趁着他还活着，好好爱他，莫要留下遗憾。可惜他真的多虑了，那枝花没心没肺，根本不喜欢他。他是皇帝，九五之尊，坐拥天下，万民敬仰，却得不到一个女人的真心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不能让他侮辱下去了。月桑殿，桑宁也确实没心没肺，一醒来看到蓬头垢面的风雀仪，就嘲笑了，风国师，你怎么成难民了？那满脸的胡茬，满眼的红血丝，头发还有些油，因为没打理，发髻松散，碎发凌乱，如果衣衫褴褛一些，真像个难民了。风雀仪正单手撑着额头小气，他已经3天没好好睡觉了，困倦的厉害，但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哪怕他声音很小，还是立刻醒来了。他睁开眼，果然看他醒了，一双狐狸眼恢复了从前的灵动狡黠，精神似乎也不错，很是高兴，哪怕被他嘲笑了，还是很高兴，你终于醒了。同时第一时间伸手给他把脉，确定他脉搏恢复了些，才接着说，没事了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他看着他笑，憔悴不堪的脸色反而显出一种腻人的温柔。桑宁也看着他笑，还阴阴笑着点了头，一张嘴却是语带杀意，是啊，谢你救命之恩，以后定要你以命相偿。第45章，强制爱才是真的爱。风雀仪并不把桑宁的狠话放在心上，像是逗弄他，还饶有兴趣地说，行啊，如何让我以命相偿，我拭目以待。桑宁气得抓起床边的枕头就砸他。风雀仪没有躲，接到手抛回床上，笑道，看来力气恢复了，恭喜娘娘了。桑宁抓起枕头再次砸向他，滚！风雀仪很听话，接住枕头再次抛回床上，真的就滚了。当然他并不是怂了，而是知道自己形象糟糕，都在他心里成难民了，自然要回去好好打理一番。他抬脚跨出殿门，跟公主贺兰慧遇到了。贺兰慧拿着几串糖葫芦正嚼着，看他的狼狈样，很是惊讶，差点噎着了。风国师，嗨嗨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风雀仪没解释，扫了眼他手里的糖葫芦，提醒一句，如果他想吃，就让他吃2颗，记住2颗，不可多吃。贺兰慧听了，下意识点了头，正想问妖妃怎么样了，就见他迈步走人了。他拿着糖葫芦进殿，瞧见绿枝正伺候着妖妃洗脸刷牙，惊喜道，妖妃，你可终于醒了，你再不醒，这皇宫就要血雨腥风了。他这几天留意着月桑殿的动静，皇兄虽然没常来看他，但请来了那么多的医者，可见还是对他很上心的。如果他死了，皇兄一怒之下或许会大开杀戒呢。桑宁洗漱好，喝着绿枝端来的雪莲茶，一眼瞧见贺兰慧手里的糖葫芦，顿时来了食欲，小公主，给我1串呗。贺兰慧不是小气之人，本来买糖葫芦也是给他吃的，就送他1串了。喏，给你，我生病时就吃这个，一吃就好了。不过刚风国师说了，你只能吃2颗。桑宁接过来，一边欣赏着糖葫芦的色泽，一边随口问着，2颗？确定不是2串？你听错了吧？贺兰慧摇头，一脸认真，没有，不是，就是2颗，我听得可清楚了。2颗吃个毛？桑宁咬下1颗，
觉得酸甜爽口，很好吃。本着贪婪享乐的性格，一串都不够他吃的，怎么可能吃2颗就罢休？尤其还是风雀姨的叮嘱，他更不可能照做了。公主莫听他的话，他就是故意报复。刚刚我一醒来，他就想亲我，我心里只有你皇兄，自然不同意。是以，他就看不得我快活。他随口扯谎，照旧往风雀姨身上泼脏水，最好刺激狗皇帝的怒意。虽然一时半会不杀他，整整他也行啊。贺兰慧不知桑宁的坏心思，听得满眼怀疑，是这样吗？可我听说你晕厥前搂着风国师强吻来着。其实听说来的画面要比他现在说的还刺激，比如妖妃强吻风国师，特别饥渴，嘴巴都亲出血了，还不罢休。桑宁不知贺兰慧所想，继续扯谎，不是，怎么可能？你瞧我这病弱身体，怎么可能强吻他一个成年男人？再说我心里只有你皇兄，如果强吻也是强吻你皇兄，怎么会强吻他？你难道觉得你皇兄比不上他？贺兰慧摇头，一脸崇拜道，自然不是，我皇兄是天下第一好男人，谁也比不上他。桑宁听了，笑着说了一个人，语气调侃，冯润生也比不上。贺兰慧听到心仪的少年郎，红了脸，犹豫一会，点了头，比不上，我皇兄最好了，他对你也很好，这几天担心死你了，你要好好珍惜他，这人就是个护歌狂魔。桑宁有心跟他拉近关系，配合地说，必须的，我一定珍惜他。他闲聊间快速把一串糖葫芦吃完了，生怕贺兰慧抢了去。而后看着贺兰慧手里剩下的2串糖葫芦，垂涎道，你再给我1串，等他来了我就强吻他。贺兰慧一个未出阁的少女，听他说要强吻自己皇兄，一时害臊的厉害。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张口闭口强吻啊？亲吻要双方情到浓处，水到渠成，那么美好的事，你强吻一嘴血，多可怕！想一想，哪有美感可言？太粗鄙了，跟野兽一样。桑宁听着他少女心的发言，直接反驳了，不是，强制爱才是真的爱。当然，你记住，是我们女人强制男人。小公主，我告诉你，对于喜欢的男人，就是要不择手段。如果是男人强制你，那别心软，直接踢蛋。贺兰慧更粗鄙了，他听到后面，俏脸红的似乎要滴血，瞳孔地震道，你非礼勿言。这态度简直是贺兰英的翻版，怪不得是兄妹俩，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，动不动就非礼勿言。桑宁朝他伸手，好脾气地点着头，非礼勿言，不过你拿1串糖葫芦给我，我就不言了。不行。贺兰慧后退2步，摇头不给了。风国师说了，你不能多吃。桑宁看他拒绝，心里烦躁，加之身体不适，就很想发火，但他忍住了，压着坏脾气道，我也说了，风雀姨知道我喜欢吃糖葫芦，就是故意报复我才那么说的。贺兰慧对风雀姨的为人还是有了解的，就摇头说，不，风国师不是那样的人。桑宁嗤笑，小公主，男人心，海底针，你还小，哪里能看出他是什么人？便是你皇兄，也是多副面孔，你信不信？贺兰慧摇头，反正不行。他也是偏执的，一旦认定某事，就不会更改。桑宁见哄不来糖葫芦，就打算换方法了。你真不给我吃？贺兰慧说，你今天不能吃了，我明天再给你带。明天就是画饼。桑宁才不听，见他不给，立刻哭出来，我要吃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是故意的吧？看我喜欢吃，就故意不给我吃。我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这样拿美食折磨我，你还让我珍惜你皇兄，将心比心，你就这样珍惜你皇嫂的？他为了一口吃的，恨不得1哭2闹3上吊，完了，还道德绑架。贺兰慧不是他的对手，一时手足无措，不知怎么做了。哎，你别哭啊。他心软了，看着手中的几串糖葫芦，也快要妥协了。就在这时，店门外看戏的贺兰英看到这里，迈步走了进来。惠安，不用管他，去玩你的。贺兰慧哪里有心情玩？他单纯心善，看桑宁哭了，很自责。皇兄，他哭了，我好像把他弄哭了。贺兰英道，没事，他哭一会就好了。你再不走，他哭完就骂你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可以说他是深谙桑宁的恶劣脾性了，但桑宁不承认。你污蔑我，小公主对我那么好，我才不会骂她。贺兰英冷声讽刺，不骂她就教坏她是吗？他还记得他之前的狂言浪语，简直不堪入目。第46章，他一张利嘴，简直对遍天下无敌手。桑宁知道他指的什么，就反问了，你堂堂一国之君，怎么还偷听人说话？这时候怎么不讲究非礼不言，非礼不听了？说到这里，又转向贺兰慧，你瞧，这就是你的好皇兄，面上一派君子风度，实则也有宵小之行，可见
你对男人的了解多肤浅。他一张利嘴，简直对遍天下无敌手。贺兰英气愤道：强词夺理，一派胡言。桑宁一听，继续争辩：你刚说我是教坏他，我那是教坏他吗？你们男人不就是这样的？你们遇到喜欢的女人，遇到想要的东西，不就是强取豪夺，不择手段？我再教他用男人的思维解决问题，以后才不会吃亏。不然，一国公主那么柔弱纯良，活该你死后唯一的外甥被潘家夺了皇位。贺兰英说不过他，也不想在妹妹面前丢脸，就说：惠安，你回去。贺兰慧看着他们剑拔弩张的气氛，小声劝道：皇兄，你们好好说话，不要吵架。桑宁冷笑：当我很想跟他吵，我才醒来，他就来触我眉头。贺兰英想着他刚醒，确实要静养，但听他说话句句带刺，就忍不住想还个嘴。你刚醒来就思路清晰，看来是大好了。桑宁讥诮：托你们的福，一时半会死不了。贺兰英皱眉：不要说不吉利的话。贺兰慧看到这里，确定皇兄不会讨女人欢心，便把2串糖葫芦塞他手里了，提醒着：皇兄，你也不要说那么冲的话，多说些好听的话，或者多笑笑，不要那么冷嘛。他想，他拿糖葫芦哄人，转头又对桑宁说：桑姐姐，我皇兄甚少跟女孩亲近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不喊他妖妃了，喊皇嫂也不合适，就喊姐姐了。桑宁喜欢别人喊他姐姐，脸色立刻就好了。乖妹妹，记得你的话，明天给我送糖葫芦。他今天的糖葫芦要吃，明天的糖葫芦也要吃。贺兰慧应了个好，就离开了。他离开前，还示意店里的工人都退下了。店里安静下来。贺兰英瞧着手里的2串糖葫芦，想着妖妃那么喜欢吃，也来了食欲，就也想尝一尝。桑宁看他要吃，感觉是在吃自己的肉，立刻说：不行，那是我的。贺兰英见他贪婪的俏模样，故意说：想吃，求我。桑宁特没骨气，当即就求了：哥哥，好哥哥，求你了，就给我吃吧。贺兰英大意了，妖妃就是软骨症，没一点骨气的。他不想给他吃，主要是风雀姨说过他身体虚弱，不能乱吃东西。他还记得，但话都说出去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不好食言，就伸出了一根手指，一颗。桑宁一听，瞬间翻脸：贺兰英，你这是侮辱人吧？一颗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贺兰英不惯着，板着脸说：爱吃不吃。说完，自己咬下一颗糖葫芦。桑宁觉得他是咬自己的肉，无比心痛，气道：你滚！贺兰英嚼着糖葫芦，觉得酸，不怎么好吃，也不知妖妃怎么馋这样，这是朕的地盘。桑宁一时处于下风，就抓枕头砸人了：滚！你滚！可惜力气不大，扔不了多远，就掉到了地上。贺兰英扫一眼，没有管，走到桌边的椅子处坐下来，一边吃糖葫芦，一边换了话题。朕知道那笔钱的下落了。他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就说这个，像是在刺激人。桑宁没被刺激到，闭着眼不理人。贺兰英见他不理人，颇有点唱独角戏的落寞，也没兴趣说下去了。店里又安静下来。桑宁背对着人，默默承受着病痛的苦，眼泪又流下来，但他不想被狗皇帝发现，太糗了。他可是要对男人强制爱的大女主，才不能嘤。但他好难受啊，脑袋胀痛，气闷无力，浑身沉甸甸的，像是坠入水中，完全的生无可恋。该死的风雀姨，他一定杀了他。挖去眼睛，割掉舌头，砍掉4肢，就做成人质好了。他脑子想着100种杀人方法，也没能带来想象中的爽感，反而越发难受，直哭得双肩颤抖。等贺兰英发现他的异样，把他肩膀搬过来，就见他满脸泪水，鼻尖红红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又怎么了？他控制不住的心疼，声音也放软了。桑宁看他软了声音，便知道他吃硬更吃软，当即拿眼泪砸他的心：贺兰英，我难受。贺兰英皱紧眉头，问道：怎么难受？桑宁竟然让他形容自己怎么难受，他是拿他的难受当乐子吗？他听得想骂人，语气也不耐烦了：你是没难受过吗？贺兰英顿了一会，摸着自己的心脏处，再抬头看他时，眼神有点迷茫：你说难受，我看你这样，现在心里很不舒服，算是难受吗？自然算的，这话还有点伤在你身，痛在我心的甜蜜，勉强算是甜言蜜语吧。但桑宁不信他的甜言蜜语，目光轻蔑，撇嘴说：虚伪，你才不难受，你要是难受，你就该把糖葫芦给我吃。贺兰英觉得他是变着法儿哄他糖葫芦吃，偏他还确实被他哄住了，分了1串糖葫芦给他：你吃这么多，如果不舒服，要及时叫风雀姨过来。桑宁接了糖葫芦，一口一个咬得欢，许是得偿所愿，许是男人低头，变得好说话了。知道了。贺兰英看他吃得欢快，莫名有点嘴馋：很好吃吗？桑宁瞥他一眼，像是看智障：不好吃，我会吃。我觉得太酸了。那是你觉得，我觉得。
他吃了糖葫芦，心情好了，人又行了，对人的功力也回来了。贺兰英刚看了他泪水潸然、郁郁寡欢的样子，这回看他喜笑颜开、生机勃勃，一对比，还是更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一个没忍住就捧起他的下巴，吻住了他的唇。这一刻算是妹妹所说的情到浓处，水到渠成吗？第47章，可怜桑宁只是想一逞色心罢了。桑宁没想到狗皇帝会突然吻自己，愣神间，嘴里的糖葫芦就被他抢走了，顿时觉得他变态死了，竟然到他嘴里抢食。他其实不排斥他的吻，如果自己没吃糖葫芦，果断抱着他吻，但他偏这时候吻上来，还夺他的糖葫芦，男人能有糖葫芦重要吗？为了这串糖葫芦，他真的是又哭又闹，费尽心思啊！你做什么？他气得推开他，眼神很不满。贺兰英被推开，恢复了神智，深觉自己昏了头，自责之余，强辩道：“你不是说要强吻朕？”桑宁是说过这话，但他说话从来不算话，就回怼了：“你也知道是我强吻你，所以你现在干的什么事？急不可耐催我强吻。”他对到这里，福至心灵一般盯着他问：“贺兰英，你不会喜欢我喜欢到情难自禁了吧？”“自然不是。”贺兰英嘴硬道：“朕只是想瞧瞧你有什么好，何来妖妃之名？”桑宁听了，随口一问：“那你瞧出来了吗？”贺兰英违心道：“不过如此。”实则妖妃嘴里甜香死了，不知是糖葫芦的酸甜，还是她舌尖的软香，反正让人欲罢不能。当然，她打死都不会说出来的。桑宁不知这些，被小乔也不生气，反唇相讥：“既然不过如此，那恭喜陛下不用当个守财奴了。”一直以来，狗皇帝对他的态度就像是吝啬鬼看守财宝，那叫一个小心谨慎，真的让他烦不胜烦。他还挺想狗皇帝对他失去兴趣的。如果狗皇帝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应该不会对他这样严防死守了吧？不仅不让他死，还不让他身边美人环绕。贺兰英听出桑宁的言外之意，立刻否定道：“休想！他得不到的东西，哪怕他不想要的东西，别人也休想沾染。”桑宁见他这个态度，很生气：“你有病，滚蛋！”贺兰英滚蛋了，不过滚蛋之前抢走了他手中没吃完的糖葫芦。桑宁没想到他会这么不要脸，占他便宜，还抢他糖葫芦，一时气得胃疼。不过原主这个病秧子向来浑身疼，就像是狮子多了不愁，也就没在意了。明明贺兰英之前提醒过，如有不适就让风雀移过来，他也没让，就在床上忍着，疼痛丝丝缕缕蔓延着，疼得他蹙着眉，出了很多汗。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？绿枝第一时间发现他的异样，很担心，立刻派人叫了风雀移过来。可怜风雀移才洗好澡，头发都没擦干，就急急忙忙过来了。他来的时候，一身白衣似雪，黑发湿漉漉披在后背，白玉般的俊脸，乌发红唇，目若点漆，确实有君子如玉、洁白无瑕的气质。走近时，身上还弥漫着一股温暖好闻的药香。桑宁早闻过他身上的药香，不知为何，今日的药香有些不同，只觉有镇定安神的效果，起码让他精神上有些舒服，就很贪婪，遂睁开眼，招手让他过来。风雀一看他脸色糟糕，在床边坐下，一边把脉，一边问：“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”桑宁不说话，看着他俊美的脸，一时颜值至上，动花花心思了。他余光扫了眼他诊脉的手，反手抓着了，还跟他十指交握，这握手姿势实在暧昧。风雀一压下狂乱的心跳，强作镇定地问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桑宁笑说：“跟你握手言和，不好吗？”风雀一求之不得，恭维一句：“娘娘大度。”大度的桑宁开始命令：“你躺上来。”风雀一以为自己听差了，什么？娘娘刚说什么？桑宁往床里面滚了滚，扫了眼空着的位置，重复一遍：“你躺上来。”风雀一，这是什么新的报复手段啊？他警惕心上来，脑子转开了，难道想他们共躺一床，然后传出去，刺激皇帝杀了他？好歹毒的心思！他不上当，义正辞严道：“娘娘慎言，这与理不合。”桑宁说：“你不敢，我一个病患，能对你做什么？无怪乎你身上的药香，让我觉得舒服，想着伴我入眠罢了。”风雀一听了，往衣服上嗅了嗅，确实有药香，许是他常年与药草为伍，衣服沾染了药香。不过很多人并不喜欢，不想他倒与众不同。不对，是不同还是诡计，还需要再看看。他想着，脱下雪白的外袍，折叠的方方正正，放到了他旁边的空位上。桑宁见了，皱起眉，觉得狗男人不解风情。他需要的是衣服吗？他需要的是男人。跟男人的衣物躺一起，像什么样？他又不是痴女。他不高兴，望着他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风雀一脸的理所应当：“这不是娘娘的意思。”“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”“那娘娘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你猜。”“我猜不出来。”“你是不敢猜？”
娘娘不可胡来，看来你猜到了。他翻了脸，用了激将法。风雀仪，你是个大怂蛋，明明喜欢他，但畏缩不敢表现，真是可怜。风雀仪无奈一笑，自然比不得娘娘勇敢无畏。桑宁惋惜道：我看错了你。风雀仪怅然道：我也看错了娘娘，竟然为了报复他，想出这般馊主意，真是一点不顾及形象了。他其实误会了，偏执地认为桑宁是报复心大于色心，可怜桑宁只是想一逞色心罢了。你滚蛋吧！他满足不了色心，就开始赶人。风雀仪不放心他的身体，再次询问：娘娘哪里不是？桑宁冷嗤：我看到你心里不是。风雀仪知道他说的是气话，便安抚道：娘娘不要拿自己的身体跟我置气，须知道最后吃苦的是自己，不值当的。桑宁还是不领情，冷声说：我想吃苦，与你何干？滚蛋！风雀仪没有滚，望闻问切一番，盯着他的小腹。娘娘刚吃了几串糖葫芦。桑宁没回答，心虚了，也知道自己是吃糖葫芦吃出问题了。原主身体病弱，肠胃不好，不宜吃太多刺激性食物，而糖葫芦是山楂，又酸又甜，都对肠胃有负担。风雀仪见他沉默，便知道问题所在，遂伸手按到了他的胃部。果然，桑宁疼得直撕气。你干什么？报复我？风雀仪叹气：娘娘稍后，我去给娘娘开些养胃的药膳。桑宁见他一如既往的关心，色心又蠢蠢欲动了。相比药膳，我更需要你。国师大人，躺上来吧，我发誓什么都不会做。他说着，把他的外袍推到地上，继续蛊惑。这外袍上的药香不如国师大人身体的药香，我想抱着国师大人休息，只要国师大人躺上来，我就浑身舒适了。第48章，他能凭他的爱意将他私有。后面的言语越发肆无忌惮了，简直不堪入目。风雀仪压着心动，当没听见，转身走人了。桑宁最终还是没能美滋滋的抱着风雀仪睡觉，他没了药香来安抚神经，侧过身，蜷缩成一团，疼得嘤嘤嘤哭。绿枝见了，就弯腰把风雀仪的外袍捡起来，折叠好，放到了他旁边的位置。温暖而好闻的药香入鼻，桑宁疼得没股气，转过身来，抱着他的外袍，嗅着上面的药香，哭着哭着睡去了。等风雀仪端着药膳回来，就见妖妃面对他蜷缩成一小团，像是柔弱无助的猫，抱着自己的外袍，漂亮的脸陷在外袍里，睡得无比安详。那卷翘的睫毛还有未干的泪珠，可爱的颤动着，鼻尖红红，小小的嘴唇也红红，整个人娇美的像是精致易碎的琉璃娃娃。原来他是真的需要她啊，哪怕是抱着她的衣袍，也能让她好受些。没有男人能抵抗这一刻吧？他抱着她的衣袍，像是抱着他这个人，那么依恋，那么痴缠，仿佛爱他爱到了骨子里。谁能得到他的爱？他能凭他的爱意将他私有。风雀仪自是喜欢妖妃的，没有男人不喜欢妖妃那张祸水脸，但喜欢归喜欢，就像是喜欢一只猫，得到手逗弄一番，甚至带着恶意，想要弄哭他，让他喵呜叫着求饶。如果得不到，那也就得不到了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但动心就不同了，风雀仪对妖妃的动心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他感觉到了妖妃迫切的需要，这种感觉让他上了瘾。他想有一天妖妃能沉醉而贪婪地抱着他，在他怀里睡得惬意、满足、安详，就像是此刻他抱紧他的衣物，像是离了他不能活。与此同时，这种担心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独占欲。他开始无法忍受他头上压着皇帝这座大山。皇帝现在还在跟自己的理智、帝王尊严做斗争，誓死不向妖妃低头。这是他的机会，他要抓住了。怎么抓住呢？需要好好谋划一番。风国师，绿枝看着风雀仪手里的药膳，小声唤人，询问着要不要叫醒娘娘。风雀仪回了神，摇了头，轻声说：他既然睡了，就让他多睡会儿吧。他说着，把药膳递给绿枝，吩咐着且放小厨房温着，等他醒来喂他吃下。是。绿枝应下，目送风雀仪离开。风雀仪走出月桑殿时，忍不住回头看了桑宁一眼，却见他抱着他的外袍，忽而张嘴咬住了，那一口像是咬在了他的心上，疼，好疼，或者是他的心跳太剧烈而跳得疼，真疯了，他浑身的血都在狂涌。这妖妃。桑宁一觉睡到天黑，醒来后吃了药膳，恢复了些力气，去洗漱，期间解决了生理需要，随后开始泡澡。他还是难受，想着在水里溺死自己，但绿枝盯得紧，不给他动手的机会。娘娘的好日子都在后面呢，千万不要想不开。绿枝低声劝着，扶他起来，为他擦拭身上的水，换上干净的寝衣。寝衣质地柔软，熏着香，但桑宁不喜欢这个香，就让绿枝去叫风雀仪配个药香囊，就是他衣袍上的药香味道。绿枝不知内情，觉得他抱着风国师外袍睡觉的事很暧昧，就问了：娘娘喜欢风国师吗？
桑宁点头，一点不遮掩，喜欢啊。他喜欢风雀仪的手、脸蛋、身体，但凡美的东西，让他精神愉悦的东西，他都喜欢。但他再喜欢他，也不影响他想杀了他。毕竟美男多的是，尤其他还难得班长一样不给他睡，他睡不到的男人，在他这里不值钱。绿枝不知桑宁的想法，满眼惊愕。那陛下呢？娘娘不喜欢陛下了吗？桑宁还是点头，喜欢啊。绿枝有点懵。那您说喜欢风国师？他问过之后，自己说服自己，您是喜欢风国师的医术吧？风国师医术确实高明，而且人也很温柔稳重。他自己也挺喜欢风国师的，也觉得他是个好夫婿人选。桑宁摇头，更正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不喜欢他的医术，我只喜欢他的人。”绿枝啊了一声，露出了 CPU 被干烧的表情包。桑宁被他的傻样逗笑了，反问道：“谁说女人只能喜欢一个男人？他是个可怜的短命鬼，自然要用有限的生命喜欢更多的男人。”这个大胆的想法，想想绿枝的接受程度，他就不说出来吓唬他了。一生一世一双人固然好，但真爱是奢侈品，普通人可遇不可求。小绿枝，你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，世间好男儿千千万，这个不乖咱就换，懂吗？哦。绿枝不懂，但大受震撼。桑宁在绿枝的伺候下躺回了床上，仅仅一场洗漱，明明是全程都被伺候着，但还是累得不行，一躺到床上又昏昏欲睡了。也许是药膳发挥作用的缘故，他乐意睡觉，唯有睡着了才有片刻的安宁。但这安宁不长久，他嗅到了陌生男人的气息，与此同时，胸脯、腰腹上都沉甸甸的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很难受，几乎透不过气了。他被压醒了，一睁开眼，就见身边躺着个男人，脑袋压着他的胸脯，手臂横在他的腰腹，透过月光，赫然是冯润生的脸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个小傻狗呢。他这么想，也这么说了：“小润生啊，你要是再不出现，姐姐都要把你忘掉了。”一句话气得冯润生低头就吻她的唇，她唇里有雪莲花的清苦味，但他还是喜欢，吻得越发热切，凶蛮，像是饿了几天的狗崽子。相比克己复礼的贺兰英，难得班长的风雀仪，冯润生是热情而贪婪的小傻狗，从来不掩饰对他身体的想法。第49章，恋爱脑是要挖野菜的。桑宁其实喜欢极了冯润生赤裸裸的玉，也很纵容他在他嘴唇、身上撒欢，但亲着亲着，一张圆润的俏脸闪入了他的脑海。公主贺兰慧是个好姑娘啊，虽然他们二人不是良配，也没有明确的定亲，但贺兰慧喜欢冯润生啊。尤其贺兰慧今天还给他送糖葫芦吃呢，他怎么能既吃他的糖葫芦，又吃他名义上的男人呢？桑宁想到贺兰慧，脑子终于恢复了短暂的清醒。不行，冯润生正亲的嗨，被拒绝，皱起眉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桑宁如实说：“你是公主的男人，公主待我不错，我不能沾染她的男人。她撩拨男人也是有原则的，有主的男人不碰。”冯润生听了，笑道：“你多虑了，我跟他没关系，未来也不会娶她，我这个样子也娶不了她。”桑宁摇头：“那也不行，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就行的。你们都快定亲了，不会定的。我跟家里说了，我不喜欢公主，不会娶她。”冯润生说到这里，伸出双手给他看：“你瞧，我爹娘打的。”那双手掌心缠着厚厚的纱布，隐隐沁着鲜血，显然伤得不轻。因他一直藏在衣袖里，他刚刚便没注意到，这回注意到了，就问了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冯润生苦笑着解释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我说不想娶公主，挨了一通打，罚跪了3天祠堂，今天才放出来。我一出来就偷偷来寻你，结果你倒好，说要把我忘了。”他在用苦肉计。桑宁很清楚，却受用了，娇声嗔一句：“傻子。”傻子低头埋胸，亲的热情，还咕哝着：“桑宁，我好喜欢你。”他是傲娇的，说出来觉得没脸，又忙改口：“我是说我的身体喜欢你。”桑宁感觉到了，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的身体是挺喜欢我的。”他一点不排斥冯润生的言论，自觉食色性也，他也挺喜欢他的身体，但喜欢归喜欢，为数不多的道德感还是让他感人了。下去。冯润生不肯，亲到嗨处还咬了起来。桑宁最怕疼了，当场就打他的脸：“轻点，从我身上滚下去！”冯润生还是不肯，放轻动作，讨好的亲亲他的唇，小声说：“你不是说给我治病吗？”桑宁提这个沉默了。也是哦，得给小傻狗治病，不然贺兰会跟他在一起，还是要过无性婚姻的。后面改嫁潘越，倒是体会到了女人的幸福，但潘越也心不小啊。虽然他后面没看了，但潘越得势，想也不会只有他一个女人。从来痴情女主薄情郎，恋爱脑是要挖野菜的。可怜的小公主，还不如跟冯润生在一起呢。冯润生如果不跟公主和离，
继而爆出身体问题，成为众人笑柄，也不会绝望到战死疆场吧？其实他本来不用死的，战争已经得胜，穷寇莫追，奈何少年人天性要强，非要杀掉骂他燕将的敌军将领，可不得落了个过冈一折的命运。可怜的小将军。桑宁想到这里，同情心发作，就随冯润生折腾了。冯润生感觉到他的纵容，就开始脱他的衣物，因为手上缠着白纱，很不方便，偶尔牵扯到手上伤势，还痛得丝丝抽泣。桑宁瞧他这没出息的样子，觉得很搞笑，就戏谑了：行了，我还什么都没做，你叫什么？他把他当女人调戏了。冯润生的脑子被下半身控制，没反应过来，还很单纯的解释：手疼，真疼，你给我吹吹。他把伤手捧到他嘴边，桑宁敷衍的吹了2下，便乐呵呵的幸灾乐祸，活该，他没心没肺的招人恨。冯润生又恨又爱，偏拿他没办法，就气呼呼的又吻他，还抢他的口水。他还不会亲吻，只顾着自己，粗鲁的很。桑宁讨厌他的粗鲁，一点不留情的拍他脑袋，低喝：再狗啃就滚蛋！小傻狗把他亲疼了，舌根都快被他嘬麻了。冯润生见他不是，只能放慢节奏，亲得黏糊糊的，同时胸膛剧烈起伏，喘成了小牛犊。桑宁被他粗重的喘息声吵得耳朵疼，就让他控制一下。你一个大男人喘什么？冯润生俊脸涨红，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呼吸，又热又喘，汗如雨下，像是无头苍蝇一般，不知如何解决混乱的情欲。帮帮我！他不敢胡来弄疼他，只能可怜的求助。他呼出热气，冯润生羞窘的伸手捂住他的眼，他觉得太丑态了，真是疯了，他怎么一点不害羞？是跟烟云地浪多了，身经百战是吗？醋意伴着戾气席卷了他，他眼里燃着火，恨不得烧死了他。桑宁不知危险，被冯润生的手蒙上双眼，看不到，讥诮道：还不好意思了，偷溜进来，往我身上扑的人不是你。冯润生被他说的没话说，残存的理智回来，好像是他理亏的。他收回了手，没再捂他的眼，胸腔里的戾气也消散了。男人都贪欢，这关头狗也知道不能得罪女人。桑宁却不打算放过他，一张利嘴不饶人，怎么不捂住我的眼了？都脱衣服干了，还怕我看了？这话太粗俗了。冯润生俊脸很难堪，你说话能注意些吗？这话算是触桑宁逆鳞了。桑宁最喜欢拆穿他们男人的伪善了，这回又嫌我言行粗鄙了，不雅了。老话说放下碗骂娘，他脾气上来了。冯润生几次中断，痛苦死了，只能一再放软身段，没嫌弃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桑宁冷哼着问：那你是哪个意思？冯润生无奈的叹气，就是不好意思。他面皮薄，喜欢他的梦浪，又吃不消他的梦浪。桑宁大概明白他的心情，觉得这就是少年人的可爱之处，白纸一般，由他这个小黄人涂抹色彩。这么一想，精神嗨了，人也笑了。你这就是没见过世面，姐姐这才到哪里啊？真对你做什么？你不是要羞得掉眼泪了？说来，让男人在床上哭，应该也很好玩吧？想着，他就开始玩了，叫姐姐。冯润生皱眉，什么？桑宁看着他，笑得又坏又妖。你没听错，对，就是叫姐姐。第50章，又菜又爱玩的就是他了。他对姐姐有执念。冯润生张着嘴，死活叫不出来。桑宁一副你不叫我姐姐就不帮你的态度。冯润生又急又羞，你耍赖？你说了帮我治病的。桑宁垂眸扫一眼，看着他病的源头，回道：我看你这病大好了。他说的特别轻松，却不知冯润生就是不行，才来寻他治病。在贵祠堂的几天里，一想起他，身体就生龙活虎有反应，但也就限于有反应，最后一桶冷水下来，一切如初，陷入新的困局。但这些太难以启齿了，他能说的也就是不行，我不行。但桑宁误会了，立刻竖起大拇指，夸奖他男人的雄伟，哪里不行了？很行，你很行。男人要自信，起码时间都比你们陛下长久不少。虽然知道贺兰英是故意缩短时间，但不影响他拿来笑话他。而这时被他念叨的贺兰英还在梦里回味那个糖葫芦吻，燥热的夜，萌发的情愫，铺天盖地的贪念。冯润生抓住他的手，让他帮他。桑宁没心软，偏执地说：叫姐姐。冯润生如丧考妣的叫了声姐姐，声音很低很低，像是蚊虫嗡嗡。桑宁见他一张脸快要滴血了，整个人热得要自燃，怕他死在他床上，也就妥协的帮忙了。时间确实长，累手。他娇气，很不满，你好了没？冯润生亲着他的唇，哄着他坚持一会。桑宁又坚持了一会，就觉得是酷刑了。你这时间，太长，也是个病。他轻声说。冯润生再次被迫中断，真的要气死了。你这人没一点责任心。他把人挖出来，瞪着他，
吓唬道：“桑宁，你再敢，我就动真章了。”他联系他才病好，都没打他身体的主意，仅仅是过了眼瘾、嘴瘾。桑宁看他这时间还真有点怂了，哎，又菜又爱玩的就是他了。别闹，我这身体真的会死床上的。他是病行凶，依旧是没心没肺。冯润生苦着脸问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桑宁一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冷淡：“你以前怎么办的？洗冷水澡？那你再去洗一次吧。”不要。冯润生拒绝了，不死心，瞅着他的身子寻找着可用的地方。别说，还真被他找到了。桑宁没拦着，随他肆意。他想发笑，又不敢笑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拒绝声中，因为憋笑，一时没控制住音量，就把旁边睡觉的绿枝惊醒了。绿枝之所以现在才醒，有冯润生的手笔。他一进来就给他闻了特制的迷香，这迷香为风雀仪所研究，常用来偷袭敌人大营，于敌军沉睡中收割人头，但有个缺点，时间仅能持续半个时辰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这一声吓得桑宁一跳。可怜冯润生没防备，身受重创，痛萎了。桑宁，我会死在你手里。他咬牙切齿，痛不堪言。桑宁闹归闹，也不想加重他的病情，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意外，意外，真的是意外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冯润生能拿不是故意的他怎么样？只能认栽。怎么有男人声音？娘娘，你在跟谁说话？这会月光不见了，屋子里黑得厉害，绿枝看不清，已经开始点灯了。当灯火燃起来的下一刻，一股邪风吹来，灯火灭了。绿枝继续点灯。桑宁一边拿被子盖住冯润生，一边说：“绿枝，我没事，你不要点灯。”但绿枝不放心，虽然没点灯，但很警惕，娘娘不会再做傻事吧？他害怕桑宁厌世而自戕。桑宁知道他的害怕，淡然一笑：“跟人偷情算是傻事吗？”绿枝惊道：“什么？”他还是点了灯火，看到冯润生躺在桑宁的被窝里，都傻了。你，冯小侯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下成了结巴。冯润生顺着桑宁的话说：“你没听你家娘娘说，我来偷情。”桑宁是亡国妖妃，燕云帝已经是个死人，他算是无主之人，但皇帝一副所有物姿态，管他管得严格，还不许他进宫。他现在穿着侍卫的衣物才混进的皇宫，确实有偷情那味道了。绿枝大惊失色：“你们？”桑宁淡定道：“绿枝，你出去给我看个门。”他还有话要跟冯润生说。绿枝，他很听话的出去了。等出去后才意识一点，他们偷情偷得这么理直气壮，真的好吗？他是胆小的，看到陈静带兵过来，不由得加大声音：“陈侍卫长！”他是想提醒店里的人，才喊得那么大声。陈静因为之前寻到桑宁，新升任御前一等侍卫，监管月桑店安全，这会正带兵巡视，也是巧，刚好带兵巡视月桑店这块区域，看到绿枝大声叫自己，忙带兵过去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娘娘？他知道自己一等御前侍卫的荣耀如何而来，全拜桑宁所赐，所以监管月桑店后，比谁都重视这位主子的安全。话没说完，就准备往店里去。绿枝忙拦住了：“不行，娘娘正在休息。”他的心态不好，想着店里的奸夫，一见陈静带兵要进去，就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僵硬，也就暴露出了异样。陈静向来谨慎，还以为桑宁出事了，立刻踹门进去了。店里灯火飘摇，照出一片光亮。桑宁坐在床上，拥着被子，相间半露，佯装睡醒，还打了个呵欠：“陈侍卫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陈静没想到桑宁衣衫不整，忙低下头，不敢乱看：“娘娘恕罪。”他后退2步，解释道：“属下见绿枝姑娘面色有异，以为娘娘有不测。”他知道桑宁身体不好，还有些冷漠厌世，之前就是借着毒玉簪自伤，险些出了事，因此不敢耽搁，就闯了进来。桑宁一直为他严密的监视而不喜，这话听了他的话，神色冷淡的瞥他一眼，不怒自威：“你看我像是有不测的样子？正睡着，被你吓醒了，滚出去吧。”“是，娘娘恕罪。”陈静躬身退下，还是心生警戒。一出殿后，就对殿门口的绿枝说：“你快进去吧，陛下有令，娘娘身边不能没有人。”绿枝点了头：“自我找不？我知道的。我刚刚就是见娘娘睡熟了，想着出来透透气，看到您一时紧张，就叫了出来。”陈静半信半疑，却也躬身道了歉：“是我冒失了，吓到了你跟娘娘，也不怪大人。”绿枝欠身回了个礼，迈步回了店里。一进去，关上店门，就见藏身房梁上的冯润生轻飘飘落下来。自家娘娘侧倚在枕头上，笑看着他说：“小润生，这里都是皇帝的眼线，偷个情也不方便，你敢不敢带我私奔啊？”绿枝，他是听错了吧？一定是他幻听了，不然怎么听娘娘要私奔呢？第51章，你没听错，
我要跟你私奔。冯润生也以为自己幻听了。你说什么？桑宁拖着下巴，懒洋洋打了个呵欠。你没听错，我要跟你私奔。在皇宫都是皇帝的眼线，还有风雀仪这个人形血包，随时给他点击复活，想死掉太难了。他必须换个环境死掉。如果能避开皇帝的视线，躲在冯润生的地盘，想死应该容易些了。冯润生不想他死，自然一口拒绝。不行，你这身体不行的。他虽然是勋贵之家，自觉能给他最好的照顾，但离开风雀仪的医疗帮助，很难保证他的存活。为了他的生命安全，私奔是不可取的。桑宁知道冯润生会拒绝，但他真的拒绝了，还是立刻翻脸了。没用，废物！冯润生，你个大怂蛋！他言语轻贱，一点不怕自己的言语挫伤人的自尊。冯润生听不得他说那些话，皱着眉解释道：我不是，我不怕谁，但你身体太虚弱了，我怕照顾不好你。等你身体好些，我就带你走，好不好？其实他何尝不想带他走呢？在这皇宫，前有皇帝动心而不自知，后有风雀仪虎视眈眈，他也压力很大的。只是这些苦说与谁人听？妖妃真是害他不浅。桑宁知道他的解释合情合理，但他不听，滚蛋！冯润生见他翻脸无情，很受伤，眼神黯然地看了他好几眼，想要听他说些好听的话，那模样就像是可怜的小狗狗被主人恶声恶气地驱逐门外，还一步三回头的不肯走，想着主人回心转意。只要他回心转意，他立刻就能摇着尾巴扑上去亲他。可惜桑宁没有回心转意，他躺回被窝，丝丝缕缕的痛在身体里流转，让他脾气更暴躁。你怎么还不滚？冯润生瞬间耷拉下脑袋，绝望了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匆乱的脚步声，抓刺客！快，抓刺客！刺客！冯润生迟疑间收回了脚，他知道外面的人不是来抓他的，但他一时出不去了。如果被抓到，他私闯皇宫也是重罪。那个有刺客，得等一等。他想借着刺客一事多留一会。桑宁懒得理会，闭眼睡觉了。冯润生见他没再冷脸赶人，心里一喜，就凑上前讨好的问：那个姐姐，你觉得那刺客会被抓到吗？他又喊了他姐姐，以为他会高兴。桑宁确实高兴，但还是冷脸以待，同时脑子转开了。刺客呀，他倒认识个刺客，于谭啊，也不知他现在如何了。或许当时该跟他走的，如果跟他走了，那么他现在坟头该长草了吧？怪他娇气，死前也不想颠簸流离受罪呢。手上忽然一阵湿热，他低头一看，冯润生半跪床边，正舔咬他的手指，黏黏腻腻的口水让他很不喜。他皱起眉，抽回手往他身上擦。你干什么？脏死了！说他是狗，还真当狗了啊！冯润生抓着他的手指，痴汉一样摩挲着，赞美着：你的手指真好看。桑宁听了，十分自恋地说：我什么地方不好看？原主娇养18年，脸蛋、皮肤、身材都是极好的，说是金尊玉贵的娇人儿，一点不为过。可惜再好看，也是朵纸糊的美人花，一碰就散架了。好看，都好看，你最好看。他痴痴点头，又想去舔咬他的手指。不知怎么说，他的身体像是住进了一头玉兽，叫萧卓想吃了他。手指也好，皮肤也好，哪里都好，他都垂涎着。啪！桑宁看他垂涎的眼神，抬手给他一巴掌，力道不大，像是在吊。清醒了没？冯润生的俊脸不妨挨了一巴掌，像是被打傻了，就愣怔看着他。桑宁看他那傻样，有点心虚，面上则很强势。不许你用那种眼神看我，热切的、病态的、疯癫的，反正看得他不舒服。冯润生听了，垂下眼眸，遮掩眼中过于赤裸裸的侵略欲。短暂的沉默，咣当，店门忽然被推开，在安静的店里便显得很突兀。冯润生闻声回头，看到一高大的黑衣蒙面男人，便知他是刺客，立刻就要动手抓人，就见对方拉下面罩，看向了床上的人。公主，是桑国的刺客，为了妖妃而来。冯润生满身防备，保持警惕。于谭没想到桑宁的店里会有别的男人，半夜3更，孤男寡女，顿时心里酸溜溜的。公主进来还好吗？桑宁正想他呢，现在见他来了，就招手了。你过来。于谭立刻迈步过去了，哪怕他床边站着晋国的先锋军大将冯润生。他听过他的大名，玉潼关就是他的成名战。当时他带500先锋军开到玉潼关，不巧跟燕军大部队遇上了，双方立即展开血战。虽然他这方兵力悬殊，但他悍不畏死，数次单人匹马冲入敌军阵营，以一敌百，冲散敌人阵型。后来一剑砍死燕军击鼓手，代替他擂了撤退鼓，一时间以少胜多，反败为胜，是个有勇有谋的人。但那又如何呢？
于谭无所畏惧地走向床边，在还有3步的距离，下跪道：“属下参见公主。”桑宁含笑招手：“小鱼儿，你再上前。”他看到他心情好，就给他起混名了，还觉得他来得很巧，正好让他替他完成一件事。于谭很听话地走到了床前，为此床前的冯润生就显得碍事了。他也不客气，直接道：“请让让。”冯润生看桑宁待他亲昵，显然是旧识，心里正蹙着，脸色很不好。桑国小奴也敢这么跟本将说话，所谓情敌见面，分外眼红。于谭对他半夜3更待在公主寝殿也很介意，脸色也很不好，说话更是不客气。亲本大将，鬼祟如贼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来吧，互相人身攻击。他们一言不合就开打，没有兵器，都是近身肉搏，砰砰咚咚的击打声听着都痛。不过痛不在桑宁身上，便一旁悠闲看热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吗？好像不够刺激呢。正这么想，就听外面人声喧嚷：“找到了吗？”“还没。”“陛下有令，务必抓住刺客。”“陛下来了。”“陛下万安。”一阵嘈杂声中传来贺兰英威严的嗓音：“愚蠢！那刺客必然是冲着妖妃而来，速速围住月桑殿。”桑宁：“确定了，狗皇帝来抓奸了。”第52章，朕也想你想的睡不着。2个奸夫比桑宁反应快，迅速藏好了。还很默契的藏到了床下。行了，现在压力给到桑宁这边，论如何在狗皇帝眼下巧妙的保住2个奸夫。娘娘怎么办？绿枝都急哭了。完了，完了！如果陛下知道娘娘店里藏了2个男人，一定会杀了娘娘的。桑宁听了，来兴趣了。真的吗？他知道了，真的会杀了我吗？那他可求之不得呢。本来还想保护一下2个奸夫，现在也没心情了。绿枝像是猜到他的想法，呜呜哭道：“娘娘不要，娘娘，奴婢不想死。”桑宁：“是了，狗皇帝如果要杀他，定然不会放过他的奴婢。唉，到底还是有了软肋。这个忠诚的小哭包啊！你起来，别哭了，别让你们陛下发现异样。”他压低声音叮嘱，砰的一声，殿门就被踹开了。桑宁面色如常，扬声道：“别哭了，我都说了，求我没用，想见你的红蕊姐姐，就去求你们伟大的陛下。”他随口给绿枝红肿的眼睛寻个解释。红蕊还被狗皇帝关着，绿枝跟他同出桑国，有感情，想为他求情，实属正常。贺兰英听到这话，确实没察觉绿枝表情中的异样。绿枝这时候也智商上线了，见到贺兰英过来，立刻扑过去抱大腿，嚎啕大哭着：“陛下，求求您开恩，奴婢跟红蕊情同姐妹，望您看在我们伺候娘娘多年的份上，饶了她一命吧。”贺兰英这会没心情管红蕊的事，冷喝道：“退下！”绿枝见好就收，瑟缩着爬起来，退下了。他离开殿时看了眼桑宁，见他淡然自若，便知他是有主意的。说来，他的娘娘自从亡国后就变得很有主意了呢，或者说变得很不同了。但为什么突然变得很不同？亡国了？受刺激了？他的智商也有限，没有细想下去。贺兰英喝退绿枝，没人抱他大腿，便直奔桑宁而去。同时，余光冷冷环视着寝殿，表情则很关切，言语甚至很温柔：“夜这么深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桑宁随口扯谎：“我想陛下想的睡不着呢。”贺兰英，这妖妃，小骗子！小骗子！桑宁伸出手，把贺兰英拉坐到床边，脑袋熟练地往他腿上躺。“陛下呢？夜这么深，陛下不也没睡？”贺兰英看他这悠闲样儿，像是午后晒太阳的猫，像是赌气，回一句：“朕也想你想的睡不着。”他也不是说谎，今夜照常做梦，除却跟他身体热烈纠缠，还多了那个糖葫芦味道的吻。因为确切品尝了滋味，在梦里便有了实感，让他更加疯狂。他开始贪婪地想，除了那个糖葫芦味道的吻，他的唇还有别的什么滋味呢？就像是此刻他的唇闻起来是什么滋味。他的眼神早落到了他的唇上，微微眯起了眼，似乎有些红肿。平时好像不是这样的吧？那个刺客啊！桑宁没想到狗皇帝会鹦鹉学舌，就问了：“是吗？那陛下说说是怎么想，我想的睡不着。”贺兰英自不会说出那些不道德的画面，就反问了：“你呢？如何想朕想的睡不着？”桑宁没他那么多顾忌，就随心所欲地说了：“我想跟陛下被翻红浪，想疯了，哪里睡得着？”他似乎忘记了床下的2个奸夫。冯润生握紧双拳，不可置信，他才从妖妃的床上下来，他竟然就想跟陛下被翻红浪，还想疯了？难道他刚在床上就把自己当成陛下了？不知不觉带入替身文学的小傻狗几乎要被虐哭了。于谭也被虐得不轻，果然公主喜欢上了新帝，为了他连母国都不要了。不可以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公主犯傻。那新帝一代英雄天子，哪里是常人能驾驭得了？可怜的公主定是被他那样的花言巧语骗去了。
冯润生也这么想，陛下竟然说出这么肉麻的话。在漠北之地流传妖妃事迹的时候，他们也听了。他那时可是说过男儿当霸业，红颜如枯骨之语的人啊，崩人设了啊喂！没想到陛下是这样的人，可怜的妖妃定然是被他那样的花言巧语骗去了。两个情敌目光对视，顿时同样感慨，同病相怜。桑宁不知床下两个奸夫的心理活动，继续说：陛下，暗封瑶烛夜红妆，彩凤屏为金寿香，妾似琵琶斜入抱，任君翻指弄宫伤。这是他在娘娘和听来的艳曲，倒是合了眼下的场景。贺兰英自然听得出他的撩拨，身心顿时躁动。瞧瞧，他都躺他身上来了，还向他肆意袒露身体，想他为所欲为。他便是宠幸了他，哪怕在床上弄死了他，也是他咎由自取。他太浪了，明明身体娇弱的下不来床，还胃口大的像是能随时吞了他。他不能如他的意，他没有心。野兽的娇够从来不是他所求。他又一次推开了他，谎言时间结束了。他的声音骤然变得肃杀：桑宁，你该说出刺客的下落了。谁不是演技帝呢？他之前的温柔都是假象。桑宁心里讽刺，面上则笑。原来陛下是来抓刺客的呀？这晋国是没人了吗？抓个刺客也能劳动陛下大驾？杀鸡焉用牛刀？堂堂皇帝亲自出面抓人，确实有失身份了。但实则是贺兰英有预感，那刺客定然是上次娘娘和意图救走妖妃的男人。他还吻了她。说到吻，他再次描上她的唇，这么红肿着，是那刺客的缘故吗？该死，真该死！愤怒在他的胸腔里翻滚。贺兰英越愤怒，面上越镇定。你说出他来，朕可饶他一条贱命。他不说谎，确实会饶他一条贱命，前提是他活得生不如死。桑宁不知他心里的想法，认真问了：陛下此话当真？他像是心动了。贺兰英摆出帝王的威严，点头道：自然，朕是天子，一言九鼎。桑宁像是信了，直接喊人了：冯小后爷，出来吧。贺兰英，冯润生，妖妃怎么喊他？难道刺客是他？冯润生也知道自己被桑宁利用了，整个人瞬间心态崩了。他竟然出卖自己保护别的男人，他们刚还在床上耳鬓厮磨呢，他还说给他治病，对他那么好，都是假的。所以爱会消失的，对吗？第53章，桑宁，你就是祸水，你真该死。事实是，哪怕桑宁的爱消失了，冯润生的爱也没消失。知道他想救刺客，也选择如了他的心意。他从床下爬出来，有惶恐，更有尴尬，也没看皇帝的脸色，直接下跪道：陛下恕罪。贺兰英已经先入为主的认定刺客是冯润生，哪里会想到床下还有人？他太生气了，智商也下降了。这会怒喝：你怎么在这里？冯润生如实说：臣来寻妖妃治病。他明知治病一词会激怒皇帝，还是选择说了出来。贺兰英想着治病的内容，心态就崩了。放肆！你贪于美色，还扯着治病的名头，滚出去！再敢私闯内宫，朕必重惩。他握紧拳头，艰难忍住杀意，不能杀，这是开国功臣。他才登基就杀功臣，还是因为妖妃？那些大臣知道了，唾沫星子能把他淹死。主要是他还想着开疆辟土，冯润生是一员猛将，杀了他那是自断臂膀，不能杀。他想着这些理由，才把人留住了，甚至没有小惩大戒。但冯润生像是知道自己的价值，得寸进尺地说：陛下，臣的病真的很需要妖妃，还望陛下开恩，请把妖妃赐给臣。如果妖妃过了明路，成了他的人，就可以带他离开了，哪怕他身体不好也不怕，安顿在府上，也方便求助风雀仪。他太乐观了，还高估了皇帝对他的忍耐度。贺兰英听他还敢请赐妖妃，只觉他在老虎头上拔毛，瞬间炸了。住嘴！你私闯内宫，殿前失仪，罪无可赦。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，杖责80杖则能要冯润生一半的命去。但冯润生一点不惧，还在跪求：陛下坐拥天下，富有四海，何惜一妖妃？臣2次求不得，陛下还如此恼羞成怒，难道是有私心？他这话算是踩贺兰英的痛点了。原来无论他怎么隐忍，他们都认定他对妖妃动了心，起了意。那他还要忍下去吗？他看着妖妃作为目前事件的导火线，倒在一旁悠闲看热闹，他心里一定在笑话他们吧？看他们像是猎狗一般围他互相撕咬，真不愧是妖妃啊！陈静已经带着侍卫们冲了进来，就站在冯润生身边，只需皇帝一句话，立刻就能拖了他去行刑。贺兰英瞧着妖妃，不甘心地说：你不为他求情？桑宁靠在枕头上，正悠然看好戏，骤然被点名，就很无辜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一个弱女子，身弱扶贫，自身都难保呢。他没心没肺的可怕，但可怕之余呢？贺兰英有阴暗的小得意，他谁都不爱，
自然也不爱冯润生。这么一看，冯润生单方面的痴恋就很可怜了。不过他一点不同情他，还借机刺伤他的心。这便是你要请赐的妖妃，你自己瞧瞧，他连为你开口求情都不愿意。冯润生瞧见了他的梁伯，在刚被他出卖的那一刻，就知道他是梁伯无情之人，心里也很受伤。但受伤归受伤，还是梗着脖子说：“他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臣强求了他，一切与他无关。陛下要治罪，就治我的罪吧。他中了邪一般不怪他，还怪起了自己，执迷不悟，死不悔改。”贺兰英真生气了，扫一眼陈静，喝道：“拖下去，打！给朕狠狠打！什么时候清醒了？什么时候停？”陈静应了声是，就让人拖了冯润生下去。没一会，外面就响起了板子的声音，砰砰，一下下很重，似乎敲在了人的心上。桑宁嘴上说着不在意，但真听到了板子击打肉体的声音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哎，他的小傻狗啊，那好好的身体可别给打坏了。贺兰英也不好受，冯润生跟他年龄相近，两人同在军营2年，亲如兄弟，他是真的不想伤他，奈何他一再顶撞，实在让他忍无可忍。这就是你想看到的？你让朕跟心爱的臣子反目，桑宁，你就是祸水，你真该死！他看着罪魁祸首，依旧是云淡风轻的祸水脸，仿佛外面的血雨腥风都跟他无关。太刺眼了，这妖妃太可恨了！你不该让她进来，在她亲近你的时候，你就该言辞拒绝，一巴掌扇过去。你不是最会打骂人了？或者你该叫侍卫，但你没有，你纵容了她。他说着说着，恨意就转变成了醋意。你们都做了什么？该死！你们背着朕都做了什么？他走过去，掐着他的下巴，盯着他的唇。他亲你了，还碰了你哪里？桑宁是懂刺激人的，你不敢碰的，他都碰了。一句话点燃了贺兰英的神经，他疯了，像在马车上一样疯了，又开始撕扯他的衣物，想要看他身上有无痕迹。桑宁没反抗，随他撕扯个干净。在他胸前有男人的咬痕。贺兰英看到了，妒忌疯了，不知羞耻。妖妃，这是朕的后宫，你竟敢秽乱宫闱！他的声音太大了，刺耳得很。桑宁一脸淡然的揉揉耳朵，回道：“陛下禁欲克制，便要所有人都跟您一样存天理，灭人欲吗？我是妖妃，性格浪荡，陛下又不是第一天知道。我给过陛下机会，逢迎邀宠，陛下弃我若婢女，现在一副受害者姿态，是闹哪样？我不是陛下的私有物，想跟谁放纵就跟谁放纵。陛下看不下去，觉得我秽乱宫闱，那就杀了我好了。”他还是一心求死的，这提醒了贺兰英，让他多想了。你是故意的？他撩拨冯润生，是想激怒他杀了他吗？休想！他冷静下来，拿被子盖住他婀娜起伏的身子。你越想死，朕越不会让你死；你越想放纵，朕越不会让你放纵。今日没防住冯润生，是朕的疏忽，你给朕等着。他经过这事以后，一定会加大防备。那冯润生是别想碰他一根汗毛了。砰砰，外面的行刑还在继续。忽而响起一阵女生慌乱的女声：“别打了，住手！都别打了！皇兄，皇兄，手下留情啊！”是公主贺兰慧闻讯过来求情了。第54章，就是贪图妖妃的美色，被她迷昏了头。贺兰英听到妹妹的声音，心里莫名涌出一股心虚。她杖责了妹妹未来的夫君，妹妹那么喜欢那小子，定然要心疼坏了。不过那小子也是该打，都有他妹妹了，还敢跟妖妃纠缠不清，说什么治病，他才不信他的鬼话。就是贪图妖妃的美色，被他迷昏了头。他这么想着，冷冷扫了妖妃一眼，示意他老实些，便迈步出去了。一出去就被妹妹扑抱住了。皇兄，皇兄，别打了，润生哥哥流了好多血。贺兰慧心疼得直掉眼泪。贺兰英就这一个妹妹，也是疼爱的，一边轻拍她的肩膀，一边提醒：“冷静些。一国公主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”贺兰慧听了，很快收敛哭声，问道：“皇兄为何要打润生哥哥？他犯什么错了？”贺兰英没回答，先去看了冯润生的惨状，确实是流了很多血，后背的衣服都被鲜血浸湿了，人也昏着，嘴角滴着血，俊脸惨白的吓人，也是40-50仗打下去，肉体凡胎怎么受得住？但冯润生是个硬骨头，愣是没求一句饶。明明他发了话，只要他清醒了，认个错，求个饶，他就不打他了。真是自讨苦吃。他皱起眉，一摆手：“罢了，抬去华阳殿，让风雀移过去给他看伤。”陈静听了，忙安排人照做。冯润生像是死尸一般被抬走了，染上鲜血的地面很快被清理干净了，除了空气里残留的血腥味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。贺兰慧顾不得询问内情，就跟着人去了华阳殿。转眼热闹的行刑之地就变得人影寥落了。
贺兰英还站在原地，仰头看着星芒稀疏的星空，问了句：“陈静，你觉得朕做错了吗？”陈静带着一批侍卫守在皇帝身边，回道：“陛下是天下之主，岂会错？他是无脑的追随者。”贺兰英喜欢这样无脑的追随者，心情也渐渐好了些。是啊，朕是天子，天子岂会错？所以是他们错了。冯润生错在不该打妖妃的主意，而妖妃错在不该聊别的男人。反正他没错。从今天起，不许冯润生靠近月桑殿一步。他下了令，回头看一眼店里的人，便甩袖离开了。今天这场闹剧传出去，要贻笑大方了。绿枝在皇帝离开后，忙把店门关上了。而店门关上的下一刻，于谭从床下爬了出来。可怜的贺兰英千防万防，还是百密一疏。他暂时还不懂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。公主，于谭爬出来后，冲着床上的人躬身一拜，谢公主救命之恩。桑宁看着他的俊脸，挑眉一笑，仅仅是口头上的感谢。他笑得很魅惑，像是在勾引人。于谭不敢这么想他的公主，觉得是对公主的玷辱，当然也不敢看公主的脸，就低头道：“但凭公主吩咐，九死不辞。”他说的铿锵有力，为主子而死，也是死士的追求与人生信念。桑宁听了，便吩咐了：“很好，你寻个时机把风雀仪杀了。”于谭，他今晚是来刺杀新帝的，认定新帝死了，晋国便完了，桑国的出头之日就来了。但杀一个医者，他很不解，公主何出此言？风雀仪乃是晋国的国师，确实位高权重，但也比不得新帝重要。桑宁没想这么多，就是出于个人利益想杀风雀仪，毕竟他也喊了很多次不付诸行动，多没面子。但理由是要给出去的，最好还是能激化于谭杀意的理由。于是他脑子一转，就说了：“他多次羞辱于我，这个羞辱就让人多想了。”果然，于谭一听就怒了：“无耻小人！看他一身君子气度，不想人面兽心。公主，你放心，属下必为公主报仇。”桑宁满意他的态度，却也提醒：“一切以你的安全优先，量力而行即可。”他不觉得于谭会杀掉风雀仪，但吓唬他一下也行的。风雀仪还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，正听从皇帝的命令前往华阳殿为冯润生看伤。路上，他从小太监口中得知了原因。冯小侯爷私闯内宫，去了月桑殿，陛下抓刺客，抓到了他。冯小侯爷跪请陛下将桑贵妃赏赐给他，陛下就震怒了。原来如此，冯润生夜闯月桑殿，以妖妃的浪荡，怕是纵容他爬了床，活该！真是打得好。风雀仪心里酸得很，不自觉放慢了步伐，想让冯润生多吃点苦。冯润生确实吃了大苦头，他趴在床上，人本来是昏迷着，随着工人为他脱下粘着血肉的衣服，终究还是疼醒了。皮开肉绽，疼痛入骨，便是战场受伤也没这样疼。死！他疼得抽泣，俊脸惨白，冷汗淋漓。贺兰慧看得很心疼，轻点，轻点，不要弄疼他。说话间，差点忍不住自己上手帮忙。他的心腹宫女燕翠忙拉住他的衣袖，小声提醒着：“公主，此间不雅，还是回陛下吧。哪有未出阁的姑娘看男人屁股的？”贺兰慧没意识到这些，便是意识到了，也不在意，直接拽下燕翠的手，让她去端些热水。燕翠见他不听，也只能出去端热水了。贺兰慧见热水来了，便捏着帕子进了水，拧干了，为冯润生擦去脸上的冷汗。冯润生的双手缠着厚厚的白纱，经过这场杖责，疼痛中攥紧拳头，伤口绽开，白纱也浸透了鲜血，看着特别吓人。贺兰慧小心翼翼扯下了白纱，看着他手掌的伤，又是一阵心疼。唉，他太不会照顾自己了，怎么受了这样多的伤？妖妃，姐姐，姐姐！低微的一语声从他嘴里传了出来。贺兰慧听清了后面的两个字，以为冯润生是喊姐姐冯秋华，遂吩咐道：“去通知晋国夫人。”是。燕翠点头，派人去了。他在店门口撞上了风雀仪，欠身一行礼，恭敬唤道：“风国师。”风雀仪点了头，迈步进来，直奔床边，看着床上趴着的伤号，有点幸灾乐祸。啊，妖妃的便宜是那么好沾染的，没脑子的人觊觎他，伤筋动骨的都在后面呢。第55章，真该让妖妃来看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子。贺兰慧见风雀仪来了，忙给他让开位置，催促着：“风国师，你快帮润生哥哥瞧瞧伤。”是，公主。风雀仪应了声，伸手按了按冯润生的腰背、双腿，这对重伤在身的冯润生来说堪比酷刑。冯润生疼得彻底清醒了，抬头看到风雀仪，眼眸湿漉漉的可怜。风雀仪，疼，你轻点。他疼的都要怀疑他是借机报复了。风雀仪确实有故意的意思，当然面上一本正经的很。公主不用担心，万幸没伤到骨头，都是皮肉伤，也就看着吓人。他对治疗皮肉伤身有研究，
研究的药膏对皮肉伤也有奇效，这会让人取来最好的一款药膏，交给了贺兰慧，吩咐着先清理血污，再抹药，辛苦公主照顾她了。她虽然深谙医术，但能动嘴就动嘴，轻易不动手的。也就皇帝受伤会亲自动手处理，像冯润生，他还没那个殊荣。好，谢谢冯国师。贺兰慧没想那么多，道了谢就给冯润生处理伤口了。冯润生不同意，公主不可。他一是出于男女有别，二是出于男人面子，觉得衣衫不整的自己很不雅。贺兰慧是个柔软的性格，这一刻出乎意料的很强势，有何不可？我以前也为你处理过伤口的。2句话堵得冯润生没话说了。以前他们还小，她是妹妹，他都没有男女之别意识的，现在人长大了，怎么能相提并论？尤其他现在还有了妖妃，也不能跟他有牵扯了。妖妃好像还很介意他跟公主的关系，说什么不能沾染公主的男人，是吃醋了吧？或许他也有一点在乎自己，只是他跟他的死士相比，到底是他信任的人，自然比他重要一些。冯润生如是想着，心里好受了些，连身上的伤都忘了。可惜当贺兰慧把药膏抹到伤口上，顿时火辣辣的，那叫一个疼。嘶嘶，他疼得怀疑人生。疼，公主轻点。贺兰慧已经放得很轻了，见他疼得冷汗如雨，满是鲜血的双手抓紧枕头，身体都在颤抖，一时间都不敢给他上药了。他记得冯润生不是怕疼的人啊。冯润生也这么想，所以就把目光投到了风雀仪身上。你不是故意的吧？他们是情敌，他还是从妖妃处而来，他怕是妒忌死了吧？他是对的，但风雀仪不承认，一脸的大公无私。冯小后爷，我这是最好的药，价值1000金的，你要是不想用，那就让其他御医来吧。如果你想卧床休养10天半月的话。冯润生正是年轻好动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在床上躺半个月？只能苦兮兮问了，那你这样呢？风雀仪自信道，3、5天时间保你生龙活虎，几乎缩短了1倍的时间。所谓长痛不如短痛，冯润生只要咬牙忍了，那就多谢风国师了。风雀仪摇头一笑，不用谢，1000金，我会派人去府上收账的。冯润生，1000金？他惊了，你是来抢劫的吧？虽然他们家底深厚，也经不得他这样勒索呀。他很生气，风雀仪，咱们相识一场，你这样对我罢了，不谈旧情，你的医者仁心呢？你是奸商吧？风雀仪如桑宁所想，就是一朵黑心莲，面上则很无辜。公主，您瞧瞧，我好心为他治伤，他还不领情，还说陈氏奸商，真是寒透臣心啊。贺兰慧看不出他是一朵黑心莲，也觉得冯润生失礼了，忙道，风国师，他是疼得昏了头，你莫要跟他一般见识，1000金就该1000金，这天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劳烦国师大人出手救治的。这话在理，便是冲锋雀仪国师的身份，请他出手救治也价值不菲。嘶！冯润生还在嘶嘶抽着气。风雀仪看他疼得龇牙咧嘴，面目狰狞的狼狈样子，心道，真该让妖妃来看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子。枉为男儿啊！可怜的冯润生就这么疼得一晚上没睡着觉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得知消息的冯秋华进了宫，他在华阳殿看到了伤痕累累的弟弟，而弟弟疼得凄凄惨惨，让他很心疼。陛下怎么这般心狠？冯秋华长姐如母，爱弟心切，便有了怨念。燕云帝在位时，他没能保住弟弟，害得他差点受了宫刑。新帝即位后，他还是没能保住弟弟，让他受了这么重的伤。他又心疼又生气，晓得内情，一时又怒又恨，都怪那妖妃。他2次害你，其心可诛。你等着，我必杀他。他再次动了对妖妃的杀意，也没耽搁，迈步就要走。冯润生见了，忙拉住他的衣袖，姐，不关他的事，是我私闯内宫，对陛下不敬，陛下才杖责我的，真不关他的事。冯秋华不这么认为，你傻了？若非他有意勾引，你怎么会这般荒唐行事？他就是红颜祸水，陛下也被他迷昏了头，竟然对你下这般重的手。你们都被他迷惑了，再留着他，君臣反目，妖妃祸国之日不远矣。他越说越觉得危险，妖妃不愧是妖妃，这才安分几天就又霍霍人了。不是，姐，你误会了。我没有误会，润生，你已经中他的毒了。他拽下他的手，就大步往外走。冯润生不顾身上的伤痛，忙下床拦人，姐，不要伤他。他身体虚弱的厉害，一下床走动，牵扯到伤口，更是疼得头晕眼花，双腿发软，还没走几步就跪到了地上。冯秋华见他狼狈跪下，所过之处地上都是滴落的鲜血，刺眼的红，忙回身扶起他，喝道，你是活腻了，立刻回去趴着。冯润生满面憔悴，摇头道，不，姐，你答应我，绝不伤他。冯秋华看他半死不活，还挂念着妖妃，更加坚定了杀意，但面上不显，
还轻声哄着：“好，好，我不杀他，你快回去趴着，我去见下风国师，问问你的伤。”不行，你不能走。冯润生疑心他是脱身之计，一离开就要去杀妖妃。冯秋华暗恼他防备自己，只得改了口：“那我让人去请他来，行吧？”冯润生委婉拒绝：“我没事，我已经抹了他的药，说是3-5天就好。”冯秋华听了，确认道：“风国师这么说的。”好。冯秋华把他扶到了床上，没再提杀妖妃的事，而是掀开他的衣袍，检查他的伤。如他所想，刚刚那一番活动又加重了伤势，便重新为他清理血污，抹上药膏。等忙好，工人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药，说是风国师开了补泄气的。冯秋华一听风雀仪开的药，立刻接过来为冯润生喝了。冯润生喝了药后，跟冯秋华闲聊了几句，没一会就又有些犯困，可能是伤口疼得麻木了，疲累感席卷而来，让他眼皮沉甸甸的，几乎要睁不开了。他太困了，但临睡前还不忘叮嘱着：“姐，不要伤他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。”冯秋华听得心寒：“你这是要妖妃不要我这个姐姐了吗？”冯润生没回答，昏睡过去了。冯秋华看着他的睡颜，伸手抚了抚他脸上凌乱的发丝，眼神很温柔，说出的话很冰冷：“可润生啊，你便是恨我，不原谅我，姐姐也不能眼睁睁看你一错再错了。”他说完，站起身，拔下头上尖利的簪子，紧握掌心，眉眼冷冽，视死如归一般走了出去。他今日必杀妖妃。第56章，他真是为他操碎了心。桑宁昨儿没睡好，今儿脸色很糟糕，病痛也在折磨他脆弱的神经，对他来说，今天依旧是想死的一天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绿枝端来一碗黑乎乎的药。桑宁躺在床上，郁郁寡欢问一句：“是安神助眠的药吗？”他现在只想一睡不醒，也只想喝安神助眠的药。绿枝听了，果断扯了个善意的谎言：“是呢。”其实不是，这药是补身体的，但他看出桑宁更喜欢喝安神助眠的药，就那么说了。果然，桑宁一听是安神助眠的药，就接了过来，咕咚咕咚积极喝完了。绿枝见他喝完，接了碗，转交旁边的宫女，就提议了：“娘娘，今儿天气晴好，要不出去散散步吧？”桑宁知道晒太阳能消毒杀菌，但他懒散散，一点不想动弹。不要，我都喝了药了，一会就睡觉了。绿枝听得心里发虚，就不说话了。桑宁闭上眼，等着睡意到来，但他失望了，半个时辰过去了，还是没睡着，脑袋神经突突跳的疼，就像是越想睡越睡不着，不仅睡不着，还多了焦虑，加重了脑部负担，更显出一种沉甸甸的钝痛感。胸闷气短，依旧如影随形，怎么躺着都不舒服。他扶着额头，紧蹙眉头，吩咐了：“绿枝，我睡不着，你再去端碗药来。1碗药没效果，那就来2碗，反正他要睡觉，一睡解千痛。”绿枝听风雀姨说过，那药不能多喝，喝多了就虚不受补，反而对身体不好，自然不敢给他再端1碗，就寻了话题，转移他的注意力：“娘娘，既然睡不着，那就出去走走吧。今儿是玉妃娘娘的生日宴，太后做主，请了戏班子来给她庆生，可热闹了。”桑宁听到了关键字眼：玉妃娘娘，他才想起自己还没了解狗皇帝的妃嫔呢，也不知道找个茬儿能不能激起他们的宫斗热情。以他的智商，但求不活过3集。绿枝不知他的心思，就解释了：“是潘家贵女潘玉，昨儿获封了玉妃。”桑宁点了头，又问：“都还有谁？”绿枝便一一介绍了：户部尚书崔家的贵女崔雪莹获封银嫔，兵部尚书董家的贵女董香怡获封仪嫔，御史大夫程家的贵女程子惠获封惠昭仪。晋国沿袭了燕国的嫔妃制度，皇后、贵妃、妃、嫔、昭仪、昭容、婕妤、美人等。桑宁思量着，首先觉得狗皇帝给妃嫔的封号一点不走心，其次严格按着家世给位分，真的是不偏不倚，没一点个人喜好。所谓帝王宠爱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狗皇帝如果一直这么秉持公正的话，怎么刺激他们的宫斗热情？哎，他真是为他操碎了心。绿枝不知桑宁的心思，见他满面愁容，就劝了：“娘娘不要伤心，您看看他们这封号都是从名字里取的，可见陛下没多在乎他们。算来妃嫔们进宫也有几天了，陛下一个都没有宠幸，可见他心里只有您呢。你多想了，他心里谁都没有，只有江山。”桑宁心里这么想，面上则哀怨地说：“哎，陛下心里有我又如何呢？都这么久了，你家陛下不也没爬上我的床？”绿枝自我说服：“那不是娘娘身体不好吗？昨儿才醒来，陛下哪里舍得折腾娘娘呢？”桑宁讥诮：“他不舍得折腾我，我倒舍得折腾他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撑着虚弱的身体下了床，准备出去找茬儿。宫斗剧他来了，不想1步3喘气，才龟速一般走出店门，就见冯秋华气势汹汹走了过来。哇哦，好熟悉的杀意！他两眼一亮，
来精神了，立刻推开绿枝的手，笑眼盈盈迎了上去。晋国夫人，好久不见啊！昨儿冯润生为我挨了杖责，还好吗？他假意关心，实则是刺激冯秋华的杀意。冯秋华疾步走来，握紧簪子的手掩盖在长袖里，远远见妖妃还敢问自己的弟弟，杀意更加汹涌。他不说话，眼神冷肃，等走到妖妃面前，直接袭击她的脖颈。去死吧！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，还没喊出来，就见桑宁的身影直接倒下来，就很猛。他可什么都没做，妖妃这是碰瓷。实则是桑宁本想着迎向死神，结果身体不争气，眼看着到了冯秋华身边，体力不支，双腿无力，就软倒了下来。但倒下来也不影响他杀人。冯秋华顿了片刻，很快反应过来，看着倒在地上的妖妃，蹲下来继续刺了过去。但已经晚了。娘娘，小心！绿枝本就提防着冯秋华，毕竟这人亡国那晚就差点提剑砍了桑宁，是以他一见了冯秋华就高度戒备，更在他行凶时快速且精准地扑到了桑宁身上。陈静带着侍卫们跟随保护桑宁，一见这危机，立刻就出手制住了冯秋华。夫人不要冲动。我不冲动，我很冷静，我就是要杀了这个妖妃。你们放开我！冯秋华跟他们打斗，没有武器，就用手中的簪子，结果直接被陈静掐住手腕，只觉手掌一松，簪子就落到了地上。桑宁还倒在地上，看着落下来的簪子，正想捡起来，就被陈静一脚踩住了。娘娘不要做傻事！陈静掐着冯秋华的手腕，远离了桑宁，同时示意绿枝把桑宁扶起来，然后才向旁边的侍卫下令，速去通知陛下。晋国夫人意图行刺娘娘。冯秋华见此，知道刺杀妖妃失败，又气又恨。陈静，你竟然保护这个妖妃，你忘了她所犯下的罪孽吗？陛下被她迷惑，你们不想着劝解陛下，还跟妖妃沆瀣一气。你们这些佞臣，燕国教训犹在眼前啊！这妖妃留不得。她自诩正义，是在挽救晋国。陈静听了没反驳，只肃然道：晋国夫人，这里是皇宫，陛下的皇宫，不是燕国的皇宫。您僭越，何止是僭越，在晋国的皇宫嚷嚷着杀人，简直是谋逆的大罪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您发泄私恨之前，想想冯家。他暗示他不再是燕国的皇后了，这皇宫不是他的后花园了。冯秋华恢复了理智，但依然恨恨瞪着桑宁，说了半天，你就是要保这妖妃。桑宁这会被绿枝扶着站起来了，看着狼狈的冯秋华，掐着嗓子，阴阳怪气刺激人，可不是呢，一个个都爱着我，保着我，想死都死不掉呢。他是懂火上浇油拉仇恨值的。冯秋华被他气疯了，妖妃，你等着，终有一天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第57章，踩着朕的脸，扬你忠君爱国的名。桑宁是相信冯秋华这句话的，原主变成了人质，可不是生不如死了，所以他还是要在这之前死掉啊。行啊，我等着你来杀我。他眼神轻蔑，冷哼道：你这废物点心也就敢在嘴上逞威风了。冯秋华气得眼睛通红，真是咬死他的心都有了。桑宁有那么一瞬间真感觉被他咬断了脖子。好吧，如果冯润生是一只小傻狗，那冯秋华就是一头失去公狼的母狼，为了护崽儿，有一股子不惜同归于尽的血勇。他真的太坏了，瞧把人欺负的。算了，没意思极了。他没了出去找茬的兴致，就慢吞吞回店里了。才躺到床上，就听人喊：陛下驾到。他其实懒得应付狗皇帝，闭上眼就装睡了。贺兰英不知这些，先在殿外审问了冯秋华为何这么做。冯秋华跪在地上，背脊挺得笔直，一派傲然姿态，回陛下：妖妃致使君臣失和，徒增笑柄，罪该万死。臣杀他，乃是为国为民除害。好一个为国为民除害！贺兰英料到他是这个由头，冷笑一声，反问：今日你敢为国为民除害，明日是不是就敢清君侧？这是一顶造反的大帽子。冯秋华还没这个胆子，背脊立刻就弯了。陛下明察，臣绝无此意。贺兰英冷笑：你是什么意？朕已经明察了。你说妖妃致使君臣失和，徒增笑柄，你现在算什么？踩着朕的脸，扬你忠君爱国的名。少年天子不怒自威，言语犀利，句句刺中冯秋华的心。冯秋华今日确实冲动了，没有考虑到皇帝的脸面，一时无言以辩，唯有低头请罪：臣罪该万死，还望陛下恕罪。贺兰英像是没听到他的话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继续问：你弟弟私闯内宫，多次忤逆朕，朕念及他的功绩，杖责一顿，小惩大戒，怎么就君臣失和了？一顿板子，你们这君臣情就给打断了。这话是暗示他们的忠君爱国之心很脆弱，很虚伪。冯秋华听到这里，更加无言以辩了：陛下恕罪。
他从今日起算是怕了皇帝这张嘴了，当然也是打心眼里佩服皇帝的能力，不仅武能打天下，文也能打天下，尤其是这张嘴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不愧是英雄天子。可惜如此英雄天子偏遇上了妖妃，他能看破妖妃这道情关吗？想到妖妃，他也找到了话题的重心，遂磕头道：陛下，臣今日之举实乃居安思危，为国家社稷着想，还请陛下宁可错杀1000，不要放过一人。他就是想杀妖妃。于是一磕头一请求，请陛下诛杀妖妃，以安天下之心。不等贺兰英说话，再次一磕头一请求，请陛下诛杀妖妃，以安天下之心。如是3，如是4，如是5，来来回回就是这一句了。莫一会就磕得头破血流，这是血溅了。贺兰英看出他的强势，眸色森寒，彻底生气了。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踩着朕的脸扬你忠君爱国的名了。冯秋华没回答，磕着头还在说这一句，请陛下诛杀妖妃，以安天下之心。说罢一抬头，满脸都是鲜血。贺兰英没惯着，直接下令冯氏于宫内行刺，殿前失仪，屡犯僭越之罪，即日起褫夺封号，贬为慎言郡夫人。拖下去。他其实不仅希望他能慎言，更希望他能从此禁言。是。陈静应声吩咐旁边的侍卫，毫不客气地把人拖下去了。他就想不通了，一个臣子跟皇帝犟什么？陈静出身平民，共有兄弟姐妹4人，时值乱世，民不聊生，活生生饿死3人，唯有他这个老妖靠着兄弟姐妹们剩下的口粮活了下来。后来他有幸从军，也靠着军功走到了皇帝敬畏的位置，最是珍惜这份权位，当然也最是敬重给他权位的皇帝，自然不懂冯氏这种大贵族的傲骨跟追求。贺兰英终究是靠着暴力结束了这场闹剧。他严惩了一个有着从龙之宫的大家族，这会在前朝引起怎样的大动荡，他已经能预料到了。不该这样的，一个妖妃而已，他为了一个妖妃，功名霸业未成而先伤功臣们的心，实乃大忌。但大忌又如何？碍于他们的功绩就要退让吗？一次妥协便意味着无尽的妥协。他是皇帝，皇帝是不能妥协的。贺兰英瞥一眼地面残留的鲜血，朝王丞下了令，召进国公去御书房。朕稍后过去。晋国公是冯秋华的父亲冯德山，打一棒子要给1天枣，他没那个闲心替冯德山教育女儿，还是由他本人亲自来的好。是。王成应声去安排。贺兰英则迈步进了乐丧殿，殿里安静得很。罪魁祸首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呼吸清浅，像是睡着了。贺兰英站在床前打量着桑宁，杀意流窜间，手已经伸了出去。或许该杀了他，那么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，所有的麻烦烟消云散。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！绿枝一旁看到皇帝似乎要掐死人的动作，立刻扑通一跪，哀求道：不关娘娘的事，陛下明察，是那晋国夫人先来杀娘娘的，可怜娘娘还被她推倒了，摔得腿上都是血。妖妃受伤了，这是禁卫不曾禀报的。贺兰英心里的杀意瞬间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担心。他忙掀开被子，想去看他的伤腿，下一刻胸口一痛，是桑宁的脚踢了过来。你杀呀，你动手啊！桑宁等半天没等来狗皇帝的掐脖杀，白期待了，觉得自己被他耍弄了，特别生气。你几个意思？一次次想杀又不杀，玩我呢？他死亡的姿势都摆好了，就这。贺兰英，你就是个怂货。绿枝，他吓得几乎要绝过去了。我的娘娘啊，可没你这么作死的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。娘娘，娘娘是吓着了，说胡话呢。对，他是说胡话，绝无冒犯的意思。他砰砰磕着头，身体抖如筛糠，都不敢看皇帝的脸了。贺兰英其实没多在意那句谩骂，更难听的话都听过，对他没一点杀伤力。别动，给朕看看伤。他抓住他白嫩嫩的小脚，触手软滑，状似弯月，让人爱不释手，一个没忍住就多揉了2下。桑宁被他揉得脚心痒痒，艰难憋着笑，羞骂道：贺兰英，你变态。第58章，陛下真的是不解风情呢。变态的贺兰英还是很有理智的，很快就冷静下来，控制住了自己不安分的手。他坐下来，改为攥着他的脚踝，撩开他的裙子，准备检查他腿上的伤。桑宁确实磕着了，但也就膝盖磕出点淤青，连皮都没破。绿枝刚刚纯属苦肉计，偏狗皇帝还中计了。蠢东西！他冷哼，双腿乱蹬，不许他看。但他病蔫蔫的，根本反抗不了贺兰英的暴行，片刻间就被他按住双腿，撩开了裙子。秋天的宫裙有衬裤，贺兰英粗鲁的撸上去，2条瓷白的细腿闪入眼帘，在那左膝的位置有一团血瘀，除此之外哪有什么伤。
什么血？绿枝在说谎。他扫他一眼，后者畏畏缩缩，像是自知不妙，忙退了出去。贺兰英见了，顿时觉得他胆子大了些。他不发话，他就敢溜，一张嘴也是什么都敢说了，怕是跟他主人学的。果然，有什么主子就有什么奴才，但他治不了主子，还治不了他这个奴才，满嘴胡言，自己张嘴。他冷冰冰下了令：陛下恕罪。绿枝还没退出大殿，听着皇帝的话，苦着脸又跪下来，没敢耽搁，抬手就要扇自己。桑宁看到了，觉得狗皇帝是在欺负自己的人，当即不乐意了：绿枝，你出去！啪！绿枝大智若愚，先是自打一耳光，还挺用力的，算是给皇帝一个交代，然后磕头说了句陛下恕罪，才听了桑宁的话退了下去。贺兰英不算满意，却也没再说什么，他更多是对他的主子的不满，迁怒于他，也就是稍稍散些火。桑宁自然看出狗皇帝是敲山震虎，就很不屑：陛下看我不爽，就冲我来，拿一个奴婢撒气，算什么本事？他这话一点不给贺兰英面子。贺兰英沉着脸，皱紧眉，冷声道：朕自然比不得你有本事。桑宁一听，很好奇：我倒不知我有什么本事，陛下说来听听，我也好扬长避短，多加利用。贺兰英，他是听不出讽刺话吗？他压着怒气，讽刺道：你这气死人的本事，还真是利用的彻底。桑宁秒懂，狗皇帝说他会气人啊，那他必须气下去啊。想着，他坏坏一笑：陛下可知气人的3个过程？贺兰英预感不妙：什么？桑宁很认真的科普：气到变形，气到爆炸，气到原地升天。很可惜，陛下目前状态良好呢。贺兰英，这妖妃一点不盼他点好，他应该离开，应该甩袖走人，但身体扎根一样坐在床上，手还捏着他的脚踝。他又瞄到了他的脚，那双脚实在精致小巧，白皙的泛着光，在脚踝处系着红绳。他知道那红绳带着些祈福的寓意。谁给他系上的？燕云帝吗？他没见过他为燕云帝落泪，但见过他为燕云帝跳城楼。不，燕云帝那般废物怎么能入他的眼？除非他瞎了。不，燕云帝很宠他，两人一个好色，一个淫浪，臭味相投，或许还真有些情分。真该死的情分！他暗暗收力，握痛了桑宁的脚踝。桑宁看到狗皇帝对着自己的脚发呆，觉得他更变态了。哼，他一定有脚控，就跟那些古代男人一样，审美畸形，心理扭曲，就特别的鄙夷。看够了没？他想抽回自己的脚，反被他握紧了，一紧再紧，紧到有些痛感了。是个死变态！他立刻恶心他：我已经3天没洗脚了。陛下，你想亲的话，最好先给我洗个脚。当然，你喜欢原汁原味的，但我没说。贺兰英，谁要亲他的脚了？还3天没洗脚？他自然不信他的话，毕竟没闻到味道，倒是有股说不出的香，但再香也是脚，谁要吻他的臭脚？他才变态吧？竟然觉得他会吻他的脚，他那脑袋都装了什么废料？他越想越觉得寒碜，仿佛碰了什么脏东西，立刻丢开了他的脚。你的想法能不能干净点？他揪着他的衣裙，擦他的手。桑宁瞧见了，讽刺道：陛下，我的想法不干净，我的衣服更不干净，怕是还没你的手干净呢。陛下多冰清玉洁的人啊，快走吧，免得被我的污浊之气给污染了。贺兰英听出他的讽刺，没理会，现在更想知道他脚踝红绳的来历。这是谁系的？他指了下他脚踝的红绳。桑宁瞧了眼，想了下，好像是原主的便宜哥哥桑奇给系的。在他远嫁燕国前，桑奇亲手编织，系在了他的脚上。桑桑，愿你一生平安喜乐。多么虚伪的祝福，妥妥的塑料兄妹情。他懒得多回忆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陛下想知道，求我呀。贺兰英确实想知道，但他不会求他的。既然他不说，那他就剪掉好了。来人！他朝外喊一声，王成立刻跑了进来。陛下有何吩咐？寻个剪刀来。是。王成应下，忙派人去寻剪刀。月桑殿自然是没有剪刀的，这里任何危险的东西早被清理干净了。桑宁看到这里，觉得他有病。你想干什么？狗皇帝不会占有欲强到一根红绳也介意吧？贺兰英确实是介意的，但他不承认，看着碍眼，像是燕国旧物。朕很讨厌。桑宁自然不信他的话，故意说：我也是燕国的旧物，燕国的遗物，陛下还不是喜欢的紧。朕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妥妥的死鸭子嘴硬。桑宁也不跟他争辩，顺着他的话说：陛下不喜欢我，是我喜欢陛下，喜欢的不得了呢。他娇声娇语，同时伸出了脚，点了点他的心脏位置。他坚信他是脚控，随时能舔自己的脚，就诱惑着想他破了戒，好打他的脸。还不喜欢他？他的喜欢都快要腻死人了好吗？
啪！贺兰英抬手打在他的脚背上，不雅，放下去。但他的自制力要气死他了。他说风雀仪是难得班长，错，大错特错，他才是，他还是道德卫士。陛下真的是不解风情呢。他看着他的眼睛，流露失望之色。满皇宫的人都知道我是陛下的人，陛下跟我在马车上放纵，把我折腾得下不来床，还一次次保护我这个红颜祸水。陛下都快盛下一个燕云帝了，结果陛下连我嘴唇的味道都没好好尝过，陛下多冤啊！何不坐实了？我快活，陛下也快活。或许陛下快活过一次，就觉得我不过如此了。他如妖精低语，蛊惑着凡人堕落。贺兰英强作镇定，但呼吸明显加重了。是啊，满皇宫的人都知道他喜欢他，都知道他们做过了。那么何不坐实了？白担着名头，却连他的嘴唇都没好好尝过，实在是冤了。理智在崩碎。他看到他还咬着自己的手指，媚眼如丝，宫裙不知何时散落开来，香间半露，活色生香，真成了妖精了。第59章，狗皇帝的占有欲也太重了些。妖精看着贺兰英在隐忍，在克制，在跟色欲做着斗争，他自然要搞破坏。白嫩嫩的小脚丫探向危险之处，撩拨着，蛊惑着。陛下知道消灭欲望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吗？隐忍，克制。不，陛下错了，消灭欲望的最好办法是满足。他太会蛊惑人心了。换个定力不足的男人在这里，定然被他蛊惑着扑了上去。贺兰英也想扑上去，但他再一次控制住了自己。陛下，王成送来了一把剪刀。贺兰英接过来，按着桑宁的腿就要去剪掉他脚上的红绳。桑宁早知道他的意图，并不在意，但当他真的动手剪了，一阵剧痛袭击了他的心脏，关乎原主的意识似乎觉醒了，背离他的意识，大叫着不可以，不能剪。贺兰英没发现他的异样，只问为什么不能剪。桑宁泪眼婆娑道：哥哥，我要哥哥。贺兰英听出了言外之意，你哥系的。桑宁点着头，不可以剪。我哥系的。他收回脚，护着脚踝，仿佛在捍卫着什么珍贵的东西。贺兰英顿时觉得抓到了他的弱点，原来你这么在乎你哥呀。桑宁还是点着头，我在乎的。哥哥会生气的。他表现得像个凶控。桑宁看到狗皇帝在笑，就像是阴谋得逞了一般，下一刻按住他的脚，毫不犹豫地剪断了红绳。啊！桑宁悲痛到惨叫，挣扎得厉害，剪刀锋利，甚至划伤了他的脚，鲜血流出来，点缀在雪白的脚面，刺眼得很。这是贺兰英没有料到的，他并不想伤他。混蛋，混蛋，我要杀了你，你死定了！桑宁胡乱大叫着，受了刺激一般晕了过去。这更是贺兰英没有料到的。他皱起眉，派人去叫风雀仪。等候风雀仪到来的时候，他拿帕子温柔擦去他脚上的鲜血，至于那条红绳也被他远远扔了出去，不过一条廉价的红绳罢了。他身上穿的，身上用的，哪件不是华贵至极？他没有降他的待遇，默认给他最好的，结果没得他一句感谢，反拿着一条红绳当宝贝，真是惯着他了。以后他休想沾到其他男人的东西。哥哥的也不行，弹丸小国野心甚大，先用妖妃蛊惑燕云帝，如今怕是又要拿妖妃来控制他了。他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。那桑奇还敢来晋国，难得是熟知了他对妖妃的态度，所以有恃无恐。贺兰英一旁各种阴谋论。桑宁在原主晕过去后，重新占据了身体，不过他继续装着晕，不想应付狗皇帝，同时也在分析眼下是个什么情况。原主的意识没消散，他一穿来就面临亡国，也忘记思考原主死去的原因，好像原主正常睡觉，一觉醒来就是他了，所以原主没有死，还是睡死了，残存了点意识。哎，想得脑子疼，他疼得装不下去了。也是，这般病痛缠身，换他也不想活了。醒了就不必装睡了。贺兰英留意着他的状态，一见他蹙眉，便知他醒了。桑宁确实醒了，但不想理他。贺兰英自然不许他不跟自己说话，一把捞起他，生气了。桑宁不是原主，才不会为一条红绳生气，就摇了头。贺兰英不信，刚刚他为了条红绳又挣扎又乱叫，怎么可能不生气？不过再生气也被他剪掉了，足可见他没被他控制住，想对他做什么就能对他做什么。他没有说不的权利，但他在乎到一条红绳都忍不了，何尝不是一种被控制？他还没意识到这些，心情很好的说，破烂东西颜色都掉光了，也就你当个宝罢了，谁让朕心肠好，改天还你一条便是了。他绝对还他一条更漂亮的红绳，不，2条，让他2条脚都带上，最好再各缀着一个铃铛，到时候他走起路来一定很好听。
他还喜欢拿脚乱踩他，到时候他抓住了，拨动几下铃铛也很好玩。他玩着玩着就玩到了床上，而到了床上，他的想象力骤然爆发，一种难以想象的色欲冲击着他的身体跟灵魂，太邪恶了。他被妖妃污染了。桑宁可单纯了，起码这一刻思想单纯得很，才后知后觉意识到一件事，原来陛下吃醋了，还是吃原主哥哥系上的红绳。狗皇帝的占有欲也太重了些。胡说！贺兰英照旧不承认自己吃醋了，冷声说：“朕会吃醋？你太高看自己了。”桑宁看多了他的嘴硬，也不多辩论，就同情地看着他。哎，可怜的狗皇帝对他情根深种了，真想虐死他。贺兰英皱起眉，不喜欢他的眼神，不许那么看朕。桑宁这会精力不济，就闭上了眼。哼，当他很想看他吗？贺兰英感觉到他那种轻蔑，很想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比如再剪掉他喜欢的东西，想看他伤心崩溃，或许他会示弱哀求，这是他真正想看到的。他讨厌他无所牵挂无所畏惧的样子，试想一个冷漠厌世的人向他俯首低头，太爽了。陛下，晋国公来了。王成走进来，小声传话。贺兰英想着正事，点了头，站起身往外走。他走了2步，就觉得好像遗忘了什么。桑宁看到了狗皇帝遗忘在床上的剪刀，下意识就想去拿，一道身影比他还快，重重按住了他的手。贺兰英想起遗忘的剪刀，一回头就见他去摸剪刀，还以为他想做傻事，立刻飞奔过来，按住他的手，抢过他手里的剪刀。休想！他绝不会让他死的。桑宁其实没想拿剪刀捅自己，主要是下不了手，虽然很想死，但自杀还是需要一时血涌的，而他这会没酝酿出这种血涌的情感。也许是狗皇帝的爱，也许是小傻狗的爱，反正他沐浴在这种爱中，觉得目前的生活还有些意思。如果死前能把狗皇帝撩到床上就好了。他两世为人还没尝到男人的滋味，多少还有点不甘心。因为这点不甘心，他看到贺兰英整个人照过来，跟他贴得很近，直接伸手按下贺兰英的后颈，吻住她的唇。贺兰英是震惊的，下意识闭紧了嘴巴。桑宁不得而入，咬着他的下唇，又急又气，声音则是魅惑的：“陛下，张开嘴吗？”第60章，其实就是太在乎他罢了。贺兰英没有张嘴，还推开了他，不知羞耻。他道德卫士的臭毛病又发作了。桑宁只觉扫兴，往后一躺，摆手道：“不亲，滚蛋！”贺兰英皱起眉，觉得他态度很轻慢，需要好好教训，但想着书房等他的晋国公，又忍住了，改天再教他礼仪好了。蛮夷小国民风开放，不知礼数，也算有情可原。他这般想着，迈步离开，待走出店门，又吩咐将月桑殿重新搜查一遍，断绝一切危险东西。是。陈静应声，带了侍卫走进店里搜查。贺兰英则疾步去往御书房。他到御书房的时候，晋国公冯德山已经喝了2杯热茶了。他坐在太师椅上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个弥勒佛。一见皇帝进来，就艰难起身，挪动位置，想要行礼。陛下，罢了，免礼吧。贺兰英看他似乎又胖了些，皱起眉，仿佛那身肥肉长在自己身上，只是看着都觉得累赘。他不喜欢胖子，坐下后暗示道：“过些天，朕打算去南郊狩猎，晋国公可要务必跟随，一展往昔风采啊。”冯德山一听就苦着脸了：“陛下，臣年事已高了。”他都50了，让一个50的人上马狩猎，有点强人所难了。贺兰英听了不以为然，并给出例子：亚父比晋国公的年纪还大一些，依旧是老当益壮，晋国公不必自谦，朕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朕失望的。冯德山连连摆手，苦笑道：“不，臣哪里敢跟郑国公相提并论？臣只想安顿晚年罢了。”安享晚年这个词说得好。贺兰英听到这里意有所指，晋国公能不能安享晚年，就看你的一双儿女如何表现了。不知晋国公可听说你一双儿女在宫里的丰功伟绩？臣惶恐。冯德山已经听说过了，知道皇帝心里记着仇，忙下跪了：“他们姐弟情深，还望陛下恕罪。”贺兰英看他识相，手指一下下桌子，好久没有说话。同一时间，华阳殿，冯润生一睡醒就开口寻姐姐，自然没寻到，一询问伺候他的宫女，就知道了他做的事。晋国夫人行刺桑贵妃不成，被陛下褫夺封号，贬为了慎言郡夫人。姐姐果然还是冲动了，他心里怨怪之余，就开始担心妖妃，问道：“桑贵妃受伤了吗？”宫女道：“听说好像跌倒了，不知道摔得严不严重。”冯润生听到这里，躺不下去了，挣扎着要下床：“我要去看他。他那么娇气的人，摔着了肯定要掉眼泪。之前他在朝霞殿摔着了，起不来就哭了，如今大概率也要哭的。不可以，小侯爷，您的伤不能下床的。公主吩咐了，
不能让您下床。宫女阻拦着，一人拦不住，就喊来了其他太监。众人齐上阵，还真把他困住了。放开我，别碰我！冯润生太虚弱了，因为挣扎推搡，腰背的伤又开始流血，很快染红了衣服。一个宫女劝着：小侯爷，您这样会吓着桑贵妃的。冯润生一听桑宁，就恢复了冷静。是啊，他这样憔悴虚弱，会吓着他吧？但除了吓到他，会不会勾出他的怜惜？他喜欢让他换他姐姐，而参考他的姐姐，姐姐对弟弟都是很疼惜的，还很有保护欲的，所以他会心疼他吗？如果他心疼他，那么能不能原谅他姐姐的冲动之举？他姐姐其实就是太在乎他罢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又坚定了去月桑店的想法，起码要代替姐姐去给他道个歉吧。别碰我，我必须去。他不顾伤势，推开工人，步伐蹒跚地走到了店门口。迎面走来一个人，是风雀仪。他刚得了皇帝的命令，说是妖妃晕倒了，正要过去，路过华阳殿，听到动静就来劝人了。你想去见妖妃？冯润生，你不想她死，那就继续去。这两句话成功把冯润生镇住了。冯润生似懂非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风雀仪肃然道：我这话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你姐姐见你为妖妃受伤，一气之下刺杀妖妃不成，又血溅陛下杀了她。冯润生，你姐姐想杀妖妃已经快疯魔了，哪怕陛下严惩了她，她也不见得会改，后面还不知道为了杀妖妃而做出什么蠢事。你要是不想妖妃死，就消停些，回你冯家管好你姐姐，而不是不顾身体去见妖妃，再次火上浇油，刺激你的姐姐。这话是很有道理的。冯润生被说动了，面上则有些防备。你倒是挺关心我姐姐。风雀仪听出他的讽刺，没理会，转身就走。冯润生见了，忍不住问：你去哪里？风雀仪没隐瞒：妖妃晕了，陛下着我去看一眼。冯润生，他又晕了？那身体也太娇了，是姐姐吓晕的吗？他心里猫找了一般，想去看看他，但又怕他气了他。纠结间，看到公主快步走了过来。润生哥哥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快回去趴着。贺兰会今早陪太后去给玉妃庆生了，才寻了个机会溜出来。冯润生没说话，被他强行搀扶回去，暗趴到了床上。从现在起，有我盯着，你示意动别想动了。他搬着凳子坐到床前，掐着细腰，发着娇娇的狠劲来。冯润生趴在枕头上，听不到他的话，满脑子都是妖妃。他还好吗？会生他的气吗？风雀仪又去看他了，他总有由头接近他，他肯定得意死了，只恨他不会医术，让那风雀仪得了便宜，可恨！阿嚏阿嚏！正在前往月桑殿的风雀仪连打了2个喷嚏，他揉揉鼻子，感慨着秋夜果真凉了。他昨晚也就连夜看医术看睡了，忘了盖被子，结果今儿就感染了风寒。如果桑宁知道他这么想，定然要对一句：也许是你身体虚呢。月桑殿，桑宁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绿枝跟宫女们轻手轻脚收拾着东西，这东西都是陈静刚刚带人翻乱的，为了翻找所谓的危险之物。殊不知最危险的就是他了。他伸手掐向自己的脖颈，床头忽然照下一个阴影，闻气息是他的仇敌风雀仪。死心吧！风雀仪站在床边，俯视着床上的人，淡定地说：人是不会掐死自己的。桑宁听了，睁开眼看着他，缓缓坐起来。风雀仪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。风雀仪点了头，你问。桑宁便问了，确实是掐不死自己的，那么能打死自己吗？你说，如果我一拳把自己打死了，说明我身体强壮还是身体虚弱？这可是现代一大难题，很适合拿来羞辱他的智商。第61章会让他后悔今日撩拨他的。风雀仪能被羞辱到智商？他根本不去回答这个问题，直接坐下来给他把脉，依旧是熟悉的脉象，虚弱无力，苟延残喘。他收回手，询问一句：怎么晕了？以他的胆量，应不会被冯秋华的举动吓晕的。所以他是怎么晕的？单纯的发病。桑宁听到他的询问，照旧朝狗皇帝身上泼脏水，还不是你们陛下非要跟我亲近？哎，怪我秀色可餐，身体却不给力。他一用力折腾，我就吃不消，晕了过去。风雀仪，原来如此吗？他盯着他的眼睛，随后目光下移，落到他的唇上，并没什么可疑痕迹。再扫一眼他的身子，露出来的脖颈肌肤白皙无瑕，依旧没什么可疑痕迹。他心存怀疑，面上责问：陛下怎么折腾你了？桑宁没想到他会问细节，略微愣了一下，就开始发挥想象力了。陛下撕扯我的衣服，亲了我一身的口水，末了还轻咬我的脚。他不遗余力地抹黑狗皇帝的形象。听听，你们皇帝多不是个人啊！风雀仪听得皱眉，轻咬他的脚，皇帝这么重口味的？桑宁见他皱眉，
以为他不信，就伸出了自己的脚，放到了他的胸口上。我不喜欢那样，陛下就对我霸王硬上弓。你看，我的脚都受伤了，后来实在吃不消陛下的强硬，就激动的晕了过去。他半真半假的描述。风雀仪确实看到了他脚上的伤，包扎着一处帕子，解开来是道纤细的伤口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划伤了。不过表面伤早不流血了。陛下真的太粗鲁了，都让人家落红了呢。落红一词是这么用的。风雀仪被他几句话刺激的血气不稳，便不多纠缠，把他的脚藏进了被子里。你还有哪里不是吗？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强作镇定，不想被妖妃耍弄。没错，他清楚的知道妖妃在耍弄他。桑宁继续耍弄，佯装羞涩。哎，你这么问，我倒羞于启齿了呢。风雀仪不上他的当，站了起来，冷着脸道：那你就别启齿了。他欲走人，桑宁也没拦着，一个个不解风情，他才不稀罕，还不如晚上逗逗他的小鱼儿。话说于谭藏到哪里去了？他让他杀了风雀仪，现在就是个好时机，埋伏于床下，趁他不注意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，杀的那叫一个痛快。风雀仪不知桑宁谋划着杀了自己，见他不拦自己，又有些犯贱的不想走了。说来他才刚来一会，如果不是医者的身份，估计是见不得他了。如此一看，机会难得，需要珍惜。他这么一想，便又坐了回去。昨晚冯润生爬了你的床。桑宁见他提了这件事，也没隐瞒，反讽一句：怎么，你又想知道细节了？哼，这厮也是个变态，不仅想听他跟皇帝的床上事，还想听他跟冯润生的床上事。可见无论外表装得多么清心寡欲谪仙人，背地里都污得不能看。不过倒是跟他污到一起去了，那他绝技不能让他失望啊。沉默就是默认。你既然想知道，以我们这关系，我自不会瞒你。桑宁又开始发挥想象力了。小润生是比你们都会伺候人的。才不是，冯润生床下小奶狗，床上小狼狗，就是个不知道心疼人的色胚。但人家是实打实的色，一点不遮掩。他欣赏他坦坦荡荡的色欲，比之他跟狗皇帝的虚伪，那就是一股清流。他可热情了，又亲又咬的，我舌头都麻了。脖颈、胸口都是他留下的牙印，还好有你之前给我抹上用的药膏，治愈力就是好，不然我今天指定不能见人了。说到他的药膏，他要说一句妙哉，有养颜护肤之效呢。风雀仪听到这里，有些相信的。冯润生不是个吃素的，自然对他做了什么，还留下了痕迹，不然皇帝不会那么生气，要打他80掌。就这，他一副轻蔑的姿态。桑宁被他刺激到了，表情僵了下，来了主意。单单听着有什么意思？你过来些，到床上来，我跟你场景重现。风雀仪，场景重现，还是到床上？是他想的那样吗？热血又在身体里乱窜了。妖妃说了这么多，是想把他往床上拐吧？冯润生就是这样被他拐到床上的吗？怕了。桑宁见他不动弹，就激将法了。看你听得兴起，还以为你这是跟我调情的前戏，没想到有贼心没贼胆啊。风雀仪，谁家调情谈别的男人？不，到了床上敢谈别的男人，那是找死呢。也就他是病心胸。他握紧拳头，想给他点厉害瞧瞧，又忍住了，还不行，府邸的地下囚牢才动工，还不到时机，再忍忍，他总会让他后悔今日撩拨他的。既然有贼心没贼胆，那就归安吧，别处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桑宁肆无忌惮说着伤人的话，他哪里知道不叫的狗才咬人咬得凶，未来落他手里，何该他有一劫。娘娘好好休息。风雀仪忍着他的羞辱，竭力保持住优雅冷静，不生气，何必跟个掌心玩，勿计较。他朝他一笑，终是优雅的退了场。桑宁讨厌他伪君子的样子，闭上眼，眼不见为净。哎，今天依旧是没尝到男色的一天，不高兴，心情郁郁想骂人。小傻狗也不来找骂，他姐姐今天来杀他，他就没个表示。果然是痴情女子薄情郎啊！嘴上喊着他姐姐，心里还是偏向他的亲姐。他脑补着一场骨科大戏，在心里把冯润生骂得狗血喷头。冯润生也确实被骂了，被他父亲冯德山骂了。你个蠢蛋，你个逆子，妖妃害你不浅，你是昏了头，往他身上栽。冯德山在皇帝那里受了气，自然要发到儿子这里，他也必须发一场气，起码让皇帝知道他的态度。你看啊，我是骂过了的，我还动手打他了呢，反正表面功夫要做足。他拿了枕头打儿子脑袋，摆出一副严父的样子。这是皇宫，你当自己家，还这么趴着？快来人，抬走抬走，这皇宫是不能住下去了。妖妃就是个恶鬼，不仅能索他儿子的命，还能霍霍他们冯家的气运。冯润生不知父亲所想，也没反抗父亲的暴行，直到被工人抬走时才出了声：不要，放我下来，
我不要走。自古宫门深似海，这一走，再想进来就难了。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妖妃了。一种失去他的恐慌，像是汹涌的海水，迅速淹没了他的心，冲垮了他的理智。第62章，任何人别想跟他抢妖妃。工人是连床带人一起抬走的。冯润生为了不离开华阳殿，就狠狠心，咬着牙自己滚下了床。砰！他摔了个实在，万幸不是屁股着地，不然绝对加重他的伤势。润生，冯德山吓了一跳，忙去扶儿子。你怎样？冯润生是正面摔下来的，当时借了手臂的力，手肘就磕到了，痛得俊脸惨白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恰在这时，贺兰慧端着药进来。润生哥哥。他看到冯润生摔在地上，立刻把手中的药碗交给了心腹宫女燕翠，跑过去搀扶。怎么摔着了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冯伯伯，你为什么要带润生哥哥走？冯德山看着漂亮的小公主，苦笑，还不是你的好皇兄，他被妖妃迷昏了头，欺负我儿子呢。当然，这些话也就在心里说说，嘴上则道：回公主，陛下已经选妃，皇宫内院之中岂容外男留宿？一句话堵住了贺兰慧的嘴。皇宫之中最重规矩。他顿了一会，才道：那也不用这么着急吧，他有伤在身，皇兄会理解的。再说风国师就在宫中，还能帮着照顾他的伤。冯德山自然想风雀仪帮着照顾儿子的伤，但风雀仪在宫中，那妖妃何尝不在宫中？如果儿子也留在宫中，焉知他还会为妖妃干出什么蠢事？在家中也是一样的。公主且放心，我会多请风雀仪来家里看看他的伤。冯德山说着，把儿子按回床上趴着。冯润生还是不想离开，回头哀求着：爹，我不想走，真不想走。冯德山当没听见。贺兰慧听见了，又看冯润生眼里湿漉漉的可怜，心疼极了，就伸开双臂挡在了工人面前，不许走，放他下来。她是公主，当今皇帝唯一的妹妹，谁敢不听她的话？工人犹豫间就放下了床。冯德山见此，皱眉道：公主不要偏护这个逆子，你可知他跟妖妃的事？贺兰慧听说冯润生爬了妖妃的床，但她不信，妖妃不是皇兄的女人吗？怎么可能跟冯润生有牵扯？她坚信皇兄是世间最好的男子，有皇兄这样的珠玉在前，妖妃怎么会瞧上别的男人？是以每当她听到冯润生跟妖妃的谣言，都叫人掌嘴严惩了。定然是妖妃名声不好，众人才群起而攻讦之。她深以为然，可以说自我说服得很彻底。冯伯伯怎么也听信那些谣言，都是说来诋毁妖妃的。他太天真了，没亲眼看到冯润生从妖妃宫里出来，也没亲眼看到两人亲近，就不觉得两人有猫腻。冯德山见他这么说，都有些同情他的智商了。儿子都要毁掉跟他的婚事了，虽然是两家心里默认的，都还没摆明了说，但他还没是人一样，也实在后知后觉了。他需要让他紧张起来，或者也是希望他能主动些，早些挽回儿子的心，便道：公主，无风不起浪，那般谣言并非空穴来风，不然陛下怎么会杖责于他？贺兰慧早打听过了，回道：那是他说错话，惹怒了皇兄。冯德山，这孩子没救了，你让他自己说。他看向儿子：你敢不敢把你对妖妃的心思跟公主说？冯润生迎着公主单纯而澄澈的眼眸，虽心有不忍，但还是敢做敢当的。承蒙公主错爱，我确实对妖妃有意。贺兰慧，他人傻了，显然没料到是这种情况，双臂垂下来，他没再拦人了。冯德山看他深受打击的模样，很心疼，轻声说：逆子无知，惹公主烦心，是臣管教不严，回去定多加训诫。贺兰慧还难过着，一听他要训诫冯润生，又不忍心了。也没有，这事情两情不相悦，冯润生不喜欢他，也怪不到他头上吧。只他怎么会喜欢妖妃呢？他有些想不通，妖妃跟他家有仇，听说妖妃还伤害了他呢。冯德山没跟贺兰慧多说什么，再次示意工人抬床走人。但冯润生已经先工人一步下了床，他扶着腰臀的伤，鲜血早流出来了，哒哒滴落在地上，疼得他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，但他还是不想走。父亲，我要在宫中养伤。他拿养伤当借口，想着寻机再看一眼妖妃。冯德山知道他的心思，坚决不同意，伸手就去抓他。冯润生快速躲开他的手，后退好几步，再次牵动伤口，疼得他直抽泣。冯德山见他这样疼痛而不知悔改，又心疼又气愤。冯润生，跟老子回家！老子给你脸，你是一点脸不想要了吗？冯润生想要脸，更想要妖妃，如困兽挣扎一般的想，或许现在该去看他一眼，让他等他，他养好伤就带他私奔。反对他们的声音一时间汹涌袭来，让他满心危机，完全忘了之前担心私奔时照顾不好他病弱的身体。他生出了去见妖妃一眼的念头，这念头立刻就坚如磐石了，人也迈步往外走。你去哪里？
冯德山跟着追出去，奈何身体太胖了，走路速度还不如冯润生一个伤者。冯润生没回答，拖着受伤的身体，步伐乱晃地往月桑店去。半路遇到了回来的风雀仪，他也没有跟他打招呼的意思。风雀仪见冯润生面白如鬼，眼神燃火，就知道他魔怔了，从他身边经过时骤然出手，一手刀砍晕了他。冯润生打死没想到风雀仪这般的手快心黑，他本就虚弱乏力，全凭一口气硬撑着，随着他一砍，身子立时软倒了下去。还好风雀仪还有些良心，及时扶住了他倒下的身体。冯德山已经晃着肥胖的身体追来了，气喘吁吁的，不知风雀仪的心思，还很感激，多谢封国师了。晋国公客气了。风雀仪微微一笑，说着漂亮的场面话，同在朝中为官，自当互相照顾。可不是，封国师说的在理，就是让你见笑了。这逆子啊！冯德山从风雀仪手上接了儿子，招呼工人抬床过来，把儿子放回了床上，依旧是趴着的姿势。那腰臀处的血浸湿了衣物，空气中鲜血味很浓，让人心惊胆寒的。冯德山担心的不行，忙说他这伤辛苦封国师再给看一眼。风雀仪没拒绝，同他一起回了晋国公府。工人把冯润生抬回他自己的床上，风雀仪为他检查伤势，本来他的药都要腐肉生肌了，结果冯润生各种折腾，就加重了伤势。哼，这小疯子！他既然不爱惜自己，想下床了，那他就随他的意。晋国公，小侯爷这伤已经伤及筋骨，须得卧床静养半月，不然恐会留下后遗症。他故意往严重了说，是要小疯子半月都别想下床去骚扰妖妃。至于半月之后，他的地下囚牢应该建造好了，任何人别想跟他抢妖妃。皇帝也不行。第63章，就是个黑心肝的东西。阿嚏！桑宁瘫在床上打了个不雅的喷嚏，奄奄道：“有人在想我。”他才吃了5膳，1碗雪梨粥，外加1碗豆腐脑，后面1碗完全是绿枝哄了好久才让他吃下的。没办法，他看着绿枝那张肿胀的俏脸，一时说不出拒绝的话了。娘娘觉得是谁在想您啊？绿枝刚收拾好了餐具，让人打了一盆水，拿了帕子给他擦嘴洗手，期间想着皇帝、风雀仪、冯润生都对他极为在意，就生出了好奇，那3人娘娘更喜欢谁呢？更想是谁在想他呢？桑宁由着他伺候，懒洋洋的腔调，管他是谁呢，都是纸片人儿，不如他的小中途重要。想着，他等绿枝给他擦干了双手，就从枕头下再次取出风雀仪给的药膏，诺，你用，效果很好，女孩的脸面最重要了。这是桑宁第2次给绿枝药膏了，虽然药膏很好用，有养颜护肤的功效，但比不得绿枝的脸重要。他不是吝啬的人，在狗皇帝离开后就把药膏给了他，但他不肯用。就像现在，绿枝还是不肯接，摇头拒绝了。奴婢哪里配用这么好的东西，还是娘娘留着用吧。桑宁知道他有深到骨子里的奴性，佯作生气，训道：“让我留着用？你这是盼着我受伤不成？”绿枝一见他这么说，吓得直接就跪了：“奴婢怎么敢？娘娘明察，奴婢最不想娘娘受伤了。”他的眼泪随之落了下来。桑宁见他哭了，只觉得头更痛了，忙软着声音说：“我也就随口一说，让你用你就用，这不吉利的东西儿早用完才好。”绿枝听了不敢再推辞，就接了过来，实则还是不舍得用，想着存下来，万一哪天用得上呢。桑宁像是看出他的心思，便说：“罢了，左右无事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抹上去吧。”绿枝顿时满面惶恐：“娘娘，奴婢何德何能？他一条贱命，何德何能得他这般厚恩？”桑宁没说话，拿回药膏，打开来，伸手捻了一团，示意他把脸伸过来。绿枝很听话，把脸伸过去了，就是很紧张，手跟肩膀都在发抖。桑宁看得皱眉：“你很怕我？”绿枝狠狠摇头：“没有，不怕的，娘娘最好了。”他家娘娘虽然娇气，脾气也不好，也确实经常打骂工人，但从没打骂过他的。他知道自己笨拙，比不得红蕊姐姐聪慧机灵会说话，但娘娘一直没嫌弃过他。尤其亡国以来，娘娘对他更好了，也很依赖他。上次他跟风国师一起灌他喝药，事后他也没生自己的气。平时他让他喝药，只要他一哭，他也就妥协了。他能感觉到娘娘对他的宠爱。如果说娘娘哪里不好，就是有些厌世，总想着寻短见，真是担心死他了。桑宁不知绿枝的心思，含笑逗他：“不怕我？那你抖什么？”绿枝红着脸支吾着：“娘娘太美了，奴婢靠您这么近，太激动了。”桑宁：“行吧，是个很好的理由。”他简单给他抹好了药，就这点力气活，手腕也酸。绿枝很细心，看到了就给他捏手腕。桑宁随他伺候，闭着眼想着睡会儿午觉，但好一会都没睡着。脑袋痛，
胸口滞闷的难受，明明枕头里塞满了风雀仪调制的药，药香弥漫开来，以往很有安神助眠的效果，这回也失了效。难道是他的身体有了抗体？他胡思乱想，心烦意乱，眉头紧锁。绿枝守在床边，看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眉眼间隐隐烦躁，便想着说些话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娘娘，冯小后爷不久前被晋国公抬回家去了。桑宁一听，蹙起眉，抬回家，人没了。杖责一顿，小傻狗的身体这么弱的？绿枝见他误会了，忙解释，不是，冯小后爷好好的，就是被晋国公抬回家养伤去了。这皇宫内院，陛下还有了妃子，外男不得留宿的。桑宁听到这里，没兴趣了。哦，绿枝继续说，冯小侯爷离开前，不顾受伤的身体，想着来见您一面，结果半路遇到了风国师，被他一拳砍晕了。他觉得风国师太暴力了，怎么能出手打人呢？桑宁早知风雀仪面善心黑，这回听他打他的小傻狗，顿觉他罪无可赦，就趁机在绿枝面前败坏他的形象了。你看到了没？风雀仪就是个黑心肝的东西，你以后不要把他当好人。还有以后遇到像他这样的人，离远一些，不然把你卖了，你还给他数钱呢。绿枝倒也不至如此吧。他听得似懂非懂，却也点了头，觉得娘娘聪慧，总不会骗他的。主仆两人正聊着天，就听外面传来一阵喧闹的女声。片刻后，店门被推开，一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美人们陆续走了进来。是皇帝的妃子。绿枝忙上前行礼，奴婢绿枝见过玉妃娘娘、银嫔娘娘、仪嫔娘娘、惠昭仪。他行礼时神色警惕，留意着他们的表情，觉得他们来者不善。桑宁不同，可期待他们来者不善了。不错，来得好，传说中的宫斗剧情要开始了。真是突然的惊喜，相信他这种活不过3级的炮灰，很快就能下线了。好嗨啊，感觉人生达到了结局。他坐起来，用枕头垫着后腰，火速摆好宫斗的姿势，捏着嗓子率先发起攻击。你们这些新人入宫也有些时候了，竟然这时候才来拜见本宫，真是不懂规矩。你们家里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？他先给他们下马威，表现出一副嚣张跋扈的姿态。以潘玉为首的妃子们都愣住了，这妖妃是亡国之妃，他们是新帝妃嫔，到底是谁拜见谁啊？他能不能有点亡国妃子的自觉？放肆！潘玉第一个看不过去，想着自己今日生日宴，陛下都到场了，结果还没跟他说2句话，就传来晋国夫人刺杀妖妃的消息。为了争宠，他竟然用这种手段，真是太卑劣了。偏陛下还真被他诓骗了去，他好好的生日宴也毁他手里了。他越想越气，遂怒喝道：桑氏，你乃亡国之妃，应该向本宫行礼才对，还不滚下来！第64章。行了，他的仇恨值拉成功了。桑宁玩着耳边的碎发，目光轻蔑的笑：我不会滚，你滚个给我瞧瞧！你！潘玉气的脸色涨红，急步过去，像是要打人。绿枝见了，忙上前阻拦：玉妃娘娘息怒。潘玉见他挡在面前，怒上心头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：滚开！绿枝是可以躲开的，但他没躲开，想着让潘玉打一巴掌消消火，好不再欺负他的娘娘。啪！这一巴掌很响亮，可怜绿枝刚刚抹了药，消了肿的脸颊又快速肿了起来。住手！桑宁没来得及阻止，见绿枝挨巴掌，比自己挨巴掌还愤怒。潘玉，你有本事就对我动手，拿个奴婢撒气，也不怕丢你潘氏一族的脸。你当我不敢打你？潘玉打人打得爽，还真想给他一巴掌。站在他身侧的惠昭仪忙拉住他的衣袖，小声劝着：姐姐冷静些，桑氏怎么说也是陛下的女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惠昭仪是御史大夫程家的贵女，名程子惠，相比骄傲肆意的潘玉，多了一份端庄稳重。她模样秀美，身材却很饱满，偏于梨形的身材，穿着蔷薇花色的宫裙，显出一种成熟女人的性感风情。姐姐不要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。程子惠3言2语把潘玉哄住了，笑盈盈看向桑宁：桑姐姐，听说你遭遇刺杀，我们特来探望。桑宁没有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原则，加之他跟潘玉亲近，显然一丘之貉，便选择一视同仁，无差别攻击。你们看人空手来，谁家看人是这么看的？果然小门小户，没什么家教。他一句话把玉妃、仪嫔、银嫔3位也骂了进去。先不说潘玉父亲是皇帝亚父的身份，本人功勋也荣至镇国公，仪嫔父亲是兵部尚书，银嫔父亲是户部尚书，都是正一品大员，哪里算得上小门小户？也就程子惠父亲是御史大夫，正2品，低了一阶，但御史大夫有监察百官、直奏天子的权利，地位也不容小觑。如此一看，4人怎么看也不是小门小户。桑宁那么说，确实有些瞧不起人了，也很拉仇恨值。但他就是奔着拉仇恨值来的，自然无所顾忌。让桑姐姐见笑了，确实是我们来的匆忙，有失分寸了。
银屏崔雪莹这时候出了声，同样笑脸相迎，言语间也很客气。桑宁闻声看他一眼，发现他跟程子慧的身材相似，也是偏离型的身材。难道狗皇帝是这种审美？他皱起眉，看向了还没说话的一平董香怡。行吧，这个更丰腴，面庞白嫩，皮肤很好，眼睛妩媚多情，倒有些杨贵妃那种雍容华丽的美。果然狗皇帝喜欢肉感美人，当然他也喜欢肉嘟嘟的美人，抱起来多舒服啊。原主是沙漏型身材，胸大腰细屁股翘，也是有些肉感美的，就是腰肢太细，他常常担心胸上几两肉把他的腰压断了。哎，腰上有肉，心中不愁，囤点脂肪还能保护内脏，可惜了。桑姐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今天来这里没有恶意的。一平董香一见桑宁一直盯着自己，脸红红的，渐渐低下头，声音也很小，像是在害羞。当然他这害羞里还有几分自卑，圆滚滚的身材一直让他很苦恼，尤其在桑宁面前都觉得没脸见人了。他今天也不想过来的，奈何玉飞挑头，他们三人向来为他马首是瞻，只能跟过来了。桑宁看他低着头，红着脸，模样乖乖软软的，都有些不忍对他了。没有恶意，那是什么意？来说说看。我董香怡自然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的，她真的不善言谈，能别点她的名吗？求求了。崔雪莹知道他是个口笨唇拙的，就替他说话了。是这样，桑姐姐，我们同在后宫，又都是陛下的妃子，自当互帮互助。桑宁似懂非懂，问一句，你想怎么互帮互助？崔雪莹见他识趣，笑道，后宫之中切忌专防独宠，还望桑姐姐能劝陛下雨露均沾。桑宁，雨露均沾？姐姐也没沾到你们陛下的雨露好吗？但这话相当于自揭其短，打死不能说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拒绝的彻底，还用贪婪而骄纵的口吻说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，跟本宫互帮互助？本宫向来吃独食，有本宫在，绝不会叫陛下看你们一眼。你们真聪明的话，倒是可以先去冷宫做些准备，毕竟那里是你们的归宿。老死冷宫是每个妃嫔的噩梦。行了，他的仇恨值拉成功了。潘玉已经听不下去了，甩开程子慧的手，就杀气腾腾冲向了床上的桑宁。贱人，这般歹毒心肠！玉芝自然第一时间护住，但被崔雪莹拉住了。他一时间挣脱不开，只能朝殿外大喊，来人，玉妃要杀！不用他喊，陈静已经跑进来，并在潘玉扯被子想着闷死桑宁前按住了他的肩膀。玉妃娘娘息怒，陛下马上就到。他说谎了，并没让人通知皇帝，只是拿皇帝吓唬人。潘玉确实被吓到了，揪着手中的被子，面色不自然地说，陈侍卫长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给桑贵妃拉拉被子罢了。他寻了个蹩脚的借口。陈静自然不信，冷着脸说，这般小事劳烦不到玉妃娘娘。潘玉面色尴尬，忙丢开被子，一时无言以对。他今日没想对妖妃动手的，顶多想过来奚落他几句，耍个威风，谁想他浑身刺的他只想弄死他了事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贱人，还当这是他燕国后宫呢，早变天了好吗？是本宫要劳烦他的。桑宁骤然出声，还是为潘玉说话，把在场的人包括潘玉本人都给惊住了。什么情况？妖妃被吓傻了？他像是不知自己的话多惊人，继续说，陈侍卫长，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退下吧，不要妨碍我们姐妹之间说话。陈静，刚刚还你死我活的，眨眼就姐妹之间了。他不瞎，自然没有退下，就处在原地，警惕地看着潘玉，防止他再动手，心里则想，这些个高门贵女是没脑子吗？晋国夫人上午意图行刺妖妃，被陛下严惩，代价惨痛，他们下午就迫不及待步他的后尘。玉妃娘娘还是想想晋国夫人，不对，现在应该称呼慎言郡夫人了。她也只提点这一句了。潘玉这会理智回来，确实有些恐慌，但到底虎门将女，面上还算镇定。我说了，陈侍卫长误会了，我刚刚就是为妖妃拉拉被子。才不是，你说谎。玉芝趁机甩开崔雪莹的手，跑到了桑宁身边，下跪哭道，娘娘，您说实话，不用怕他，陛下会为您做主的。随后看向陈静，哭道，陈侍卫长，他们刚刚真的想谋害娘娘，陛下面前你一定要如实禀报啊。说陛下没来，来的是公主贺兰慧。公主驾到。外面传来小太监尖细的嗓音。贺兰慧在这尖细的嗓音里走了进来，她拿着2串糖葫芦，扫着店里的情形，问道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远远听到了哭声。桑宁一见糖葫芦就两眼冒光，小公主，我等你多时了，快过来。没想到小公主还记得昨日的许诺，不错不错，言出必行，点赞点赞。贺兰慧走过去，递上一串糖葫芦，实则除了履行诺言，也是来问他跟冯润生之事的。冯润生亲口承认喜欢妖妃，那妖妃呢？喜欢他还是他皇兄？
第65章，你放心，我会都照顾到。公主，您要我为我家娘娘做主啊！绿枝见贺兰慧走过来，哭哭啼啼去扯她的裙摆。贺兰慧分了桑宁一串糖葫芦，随后扶她起来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绿枝红着眼，指着潘玉：“他太坏了，他刚才想拿被子闷死娘娘。”潘玉还是不承认，一脸无辜地说：“公主，我真的只是为他拉拉被子。先不说我没动机杀他，便是想杀他，也不会大白天的动手啊。”贺兰慧像是相信了，笑道：“那玉姐姐拉好了，就回去吧，我跟桑姐姐有话要说。”潘玉巴不得走人，便含笑应了：“好，不打扰你们说话。”他一走，其他3人也匆忙跟着走了。绿枝不想这么让他们走，张开嘴还想说些什么，就被桑宁喊住了。绿枝，娘娘，他们意图伤害他，怎么能这样放人？桑宁欢快嚼着糖葫芦，不忘用言语杀人心，穷寇莫追，一群丧家之犬罢了。丧家4犬里，除了慢半拍的董香怡，都暗暗握紧拳头，咬紧牙齿，这妖妃必不能留。陈静见四妃离开，店里没了危险，自然也走了出去。本来热闹的店里，片刻间就寥落了。贺兰慧瞧着绿枝，示意她也出去。绿枝不肯走，觉得公主没有为娘娘伸张正义，不是跟他们一阵营的，万一欺负娘娘怎么办？她当没看见，扭头看着桑宁，提醒着娘娘少吃些，当心胃疼。桑宁专心吃着糖葫芦，敷衍应着：“知道了，就一串，没事的。”贺兰慧见绿枝不走，就出了声：“绿枝，你出去下，我有事跟你们娘娘说。”绿枝还是不肯走，并给自己寻了个极好的借口：“不行的，公主，陛下说了，我得寸步不离守着娘娘。”桑宁听了，看绿枝一眼，觉得她是有点极致在身上的，竟然知道拿狗皇帝堵人了。不过他很好奇贺兰会跟他说什么，就摆了手：“绿枝，你听话，出去玩会儿。”绿枝，他可以不听公主的话，但桑宁的话还是听的，当然心里很不情愿，就磨磨蹭蹭走出去，坐到店门处的门槛上，又学小狗看门了。桑宁拿这样的他没办法，就随他去了。贺兰会看到这里，知道他是桑宁的小中仆，便也没避讳他，直接跟桑宁说：“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？”桑宁已经吃完了糖葫芦，正眼馋的看着他手里的那串，还咽了下口水，忒没出息的样子。贺兰会见他发馋，心生一计，便利诱了：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实作答，这一串我也给你。”桑宁立刻点头：“你问。”贺兰会便问了：“你跟冯润生什么关系？”桑宁觉得自己跟冯润生有点肉体关系，但这个肉体关系太露骨了，他怕吓着小公主，便组织着措辞，勉强有点肢体关系吧。不过他行又不行，你选他当夫君，还是要慎重的。贺兰会，他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他一个字都听不懂？他选择重问：“我是说你们的感情，你喜欢他吗？”桑宁毫不犹豫的点头：“喜欢啊。”贺兰会，他觉得自己好奇怪，明明妖妃跟冯润生两情相悦了，他竟然不愤怒不伤心，而是担心他皇兄怎么办。想着他就问了出来：“那我皇兄怎么办？你不喜欢我皇兄了吗？你那天选妃宴会上还说想要我皇兄呢。”桑宁一边看着糖葫芦咽口水，一边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我喜欢你皇兄，我现在也想要你皇兄，你放心，我会雨露均沾的。”贺兰会，雨露均沾这个词不该出自他皇兄之口吗？你在说些什么？他皱紧眉头，又听不懂了，不得不再次重问：“你就说冯润生跟我皇兄，你到底喜欢谁吧？”桑宁说：“都喜欢。”贺兰会不可置信：“你怎么能都喜欢？”桑宁点头说：“我就是都喜欢，就像你手里那串糖葫芦，一串4个，我每一个都喜欢。”贺兰会瞪大了眼睛：“你竟然把冯润生跟我皇兄比作糖葫芦？”桑宁盯着糖葫芦，急得直咽口水。说实话，他们不见得有糖葫芦好吃。贺兰会，他不是傻子，这一刻已经明白了，妖妃对他们都没有真心，你根本不喜欢他们。他仿佛自己的真心被玩弄了，特别生气。桑宁，你果然是妖妃，你根本没有心。桑宁深以为然，觉得自己确实挺没心没肺的。你是对的，糖葫芦能给我了吗？这2句话衔接的有点刺激人，贺兰会就被刺激到了，眼睛都被气红了。你还想吃？你没有心，我喂狗都不喂你。桑宁很认真的问：“所以你要我学狗叫？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。他这番毫无下限的样子，彻底把贺兰会气哭了。他哇的一下哭了出来：“你，妖妃，你别哭，我逗你玩的。”桑宁叹口气，觉得小哭包又多了一个。哎，这傻姑娘在他面前浪费什么眼泪啊？拿这些眼泪到冯润生面前哭，或许还能在他心里哭出一朵爱情的小花呢。为什么？贺兰会哭着问出了心里的困惑。你太坏了，润生哥哥
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你？你们还是仇敌呢？我连一个仇敌都不如了吗？是啊，冯润生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个仇敌？纵然他有一副好皮囊，但他脾气坏啊，还动不动就打人。莫非他有受虐倾向？这么一想，他就真像了，受虐啊。那好办了。遂看着贺兰慧，一本正经地问：或许他在等你强取豪夺？第66章，要么送他去冷宫，要么你滚。贺兰慧露出我听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的表情。桑宁看着他震惊的表情，继续说：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用男人思维解决问题吗？他们男人遇到喜欢的人或物，不就是强取豪夺吗？你要走男人的路，让他们无路可走。贺兰慧终于听懂了，不可置信地说：你要我对冯润生用强的？桑宁摊手：如果你喜欢他，喜欢到非他不可的话，就是冯润生硬件有损伤，可能他用强的也不成。唉，可惜了。贺兰慧没说话，沉思着，灵魂出窍一般离开了。店里重归寂静。绿枝见公主离开，立刻屁颠屁颠跑了过来：娘娘。桑宁慨叹：唉，曲终人散，人走茶凉。绿枝跪坐在床边，抓着她的手，哄着：娘娘别说这些丧气话嘛。不说不说。桑宁敷衍着应了一声，就闭眼睡去了。这一睡，大概被他们一行人闹得疲惫，还真的睡去了。不过没睡多久，就听到打板子的声音，很熟悉，有人在受杖责。他迷糊着睁开眼，看到绿枝还守在床边，就问了：外面什么声音？绿枝压低声音说：娘娘，陛下来了。谁能想到皇帝一来就把陈静杖责了？理由是他没有守好月桑殿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守好，他猜测皇帝在给娘娘出气，因为陈静让那些妃嫔进殿欺负娘娘了。那还真是打得好。他本来还想向皇帝告状的，眼下觉得没必要了。陈静已经受了惩罚，之前怎么说也好几次救了娘娘。桑宁不知绿枝的心思，一听狗皇帝来了，就继续闭眼睡了。他这会胸闷气短，脑子疼，浑身各种不舒服，实在没精力应付他。但贺兰英已经知道他醒来了，他走过来俯视着他苍白的脸，柔声说：陈静保护你不力，朕已经派人杖责他了，以后不会再让你遇险了。他其实不该说这些话，在确定他无事后就该离开，而不是留下来，还等他醒来再说这些没脑子的蠢话。桑宁听了他没脑子的蠢话，并没什么感动，只觉得很讽刺，就出了声：你打他做什么？有本事你打潘玉去，也就敢拿这些下人出气。贺兰英，他还真不是拿身份低下的陈静出气，而是单纯觉得他没做好分内的事。如果是他，管他们什么身份，都不会让他们进殿来。如此，桑宁也不会遇险了。至于他提的潘玉，他解释，潘玉是亚父之女，算是朕的妹妹，看在亚父的面子上，也不能不给潘玉一些脸面。这也是他杖责陈静的原因之一。他陈静可以对潘玉等人不敬，有他护着，他总会平安无事，也不会让他现在难做，还给了桑宁讥讽他的由头。桑宁还在讥诮：那造孽了，你把你妹妹娶了，简直荒淫无耻，禽兽不如。贺兰英觉得无论多么正常的事，到他嘴里都得染上一层污。好在他听多了，也麻木了，就很淡定：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他意在转开话题，不想他再扯着潘玉。无关人等，无需多提。桑宁不如他的意，一想到你放纵潘玉对我行凶，我就心里不舒服。他自我到自私的地步，似乎忘了明明是他有意刺激潘玉，想着借他的手弄死自己。贺兰英不知真相，心里的涟漪荡两圈，这是吃醋了，面上依旧淡然。你想朕怎么做才能心里舒服些？桑宁冷哼道：要么送他去冷宫，要么你滚。贺兰英，他心里旖旎的情绪瞬间被他的冷言冷语击碎了。潘家是朝中重臣，他不可能送潘玉去冷宫，只能自己滚了。桑宁见他转身就滚了，心里更闷了，这种闷大概冲击了乳腺，让他胸上几两肉胀胀的疼。该死，狗男人就是过来气他的吧？他越想越气，抓了枕头砸到地上，对绿枝说：你去搞个牌子，就写皇帝与狗不得入内。绿枝，他自然是不敢写的，别说写了，他现在怕死了好吗？脑袋一低再低，根本不敢看皇帝。贺兰英看着绿枝，面色依旧镇定：照顾好你家娘娘。他丢下这句话，就迈步出了月桑殿。殿外，陈静的30杖则已经结束了。本来行刑的人可以下手轻些，但陈静没让，反而让他们重重打。是以他现在扶着墙，衣服上都是血。陛下，他惨兮兮的，还想过来行礼。贺兰英见了，一摆手：罢了，好好守着，再有下次，你就滚回军营去吧。陈静忙应：是，谢陛下开恩。贺兰英没再说什么，迈步离开了。绿枝扒拉着殿门，
探头探脑的目送皇帝的身影消失在眼帘，同时回头说：“娘娘，陛下，陛下好像去了玉镯宫。”玉镯宫一听就是潘玉的居所。桑宁气笑了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”他连叫3个很好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娘娘！绿枝惊叫着：“快来人！娘娘晕倒了，快去叫风国师！”贺兰英还不知月桑殿的风波确实如绿枝所言，来了玉镯宫。宫里布置的精致华美，潘玉在这华美的宫殿里玩着投掷飞镖的游戏。模样清秀的小宫女头顶一颗红苹果，咬着唇，眼里满是泪水。她的肩膀颤得厉害，上面还插着一枚飞镖，鲜血流出来，染红了她半个肩头。啪！头顶的苹果落下来，她太害怕了，身体瑟瑟发抖，连苹果都顶不住了。眼见着苹果落下，扑通一跪，哀求着：“玉妃娘娘饶命！玉妃娘娘饶命！”潘玉正准备投第2次，结果小宫女实在不争气，坏了她的兴致。她刚刚听说皇帝去了月桑殿，定然是安抚那妖妃去了，心里憋着火，看她哭哭啼啼，一脚就踹了过去。哭什么？晦气！本宫的福运都被你哭没了。也是不巧，那一脚直接踹到了飞镖上，顿时飞镖深深刺进肩头，痛得小宫女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蜷缩着身体，疼得在地上乱滚。旁观的宫女太监们都吓得哆嗦，暗道：当年妖妃对宫人也没这么残暴啊。就在这时，宫外传来一句：“陛下驾到。”第67章，陛下未免太偏袒妖妃了。潘玉慌了，赶忙让人堵上小宫女的嘴，拖了她去净室，同时命令着：“快，那血迹都弄干净了。”他不想让皇帝看到，但皇帝还是看到了。小宫女被堵住了嘴，但人之将死，就会爆发出求生的力量，死死扒着门，愣是没被2个宫女拖进净室去。她死尸一般倒在净室门口，地上也拖出了不少的血。贺兰英看到这一幕，惊愕是惊愕的，但惊愕之后就想着如何借题发挥了。玉妃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潘玉看皇帝来的突然，一切无从转还，忙提了衣裙，跪到地上：“陛下恕罪。臣妾听说妖妃这么玩过，就想着玩一玩。臣妾知错，还望陛下恕罪。”他大概怕狠了，也就不怕了。凭什么妖妃能玩的，他就不能玩了？论残暴，妖妃比他残暴多了，不还是被他保护的好好的？他渐渐挺直背脊，依仗父兄的军功，到底是有些底气的。贺兰英看出他眼底的傲气，明明妖妃也是傲气的，但他就是能忍着他。而对功勋之女，甚至他名义上的女人，没一点忍耐心，这便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吗？玩到最后，那是在做什么？毁尸灭迹。他冷眼扫着小宫女身旁的2人，那2人被皇帝一扫，忙爬过来，磕着头：“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。”贺兰英知道罪不在他们，就收回目光，看向了罪魁祸首潘氏：“你该给朕一个解释。”潘玉给了：“没有，臣妾绝无毁尸灭迹的意思，就是怕他哭哭啼啼的吵了陛下的清静。”贺兰英讽刺一笑：“你倒细心。”潘玉看他笑了，伸手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柔声道：“臣妾知错了，以后再不会了。那小宫女手脚不干净，经常偷窃臣妾的首饰，臣妾忍无可忍，今日才小惩大戒。”他开始往小宫女身上泼脏水，为自己洗白。那可怜的小宫女横遭祸患，这回又蒙了冤屈，本来都半死不活了，生生给气得来精神了。“陛下，奴婢冤枉，奴婢绝没有偷窃玉妃娘娘的首饰。玉妃娘娘，奴婢照顾您多日，自问尽力，您不能这样污蔑奴婢啊！”贺兰英自然也不会被潘玉那点小伎俩哄骗，甩开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便是他有错，也该慎刑司彻查。玉妃，你这是滥用私刑。”他为他的错定了性，加之小宫女叫屈，反咬一口潘玉污蔑，正合他的意。行了，这事情能闹大了。堂堂潘氏贵女，后宫妃嫔，污蔑奴婢偷窃，还滥用私刑，如此品行，他的前途也就到这里了。来人！贺兰英喊来了王成，吩咐道：“先把人带下去，让御医去给他看伤。还有慎刑司，让他们务必查清楚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瞥了眼潘玉，冷着脸下了令：“玉妃抄写宫规100遍，禁足玉镯宫。”生日当天被皇帝禁足，这对一个妃子，尤其是性格要强的潘玉来说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潘玉羞耻的红了脸，袖子里的双手握成拳，咽下了那句：“陛下未免太偏袒妖妃了。”他不傻，皇帝来他宫里就是来寻他的不是，也是他倒霉，刚好给他递了个把柄。若非他偏袒妖妃，这般小事早该小事化了。都怪那妖妃，他一定告知父兄，早日除了他。贺兰英迈步走出了玉镯宫，他也想过潘氏父子会为玉妃说情，但他回头看一眼玉镯宫3个字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他早想好了拿什么话去堵他们的嘴。关于玉妃被禁足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后宫。当桑宁听到这个消息时，
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。原因也简单，他晕过去后，一睡就睡到了这个时候。绿枝知道他是因为皇帝去了玉琢宫而气晕的，因此一见他醒来，就传达了这个好消息：娘娘，陛下为您出气了，昨儿就进了玉妃的族。桑宁听了，内心没什么波动，也许是他的精力都被胸口的成长感吸引去了。怎么回事？胸口这么个长痛法，像极了女人生理期的那种反应。该死，原主不会要来世了吧？那他还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！这病若身体郁到生理期，天，快让他死了吧！娘娘不高兴吗？绿枝没看到桑宁欢喜的表情，有些失望，又见他眉头紧锁，不禁担心起来，还是娘娘哪里不舒服？是啊，她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头昏脑胀，胸口疼，连续躺了几天，腰酸背痛的厉害，四肢也有些麻，小腿偶尔抽筋，真是痛不欲生。但没有人能切身体会她的痛苦。她曾困在病弱的身体达20年之久，一朝解脱，重活一世，还是相似的命运。难道别人是上辈子拯救了地球，而他是上辈子毁灭了地球？真是糟糕透顶的人生啊！桑宁苦笑着没说话，闭上眼，默默流着眼泪。绿枝看他哭，也跟着哭了。娘娘，您别哭，奴婢这就让人去叫风国师，他就在偏殿给您熬药呢。陛下特许他暂住偏殿，照顾娘娘身体，他很快就来了。说话间，风雀仪已经得了消息过来了。绿枝看他来了，忙给他让开位置。风雀仪坐到床边，熟稔地伸出左手给他把脉，同时皱着眉打量着他苍白的面色，似乎又瘦了些，巴掌大的小脸，眼尾红红的，卷翘的睫毛上挂着一颗亮晶晶的泪珠，实在是娇弱可怜的紧。他揪着心把脉之后，忍不住伸手抹去他的泪水，轻声问道：哭什么？桑宁不想跟他说话，他是救他的神医，也是折磨他的恶鬼。他想起消失无踪的于谭，也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，怎么还不来杀他？如果他死了，他的苦难就结束了。他偏执的这么想，便生出了恨意。在他的手指流连着他的脸时，张嘴就咬住了他的左手食指。他不舒服，所有人都别想舒服。食指连心，风雀仪疼得皱眉，想抽出来，又忍住了。他还在用力，像是要咬断他的食指。他不由得看向右手的食指，那儿带着硬邦邦的指套，每到阴雨天就开始钻心的疼，但似乎比不得现在的疼。他一次次救他，将真心给他，换来的是他无情的撕咬，真可笑。更可笑的是，他明知他没有心，还忍不住的为他心动心痛。他觉得自己没救了，甚至生出一种佛祖割肉喂鹰般的痛快。桑宁，你断了我一根手指，现在想再断一根吗？鲜血从他的食指上流下来。如果我想呢？他张开嘴，嘴里都是血，刺眼的红，眼睛里也湿漉漉的红，真像极了勾人堕落的吸血鬼。他见了，拿鲜血淋漓的食指为他的唇抹上血色，然后缓缓笑了。那就断吧。第68章，他们都爱而不得，才叫痛快。桑宁到底没有咬断风雀仪的左手食指，倒不是他心软了，而是他没力气了。当然还有绿枝一旁求情的缘故。娘娘，不要啊！娘娘，嘴下留情啊！桑宁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就张开了嘴。风雀仪收回手指，看着上面鲜红的牙印，久久不语，像是在发怔。绿枝见了，忙拿帕子想给他擦拭鲜血。风雀仪躲开了，把食指放入了口中。绿枝就傻眼了，这样不好吧？桑宁见了，嫌恶地说：变态！他早看出来风雀仪比任何人都疯癫，才不像表面看到的那般清风明月，与世无争。你亲眼所见了吧？以后不要什么事都喊他过来。他最是心黑了。他借机提点绿枝，无所顾忌的当面骂人。绿枝还没消化掉风雀仪的变态行为，他怎么能这样做？他沉稳庄重、温柔内敛的风国师啊！风雀仪听着桑宁的言语，心里没什么波澜，还是有些高兴的。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他把他看得如此透彻，简直是他的知音。他自然珍惜这个难得的知音，俊颜含笑，语气越发温柔。听绿枝说，你是被陛下去了玉琢宫而气晕的，为什么生气？桑宁看他不顺眼，知道他迷恋自己，就肆意用言语伤害他，还能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对陛下情根深重，因为我对陛下有占有欲，因为我只想他留在我的月桑殿，不留在我的床上。反正不是因为你。风雀仪对他的话一字不信。他没有心，他谁都不爱。冯润生为他绝食2天了，也不见他过问一句。想到冯润生，他就提了句：冯小侯爷的伤情很不好。桑宁，他不妨听到冯润生的事，愕然片刻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冯润生啊，那可怜可爱的小傻狗啊，伤情不好，是没好好养伤吗？他这会在做什么？有想他吗？他是有些想念他的，
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他看着风雀仪的脸，突然就好想念冯润生啊。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很在意他。风雀仪心慌了，没想到桑宁对冯润生有偏爱，妒忌像是虫子，开始啃食他的心脏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妖妃怎么会对那个没脑子的蠢货动心？他的眼睛是瞎了吗？他哪里比冯润生差了？他这么想着，几乎要阴度生恨了。他故意的，他太残忍了。他明知他的真心，却丢在地上随意践踏。桑宁确实是故意的，看出风雀仪的妒忌，更加故意。是啊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对他们都情根深重呢。哼，快妒忌疯了吧？他喜欢那么多人，唯独不喜欢他，真可怜啊。风雀仪看到他在同情自己，只觉得脸被他狠狠抽了几巴掌，疼得他面容要扭曲了。冷静，冷静，不能失控。他就是故意激怒他，没必要的。他再喜欢冯润生又怎样？他得不到他的，他是他的。他的地下囚牢快要完工了，他会把他锁在里面，永远不见天日。如果他爱上冯润生那才好，他们都爱而不得，才叫痛快。那我要说声恭喜了。他皮笑肉不笑。桑宁笑颜如花，先谢你的恭喜，等我把他们宠幸了，会给你发喜糖的。风雀仪，这喜糖大可不必。绿枝听不下去了，忙端来一杯雪莲茶，想着堵他的嘴。娘娘，喝点水吧。他家娘娘这张嘴怎么就那么敢说呢？桑宁确实有些口渴了，便喝了水。喝完后说要洗漱。风雀仪不便久留，就迈步走人了。他也该走了，再不走能被桑宁气死。桑宁在绿枝的帮助下开始洗脸刷牙，还泡了个澡。等香喷喷躺到床上，想着伤情不好的冯润生，就吩咐了：你派人请公主过来。绿枝点了头，派人去请公主了。公主落后一步，先来的是贺兰英。贺兰英本来在上朝，不出意外，正事一议完，就听到了大臣奏请杀妖妃的声音。他当没听见，直接就下朝了。下朝时，以亚父潘湛为首，领了一群言官拦住他，跪请杀了妖妃。理由还是那个理由，亡国妖妃，红颜祸水，留其性命，不祥之兆。他听腻了，压着烦躁，反问道：桑国皇帝不日到达晋都，他有俯首称臣之意，这时候你们让朕怎么杀妖妃？这也是他说服自己的理由，妖妃还是有价值的。桑国皇帝定然是来求和的，只要他求和，不战而胜，大胜也。潘湛不这么想，目光狂霸而不屑。不过弹丸小国，陛下便是杀了妖妃，想那桑国皇帝也不敢有二话。如果他有不臣之心，臣立刻带兵为陛下扫平桑国。他有这个实力，在场的大臣都不惧战。御史大夫程彬更是附和：镇国公言之有理，桑国不足为惧，也不是妖妃的护身符。贺兰英心道：桑国不是妖妃的护身符，但他是啊。他依旧是满身反骨，见他们步步紧逼，便怒喝了：你们前不久还说天下苦战久矣，不宜开战，如今又要出兵扫平燕国，如此前后矛盾，是把朕当傻子耍弄吗？陛下息怒，微臣不敢。大臣们尽皆低头。贺兰英看他们低头，不再多说，甩袖而去。他本来去的是御书房，想着处理政务，但半路想到一件事：妖妃动不动就晕过去，身体那么差，不会是有人在诅咒她吧？听说燕国流传巫蛊之术，他其实不信神佛，这回就有些心动了。要不让人去长照寺给他点个长命灯？陛下，王成见皇帝半天不动，便小声唤了一下。贺兰英回了神，扫他一眼，问道：燕国的巫蛊之术，你了解吗？这话题来得突然。王成愣了片刻，才小声道：奴才略懂一些。陛下想了解什么？贺兰英想说，这宫内或者宫外会不会有人在诅咒他？如果有人诅咒他，要怎么破解？但这话像是在剖白他的真心，他说不出口。没什么，他是皇帝，高高站在神坛之上，还是不肯向妖妃低头。但他的身体背离主人的意志，皱着眉换了方向，去了月桑殿。殿内寂静，陈静带着伤守在殿外，看到皇帝过来，忙上前行礼：属下参见陛下。贺兰英点了头，往店里瞥一眼，问一句：他醒了？陈静忙道：醒了。贺兰英又问：今天店里好像有点冷清。他其实在问：今天没人来吗？陈静本就是皇帝的眼线，这回听出了他的暗示，自然一一回报。封国师才走。方才绿枝派人去叫公主过来。妹妹？妖妃要见她妹妹？为何要见她妹妹？他可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交情，还很敏感地想到了据说绝食2天的冯润生。妖妃在担心他吗？想借妹妹的口打听他的消息，醋意伴着妒忌在他心里升腾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陈静看皇帝脸色阴沉，猜测道：陛下不想公主来。贺兰英反问：为什么不让公主进来？
你不好奇公主为什么来吗？陈静不好奇，但他知道皇帝好奇，忙说：“属下明白了。”贺兰英点到即止，迈步进了月桑殿。店里还是安静的。绿枝已经小声跟桑宁说：“皇帝来了。”桑宁闭眼装睡，还是同样的心情，看着他们的脸，更加想念冯润生的脸。哎，看不到小傻狗，不开心。第69章，他只是想保护心爱的女人罢了。贺兰英看出桑宁在装睡，也很不开心。他就这么不想看到自己吗？那他想看到谁？冯润生吗？朕知道你没睡。他一语戳穿他的伪装。桑宁当没听见，继续闭眼装睡。贺兰英更不开心了，很想伸手去推他，他也伸手推了，就是半路摸到他的头发，还湿着，把枕头都浸湿了。怎么没擦干？这么闷着睡觉会头疼的。他皱起眉，扫了眼旁边的绿枝，觉得他没把人照顾好。可怜绿枝就这么挨了皇帝一眼刀。实则他手里拿着棉料帕子，正准备帮桑宁绞干头发呢。谁让他来了，影响他的事儿？贺兰英不知绿枝的想法，伸手接了棉料帕子。他忽然想给桑宁擦头发了。记忆里，小叔经常给沈娘这么擦头发。漫天的风沙下，沈娘总是抱怨漠北的天气不好，一出门就把她精心护养的头发吹得又脏又乱。她是燕国江南水乡孕育的女儿，跟妖妃一样娇气，因为不习惯漠北的生活，还跟小叔闹了几次和离。但小叔实在欢喜她，一次次把她哄了回去。她怀孕的时候，小叔正在外地打仗，得知消息，高兴得差点摔下马。休战之后，晚上奔袭千里回家看她。她那时6岁，正在院子里耍木剑，看她从沈娘房里回来，很是惊讶，小叔怎么回来了？小叔红光满面，单手提着她，掂量几下，夸她长高长重了，随后笑道：“你沈娘怀孕了，我不回来，她会害怕。”她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女人怀孕会害怕。但沈娘随后出来，娇喝着：“谁怕了？贺兰章，我才不怕，分明是你怕了。怕什么？”她那时太小，一点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大概是怕她怀孕辛苦，生产艰难。可惜怕什么来什么，她明明把她保护得那么好，整个孕期都守在她身边。父亲几次调她去前线，她都不去，为此还被人笑话，说她性格懦弱，贪生畏死。实则她只是想保护心爱的女人罢了，但她到底没有保护好她。沈娘难产儿死的时候，她也死了，一口血吐出来，当场死在了沈娘床边。他们一家3口以另一种方式团圆了。从那天起，他的母亲开始信佛，但他却不信了。佛没有庇护他的小叔一家，他觉得佛比人更残忍无情。疼！桑宁觉得狗皇帝是故意拽他头发，一气之下抬手就打他的脸，当然没打到。贺兰英收回飘散的思绪，及时捏住他的手腕，低喝道：“桑宁，你这乱动手的毛病必须改。他一国之君，他总打他脸，被那些臣子看到，他都没脸保他的命了。”桑宁不知他所想，被他捏疼了手腕，蹙眉说：“松开。”疼！贺兰英看着他手腕上被自己掐出的红色指痕，皱紧眉，松开手，再次说：“你真不能打人，这都什么坏毛病啊？”桑宁才不觉得自己有坏毛病，撇着红唇，不悦道：“你不觉得是自己欠打吗？我这身体打人容易吗？遇事多挑挑自己的毛病。”这话很有扑爱的味道。贺兰英有点被影响，就问：“朕怎么了？”桑宁恶人先告状：“你那么粗鲁，你先拽疼了我。”他打死不承认自己娇气还暴脾气。贺兰英以为真的是自己没控制好手上的力道，就解释：“朕不是故意的。”他估摸自己陷入回忆走了神，不自觉拽痛了他的头发。桑宁就说：“那我也不是故意的。”贺兰英皱眉：“朕第一次听说动手打人还能不是故意的。”桑宁不耐烦地回怼：“那是你见得少，活久了就见了。”贺兰英，他说不过他，索性转开话题：“朕听说朕去玉镯宫，你很在意，还气晕了。”这话仿佛在说桑宁喂他吃，喂他狂，为他哐哐撞大墙，太丢他的人了。桑宁听得很不满：“你听谁说的？这是造谣！你把他揪出来，看我不打烂他的嘴！”完全忘了自己刚刚还在风雀仪面前说他多么在意贺兰英呢。贺兰英也没那么大的脸，觉得他会那么在意自己，就岔开话题问道：“那你怎么晕了？”桑宁，他觉得自己晕倒，一是他身体不好，二是他气量小，周瑜还能被气死呢。他被气晕有什么奇怪的？就是可惜没被气死了。他还挺期待能被气死的。当然，在被气死之前，他能气死几个是几个。我想晕就晕，你算什么东西来管我？贺兰英果然被气到了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多的刺？他被气得出声威胁：“你皇兄不日就抵达晋都，你最好乖巧点，不然朕就拿他的脑袋
来赎你屡次冒犯的罪。不要！桑宁闭嘴了。他感觉原主听到皇兄的消息，意识再活跃，就很想任凭原主意识占据身体，好让自己灵魂自由。贺兰英不知内情，见他沉默，以为他怕了，就为找到他的软肋而高兴。但高兴没一块，占有欲发作，又为他在意别的男人而不高兴。呵，该死的桑国皇帝！同一时间，娘娘河的画舫上，阿嚏！桑奇躺靠在软榻上，打了个喷嚏，裹紧了身上的红色大氅，叹息道：“这竟都有些冷啊。”他眉眼跟桑宁很像，上翘的狐狸眼，鼻翘红唇，皮肤白皙，是很精致玉秀的长相，加之身体病弱，笼罩着红色大氅里，偏于女相了。真跟桑宁在一起，不知情的，怕会认为是一对同胞姐妹花。于檀跪在地上，才行了礼，就听皇帝这么说，心情很复杂。陛下，这才秋天，他4年没回桑国，怎么皇帝的身体也变差了？一段病秧子可怎么办？他桑国如何在这乱世存活？桑奇不知于檀的隐忧，一听他这么说，又叹息了。秋天都这么冷，到了冬天，桑可怎么过呀？于檀见他提及公主，忙道：“所以还望陛下务必带公主回去。”桑奇打了个呵欠，奄奄问一句：“回去啊？晋帝会放人吗？”实则他很心虚，这乱世，他能说他是来抱大腿的吗？第70章，他执着于寻到他的软肋。喵呜！一只浑身雪白的猫咪从他红色大肠里钻出来，许是刚被他裹太紧的缘故，一出来后就拿爪子打他的手。他不惯着，提溜着他的后颈，教训道：“雪团，乖些。”名唤雪团的猫咪脖颈上系着红绳铃铛，跟桑宁脚踝被剪掉的那只红绳编织样式很相似。铃铃，猫咪脖颈上的铃铛随着桑奇的动作而晃动。桑奇听着像是觉得很好听，故意提溜着晃荡几下。喵呜！雪团叫了2声，前爪挠了几下，没挠到人，就气得闭眼不理人。桑奇亲亲他的眼睛，又把他塞回怀里了。天很冷的，朕对你好，小白眼猫。于檀听到这里，真想翻个白眼，跟他说：“陛下，你冷，人家不冷，人家有毛。”但他没说，而是说了一个很严肃的话题：“属下听闻陛下亲来晋国归降，敢问陛下如何有此念想？还望陛下三思。亡国之君，万不可当。”桑奇听了，摸摸了怀里的猫，慨叹道：“朕也不想投降，但有幸遇到一高人。他跟朕说，天下一统乃大势所趋，晋帝更是天下雄主，若想保全桑国，唯有向他俯首称臣。祖宗基业确实不可拱手送人，然桑国子民无辜啊。”于檀不以为然，慷慨激昂道：“桑国多烈士，绝不会贪生怕死，我们皆愿为陛下死战，陛下何故先降？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。”桑奇抬手示意他起来，同时反问：“活着不好吗？”于檀的人生信条是活着就是为了战斗，因此他跪地不起，僭越地说一句：“陛下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从前陛下秘密训练死士，送公主联姻，野心勃勃谋取燕国之地，甚至1年前还修建娘娘河，以求深扎燕国咽喉之地，怎么突然就丧失锐气，举国投降了？”于檀绞尽脑汁想着，终于想出一个解释：或许陛下是在麻痹敌人。他满眼期待地看着自己誓死效忠的皇帝，甚至觉得他家皇帝能屈能伸，也是一代雄主，一点不比晋国皇帝差。可惜桑奇摇了头：“不，朕是真心投降。于檀，你自由了。如果朕没记错，朕已经解散了死士队伍。”他早解散了死士队伍，早在燕国亡国之前，这也是桑宁说死士们消失不见的原因。于檀也收到了命令，但他不信。不，洪蕊前不久还传话让公主杀了晋帝，说是听候您的指示。桑奇听得心里一紧，面色严肃道：“朕没这个指示。”他真这么说了？桑那么做了？晋帝知道了？他早于桑国车队来晋都一步，就是为了打探消息。现在晋国对桑国是什么态度？桑如何了？于檀一提到公主就很心疼。陛下，公主处境艰难，先是亡国妖妃，遭人喊打喊杀，如果您再投降，又是亡国公主，更会遭人轻贱，还望您务必救她回桑国呀。桑奇听得揪心，叹气道：“容朕想想。”晋国皇宫乐桑殿，贺兰英把人吓唬一番，准备走人，但离开前忽然想到了编织好的红绳铃铛，便折返回去，系在了他的脚踝上。桑宁瞥一眼，随他去，想着他走了就给解开扔掉了。贺兰英像是知道他的想法，又威胁上了：“你要是敢弄坏，回头朕就打个纯金的。”桑宁一听暴躁了，抬手又想打他耳光，当然再次失败。贺兰英是习武之人，反应敏捷得很，抓住他的手，跟他十指相扣。他的手指细软，柔弱无骨，确实摸着很舒服。他不由得想起马车上的那一幕，那时他为了蛊惑他，想着用手帮他，他拒绝了。现在陡然就想到了，
有关他的一切像是刻在了骨子里，总是突如其来的折磨他。热火从喉咙蔓延而下，他口干舌燥，身心浮躁，拧眉道：“朕说了，不能动手打人。”桑宁试图抽回自己的手，没成功，便随他去了。我说了，遇事多找找自己的原因，明明是你欠打。朕是天子，没有人可以打朕。我不是人。他忽而敛去一身刺，软着身段贴过来，香甜的吻落在他的唇角。贺兰英，我是勾你堕落的妖。他前一刻打他，后一刻吻他，如此分裂，如此让人琢磨不透，如此让人着迷。他应该躲开，躲开他柔软芳香的身体，躲开他呵气如兰的唇，但身体背离他的意识。他在等待，等待他更进一步，等待他堕落的命运。唇上一痛，他咬破他的唇，像是妖物猎食，却又猛然推开他，舌尖卷去唇上的血，慵懒地躺回了被窝里。他这样悠然自若，眼神带着玩味跟嘲弄。他应该生气，却又不知气什么。他就是这样没心没肺，游刃有余。陛下，王成从殿外走进来，在离他还有3步远的时候停下来，轻轻唤了一声。贺兰英听到了，摸着流血的唇，扫他一眼：“什么事？”王成不敢乱看，低头说：“韩统领求见。禁卫军统领韩达奉皇命追击桑国叛党，今日来见，想来是有收获了。”贺兰英这么一想，便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他预感韩达说的会是桑国之事，而是涉桑国，自然要看看桑宁的反应。他执着于寻到他的软肋。是。王成应声，一扫拂尘，宣了韩达进来。韩达进来后跪下行了礼，然后瞧着桑宁，没有说话，像是在防备什么。贺兰英看出他的顾虑，出声道：“无妨，有什么事尽管说来。”韩达见皇帝这么说，才道：“回陛下，属下发现桑国皇帝已经秘密进了晋都，现下就藏身在娘娘河的画舫上。”当真？贺兰英惊得站了起来。桑宁也很震惊，属于原主的悲伤情绪影响了他，竟然让他眼睛酸涩，有些想哭，眼泪流出来。他没忍住泪水，心情很复杂。这原主不会真是个凶控吧？都被他皇兄害成这副惨样了，还为他流泪呢。贺兰英第一时间注意到桑宁情绪的异常，捏高了他的下巴，盯着他湿漉漉的眼眸，心中一痛，目光犀利而冷冽。这么想见你皇兄？求朕。第71章。求朕，如果你不想他死的话。桑宁没理会他，闭眼装死，很想原主意识占据身体，但原主意识太弱了，连像上次那么保护脚踝的红绳都做不到了。到最后还是桑宁承担了所有，再次掌控了这副身体。疼！他拍打他的手，觉得狗皇帝哪天失手，还真能把自己掐死了。但贺兰英其实还真没用什么力气，他太娇气了，别人碰他一下，他都觉得疼。求朕，如果你不想他死的话。这个他就是原主皇兄桑齐了。桑宁大概是被原主意识影响了，还真对那个便宜哥哥来了点兴趣，便说：“陛下想我怎么求你？”贺兰英觉得他这话就没有求人的诚心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自己想。”他也好奇他会怎么求自己，他像是个谜，谁也不知他下一步会做什么。野心勃勃的人追求冒险，追求刺激，追求未知，这是他们对他迷恋的底层原因。桑宁不知这些，想了一会，看向了韩达，低声说：“陛下确定要我当着韩统领的面求你？”他在暗示，待会你丢脸了，可别怪我呀。贺兰英听出他的暗示，预感他会朝自己发浪，忙朝韩达挥了手：“你先下去准备，朕稍后会亲自去迎接桑国皇帝。”是。韩达领命而去，走得很迅速。他跟陈静很像，对皇帝的私生活没一点兴趣。桑宁见韩达离开，便伸出了右脚，一只白嫩嫩的小脚丫，漂亮的脚踝系着红绳铃铛，就这么踩他的胸口，满是玩弄意味的轻慢。陛下，我很喜欢你送我的礼物。不，他不喜欢。这红绳铃铛就像是主人给宠物的标记，有点羞辱人了。铃铃铃，万幸声音不大，不然他会被吵死的。陛下亲手编织的吗？他瞄着红绳的样式，还是有些繁琐的，可见他的用心。贺兰英确实用心，研究半夜才编出来的，上面还有花叶的形状呢。但他不想诉说其中的辛苦，冷淡地反问一句：“不然呢？让你带别人的东西，那他也不必剪掉之前的了。”桑宁看出他的傲娇，忍着对他的冲动，违心地说：“陛下的手真巧，比我皇兄那条好了不知多少，真该让我皇兄看看。我皇兄当时肯定不如陛下用心。”他要想夸人，也能夸得人通体舒泰。贺兰英心情很好，但故意为难，冷哼道：“朕是让你求朕，不是让你夸朕。夸他不就是在讨好他，在求他？狗皇帝拿瞧啊！”桑宁脸色一寒，耐心不多，提醒了：“陛下见好就收，适可而止哈，别逼他扇他啊，手痒痒，真的想打人了。”
不想踹人了。他想做就做，也真踹了，脚一用力就踹他的心脏。贺兰英不妨挨了一脚，就在心窝，别说，还真有些疼。他疼得皱眉，捏着他的脚，怒喝：桑宁，你这是谋害圣体，诛九族的大罪！桑宁会怕，他抽回脚，还想再踹，结果用力过猛，眼前一阵发黑。这病弱的身体让他踹人都踹不痛快，委屈的眼泪立即落下来。我难受死了，你还来折腾我，你杀了我吧！贺兰英，你今儿不杀了我，他话说一半，被贺兰英捂住了嘴。贺兰英妥协了，行了，朕带你去，朕让你见你皇兄。桑宁眼泪一顿，愣了一会，扒拉下他的手，你刚刚拿手摸我脚了吧？现在不是去不去见原主皇兄的问题了。贺兰英，你拿摸脚的手来摸我的嘴。他意识到这一点，连呸了好几下，随后又开始踹人，一边踹一边骂：你讲不讲卫生？你太脏了，你滚！贺兰英，他真心觉得冤，那是你自己的脚，朕还没嫌弃呢。你滚！你！桑宁气得头痛头晕，眼前又一阵黑。如果你想气死我，行，贺兰英，你做到了。他泄气一般倒回被子里，喘息不停，气出一身热汗。贺兰英看得心惊肉跳，也不敢碰他，忙喊来绿枝给他擦嘴。桑宁擦了嘴，还要漱嘴，连漱了好几次，期间很想将嘴里的漱口水吐他身上，可惜没力气。贺兰英看他弱成这样，也不敢说什么了。行吧，算他理亏。他站在一旁，等他缓了好一会，低声问道：你还能去见你皇兄吗？他这身体经不起颠簸呀。桑宁也这么想，加上还难受着，就摆手让他走人了。他太虚弱了，连张嘴骂人的力气都没了。贺兰英看他半死不活的，心里揪痛的难受，面上也温柔了。那朕带他来看你，你不用担心，朕不会对他做什么。他说完，觉得这话太弱了，不符合一国皇帝的气势，又补充一句：如果他识趣的话。桑宁自顾不暇，哪里还管得了别人？贺兰英见他沉默，当他默认，迈步离开了。他离开没一会，公主就进来了。贺兰慧其实来好一阵了，听说皇兄在里面，就没去打扰他们二人世界。这会见皇兄走了，才溜进来，手里捏着一串糖葫芦。哎，桑姐姐，他看桑宁病恹恹陷在被窝里，像是濒危的猫，很是担心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糟糕？桑宁喜欢小公主，也不把坏脾气带给她，就苦笑着泼脏水。你皇兄不做人啊？贺兰慧想多了，见桑宁衣衫不整，脖颈间的皮肤隐隐有香汗，就以为皇兄白日里欺负人，顿时红了脸，又羞又怒。他怎么这样？你身体还没好呢。这话合乎桑宁的心意。桑宁顿时更娇气，更委屈了。是啊，我身体还没好，他就欺负我。公主，我不想活了，你帮帮我，送我一程吧。贺兰慧见他生无可恋，只当皇兄欺负人，把人欺负到绝望了，忙表示：你别怕，我等会就跟母后说，让我母后好好教训他。他还是很听母后话的。他柔声安抚着，又把藏在身后的糖葫芦当惊喜一般递过去。喏，你喜欢的糖葫芦，你吃了心情就好了，身体也就好了。谢谢。桑宁见了糖葫芦，心情顿时就好了。他久困病体，对外界所求不多，稍有些甜头，便能知足常乐了。不乐也没办法，这糟糕的人生，不苦中作乐还能怎么着？公主，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？他边吃边问。贺兰慧也问：什么？桑宁瞥他一眼，目光似笑非笑，跟我说说冯润生的情况呗。他不快活，真的不快活，唯有冯润生还能在床上给他带来点快活。哎，没有对比，没有突出，他眷恋那点快活，连那个人都有点眷恋了。第72章，帮情敌送情书。他真是心大啊。贺兰慧才从冯家过来，也看到了冯润生绝食，苦劝一番无果后，就想来桑宁这里寻个办法。为此他还买了一串糖葫芦，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及冯润生，也是他说过他喜欢冯润生的，冯润生也喜欢他，为他受伤，为他绝食。他心痛之余，也想过他说的那什么强取豪夺，但到了冯润生面前，看他那么可怜，只想对他好，根本说不出一句狠话。罢了，强取豪夺不适合他。母后说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不争则无敌。于感情上，人心如水，水滴石穿。他还是随心而动，顺其自然吧。他的情况很不好，不安分，伤口总是撕裂，还不肯好好吃饭，也不怎么跟人说话，尤其是不跟秋华姐姐说话。秋华姐姐都为他哭好几次了。贺兰慧如实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。我今天去看他，劝他用膳，也不听，也不理人。桑姐姐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桑宁一听就有办法了，劝的不行，你就骗啊，就骗他说
我听他不吃饭，很生气，很不高兴，还很担心，都担心的晕过去了。他会听的。贺兰会听的皱眉，就这？太敷衍了吧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别的啊。桑宁摸着下巴，想了一会，又补充，不行的话，我再给他写封信吧。贺兰会点了头，还是写信吧。写信好，不然空口白话的没有说服力。他很积极，不等桑宁发话，就去搬来小茶桌，寻来了纸笔。桑宁被扶着坐起来，接过纸笔，正要写，想起一件事，抬头看向贺兰会，你就不吃醋？小公主，你清醒点，我这是在抢你男人啊！贺兰会怎么可能不吃醋？但他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，面上强作镇定，能抢走的说明就不是我的，你只管写你的。现在以他的身体为重。桑宁听得感动，觉得贺兰会对冯润生是真爱了，无怪乎他能忍5年的无性婚姻。可惜原著里冯润生被原主害惨了，不然多好的一对儿。那我可写了哈，你写吧，快点写。他还催促上了。桑宁便不耽搁，直接动笔了，开窗秋月光，灭烛解罗裙，含笑为黄鹂，举体兰蕙香。这是古代不知何人写的艳诗，怪他满脑子呜，就忽然想到了，很想借此调戏小傻狗。贺兰会见了，俏脸都红了。你怎么写这种东西？简直不堪入目。不行不行，他抢了纸张，撕碎了，让他重新写。桑宁一脸惋惜，多么应景的艳诗啊！他都想起冯润生那晚爬他床的事了。那晚确实有秋月，他被他弄醒后，他正扒拉他的裙子呢。哎，怪他身子弱，也怪他行又不行，不然他们早成事了。你好好写，不许写不正经的东西。贺兰会皱着眉，板着脸，很严肃，一副监考老师的姿态。桑宁没办法，只能调动脑筋，重新选一首诗，是宋代词人李之仪的《卜算子》。我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此水几时休？此恨何时已？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他写好，递给贺兰会，笑问如何？满分作文不？贺兰会以为是他写的词，虽然跟他是情敌，但也不得不慨叹一句：你倒是有才情。桑宁在心里感谢词人李之仪，面上则谦卑一笑。公主面前献丑了。贺兰会，这还献丑？夸他有才情，本以为他会骄傲，没想到他还谦卑上了。妖妃真是越来越让人挑不出毛病了。他自叹弗如，心生惭愧，就麻利拿词走人了。等出了月桑殿，才觉得自己荒唐，帮情敌送情书。他真是心大啊！陈静一直留心倾听殿里的动静，看公主离开，手里拿着一封书信，紧紧皱起了眉头。这要怎么给皇帝汇报？皇帝单恋妖妃，妖妃跟冯小后爷私相授受，公主是中间人，这皇室之间的感情关系太特么乱了。桑琪是在风中凌乱，他站在画舫上，看着对面岸上晋国皇帝的车驾，心情很复杂。他才刚进晋都，还没在画舫里躺一会，晋的竟然就来了。他怎么来的这样快啊？他的眼线已经深入到娘娘河了吗？那高人所言非虚，晋帝果然手眼通天。陛下小心。于谭跟在他身侧，看他衣服华丽到笨重，就伸手去搀扶他。桑琪搭着他的手，小声提醒，不要再这么称呼了。晋帝听到会不高兴。你注意些。于谭看不得他这样谨小慎微，心里一阵义愤。同为皇帝，您这样卑躬屈膝，心里真的舒服吗？桑琪轻拍他的手背，像是安抚他怀里那只容易炸毛的猫。小鱼呀，不要争一时意气，要争一世长久。一世长久，这话瞬间让于谭浮想联翩了。难道陛下都是在伪装？最高明的伪装就是装的自己都信了，如此才能骗过他人。桑琪不知于谭的心思，在他的搀扶下下了画舫，上了岸。岸上，晋帝的车驾、仪仗队以及禁卫军绵延了很远，属于晋国的军旗在风中飘荡，围观的民众如山，但肃静的吓人。桑琪扫一眼，心生惊叹，听闻晋帝是马上征战的少年天子，能御虎狼之师，如今看来还能统御万民，确实有一代雄主之气概。雄主本人正坐在6匹马拉着的车辇上，车辇位置高，是俯视而下的姿势，只瞧着一个穿着红色锦袍、外罩红色大氅的男子朝自己走来。现在这天气需要穿这么多，还是他身上有异常？想着行刺，贺兰英脑子里各种阴谋论。韩达带兵守在他身边，比他还谨慎，眼见着桑琪上前，持剑一喝：“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”桑琪顿下脚步，微弓着身，回道：“桑国12世皇帝桑琪。”韩达要上前搜身，这对一国皇帝来说有些冒犯了。贺兰英想着月桑殿的桑宁，正欲阻止，但桑琪已经伸开了手臂，摆出十分乖顺的姿态。韩达真的上前搜身了，
这一搜就搜出了一只猫。喵呜！雪团被韩达拎着后颈，许是动作粗鲁，痛的声音尖利，四脚乱蹬。贺兰英一眼瞧见那猫身上的红绳铃铛，编织样式跟桑宁原先脚上那条很像，便有些相信他是桑国皇帝了。在这之前，他其实想过桑国派人假冒皇帝向他投降，好在两国皇帝见面时行刺于他，毕竟桑国行过几次暗杀之举了，不得不防。韩达不得无礼！他看似制止韩达的行为，实则也是考验桑琪的诚意。既然来晋国求和，那就摆清楚自己的姿态。如此万民见证之下，他敢俯首称臣吗？桑琪还是没脾气的，先把雪团接过来，递给了于谭，接着软面团一般撩开衣袍下了跪。草民桑琪见过陛下。他自称草民，真的是卑微的不能再卑微了。于谭抱着猫，心里为他不平，但见他都下跪了，也不甘心地下跪了。真乃奇耻大辱啊！他家陛下如此忍辱负重，定有一雪前耻，光复祖宗基业的时候。于谭到现在还不信桑琪是真心投降，只当他是假意投降，保存实力，以待时机。用桑宁的话，猥琐发育。贺兰英俯视着跪在地上的桑国皇帝，又一次想到了桑宁，同为兄妹，这哥哥也忒没血性了。如此贪生怕死，未战先降，还是一国皇帝亲自来降，不仅枉为皇帝，更枉为男儿。他瞧不上这样的人，眼神轻蔑，态度也更冷了。起来吧，谢陛下。桑琪站起来，觉得冷，拢紧身上的大氅，同时慢慢抬起了头。因他一直低着头，还戴着帽子，大半的脸都藏了起来，也叫韩达上前搜身，看到了他的容颜，虽有惊艳，但也没多想。他本人也没多看桑宁一眼，是以没察觉两人之相。但大臣们不同，大臣们见过妖妃，此刻桑琪一抬头，把他们震了个目瞪口呆。哼，这桑国皇帝怎么跟妖妃一个祸水模样？随后又庆幸，还好是个男人，不然又是一个红颜祸水啊。第73章，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。贺兰英也看到了桑琪的脸，一时还以为看到了妖妃，那眉眼，那气质，太像了。如果桑宁身体好些，这么个打扮，撇开身高，定跟他难以分辨。桑琪不知晋国君臣正为自己的脸而发呆，就觉得氛围很怪。难道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投诚？他哪里没做到位吗？漫长的沉默让人心慌慌，他便试探着喊了一声：“陛下。”贺兰英回了神，皱起眉，没想过这种情况，他们兄妹这般像。他看着他的脸，大概爱屋及乌，完全给不出冷脸了。桑弟远来晋国，朕有事远迎了。他言语客气了些。桑琪听了，忙做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，躬身道：“陛下隆恩，草民不请自来，还望您恕罪。”他是如此的识趣、乖顺、卑微。如果桑宁这么做，贺兰英瞧着桑琪的脸，想象他是桑宁，然后他发现，如果桑宁这么做，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。如此做小伏低，定有所图。桑琪不知贺兰英心中所想，见他一直盯着自己，还真有些慌了。这个境地不会有断袖之癖吧？那高人这么坑他的？想到这里，他拿衣袖遮了脸，换了话题：“陛下，草民的车队远在后面，先来一步，全然是担心妹妹，还望陛下容谅。”他知道自己先车队而来，容易让人多想，便给出了解释。贺兰英听他提及桑宁，想着桑宁也在想着他，便说：“朕明白，你们兄妹情深，有情可原。谢陛下，朕已经在朝霞殿设宴，还请桑弟一驾吧。”是。桑琪应声，被韩达领着去了一辆马车。马车旁站着一个身材修长、模样俊美的男人。桑琪看到对方一袭血色白袍，右手食指戴着指套，就猜出了他的身份。不过面上只当不认识，问一句：“您是？”在下风雀仪。风雀仪态度恭敬，朝他行了个礼。桑琪赶忙还礼，一点不摆皇帝的谱儿。“哦，是风国师，久闻大名。”桑弟谬赞了。风雀仪笑得和善：“我观桑弟面有病色，心有挂念，特来一看。哦，对了，我在宫中也多为公主看诊。”他脑子转得快，也永远快贺兰英。冯润生一步已经想着跟桑宁的兄长搞好关系了。桑琪看出风雀一面带善意，更加热情。原来舍妹多仰赖风国师照顾了，多谢。今日有幸得见风国师一面，不负此行。请。他请风雀仪上了马车。韩达见了，立刻把这事告知了皇帝。车队已经缓慢朝着皇宫而去。贺兰英看不到后面马车的情形，听说风雀仪上了桑琪的马车，立刻皱紧了眉头。风雀仪是疯了吗？竟然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跟桑弟亲近，一国之师，朝廷重臣，他对桑宁的心是一点不遮掩了吗？愚蠢！他低喝，很愤怒，但愤怒之后又羡慕他的肆意妄为。他也想跟桑琪亲近一些，或许还能听他说说桑宁从前的事。桑宁那么在乎这个皇兄？风雀仪讨好了他，
万一他在桑宁面前说风雀仪的好话，不，没用的。他是皇帝，是天下主宰，他们兄妹连自己的命运都左右不了，更遑论其他。贺兰英这么想，但就是心里不痛快，觉得风雀仪故意给他添堵，忍了好一会，还是下了令，让风雀仪滚过来。风雀仪正给桑琪把脉，连续把了2次，觉得他的身体也就比妖妃好一些。看来这兄妹俩是同样的体质，并一块去了。桑琪看风雀仪皱眉，心里打着鼓，忙问风国师：“我身体如何？还能活多久？”他在路上感染了几次风寒，还吐过血，一度以为自己要死在半路了。还好他撑过来了。至于还能撑多久，他是真的想知道。那高人说，如果他坚持跟晋国为敌，有司惊惧之下，活不过半年，会亡在桑国亡国之前。如今他举国投降，能否改变英年早逝的命运？风雀仪不知他的忧虑，温和一笑：“桑弟多虑了，有我在，保管您长命百岁。”桑琪半信半疑，面上则陪着笑：“那就多谢风国师了。”他说着，从于谭手里接过猫，想着揣进怀里。风雀仪见他身不离猫，笑问：“这猫？”桑琪笑道：“桑从前养的。”风雀仪一听是桑宁养的猫，就来了兴趣：“是吗？真是漂亮。”桑琪见他似乎喜欢猫，便说：“要抱抱它吗？”他很乖的。喵呜！很乖的猫立时给他一爪子，倒没抓伤他的手背，而是把他的衣袖抓得起丝了。画面有点尴尬。桑琪尴尬的笑：“那个偶尔是有点凶的。”风雀仪不怕他凶，更有兴趣了，跟他的主人很像，看着漂亮乖巧，还慵慵懒懒的，但不经意间挠你一爪子，凶萌的。他更喜欢了，伸手就想接过来抱一抱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韩达的声音：“风国师，陛下有请。”风雀仪觉得皇帝是故意的，他看不得自己跟桑弟亲近，或许他自己也想跟桑弟亲近，可惜他身不由己。不过他也身不由己，皇帝在上，他发了话，自己也只能过去了。桑弟稍后，我去就来。他礼貌告退。桑琪点头一笑，目送他身影离开，随后才跟于谭说：“风国师看着是个很不错的人。”于谭跪坐在桑琪身边，其实一直忍着杀风雀仪的冲动，如果不是怕连累桑琪，早一剑杀了他。这回又听桑琪夸他，立刻说：“陛下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公主前不久还让我杀了他，说他人面兽心，多次欺辱于他。”桑琪听得一惊：“什么？此话当真？”于谭眼神坚定：“自是当真，属下绝不敢欺瞒陛下。”桑琪，原来风雀仪是这样的人，这晋都的谁好神啊？这人比他还会装。高人，呜，他好怕。第74章，自己喜欢的男人还能怎么着？宠着呗。晋国公府，贺兰慧送来了桑宁的书信。冯润生还趴在床上养伤，看到书信后，如获至宝一般，轻轻折叠好，揣进了怀里。多谢公主。他红着脸，还是有些害羞的。贺兰慧压着酸涩，笑问：“你现在可以用膳了吗？”冯润生点了头。他绝食就是为了见妖妃，毕竟妖妃没心没肺的。之前他被关祠堂几天，再去见他，他就说差点忘了自己，给他留下很大阴影。他很担心养伤期间见不到他，他真把自己忘了。尤其皇帝跟风雀仪围在他身边，那一个个都是劲敌。贺兰慧不知他所想，见他点头，忙喊人传膳。等候膳食送来的时候，冯润生关怀了几句桑宁的身体，得知他没事，又想着回一封书信，就问了：“公主能为我也送一封信吗？”贺兰慧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真当她是他们的红娘了？他心里不爽，但看着冯润生期待的眼眸，又软了心肠。能，自己喜欢的男人还能怎么着？宠着呗。冯润生请他去准备纸笔。贺兰慧点了头，很快从他的桌案处取来了纸笔，同样是放上小茶桌，将纸墨笔砚铺排好。冯润生拿着毛笔斟酌了一会，开始动笔写：“无心如江水，浩荡到清新，闻清香四溢，涕泪满衣襟。”贺兰慧想瞄一眼，没瞄到。冯润生就像学霸在考场答题，卷子一掀，不让别人瞄到他的答案，太坏了！他气得直瞪他。冯润生被贺兰慧瞪得俊脸更红了，匆匆写完书信就折叠好，装进信缝，交给了他。辛苦公主了，公主恩情，润生没齿难忘。区区小事，你言重了。贺兰慧接过信来，压着偷看的躁动之心，撇嘴问道：“你写了什么呀？还不让我看？脸还那么红，不会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”他想着妖妃的验尸，就有些想入非非了。不是。冯润生羞得把脸埋到了枕头里。他倒是想写些桑宁喜欢看的，但他觉得太轻慢了。虽然桑宁就是个轻慢的人，但他还是想对他庄重一些。贺兰慧看他这样，心里酸涩的厉害，觉得自己就是来找罪受的。他想立刻拿信走人，但身体不争气，脚步迈不开，
还是想看他吃了东西再走。仆人很快送来了膳食，贺兰慧把纸墨笔砚收起来，放回原处，然后接过膳食，摆放在了茶桌上，盯着他催促：“快吃吧，你吃完我就给你送信去。”冯润生希望他能快快送信，所以吃得特别快。贺兰慧看他火速扒拉着碗里的米饭，也不吃菜，囫囵吞枣一般，又担心了：“等下，不要吃那么急，先吃些软食，养养胃。”他给他盛一碗清淡的汤，盯着他喝下去后，又给他加一些容易消化的菜品，反正极尽一个女人的温柔贤良。冯润生很不自在，想拒绝，又怕惹他不快，而不给他送信了。总之，一顿饭吃得很煎熬。就在这时，冯秋华听到弟弟用膳了，惊喜地走进来：“公主，还是你有办法，我这弟弟也就听你的话。”贺兰慧听得心塞，哪里是他的办法？冯润生也没听他的话，分明是对症下药，全靠妖妃的魅力。但这些话哪里说得出来？他只好强颜欢笑：“秋华姐姐来了。”冯秋华点头一笑：“我听说桑国皇帝来了，陛下在朝霞殿设宴迎接，正准备去看一看。你与我一道不？”“不了。”冯润生抢先一步拒绝：“他忙，你去你的。”他还等着贺兰慧送信呢，自然不能让他被别的事情绊住腿脚。冯秋华不知内情，见弟弟这么说，就打趣了：“日久见人心了，臭小子终于知道公主的好了。”他以为两人有感情了，弟弟这是不舍得放人走呢。你别胡说，会坏了公主清誉的。这话更让冯秋华误会了。冯秋华看着公主笑，瞧瞧，他还心疼上了。贺兰慧有苦难言，不想他再误会下去，便支开了他：“秋华姐姐快去忙吧，我一会就回宫了。”冯秋华点了头，又转头去看弟弟：“你好好吃饭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。”冯润生没理会，还跟他置气呢。冯秋华见他不理自己，也气了，就走过去乱揉他的脑袋：“小白眼狼，姐姐是为你好。”冯润生躲开他的手，反驳道：“别打着为我好的旗帜行事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”这两句话在里，冯秋华手上动作一顿，半晌无言。是了，弟弟不是小孩子了，一眨眼也开始想娶媳妇了，就是眼光不好，瞧上了妖妃。那妖妃蛊惑他的弟弟，罪无可赦，他绝不会放过他的。眼下弟弟满心满眼是他，不宜动手，那就换个对象。以前常听到妖妃把哥哥挂在嘴边，今日他哥哥来了，亡国之君，他倒要好好瞧一瞧。治不了他，就治他哥，给他添堵也成。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女人如是想着，迈步离开，去了皇宫。皇宫很热闹，朝霞殿歌舞已经安排上了，大臣们议论纷纷，说着对桑国乃至桑国皇帝的处置。当然，桑国皇帝是不在的。桑琪第一时间被贺兰英带去了乐桑殿，大臣们则先去了朝霞殿等候。乐桑殿，桑宁去了净室，放了水，果然发现身上来事了。他早说胸口胀得疼，不正常，该死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与他的如丧考妣脸不同，绿芝是欢喜的，娘娘身上终于来了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什么？原主出朝？18岁？桑宁懵了，这是什么悲剧人生？他才穿来，老天不说给他开个金手指，还给他送了姨妈，他真的谢了？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看谁以后还敢说娘娘是怪胎。娘娘以后完整了。因为桑宁久久不来癸水，那些妒忌他的妃嫔们常在背地里嚼舌根，说他不能生养，是个怪胎，是个不完整的女人。他听了心里很难受的。现在好了，他家娘娘完整了。桑宁见他这么说，欲哭无泪。傻孩子，这完整大可不必啊。娘娘不开心吗？绿之后觉桑宁神色不对，好像被什么打击到了。桑宁这回心态有些崩，不想说话，就摆了手：“你安静点，我想静静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他摸着胀痛的肚子，又开始琢磨怎么作死了。没琢磨一会，就见坐在门槛上的绿枝欢呼着跳起来：“娘娘，桑弟，桑弟来了，桑弟来了！”第75章，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桑国皇帝来了，原主哥哥来了。桑宁听着，安静地躺在被窝里不动弹，等候原主意识冒出来，但原主意识太弱了，试了几次也掌控不了这副躯体，只影响了他的情绪，让他泪水模糊了眼。哎，深情妹妹，无情哥哥，这该死的兄妹情！桑桑，哥哥来了！泪眼模糊中，一个红色身影来到了面前。桑宁擦去眼泪，瞧见一个大美男，还是跟原主同款的大美男。妈呀，男生女相，貌若浩女，这便宜哥哥他可以。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他被男人的美色激发了兄妹情，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直接一个熊抱。哥哥身上好香，温温暖暖的，让人安心的，不像其他狗男人钢筋铁骨的，哥哥身上也软软的，
抱起来很舒服的，他好喜欢的。哥哥，哥哥，他眯着眼，甜蜜蜜贴着他的胸膛，抱紧他，一紧再紧。喵呜！由于他抱得太紧，就压到了桑琪怀里的雪团。雪团尖叫着挣扎出桑琪的怀抱，跳到了床上，看到两人拥抱，往旁边一躺，一只前爪还扶着猫脑袋，怎么说呢，就躺出一个无比妖娆的姿势，像是在说我就静静看戏。桑宁余光看到猫咪的姿势，觉得浪浪的，贱兮兮的，让人想揉令。他也揉令了，冲他毛茸茸的肚子摸了鸡摸，然后就摸到了不该摸的东西，像是烫了手一般，很嫌弃，公的。雪团喵呜一下跳起来，像是被欺负的良家妇男，快速扒拉着被子钻进了被窝里。桑宁，这猫成精了吧？他皱着眉，把脏手往桑琪大场上蹭了蹭。桑琪忽略这点小细节，目光温柔地盯着妹妹。桑桑，你瘦了好多，看着很憔悴。桑宁果断点头卖惨，都是想哥哥想的。哥哥，我真的好想你啊。他还没抱够，没了猫咪影响，再次一个熊抱。可惜了，这是原主的亲哥哥。他收敛自己的色心，告诫自己要牢牢捍卫做人的底线，好好做人，远离骨科。可嗨，贺兰英也不给桑宁靠近骨科的机会。第一次拥抱他忍了，第二次拥抱他忍不了，就故意咳嗽几声，吸引他们的注意。等他们看过来，他就盯着桑宁，眼神传达着安分些，不想你皇兄死，就离他远些。桑宁收到狗皇帝的威胁，故意摆出误会的样子。陛下嗓子不舒服吗？绿枝，快去给陛下倒杯茶。不用。贺兰英一点不渴，看他们还抱着，就上前按住了桑琪的肩膀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朕同你皇兄一见如故，正欲痛饮。你们有什么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说。说着微微用力把人拽了起来。疼！陛下手下留情。桑琪暗暗叫苦，觉得静帝就是个猛夫，无怪乎妹妹不喜欢他。妹妹那么娇，哪里经受起他这样的力道？桑宁见他弄疼了哥哥，也不知是不是原主一时作祟，反正就很担心，很心疼。你别碰他。贺兰英，你能不能温柔点？贺兰英没有温柔，几乎是提溜着桑琪离开了。桑宁想跟去，奈何身体不争气，姨妈汹涌了下，痛得他皱巴了脸。绿枝已经准备好了热水袋，让他垫到后腰。桑宁垫着热水袋，小腹还是丝丝缕缕的坠痛。末了美男转移注意力，他瘫在床上，就像是无人问津的垂死老人。无趣，好无趣。喵呜！雪团从被窝里钻出来，跳到了他的胸口上，也不动，就主子爷一样坐着，眼睛眯着，像是很享受的样子。可不是享受，他坐在他身上最柔软的地方。这色猫，他能被一只猫占了便宜，从来占便宜的人都是他，也只能是他。于是他觉得自己是出于报复才去摸公猫的，不，她是小仙女，完全是出于验证猫的性别才去摸的。真可怜死他了，没有美男陪着，真的好寂寞，他都寂寞遍太了，现在看个公猫都觉得眉清目秀了。喵！雪团被他摸得怀疑猫生，尖叫着乱蹬腿，好容易挣扎出他恶魔之手，就跳下床，瑟缩在墙角。绿枝，把猫抱过来。他还没玩够呢。是。绿枝应声，想去抱猫。雪团看到绿枝来抓他，抖着浑身的毛发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凶狠声。绿枝看到了，还真有些害怕。娘娘，他好凶，好像要挠人。桑宁不想绿枝受伤，便说：那算了，随他去吧。一只猫而已，比不得他的小中仆重要。万一被猫挠一爪子，这古代的猫也没打针啊，还是很危险的。但绿枝想着他喜欢猫，哪怕很害怕，还是试探着伸出了手，同时柔声说着：雪团，你别怕，那是你的前主人啊，你忘记他了吗？我家娘娘很好的，你陪她玩会呗。他知道他家娘娘病中无聊，很需要解闷的东西。雪团像是很有灵性，听绿枝啰嗦了一会，又跳上了床，但跟桑宁保持着距离，猫眼也很警惕，滴溜溜乱转着。他有一双美丽的蓝色眼睛，像是星辰大海。桑宁欣赏了一会，觉得这只公猫确实眉清目秀，颜值高，就撸了撸他的猫头，问道：你叫什么？刚刚他沉浸原主哥哥美色，都忘记问他的名字了。是雪团啊，娘娘忘了吗？绿枝一旁提醒着。桑宁听了，笑道：倒是猫如其名。他把雪团抱到胸口上，玩它毛茸茸的前爪，爪子上有粉粉的肉垫，很干净。这是一只爱干净的猫，当然也确实是一只色猫。桑宁才给他点好脸，就敢袭胸了，还伸出猫舌头胡乱舔了。他舌头带着倒刺，舔起来不算多舒服。他不喜欢，轻拍了一下他的猫脑袋，教训着：不要，以后不许这样。雪团被呵斥，好像很受伤，耷拉着猫脑袋又钻被窝去了。桑宁觉得他有点玻璃心，做恶欲上来，把他扒拉出来，吓唬道：小雪团，
你以后再这样，姐姐给你绝育哦。他真的太坏了，还朝他做出剪掉的姿势。雪团像是看懂他的意思，吓得跳下床，风一样窜出店，离家出走了。桑宁，哎，他瞬间觉得那几个狗男人连猫都不如了。第76章，他对当红颜祸水没有兴趣。猫都知道好东西有大用呢，狗男人们有好东西都不知道用，哎，可惜啊！正可惜间，听到外面守卫的陈静说：“陛下有令，越桑殿止步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是桑帝的侍卫，替他来给公主传个话。”是于谭的声音。于谭捉到跑出来的雪团，抱在怀里，假借桑帝的名义，想着见桑宁一面。他好些天没见公主了，想念得很。桑宁听出于谭的声音，就朝外面喊：“让他进来。没有小傻狗，跟忠犬死士玩一玩也好啊。是个美男都行。”他不挑食。但进来的是陈静。陈静是抱着猫进来的，进来后随地放下猫，躬身道：“娘娘，陛下有令。”行了，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桑宁冷着脸打断他的话：“你们陛下的命令在我这里没毛用，你要是识趣，就让他进来。惹怒我，对你绝没好处。”他在威胁了，以他对狗皇帝的影响力，想寻个办法收拾陈静，太轻松了。但如果他真的收拾陈静，那就跟原主差不多了，迫害新帝忠臣，真成红颜祸水了。他对当红颜祸水没有兴趣。陈静听出桑宁的威胁，但他为人于中，没再说什么，只道一句：“娘娘息怒，陛下有令，不得违抗。”他转身而去，依旧没放于谭进来。于谭见跟他说不通，握紧拳头，正准备动手，就见他转身朝一个穿着鹅黄色宫裙的女子行礼：“公主千岁。”贺兰慧正要踏进殿门，被他唤一声，就多瞧了眼于谭。本来不想过问的，这会也就出了声：“他是何人？”于谭躬身行礼，自我介绍：“桑帝侍卫于谭，来替桑帝传个话。”陈静怕贺兰慧自作主张，让他进去，忙说：“公主，陛下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”贺兰慧听到这话，不打算多管闲事，扫他皇兄的面子，正要进去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桑宁一句：“公主，让于谭进来。”贺兰慧犹豫片刻，还是让人进去了。陈静想说什么，到底是忍住了。“谢谢公主。”于谭道了谢，随他进去了。贺兰慧扫着陈静的神色，不想毁他的面子，就提醒了一句：“你传了桑帝的话就出去吧。”是。于谭应声走进去，一边走一边打量着桑宁的气色，见他苍白虚弱，很是担心。那狗皇帝是怎么照顾人的？为什么他每次见到公主都觉公主更虚弱了？桑宁看到两人进来，先问了贺兰慧有关冯润生的事：“公主，他怎么样了？乖乖吃饭了吗？”贺兰慧没隐瞒，如实道：“吃了，看着精神也好些了。”但他心里有个阴暗的小人，不让他拿出冯润生的书信。桑宁没想到有书信这回事，也没问，就随意笑着：“吃了就好。小孩子还在长身体呢，学什么绝食？分明是打得轻。”贺兰慧听得皱眉，觉得桑宁不知道心疼人，还想他被打，真是没心没肺。又一想他还在信里写不负相思意，哼，就是个骗子。他对桑宁的感官很复杂，一会觉得他好，一会觉得他坏，两个极端来回拉扯，让他对他的态度也是喜怒不定。像此刻他就生气了，为冯润生鸣不平，他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对你一腔真心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他？桑宁见此就知道他恋爱脑发作了，也不跟他争辩，好脾气地说：“公主勿怪，我说错话了。”贺兰慧，他一听他道歉，又反思自己态度恶劣，有失一国公主形象，端地是心情煎熬。他给你的。他拿出信扔给他，快速走人了。他是真的不知拿什么态度面对妖妃这个情敌。于谭一旁安静待着当空气，等贺兰慧走了，才出了声：“公主可还好？”桑宁正打开书信，看上面的情诗，挺肉麻的，小傻狗都为他哭了呢。就是没能亲眼看到，有点可惜了。不过可惜之余，心情还是很好的。一抬头又见于谭在身边，心情就更好了。“小鱼儿，你过来。”他招招手，把于谭唤到身边，就是一阵上手摸脸。哎，美男皮肤都好好啊，鼻子好挺，捏一捏，嘴唇带唇珠呢，也揉一揉。可怜于谭一颗平静的心被他搅弄得惊涛骇浪。公主这是在做什么？他是喜欢他吗？小忠犬压根不知自己被上司性骚扰了，心情澎湃的想：如果公主喜欢他，怎么不亲他呢？咬他呢？就像那天在地道跟他再亲近一些。可嗨，绿枝抱着雪团咳嗽两声，刷着存在感，同时用眼神传达着：“娘娘，我还在呢，你也克制点啊。”桑宁不打算克制了，摸完于谭的俊脸，准备摸他的腹肌。他们这种练武的
肯定是有腹肌的吧？公主，于谭见桑宁的手忽然往下乱摸，就吓到了，忙抓住了他的手，一张俊脸红得不像话，头低着都不敢看他。公主，公主这是做什么？他虽然正想着公主亲近他，但这么个亲近方式还是惊到他了。宠幸你啊！桑宁亲了下他的脸颊，让他松手。于谭没敢松手，觉得地点不对，小声说：“公主，这是晋国皇宫。”桑宁不以为意：“你害怕了？怕贺兰英杀你？”于谭立刻摇头，一双真诚而关切的眼眸看着他：“我怕影响了公主清誉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渐渐低下头，羞红从脸颊蔓延到耳垂，明明1米9的威猛汉子，愣是露出了弱小、可怜无助的样子，看着更想让人揉。令了。桑宁重重亲了下他的额头，笑道：“没事，我的清誉不值钱。再说，我就宠幸下你的腹肌，便是他想做别的，身体也不允许啊。他还得伺候他的姨妈大人呢。”腹肌？于谭似懂非懂，渐渐松开了手。桑宁的手得了自由，就开始一逞色：“腹肌，我要8块的，少1块，我跟你急。”于谭听不大懂，但俊脸通红。公主好像在挑剔他的身体，但他并没有什么被冒犯的感觉，反而很紧张。公主眼光那么高，会满意他的身体吗？如果他不满意怎么办？他有补救的机会吗？第77章，世上还有这种好事？于谭不需要补救的机会。8块腹肌摸得桑宁通体舒畅，不错不错，果然是纸片人美男。8块腹肌，那手感完美至极。他垂涎着，很想撕开他的衣服，躺在腹肌上睡大觉，但于谭有些受不住了。腹部也是男人很敏感的位置，他呼吸都重了，眼看着要丢人了，忙拽开他的手，跪下来：“公主恕罪。”汗水从他脸上滴下来，他垂下眼眸，遮掩着眼底的受色，低声说：“属下失态了。”公主恕罪。桑宁察觉他的异样，大概知道他怎么了，就很气：“你就不能控制一下吗？他还没摸够腹肌呢。”他太不争气了，坏他的好事，完全忘了自己是挑火而不灭火的人，行为才是真正的十分恶劣。当然，于谭也不会这么想，在他心里，公主高贵完美，怎么会是他的问题呢？他只当自己不争气，不能让公主满意，还很自责。公主恕罪，属下以后会多多控制的。罢了，出去吧。桑宁摸不到腹肌了，觉得很扫兴，摆手就赶人了。什么叫翻脸无情？这就是了。于谭见他这样冷淡，心里难受死了，都是他不好，他太不争气了。公主就是想摸摸腹肌，这么简单的小事他都办不到，他真的太没用了。公主，如果您还想，我可以的。他忽略身体的痛感，告诉自己，不就是忍一下吗？又死不了人。公主开心最重要了。桑宁扫他一眼，看他一脸快爆炸的模样，觉得他不可以。哼，男人，不争气的男人。算了，下次吧。你出去收拾吧。他难得良心发作，不准备折腾他了。但于谭还跪在地上，恋恋不舍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公主能吻我一下吗？”只要他还愿意吻他，那说明他还是喜欢他的吧。桑宁不知他的想法，见他卑微求吻，脸上都是隐忍的汗水，额发汗湿了，汗水顺着下颌流下来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性感。这该死的男色，看得到吃不到，折磨的是他好吧？桑宁看得姨妈汹涌，身体很不舒服，更生气了：“你出去，我这回不想看到你。”他身体不舒服，心情很暴躁，美男也没用，也就无视了于谭失望而悲伤的眼神。于谭以为桑宁不喜欢自己了，就像迎头一盆冷水，被打击到身体都萎靡了。如果公主不再喜欢他，这身体再生龙活虎也没用武之地了。他这么一想，几乎要绝望了，而这绝望里往往生出一种毁天灭地的孤勇。他像之前那样扑上去强吻她的唇。桑宁，世上还有这种好事？他反应过来，张开嘴唇随他进攻，但于谭哪里敢放肆，他啃他一口就跑了，因为怕他翻脸，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，根本不敢多待。桑宁，混蛋，这情形不亚于我裤子都脱了，结果就这一拳怂蛋。他气得头疼，胸口疼，浑身疼，哎，今天依旧是想死的一天。于谭跑出店时，迎面一把长剑砍了过来，他紧急避开，就见陈静第二剑杀了过来。于谭进攻时被搜身，是没带兵器的，这回只能左躲右闪，好在躲闪时拔了旁边侍卫的剑，跟他杀了起来。他不知陈静为何突然出手，但略作一想，也就猜了出来，莫非是看到他亲公主了？虽然公主还不是狗皇帝的女人，但狗皇帝这么个监管态度，完全是把公主当自己的所有物了。眼前这人分明是狗皇帝的鹰犬，觉得他冒犯了皇帝的女人，自然要杀他而后快。
实则陈静要杀他，不仅是他冒犯了皇帝的女人，还认出来了，他就是那天带妖妃逃走的刺客。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刺客在妖妃唇上留下了痕迹，现在敢那么亲近妖妃的，必然跟刺客脱不了关系。砰！咚！两人忽上忽下，身体翻腾，杀得昏天暗地。绿枝听到动静，出来一看，吓得大叫：“娘娘，娘娘！陈侍卫长跟于谭打起来了！”桑宁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，闻声奄奄回一句：“哦，谁赢了？跟我说。”他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，没多拉几个人陪葬，全靠他小学9年义务教得好。绿枝看他不理会，都懵了。前一刻他不还粘着于谭吗？这一会怎么就不管他死活了？他心善，看不得于谭涉险，就喊了：“别打了，陈侍卫长，手下留情啊！”陈静其实处于下风，他挨了杖责，身体还在休养，完全是强撑着伤体值守月桑殿。刚刚出其不意想杀了于谭，还没成功，知道自己一人杀不了他，便下了令：“他乃刺客，速速为杀！”这一声令下，侍卫们迅速拔剑，朝着于谭围拥而去。于谭双拳难敌四手，渐渐落在下风。绿枝觉得不能干看着，任由这么下去，于谭得死在他们手里。他不想于谭死，忙派人去朝霞殿传话：“快去通知陛下，陈侍卫长要杀桑帝的贴身侍卫。所谓打狗，还要看主人。”桑奇来投诚，贺兰英隆重接待，一片议和声中，绝对不宜见血。于谭想活命，就看贺兰英的态度了。朝霞殿，美丽的舞女们摆动着曼妙的身姿，清一色的红裙。如果桑宁在这里，会发现是偏敦煌风的样式，衣裙单薄而清凉，旋转间裙摆飘扬，似天外飞仙，就是时不时露出一点艳色，却也更添颠倒众生的风情。桑奇拢紧了身上的大氅，看着舞女们穿的那么少，很是担心她们会不会冷。冯秋华就坐在桑奇对面，很是震惊，他跟妖妃相似，一个男人竟然也能长成这般祸水模样。他短暂的被他的脸迷惑了下，就开始找茬了。桑帝觉得这舞如何？桑奇含笑回道：“妙哉，美哉！今日有幸观赏，实乃三生有幸。都亡国之君了，还有心情欣赏歌舞？”冯秋华压着鄙夷，又问：“是舞美还是人美？”桑奇笑夸：“都美，都美。”冯秋华冷笑：“我倒觉得美不过桑帝您呢。”他把一国皇帝比作舞女，戏子之流，恶意满满，一点不遮掩了。说着，他看向在场的大臣们：“各位大人觉得呢？”第78章，那什么皇帝，他不干了。大臣们多数瞧不上桑国，自然也瞧不上桑国皇帝，顿时纷纷笑了起来：“哈哈，慎言郡夫人说的对，桑帝之美，美过在场所有的舞女。”他们都把一国皇帝比作舞女，这是奇耻大辱。桑奇想着高人的话，没什么比活着重要，生死面前都是小事，便也达观了，甚至还笑了出来。中人之姿，各位谬赞了。冯秋华没想到桑奇这么能隐忍，还想继续攻击，就听风雀仪说：“慎言郡夫人，听闻冯小侯爷绝食2天了，现下如何了？”他这时候问及此事，是转移话题，也是为桑奇解围。桑奇自然送去感激的笑容。风雀仪回以一笑，笑容和善。贺兰英将两人的互动尽收眼底，想着自己在马车上提点过风雀仪，让他离桑帝远点，看来他是当耳旁风了。他皱起眉，捏着酒杯一仰而尽。冯秋华也回了话：“劳烦风国师担心了，舍弟今天已经用膳了。公主劝的，少年莫爱，他现在也就听公主的话了。他不想弟弟跟妖妃有牵扯，更想要公主这个弟媳。冯家的荣华富贵必须牢牢绑定在贺兰家族这棵大树上。说公主，公主就来了。”贺兰慧回了自己寝宫后，简单梳洗，换了衣服就过来凑热闹了。皇兄，他盈盈一拜，行礼时目光搜寻着桑国皇帝的身影，也很好寻到，他跟妖妃太像了。他同众人一样惊讶，天，原来男人也能生出这般祸水模样，万幸是个男人，不然不知惹出多少祸事来。惠安来了，且坐吧。贺兰英抿了一口酒，微微一笑，言语亲昵：“谢皇兄。”贺兰慧应声，见工人添桌，便让他们添到桑奇面前。那儿，我坐他旁边。这就是妖妃的皇兄？哼，倒是他了解妖妃的入口。工人听命，把桌子添到了桑奇身边。桑奇见他坐过来，点头一笑，问候一句：“公主千岁。”贺兰慧不知为何红了脸，想说什么，脑子就空白了。哎，这桑弟也太好看了些，换个女装，保管跟妖妃一样祸害人。潘湛一直沉默喝酒，看到这时，终于发难：“桑弟，陛下得知您来，亲自隆重接待，可见诚意。不知您的诚意如何？”他在暗示他来晋国，准备如何投降。正常来说，投降的国君都要永久监禁的，他这种主动投降的，自然需要优待，
前提是他的投降很有诚意。桑奇也准备好了诚意，立刻站起来，朝着贺兰英下跪道：“草民来时，清算国库，尽数装车，献于陛下。此外，请陛下改桑国为桑州，派遣官员治理。至于草民，愿得陛下连续准草民侍奉左右。”他最后一句意在永留晋都，以安皇帝之心。如此诚意，极致也。在场的官员们都惊住了，这桑国皇帝真是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了。贺兰英也震惊他的识趣，愣了片刻，才抬手道：“桑帝请起。”他看到了桑帝的诚意，也给了诚意。桑帝言重了，祖宗基业岂有拱手让人的道理？朕无谋夺桑国之心，只愿两国世代交好。不瞒桑帝，今日一见，朕觉得与你投缘，愿皆为异姓兄弟。他在捧杀，也是在考验桑奇的诚意。朕欣赏你，朕抬举你，朕甚至愿意与你结为兄弟。如此，你敢答应吗？答应便是你不知分寸，也意味着你尚有野心。在场的大臣们不知皇帝的心思，以为皇帝真的要跟桑国交好，陆续跪下道：“陛下不可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陛下，桑国野心勃勃，不得不防啊！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陛下，桑氏女祸害桑国，桑世子如此隐忍，所图甚大啊！臣请杀妖妃，杀桑帝！”他们纷纷谏言。桑奇在这一片嘈杂的声音中回想着高人的话：“境地多疑，务必三请。”所以这是境地给他设的陷阱吗？考验他的诚意。天知道他的诚意可足了。陛下隆恩，草民是无福之人，不敢消受。草民身体病弱，资质愚钝，贪于安乐，既无明君之才，又无明君之德，不堪为桑国之君。还望陛下开恩，收归桑国，降服则于桑州。他就一个意思，他打定主意当个闲散贵公子了。那什么皇帝，他不干了。贺兰英没想到桑奇这么识趣，一时都被他整不会了。桑帝自谦了。桑奇磕头道：“草民有自知之明，还望陛下成全。若陛下不答应，草民便跪死在这里。”他这诚意足了吧？这下别说皇帝了，连大臣们都给整不会了。这个桑国皇帝是个败家子吧？这么昏庸无能的。冯秋华也有慈想，见大臣们面面相觑，沉默不语，便出声讽刺了：“桑帝为求自保，放弃祖宗基业，100年以后到了地下，有何颜面得见列祖列宗？他就没见过桑帝这么软骨头的男人，跟那燕云帝有的一比。想那妖妃还敢自杀殉国呢，结果他倒好，连个女人也不如，苟且偷生至此，真是让人不齿。”想到妖妃，恨意就在心里翻涌，大抵爱屋及乌，厌乌也及乌。他看桑帝特别不顺眼。桑奇感受到他的恶意，还是笑盈盈的，一派温润如玉的君子姿态。不瞒夫人，便是我的列祖列宗为我托梦，今日才有我举国投降一事。别拿祖宗压他了，他就是为了祖宗才来投降的。就像高人说的，他不投降就要亡国灭种，连桑氏的血脉都保不了，才叫大不孝。冯秋华见他这么说，一时无话可说了。贺兰英看到这里，也相信了桑奇的诚意，亲自下场，把人扶了起来。既如此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他的手搭着桑奇的肩膀，看向在场的大臣，不怒自威：“从今天起，改桑国为桑州，明日朝会商议就任人选。”大臣们还算满意这个结果，便默契道：“陛下英明。”贺兰英挥手让他们起来，又看向桑奇，笑道：“桑帝既然想永留晋都，那就留下吧。朕封你为安乐君，赐住仙灵院。仙灵院是燕云帝建造的皇家园林，里面养着无数珍禽异兽，专门用于皇室享乐。他安排桑奇住在这里，意在把他当宠物养着了。”桑奇也体会到这层用意，但他不觉羞辱，撩开衣袍，跪下来，淡然一笑：“臣谢陛下隆恩。”大臣们见此，俯首磕头，异口同声：“恭贺陛下喜得桑州，不费吹之力便得一州，确实可喜可贺。”冯秋华也磕头贺喜，但贺喜之后又抬头道：“陛下，臣对安乐君一见钟情，非他不嫁，还望陛下赐婚，双喜临门。他是燕国废后，他是亡国之君，呵，他们多么般配啊！当然，他不求般配，只求媚债胸长。试想一下，他捏着妖妃的哥哥，还能听妖妃喊他一声嫂子呢。”第79章，一场婚事，除去2个情敌，完美，就很爽。大臣们就很震惊，一见钟情，非他不嫁，行吧？不愧是燕国废后，就是萌。贺兰英也震惊到了，给他们赐婚，一见钟情，他眼里分明没有情。他很快也想通了，冯秋华就是要寻桑奇的麻烦，但赐婚对他来说好像也不是全无利处，可以就近监视桑奇，但弊端是桑国、冯家也是强强联合，虽然他们2家有仇恨，但利益至上，没有永远的敌人。
思量间，又听冯秋华说：“臣被休弃后遭世人耻笑，效忠陛下后又遭世人唾骂，可以说臣夜夜以泪洗面，一度心如死灰。今见安乐君如获新生，还望陛下看在臣一家竭力效忠的份上，务必成全。”他再打感情牌，也在邀功请赏。贺兰英是拿他们这些功臣没办法的，就很纠结。余光看向桑琪，后者像是事不关己，一副任凭陛下处置的样子。这桑琪未免太软了些，他真娶了冯秋华，会被他欺负死吧？一点不像他妹妹。如果有人对桑宁屡次羞辱，他早破口大骂了。想到桑宁，他就更纠结了。真赐了婚，桑宁会觉哥哥吃亏吧？估计还会生他的气，甚至更加讨厌他。安乐君如何看？贺兰英把问题丢给他，眼神示意：“你一个大男人倒是有个主张啊，在桑国没有皇后妃子吗？拿出来挡一下啊！”桑琪像是看不懂皇帝的暗示，恭敬道：“承蒙夫人厚爱，但凭陛下做主。”他意在表现得无欲无求，万分顺从。贺兰英扶着额头，暗暗恨气不争。余光又扫向了风雀仪，这婚事不大好啊，你快想办法给证据了。风雀仪接收到皇帝的目光，端起一杯酒，喝酒去了。他当没看见，早预想好了，如果桑琪跟冯秋华成婚，以冯秋华的脾气，桑琪这软面团一样的人能被他搓磨死。皇帝赐这个婚，就是罪魁祸首，桑宁能恨死他，连带冯润生也别想得桑宁的好脸了。一场婚事除去2个情敌，完美。他的小算盘打得哗哗啦啦响，但一个侍卫匆匆进来，打碎了他的美好幻想。陛下，月桑殿的陈侍卫长跟桑帝的贴身侍卫打起来了，一语惊人。他们这边都谈妥了，桑帝也诚意十足，如果他们的人伤了桑帝的人，就有点欺负人了。当然这事也不多重要，派个人制止了，再把打架的人揪过来，问明缘由，训斥几句，也就没事了。但贺兰英不想给冯秋华赐婚，就借机说：“放肆！皇宫内院禁止刀兵相向，朕倒要看看谁给他们的狗胆。”说着撇下群臣，匆匆去了月桑殿。月桑殿前的庭院一片狼藉，屋瓦碎片，残石断木一阵乱飞。娘娘小心！绿枝惊呼着，舍身为他挡住一块碎石。那碎石有拳头大小，真砸到身上必受重伤。还好没砸住他，就落在了他的脚边。别打了，当心伤着娘娘。绿枝虚惊一场，又怕又怒，大喊着：“娘娘来了！”桑宁白着脸，弱质芊芊由绿枝搀扶着，一步3喘气，吵死了！要打滚远些！陈静见他出来，给他面子，便停下来，对包围圈里的于谭说：“束手投降，可留你一命。”于谭被困在侍卫们的包围圈里，肩膀、腰腹、大腿都有不同程度的剑伤，鲜血淋漓的，像是个血人。没办法，毕竟是被围杀，消耗战也能把他消耗死了。但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，尤其是心爱的女人面前，他誓死不投降。谁生谁死，犹未可知，尽管来杀！他的嘴巴比身子硬，明明身体力气耗尽，全靠手中长剑支撑了。桑宁看着狼狈而凄惨的于谭，起初觉得他是书里的重要角色，不会轻易死掉，加之他身体不好，正难受着，一点不想管他们男人的闲事。但现在看他满身伤痕，也就心疼了。他不想要满身刀疤的身体啊，还有他的腹肌，他还没摸够呢。过分了哈！于谭，你过来！他为了保护他的腹肌，决定舍身救人。如果乱箭之中把他误杀了，那就可喜可贺了。但于谭没有过去，不想把危险带给他，甚至见他过来，还提醒着：“公主，你离远些。”绿枝拉住桑宁的胳膊，也不敢让他过去。娘娘，刀剑无眼，还是别去了。桑宁不听，甩开他的手，因为身体虚弱，走得摇摇晃晃，但走得坚决。他走向了侍卫们组成的包围圈，所过之处，侍卫们自觉收回剑，生怕他一个抽风撞他剑上去了。燕国亡国那晚，他可连把好几次剑刺杀的。他不怕死，也不怕皇帝，偏皇帝还很在乎他。如果他在自己剑上受伤，那他们一定前途尽毁了。侍卫们如是想着，对视一眼，退后一步，包围圈渐渐散开。桑宁终于走到了于谭身边，几乎才到他身边，双腿一软，就倒他怀里去了。浓重的血腥味入鼻，他被呛得呼吸不畅，嗨，就很嫌弃。在他抱过来时，就想推开他，但没成功，被他紧紧抱住了。公主，你不该来的，你才不该来。他觉得他该跟在桑帝身边，不然不会有此一劫。他们不知这般互相依偎着，就像一对苦命的鸳鸯。是朕不该来！一道怒喝声传来，随后是兵器落地，陆续下跪的声音：“参见陛下！”操，狗皇帝竟然这时候来了！桑宁依偎在于谭怀里，考虑装死能不能躲掉狗皇帝的河东狮吼。桑宁，给朕滚过来！听听！
狗皇帝在狂吠，放肆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竟然敢！贺兰英怒吼着冲上前，扳住桑宁的肩膀，凶狠地瞪着于谭，滚开！于谭没有滚，抿紧唇，面色冷酷，眼神凛然，跟他对峙。怎么说呢？人不为死，就是头铁，气场一点不输。风雀仪也跟大臣们一起来了，看到这里，握紧拳头，忍住一脚把于谭踹开的冲动，心道：该死，这人又是哪里来的情敌？妖妃还有什么惊喜是他不知道的？第80章，他根本连当他的情敌都不配。分为剑拔弩张。桑宁意识到不妙，果断在狗皇帝震怒杀人前推开于谭，抱住了他的脖子，轻昵着低哼：陛下，我好难受，我要晕了，你快抱我回殿里去。他脸色苍白，是病行凶，没有人会违逆他的意思。贺兰英也不会，抱起他后看一眼愣怔怔的男人，一脚踹他肩头。于谭还在为桑宁推开他而黯然神伤，对于贺兰英的袭击没有防备，就被踹倒了，因了肩膀有伤，鲜血流得更凶了。桑宁看得皱眉，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他不能为于谭求情，那会让他死得更快。桑琪见此，适时的出声：陛下息怒。他上前求情：我这侍卫没规矩，冲撞了陛下，还望陛下恕罪。贺兰英不信于谭是冲撞，余光扫了眼陈静，觉得事有蹊跷，便一视同仁的喝道：把人都押进来，他要审问一番。陈静不会无缘无故的动手，定然是于谭此人有问题。他想着，瞧一眼怀里的桑宁，先抱着他回了店里，放到了床上。王成领了皇命，安排侍卫押着两人进去。有大臣也想进去，被王成阻拦在外。娘娘请功，多有不便，还望各位大人留步。只有桑琪、风雀仪、冯秋华、贺兰慧进去了。四人面色不同，桑琪是警惕，风雀仪是强作淡然，冯秋华是幸灾乐祸，贺兰慧是好奇。他们各怀心思进了殿，分散站着，但都注视着床上的人。桑宁已经躺回了床上，衣服上沾染了血迹，便随手脱了下来。许是动作粗鲁，扯到了寝衣，差点露出了春色。贺兰英看到了，皱起眉，忙为他扯上了被子，提醒道：好多人在呢，你注意些。桑宁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，他折腾一场，疲累得很，尤其是肚子丝丝缕缕的坠痛，同时感觉身体冷飕飕的，像是坠入了水里。陛下，好冷。他因生理期而饱受煎熬。贺兰英听了不知内情，皱起眉，伸手摸向了他的额头，仔细感受着他的体温，觉得很正常，没有感染风寒的迹象。怎么会冷？哪里不舒服？他询问着，看向风雀仪，示意他过来给他看病，同时看向工人，吩咐着再去取一床被子过来。风雀仪这时走了过来，坐到床边，伸出手，作势要给桑宁把脉。桑宁毫不留情打掉他的手，看向贺兰英，目光楚楚可怜：我要陛下。他伸手抓住他的手，放到自己小腹上。听说男人火力旺，如果能给他暖床就好了。他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，确实热热的，捂着肚子很舒服。但贺兰英不知原因，以为他在撩自己，很快就把手收了回去。别以为这样做，朕就会放过他。他还误会了桑宁，觉得他装病、示弱、撒娇、撩拨都是为了讨好自己，好救他的奸夫。对，奸夫，他们那么亲近，定然关系匪浅。桑宁没想到贺兰英会这么想，说实话，他没想用这种方式救于谭，就是身体不舒服，想要男人暖床、捂肚子。天，他的命怎么这样苦？只是想贪图点男色，怎么这样难？贺兰英，你就是个蠢货！他气得破口大骂，觉得狗皇帝白长一张脸欺骗人。桑琪站在一旁，瞧着桑宁跟静帝的互动，觉得他太恃宠而骄了。其实他在来晋都的路上也听过一些晋帝对妖妃有意的消息，但没怎么当回事，那可是开国新帝，怎么可能被个女色拿捏住？如今眼见为实，这静帝完全被妹妹迷住了呀！娘娘不要乱动。风雀仪已经再次捉住了桑宁的手，为他把了脉，很快也知道了原因。娘娘体质寒凉，又逢月事，可以补些暖宫的药膳。他说着看向贺兰英，解释道：娘娘来了癸水，会微冷些。贺兰英一听，顿了一会，脸色渐渐红了。你去开个药膳单子吧。是。风雀仪应声退下了。贺兰英知道桑宁未冷，便把手放回他的小腹，想着给他点温暖。桑宁见他识趣，立刻就得寸进尺了。陛下到床上来，我想陛下抱着我。他话音才落，于谭就受刺激了，猛然抬头，满眼不可置信：公主怎么能当着他的面向别的男人求宠？难道因为他不争气，他就厌弃自己了？不会的，刚刚公主还舍身救他呢，现在一定也是为了救他，才向狗皇帝低头示好，都怪他没用，连累公主为他受辱，心里更痛了，像是被鞭子狠狠鞭笞着。公主，于谭被侍卫按着跪在地上，
头也被按着，但他拼力抬头，仰望着他，想仰望着一轮高不可攀的明月，拳头紧握，眼泪隐忍着，终是没落下来。贺兰英看到了于谭眼里的痛苦，心里突然就爽了。是了，一个卑贱侍卫匍匐在他的脚下，生死荣辱尽在他手中，有什么资格得到桑宁的欢心？他根本连当他的情敌都不配，也就一张脸还拿得出手。或许桑宁便是冲着他这张脸才对他亲近一些，毕竟他好色，他也是知道的。怪他没满足他，才会让他老盯着别的男人。可怜的少年天子打死不会想到桑宁本性如此，便是给他3000美男，他也想着3001。别说吃着碗里看锅里了，他恨不得把人家的锅也霸占了。你等下，朕要先处理了这两人。贺兰英还没忘正事，站起来俯视着地上的两人，肃然问道：说吧，因何动手？陈静率先发言：回陛下，此人乃娘娘和掳走娘娘的刺客。仅仅这一句话就让贺兰英动了杀心，原来是他啊，那天在桑宁嘴上留下痕迹的奸夫。呵，果真是奸夫。他冷着脸扫向于谭，目光含刀子：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于谭无话可说，大丈夫之行，敢做敢当。就在他准备承认的时候，桑宁知道于谭是个实诚人，骨子里还很高傲，定然不屑说谎，便先他一步出了声：陛下，他只是我哥哥的侍卫。他为于谭的身份定了性，又看向陈静，质问道：陈侍卫长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娘娘和掳走我的刺客？第81章，是不是只有躺棺材里了才老实？陈静没有证据，全凭直觉。他也相信他的直觉，娘娘，他就是那天的刺客。您在包庇他？桑宁就包庇了，逼问道：废话少说，证据呢？陈静低下头，沉默了。贺兰英看他沉默，便觉得他敏锐有余，智力不足，不能在他来之前将人一击致命，现在错失良机，再说什么也只会惹得自己一身腥。他皱起眉，对他有些失望。陈静一直留意着皇帝的神色，见他面色不愉，像是对自己很失望，简直比死了爹娘还伤心。他对皇帝赤胆忠心，是万不敢让皇帝失望的，立刻磕头道：陛下，请您给属下3天时间，属下定能寻到证据。他眼看着要失了圣宠，拼着性命，前途也得把于谭拽下去。此人涉嫌刺杀陛下，必须羁押严查，还望陛下明察。不得不说，他的垂死挣扎深得贺兰英的心。是啊，此人不能放，只要有个由头把他弄到牢狱里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除了他。桑宁岂会看不出主仆二人的算计？他不会让他们如意的，冷笑道：明察什么？我哥哥才来，你们就开始迫害他的贴身侍卫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把他圈禁致死？一国皇帝草菅人命，卑鄙行事。他故意把事情往大了说，不自觉地加大了音量，结果说着说着气力跟不上，眼前一阵发黑。贺兰英第一时间注意到他的异样，忙扶住了他的肩膀：你怎么了？桑宁气得打他的手：滚！你就是想气死我。贺兰英，你会如意的。他没了力气，说话声音低下来，言语断断续续：你杀他吧，把我也杀了。贺兰英，你……他实在没力气了，眼睛一闭，装晕了。桑宁，公主，桑，店里乱作一团，唯有冯秋华最为镇定。陛下，他是装晕的。他跟贺兰慧站在一处，很默契的当个安静的看客，但看到这里就看不下去了。妖妃那演技太拙劣了，他们是真的看不出来吗？还是男人在女人面前就乐于当个瞎子？贺兰英不仅瞎，还很聋，像是没听到他的话，派人去叫风雀仪过来。风雀仪很快匆匆而来，气息微喘，俊脸还有些汗水。他来了后，甚至没给皇帝行礼，第一时间给桑宁诊脉，确定他在装晕，但很配合。陛下，娘娘需要静养，眼下繁琐小事，何必劳烦娘娘心神？还望您以娘娘身体为重。言外之意，现场这么多人，都快清理了吧？还有那刺客一事，别拿来扰他烦心了。贺兰英听得出来，就很憋屈。这个风雀仪惯会在妖妃面前做好人，他不会如他的意，便吩咐了：此事重大，你来处理，务必查清他是不是娘娘和的刺客。他不信风雀仪能轻易放过这个情敌，如果他轻易放过了，他也有由头寻他的错，给他一点教训。近来他真是看他不顺眼极了。风雀仪不知皇帝的心思，陡然是从天降，还是个烫手山芋，却也不慌，甚至在想，这刺客落他手里，妖妃会是什么态度呢？他会为了保护对方而向他低头是好吗？就像对着皇帝撒娇那样？如果能得他1、2次好脸，似乎也很不错。都退下吧。贺兰英确定桑宁没事，便赶人了，速速退下。是。没有人敢当面违逆他的话，纷纷应是退下了。侍卫们押着于谭跟着风雀仪离开，桑琪也跟去了，
一路想着如何保下于谭的命。冯秋华跟贺兰会告别，各归各处。陈静依旧守在殿外，大臣们早四散了。片刻间，月桑殿就安静了下来。贺兰英想着桑宁之前的话，便脱了外袍，想着上了床，抱着他睡。陛下，不可，不可！绿枝恰好端了药膳过来，一见他脱衣服，就以为他要占桑宁的便宜，直接吓哭了。陛下开恩啊！娘娘身上不方便，陛下不能乱来啊！贺兰英见他误会，皱起眉，也没多解释，而是伸手说：“把药膳给朕。”绿枝不敢耽搁，忙哭着把药膳递了过去。贺兰英接过来，坐到床边，看着睡着的人，低声道：“朕知道你醒了，别装了，起来吃药膳。”或许他有片刻的晕厥，但他知道他早醒了。桑宁也没想一直装下去，见他戳破了他的伪装，就睁开了眼。模样精致的男人坐在床边，端着一碗药膳，身上的外袍散落，但里面的衣服还很多，把人包裹得很严实。扫兴！他才摸过于谭的腹肌，没过瘾，就说：“我吃一口，陛下脱一件衣服。”贺兰英，什么叫语不惊人死不休？这便是了。他又惊又怒，桑宁就知道他是看上了那刺客的脸，不对，还有身体。那他的身体，他莫名有了攀比之心，也不知妖妃是个什么审美，会不会觉得他的身体不好看？不过话说，男人的身体不都一样，也就高矮胖瘦的区别吧。所以妖妃到底看中那刺客哪里了？桑宁不知他心里的烦恼与苦闷，直接拍板说：“陛下没有拒绝，我就当陛下答应了。”贺兰英，他答应什么了？这妖妃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想这些？是不是只有躺棺材里了才老实啊？桑宁张嘴示意贺兰英投喂。贺兰英舀起一勺药膳喂进他嘴里，再舀一勺，正要喂，就见他闭上嘴，转开了头，显然是他不脱，他不吃了。朕是为你好。他觉得他太白眼狼了，皱紧眉头，给他掰扯道理：“这是药膳，对你的病症，你不吃，受苦的是你。”桑宁才不听他的道理，冷哼道：“既然受苦的是我，那你管我做什么？滚蛋！”他巴不得病死了干净。贺兰英知道他的厌世心情，拿他没办法，气闷道：“你不管你哥哥了吗？”桑宁懒洋洋说：“不管，死人不管生人事。”贺兰英气得想动手撕他的衣服，但他还有理智，就冷着脸，像是被逼良为娼了，涨红着俊脸说：“我端着碗，很不方便。你想的话，你自己脱，不自己动手脱，是他最后的倔强。”第82章，朕如今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桑宁看穿他的倔强，小小兴奋了下，就朝他伸出了罪恶之手：“来，陛下，脱吧。”贺兰英没说话，放下药膳，做好姿势，随他脱了一件。那架势就像桑宁是小宫女，正伺候他更衣。桑宁脱下后，看到了他的寝衣，稍稍宽松些，隐隐可见里面健美的胸肌。他手痒地拍了拍他的胸肌，表面看来就像是在整理他的寝衣。贺兰英忍下了，端起药膳，舀了满满一勺，喂他嘴里。桑宁皱起眉，咽下去后，又开始脱他的寝衣。这寝衣落下来后，就看到了满是刀疤的身体，很影响美感。好在腹肌的位置没有受伤，他数了数8块，摸上去皮肤光滑，肌肤紧实，就是滚烫的很。同时他呼吸一重，下意识身体往后撤。别！他像是负隅顽抗，神色紧绷。你没说动手摸？桑宁撇撇红唇，辩驳道：“我也没说不动手摸呀。”贺兰英反驳不了，便又舀起满满一勺喂他嘴里。这次动作粗鲁了些，觉得他太坏了些。哎，他是上辈子欠他了吗？桑宁不知他所想，一边吃一边不走心地说：“这么多的伤，哎，陛下受苦了。他难得关心人，足够麻痹人心。”贺兰英顿时心软了些，还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朕如今算是苦尽甘来了。说着，又借机教导他：“你也是，好好吃药，好好休养，也会苦尽甘来的。”是这样，朕相信你的身体会好起来。桑宁没理会，柔弱无骨的手渐渐下移，开始脱他的裤子。贺兰英躲开了，舀起一勺喂他嘴里，吃了。朕陪你睡会儿。哟，突然的惊喜！桑宁半信半疑的瞄他一眼，当真？贺兰英点头，朕是皇帝，一言九鼎。桑宁觉得有道理，便麻利吃完了。药膳入肚，胃里暖暖的，身体也渐渐暖了，人也舒服多了。贺兰英拿了帕子擦了擦他的嘴，便想着穿上寝衣，再躺到床上去。桑宁见了，制止了：“不要，陛下就这么躺上来。”贺兰英想了想，选择听他的，掀开被子就躺了上去。桑宁立刻美人蛇一般贴了上来。贺兰英呼吸一顿，浑身僵硬，一动不动，躺成了木头。桑宁怒气不争，抓起他的手放在了自己小腹上。贺兰英又是呼吸一顿，整个人都烫了起来，
掌心更是热烫，敷在他的小腹上，像是个小暖炉。桑宁舒服地眯起了眼睛，像猫儿一样乖顺了。当然，没乖顺一会，就开始在他胸口作乱。1、2、3，他开始数他身上的伤疤，指腹在他身上一点一点的似有若无的撩拨，让贺兰英机遇疯狂。他粗喘着，抓住他的手指：“桑宁，不要闹。”桑宁头一歪，听着他心脏的砰砰声，脸则贴着他的胸口，他的皮肤烫得厉害，整个人似乎要自燃了。哎，又是个不争气的。他啧啧叹着，却更坏了，甩开他的手，继续在他胸口画圈圈。贺兰英吃不消，再次抓住他的手，制止他撩拨的动作，同时转了话题：“要不朕封你为妃吧？”他们走到这一步，也算坐实了关系。他说的没错，他白担了名头，什么便宜没占到，确实太冤了。桑宁一听他要封自己为妃，吓了一跳，立刻摆出理由拒绝：“不要，我要做皇后。”“不可能。”贺兰英也摆出了理由拒绝：“你的身份不行的，你不能做朕的皇后。”桑宁听了不屑一笑：“你也就皇后之位能吸引我，我又不是没做过妃子，当我稀罕？你恶迹斑斑，连朕的妃子。”他话说一半，没防备，差点被桑宁推下床。其实桑宁想踹他的，就是身上不方便，动脚的话牵连着身体汹涌，有泄露的风险。桑宁，贺兰英及时按住了床，撑住了自己的身体，回头一喝：“你放肆！”桑宁翻脸无情：“你滚吧！”无趣极了。贺兰英怒了，也吃醋了，整个人翻过来，两手撑在他身侧，避视的目光燃着火：“朕无趣，谁有趣？你那个奸夫！”桑宁很想说：“对，我那个奸夫确实比你有趣。”但为了奸夫的安全着想，只能伸手抱住他的后颈，把他按了下来。贺兰英撑在他上方，被他抱着后颈一按，没防备，人就落了下来，就猝不及防的埋胸，呼吸随之不畅，差点被闷死。你，他挣扎着出了他的胸，逃生后脸红得厉害，耳根都红了。桑宁看着他俊脸艳红欲滴，便伸手抵住他的唇瓣：“陛下，安静点，我累了。”许是药膳里加了助眠安神的药，他跟他闹到这里，疲倦了，身体暖洋洋的，犯懒劲儿，想睡觉了。你累，朕就不累了。贺兰英是心累，真的心累。喜欢上他后，理智随时暴走，情绪被他牵动着，没有一点皇帝的样子。他是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，每次凑他身边，回去都要反省好久，自虐好久。就像现在，他身体冒了火，本来可以蹂躏他的手，他夜里那么想过很多次了，拼着一口恨，也让他吃些苦头。但真到了这一刻，他最终还是没有那么做。桑宁，朕恨死你了！他丢下这句话，下了床，穿上衣服，还不忘为他掖好被子，才匆匆走人了。桑宁对此内心没什么波动，也没挽留，渐渐就睡去了。他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，不出意料的弄脏了床单。正是第二天，量很大，哗哗啦啦的，一身的血腥味。他嫌弃的不行，撑着身体在绿枝的帮助下洗了澡，换了干净的衣物。等到重新躺到床上后，又疲倦的睡了过去。这一睡也没睡太久，就被绿枝唤醒了。娘娘，该吃药膳了。这药膳确实对身体好，桑宁便张嘴吃了。吃完后没一会，暖意就渐渐在身体里升腾了。他身体舒服了些，也来了精力，才注意到绿枝眼睛红彤彤的，就问了：“你哭了？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”“没有谁。”绿枝摇着头，眼泪又落下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娘娘，桑国没了。我刚得了消息，今日朝会，桑帝投降，桑国改为桑州，桑帝被封为安乐君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桑国没了。”桑宁听了，心里一痛，应该是原主的情绪，眼泪也落了下来。第83章，给我皇后位子，我也不稀罕。亡国了，真的亡国了。原主的眼泪簌簌落了下来。桑宁感受着那股悲痛，心里慨叹：哎，哭什么呢？王朝兴衰，弱肉强食，从来如此。相比他们哭，更该哭的是桑国百姓吧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绿枝见他哭了，又不敢哭了，忙擦了眼泪说：“娘娘宽心，陛下对安乐君很优待，赐住了仙灵院。”桑宁听到这里，想了想，让他去叫桑琪过来。他没什么事，想跟美男哥哥玩一玩。等候桑琪来的时候，绿枝又说了一件事：“对了，娘娘，那慎言郡夫人看上了安乐君，还向陛下求赐婚呢。他屡次伤害娘娘，也不知哪里来的脸求赐婚。”桑宁听得八卦心冒泡泡：“陛下同意了吗？那冯秋华是亡国废后，原主哥哥是亡国皇帝，倒是一对儿。”“当然没有。”绿枝义愤填膺：“陛下英明，自然知道他对安乐君是居心不良。”桑宁听得不解：“怎么居心不良了？原主哥哥那张脸诱惑个女人不是很正常吗？如果他是冯秋华，
也想把人占为己有啊。他以色脑揣摩冯秋华，忘记了原主跟他的恩怨情仇了。绿枝没忘记，就点了出来。他欺负不到娘娘身上，就想着欺负安乐君啊。果然最毒妇人心。他看着高贵美丽，真是蛇蝎心肠。桑宁听懂了，点了头，不错，是有这个可能。那陛下怎么拒绝的？那冯秋华看着也不像是个会善罢甘休的人。绿枝道，安乐君说心里有人了。陛下开恩，说您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亲。桑宁讶然，就这？绿枝点头，是啊，就这样。慎言郡夫人总不能强取豪夺吧？桑宁心道，换他，那肯定强取豪夺了。大不了夺过来，宠幸了，过瘾了，再物归原主了。他真是越来越坏了。见过安乐君。外面传来沉静的声音。桑宁听到了，便看了过去，就见桑琪一袭红袍，怀里抱着一只雪白的猫，慢吞吞进来了。哥哥，他一见美男，心情就好了。虽然打定主意好好做妹，远离骨科，但他抱一抱怎么了？他又不觊觎他的身体，反正没什么心理负担。桑琪不知他所想，走过来，笑容温柔，今儿看着气色不错。昨晚来看你了，睡得很沉，叫都叫不醒，还以为你要一睡不醒了。桑宁听了，回道，我倒想一睡不醒呢。桑琪坐到床边，伸手揉揉他的发顶，训道，不要说不吉利的话。哥哥来了，你要好好的。桑宁不知自己能活多久，就没回应，而是抓下他的手，跟他比比手的大小。兄妹俩都是养尊处优的人，两只手一比，都保养的细致。桑琪的手除了宽大一些，也是修长如玉，柔柔软软的，难得的指甲粉润透光，怎么说呢，很适合染丹扣。桑宁来了美甲的兴趣，就说，哥，你的手很好看，想不想再好看一些？桑琪打量着他的细微表情，觉得他如从前一般天真俏皮，宠溺一笑，怎么再好看一些？桑宁朝他笑笑，下一刻看向绿枝，吩咐道，绿枝，去把丹扣拿来。他要给他染指甲。桑琪也没拒绝，随他玩去了。喵呜喵呜，雪团趴在桑琪肩头，看着桑宁在桑琪指甲上涂抹出红色，像是流了血，就叫了几声，像是不满桑宁的所作所为。桑宁听了，抬眼瞧他，吓唬道，再叫一声也给你涂抹了，把你涂成小红猫。雪团感觉到他的恶意，喵呜一声往桑琪怀里钻了。桑琪便稍稍敞开衣服，随他钻了进去。桑宁看得心痒痒，哎，人不如猫，他也想钻进去。喵呜，雪团在桑琪怀里探出一点猫头，瞅着桑宁，像是在炫耀。桑宁瞪他一眼，换了桑琪的另一只手，继续涂抹。很快食指都涂好了，鲜艳的红附在素白的手指上，衬得手更漂亮了。完美。他含笑赞美着，哥哥真好看，哥哥最好看。这一如既往的痴态落入桑琪眼里，诡异的跟原主性情弥合了，让不知内情的桑琪怀念又感慨，真好。桑，你还是这么贪玩。哥哥见你这样很高兴。他把14岁的他送进燕宫，4年来也听说了他很多恶行，本以为他会失尽天真，怨恨自己，如今看来他还是那个依恋他的妹妹，真好。他们一母同胞，无论经历什么都是初心依旧。桑宁听出他在怀念原主，大抵他跟原主有些地方很像，没引起他的怀疑。虽然被当作替身了，但一点不影响他高兴。美男在笑，他也笑，人一高兴就容易得意忘形。哥哥抱抱我吧。他喜欢桑琪的怀抱，没有占有欲，力道刚刚好，温温热热的体温，香香软软的皮肤，让他感觉很治愈。桑琪没拒绝他的求抱抱，伸出手就抱住了他，不过没抱太久就松开他，捏捏他的脸蛋，笑问，你跟陛下是什么情况？他看昨日贺兰英的态度，显然是极在乎妹妹的，如果考虑他的身份，不能给他名分，现在他投降了，也该给个名分了。桑宁不知他的想法，满不在乎地说，还能是什么情况？他对我爱而不得呗。桑琪还第一次听说皇帝会爱而不得呢。这个妹妹啊，一如既往的恃宠而骄。你对她呢？想做她的妃子吗？不想。桑宁回得毫不犹豫，给我皇后位子，我也不稀罕。皇后有什么好？母仪天下，无数规矩，还得装着大度给她张罗小情人，呸，下辈子吧。桑琪听着皇后一词就有些激动了，本来死寂的全玉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如果是皇后倒也不错，未来储君的母族太有诱惑力了。第84章都快成他心头朱砂痣了。桑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你是女子，长久住在这皇宫，总要有个名分的。他虽然已经打定主意放弃，但这一刻又希望他能扭转如今的局面。桑宁感觉到他的小野心，就低声提醒了，哥哥，我不会做他的皇后，以后这种话你就不要说了。隔墙有耳，狗皇帝一定派人监听他们兄妹呢。
他是对的。贺兰英在御书房处理政务时，就听王成传话，安乐君去月桑殿了。他批阅奏折的动作一顿，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都说了什么？”王成斟酌着措辞，小心翼翼道：“谈到了皇后之位。皇后之位很敏感，未来储君的母族无论如何不是桑氏一族可以消想的。”贺兰英皱紧眉头，觉得兄妹俩所图甚大。或许桑宁一直以来都是做戏，目的就是撩拨他的心。不愧是妖妃，他的心还真被他撩到了。他这么一想，心就冷了下来，脸也冷了，眼里淬了冰一般，盯紧些。他们聊了什么？事无巨细，务必上报。是。王成应声退出去。贺兰英在他退出殿门前又喊住了：“等下，回来！”王成又快步回来，弓着身子问道：“陛下还有何吩咐？”贺兰英捏着太阳穴，片刻后出了声：“寻个时机，不要在他面前让安乐君速去仙灵院，以后无诏不得进宫。”这就开始圈禁了。王成低头道：“是，奴才明白了。”他再次退出去，吩咐了来传话的侍卫：“陛下有令，你寻个合适的时机，不要在娘娘面前提点安乐君些，让他回仙灵院，以后无诏不得进宫。”侍卫叫楚宪，20岁，不同于陈静的冷酷强硬，生得白面书生模样，说话也很温和客气。是，谢公公。他回去后向陈静传达了皇帝的意思，然后开始寻找时机，想着跟桑琪私下说个话，但桑琪一直没有出来。他被桑宁拉着聊天，一开始是他的个人喜好，喜欢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玩什么，后面就开始八卦他的心上人。别说，他还真有心上人，不，心上猫。喏，我的雪团，我最喜欢他了。他不喜欢的女人，我是不会娶的。他揉着猫脑袋，又把它抱出来，撸了几下，又把它塞回了怀里。喵呜！雪团在他怀里叫2声，像是回应他的话。一人一猫倒是其乐融融。桑宁吃醋了，嘟囔着红唇说：“哥哥不是最喜欢我吗？”桑琪听得一乐，哈哈，你怎么拿自己跟雪团比？他伸手揉揉他的发顶，觉得他调皮可爱。桑宁不喜欢被人摸头，仿佛他是小孩子似的。虽然他乐于在桑琪面前做个小孩子、小妹妹，但从来都是他摸别人好罚。哥哥，你头低下。怎么了？你低一下吗？他撒娇，他一脸懵，却也照做了，然后发顶就被袭击了。桑宁揉啊揉，把他头发都揉乱了，末了手一痒，把他的发带也给扯了下来，乌黑的长发瞬间散落下来。他一袭红袍，乌发红唇，更显出男生女相来。哥哥，你真好看。男人可不能夸好看。桑琪伸手点了下他的鼻子，像是小施惩戒，当然一点不疼。男人还是要像静帝那样才好。他还是更喜欢狂野一些的样貌，像静帝那高大壮硕的身材，看着便让人心生畏惧，举手投足间尽显顶天立地的霸气。风雀仪也不错，身为医者，妙手回春，为人看着清俊文雅，实则精明强干，不容小觑。如果妹妹做不了皇后，那做个国师夫人也不错，起码身体这块有人照料着了。哥哥，咱能不提别的男人吗？桑宁觉得提狗皇帝是很扫兴的事。桑琪看出他的不喜，微微皱眉：“你不喜欢静帝？”桑宁扫一眼店门口的人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现在不喜欢。”现在？是啊，他现在不喜欢狗皇帝，等他来了，他就勉为其难喜欢一下，万一能把人哄到床上去呢？裙下沉，床上客，谁还嫌少吗？桑琪不知他的心思，更困惑了，怎么现在不喜欢？那你什么时候喜欢？桑宁心道：脱衣服的时候喜欢，陪他躺着的时候喜欢，口嫌体正直的时候喜欢，对他欲不可拔的时候喜欢，他隐忍克制的时候最讨人厌。当然，这些话不能说，她是天真烂漫的小仙女好妹妹，不能言语放肆。她来了，我就喜欢了。看不到、摸不到的人，她才不会喜欢呢。除了冯润生，唉，也不知那小傻狗的伤怎么样了。他短暂想了下，也丢开了，不再多说狗皇帝，转开话题，反正别提他了。哥哥跟我在一起，眼里、心里只能有我。桑琪听得又是一乐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霸道。桑宁听他提以前，就好奇了，哥哥，我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觉得原主跟他的性格挺像的，难道这就是他串来的原因？娇气、任性、霸道、得理不饶人。桑琪的话落入耳朵里，像是验证他的猜测。天，原主跟他也太像了。不过虽然像，但他皱了眉，原来我在哥哥眼里是这样的人，听着不像是好话呢。别撒娇。他又忍不住揉他的头发，但想着他会反揉回来，都把他头发揉乱了，就收回了手。他头发乱着，就随意拢起来，拿起发带系上了。桑宁瞧着，为美色所惑，忍不住说：“我困了，哥哥陪我躺一会呗。”哎，原主哥哥爱穿红衣，
说是喜庆吉利，却不知他这样一袭红衣，妖妖艳艳的，都快成他心头朱砂痣了，太虐了。他按耐住色心，往旁边挪了挪，示意他躺上来。桑琪觉得不合适，男女7岁不同席，他们都18了，怎么还能躺一起呢？不要娇气。他温柔一笑，你要是困了，哥哥就看着你睡。桑宁自然睡不着，没把人骗到床上来，不开心。桑琪看他肉眼可见的不高兴，便哄道：乖，让雪团陪你睡好不好？桑宁摇头，我要人，不要猫。随后伪装伤心地说：哥哥不爱我了，我们多年不见，哥哥连陪我睡觉都不愿意了。桑琪，陪他睡觉这话怎么能随意说出来？他这妹妹怎么没一点男女意识？不，或许是他多想了。他心智纯洁，只当他是哥哥，像小时候一样依恋着他，毕竟他们确实多年不见了。而他心智成熟了，眼里有男女之别了。这么一看，倒是他的心思不纯，辜负了他们的兄妹情。第85章，求求朕，没准朕就成人之美了。没有，哥哥爱你的。那哥哥躺上来。他拍拍身边的空位，催促着：哥哥，快些，不要光说不做，要用行动证明。不陪我睡，就是不爱我。桑琪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只能往床上躺了。合衣而卧，应该也没什么吧？安乐君，陈静见桑琪做事往床上躺，就看不下去了。他就像是贺兰英的死忠粉，看桑琪那么做，就觉得他在占贺兰英女人的便宜，而他誓死维护贺兰英的利益。那床，桑琪是万万不能躺的。合适？桑琪皱眉看着走进来的男人，因他昨天打伤了于谭，对他没什么好感。更何况他刚刚监听他们的对话，那耳朵恨不得贴进来，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陈静陪笑道：仙灵院已经收拾好了，陛下说让您亲去看看，喜不喜欢，舒不舒服，重点是缺不缺什么，也好再添置。这话说得很圆滑，还带着点诱骗的色彩。桑琪不知内情，就被骗到了，主要是理由实在合情合理，就站起来遥遥一拜：陛下客气了。陈静恭维着：陛下喜爱娘娘，宫里人都知道，自然对安乐君上心。随后伸手一请，还望安乐君一驾。桑琪点了头，留下雪团陪着桑宁，笑道：桑，你乖，睡会吧，哥哥晚点来看你。他不知这一去，再想进宫就难了。桑宁隐隐觉得哪里不对，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。狗皇帝喜欢他，应不会这么快对哥哥下手。他以后多见见他，问下他的处境，能保他平安富贵，总是要保着的。哎，他这病秧子还想着保别人，谁保着他呢？没了美男，痛处就渐渐席卷而来。他月事也汹涌，忙喊来绿枝，由他搀扶着去了净室，换了月事带。生理期真他妈遭罪。万幸他的时间不太久，下午时量就很少了，想来明天就干净了。他这么想，心情也好了。晚膳时想着跟哥哥一起吃，也没等到人，反而等来了狗皇帝。狗皇帝的脸色很不好。桑宁瞧见了就很兴奋：陛下，你这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，快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。他无聊，太无聊，狗皇帝的出现聊胜于无。贺兰英不知他内心的嫌弃，冷哼道：你开心吧，朕看到了你给冯润生的情书。他昨天就知道他跟冯润生有书信往来了，但没声张，就让人想办法把他的书信弄来。暗卫在冯家盯了2天1夜，刚刚才偷，不对，刚刚才拿了过来。只愿君心似我心。你是什么心？贺兰英想着情书的内容，冷着脸站到桌前，俯视着喝汤的桑宁，目光幽冷如深潭。桑宁，你吃着朕的饭，睡着朕的床，打着朕的脸，还觊觎着朕的将军。陛下的话真押韵。桑宁点评一句，轻飘飘的语调：陛下吃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坐下吃饭吧。贺兰英见他这么云淡风轻，更生气了。朕不像你，朕吃不下去。换桑宁正常的脾气，应该说爱吃不吃，滚蛋。这也符合贺兰英的预期，但他失策了。桑宁拉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坐到凳子上，语气温温柔柔的：那我为陛下。贺兰英，他没想过桑宁会是这么个态度，愣了片刻，开始想原因。美人计，他心虚了，怕他对冯润生动手，所以讨好他。醋意立刻漫上心头，他酸涩的想，还不如跟他大吵大闹发脾气呢，就很郁闷。这个鱼汤不错，陛下尝尝。桑宁舀了一勺，喂到他嘴边。贺兰英下意识张开嘴，喝进去，顿觉酸的要命。这么酸，你是要谋杀朕吗？桑宁喜酸，一点不觉得鱼汤酸，端起碗就喝了一大口。哪里酸了？这点酸能谋杀陛下？那我先谋杀自己了。贺兰英无言以对，更郁闷了。桑宁难得好脾气，换别的菜喂他，那陛下尝尝这个肉片。贺兰英吃不下去，大概被虐久了，
他现在的行为全像是为了别的男人而讨好他，就故意板着冷脸：“你吃你的，朕不饿，饿也不吃。”妖妃口口声声说喜欢他，昨天还脱他衣服让他陪睡，结果在这之前给别的男人写情诗，还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不负冯润生，那就是负他了。可恨，真是最毒妇人心。桑宁不知贺兰英的怨妇心理，笑道：“陛下，我吃好了。”贺兰英见他这么说，皱眉问一句：“真吃好了？”桑宁点头：“吃好了。”贺兰英听了，二话不说就伸手去摸他的小腹，想着看他吃饱了没。这行为就有点像宝妈摸宝宝的肚子，估摸宝宝吃饱了没，就很滑稽。桑宁被他摸笑了：“陛下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真吃饱了。”贺兰英其实没摸到鼓鼓的肚子，平平的，腰肢细细的，根本不像吃饱的样子，就臭着脸说：“你是小鸟胃吗？再吃点吧。”“不吃了，7分饱，撑着才不好受呢。”好像有点道理。他便放开这茶，正襟危坐，问道：“桑宁，你同朕说实话，你喜欢冯润生吗？”为了套出他的真心话，他开始设陷阱，故作大方地说：“如果你喜欢他，求求朕，没准朕就成人之美了。”才不会，他敢说喜欢，他绝对把冯润生调去桑州当地方官，他永远别想看到他。桑宁能中他的计，他这种占有欲爆表的男人会成人之美？别说笑了，他不信，便是信了，也不可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。我喜欢陛下。他抓起贺兰英的手放在自己的心脏处，一双漂亮的狐狸眼凝视着他，脉脉含春情。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陛下万圣之君，天下之主，岂会是个小将军比得了的？他狂吹彩虹屁，表现出对他的崇拜与迷恋。贺兰英被甜晕了，所剩不多的理智盯着一件事：那你给他写情诗。桑宁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：“练笔之作。我其实更想给陛下写情诗。”“那你写吧。”“好。”他伸开双臂，让他抱他去桌案处。贺兰英很听话地抱他去了。桌案上的纸笔铺陈好，桑宁咬着笔头，开始想情诗。不，验尸，狗皇帝正盯着呢，得上猛药，不然他攀比一下，觉得不如冯润生的，又得找事儿。贺兰英不知桑宁所想，看着这一幕有点懵。等下，现在是写情诗的事吗？他明明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话题是怎么转到这里来的？他被妖妃带歪了，都歪10万8千里了。第86章，他要把他的情诗收藏起来。素汐不梳头，丝发披两肩，婉转郎膝上，何处不可怜？桑宁绞尽脑汁写下验诗，意在求欢。贺兰英瞧见了，皱起眉，红着脸说：“这个太不正经了。他想要君心似我心，不负相思意那种。”桑宁见他皱眉，就嘟囔着红唇，扯扯他的衣袖，喃喃问着：“陛下，我不可怜吗？陛下准备什么时候怜惜我？”贺兰英还真没想过什么时候宠幸他，但总归不是现在，总要你身体好些。他身上还有癸水呢。桑宁也知道自己身上不干净，不能乱来，便说：“那我身体2天后就好了，陛下记着呀。”贺兰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明明很生气，他给冯润生写情诗来着。想到冯润生，他的攀比心就上来了。你再给我写一首，他是皇帝，必须从数量上、质量上压过冯润生。桑宁不知他的小心思，就绞尽脑汁又写了一首验诗：柳阴清脉脉，滴鬓蝉拆落。须作一声拼，敬君今日欢。此诗出自晚唐词人牛娵，关于最后一句诗是古代女子大胆的宣言，她要拼尽一生的激情来博得郎君的一夜欢畅。多么热烈的爱啊！正适合他拿来撩拨他心。桑宁，你……贺兰英被他聊得气血翻涌，伸手指着他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末了，红着脸，卷吧卷吧那2张纸，快速走人了。他要把他的情诗收藏起来，这想法跟冯润生不谋而合。冯润生也把桑宁给他写的情诗收藏起来了，就放在床上的黑色小箱子里。这小箱子里向来装他真爱的物品，有削铁如泥的匕首，价值连城的玉石，也有草编的蚂蚱，洗净的剪纸。总之不分贵贱，只分合不合他的心。当然现在最合他心的就是那首情诗了。他一天看好几遍，这会临睡觉了，就想拿出来再欣赏一眼，结果一打开没了，满箱子什么东西都在，就那首情诗没了。怎么没了？他脸色一变，立刻叫来婢女，冷声询问：“今天谁进我房间了？”婢女叫春杏，生了一双水灵灵的杏眼，本是个爱笑的性子，但见主子脸色很差，也不敢笑了，一脸严肃地作答：“没。二公子，今天除了奴婢，没有谁进来。”冯润生皱起眉，再次询问：“那你收拾我东西了？”春杏摇头：“没有，公子一天都在屋里躺着，奴婢收没收拾，您都知道的。”他也就进来给他送了膳食，连他的床都没靠近。
冯润生确实知道他没收拾他的东西，正因知道，才觉得奇怪。他一整天都躺在屋子里养伤，那琴诗就放在箱子里，今儿一早他还看过，这会怎么就没了？他想来想去，也就午膳后睡了会。难道那时候有人进来了？是谁？不偷别的，只偷他的琴诗。这一图让人多想啊，会是皇帝派来的人吗？能神不知鬼不觉进他的屋子，似乎也只有皇帝的人了。他其实没有午睡的习惯，今天午膳后却是困倦了，还睡了一个时辰。真相很明显了，皇帝，皇帝，皇帝！他攥紧拳头，满眼的愤懑。他为他出生入死，夺得天下，他一朝登基，翻脸无情，杖责他便算了，还派人偷他的琴诗，实在可恨，可恨至极。同一时间，皇帝寝殿太极殿，可恨的贺兰英坐在桌案处打了个喷嚏，再次欣赏起桑宁写的2首诗：婉转郎溪上，何处不可怜？怎么不可怜？他现在想想都觉得身心躁动。终有一天，他要看他在他双膝上如何婉转的。还须做一声拼，进军今日欢。他倒是敢说，以他那病弱的身子，怕是要拼出吃奶的力了。他总体是满意这2首诗的，但再看一眼冯润生那首诗，总觉得不负相思意更挠他的心。色情在纯情面前不值一提，他还是更喜欢纯情的诗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既然挠心，那就处理了。他卷吧卷吧那首诗，放在了火光跳跃的蜡烛上，纸张瞬间燃烧了，上面的字迹迅速被火焰吞噬。去他们的相思意！陛下，进士房的人来了。王成走到他面前，小心翼翼出了声。贺兰英正烧着琴诗，随口拒绝不见。这已经是他第3次不见了。王成想着太后的话，务必让陛下宠幸妃嫔。他难啊，都快哭了。陛下，太后那边盯着呢，都问3次了。贺兰英听他提及太后，知道要给母亲面子，也是巧。他烧完了那首碍眼的琴诗，心情好些了，便点了头，让他进来吧。王成一喜，忙不迭应道是，随后匆匆出殿，换了进士房的李公公进来了。李公公年30，佝偻着背，脸很长，有点像马脸。他端着个玉盘走进来，上面放着3个妃子的牌子，分别是银嫔、仪嫔、惠昭仪。至于玉妃，还在玉琢宫禁足，没半年，是别想出来了。贺兰英扫一眼，看向了王成，问道：他们3人谁跟玉妃关系好？王成想了会，回道：好像是银嫔。贺兰英点了头，那就银嫔吧。他还记得他们4人去月桑殿挑事的事，燕屋及屋，准备去找银嫔的麻烦。崔雪莹不知麻烦临头，收到皇帝过来的消息，那叫一个激动，又急忙洗了一遍澡，抹了一身的香，连脚趾缝里都抹了香。我这样好看吗？他坐在镜子前，还没受宠，俏脸就红得像晚霞了。伺候他的贴身宫女轻慢吹捧道：娘娘自然好看，陛下第一个宠幸您，足以说明一切了。宠幸一词让人想入非非。崔雪莹听得俏脸都要滴血了。陛下驾到！外面传来小太监的声音。崔雪莹立刻带着宫女们上前迎接。臣妾接驾来迟，还望陛下恕罪。贺兰英扫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迈步进了殿。殿里很安静，也很香。除了香，相比玉琢宫的奢侈，迎禧宫也就稍微逊色，一应摆设同样的华贵。贺兰英想着自己的太极殿，跟他们一比，简直是寒酸啊！崔尚书整天给他哭穷，对女儿倒是富养得很啊。陛下，崔雪莹见他盯着架子上的一颗夜明珠，像是很感兴趣，便道：这是臣妾哥哥送的，臣妾听闻陛下夜夜点灯批阅奏折，正想着给陛下送去呢。是吗？你有心了。贺兰英冷冷淡淡回一句，并没有他的东西。他其实对夜明珠也没兴趣，长久盯着看，其实是想着桑宁会不会喜欢，要不要搜罗几颗夜明珠给他玩。第87章，谁敢辜负皇帝的信任？陛下请喝茶。崔雪莹端着茶，殷殷勤伺候着。贺兰英瞥一眼，没有喝，坐到了软榻处。软榻旁有个围棋盘，他拿上来放置好，邀请道：久闻崔尚书之女棋艺高超，来陪朕下一局。崔雪莹欣然一笑，是。他自诩棋艺精湛，很想靠着棋艺赢得皇帝的赏识，可惜他没有如意。一山更有一山高，贺兰英的棋艺可是跟着风雀仪练出来的，自不是他们小女儿间的才艺能比拟的。一盘局困了他许久，贺兰英就在旁边陪着，大有他解不出来便不睡觉的意思。崔雪莹确实好强，想了好一会也没想出来，后来干脆认输了。臣妾才疏学浅，让陛下见笑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容臣妾伺候您。贺兰英根本没有宠幸他的意思，便说不急，你父亲总跟朕说不要轻易言弃，朕相信你很快就能解出来的。他给予他信任，谁敢辜负皇帝的信任？崔雪莹只能继续想，如是想了一夜，
后来困得直接趴棋盘上睡了。贺兰英见此才满意了，喊来王成，起驾回了自己的寝殿。临走前，他还对崔雪莹的宫女轻慢说：“告诉你家娘娘，正等着她破局。那盘棋局足够为难她几天了。”轻慢看出皇帝有意为难，也不敢说什么，低头道：“是，恭送陛下。”贺兰英回了太极殿，天色已然明亮，睡是没睡的，洗漱一番就去上朝了。昨日朝会上商议了去桑州的官员人选，还没商议出来，今日继续。当然，过程依旧艰难。谁想远去桑州，接手一个可能随时有暴动的地方呢？撇开危险不谈，远去桑州意味着远离权力中心，但凡是个聪明人都不想去。一些小官员被大臣们推举出来，贺兰英看了他们的资质，又觉得他们不够格。毕竟桑州之前是一个小国家，没点威望，手段的官员镇不住的。贺兰英昨晚下棋时想过人选，这会见没有大臣毛遂自荐，便直接点了名：“楚爱卿，你怎么看？”楚爱卿乃楚玉，年近而立，已然位列户部侍郎，为人聪慧机警，颇有手段。他的弟弟楚宪乃是他身边一等侍卫，兄弟俩一文一武，都是他的得力干将。楚玉被点了名，聪慧如他，自然不敢有别的看法，立刻跪下道：“幸蒙陛下赏识，愿为陛下安定桑州。”贺兰英很满意他的决定，当即封他为桑州王，管辖桑州。桑州大小官员由你审核，能者留任，无能者遣散。此外，你可在朝中选派几个帮手，随你赴任。是，谢陛下。他应下来，随后出声选了几个小官员当帮手。至于那些大臣，远去桑州是个苦差，他点谁的名，简直是在跟人结仇。既然结仇，同在桑州不一条心，反而于事不利。贺兰英听着那些小官员的名字，没有当面拒绝，而是在下朝后喊楚玉去了御书房。君臣二人在御书房商议帮手人选。贺兰英知道他的为难之处，怅然道：“朝中人人贪恋晋都的权势与繁华，早忘了家国百姓，朕心痛矣。”楚玉生性谨慎，自然不敢点评诸位大臣的忠心，只跪在地上郑重道：“愿为陛下驱驰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”贺兰英让他起来赐了座，又道：“其实你不选那些大臣也好，与你威望相当，反而会掣肘你。”楚玉也想过这些，但有利有弊，没有大臣随行，管理桑州一力承担，压力也很大。贺兰英明白他的顾虑，笑道：“你也不用怕，朕已经给你想了一个好帮手。”楚玉好奇：“谁？”贺兰英笑道：“封战之。”楚玉一愣：“封国师的小叔？”贺兰英点头：“对，是他。”楚玉开始扒拉脑子里有关他的信息。封家世代从医，封战之不爱医术爱经商，早些年跟封家闹得很难看，后来周游各国经商，听说他还为陛下捐献了很多钱财粮草。你说的没错，他是个忠君爱国的，论才华不比他侄子封阙一差。他已来信，不久回晋都，桑州以经商立国，有他帮你，想来事半功倍。如此，臣多谢陛下。他又跪下谢恩。贺兰英亲自扶他起来，摆出一副仁爱慈悲的模样：“楚爱卿，是朕要替桑州百姓谢你。”楚玉一脸惶恐：“不敢不敢，陛下言重了。”君臣二人客气了两句，楚玉告退了。几乎他才退出去，王成就进来了，直奔贺兰英身边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陛下，安乐君求见。”昨日桑琪被半哄半骗的请出皇宫，等看好仙灵院，想回宫看妹妹，就听楚宪说皇宫禁地，无诏不得入内。然后他今日就来求见了。楚宪也在他身边，看似保护，实则是监视，就又暗示了：“陛下事务繁忙，安乐君如无大事，还是回仙灵院吧。”桑琪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妹妹了。他带来的几车财物今天也到了，有一车是给妹妹的，他得跟皇帝说一声，他一个皇帝总不能要女人的东西吧。我有事要见陛下。他这么说，楚宪也只能陪着他等候召见了。其实楚宪想过撕开那层遮羞布，明明白白告诉他：“你要记得自己的身份，安乐君，安乐君，你被监禁了，以后要在仙灵院安乐到死了。”但他想着陈静那40丈，还是决定对他客气一些，毕竟他是桑贵妃的兄长，谁知道皇帝会不会被桑贵妃的枕头风影响。皇帝没明确下令监禁，他顾虑着桑贵妃想做好人，那他们也得做个好人。不得不说，他是对的。贺兰英昨天因为兄妹俩觊觎皇后之位，一气之下想把桑琪监禁了，晚上桑宁两手琴师把他哄好了，这回就说还等什么，让人进来啊。是。王成应声退下，实则感慨着皇帝心海底针，昨天今日两副面孔啊。两副面孔的贺兰英又补充一句：“去设宴，朕要同安乐君痛饮。”王成听了再次应是，心里则道：“没救了，没救了，陛下完全被妖妃迷住了，都开始讨好大舅子了。”第88章，拿什么拯救你？我迷途深陷的心上人。
桑宁不知这些，正吃着公主送来的糖葫芦，同时一边看着冯润生的书信，一边问：情诗没了？怎么没了？他也太没用了，我送的东西也能弄丢？他其实就是随口一说，一首情诗罢了，丢就丢了，又不是什么名家大作，也没什么可惜的。贺兰慧晓得里轻情意重，忙道：哎，你可别在回信里这么说，他可难受了。我听传信的人说，他眼睛都红了，不知道在被窝里哭了多久呢。他误会了，冯润生没哭，就是气得一夜没睡着，生生熬红了双眼。第二天一早派人送信给他，让他转交给桑宁，想着跟桑宁书信来往诉衷情。桑宁点了头，让他准备纸笔，就开动脑筋想情诗了。想来想去，想到了秦观的《鹊桥仙》，鉴于原文有点长，他犯懒，不想写那么多，就选了几句经典的诗句写了下来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完美，正适合他们现在的处境。他们一相遇，谁也比不上他们。他们分隔两地，没事儿，两情久长，一时间接触不到，没什么。他都记着他呢。贺兰慧看着他的情诗，再次露出了崇拜的眼神。你真有才华。桑宁在心里夸秦观，面上低调一笑，哈哈，献丑了，献丑了。贺兰慧便收了书信，给冯润生送去了。冯润生看到情诗，真哭了，当着贺兰慧的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公主，我想见他。他是真的想见桑宁了，本来可以隐忍的，但皇帝偷了他的情诗，就像是当面抢他的女人，一下给他心态整崩溃了。他以为皇帝便是喜欢桑宁，也不会，也不能对他做什么，毕竟他的身份敏感，顶多是把他藏在月桑殿，像珍宝束之高阁。但皇帝过分的占有欲又在提醒他，不是那样的。皇帝已经失控了，或许等他身体好些，他就会强行占有他，而不会给他名分。他有强烈的失去他的恐惧，必须亲眼见一见他，才能消解。贺兰慧不知他坎坷的心理历程，第一反应就是不行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不对，便是他的伤好了，他也不会帮忙的。他们太过分了，当他是什么？充当他们的感情桥梁还不行了，现在还得帮他们暗通款曲。呸，什么暗通款曲，他都被妖妃带坏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可以走动了。冯润生像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强撑着身体下了床，虽然腰臀的伤还有些疼，但他可以忍受。贺兰慧忍受不了，把他按回床上，怒道：你别闹了，好好养伤，我不会帮你的。他未免心软，站起来就准备走人。冯润生拉住他，就跪下了，求公主。贺兰慧，拿什么拯救你？我迷途深陷的心上人。他心里骤然痛起来，似乎直到这一刻，神经迟钝的他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他，跟他再无可能了。冯润生，我不要喜欢你了。他俯视着他，流下了眼泪。冯润生低下头，歉然道：对不起，公主很好，一直都是润生配不上公主。贺兰慧也这么想，对，你配上我，你愚蠢极了。那妖妃没心没肺不说，还跟他皇兄纠缠不清。哦，不对，还有那什么叫鱼潭的侍卫，反正就是各种招蜂引蝶，偏他还昏头昏脑的往上凑，你会后悔的。他丢下这句，迈步就走。冯润生没拦他，颓丧地坐在地上，像是在用苦肉计。贺兰慧回头看他一眼，到底还是心软了。你跟我侍卫换个衣服吧，仅此一次。冯润生，我再不会帮你了。谢公主。冯润生立刻磕头道谢。没一会，一个跟他身量相似的侍卫走了进来，两人换了衣服，他化作侍卫，跟着公主进了皇宫。半路为了有理由让侍卫进月桑殿，贺兰慧买了一只鹦鹉，让他拎着笼子，等到了陈静面前，就说是给桑宁解闷的。陈静重点检查了鸟笼，很普通的设计材质，确定没有机关什么的，也没有携带危险品，就让他进去了。不过临放行又骤然按住了冯润生的肩膀。冯润生易了容，觉得自己伪装得很好，但被陈静按住肩膀时，还是心里一紧，以为被陈静认了出来。好在他心态很稳，回头一问，声音平静：大人何事？陈静伸手去接鸟笼，我送进去吧。这就打乱了冯润生的计划。冯润生看向公主求助，贺兰慧还是有些小聪明的，当即皱眉道：怎么陈侍卫长要抢我一侍卫的功劳？给妖妃送礼物，博他一个笑脸，到了皇帝面前，没准还真是个小功劳。毕竟皇帝对妖妃的重视，全宫皆知。公主恕罪。陈静收回手，没敢再阻拦。他再谨慎，也不敢想公主会带冯润生来见妖妃，这不是帮别的男人跟自己皇兄抢女人吗？之前传个书信，小打小闹的，全当他少女之心，单纯无知了。胳膊肘往外拐，也不能那么拐啊。说难听点，都是给自己皇兄戴绿帽了。贺兰慧还没想到这一层，在他看来，皇兄有4个妃子了，却没给桑宁名分，行为很渣了。真心喜欢一个人，怎么能不给他一个名分呢？
可见他对妖妃也没多少真心。既无真心，也不能拦着别人追求新的幸福啊！公主千岁！通体全绿的鹦鹉在笼子里叫着。冯润生拎着鸟笼进了店里，玉芝正喂桑宁吃药膳。桑宁身上已经干净了，没了生理期的痛楚，心情好了些。见一侍卫提着个鸟笼进来，先扫了眼他的脸，觉得他容貌平平，便没了兴趣，收心去看鹦鹉了。娘娘真美，娘娘最美。小鹦鹉在笼子里跳跃着，嘴巴很甜。桑宁很喜欢，抬头看向侍卫身后的公主，笑道：“公主真好，我最喜欢公主了。”小公主给她送糖葫芦，还给她送鹦鹉，东西不值钱，但都送到她心坎里去了。所以说，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。哎呀，这个小可爱，她真恨不得把她抱到怀里亲。贺兰慧猛然听到她的告白，皱眉问道：“真的？你最喜欢我了？”桑宁连连点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公主最好，我最喜欢公主了。”她的喜欢不值钱一样往外扔。贺兰慧听得不爽，板着脸走到冯润生面前，一把揭下了他的人皮面具，然后捏着他的脸看向他，问道：“我跟他相比，你最喜欢谁？”冯润生。桑宁没想到会见到他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随后立刻有异性，没人性了。他忘了小公主，朝着冯润生嫣然一笑：“小润生，好久不见呀。”第89章，痛在你身，伤在我心。桑宁，好久不见。冯润生快速朝他走了过去，神色很激动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掉下泪来。桑宁坐起来，往床里挪挪，给他腾位置，同时关怀道：“你的伤？”冯润生坐下来，揽他入怀抱，摇头说：“无碍，只要能见你，痛也没关系。”桑宁听了，随口就是甜言蜜语：“你没关系，我有关系。痛在你身，伤在我心。”贺兰慧听不下去了：“虚伪，才不是！那么肉麻的话，妖妃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？”桑宁确实说话没走心，用现代的话来形容，他的嘴骗人的鬼。如今被贺兰慧大次否定了，一时还有点心虚了。他心虚就没说话了。冯润生见他沉默，只当是贺兰慧影响了他，便扭头看向贺兰慧说：“公主，我跟宁宁有话说，还望你行个方便。”他暗示他走远一些，最好保持安静，不要影响他们。贺兰慧听得心里酸涩，气恼道：“我要是走了，你看陈静会不会进来抓你？他是他们最好的掩饰。”冯润生也知道这些，就站起来朝他躬身一拜，还望公主开恩。这就是道德绑架。贺兰慧不知这些，只能咽下酸涩，走远一些了。公主千岁，公主千岁。绿毛鹦鹉在笼子里跳着，叫着显眼包一样。贺兰慧看到了，便拎着笼子去一旁逗鹦鹉了。他把笼子放到桌子上，对鹦鹉说：“瞧瞧，到头来我们都是过河后拆的桥，卸磨后杀的驴，鸟尽后藏的弓。”当然，他是嘀嘀咕咕的语调，声音很小，沉迷在重逢中的两人根本没听到。宁宁，我好想你。冯润生重新坐下来，抱着他，诉说着这些天的相思。我每天都在想你，你给我写的情诗我都会背了，一天看好多次，但第一首情诗没了，定然是陛下派人偷走了。我那天午睡好久，我从来不睡午觉的。陛下95之尊，天下楷模，竟然行鸡鸣狗盗之举，真是让人不齿。他低声说着贺兰英的坏话。贺兰英正跟桑琪在朝霞殿喝酒，宴席间说起桑州一事，突然就打了个不雅的喷嚏。桑琪见了，拢紧自己的大场，适时地说：“眼下天冷，陛下要多加衣裳，保重龙体。”他身体病弱，早早穿了冬衣，境地竟然还是一身夏衣，真是年轻体壮，火力旺，羡慕坏他了。他如果有他的体质，该多好啊！怎么也得奋力折腾一下，不至现在就举国投降的处境。贺兰英不知他所想，思量着自己昨夜在迎喜宫熬了大半夜，回道：“许是昨夜没睡好吧？”桑琪听了，很好奇原因，就问了：“陛下怎地没睡好？可是有什么心事？说出来，臣定竭力为陛下解忧。”贺兰英客气一笑：“你的心意朕体会到了，无妨，朕心事已了。”桑琪点头陪笑：“已了便好，已了便好。”贺兰英举起酒杯，安乐君且尽情饮酒。他想把人灌醉，等待着他最后吐真言。关于桑州，关于他的妹妹，无论他说什么，他都想听。但他不知桑琪酒量很好，当然他酒量好，一点不影响他装醉。桑琪装醉是有经验的，又饮下一杯酒后，红着脸，大次次走到他面前，抱住他的手臂，醉言醉语：“久闻陛下大名，陛下模样好，身体好，人品好，不愧是人中龙凤。一朝有幸见天子，使之天下有丈夫。我要跟陛下常相见啊！”他醉醺醺歪倒在贺兰英身边，脑袋往他肩膀上靠。安乐君不得放肆！王成一旁伺候，看到安乐君的举动，吓得魂都飞了。陛下的龙体是能轻易触碰的吗？
他忙上前推了下他，提醒着安乐君：“醒醒，陛下面前不得放肆啊！”桑琪觉得自己还可以更放肆一些，于是他抢过贺兰英桌子上的酒杯，要跟他喝交杯酒。既然要装醉，那自然要醉得疯狂才好。哈哈，陛下，饮了这交杯酒，我们就是兄弟了，你敢不敢？他说着就挽了贺兰英的手臂，先喝了一口酒，又将酒杯递到贺兰英嘴边，不仅要贺兰英喝自己剩下的酒，还嚷嚷着与君共饮一杯酒，一生一世长相守。天，这都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！王成吓得跪到地上，小声说：“陛下，安乐君喝醉了，要不要送他去偏殿休息？”贺兰英看着桑琪那张艳色弥漫的脸，一摆手：“不用，让他醉。他倒要看看他还能发什么酒疯。不过他倒要感谢他用这张脸发酒疯，不然他早把他砍了。如果桑宁身体好些，他将他灌醉，会酒后吐真言吗？”他想着桑宁，就多了个期待了。桑琪不知贺兰英的阴暗心思，只把酒杯往他嘴里塞，当然没塞进去，还把他嘴唇弄得通红。王成已经脑袋贴地，不敢乱看了。天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涩涩的？是他能看的吗？桑琪也凌乱了，这惊的是被他的酒疯惊傻了吗？竟然也不知道躲。他摸不准境地的心思，不知他在走神想女人，感觉自己酒疯发的差不多了，就随地一倒。哎，地上好凉。他拢着大肠，蜷缩起来，不时哼一声：“陛下，继续喝，陛下，好兄弟，哎，继续喝。”声音有点吵。贺兰英俯视着地上的人，思量着：真醉了，这就是他最后的丑态。总感觉差点什么。哦，对，差了桑州。他好像没提桑州的事。他今天邀他喝酒，主动说起对桑州的安排，他半路打断，说什么一朝闲云鹤，桑州休语说，仿佛对桑州一事再没兴趣，却不知讳莫如深，反而让人多想。桑琪也在想，这境地信没信他啊？要不再装会疯？可装什么疯呢？他想来想去，想到了妹妹，便忽地坐起来，抓起贺兰英的手臂，喊着：“走，好兄弟，咱们找妹妹玩去。”贺兰英，谁跟他是好兄弟？桑琪当他是好兄弟，揽着他的脖颈，故意朝着他脸颊喷酒气，哈哈，好兄弟，我妹妹天下第一美人，听过没？桑氏美人笑，天下皆倾倒。贺兰英想着桑宁的笑，心痒痒的，行吧，也不算虚言。他们就这么勾肩搭背去了月桑殿。月桑殿里，桑宁还在听冯润生滔滔不绝说贺兰英的坏话，他言而无信，人也虚伪得很，一直不肯把你赐给我，分明是对你动了不该有的心思，但他对你动了坏心思，又想要明君的名声，而不想给你名分，没准宠了你，隔天就想着毁尸灭迹。他说的前半部分是有些道理的，狗皇帝就是想吃了他又不想负责，当然正合他意，他还不想为一棵歪脖子树放弃整片森林呢。但这些不是重点啊。他听腻了，便转开了话题。你别说了，把床幔解下来。难得相会，他与其说那么多废话，不如干点正事了。冯润生看着床幔，这要是解下来，挡开了外面的视线，那不就是幽会了？第90章，他对他的耐心不多了。桑宁见他僵住了，皱眉说：“墨迹什么？你来不想这些，还不如不来。床上不能用的男人算什么男人？”他对他的耐心不多了。冯润生还真没想这些，他挨了杖责，还在养伤，加之他身体病弱，他又不是禽兽，怎么会想着下半身的事？但架不住桑宁想啊，快点的，你要是男人就别墨迹。他用激将法催他把床幔解下来。冯润生完全是身体自主行动，把床幔解了下来。床幔陡然落下来，空间陡然变得狭隘。他们在四四方方的床上大眼瞪小眼。桑宁恨其不争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难道要我教你？冯润生俊脸通红，小声哼道：“外面，公主在外面。”桑宁翻个白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怎么，两人不够刺激？你想他进来三人行啊？冯润生，他都在说什么？三人行是什么鬼？他拒绝想象，伸出手，慢吞吞去解他的衣服，像是不情愿，被人逼良为娼了。不知为何，解着解着，手还抖了起来，那抖得跟得了帕金森病似的。桑宁都看乐了。你瞧瞧你的表情，你是在脱我衣服，还是在上坟？我还没。死字没出口，就被他捂住了嘴。冯润生皱巴着俊脸，低声说：“不要说不吉利的话。”桑宁听了，笑着逗他：“那你说些吉利的话听听。”冯润生就说了，表情很虔诚郑重：“桑宁，我愿意用我20年的寿命换你余生好好的，健康、平安又富贵。”桑宁够狠，20年的寿命。他想着他英年早逝的命，心道：本来就寿数不长，还乱挥霍，果真是小傻狗，可可爱爱的小傻狗，真想狠狠宠幸他。别以为说这些，姐姐就会放过你。
他自己解了衣服，点了点胸口，给他亲。冯润生红着脸，正低头想亲。床幔外传来贺兰慧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好端端的解什么床幔？”他也就一个没注意，都发生了什么？他还在呢，他们太过分了。他气得想伸手去拉床幔，就听冯润生说：“不要。”一瞬间他更气了，低喝道：“冯润生，你滚出来！”他自然不知道是桑宁主动勾人，以为是冯润生色欲上头不做人。本来觉得桑宁没心没肺，感情混乱，这会也改变想法了，觉得桑宁很可怜，他们一个个的都是觊觎他的身体，甚至还不顾他病弱的身体。他还病着，身上来了癸水。冯润生，你不要乱来，赶紧滚出来！他双手握拳，考虑店外有人监视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神色也很紧张。这一刻无关男女间的吃醋与妒忌，而是真的关心桑宁的身体。他真的太天真善良了。桑宁不同，满心邪恶，看冯润生要下床，瞪他一眼，摇了头，不许他下床。冯润生整个人热腾腾的，面色很痛苦，热汗滴下来，呼吸粗重。你怎么不说？你身上都那样了，还胡来？他知道他坏，就喜欢看他受罪，眼睛红红的，委屈极了。桑宁看他像是要哭，摸摸他的脸，笑着撩开床幔，紧紧露出一双眼，对贺兰慧说：“公主，你误会了，不关他的事，是我想乱来。”贺兰慧不相信，皱眉道：“是不是他逼你了？你别怕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他伤害你。这正义的小公主啊，可惜正义用错了地方。”桑宁笑着摇头：“公主，你真误会了。男欢女乐一事，不是男人才有需要，女人也有。女人也不是付出配合的一方，也可以是索取享乐的一方。”贺兰慧听不懂，你在说什么？他眼神太单纯，白纸一般的人，脑子也一根筋。桑宁叹气：“没什么，公主跟鹦鹉玩去吧。成人的事太深奥，她是小孩子，适合跟鹦鹉玩。贺兰慧哪里有心情玩鹦鹉啊？不行，你身上，我身上干净了，不影响的。你还病着，没事，就是病了才要寻点乐子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心情很复杂，天知道他寻点乐子怎么就那么难啊。床幔再次放下来，他躺回去，看着冯润生，催道：“继续。”冯润生颓丧着脸，声音闷闷的：“你当我是乐子？他这是玻璃心了。”桑宁觉得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吃点肉是别想了。他也没心情吃肉了，脸也冷了，摆手道：“不喜欢就滚蛋。麻蛋，一个个还得哄着他们上床啊，烦死了。”冯润生被他不耐烦的表情刺激了，猛然扑下来，一阵乱亲乱咬。桑宁最讨厌他这疯狗行为，抬手就打他的脸，再没轻没重的滚蛋。冯润生挨了一巴掌，像是清醒了，动作轻柔起来，一边亲一边看他：“我是你唯一的乐子吗？”他知道他真心不多，但如果他是他唯一的乐子，也未尝不可。真心本就难得，他有一生的时间，总会得到的。想当唯一啊！桑宁享受着那微末电流般的滋味，心情好了，又给了好脸。那你先把我伺候好了再说。养狗崽子嘛，总要给些骨头的。冯润生叨着这根骨头，极尽温柔，亲他的锁骨，渐进家处。贺兰慧的声音又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：“你们闹够了没有？现实也不允许他们闹下去了。陛下驾到！”小太监扯着嗓子发出尖利的声音。贺兰慧脸色巨变：“你们，我皇兄来了，怎么办？”他吓得手足无措，比之床上的两人还紧张，仿佛在皇宫偷人的人是他。冯润生也很紧张，却是第一时间给他整理衣服。桑宁还算淡定，让他往床下藏。冯润生不想藏了，想跟他光明正大在一起，一脸决绝道：“我去向陛下求赐婚，如果他不同意，我就跪死在他面前。”啪！桑宁冷着脸，毫不犹豫地给他一巴掌：“你要是还想见我，就收起这想法，滚床下去！”他敢求赐婚，狗皇帝不会放过他，甚至还可能直接给他所谓的名分。他可不想做皇帝的女人。冯润生不知他的想法，捂着被打的脸，痛是不痛的，他也没用什么力气，但心里很难受，眼泪倏然就落了下来。桑宁，你是不是不想嫁我？第91章，再会说话，朕也留不得你。桑宁不防被他的眼泪砸了下，第一次感觉自己惹了情债，不容他多体会心里是什么感受，理智就催着他哄人了：“乖，姐姐救你呢。你们陛下什么人，你不是都清楚？你真去求赐婚，他能再打你一顿，我也会心疼的。快，先藏起来，陛下驾到！”是鹦鹉在叫，但贺兰英跟桑琪也确实到了。冯润生这时候藏也晚了。操！桑宁只能把他藏进被窝里，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贺兰英跟桑琪一身酒气，勾肩搭背地走进来。贺兰慧忙上前关怀：“皇兄，
你们这是？贺兰英笑道：“朕陪安乐君喝了些酒。”桑琪附和着笑：“喝酒，喝酒，公主，走，一起喝酒啊！”他醉醺醺扒拉着贺兰英的肩膀，半个身体压在她身上，还摇摇晃晃的，像是醉得站不稳了。贺兰会觉得他们醉了，阻拦道：“你们都喝醉了，要发酒疯也出去发酒疯，桑姐姐才睡下，你们别扰她好眠。”他想把两人打发了。天，快走吧！真把冯润生抓出来，如何收得了场？桑琪不知其中厉害，还不肯走，嘟囔着：“桑睡了，那我也睡了。”然后往旁边的软榻一躺，拢着大氅，背对着人，闭上眼睡去了。贺兰英见此，更不会走了，绕开贺兰慧，就要去看桑宁。床幔四垂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他皱起眉，扫向绿枝，不悦道：“你怎么把床幔放下来了？万一你家娘娘想不开怎么办？万一床上有什么危险品怎么办？”绿枝想着床上的冯润生，心道：危险品？冯润生吗？现在看来，冯润生确实挺危险的。如果皇帝看到他，龙颜大怒之下，娘娘能讨得了好？他本人有家族庇护，一时年少轻狂，打一顿了事，娘娘有什么？若是他彻底失了地心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此一看，冯润生真是害他娘娘不浅。没有的，陛下且放心，奴婢都检查过了。他壮着胆子挡在贺兰英面前，转开话题：“陛下，您喝醉了，要不要喝些解酒汤？娘娘最讨厌酒鬼了。”他想着桑宁的脾气，又劝：“娘娘刚睡下，您吵醒了她，她会生气的，会生气的。”绿毛鹦鹉在笼子里一边跳一边嚷：“讨厌酒鬼，讨厌酒鬼，会生气的，会生气的。”贺兰英就这么被绿毛鹦鹉吸引去了，先床幔的手停下来，走过去拎起笼子，打量里面的绿毛鹦鹉，问着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贺兰辉立刻回答：“皇兄，这是我送来给桑姐姐解闷的。”贺兰英听得点头：“你有心了。”他病中无聊，确实需要这些小玩意解闷儿。他说到这里，忽然就怀疑上了：真是你送的？不会是冯润生送的吧？他知道妹妹跟冯润生走得近，前不久还给他传情书，现在给他传礼物，也是极有可能的。贺兰慧听得心里一抖，到底是没撒谎过的人，表情很不自然。不是，皇兄，是我送的。贺兰英看出端倪，冷眸犀利：“真是你送的？”惠安，好孩子不能说谎。贺兰慧心生惭愧，低下头，嗫嚅着：“那你给我吧，我这就给他还回去，还回去，还回去。”绿毛鹦鹉学着叫，依旧是个显眼包。贺兰英瞧着乱叫的鹦鹉，问一句：“他喜欢吗？”贺兰慧低头说：“应该喜欢的。”贺兰英听了，看向王成，吩咐道：“去寻个相似的来替换了。”他还是不许他身边出现其他男人的东西。冯润生还在床幔里，听到这里，新仇旧恨加一起，气得握紧拳头，仿佛随时能冲出去。桑宁瞧见了，伸手勾着他的脖颈，就吻住了他的唇。冯润生出于对桑宁的爱，也出于对贺兰英的不满，回吻得很激烈。他像有今天没明天一般热吻，从他的唇、脖颈、锁骨到胸口，能亲的地方全亲了。桑宁紧紧咬住唇，咽下暧昧的喘息。隔着一面床幔，他们极近耳鬓厮磨。贺兰英还在看鹦鹉，忽然一声细微的嗯声传入耳朵里，引起了他的警觉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贺兰会不会武功也没留意，全身心应付他，自然没听到什么声音。床幔里的两人已经屏住了呼吸，热汗淋漓着，刺激过后无比的煎熬。圣经里说，爱是恒久的忍耐。桑宁想，这种忍耐简直灭绝人性。贺兰英想凝神细听，鹦鹉又叫起来，声音，陛下万岁，陛下万岁！这鹦鹉吵得很。贺兰英指着他，皱眉道：“你再会说话，朕也留不得你。”绿毛鹦鹉顿时蹦跳着叫：“留不得你，留不得你！”他是什么都敢学。贺兰英的注意力就这么被岔开了。桑琪躺着的软榻离床的位置有些近，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床幔里的不对劲。莫非妹妹床上有男人？是谁？他不敢留皇帝在这里，忙下了软榻，拉住了他的手臂，醉醺醺地嚷嚷：“走，好兄弟，看看我带来的几车财宝去。”贺兰英对钱财是很有兴趣的，当即点了头：“好。”但离开之前，他拽下桑琪的手说：“我去看他一眼，这床幔放下不好。你这个妹妹啊，一眼看不到会寻短见的。”他不放心，朝着床的位置走了过去。陛下，绿枝已经吓得脸色惨白，捂住了嘴。皇兄，贺兰慧也白了俏脸，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桑琪看到这里，已然明白妹妹床上有男人了。至于是谁，会是他们刚刚提到的冯润生吗？那个前燕国小国舅，慎言郡夫人的弟弟。思量间，他快速冲上前，往贺兰英身上一倒：“陛下！”贺兰英下意识扶住他，
你怎么了？桑琪为了阻止他靠近床，也是拼了，呕了几下，像是醉酒后的呕吐。贺兰英被他吓得不轻，放肆！你要是敢吐，朕绝不轻饶。他哪里还惦记着看桑宁，想把人推开，又怕摔着对方，毕竟在桑宁这里伤着他的皇兄，他定然要生气。但搀扶着他，真怕他吐一身，只能赶紧叫人来人来人。桑琪像是吓到了，以为他叫人杀他，随地一跪，陛下饶命啊，陛下！哭喊间呕出一口，吐在了贺兰英的衣袍上，其实都是酒水，但贺兰英还是嫌弃的不行。你，他气得指着跪在地上的桑琪，忽然觉得他在装疯卖傻，但一时又拿他没办法。吵死了！桑宁从床幔里探出头，气道：睡个觉也睡不好，忍你们很久了，都滚蛋！他是故作凶狠，这番动静他要是不出面，还能睡着，才让人多想。第92章，你待朕清净些，朕倒是欢喜得很。贺兰英见他醒了，也放心了，二话不说，拖着桑琪就离开了。他去太极殿洗澡换衣，把醉鬼安排在太极殿的偏殿，让人伺候着。安乐君的酒品确实差了些，王成在旁边伺候，见皇帝坐在浴池里，面色不愉，便小声开解着。虽是酒后无状，看着却是个老实人，没什么花心思。他被桑琪那副顽劣世家子弟的模样骗了过去。贺兰英皱着眉，还警惕着，不对劲，兄妹俩都不对劲。小太监小心翼翼地给他擦背捏肩，他闭上眼，看似在享受，实则在回想桑宁探出头的一幕。其实他只看了一眼，那张俏脸艳艳的红，鼻翼似乎有汗，这个天气会出汗吗？还是他睡觉睡出的汗？浴池里升腾着热气，热气弥漫开来，让人感觉闷闷沉沉的，宽大的浴间也随之变得有些逼仄。贺兰英在这闷沉的氛围里，心里乱糟糟的。他总觉得兄妹俩不对劲。他其实向来有野兽的直觉，这直觉多次帮他在战争中抢占先机，取得胜利。陛下，耳边传来王成的声音。贺兰英还是闭着眼，但轻轻哼了一声。王成低声道：安乐君在外面跪着，说是御前失仪，特来请罪。贺兰英听了，讥诮一句：他这是酒醒了。王成不敢回话，贺兰英也没说别的话，他这是冷处理，那就是让他跪着。王成领会到这层意思，就保持沉默，没再出声了。同一时间，桑琪头顶阳光，跪在殿外，这一跪就跪了半个时辰。贺兰英才像是想起他来，匆匆出来搀扶。安乐君怎么还跪着？朕不是早让你回去休息了？王成听了，立刻自打嘴巴，跪下道：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，是奴才忘了说了。安乐君，怪奴才忙着伺候陛下沐浴更衣，忘了您了，让您受苦了。君臣二人配合得很好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桑琪也很配合，低头笑道：无妨无妨，臣有罪，何该跪着反省反省。贺兰英像是很震惊，侧目一问，安乐君都反省了什么？桑琪躬身一拜：陛下待臣好，臣却不能放肆，今日酒后失态，多次冒犯陛下，实在惶恐。贺兰英淡笑：安乐君真性情，何须此言？朕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。朕无兄弟，也无知己，一朝为帝，遂成孤家寡人，你待朕清静些，朕倒是欢喜得很。他说的分外好听。桑琪一点不敢往心里去，再次躬身一拜：臣惶恐。他装作惶恐的要摔倒了，其实是他跪太久的原因。他膝盖疼得厉害，今天装醉发疯，真的骗到境地了吗？他心里很没底，脸色也恹恹的，染上了病态的苍白。贺兰英瞧见了，皱起眉，派人送他回仙灵院休息。桑琪谢了恩，扶着大腿，故意走得一瘸一拐。贺兰英看他这个样子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倒忘了这人还是个病秧子了。他枉为一国皇帝，却拿这两个病秧子没办法，速派2个御医过去。他吩咐王成，一个外伤，一个内科，务必照料好安乐君的身体，并做好每日问诊记录。是。王成应声，忙派人去请御医了。贺兰英打发了桑琪，又想到了桑宁那张红艳艳的脸，鼻翼亮晶晶的汗，总觉得有异常，却也没过去打扰。他是回御书房处理政务的路上，忽然想到了绿枝妹妹那紧张的神色，像是在隐瞒什么。他们在隐瞒什么？他的预感又开始叫嚣了。冯润生，冯润生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翻滚着，他含着脸，立刻风一般去了月桑殿。月桑殿里，桑宁想着狗皇帝或许会去而复返，所以跟冯润生说了一会甜言蜜语，就赶人了。你姐回去养伤，等你好些了，我们就私奔。这一句话把冯润生哄住了，他狠狠亲了他的唇，重新戴好人皮面具，恋恋不舍地跟着贺兰慧离开了。事实上，他走得很巧，没一盏茶的时间，贺兰英就来了。贺兰英来的时候，桑宁正在浴桶里泡澡。桑宁身体不好，时机也不合适，根本没跟冯润生做到最后，也就互相抱着亲一亲，
但也是轻的一身黏糊糊的，自然得洗个澡。他没想到正洗着澡，贺兰英会进来。贺兰英怀着疑心而来，却也很低调，总不好声张妖妃可能偷人了吧。他进来后，得知桑宁在静室洗澡，恪守着君子之礼，没有进去，但也没离开，就在店里四处环视，寻找着奸夫的痕迹。当然没找到，他哪里想到痕迹都在桑宁身上呢？桑宁的脖颈、胸口、身上都是红艳艳的吻痕，只要他闯进来，一切都无所遁形。说来可惜了，桑宁心想，如果身上没这些痕迹，这会洗着澡，定把狗皇帝骗进来，哄着他洗个鸳鸯浴。狗皇帝曾许诺他身上干净了，就跟他睡觉，也不知他还记不得。唉，错失大肉啊！他无尽叹息。绿芝士无尽惶恐，皇帝在外面，这要是进来，娘娘一身的痕迹。他红着脸，不敢想娘娘会跟冯润生那么胡来，还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，太刺激了。他现在想来，小心脏都还受不住呢。娘娘，水快凉了，起来吧。他其实是怕时间太长，皇帝没耐心闯进来。桑宁感觉泡得有点晕，其实他也没泡太久，15分钟估计都没有。没办法，原主身体太虚了，就站了起来。绿芝忙给他擦干身体，换上衣服。有了衣服的遮挡，胸口、腰腹、大腿等等的痕迹都看不到了。他稍稍放心，但还是一边给他擦头发，一边细细检查。这一检查，就看他后颈有个吻痕，不过当头发散落下来，也就挡住了。好了，娘娘可以出去了。绿芝扶着桑宁往外走。打死绿芝也想不到皇帝要给桑宁擦头发。关于给桑宁擦头发的热情，贺兰英一直都有的，从他小叔那边学来的。是以他坐在床上，看到桑宁出来，扫了眼他半干的头发，就说去取个干净的帕子，朕帮他擦头发。绿芝听得想哭，完了完了，娘娘后颈的吻痕怕是藏不住了。第93章，桑宁，我想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贺兰英见他不动，皱眉催促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当心你家娘娘头疼。绿芝听了不敢耽搁，忙去寻了帕子，却是自己拿着给桑宁擦头发，岂敢烦劳陛下？奴婢会帮娘娘擦干净的。贺兰英伸手不容拒绝，给朕。绿芝没给，双手开始颤抖，小声提醒娘娘怎么办。桑宁察觉到了绿芝的反常，想着冯润生在自己脖颈各种亲，怕是留下了痕迹，便转开了话题。陛下跟我聊聊天吧。我哥哥醒酒了吗？他酒后失态，还望陛下多多包涵。贺兰英觉得自己包含了他，便说他醒酒了，朕派人送他回去了。他还没忘记给他擦头发，见绿芝不让，就觉得有问题了。他本就有借着给他擦头发、检查他身体的意图，自然不会轻易放弃。朕的话没听到。他看向绿芝，再次伸手把帕子给朕，你滚出去。绿芝还是不想给。桑宁见搪塞不过去，不想他受牵连，便对他说，你下去吧，我想喝雪梨粥了，你去看看好了没。绿芝犹豫片刻，还是听了他的话，把帕子给了皇帝。贺兰英接过帕子给桑宁擦头发，那后颈的痕迹太明显了，一撩起头发，没等绿芝走出店去，他就看到了。站住！他冷眼扫向绿芝，喝问这是怎么回事。绿芝心态崩了，跪到地上磕头道，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。桑宁料到他早早起疑，躲不过去，便说别吓我的人，你想问什么，问我便是。贺兰英大概早有预料，竟然也没想象中的生气，当然他的手都快把帕子捏碎了。今天冯润生来了，他有咬牙切齿的狠劲。桑宁没反驳，沉默便是默认。贺兰英顿时把帕子砸到地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们背着朕！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。绿芝忙不迭磕头。桑宁见他把头磕出了血，就很心疼。绿芝，没你的事，你出去。他起初还有些慌张，但知道慌张也没用，大不了就死了呗。他向来是想死的，这么一想也就毫无畏惧了。陛下生什么气？我是什么人，陛下不是都知道的。我是妖妃，天性浪荡，我也没拦着陛下为所欲为啊。是陛下不要我的，你不要还不许别人要，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？闭嘴！朕怜恤你的身体，没想到你这般不自爱。贺兰英见他不知悔改，简直要气炸了。你还跟朕讲道理？普天之下，朕就是道理。他音量抬高，吵得很。桑宁被他吵得心烦，想吵架又没力气，就冷笑了。我不跟陛下讲道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爱咋咋地，他不伺候了。贺兰英见他又拿死亡威胁自己，顿时泄了力气一般。是啊，他不想活的，他惩罚不了他，也拿他没办法，但他总要做些什么的。他冷着脸，目光落到绿芝身上，杀意腾腾。来人，拖出去，凌迟处死。他把怒火转移到了绿芝身上。
绿枝吓得瘫软在地，凄惨的叫着：“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娘娘，娘娘！”他想求桑宁救他，但话到一半，又不想他再惹怒皇帝。如果皇帝杀了他能息怒，那就杀他吧。侍卫们立时冲进来，要拖了绿枝出去。绿枝没反抗，眼泪汪汪看着桑宁，哭道：“娘娘，奴婢不能伺候您了，您要好好的。娘娘，奴婢来世再来伺候您。他是愚忠到死的，桑宁怎么可能看他死？你敢！”他被气得甩他巴掌，当然没打到。贺兰英抓住他的手腕，逼视着他，喝道：“他看你犯错而不劝诫，甚至还帮你隐瞒，简直罪该万死！是我该死！”桑宁想要甩开他的手，没甩开。本就病弱的身体如何反抗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？他再次厌恶自己的躯体，这种厌恶的心情弥漫开来，便是深深的厌世。放开！他的眼泪落下来。你敢杀他，贺兰英，我会死的。他不想求他，又伤不了他，只能自伤，一口就咬在自己的手腕上。你试试，我这样会不会死？鲜血从他手腕流出来。贺兰英看到这一幕，立刻慌了。不要！松开！朕不杀他。桑宁看向侍卫，示意他们退下。贺兰英明白他的意思，忙朝侍卫们摆了手。侍卫们立刻放开绿枝，退了出去。绿枝得了自由，忙爬起来去看桑宁的伤，哭道：“娘娘，您不要干傻事啊！”桑宁其实咬得不深，也就咬破点皮，流了血，但疼得很。这种疼让他怪罪到了贺兰英身上，又抬手去打他的脸。啪！这次贺兰英没拦着，任他打了一巴掌。他帝王的脸面早被他打没了。不，这一巴掌打在他的心上，让他一颗心滴血的疼。不该这样的，不该这样的。看看他都做了什么，为了个没有心的妖妃，沦落到这般地步，真是疯了。绿枝已经吓傻了。娘娘！桑宁终于打了贺兰英一巴掌，看他没有躲闪，反抗的意思，又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。啪！这次打得更用力，贺兰英的俊脸都红肿了。桑宁还想再打的，但看他像是被自己打傻了，又忍住了。哎，打人不打脸，他这习惯不大好啊。你活该！桑宁看着贺兰英红肿的脸，莫名心虚，但嘴上仍旧倒打一耙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不该拿绿枝撒气。我没让你亲我吗？是你自己不肯的。我也想要你的，是你不给我。贺兰英不说话，就目光阴沉沉看着他。桑宁更心虚了，也不知说什么了，就坐回床上了。哎，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贺兰英终于移开视线，让绿枝去叫御医。桑宁听了，嘟囔着：“叫什么御医？我这就是皮肉伤，等御医来了，伤口都愈合了。”是，陛下。绿枝应声退了出去。店里就剩下两人了。贺兰英没说话，目光落在他的手腕上。伤口确实不严重，皮肉伤，现在已经不流血了，但那刺眼的红仿佛具有腐蚀性，腐蚀的他眼睛疼。桑宁看他眼睛湿漉漉的猩红，像是随时会哭，有那么一瞬跟小傻狗冯润生似的。哎，又一桩情债吗？他似乎共情到了冯润生质问他是不是不想嫁给他的时候，在这一刻，他们都是真心的。他感受到这种真心是无比惶恐的，而他用玩世不恭掩饰这种惶恐。哎，陛下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要不要亲亲我？他多年疾病，人生信条是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是以面对贺兰英的真心，他还是没心没肺，打骂过后还能调戏几句。但贺兰英已经不愿意被他调戏了。桑宁，我想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，哪怕一时给不了你皇后的位置，我总不会让你受委屈。贺兰英蹲下来，跟他视线齐平，看着他，目光沉痛又冷漠。但你没有心，你不爱我，我一次次给你机会，你一次次背叛我。很好，桑宁，我不会爱一个不爱我的人。他在这一刻不是皇帝了，他用你我的称呼，像一个普通男人剖白自己的真心。他不再欺骗自己，他确实喜欢上了他。在他一袭红裙跳下城楼的那一刻，他的眼里就满是他了。不，或许在他踏进月桑殿，看他第一眼，他朝他笑的时候，他就喜欢上他了。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她像一团柔软的美梦，他就是个被美色所惑的蠢货。但他不会一直蠢下去，他不再欺骗自己，也不再放纵自己。你自由了，你会如愿的。他站起来，他还坐在床上，他是俯视的姿势。这一刻，他是皇帝，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两巴掌打不碎他皇帝的高贵与傲骨。你既然喜欢他，朕就把你赐给他。他转开视线，看向殿外，薄唇微动，下了令：王成，速去拟旨，桑氏女桑宁赐给冯氏子冯润生，则即日完婚。第94章。哇哦，清冷美人！王成听到这道旨意，急忙跑进来，往他面前一跪：陛下三思，陛下三思。他近身伺候皇帝，知道皇帝心思，
夜夜失了的闯入就是证明。他想妖妃想的糟蹋身体都不肯宠幸四妃，可见真心何等坚决。继而下了令，明儿定后悔。而他这拟旨的人定然吃不了兜着走。陛下三思，满皇宫的人谁不知道娘娘是您的人？冯小后爷何能配得上您的人？更何况公主对冯小侯爷情根深重，您这一次婚，公主如何自处？他的2条理由找得很好，但贺兰英打定主意赐婚了，住嘴！谁说公主对冯润生情根深重？你敢这般污了公主的清誉！来人！他狠起来，连王成也想砍杀了。陛下恕罪，陛下饶命！王成吓得面色如土，一阵砰砰磕头。万幸绿枝急急走了进来，陛下，御医来了。他这次没请风雀姨过来，毕竟是小伤，不至于劳烦他。来的是御医院正经的御医，还是个女御医。之前桑宁昏迷多天，情况很严重，贺兰英特意从民间选拔来的，叫卓璇，20岁，生的也是雪肤花貌，可惜年纪轻轻，是个寡妇。参见陛下。卓璇跪下行礼，声音清灵灵的好听。桑宁不由得多看他一眼，很惊艳。哇哦，清冷美人！这一眼就被贺兰英捕捉到了，真是死性不改。他想到了他在娘娘和画舫上的行为啊，差点忘了，他是男女通吃了。罢了，他如此风流浪荡，从今以后就由着冯润生头疼去吧。他阴沉着脸甩袖离开。桑宁没想到贺兰英会给自己赐婚，仿佛对自己死心了，放手了。本来还有些怅然若失，见到美人后心思就转开了。小姐姐怎么称呼？他温柔笑着告诉自己，贺兰英死心了才好。他是个活不了多久的人，真得了他们的真心，又辜负了，才是作孽。他两世都是病弱躯体，定然是前世造了什么孽，才这么受罪。他得积德行善，为下辈子投个好胎做准备。陈断卓氏拜见娘娘。卓璇跪下行礼，桑宁赶忙示意他起来，免礼免礼。卓璇起来后便瞧了眼他手腕的伤，随后打开自己的药箱给他上药包扎。桑宁在他包扎时想起他之前的自称，断卓氏有妇之夫啊，同时打量着他，觉得他骨相实在美，看着清冷气质，实则眼尾上翘，带着媚气。等下他发现他御医制服里有孝衣，不由一惊，寡妇。卓璇很快给他包扎好了手腕的伤。桑宁道了谢，本来想跟他多聊聊，再看他的冷脸，就觉得他可能正在守丧期，没什么谈笑的心情，也就赏了点银子，让他退下了。谢娘娘。卓璇领了赏钱就退下了。桑宁在他退下后看向绿枝，询问道：他是什么情况？我看他衣服里面还穿着孝衣呢。绿枝早打听好了，便道：娘娘，卓御医好可怜的，别看他年纪轻轻，已经守寡4年了。桑宁听得一惊，啊，那他多大？绿枝说好像是20岁。桑宁算了下时间，惊道：那他16岁就嫁人守寡了？绿枝点头，是的。听说他是冲喜嫁过去的，就是工部尚书段家，段家的小公子是个病秧子，没挺过洞房夜，从那以后他就守了寡。守寡到现在还穿着孝衣？啊，还穿着吗？绿枝没注意到卓璇里面有孝衣。桑宁听得皱眉，工部尚书段家，听着就有权有势的。你再去打听打听，看他是自愿还是被迫呀？他也是心善的，也打算积德行善，自然见不得美人受委屈。是。绿枝应声就出去了，却见陈静拉着卓璇走得飞快，顿时惊得捂住了嘴。什么情况？陈静跟卓御医？陈静把卓璇拉到了墙角一处僻静的角落，目光冷冽地俯视着他。啊，冤家路窄，这个负心人。相比陈静满眼的敌意，卓璇面色如常，只是微微蹙眉。陈大人，有事？陈静冷笑，好久不见，故人重逢，不该打个招呼吗？卓璇听了便配合地打了招呼，好久不见。陈静，你有出息了，你哥哥泉下有知，别提他。他厉声打断了他的话。卓璇便不说话了，就冷冷淡淡瞧着他，显然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。绿枝藏身在花树下，想着偷听，但隔得有些远，听不清，只能看着两人的表情，猜测着就相识。恋人。第95章，他们之间不可能的。绿枝很快把看到的事告诉了桑宁。桑宁侧躺在床上，点着额头，分析道：看来陈静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你去打听下他的过往。他想寻到陈静的软肋，如果他能为他所用，那对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。是。绿枝应了声，却没退下，而是弹起了皇帝。娘娘，陛下那边您要不要去认个错，哄一哄？如果陛下赐婚了，娘娘真要嫁给冯小后爷吗？桑宁毫不犹豫地说：不要。绿枝满眼不解，为什么？奴婢看您还挺喜欢冯小后爷的。桑宁说：我喜欢的人多了去了，如果喜欢就要嫁，我可不够分的。
其实除了他喜欢的人很多，还有就是他不是个长命的人，不想跟小傻狗缔结更深的关系跟感情。不然，如果哪天他死了，他还能活下去吗？绿枝不知他所想，皱眉说：“喜欢的人再多，也有最喜欢的呀。娘娘挑个最喜欢的人嫁了好了。我最喜欢你了。”桑宁摸摸绿枝的脸，岔开话题，逗弄道：“要不我嫁你吧？那些男人都没你好。绿枝，你想不想娶我呀？”娘娘，绿枝觉得他不正经，红着脸躲开了。娘娘别胡说，哪有2个女子成亲的？桑宁说：“不成亲，那就恋爱。”绿枝便说：“哪有2个女子恋爱的？”桑宁听了，笑笑不说话了。在他生活的时代，2个女子自然可以恋爱的。其实奴婢觉得陛下也挺好的，谁能拒绝皇帝的恩宠？虽然他动不动要杀人，但到底没伤娘娘一分。娘娘多次跟外男纠缠不清，换别的男人，哪怕他不是皇帝，都饶不了他的。桑宁也知狗皇帝就是虚张声势，看着喊打喊杀，实则对他最容易心软了，但那又如何呢？他们之间不可能的。行了，别提他了，他不想听了。好端端的提什么男人啊？扫兴儿！王成也不想听了。不，他是不敢听了。皇帝喝醉了，又开始让他拟赐婚的旨，不仅要把娘娘赐给冯润生，还要赐给风雀仪，1妻2夫。天，这是他能听的？他不是喜欢男人吗？好，很好，朕给他多多的男人。他坐在地毯上，靠着桌案，脚边都是散落的酒壶。他真的喝醉了，衣服、头发都乱糟糟的，俊脸也红肿着，这回微眯着眼，一副潦倒颓丧的模样。陛下三思。王成跪在他面前，额头的伤还没处理，这回跪着磕了2个头，又开始流血了。他额头疼，心里慌，哎，他还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吗？天色已经黑了，不知何时下了雨，雨水淅淅沥沥敲打着店外的芭蕉叶，声音很好听。店里窗户没关，清凉的风吹来了雨，店里都弥漫着一股寒意。皇帝向来穿的单薄，王成缩了缩肩，感觉到冷意，知道皇帝更冷，便扫向旁边的工人，示意他们去取些厚点的衣服。贺兰英不知这些，还在喝酒，醉醺醺的低喃：“朕哪里不好了？他不爱朕。他为什么不爱朕？朕对他那么好，朕爱屋及乌，连他皇兄也纵容着。罢了，罢了，随他去吧。王成，你旨了吗？”冯润生、风雀仪，哈，朕要看他们互相争夺，自相残杀。不对，他们是朕的心腹爱将，不能自相残杀。朕要去打仗了，取剑来，牵马来。他又喝完1壶酒，随地一扔，砰的一声响，满地的碎片，然后摇摇晃晃站起来，让人去牵马取剑。陛下小心，陛下小心！王成搀扶着，生怕他踩到碎渣上去。快，都清理干净了。工人这时拿来了厚些的衣袍，王成接过来给他披上了，小声劝着：“陛下，外面下雨了，等雨停了，咱们再去打仗。打仗还分下不下雨？下雨也得打仗。”贺兰英把衣袍当铠甲穿好了，就推开王成，要往外面冲。王成也顾不得尊卑了，直接抱住他的腰，同时让人去关店门。这么大的雨，陛下冲出去，明儿伤了龙体，可怎么好？很好，很好，随他们去，朕不管了，朕要去打仗。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振臂高呼着：“杀！杀！随朕杀！”红颜如枯骨，男儿当霸业。他少年就许下的雄心壮志啊，怎么一看到妖妃就全抛在脑后了？他是皇帝，皇帝岂能沉迷于情爱之中？陛下，娘娘。王成看皇帝这么发酒疯，决定说个善意的谎言。娘娘刚派人来传话，说是自己错了，求您原谅他呢。他说着，把贺兰英藏在枕头下的情诗拿了出来。您看，这是他给您写的求和信。贺兰英听了，接过书信，头脑昏得厉害，字迹都在变形，根本看不清。他猛地摇头，还是看不清，反而晃得脑袋发晕，站都站不稳。他的信，对，他给朕写了情诗，他喜欢朕的。他小孩一般炫耀着：“王成，你看，他给朕写情诗呢，2首呢。他最喜欢朕了。”娘娘自然最喜欢陛下。王成点着头，赶忙扶他往床上躺。贺兰英发了会酒疯，抱着那2首情诗睡下了。王成见他老实了，长吐一口气，又派人去端解酒汤。解酒汤是早派人准备了的，但端来的人竟然是潘玉。王成看到他，很是惊讶：“玉妃娘娘，您不是禁足玉镯殿，时间半年呢？他这时候出来是违抗圣旨啊！”潘玉像是看出王成想说什么，眉眼高傲，得意一笑：“王公公，本宫是奉太后之命来伺候陛下。”他派人盯着皇帝的动静，得知他昨晚去了迎喜宫，但根本没宠幸荧屏，便把这事抖到了太后面前。
太后其实已经很有危机感了，这桑氏兄妹陆续进宫，一个比一个好看，皇帝还对他们礼遇有加，实在让他提心吊胆。毕竟前朝姐妹花一同伺候皇帝的先例也不是没有。听闻的安乐君还男生女相，跟妖妃相似的景天，真是一对妖孽祸水。当得知皇帝进了迎喜宫，却没有宠幸银嫔，显然心思还在月桑殿的妖妃身上，他彻底没耐心了。那桑氏是个胆子大的，陛下面前热情放浪，你们倒也学一学。太后这么暗示，他便来了。热情放浪啊，他禁足这些天可都好好研究了。第96章，他是卑微的，仰望着明月，哪里敢攀越。潘玉没想到王成不给他发挥的机会。玉妃娘娘请留步。王成接过宫人手里的帕子，又对着宫人手里的镜子，一边擦拭额头的血，一边说：陛下已经睡下了，无需他人伺候，还请玉妃娘娘先回去。您的心意，明天陛下醒了，奴才一定传达。他知道皇帝不喜欢四妃，平日里洁身自好，甚至像女人一般重视清白，如果真的被玉妃引诱着做了什么，他明天就等着帝王一怒，流血飘橹吧。放肆！潘玉冷着脸怒喝道：本宫是奉太后之命，不要拿着太后的命令来压奴才。王成出声打断了潘玉的话，提醒道：奴才只知道您这么做是在破坏陛下跟太后的母子情分。容奴才说句难听的话，假设您今天得逞了，却失了帝心，还害得陛下跟太后离了心，后果您承担得起吗？潘玉一时被他吓住了，但又不甘心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侥幸道：你怎么知道陛下不喜欢本宫的伺候？那妖妃是个病秧子，能伺候好陛下？你一个阉人懂什么？男女之乐事，他不信他舒服了，还能降罪于他？没准他伺候了他，他知道他的好，就把那妖妃撂开了。一个人尽可夫的妖妃，哪里能跟他比？王成看出他在心存侥幸，冷声讥诮：玉琢宫，玉琢宫，玉妃娘娘还是不要辜负陛下的心意为好。你在吓唬本宫？不敢，本宫看你敢得很。潘玉抬手就打他的脸。一个阉人，他是真的瞧不上，尤其这阉人还敢对他不敬。啪！无比响亮的一个耳光，王成被打了脸，还是站在床前，不肯让他过去。其他宫人看到这一幕，想张嘴说些什么，又不敢，就畏缩着，将头一低再低。滚开！潘玉怒喝着，见王成还不闪开，又抬手给他一巴掌。啪！他这两巴掌都用了力，王成的脸迅速红肿起来，嘴角都流出了血。请玉妃娘娘回去。王成不屈不挠，仿佛誓死要捍卫皇帝的清白。贺兰英还在睡，嘴里喃喃着妖妃、桑宁，像是在故意刺激人。潘玉被刺激了，立刻喊来侍卫，说王成对他大不敬，要把他打杀了。侍卫们哪里敢动手？这是御前太监，深得皇帝重用，信任的御前太监。玉妃娘娘息怒。侍卫们纷纷跪下来，但没有行动。潘玉见自己命令不了这些侍卫，气得差点昏过去。你们等着！他摔了手中的解酒汤，转身离开了。外面雨势正大，他急着去太后宫里告状，走得太快，地面又滑，一不小心就滑倒了。娘娘小心！他的贴身宫婢惊叫着，眼睁睁看着潘玉摔了狗吃屎，还摔断了手臂。啊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潘玉痛叫着昏了过去。御医，速去叫御医！宫人们手忙脚乱地抬了他回玉琢宫。这注定是个很多人难眠的夜晚。太后跪在观音佛像前，捻着手中的佛珠，祈祷着儿子跟玉妃能成了事。公主听说皇兄得知真相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有些后悔帮了冯润生，想着明儿去请罪。冯润生看着桑宁的情诗，一遍遍回味着他的话，等他养好伤，他们便私奔。风雀仪还住在鹿园，奉命审问着于谭的身份，说是审问，更像是保护，眼下正给于谭的伤抹着药，同时喃喃说着：陛下要把你家公主赐给冯润生了。于谭背对着风雀仪，后背几道剑伤，伤口狰狞外翻着冒着血。风雀仪抹药时，痛得他满头大汗。他隐忍着痛，不痛了。在风雀仪说皇帝把桑宁赐给冯润生后，就感觉不到痛了，因为心脏的痛完全掩盖住了后背的痛。公主本就喜欢他的。于谭是很卑微的，仰望着明月，哪里敢攀越。其实他本来不喜欢公主的，死士只有忠诚，也不懂感情。但他在娘娘和救出公主，而公主抱住他的那一刻，他将脸贴着他的胸口，全然依恋他的姿势，还眨着美丽的眼睛问他：你叫什么？他忽然就心动了。公主从前不记得他，没什么的，但从那一刻起，他想他记得他，眼里有他。他赋予了他爱的能力，可惜他没资格爱他。他那么好，值得世上最好的人或者物，但冯润生是最好的吗？他陷入了痛苦的迷茫。风雀仪听着于谭的话，讥诮道：你家公主没有心，她谁都不喜欢。
于谭不乐意听到这种话，回头瞪他：“不是的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公主。”风雀一看他这么护着桑宁，因为心里不痛快，就故意刺激他：“这么喜欢你的公主啊，你被他骗了，你就是他手中的玩物，不然都这么久了，他怎么都不过问你的生死。”他等着妖妃请他过去，向他示好求饶，但妖妃似乎完全忘了这个男人了。其实他忘了也好，他心里没别人，干干净净正容他住进去才好。但他竟然跟冯润生在月桑店偷了情，该死，他竟然敢！他不缺裙下之臣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风雀仪把心里的醋意、妒忌、爱而不得通通发泄在于谭身上。皇帝为何把妖妃赐给冯润生？就因为冯润生狗一样黏着他，随时公告天下他喜欢他。不公平！他自己不喜欢了，不想要了，不能这么妄下决定。他立下的功劳难道比不上冯润生吗？他才是从一开始就坚定效忠他的人。冯润生那种半路跟来的狗，他也瞧得上。你才什么都不是。于谭也不是任人揉捏的，能揉捏他的也就公主一人。是以他毫不客气，反唇相讥：“公主最讨厌你了。风雀仪，你妒忌了。狗皇帝选冯润生不选你，你要气死了吧？闭嘴！你真可怜，我让你闭嘴！”风雀仪正给于谭抹药，这回怒上心头，一拳就捶在他的伤口上。于谭疼得丝丝抽泣，同时回了手，一拳捶在风雀仪的脸颊上。其实为了防止他伤人，他的脚上拴着一条很短的铁链，铁链锁在床头，让他行动很不便，加上手边也没有武器，完全处于弱势地位，贸然出手讨不得好。但于谭顾不得了，就是想打他。他看他不顺眼很久了，他还记得公主要杀他的命令呢。风雀仪没防备，脸上就挨了一拳，顿时痛得他五官扭曲，同时身体也不由得趔趄几步，很狼狈，前所未有的狼狈。一个卑贱的死士竟然也敢打他，可恨！他不会武功，但自保绝对没问题。袖口一扫，药粉弥漫，于谭顿时像中了麻药的野兽，重重倒在地上，再不能动弹。卑鄙小人！于谭动不了，就张嘴骂：“冯润生就是比你好，公主想选谁选谁，想喜欢谁就喜欢谁，只要不是你，他选谁，谁就是我的男主人。”住嘴！风雀仪踩着于谭的手，俯视他的目光冷冰冰的，像是在看蝼蚁。一条贱狗也敢打我，你这手是不想要了。他说着，眼里一狠，脚就用了力，咯吱，是骨头碎裂的声音。第97章，绿枝，明儿你们娘娘就真的要当娘娘了啊！于谭咬住唇，忍住凄惨的痛吟，太痛了，他痛得冷汗淋漓，眼泪流下来，但瞪视风雀仪的眼神还是倔强的、凶狠的、不屈的。这就是断指的滋味，如何？风雀仪收回脚，俯视着于谭血肉模糊、痛到颤抖的手指，陷入了回忆。午夜梦回，我一遍遍体验着这种痛，发誓要让你家公主百倍偿还。你知道人质吗？砍去手脚，挖掉眼睛，剪去舌头，放置坛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曾想过这么对他的，我真是太仁慈了。恶鬼，你是恶鬼！于谭想爬起来杀了他，怪不得公主要杀了他，原来他谪仙模样，蛇蝎心肠，但他太无能了，尝试几次都没站起来。风雀仪，你不能伤害公主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他那只完好的手捏着拳头，狠狠砸在地上，唯有这种痛能消解掉对他的杀意。风雀仪不屑地笑：“废物！”他不想跟废物说废话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工人在外面伺候，他吩咐一句：“去收拾吧。”雨还在下，不过小了很多。风雀仪寻了酒，靠着栏杆，吹着冷风，借酒消愁。这便是他爱上仇人的代价吗？还真是好得很啊！桑宁睡得好，满皇宫估计只有他得了个好眠。就是正好好睡着，漫天的酒意袭来，熏得他呼吸困难。他皱起眉，睁开眼，店里漆黑，就看到身边躺着一个黑影，不仅喝醉了，还淋了雨，一身湿漉漉的，都把他的被褥弄湿了。这是哪里来的酒鬼？他烦得很，伸手就想把他推下床，没成功。男人猛然抱住他，死紧死紧的，酒气更是喷在他的面颊上，熏得他快要窒息。放手！你放手！贺兰英，他已然猜出他的身份了。这皇宫还有谁敢这样来去自如爬他的床？不要，不要放手！贺兰英嘴里喃喃着，抱他抱得更紧了，像是大蟒蛇，脚缠着，还死亡翻滚起来。桑宁感觉要死了，但被男人压死，也太丢人了些。绿枝，绿枝，救命！他开始求救，压死也很受罪啊。但他声音太低了，被这么压着，力气本就不多，自然就被压没了。贺兰英也不许他求救了，低头就吻他的唇，他嘴里就是酒味。桑宁不喜欢，
躲闪着没成功，还是被他强势侵入。久未入侵，没一会就把他熏得醉意昏沉了，衣服也被扯落了，胸口时不时传来痛感。这疯狗！他拍他的头，让他滚。他不滚，吻完胸又去吻他的唇，如是反复，开始放肆。请衣随他扯落，桑宁也不管了，倒要看看疯狗敢不敢动真章的。事实是贺兰英还真动真章了，就是那啥不匹配，尝试几次进攻无果，还把桑宁折腾得要死了。麻蛋，他技术太差了！啪！他一巴掌扇他脸上，滚下去！别碰我！他是要享乐，不是要受罪。贺兰英挨了巴掌，像是被激活了某种记忆，委屈巴巴：你又打我，你又打我！桑宁，你就仗着我爱你！桑宁疼得掉眼泪。你爱我？你是这么爱我的？不想我再扇你，麻溜从我身上滚下去！他估计被他弄伤了，这让他杀人的心都有了。绿枝，绿枝！他再次喊人求救。绿枝正被王成拉着，没甩开他的手，急得脸上都是汗。娘娘叫我呢。王公公，你快别拉我了，陛下喝醉了，会伤着娘娘的。王成摇头说：不会，陛下清醒着呢，不会伤着娘娘的，陛下也舍不得的。贺兰英确实是清醒的，他喝醉后睡了一场，又喝了解酒汤，这会清醒得很，见进攻无果，很焦躁，一会吻一会咬着他脖颈间的肌肤，让他帮帮他。桑宁觉得不帮他，自己可能真的要死在床上了。这疯狗可还记得他的赐婚？他现在是君夺臣妻啊，无奈只能辛苦自己的手了。贺兰英竟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梦境里的内容，他沉醉着再次吻他，他真的重得很。桑宁太遭罪了，偏他放肆起来也不像那次马车上故意缩短时间了，混蛋玩意儿，就是跟他作对。啪！他气得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贺兰英，够了哈，你特么适可而止。当他的手是他的五夫人啊，皮糙肉厚的耐折腾，脸都被你打肿了，吹吹，很疼，活该。他把他推一边，让他自己玩去。他不肯，无比眷恋那点滋味，求他行行好。桑宁不吃他这套，我不好，我看着像个好人。贺兰英亲着他的下巴，哄着：你最好，你最好，你是好人。桑宁觉得他是没心没肺，他是没脸没皮啊！无论什么男人被下半身控制一样丑态毕露，他乐于欣赏他的丑态，还讥诮他。这时候我最好了，你不是要把我赐给冯润生吗？贺兰英，瞧瞧你现在干的事，你这是君夺臣妻，没赐婚呢。他抓着他的手，牵引着他。桑宁看他热汗淋漓，猩红的眼里湿漉漉的，玉色旖旎间别样的性感。行吧，算他好看。他也不知敷衍了多久，反正手已经没知觉了。风雨骤停，这个雨夜归于寂静。他让他滚蛋，店里雄性气味太浓了，不好闻。等他走人，他一定让绿枝开窗通风换气。贺兰英不知他的心思，闲者时间更加黏糊糊的，就抱着他，亲他的脸，亲他的唇，亲他的头发，一身口水。桑宁真是嫌弃死了，又想打他了。他忽然叫他的名字，喃喃个不停：桑桑，桑桑，我爱你，好爱你的。声音是玉后的沉，显出一股温柔缱绻的味道，还挺好听的。桑宁听得浑身舒坦，就忘了打他了。当然也就忘了一会，空气里的味道还在往他鼻子里钻，他只能哄着去洗澡吧。一身的汗，还有酒气，难闻死了。贺兰英听了，知道他娇气，便喊人送热水。热水来得很快，王成早让人准备好了，几乎他的声音才落，就陆续有工人拎着水进去了。成事了，恭喜恭喜，绿枝，明儿你们娘娘就真的要当娘娘了。王成满面含笑，看着比谁都激动。绿枝想笑又没笑，很想进去瞧一瞧娘娘怎么样了，又被王成拉住了。陛下没叫人，不能进去。娘娘她，我怎么听不到娘娘的声音了？第98章，陛下，我等着你的赐婚呢。桑宁在泡澡，热水漫过身体，娇嫩处传来丝丝缕缕的痛感。他果然还是被疯狗弄伤了。桑桑，一起洗吧。偏疯狗还在一旁做美梦。他冷冷瞥他一眼，滚蛋！等我洗好了。除了气他技术差，弄伤自己，还担心他污染了水源。在现代，女人在游泳池里怀孕的新闻，他也看过的。想到这个，就又担心，虽没彻底成事，倒也尝试了几次，不会有漏网之鱼吧？真烦死了！倒忘了吃肉，还有这个麻烦了。一不小心闹出人命，可就造孽了。贺兰英不知他的隐忧，皱眉问：为什么不一起洗？桑宁毫不犹豫地说：因为你很脏。脏男人，臭男人，没把他伺候好，他以后不跟他玩了。贺兰英没多想，
以为他嫌自己一身酒气，汗味虽面上难堪，但也包容着。他刚跟他亲昵过，理智还没回来，人还在天堂美着呢。你还好吗？他记得他说过痛，担心自己把他弄伤了。他那么娇，他其实很克制了，但确实不匹配。怎么办？他没经验，工图草草看几眼，还不得要领。桑宁不知他的心理活动，简单泡了会，就站了起来，让他擦干，抱他回床上。他一看他婀娜的曲线，呼吸又重了。桑宁看出他满眼的欲，可没精力管他了，就说：“你自己解决，不要来闹我。”贺兰英看他精神恹恹的，哪怕泡了澡，脸色也有些苍白，也不敢闹他了。其实他还想再试试的，既然决定要他，那就要进行到底。先占了他的身体，再占他的心，耳鬓厮磨，水乳交融，做也要做出几分感情。但他显然承受不住了，他一时引以为憾，又忍不住想，他这才哪里到哪里，他就要死要活了，还贪婪着其他男人，真是不知自己几斤几两。我一个男人，你都吃不消。他真想在水里闹他，借着水里的浮力，总该顺滑些。桑宁整个包裹在软毯里，被抱到了床上。床上已经被工人收拾了，也换了干净，馨香又柔软的被褥，躺上去舒适得很。他一舒适，加上累极，就犯困，也就没听清他的话。你说什么？贺兰英看他闭上眼，显然被困意俘虏了，也就没说了。睡吧。他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等他睡着了，才去洗了澡。洗干净后，自然还是往他床上躺。他精神还亢奋着，睡不着，就回味着刚刚的全部细节，又想起他可能受了伤，就小心翼翼去检查了。这一检查就被迷住了，他鬼使神差，又像是符至心灵般含住了这点迷魂汤。桑宁反应很大，却也没拒绝，随他发挥。但贺兰英发挥的不好，桑宁揪着他的头发，教导着他，男女之事多在磨合。他们磨合了一场，桑宁给他打了50分，不及格，但有进步空间。睡吧。他的精力真的被他榨干了。哼，男狐狸。男狐狸一觉睡到日上3竿，不过不是自然醒，而是被吵醒了。吵醒他的是2只绿毛鹦鹉，他们太像了，王成差人办事就是办得巧妙。懒猪起床了。这是王成派人寻来的，为了区分，他在他的爪子上系了条红绳。起床了，起床了。这是冯润生拎来的，照旧喜欢学说话。系红绳的鹦鹉见他学自己说话，就不高兴了，调转鸟头，开始叫笨猪，笨猪，笨猪起床了，笨猪起床了。冯润生拎来的开始组词了。贺兰英就这么被吵醒了。他醒来后，就见桑宁拎着2只鸟笼在叫：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行吧，就差报他的名了。不过他今天没早朝，就想赖床了。桑桑，过来。他靠着枕头，神色慵慵懒懒的笑，很意外他今天竟然下床了。桑宁能说他下床是被他吓的吗？一大早的男人最危险了。他睡得好好的，被他突然袭击，然后被吓得垂死病中下了床。刚好王成送了鹦鹉过来，他心怀抱负，就教2个鹦鹉喊人起床了。不早朝，不早朝。一听就是冯润生拎来的那只。桑宁还是更喜欢冯润生拎来的那只鹦鹉，觉得是个显眼包。陛下起床吧，早膳都准备好了。他说着喊了王成进来伺候。王成走进来，没上前，远远瞧着皇帝，见他没有要他伺候的意思，就快速退了下去。他是很有眼力见的，知道皇帝更想桑宁伺候着。桑宁见他退下，就转头看向始作俑者，皱了眉，没好气，几个意思？我是病号，不会伺候人。贺兰英也没指望他伺候，就是伸开手臂，低声笑，过来给我抱抱。桑宁觉得他脑子还醉着，不清楚，就提醒了，抱什么抱？你有沾我身的资格吗？陛下，我等着你的赐婚呢。他知道他不会赐婚，就是故意打他的脸。贺兰英被打了脸，一时不好意思，也不求抱抱了，下了床，去了净室洗漱。出来后看到桑宁正在喂2只鹦鹉吃糕点，就走过去把人抱了起来。桑宁的身体陡然腾空，吓了一跳，你干神？剩下的声音就被他吞了下去。一上来就是窒息热吻。桑宁很生气，习惯性伸手打他的脸，当然没打到。贺兰英拦住了，抱他坐到床上，同他耳鬓厮磨，想了几个封号，要不要听听？桑宁冷淡得很，非皇后不做。贺兰英含着他的耳垂，轻声哄着，先做贵妃，缓2年，等朝堂平息了，我就封你为后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画什么大饼？我不饿。他在他怀里扯着他的头发，翻个白眼，瞧不上他的贵妃娘娘。贺兰英隐约明白大饼的意思，又道：1年。你等我1年，1年后我就封你为皇后。他是他的群下臣，对话间不再是朕，
而是平等的我。桑宁没注意到这点细节，依旧冷淡2个字，滚蛋。贺兰英也没生气，依旧好脾气哄着，半年就半年。好桑桑，你为我考虑下好不好？前朝大臣、民间百姓都不会支持他做皇后的，他需要时间证明他不再是从前的妖妃，也需要时间安抚住天下民心。桑宁自然知道他的为难支持，点头说好啊，我可以不要你的名分。她不是封建女子，对所谓的名分没兴趣。贺兰英见她不要名分，脸色一变，就很警惕。为何不要名分？你还想着他们？桑宁扫他一眼，故意激怒他，想着他们又如何？贺兰英被激怒了，抱着他的力道不自觉地收紧，不过紧了片刻又放松下来，想着也就想着，有朕在，你也就想想了。他是不会让他再给他戴绿帽子的。你滚蛋！桑宁感知到他的心思，抬手就想打他的脸，当然没成功。他抓着他的手，正想说什么，王成匆匆进来，陛下，陛下。他面色慌张，还看了眼桑宁，欲言又止的原因显然是在瞒着他。桑宁留意到了，莫名觉得他慌张的原因跟他有关，就问了，王公公何事这么紧张？王成摇着头，勉强笑着，没紧张，没什么事。桑宁才不信他的话，冷哼道，没什么事，你慌什么？有什么事我不能听的？他质问间看向贺兰英，态度很强势，让他说。贺兰英没拒绝他的话，朝王成点了头。王成收到他的意思，忙跪下来，一时面如土色，慌张道，陛下，安乐军中中毒了。第99章，杀了狗皇帝，为桑国皇帝报仇。美男哥哥出事了。桑宁很紧张，猛然站起来问道，是谁下的毒？人怎么样了？王成颤声道，还在查，人救治得很及时，就是还昏迷着。还好皇帝昨天派了2个御医去照看安乐君的身体，不然这回怕是尸体都凉了。桑宁不知这些，皱眉看向贺兰英，倒不觉得是他派人下的毒，满劲都多的是人想除去他们兄妹，但会是谁呢？冯家？潘家？还是原主结仇而不知的小人物？总之就很愤怒。陛下怎么看？在他的地盘出这种事，人才刚来就按捺不住要下手，怎么看也是在打他的脸。贺兰英也觉得脸疼，冷声下了令，速派大理寺去查，3天务必查出幕后真凶。是。王成忙派人去大理寺传话，桑宁要去看哥哥。贺兰英也没拒绝，让人安排马车，并叫上了风雀仪。风雀仪的医术最好，有他同去，有利无害。一行人就这么去了仙灵院。风雀仪没跟他们同乘一辆马车，坐在后面一辆马车，分析着安乐君中毒的事。桑宁正当宠，安乐君兄平妹贵，很得皇帝礼遇，这关头谁不怕死打他的主意？仙灵院是皇帝的地盘，皇帝也派了很多人保护，还出了这种纰漏，很可能是出现内鬼了。但谁是内鬼呢？贺兰英也在思考内鬼的身份。之前谏言杀了桑琪的大臣都有谁来着？桑宁就是单纯的担心美男哥哥了。陛下，我哥哥会死吗？贺兰英听了，思绪回转，笃定道，不会。桑宁不以为然，心道，原主哥哥就是个炮灰，可没主角光环啊。便是他这样有主角光环的人，不也是英年早逝了？阴帝传是证据啊，哪个证据不死人？证据不死几个人都显不出剧情起伏啊。当然也塑造不了意难平。贺兰英见他面露愁色，便安抚了，风雀仪也来了，有他在，定会保你哥哥无虞。你难道不信他的医术？桑宁是信的，也是，风雀仪的医术能起死回生的。说到风雀仪，他就想到了被他调查的于谭，也不知他的情况如何了。他脑子一转，就借题发挥了，我哥哥出来进都就出了这种事，唯一得他信赖的侍卫还被你们囚困着，如果有那侍卫在，没准我哥哥就不会中毒了。他抓住机会想着救于谭，陛下，你该把人放出来了。贺兰英提到于谭，就想到了他们相拥的画面，还有他唇上的痕迹，依旧怀疑他的身份，就问了，他真不是娘娘河的刺客？桑宁见他询问，直接举手发誓，不是。我发誓，如果他是，如果我骗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。嘴巴猛然被捂住。贺兰英伸手捂住他的嘴，皱眉说，别乱发誓。他其实不信神佛，但是关他的安全，还是不想他发誓的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誓言许出来，总归是不吉利的。事实证明，誓言真的不能乱发。当他们的马车行到通天街，本来热闹非凡的通天街，忽然就天降无数的黑衣蒙面刺客，他们武功高强，瞬间围杀而来。护驾！护驾！王成大声尖叫着，差点被刺客一刀砍了脑袋。还好关键时刻被陈静拔剑拦住了。谢谢陈侍卫。王成吓哭了，刚想感谢，就被陈静一把推开了。
原来又一刀朝他砍来，太猛了，吓得他赶忙躲进侍卫们的包围圈。侍卫们行动有序地层层围住马车，形成人墙一般，保护着马车里的人。桑宁看到这一幕，莫名兴奋，刺杀，为男主挡刀，他有死的机会了。贺兰英已经第一时间把他护在身后，还警惕着他的作死念头，老实些。桑宁感觉到他的防备，果断装柔弱无助小可怜。陛下，我好怕。贺兰英皱眉，觉得他行为异常，却还是下意识安抚了，不怕，有朕在，绝不会让你掉一根头发。桑宁恭维着，陛下威武。他揪着贺兰英的衣服，从他背后探出头，看着外面的杀戮，鲜血流淌，尸体横卧。这场刺杀是大手笔，估摸有100人，还个个身手不凡。何方叛贼？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陈静带头抵御拼杀，直杀得满身血色，不许刺客们靠近马车。刺客们也是聪明，临时拉了好多躲闪不及的百姓做人质，还为他们挡刀。救命啊！不要杀我！啊！无辜的百姓们就这么惨死在乱箭之下。桑宁看得义愤填膺，这些个刺客太不是人了，竟然拿百姓的命当自己刺杀路上的垫脚石。这便是你们的大晋皇帝！哈哈，藏身马车，贪生怕死，见百姓生死而不顾，算什么英雄天子？就是个卑鄙小人，还暗害我桑国皇帝！兄弟们，杀了狗皇帝！杀了狗皇帝！为桑国皇帝报仇！刺客首领还在造声势，往贺兰英身上泼脏水。桑宁已然看懵了，什么情况？桑国的刺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抓着贺兰英的手臂说：“这是栽赃陷害，哪有刺杀是自报家门的？你想想娘娘和他们环抱燕国的名头呢？他不想桑国百姓受害，也不想美男哥哥受冤。可怜美男哥哥中毒生死未卜，就有人打他的名义刺杀皇帝，定然是一丘之貉。”贺兰英自然不会被这点小伎俩诓骗，点头说：“朕知道，你不用紧张。”他还是稳坐马车，看着外面的厮杀。陈静跟侍卫们自然是不想杀百姓的，误杀也不想，甚至顾及着百姓的生死，而让自己处于下风，还受了伤。刺客们太卑鄙了，更卑鄙的是，他们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推到了陈静的剑前。陈静下意识收剑救人，他也就到人了，还把人护在了身后。那女子吓得瑟瑟发抖，哭得梨花带雨，然后一边哭一边往侍卫包围圈里躲。没有人怀疑她，见她是个弱女子，一身的血，还自动让开位置，让她躲进包围圈。那女子就这样轻易靠近了马车，然后一跃而上，从袖子里拔出匕首，就刺向了贺兰英。没有人想到刺客的后手是他，包括贺兰英。太快了！小心！桑宁惊叫着抱住了他，他真的如愿替他挡刀了。疼痛在后背上炸开，乌黑的鲜血流出来。匕首有剧毒。第100章，杀不得你，便杀你所爱，也是痛快。不要！桑宁！贺兰英不可置信的痛叫出声，同时一拳把女刺客打下了马车。砰！马车的一面破裂，女刺客随着破裂的木头摔落到地上，吐血大笑：“哈哈，狗皇帝，杀不得你，便杀你所爱，也是痛快。”哈哈！贺兰英，你不得好死！侍卫们已经齐齐上前按住了他。那女刺客跪在地上，还想咬舌自尽，但及时被身边的侍卫卸了下巴。贺兰英没在意马车下的情况，一边点住桑宁的身体穴位，一边大喝：“风雀仪，快叫风雀仪！”风雀仪来的时候，就见桑宁大口吐着黑血。桑宁倒在贺兰英怀里，感觉毒素在身体里蔓延，五脏六腑被腐蚀着，觉得疼，太疼了，他疼得泪如雨下，气息微弱：“我要死了，终于要死了。”贺兰英疯狂摇头：“不会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桑宁，你撑住，风雀仪来了。”他看着火速赶来的风雀仪，眼泪倏然落下来：“快救救他！风雀仪，你救救他，他不能死，不能死！”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。风雀仪没说话，面色凝重地撕扯桑宁的衣物，检查他的毒伤。桑宁这会也不怕风雀仪救自己了，他的手脚渐渐冰凉，感觉自己真的要如愿死掉了。这一刻没有恐惧，只有欢喜，只有解脱，只有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的慈悲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命运。贺兰英，你会是千古一帝，但会英年早逝。你死后，锦绣河山尽归潘氏。这番话惊得风雀仪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妖妃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还知道他们的命运。你愣着干什么？快救他啊！贺兰英根本没听清桑宁在说什么，他脑子闹哄哄的，特别吵，一颗心砰砰乱跳着，几乎要跳炸了。他已经没有神智，唯一的意识是：风雀仪，你在愣什么？快救他！快救他！风雀仪拿出解毒丸，塞进了桑宁的嘴里。
桑宁想吐出来，但被风雀仪及时捂住了嘴。这是熟悉的救治流程，他被迫吃下了，只是没吃一会，又呕出一口黑血。没用的，没用的，哈哈，我要死了！他看着风雀仪笑，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。他吐了好多血，脖梗、衣服、手上都是血。他回光返照一般，伸出满是鲜血的手，紧紧抓住贺兰英的手臂，继续说：“贺兰英，我救了你，我还想救你，你要保重身体，打仗不要那么拼，过劳死真的很可惜。你要对我的绿枝好，让他一世平安富贵。还有冯润生，他会死在祭山谷一战，不要让他去。我的哥哥，于坦，不要伤害他们。”他的话没说完，手一松，垂落下去，倒在了他的怀里。桑宁，贺兰英不停叫他，见他没有回应，就疯狂摇着他的身体，拍他的脸，都没有反应。他闭着眼，像是睡着了，脸色惨白，身体渐凉，是一朵死去的美人花。他怎么了？他不敢相信他死了，还天真的说他这是又晕了。他身体不好，总是晕，朕知道的。他一会就醒了。风雀仪没说话，伸手去摸他的鼻息，然后跪了下来：“臣无能，陛下恕罪。”不可能，你闭嘴，别咒他！贺兰英不愿相信这个事实，拽着风雀仪的衣袖，怒喝着：“你是风雀仪，你是神医，你必须救他！风雀仪，你救不了他，朕就杀了你！”风雀仪还跪着，磕着头，重复一句：“臣无能，陛下恕罪。”他是真的救不了他了。陛下，刺客已除。外面传来沉静的声音。贺兰英抱紧桑宁，失神地说：“回宫，朕带他回家。”马车再次驶动，地上满是尸体，鲜血流得像是血河。贺兰英回头看一眼，并没多少心绪波动。那么多人死了，他们都可以死，唯独桑宁不可以。他是皇帝，皇帝的女人怎么能死？叫御医，快叫御医！他咆哮着，发出野兽失去伴侣般的悲鸣。御医们火速聚在了乐桑殿，无论是谁，往床上看一眼，也知道人都死了，那身体都凉了，四肢都僵硬了。陛下饶命，微臣无能，陛下恕罪，陛下节哀，娘娘先逝了。御医们跪在地上，都抖成了筛糠。贺兰英像是看不到听不到，就坐在床边，握着桑宁的手，冷漠的脸，呆滞的眼，一遍遍吐出2个字：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！御医们都跪着，没有人敢上前救死人。王成已经派人叫来了太后。太后早知道妖妃不是个长命的主，但没想到她不是病死，而是救驾而死。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证明人心了。她竟是个好的。太后又震惊又感动又惋惜，一时也老眼含泪了。她竟这样好，只是她怎么就这样死了？还是为了救儿子而死？以儿子对她的心，可不得心疼死啊！贺兰慧早哭成了泪人，一见她来就迎上前，抓着她的手臂，哭道：“母后怎么办？桑姐姐去了，皇兄好伤心，傻了一样，就一个劲重复着让人救他。”微臣见过太后。在场的众人行了礼，纷纷让开位置。眼下这情况，也就太后能劝一劝皇帝了。太后走到了床前，看一眼床上死去的人，又看一眼形容呆滞的儿子，一时不知说什么，只能把儿子搂到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。贺兰英感受到母亲的温柔，像是稚子依恋母亲的保护，抬头喃喃着：“娘，桑桑的手好凉啊。”她想捂暖他的手，但怎么也捂不暖了。这双本来柔软细嫩的手，曾一次次打过他的手，此刻却僵硬冰冷的可怕。去拿床被子。他脑子不转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都说了多么愚蠢的话。太后见儿子这样，实在伤心，眼睛也红了。阿英，节哀。他身体不好，如此也是解脱了。解脱一词像是戳中了贺兰英的痛点。他猛然抬起头，看着母亲，失控的怒吼：“不是这样的！他解脱了，朕怎么办？谁许他解脱？”话到此处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陛下，御医，快！满殿大乱。贺兰英在嘈杂的声音里倒在了桑宁身边。惠疾必伤，情深不寿。第101章，人间至痛莫过于才得到就猝然失去了。陛下，皇兄，快！风国师！风雀仪在一片吵闹声中被推上来救人。他为贺兰英做了检查后，对太后说：“太后无需担心，陛下只是伤心过度，急火攻心，才晕了过去。”太后听了还是不放心，满眼愁绪道：“这怎么办？陛下多久能醒来？总不能让他晕着。这丧事的身后事，他没儿子的同意，也不敢把人入殓了。”风雀仪明白他的意思，便说：“太后稍后，臣现在为陛下施针，不久陛下就会醒来。
太后点头，好，你是真吧？贺兰慧一旁瞧着，便让其他御医们退下了。店里的人太多了，空气都显得稀薄了。微臣告退。御医们纷纷退出了店，没敢离开，就在店外候着。眼下皇帝昏迷，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没事人一般离开。风雀仪取了银针，一根根刺进贺兰英的脑袋，很快就把他扎成了刺猬。太后看得心疼，两手握成拳，忍住上前摸摸儿子脸的冲动。贺兰慧也很心疼，昨晚还想着跟皇兄认错，今天一大早就出宫买糖葫芦，想着再对妖妃好些，让她收心对皇兄好，没想到一回来就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妖妃死了，皇兄怎么办？他心里突突跳着，手脚冰凉，总觉得还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正心慌慌着，就听宫人惊喜大叫：陛下醒了！陛下醒了！贺兰英醒来了，看到了眼含热泪的母亲，收拾着银针的风雀仪，以及扑上来抱着她哭的妹妹。皇兄，对不起，皇兄，你吓死我了，皇兄，你要好好的。贺兰慧只敢道歉，不敢说妖妃的名字。太后也上前握住儿子的手，关怀着：好孩子，坚强些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痛失挚爱固然难以接受，但人总要好好活下去的。贺兰英头脑昏沉，眼神呆滞，人有些反应迟钝，从他们哭泣的话语里才渐渐想起今天发生的事。安乐君中毒昏迷了，桑宁要去看他，他们一起去仙灵院，途中遇刺了。桑宁为了救他，桑宁死了，就死在他怀里。他转过头，看到浑身僵冷的他，无声流着眼泪，大悲无声。他的桑宁死了，他们昨晚恩爱缠绵，像是夫妻，吵吵闹闹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今天便阴阳两隔了。人间至痛莫过于才得到就猝然失去了。出去！他转身抱住那僵冷的躯体，喃喃着：出去，都出去！陛下节哀。风雀仪没有躲带，躬身行了礼，便退下了。太后不敢退下，怕他做傻事，柔声劝着：阿英，你是皇帝，天下人都指望着你呢，这场刺杀也需要你派人查清楚，总不能让丧事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。出去！贺兰英抱紧桑宁，吻着他冰凉的脸，默默流着泪。出去，出去！贺兰慧不敢刺激皇兄，便把太后拉出去了。母后，就让皇兄跟他独处一会吧。太后还有顾虑，犹豫着不想离开。你皇兄？贺兰慧拉着他走，皇兄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人。哎，作孽啊！太后沉声叹口气，随女儿出去了。母女俩走出月桑殿，也没离开，跟所有人一起站在外面等着。风雀仪也在，手里拎着酒壶，不时喝上一口，面色无悲无喜，像是个完美假人。贺兰慧瞧见了，走过去问着：风国师怎地喝酒了？风雀仪回头看他一眼，面无表情，眼神死寂一般凉。公主真的不知道吗？贺兰慧咬着唇，没再问了。她隐隐猜测，原来风雀仪也喜欢他，可惜老天无情，那个妖孽一般的女人就这么死去了。风雀仪见他不问，也说了没能救他，心里难过。贺兰慧想说节哀，又觉得没必要。现在还有谁会比皇兄更难过呢？答案是有的。绿枝得知桑宁死了，比谁都崩溃，一头碰到柱子上，就想着殉主而去。还好被人拦住了，这回还绑着呢。贺兰慧看他浑身被绑着，坐在殿前，两眼哭成了核桃眼，便走了过去，安慰着：你不要想不开，桑姐姐走了，待会换衣入殓，总需要你的。你不想送你家娘娘最后一程吗？绿枝一听他提娘娘，眼泪落得更凶了。贺兰慧拿着帕子，一边擦他的眼泪，一边安抚他：是在去看安乐君的路上死的，死前定还挂念着安乐君，你既然忠诚，也该为他照顾着安乐君。绿枝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嘴里塞着手帕，发不出声音来。贺兰慧见他不能说话，便拿下了手帕，同时继续安抚：你不要哭，哭声会吵着我皇兄的。你也不要怪我皇兄，我皇兄现在最难过了，刚刚他伤心至极，吐血昏过去了。绿枝听得流泪，哽咽道：娘娘，娘娘，公主，我该跟娘娘一起去的，有奴婢在，娘娘定然不会有事的。但娘娘没让他去，说是他每天照顾他太辛苦，给他放假休息一天，都是假的。娘娘会不会一早就想好了，所以才不让他跟着去？他总是想死的，如今终于如愿了。娘娘，公主，娘娘不要我了。他看娘娘跟皇帝那么好，还以为他不想死了，没想到他会为救皇帝而死。不是，他不是不要你，他只是活得太累了，病痛耗尽了他对活着的热情。贺兰慧流着泪，一时不知如何安慰他了。其实他也好伤心的，死去的人不会痛苦，因为他把痛苦转移给了最爱他的人。贺兰英抱紧死去的人，回忆着他们的过往。初相见时，他嫣然一笑百媚生；跳城楼时，他一袭红裙如烈火；
娘娘合上，他醉卧榻上，媚眼含春。昨夜里，他们呼吸交缠，亲密无间。他恍然发觉，他对他都是予取予求的姿态。如他所言，他就躺在那里，衣衫单薄，渐渐脱落，随他放肆，看似是诱惑，是没心没肺，实则满满的温柔的包容。他爱他吗？他相信他爱他的。他为救他而死，不是最好的证明。他的爱藏在日常的点滴温情里。贺兰英反复咀嚼着那点温情，换来的是心脏一次又一次的刺痛。他陷在这种疼痛里不可自拔，他愿长痛不愿醒。第102章，你这妥妥是相思病。晋国公府，时近正午，婢女春信照旧送来了丰盛的午膳。冯润生趴在床上，瞧着桑宁写的情诗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诗写得真好，他每次看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。不过今天不知怎么回事，心里总是闷闷的抽痛。公子，用午膳了。春信走进来，将小桌子搬到床上，将食物一一摆上来。冯润生瞧一眼，满桌的饭菜飘香，但他没一点食欲，没胃口。撤下去吧。他皱着眉，神色懒懒，摸着心脏的位置，那股闷闷的抽痛还在，让他很不好受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平日里从没这样难受过。要不要叫个大夫来看看？难道他生病了？公子怎么没胃口了？之前很能吃的呀，还说要快快养好身体呢。春信打量着他，觉得他脸色也不好，便问公子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叫个大夫来看看？冯润生摸着抽痛的心脏，想了想，还是点了头。他要快些养好身体，桑宁还等着他带他私奔呢。想到桑宁，心脏又疼得厉害了，除了疼还有慌，好像有什么要失去了。他皱紧眉，摸着心脏位置，像是跟春信说话，又像是跟自己说话。我好难受，心脏好疼。春信见他这么说，没敢耽搁，忙出去派人请大夫，同时还派人通知了大小姐冯秋华。冯秋华闻讯而来前，正叮嘱张管家务必封锁消息，如果传到公子耳朵里，你们这些人的小命是别想要了。他已经收到妖妃为护驾而死的消息，震惊之余就很担心弟弟，以弟弟对妖妃的心，能承受住这噩耗吗？听说皇帝都当场吐血了。唉，果真是妖妃，害人不浅。是，老奴明白。张管家张同生满面肃然，低头应着。冯秋华稍稍放了心，才直奔弟弟的住处。他一进去就见满桌的食物一动未动，遂强作笑颜，问道：怎么不用膳？想公主了？难道要我请公主来哄你吃饭不成？他其实知道他昨天跟公主去见妖妃了，是他误会了，没想到他还想着妖妃呢。我说了，我跟公主没关系，你不要总提她，会影响她清誉的。冯润生皱起眉，很不高兴姐姐把他跟公主绑定在一起。冯秋华继续开玩笑，这么担心公主啊？那把人娶家里来不就好了？冯润生真的生气了，低喝道：阿姐慎言。冯秋华见他怒了，才收敛了些，回归原来的话题：怎么不吃饭？冯润生颓丧着脸，闷声回一句：没胃口。冯秋华坐到床边，拿起筷子，投喂道：没胃口也得吃啊。瞧瞧，你这几天瘦得厉害，来，乖一些，阿姐喂你。冯润生很不乖，菜到嘴边，头一扭，就是不肯吃。冯秋华见了也不生气，好脾气的逗他：怎么还记恨阿姐呢？冯润生确实还记恨着他拿簪子刺桑宁的事，虽然没成功，但也很过分。还有他求赐婚的事，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故意的。还好桑宁不计较，不然他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这个姐姐了。冯秋华想着妖妃已经死了，人死仇恨消，便举手说：阿姐错了，阿姐发誓以后再不跟妖妃为难了，成不？他内心是敬佩妖妃的，危急关头真的能舍身救主，可见他刚烈无畏，还是有些品行在身上的。如今他死了，他也没必要跟他为难了。冯润生不知内情，很意外姐姐这么说。真的？冯秋华点头一笑，自然是真的。所以好好吃饭吧，阿姐保证以后绝不会说妖妃，不，桑贵妃。阿姐以后绝不会说桑贵妃一句坏话，如此可以了吗？冯润生更意外了，眼里都染上了笑。自然可以。那阿姐是支持我跟他在一起了？冯秋华看他笑得开心，只觉心头沉甸甸的，差点没笑出来。如果你们有缘分的话，阿姐自然是支持的。他勉强挤出点笑，未免他发觉异样，直接把菜塞他嘴里去了。冯润生嚼着菜，地主家傻儿子一般笑着：阿姐，我们有缘分的。他喜欢我的，还给我写情诗呢。他从前跟冯秋华是姐弟情深，无话不谈的，现在姐弟俩关系缓和，也就有分享的热情了。不过理智还在，没说桑宁要跟他一起私奔的事。但他把情诗拿给他看了：阿姐，
你瞧，他写的诗好不好？”冯秋华接过来瞧一眼，确实写得好。没想到妖妃还有这般才华，撇开从前的恶行，确实可以称得上才貌双全。不错，不错，写得极好，极妙。他是爱才的人，一点不吝啬夸赞，同时也觉得妖妃死得可惜了。能写出这般情诗的人，人品也差不多哪里去吧。以前他那么坏，或许是年少无知，骄纵自私。如今经历亡国之难，人也成熟了，变好了。冯润生不知姐姐的心思，一副与有容焉的骄傲，他人也很好的。阿姐就是不了解他，其实他就是嘴硬心软，同姐姐一样的性格。冯秋华听他这么说，觉得他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当然，妖妃也确实有西施之貌，连那病弱的身子也同病西施差不多了。可惜红颜薄命了。他很好，他最好，你听话，好好吃饭。冯秋华一边哄他吃饭，一边问他，听春信说你身体不舒服，哪里不舒服？冯润生如实道，心脏不舒服，很痛，还有点心慌慌的。冯秋华听得心生警惕，他这样不会是因为妖妃吧？听说心有灵犀的恋人，一方死去，一方能感觉到，会心痛。他为了不让他起疑，笑道：“慌什么？你这妥妥是相思病。”一句话把冯润生说红了脸。相思病吗？他摸着心脏，觉得心脏更痛了。他还是单纯，信了姐姐的话，觉得这个相思病也挺好，他愿意为他更痛一些。第103章，陛下现在装什么情深？正午过后，阳光躲进了乌云后，天色阴沉沉的，似乎随时要下雨。转眼间，众人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。乐丧殿里安安静静的，还是没有传出皇帝的指令。风却已等得心焦，便对太后说：“桑贵妃已经仙逝，身上还有未干的血迹，人死为大，总要走得体面些。”他暗示太后应该早些劝皇帝出来，好把人入殓了。太后也想到了这点，先吩咐人去准备丧事用品了。她本就是贵妃，如今走了，就按皇后的规格准备去吧。她还记得妖妃想当皇后的事呢，之前不能如她的愿，如今人死为大，便给她一个皇后的体面吧。是，谨遵太后懿旨。王承应声去安排。太后迈步上前去敲门：“阿英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这样对她不好，还是让她早些换衣入殓吧。”没有回应。风却仪看向贺兰慧，暗示她也该说些什么。贺兰慧收到他的暗示，便也上前敲门了：“皇兄，桑姐姐身上都是血，仪容不整，她那么美的人，您不能让她那样走了。”还是没有回应。他皱起眉，跟太后对视一眼，母女俩又看向了风却仪，同样不问正事的两人，这会也没个主意了。风却仪则看向了绿枝，提醒一句：“你家娘娘平日里最是疼你，如今你该进去伺候你家娘娘换衣了。”绿枝已经哭得两眼红肿，就剩一条缝了。她是真忠仆，当听到风却仪的话，毫无畏惧地推开了门，冲了进去：“陛下一驾吧，奴婢要给娘娘换衣了。”他的言语里是有些恨意的，如果不是他，娘娘就不会死。尽管他也知娘娘活着是受罪，但人活着总有希望的。风国师一直竭力调养娘娘的身体，娘娘这些天虽然虚弱，却也精神了很多。只要她不死，他相信她会越来越健康的。所以是皇帝害死了娘娘，他保护不了娘娘，也保护不了安乐君。如果安乐君没有中毒昏迷，娘娘又岂会出宫去什么仙灵院？又怎么会遇到刺杀啊？陛下现在装什么情深？绿枝看着床上抱着桑宁不撒手的男人，恨意上头，就去拉他的手臂：“你别这样对娘娘，娘娘走了，你就让她干干净净走吧。哪有人死了还这样抱着尸体亲的？太不恭敬了些。”滚！贺兰英双眼猩红，回头怒斥：“不想死就滚出去！”他是失去伴侣的野兽，头发散乱，形容狼狈，猩红的眼里尽是悲伤跟戾气。为什么死的人是他？为什么？天子承天运，他愿意拿一辈子的天运换回他。绿枝没了主子，确实也挺想死的，就闭上眼说：“那你杀了我吧，黄泉路上我继续伺候我家娘娘。”好，很好。贺兰英一口应了，悲愤如他，早忘了桑宁的临终叮嘱了。他的桑宁那么娇气，黄泉路上没人照顾着，可怎么办？他这么想着，便下了令：“来人，伺候乐丧殿的工人全部赐死。”天子一领，伏尸无数。外面听到命令的乐丧殿工人们顿时嚎啕起来：“陛下饶命！太后开恩！公主救我！风国师，求求您救救奴婢！”他们跪地磕头，纷纷求救，哭作一团。这飞来横祸，工人们接受不了，太后、公主也接受不了。这太残忍了些。贺兰慧少女心肠，哪里见过这阵仗？母后，快劝劝皇兄吧。他扯扯太后的衣袖，想要她出面救人。侍卫们已经持剑上前，准备杀人了。
太后多年吃斋念佛，根本看不得这般杀生场面，立时出了声：“放肆！都住手！”侍卫们见太后制止，自不敢动手了。侍卫们的长官也就是陈静，看到这里，上前一拜道：“太后，陛下有令，月桑殿工人全部殉葬。殉葬之事，古来有之，太后也听过很多次，但亲眼见不得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！这般杀孽，枉为人君！”他面容冷肃，喝道：“你且退下，哀家会劝陛下收回成命。”陈静见他这么说，也只能暂且让步了。是，他应声退到一边，给他们母女让开位置。贺兰慧见了，忙扶着太后进殿去了。月桑殿里，绿枝还在跟皇帝僵持：“陛下快让开吧，奴婢为娘娘换了衣，送娘娘一程，便下去陪着娘娘。”贺兰慧走进殿，听到这句话，忙道：“绿枝，你先退下，也不可有这般想法。”太后、公主。绿枝看到两人，依次行礼，随后看一眼床上的娘娘，犹豫片刻，忍着眼泪退下了。太后走到了床前，看儿子面色憔悴，心疼道：“阿英，放下他吧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你要尊重他的选择。我听说他在月桑殿这些天，从没打骂过一个奴才，可见他是个心善的。你现在要杀他的人，哪里是为他好？你这是给他添杀孽。你想他来世在病恹恹的活受罪吗？佛家有来世因果。”贺兰英想着来世，死寂的眼里才有了些光彩。来世，来世，来人，来人，去请长照寺的大师过来。他要请大师超度他，为他念佛诵经，积德行善，换他来世健康安宁。至于这一世，他伸出手描摹着他的眼，他的脸，他的唇，这一世算他们有缘无分了。皇兄，先为桑姐姐换衣吧。贺兰慧瞥一眼工人送来的寿衣，紫色的，华丽的，寓意来世吉利的。太后也看到了寿衣，催促道：“阿英，莫要痴缠，再不给他换衣，等尸体彻底僵硬了，怎么给他穿上去？会弄伤他的。”后面一句话刺激到了贺兰英，是了，要给他换衣的，不然等他身体彻底僵硬了，会弄伤他的。他最怕疼了，眼泪又落下来。他站起身，腿早麻了，一落到地上，根本站不住，差点摔着了。皇兄小心！贺兰慧忙扶住他，关心着：“皇兄，你还好吗？”贺兰英没说话，推开他，摇摇晃晃走到了端着寿衣的工人面前，接了寿衣，摆摆手，示意他们都退下。他要亲自给桑宁换衣。第104章，难道他要娶一个死人？真是疯了！太后见此，虽然觉得不合适，却也没阻拦，拉着女儿退出去了。店里又安静下来。贺兰英开始为桑宁换衣。当原先的亵衣退下，就看到他身上还残留着他的吻痕。昨晚的甜蜜又涌上心头，如同细密的刺，刺得他痛不欲生。桑宁，他泪眼模糊，趴在他胸口。太冷了，他的身体太冷了，冷得他身体发抖。桑宁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是我的错。你会恨我吗？怪我吗？来世还记得我吗？他无声哭着，眼泪砸在他雪白的皮肤上，因他鼻骨硬挺，甚至在他皮肤上各出一个印记。他看到了，像是怕弄疼了他，轻轻吹了吹，揉了揉，却是弄出更深的印记，像是淤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桑宁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像犯了错的孩子，手足无措，似乎做什么都会伤害他，以致不敢乱碰他了。但衣服还是要换的。在换之前，他喊人送来热水，为他清洁身上的血迹。吱呀，店门开了，进来的是贺兰慧。他转进内室，就见床上的桑宁一丝不挂，雪白皮肤上有斑斑驳驳的吻痕。天，这应该不是刚刚弄出来的吧？他红着脸放下热水盆，就跑出去了。非礼勿视，他以后怎么直视他的皇兄啊？贺兰英没在意妹妹的行为，把热水端到凳子上，进了帕子，就开始给桑宁擦拭身上的血渍。他擦得很小心，像是在擦拭一个精美的瓷器。这一刻，他甚至开始希望它是瓷器，这样的话，他可以把它收藏起来。它属于他，永远属于他，安安静静的，在他可以随时触碰的位置。他不用担心他跑到别人怀里，也不用担心失去他。他的思想渐渐变态。贺兰慧捂着受惊的小心脏，跑出了殿。月桑殿外，太后跟风雀仪正盯着着他。风雀仪更是皱紧眉头，问出了声：“公主，眼下情况如何了？陛下可好些了？”贺兰慧没好意思看风雀仪的脸，微微低着头说：“还好，皇兄正为他换衣。”风雀仪听了，没再问了，藏在袖子里的左手渐渐攥成了拳，冷静。3天，只需等待3天。他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不差这几天。轰隆，雷声骤然轰鸣，雨还是落了下来。贺兰慧忙扶着太后躲进屋檐下，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，喃喃着：“
天帝是在为桑姐姐哭吗？风雀仪听到了，回一句：公主，伟大的灵魂逝去，天帝才会同悲。他觉得妖妃不配，不对，妖妃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他早该发现的，她不是妖妃，妖妃哪里有她那么锋利的口舌，刚烈的性格？原来她不是妖妃啊，那她是谁？他说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他来自哪个世界？他风流浪荡狡黠，又有智慧，应是来自未来吧？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他是真的好奇啊！他知道他终会满足这份好奇心的。来人！店里又传出皇帝的声音。贺兰慧匆匆进去，又匆匆出来，一脸震惊地说：母后，皇兄要给桑姐姐穿喜服，还是皇后等级的喜服。太后都给镇住了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什么？难道他要娶一个死人？真是疯了！风雀仪没有制止贺兰英的发疯行为，还出声劝了太后：死者为大，事急从权，就让陛下任性一回吧。他想贺兰英发够疯，早些把人下葬了，只要把人下了葬，一切就圆满结束了。可怎么让他快些把人下葬呢？他绞尽脑汁想啊想，就想到了长照寺的大师，看来等人到了，他需要去亲自迎接了。太后不知风雀仪的心思，听了他的劝，挥手道：孙嬷嬷，你去把我准备的喜服拿来。是。孙嬷嬷应声而去。太后抓着女儿的手，解释道：本想着你大婚用的罢了，应个急吧。她是个慈母，进宫后想着女儿的婚事，就早早让人准备了喜服，没想到会给桑宁用上了。贺兰慧自然没别的意见，等喜服送来，亲自送了进去。贺兰英看到喜服，紧紧皱起眉，她已经给桑宁穿好了寿衣，至于喜服，就是想着喜服做好，需要几天时间，她可以多留她几天。她不想她那么快封官入殓。皇兄，给桑姐姐穿上吧。贺兰慧瞧一眼床上穿好寿衣的桑宁，没多想就递了过去。大不了寿衣外面套一层喜服。贺兰英接过喜服，看一眼，故意寻了个寒碜的理由：这是哪里来的？太素了，她不喜欢的。贺兰慧觉得素雅不失华美，很不错，就说：这是母后为我大婚准备的。皇兄，如今事发突然，仓促准备不见得有这身喜服好的。而且，皇兄，长者赐，不可辞。贺兰英一时无言以对了。他想留下他，就那么难吗？贺兰慧见他模样颓败，伸开双臂抱住他，安慰道：桑姐姐舍身救你，皇兄，你要好好珍爱自己，才不算辜负了他的心。贺兰英没说话，轻轻推开他，挥了下手，示意他退下吧。贺兰慧也不想久待，转身就出去了。他出去后没看到风雀仪，就问了：母后，风国师呢？太后回答说是去看看长照寺的大师们来了没。贺兰慧听得皱眉，长照寺的大师们那么重要吗？需要他亲自去迎接？对风雀仪来说，长照寺的大师们是很重要的。他撑着伞走到皇宫门口，等了半个时辰，才等来了长照寺僧人的车队。他直奔由众多僧人围着的马车。马车停下来，风雀仪一拜：是长照寺的慈恩大师吗？马车的车帘掀开，一个年轻俊秀的和尚闪入眼帘。他头顶光光的，一袭麻衣灰袍，出家人没有一丝粉饰，但一点不影响美观。他的皮肤白皙，五官十分精致，最出众的是他的一双眼睛，清亮如水，瞳色竟然是美丽的湖绿色。阿弥陀佛，吾师身体抱恙，又逢雨天路滑，特派近臣前来。他双手合十，长期浸淫在佛文化熏陶里的人，声音有种治愈人心的温柔。原来是净尘禅师。风雀仪双手合十，回了一礼：净尘，慈恩大师唯一的弟子，据说有一族血统，天生佛根，聪慧异常，原来竟然这般年轻俊美。第105章，人已死，自然早些入土为安的好。净尘点头一笑，问道：施主是风国师？风雀仪也点头一笑：正是。净尘又问：施主前来何事？风雀仪没回答，瞥了眼马车，示意自己想要上去。净尘看了出来，温和一笑：施主请。风雀仪便收了伞，交给旁边的僧人，上了马车。马车里摆设素简，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卷佛经，显然他之前是在看佛经。风雀仪余光打量一番，寒暄着：早听闻净尘禅师的大名了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是凡尘之人。净尘看着他笑，绿宝石般的眼眸特别有吸引力，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。虚名而已，风国师谬赞了。贫僧也久闻风国师的大名。净尘的笑容如他的名字，纯净得很，这种纯净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他的卑劣与脏污。风雀仪当然也没什么自惭形秽的感受，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：净尘禅师可听过桑贵妃？净尘点头，略有耳闻。风雀仪继续说：他死了，今日遇刺，他为保护陛下，为毒刃所杀。净尘听了，立刻双手合十，低喃一句：阿弥陀佛。风雀仪也跟着双手合十，说了一句阿弥陀佛，然后
接着说：“陛下很伤心，一直抱着尸体不松手。太后很担心，未免陛下沉溺悲伤，想要近臣禅师帮个忙。他假借太后名义，达成自己的目的。”近臣不知内情，问道：“如何帮忙？”风却一说：“陛下传长照寺僧人前来，是为桑贵妃念经祈福，令择吉时下葬。这个时间就需要近臣禅师帮忙了。人已死，自然早些入土为安的好。”近臣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怎么个早法？一般贵人去世都需要停棺好些天。风却一就怕停棺，便道：“后天什么时候是吉时，就看近臣禅师了。”后天啊！近臣抓到了重要字眼，再次低喃一句：“阿弥陀佛。”宫中险恶，人心污浊，一代佳人早些归去也好。马车急速驶动，不久到了月桑殿。天色黑了下来，殿外已经挂上了白色灯笼，照亮了地上一片又一片的水波，随着雨水滴落，绽放出一个又一个命运的漩涡。贺兰会远远看到僧人队伍过来，就跟太后说了：“母后，长照寺的僧人来了。”太后点了头，迈步去迎接。贺兰会便搀扶着他下了台阶。他的贴身宫女燕翠为母女二人撑着伞，自己在雨里淋湿了半个身子。马车在离月桑殿还有20步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。风却一先下了马车，接过僧人递来的伞，打开来为后下马车的近臣撑伞。两人并肩前行，很快就跟母女二人碰上了。阿弥陀佛！近臣双手合十，向母女二人行礼。贫僧近臣见过太后、公主。贺兰会也双手合十，回了一礼。抬起头时，看到近臣的脸就很惊艳，没想到来的是这样年轻俊俏的僧人。如果桑宁看到了，定也是喜欢的。想到桑宁，心里就很难过。虽然相处时间不多，但他真不希望他死掉。分神间，近臣被太后请进了月桑殿。风却一没有同去，而是想到了桑琪，没有谁比桑琪更有资格主持妹妹的丧事了。他站在檐下避着雨，思量着桑琪的情况。他已经派人送去了解毒丸，应不会有事吧？仙灵院，桑琪服下解毒丸后，终于在天黑时醒来了。他一醒来就觉得肚子也咕咕叫个不停。负责照顾他的楚宪一直守到现在，看他醒来松了一口气，又听到他肚子在叫，忙命人准备吃食。吃食是早准备好的，没一会就端了过来。桑琪也被楚宪搀扶着坐到了桌子处等着了。他死里逃生，心态好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还问一句：“有酒吗？”酒自然是有的，但楚宪不敢给他喝，提醒道：“安乐君，您现在不宜饮酒。”桑琪听了，满不在乎的笑，其实也没那么多禁忌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他才经历一场生死，倒是有权这么说。楚宪自然还是没给他酒喝，见他吃得正嗨，留了个小太监伺候，便出去了。他出去后，就派了个侍卫去宫里传消息，跟陛下说一声安乐君醒了。那侍卫叫韩硕，正要走，又被楚宪拉住询问了：“宫里什么情况？可派人打听了？”韩硕的兄长是禁军统领韩达，已经得了消息，回道：“桑贵妃仙逝了，陛下很伤心，还把自己关在月桑殿。眼下安乐君刚醒来，此消息还是瞒着好。”楚宪深以为然，自是不能让安乐君知道。桑贵妃没了，安乐君更要兄凭妹贵了。皇帝便是为了睹物思人，也会保着安乐君的前程。他们这些伺候着安乐君的人，一时半会怕是回不到皇帝身边了。既然回不去，那他们的富贵前程就全在安乐君身上了。必须小心伺候着，可不能让他得知噩耗，再昏了过去。韩硕没再多说，从旁边工人手上拿了蓑衣，穿上后就翻身上马去了皇宫。皇宫，月桑殿，佛香飘荡，念经声也传了出来。贺兰会端着晚膳走进店里，在这个秋雨连绵的雨夜，佛香萦绕，竟感觉有种难以言喻的暖意。不，也许是烧纸钱等东西烧出的暖意。烟雾有些呛人，他把晚膳放到桌案上，捏住了鼻子，低声道：“皇兄，别写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”贺兰英像是没听到，依旧快速写着佛经，一张又一张，写完便扔进棺材前的火盆里。火盆里已经堆了一沓抄写好的佛经了，因为堆得密实，缺少空气，燃烧不起来，只冒出一阵浓烟，怪不得呛人。嗨，贺兰会咳嗽着走上前，拿起火钳挑开佛经，空气流动，佛经迅速燃了起来。他看着佛经渐渐化为灰烬，又看着贵重的棺椁，心里喃喃：桑宁，如果你还活着，看到我皇兄这个样子，会心疼吗？会后悔当初没有专一待他吗？贺兰英还在抄写佛经，一张又一张，仿佛不知疲倦，但他其实早疲倦了，握着毛笔的手在打晃，写出的字迹也不复之前的苍劲飘逸，就像他的心凌乱的不成样子。贺兰会看得很心疼，忍不住伸手按住了贺兰英的手，劝道：皇兄，你这样真是桑姐姐想看到的吗？她为病所苦，最讨厌别人不珍爱自己的身体了。
你别折磨自己了，好不好？贺兰英不理会，依旧在抄写佛经。净尘禅师说，为他抄写佛经是为他积累功德，他想多抄写一些，为他多积累一些功德，愿他来世健康平安，不沾半点病痛。但他的手腕太痛了，酸痛到麻木。忽而手中的毛笔坠落，他疼得皱眉，顿了一会，稍作歇息，然后左手握着右手手腕，想再拿起毛笔，却是拿不起来了。他太没用了，他没保护好他，如今连为他多抄写点佛经都不行了。砰！他一拳砸在桌案上，用力太猛，桌案断裂，尖利的木块反把他的手刺破了，鲜血流出来。贺兰慧看得惊叫：“皇兄，你受伤了！来人！”他想叫人来给他包扎伤口，但他不需要。贺兰英甩开他的手，站起来，疼痛没有让他清醒。他摇摇晃晃走向棺材，看到里面沉睡的人，想去摸摸他的脸，忽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摔了进去。皇兄！第106章，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棺材是很宽大的，躺两个人也有空余。贺兰英摔到里面，抱住桑宁，亲了下他冰凉凉的脸颊，便闭上眼不动了。他好累啊！皇兄，皇兄，快来人！妹妹的声音好吵。贺兰英想让她安静些，但发不出声音来。渐渐的，声音在飘远，她彻底昏了过去。阿弥陀佛！晋城看到这一幕，算是明白风雀仪的话了，这确实要早些下葬了，不然闹这么几场，皇帝的身体会垮的。工人们把昏迷的皇帝抬到了床上，风雀仪再次为皇帝把脉，并趁机夸大其词：“太后，陛下是悲痛过度，一时心力枯竭才昏了过去。”太后拿着帕子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说：“痛失所爱，如痛失臂膀，余痛无穷矣。陛下这般痴情，不宜再触景生情。桑贵妃下葬一事，还是要早些进行的好。”这话甚合风雀仪的心。风雀仪看向近臣，附和一句：“太后英明。”近臣见太后这么说，想着风雀仪之前的叮嘱，便道：“后天申时是个好时辰。”太后听了，想了一会，下了决定：“就这样吧，辛苦风国师操劳了，这是臣的职责所在。”风雀仪躬身一拜，应下了差事，随后看向公主，提醒道：“夜色寒凉，太后年事已高，公主，您还是早些扶太后回去休息吧。陛下深受打击，以后有的太后，公主劳心。”他这话合乎情理。贺兰慧也很担心太后的身体，便扶她回去休息了。等安顿好太后，也没回自己的寝殿休息，而是去了易安殿的偏殿休息。燕翠为公主铺好床褥后，见她站在窗户前，神色木然，像是有心事，便问了一句：“公主还在为陛下忧心？”贺兰慧面色凝重的摇了头，也不全是。那是为何？为冯润生。他是直到此刻才想起冯润生的。皇兄为桑宁几度吐血昏迷，如果冯润生知道了消息，能承受住这番打击吗？他现在还没过来，显然是不知道的，并且被冯家瞒住了。那么他也要瞒着他吗？后天桑宁就要下葬了，要跟他说一声吗？如果他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，会不会是一生的遗憾？燕翠一听公主提及冯润生，便知他在想什么。奴婢瞧着，冯小侯爷用情不比陛下少，如果他没能送桑贵妃最后一程，应该会更加伤心自责吧。贺兰慧见他这么说，问道：“我该告诉他吗？”燕翠嘴唇张了下，又忍住了。他一个奴婢，委实不该多嘴这些个贵人的感情。晋国公府，冯秋华也在纠结要不要跟弟弟说出实情。啪嗒，秋风秋雨敲打着窗户。他本来躺下了，翻来覆去没睡着，这回听着窗户响动的声音，更没有睡意了。他睡不着，便披着衣服坐了起来。守夜的婢女锦绣看他醒来，忙点了灯，上前伺候：“姑娘怎地醒了？”冯秋华扶着额头，心烦意乱，睡不着，心里慌得很。他自问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唯独在弟弟这事上多次违了心，以致忐忑不安。锦绣不知内情，问道：“好端端的，姑娘怎地也心慌了？要不要叫个大夫过来看看？”冯秋华拒绝了，同时匆匆穿上衣服下了床。锦绣看得不解：“姑娘这是？”冯秋华直接往外走，去廊院。廊院是冯润生的住处，他还是放心不下弟弟。锦绣忙提着灯笼跟上：“姑娘慢点，姑娘小心些。”冯秋华像是没听到，急匆匆去了廊院。离得很远，就见廊院里灯火通明，丫鬟小厮们的身影四处乱窜。冯秋华看得心里一紧，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都站住！他喝问一声，众丫鬟小厮们都跪了下来：“姑娘饶命，姑娘息怒。”丫鬟小厮们纷纷磕头求饶。冯秋华冷着脸，竭力保持冷静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负责近身伺候冯润生的婢女春信惨白着脸，哆哆嗦嗦道：“姑娘，公子不见了。”夜很深了，月丧殿内诡异的安静，守灵的工人们早困得睡作一团，唯有绿枝还跪在棺材前，神情麻木地烧着纸钱。
忽而一阵香味飘入鼻孔，他眼前一黑，身体软倒了下来。吱呀！店门被推开，风雀仪走了进来，直奔棺材，看着里面沉睡的人，缓缓伸出了手。桑宁，桑宁。他喃喃着他的名字，表情痴迷，手轻轻地摩挲着他的脸。他的肌肤冰凉凉的，是冷玉般的手感，感觉不到一丝人气儿。他真的死了吗？他也不知道。他被毒刃所伤，流了很多血。他的身体本就虚弱，假死药对他病弱的身体来说无异于毒药。或许他真的死了。如果你死了，他翻身跌入棺材里，像贺兰英一样抱住他，亲着他的脸颊，他的头发。桑宁，如果你死了，也别怪我。你把我逼成了恶鬼，就别怪恶鬼把你拖进地狱。第107章，为了见他，他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桑宁依旧无声无息躺着，风雀仪抱了他一会，从腰间挂着的香囊里取出一颗黑色药丸，塞进他的嘴里。这是补药，如果他还活着，能让他多撑一段时间。他看他吞下药丸，稍稍放下心，又躺下来抱着他了。他身上是冰冰凉凉的香，双手也冰冰凉凉的，他抓在手里，暖了一会，还是冰冰凉凉的。他便朝他的手喝一口热气，看他手指冰莹莹的亮，忍不住含在了嘴里。真好，世界很安静，没有人来打扰他们。他对他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他玩够了他的手指，便盯上了他的胸，觉得他的衣裙没整理好，便动手为他整理了下。手感也是冷冷的，两团没那么软了，但嫩白与嫣红的颜色相得益彰，婀娜的曲线依旧是动人的。真漂亮，独属于他的。只要他下了葬，他就能把他带去他的地下囚牢了。他死了，没有人再来破坏他们，他可以对他为所欲为。他曾撩过他，他全还给他。你最好吃的消。他摩挲着他的红唇，眼里的笑痴儿颠。桑桑，吃不消要记得求饶啊！我爱你，你求饶，我总会心疼你的。他喃喃低语着，没有人听得到。这个清冷安静的雨夜也是属于他们的，但安静很快被人打破了。冯小后爷，不可，不可，你不能进去！外面传来侍卫的声音，随后是刀剑碰撞的声音。该死，忘记还有冯润生了。他忙从棺材里起身，又为桑宁整理好仪容，匆匆走进了内室。内室里，贺兰英还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她被风雀仪假借治疗的名义，为了安神药，一直昏睡到了现在。风雀仪本想贺兰英好好睡一觉的，但冯润生这个疯子来了，未免他发疯乱动尸体，现在他需要他醒来感人了。他取出银针，在他脑袋的穴位上刺了几下。片刻后，贺兰英缓缓睁开了眼。贺兰英醒来的时间刚刚好，一睁眼就听砰的一声，店门被踹开，随后是冯润生的声音：桑宁，桑宁！冯润生提剑杀了进来，从皇宫门口一直杀进月桑殿，身上染着侍卫们的鲜血，因为淋了雨，身上滴下的水都是红色的。他站在棺材前，血水滴落下来，没一会滴成一片小血窝，在他脚下流淌。这一刻，他真成了嗜血的魔童。陈静也跟着冲了进来，持剑喝道：冯润生，你疯了！桑贵妃棺材前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样一身鲜血，只会冲撞他的芳魂。闭嘴！冯润生一身血衣，头发散乱，眼里都是泪水。你们这些杀人凶手，你们害死了他，是你们！他本来趴在床上养伤，正是夜深，也该入睡了，但心里一直慌，还很痛，都痛了这么久，实在不正常。他睡不着，预感出了什么事，就想到了桑宁，突然就很想见他一面。他偷偷溜出来，想着潜入宫中，路上遇到了一个更夫，随口一问，才知出了大事，仙灵院的安乐君中毒昏迷了。皇帝跟桑贵妃前去探望，路上遇到了刺杀，桑贵妃护驾死掉了。你是不知，就在前面的通天街死了好多人，现在地上还有血迹呢。桑贵妃也死了，为保护陛下死了。没想到曾经的妖妃竟然是这么个死法，可惜了，红颜薄命啊！更夫惋惜的声音渐渐飘远。冯润生听不得了，满脑子都在叫嚣一句话：桑宁死掉了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陛下武功高强，怎么会保护不了他？还有风雀仪，他医术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救不了他？一定是误会。他大笑着冲到皇宫门口，侍卫们拦住他，不让他进去。他什么都顾不得了，抢了他们的剑，便跟他们杀了起来。他要见桑宁，谁敢拦他，他杀谁。他一路杀进了月桑殿，表情一僵，竟然看到了白灯笼，真不吉利。谁挂上去的？真该死！他一刀砍下来，随后就被陈静带人拦住了。他们照旧不让他进来，但他必须进来。为了见他，他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终于他见到了他，他一袭红色喜服，躺在棺材里，面色惨白，一动不动，像是死去了。桑宁，桑宁！他
他趴在棺材上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他始终没有动静。他流着泪，伸出手，颤抖的手渐渐贴到了他的鼻子，没有鼻息了，他真的死了。他双腿一软，踉跄几步，崩溃地跌坐到了地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不会死的，不会的。他抱着头疯狂摇着，眼泪落下来，一时又哭又笑。他怎么可能死？哈哈，怎么可能？他一定是跟我开玩笑，他在捉弄我，他最喜欢捉弄我了。他昨天还要我带他私奔的。他痛苦地捂住脸，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，因他手上有残留的血，泪水流下来，染成了红色。忽而有脚步声靠近，他放下捂脸的双手，慢慢抬起头，泪眼里看到两个身影，陛下，风国师。他叫着两人，泪水模糊的眼神茫然而可怜。风雀仪扶着贺兰英走出内室，俯视着情绪崩溃的冯润生，出了声：小侯爷，冷静点，不要在桑贵妃面前发疯，惊扰到她的亡魂。亡魂这两个字深深刺痛了冯润生的心脏。桑宁死了，桑宁死了，这四个字让他痛苦又悲愤。这悲愤上了头，让他迁怒了风雀仪。你怎么不救他？你不是最厉害了？风雀仪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会死？风雀仪听着他的声声质问，伪装出一副惭愧哀伤的样子。抱歉，事发突然，桑贵妃被毒刃刺伤，失血过多，毒素蔓延太快，她的身体也太弱了。多么完美的理由！他不是救不了她，而是来不及救她。废物，你就是废物！冯润生才不听风雀仪的解释，张口就是痛骂。他已经悲伤到失去理智，眼神一转，连皇帝一起骂了。你也是废物！贺兰英，你一身武功，竟然没有保护了他，你不配拥有他！他骂着，伸手就去抱尸体。他知道桑宁不喜欢皇宫，他说过要跟他私奔的，他要带他走。放下他！贺兰英跟风雀仪同时喝出了声。不过贺兰英的身体很虚弱，声音很低，没有什么威慑力，反而是风雀仪中气十足，声音很威严，两相对比就显得很突兀。冯润生跟贺兰英听到了，一时目光如电，都齐齐射向了他。第108章，不能彰显对桑宁的所有权。场面有些尴尬，风雀仪也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度了，那声放下他像是在彰显对桑宁的所有权，但他不该也不能彰显对桑宁的所有权。低调行事一直是他信奉的准则。放下桑贵妃！风雀仪改了口，迎着两人的目光，淡定道：人已经死了，冯小侯爷何苦这么折腾他？就让他安安静静去吧。冯润生不知他的险恶用心，反驳说他不喜欢皇宫，他喜欢的是我，他说了要跟我私奔的。够了，住嘴！贺兰英听不得私奔二字，仿佛他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自作多情，遂怒喝道：他都死了，你还污蔑他的名声！冯润生，滚出去！冯润生准备抱着桑宁一起滚。贺兰英见他这般放肆，就威胁了：住手！冯润生，不想你的家人为他殉葬，立刻滚出去！冯润生想到家人，才有一瞬的停顿。也是这一停顿，冯秋华走了进来。冯秋华走进来时，正好听到了皇帝的威胁，再看一眼弟弟正在抱尸体，直接冲过去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啪！这一巴掌响亮，也用了力气，算是把冯润生打清醒了。疯够了没？冯秋华知道弟弟不见了后，就知道他进了宫，一路急匆匆而来，淋了秋雨，也是一身湿冷，这会形容狼狈得很。瞪着弟弟时还打了个喷嚏。冯润生看姐姐冻得瑟瑟发抖，才冷静了些，把桑宁放了回去。他并不记恨被姐姐打了一巴掌，固然脸很疼，但心更疼，疼得他眼泪又落了下来。阿姐，桑宁死了，桑宁死了。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，像是无助的孩子。他本就是个孩子，16岁的孩子，战场上有多勇猛，感情上就有多炽热单纯。冯秋华看他这样，又心疼又恨铁不成钢。冯润生，他死了，你就想我们一家人都陪他死是不是？冯润生摇头，哭着说：不是，不是，阿姐，不是的。冯秋华不听他的话，按住他的脑袋，跟他一起跪了下来。陛下恕罪，家弟缺乏管教，冲撞陛下，望陛下看在他年轻不懂事，又对桑贵妃一片痴心的份上，饶了他这一次吧。贺兰英能不饶他吗？他自是知道桑宁对他的心，在他濒死时，他还念着他的安危呢。他还说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他是哪个世界的人？天上的仙女吗？历劫一场，又回到天上去了吗？头痛欲裂，他想着他就头昏脑胀的疼。陛下恕罪。冯秋华跪在他面前，按着弟弟的脑袋，一同磕着头。贺兰英回了神，看着姐弟俩，摆了手，都滚出去吧。他精力不济，懒得惩治他们的僭越之罪。冯秋华见此，忙拉着弟弟离开。冯润生还不想离开，吵着要送桑宁一程。阿姐，
你信我，我不闹事就送他。冯秋华是心软的，就看向了皇帝，想得到他的允许。贺兰英没允许，也没拒绝，只丢出一句滚出去，跪着清醒清醒。这没赶人离开皇宫，也算是给他机会了。冯润生便走出去跪着了。冯秋华自不会让他跪着，见他执意往雨里跪，直接一手刀砍晕了他，让人抬他去了华阳殿。他是长姐，所谓长姐如母，他是真把他当儿子关心的。他自己忘了，不在意，他怎么能不在意？他还身上还有杖伤，还没养好，今日闯进皇宫，又一身的血，也不知受伤了没，他哪里放心得下？还眼睁睁看他往雨里跪。不久到了华阳殿，冯润生被抬到了床上，冯秋华喊了小太监进来，让他给冯润生脱了衣服，检查他有无受伤。小太监行动麻利，脱了冯润生的衣服就是一番检查，共有3处剑伤，一在左臂，一在右胸，一在右大腿，万幸不算严重，都是皮肉伤。冯秋华得知后，赶忙叫来御医为他包扎伤口，同时也想到了被弟弟伤到的侍卫，忙又去了岳桑殿寻了陈静询问，家弟顽劣，闯入皇宫，侍卫可有伤亡？陈静已经清点了伤员，回道万幸没有侍卫丧命，都是不同程度的伤，共有23人。其实侍卫们顾及着冯润生的身份，哪里敢真的动手？但不动手也说不过去，就假模假样挡一挡，所以受了伤就不往前凑了。而冯润生见他们不凑过来，自然也不会追着杀，是以双方才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万幸万幸，上天保佑！冯秋华听了，双手合十，连连感谢上天，然后说：陈侍卫长，你忙，我这就去看看他们。他要代替弟弟向他们赔个不是。陈静才从侍卫迎过来，便点了头，夫人请便。冯秋华匆匆离开了，陈静照旧守在殿外。王成从韩硕那儿得知了安乐君的情况，便忙进去禀报了。这一进去就发现贺兰英又要往棺材里躺，还好被风雀仪拦住了。风雀仪劝着：陛下，您这样不合适。其实他更想说不成体统，尽管他也干过类似不成体统的事。朕头痛，很困，朕要睡觉，你不要拦着朕。他推开风雀仪，还是要往棺材里躺。王成是这时候进来的，见皇帝这么说，犹豫了一会没开口。其实明天说安乐君的事也不影响什么，皇帝都没问，他不用着急。风雀仪很着急，他做事细心，刚刚躺进去，好像把他身上的药香味染他衣服上了。如果皇帝躺进去，怕是会发现异样。他未免事情暴露，便转了话题：陛下，王公公有事要说。随后看向王成，问道：说吧，什么事？王成见风雀仪这么问了，也就说了：陛下，刚收到消息，安乐君醒了。风雀仪听到这个消息，便说：陛下，安乐君乃是桑贵妃的亲哥哥，还是要通知一声，过来送他一程的。桑贵妃临走前也留了遗言的。贺兰英想着桑宁的遗言，便点了头，请安乐君过来吧。但安乐君也没影响他跟桑宁同眠的决定。他推开风雀仪，就翻身躺了进去。风雀仪心里一抖，暗道：淡定，淡定。他沾染他身上的气味早该散了，满殿香之味、药香味、烧纸钱的烟味，那么多的味道，皇帝头昏脑胀的，应该也发现不了异样。贺兰英如愿躺在了桑宁身边，他抱着他，闭上眼，嗅着他发间的香味。第109章，余生做他的守墓人。风雀仪担心的事没有发生。贺兰英太累了，抱着桑宁，没一会就睡去了。一觉到天明，雨过天晴，艳阳灿烂。桑琪休养一夜，醒来后吃好早膳，漱了口，才被楚宪告知了妹妹的消息。安乐君节哀，桑贵妃先逝了。楚宪低着头，没敢看桑琪的脸。他昨晚收到皇命，就该告知桑琪消息的，但看他刚醒来，人恹恹的，就瞒住了。今天一早看他吃好早膳，精神不错，才传达了消息。桑琪正在漱口，听到这消息，呛了一下，咳嗽了好几声，咳嗨嗨：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他以为自己幻听了，妹妹先逝了？怎么可能？楚宪见他像是没听懂，又重复一遍：安乐君节哀，桑贵妃先逝了。先逝？桑琪震惊到发懵，眼神很茫然。楚宪解释：是的，昨日您中毒昏迷，桑贵妃很担心，就跟陛下来看望您，结果半路遇到了刺杀，桑贵妃为保护陛下，不幸中毒任而亡了。桑琪听着摆手一笑：不可能，桑最娇气，最怕疼了，他怎么会替陛下挡刀？你肯定误会了。楚宪见他不信，跪下来郑重道：安乐君节哀，桑贵妃真的。他的话没说完，就见桑琪踉跄着奔出房间，痛声喊着：桑。楚宪忙站起身，捞起旁边衣架上的大氅，追了出去。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桑琪提着衣袍上了马车，
冲马车夫大喝：“去皇宫！快，去皇宫！”去皇宫的路上一片刺眼的白色。贵妃先是，晋都百姓家家挂上白布，以示默哀。皇宫也是一片雪白。桑琪直到看到雪白的皇宫，才算是信了妹妹出事的消息。桑桑，桑桑，他缩在马车里，喃喃着妹妹的名字，把自己藏在大场里，哭出了声。马车不久到了乐桑殿，安乐君到了。楚宪骑着马跟随，在马车外提醒一句。桑琪听到了，没出声，也没敢下来。只要他不下来，妹妹就没有死。他在这危险的晋都，也就妹妹一个念想了。上天怎么会这样残酷？他们兄妹阔别4年，才团聚了不到4天啊！安乐君，下车吧。楚宪大概知道桑琪沉浸痛苦之中，思量片刻，安慰着：“桑贵妃临死前还挂念着您的安危，您来送她一程，她在天上看着您没事，也会欣慰的。”桑琪听到了，还是没下车。妹妹，不可以！妹妹，妹妹！马车里传出她悲伤的哭声。冯润生由工人搀扶着走过来，上前一拜：“兄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“兄长，我是冯润生。”桑琪听到马车外的男声，擦了擦眼泪，撩开了马车帘，就见一个年轻俊秀的公子朝自己行礼，不由皱眉：“你是？”冯润生再次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桑桑的心上人冯润生。”桑琪听了，立时想起了那天藏在妹妹床上的男人，是你。冯润生红肿的眼里流露出几分惊讶：“兄长知道我？”桑琪没说话，就安静打量着他，模样是没得说，身板也挺直带劲儿，看起来也规规矩矩的。这便是妹妹喜欢的男人吗？他爱屋及乌，声音温柔了些：“你有事？”冯润生点头说：“是。”“兄长，可否马车一叙？”桑琪听着他的兄长称呼，就想到了妹妹，也就让他上来了。冯润生上了马车后，跪到桑琪面前，直奔主题：“兄长，我有桑桑的情事为证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希望您能做主，把他的遗体交付我，我必隆重下葬，余生做他的守墓人。”“你……”桑琪听得震惊失色，指着他喝道：“疯了！你疯了！你还这么年轻，说什么胡话？听闻他才15、16岁的年纪，半大孩子，做什么守墓人？便是他同意，他们冯家就这一棵独苗，也不会同意的。当然，他也不会同意的。”冯润生知道桑琪怀疑自己的诚意，立刻举手发誓：“兄长，我此生非桑桑不娶，如果二意，就让我肠穿肚烂，不得好死。”“住嘴！”桑琪低喝，想制止他发誓，但晚了一步，少年人猩红的眼睛炽热而癫狂，让他觉得可怕。可怕的冯润生一把抓住桑琪的手臂，眼泪流了下来：“兄长，桑桑不喜欢皇宫的，他说了好几次要跟我私奔的。如果不是他身体不好，我怕照顾不好他，早带他私奔了。兄长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就是想完成他的遗愿，不想他死了都不得自由。兄长，还望你成全我。”他想得到桑宁的遗体，想把他葬进冯家祖坟。他们活着无缘做夫妻，便许下来誓做夫妻。他没听到他的遗言，也没有他的遗物，那就让他做他的遗物。他是他的男人，也是他的未亡人。桑琪有那么一刻是动容的，但也就那么一刻，毕竟妹妹人在皇宫，他的遗体也不像是能由他做主的。封国师，见过封国师。外面响起工人的声音。下一刻，马车帘被掀开，风雀一看到马车里的两人，就知道两人在聊什么了。这个冯润生倒是行动快，知道从桑琪这边下手，索要桑宁的遗体。但那又如何呢？皇帝不会把遗体交给桑琪这个哥哥的。安乐君，请下车，陛下等您多时了。风雀一伸出手，想着桑琪身体不好，愿意搀扶他一把。冯润生看到他这殷勤模样，心道：人都死了，你还做给谁看？他没多想下去，伸手打掉风雀仪的手，跳下马车，然后伸出了手，也想着搀扶桑琪一把。兄长，安乐君。两人还朝他伸着手。桑琪看两人这般姿态，心情很复杂。如果妹妹还活着，2个妹夫人选，他还可以挑选，乃至为难。现在妹妹没了，他是没一点心情了。我自己可以，多谢两位。他谁的手也没碰，自己下了马车，直奔乐桑殿。他要见这个害死妹妹的刽子手。他握着拳头，胸腔里涌动着悲愤。第110章，皇帝能干出这种荒唐事？桑琪是想给妹妹报仇的，起码给皇帝一拳。但进了殿，四下一扫，满殿念经的僧人，还有守灵的工人，压根没看到皇帝的身影。陛下呢？他不耐烦地询问。就见风雀一看了眼棺材，不会吧？皇帝能干出这种荒唐事？他皱起眉，走向棺材，下一刻满眼的不可置信，皇帝竟然真的睡在里面。他抱着妹妹，神色安详，仿佛要跟她同生共死了，就很猛。这画面给他整不会了。他满腔的悲愤迅速散去，也意识到了一件事，原来妹妹的离去，皇帝的悲痛不比他少。原来
他也这样爱着妹妹，妹妹为保护他而死，也一定爱惨了他吧？等下，那冯润生又是怎么回事？他可以确定那天在妹妹床上的男人是冯润生，刚刚冯润生的真心，他也能感受到。妹妹这是脚踩两只船，踩就踩吧。妹妹那么漂亮，有几个裙下沉实在正常。可惜红颜薄命了。他的眼泪落下来，看着妹妹的仪容，还是那么漂亮，就是那双灵动的眼睛紧紧闭上了，再也不会睁开了。桑桑，桑桑，哥哥来看你了。他扒着棺材，低声哭了起来。他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喊他哥哥了。贺兰英被桑琪哭醒了，猛然睁开眼，吓了桑琪一跳。陛下。桑琪不知为何觉得很尴尬，明明是在哭妹妹，倒像是在哭皇帝。贺兰英不觉得尴尬，醒来后也不起身，就那么躺着，眼睛直直看着屋顶，嘴里则说：“你来了。”桑琪点头，臣今日才收到消息。陛下节哀。明明该节哀的人是他啊，他跟妹妹才是最亲的人啊。贺兰英保持着看屋顶的模样，低声说着：“朕很好，你身体如何了？桑桑很担心你。”桑琪如实说：“臣服用了风国师的解毒丸，感觉好多了。好了就好，多谢陛下挂念。等你妹妹下葬了，朕再追查凶手，定给你一个公道。”是。桑琪伸手摸向了妹妹的脸，那么凉，一直凉到他心里去。他的妹妹没了，他以后再没有亲人了。眼泪倏然汹涌，他哭道：“陛下，妹妹还这么年轻，才18岁啊！”贺兰英已经没了眼泪，眼神也很空洞。不要哭了，他不喜欢的。桑琪听了，忍着泪换了话题：“陛下起来吧。”他觉得皇帝这个样子对妹妹不好，妹妹都走了，他这样抱着她同眠，实在不雅了些。贺兰英没有起来，抱紧怀里的人，亲了下他的额头，低声命令：“你才醒来，莫要悲痛，退下吧。”桑琪，他妹妹的遗体被他这样抱着亲着，他哪里能放心的走？陛下节哀，您这样不合适。他觉得皇帝的精神很不正常，谁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事？这皇宫又没人能管住他。贺兰英像是没听到，缓缓闭上了眼：“退下吧。”他这是拒绝说话了。桑琪没办法，就看向了风雀仪：“陛下这样。”风雀仪露出无奈的表情：“陛下舍不得桑贵妃。”桑琪苦笑：“谁舍得呢？”冯润生已经看不下去了，冲过去就要把人拽起来：“你起来！贺兰英，你这样会脏了他的轮回路。”话才说完，就被走进来的冯秋华捂住嘴，拖到了一边：“你要是还想送他一程，就给我老实闭上嘴。”冯润生挣扎着拽下他的手，咬牙道：“他这样对桑桑，简直是侮辱人！现在装着情深，早干嘛去了？空有一身武力，还能看他死掉？怎么死的人不是他？”他心里如是恨着，却一句话不能说出来。他是皇帝，九五之尊，须得恭敬。安乐君，请吧。王成就候在棺材旁边，还记着皇帝的话，这时候就出了声，并招呼殿外的工人进来，想着把他请出去。桑琪自然不会出去，摇头说：“王公公心善，容我再跟妹妹待一会。”王成面露为难，却也没强行请人走。桑琪走回棺材前，含着眼泪从腰间解下一块精美的翡翠玉佩，放到了妹妹的手里。他还有一块洁白的帕子，也盖到了妹妹的脸上。冯润生看到了，也有样学样，解下了脖梗挂着的一个羊脂玉玉佛，戴到了他的脖梗上。风雀仪看着两人的行为，紧紧皱起眉，却也没说什么。桑琪又让人去拿剪子，从桑宁头发上剪下一绺，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腰间的香囊里。如此，他跟妹妹永不分开了。冯润生看得心动了，也接过剪子，想去剪桑宁的头发。他想到了结发为夫妻，想着剪下桑宁的一绺头发，跟他的一绺头发绑在一起，但没成功。贺兰英抓住他的手，怒喝道：“当朕是死的，滚出去！”他没拦着桑琪，是想着他们兄妹一场，总要留个念想。但冯润生算什么东西？一而再，再而三冒犯他，等他送走桑宁，必严惩于他。冯润生的手被拦住，皱眉道：“他死了，他是自由的。”他想表达桑宁不是他的所有物，生前不是，死后更不是。但贺兰英很强势，他是朕的。冯润生登时大怒：“他都为你死了，你还想他怎样？你放过他吧，他根本爱的人不是你。”贺兰英冷笑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以为他对你亲密一些就是爱你吗？朕跟他在床上。”他说不下去了，不想在他灵前说些无理的话。尽管以他的性格，怕是很喜欢听。如果他活着，他会多多说给他听的。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他痛惜又悲伤，悲伤又愤怒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没有朕的命令，若他再靠近月桑殿，杀无赦。他拿皇权压人。冯润生想反抗，但被姐姐的眼神瞪住了。他还有家人，皇权在上，
不得造次。陛下息怒。冯秋华软语一声，跟侍卫一起押着弟弟退了出去。他觉得弟弟为桑宁没了脑子，想要他的头发，寻个机会问桑琪借点，不就是了？便是趁皇帝不注意，偷点也成啊。哪能当着他的面去剪桑宁的头发？就像皇帝说的，当他是死的，换谁也不会允许的。桑琪不久也出了月桑店，看到冯润生没离开太远，冯润生是不想离开，就跪在店外，胳膊大腿都有挣扎的血，怪可怜的。他皱起眉，便朝他走了过去。犯什么蠢呢？这么不知爱惜自己。他想把人扶起来，但冯润生没起来，猩红含泪的眼睛瞪着月桑店的方向。他不想离他太远，如果他天上有灵，会看到他的吧？如果有来世，他会选择他的吧？给你。桑琪看他这样偏执深情，便把装着妹妹头发的香囊给了他，劝道：他走了，就让他安心的走吧，这个留你做念想，若你有天看开了，再还给我。这番言行像是认可了他。冯润生跪在地上，接了香囊，猛然抱住他，痛哭着唤道：兄长。风雀仪站在不远处，冷眼瞧着，心里嗤笑，倒是好一番苦肉计。第111章，妹妹死了，我想出家，可惜苦肉计没什么意义，他能得到的也就是桑宁的一绺头发。等人到了他的地下囚牢，他想要多少头发就有多少头发。风雀仪这般想着，才忍下了心里的妒忌。他也是疯了，连冯润生得到桑琪的重视都心生妒忌。也许是桑琪对冯润生的重视，让他想到了桑宁对冯润生的偏爱吧。桑宁死前挂念着皇帝、冯润生、桑琪、于谭，甚至还有那个宫女绿枝，唯独没有他。他真残忍，连一句遗言也不留给他。罢了，细节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他想着最终的结果，回了店里，主持着丧事。隔天申时，皇帝下诏封桑宁为贞烈皇后，葬去了墓地。这墓地是近臣带人选的风水宝地，跟长照山隔得不远，可沐浴佛门光辉。花了他1天的时间，还在此处开坛做法，超度了周边亡灵。因桑宁死的突然，墓地建造的突然，还是有些简陋。不过贺兰英选定旁边作为自己的陵寝，便准备后面把桑宁迁过去。落棺前，他摸着棺材，也跟他说了：桑，你且将就些，等朕的陵寝建好，就把你迁过来。你也别怕，朕会常来看你的。朕还把你的灵位供在了长照寺，让3000僧人为你日夜念经，你来世一定会幸福的。对了，你要是缺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就给朕托个梦，朕会给你捎来的。他低喃着，眼睛又红了，很想哭，但哭不出眼泪了。大悲无声，他的眼泪像是干涸了。陛下，时间到了，让皇后娘娘下葬吧。王成搀扶着他，小声劝着。贺兰英没说话，就抹撒着棺材，像是在抹撒桑宁的脸。王成没办法，就搬出了太后这座大山。陛下节哀，太后这2天挂念着您，心急发作，不仅吃不下饭，人也下不来床，还望陛下为太后身体着想，早些回去，也好让太后放心。为人子，总不能为了媳妇不要娘了，尤其媳妇已经不在了。贺兰英想着母亲，终于收回了手。王成见了，忙让人落棺埋土。丧乐又响了起来，周边僧人念起了经文，纸钱纷纷扬扬落下来，大臣们跪了一片又一片，齐声喊着恭送贞烈皇后，举国同悲。贺兰英又悲伤地晕了过去，实则是风雀仪的手笔。风雀仪想着早点行动，好得到桑宁的尸体，便只能让他先回宫了。他假模假样扶着贺兰英，实则给他闻了一种让人神志昏沉的药，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悲伤过度，精力不济了。快送陛下回宫！他招呼王成伺候着。王成没多想，安排人抬皇上去了马车，回了皇宫。至于他，等着丧事结束，一直等到了天黑。天黑了，人散了，连桑琪也离开了。桑琪是跟着近臣一起离开的。他上了近臣的马车，拉着他的手，又喜又悲。高人，我许你多时啊！近臣双手合十，声音温和：阿弥陀佛，安乐君，好久不见。他前段时间游历天下，也算是苦修传道，途径桑国，水土不服，感染风寒，还好得桑琪帮助，转危为安。两人年纪相仿，也算相谈甚欢。桑琪没想到会在禁都看到他。高人，妹妹死了，我想出家。近臣听得一笑：安乐君莫要意气用事，出家人清苦，你受不住的。桑琪不服气：你怎么知道我受不住？近臣淡笑：你就是受不住。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哪里受得住清规戒律的苦？桑琪不管，脖子一梗，很任性，反正我要出家。近臣见此不再拒绝，笑道：好，那你就跟我待一段时间吧。他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马车渐渐远去，山野间黑沉沉的，
转眼就剩下风雀仪跟冯润生了。冯润生还在墓前烧着纸钱，风雀仪一旁瞧着，很是不耐烦，这傻子怎么还不走？这么待下去，不是耽误他事儿？桑宁还在棺材里生死未卜，如果他死了，一半原因在他身上，都是他耽误他救他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就更焦急了。当然，面上还算淡定，冯润生，节哀吧。冯润生正哭着烧纸，就很沉浸其中，乍然听到风雀仪的声音，还吓了一跳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风雀仪皱眉反问：“你不是也在这里？”他都多想了，这傻子该不会也想着开棺转移尸体吧？冯润生其实还真没想着转移尸体，就是遵从自己之前的话，我说了要给他守墓的。守墓人简直疯了，他就知道这傻子会添麻烦。风雀仪皱起眉，隐藏在黑暗里的脸色很不耐烦：“你莫要说胡话，天色不早了，快些回去吧，免得让你家人担心。”冯润生听了，皱眉看他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这一句话问到了关键点上，风雀仪发现自己回答不了他，也没耐心敷衍他，直接衣袖一挥，把人迷晕了。可怜冯润生就这么晕了过去，他想问的问题也得不到答案了。风雀仪见他晕过去后，就吹了一声口哨，不一会儿，山野间就出现了他的4个心腹。大人，4人朝他跑过来，都是一身黑色衣服，分别是风仪、风二、风三、风四。他派风仪、风二抬走冯润生，送回晋国公府，又派风三、风四挖坟开馆。是，大人。风三、风四拿着铁锹正要动手，就见一个身影窜了出来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竟是于谭。风雀一看到他，就知道是皇帝把他放了出来，就是放的不合时宜，还撞见了他开棺挖尸。风雀仪，你这是要开棺挖尸吗？于谭一眼看穿风雀仪的险恶用心，痛骂道：“你这个禽兽，你想对公主做什么？”风雀仪没回答，扫了眼风三、风四，喝道：“杀了他！他既然看见了，那就别想活着离开了。”风三、风四立刻动手跟于谭打了起来。于谭被风雀仪囚困了好些天，本就虚弱，今天被放出来也没吃饭，就急急过来，想着送公主一程是矣。面对2人的围攻，很快处于下风。好在他是明智的人，知道打不过就跑。风雀仪想挖公主的尸体，这事情必须告诉皇帝。第112章，桑宁，你睡得够久了，醒来吧。但风雀仪怎么会让他跑掉呢？务必杀了他！他眯着眼，言语冰冷无情。真是该死，怎么就这要巧的撞上了？他的好事绝不能毁在他的口中。风雀仪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于谭一边闪躲对抗，一边唾骂，无怪乎公主之前要他杀了他，而他顾虑着他的医术能救公主，才一再推迟，不想他就是个废物，根本救不了公主。我要杀了你！他寻机冲破2人包围，目眦欲裂的调转方向，冲向风雀仪，徒手想掐死他。还没靠近，半路上大腿被砍了一刀，他吃痛到面部狰狞，人也脱力的倒了下来。他倒下来，一时站不起来，只能伸手爬着，想去摸摸公主的坟冢。他真的太无能了，他也来得太晚了，他连见公主最后一面也不成了。风雀仪见他这般模样，难得的良心发作，制止了风四落下的刀。不急，他不能在桑宁坟前杀人。对，桑宁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桑宁。他让他们继续挖坟，自己则拿出一颗药丸，强势塞进了于谭的嘴里。他还是善良的，明明能轻易杀了他，还是选择留下他。他真的太爱他了，他也是尊重他遗言的。他不想于谭死，贺兰一能放了他，那么他也能放了他。归根到底，他们都是他的手下败将罢了。你对公主做了什么？于谭伸出血手抓住他的衣袍，濒临昏迷之际，一个念头窜进了脑海：公主是不是没有死？不然他怎么会打尸体的主意？公主还活着是吗？可惜他问一半就问不下去了。他眼前一黑，抓着风雀仪衣服的手落下去，人也晕了过去。风三、风四还在快速挖着棺材，只挖了半个时辰，棺材才露了出来。风雀仪推开棺材，第一时间往他嘴里塞了一颗药丸，当然同于谭那颗药丸是不一样的。他喂完药后，把人抱出来，吩咐道：“快，速速复归原样。”是。风三、风四齐力合上棺材，重新填土。风雀仪没等他们，抱着人先行一步。在山野深处有早准备好的马车，他把人放进马车，回了他的国师府。国师府里有他建造好的地下囚牢，汉白玉铺就的地面，黄金镶成的墙面，一应摆设都是金银玉器，华丽非凡。单照明就是放置一圈的17颗夜明珠，这17颗夜明珠围着一个巨大的黄金鸟笼，鸟笼里放着一张床，床上铺着柔软的狐狸毛毯。
他把人放到床上，先扒拉下了他身上碍眼的喜服，便是他嫁人，那也是嫁给他。喜服退下，便是丧服，也被他扯落了，全部丢在了地上。转眼间就剩下雪白的寝衣包裹着他冰凉凉的身体。他摸着他左胸那团软嫩，也有感受他心跳的意思，可惜他什么都没感觉到。他的身体太凉了，凉得他心里慌慌的。来人，来人！他喊来了2个年轻婢女，都是天生不会说话的，就那么看着他，等候他的命令。去准备热水，他要抱着他泡个热水澡。2个哑巴婢女微微点了头，便去拎热水了。热水就倒在旁边的浴桶里，1桶热水，1桶凉水，如是反复2次，宽大的浴桶很快就倒得半满了。风雀姨瞧见了，走过去，伸手试了下水温，觉得差不多了，便让他们退了下去。裘老李安静下来，他看着床上的桑宁，唇角露出了笑，觉得自己苦尽甘来，终于迎来了独属于他们的世界。他含笑先脱了自己的衣服，才抱着他踏进了浴桶。他还睡着，没有意识，坐不住，便靠在他的怀里。他欣赏他的脸，他的皮肤，他的身子，他的每一寸每一处都是上天的杰作，独属于他的杰作。他是他的主人。桑宁，桑宁，醒醒吧！他亲着他的耳垂，轻唤着他的名字。他真想看看他醒来时看到他的表情，会惊吓到尖叫吧？知道他为他做的事，会感动到哭吧？桑宁，我爱你啊！他从他的耳垂亲到他的唇，他还是没有反应，双眼紧闭，无声无息，像是死去了。其实死去了，他不能死，他只是在昏睡。昏睡的他固然乖巧可人，随他为所欲为，但他还是想看到鲜活的他，会哭，会笑，会打，会骂的他。快醒来吧！他重重咬他的唇，希望疼痛会刺激他醒来，但他还是没有反应。他皱起眉，摸他的胸口，没有心跳，不过他的皮肤变得温热了，是个好现象。他便忍耐着，继续抱着他，贴着他，陪着他泡了半个时辰，热水都加了2次了。他觉得可以了，抱他起来，放到了床上。他后背的伤流出了血，一开始是黑色的，渐渐是红色的。他为他上药包扎，再让他平躺着，为他施针。这针从他的头蔓延到他的脚，他一身雪白，曲线起伏，但遍布着细细密密的针，真刺眼。对不起，桑宁，让你受苦了。他坐到床边，抓着他的手，贴着自己的脸，喃喃着：醒来吧，桑宁，你睡得够久了，醒来吧。他依旧没有得到回应。桑宁闭着眼，躺在床上，像一具美好的验尸。他看他这样，慌张得很，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的鼻息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他真的死了？不可能！你在装死是不是？你在吓唬我是不是？他开始愤怒，在他耳边怒吼：桑宁，你睁开眼，你不能死！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杀了你在意的人。先是于谭，再是桑琪，还有冯润生，都得死，他们都得死！他大声威胁着，依旧是致命的安静。他等了半个时辰，再次往他嘴里塞药，1颗不成，那就2颗，2颗不成，那就3颗。他喂完药，去了自己的房间翻医书，一夜下来，医书都被他翻烂了。他好像没有办法了。桑宁，桑宁！他忙活一夜，蓬头垢面，踉跄着跪倒在他的床前，想去摸他的身体，又怕他的身体恢复成死人的冰凉。他从来做事游刃有余，信心半倍，唯独在他的事上进行了一场豪赌。如果他赌输了，他不敢想下去了。桑宁，桑宁，求求你！他内心祈祷着，同时伸出手去摸他的身体，温热或者冰凉，关乎着他的生死与命运。第113章，愚蠢至极的蠢货。风雀姨终究还是摸到了桑宁的身体，万幸是温热的，柔软的，他还活着。他意识到这点，就扑到了他的胸口，去听他的心跳。那心跳的声音很轻很轻，像是他的幻觉。他不得不伸手去摸他的鼻息，若有似乎的，他摸了好一会，才确定他是有呼吸的。真好，真好，桑宁，你还活着。他几乎喜极而泣，眼睛也红了，疯狂亲着他的脸，喃喃着：真好，桑宁，你真坚强，我就知道你会撑过来的。桑宁没有回应，他固然还有呼吸，但没有醒来。风雀姨忙给他喂药，然后又让2个哑女去煎药，想着给他补身子。等药送来的时候，他就握着他的手，同他说着话：桑宁，醒来吧，别睡了，你睡得太久了，我好想你啊。你想我了吗？你真的太残忍了，为什么一句遗言也不留给我？你就这样不喜欢我吗？罢了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会一直喜欢你的。你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桑宁，醒来吧，告诉我关于你的世界。他喋喋不休着，跟他有说不完的话。正说着，
风儿来了，大人，那姓于的人吵着要见你。风雀一听到于谭要见自己，皱起眉，冷声道：“不用管他。几天？”留他一口气。是。风儿应声退下。风雀一打发了风儿，目光回到桑宁脸上，像是他会听到，就说了：“你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谁让你念着他而不念着我？我真想杀了他。还有冯润生，他也得死。你最喜欢他了，是不是？他有什么好？就是个蠢货，愚蠢至极的蠢货。罢了，你眼光不好，我是知道的。桑宁，你要是不想他们死，就早些醒来吧。只要你开口，我总会留他们一命的。是了，这也是他留着于谭的原因。万一桑宁醒了，总要有个把柄扣在他手里。你看，我就是这样爱着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都会听的。”他亲着他的手指，本来是亲着，后来就含在了嘴里，时不时咬一下，用着力气。疼吗？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让你疼，但十指连心，或许疼痛会让你早些醒来。桑宁，你不能再睡了，醒来吧，快醒来吧。他这么喃喃了一上午，两个哑女也端来了煎好的药。风雀一接过来，一勺勺喂他，很不方便，他便吹了会，喝了一口，低下头渡他嘴里。他多日不曾漱口，他也不嫌弃，含着他的舌不可自拔。桑宁的意识渐渐复苏，看着在他身上作乱的变态，算了，没眼看。他不看他，寻找着原主的意识，让他回去。原主意识却推他一把，让他占据了身体。该死，原主真特么不干人事！还有他身上的死变态。桑宁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一睁眼看到风雀仪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可惜没成功。他的手还被他抓握在手里，身体也软绵绵没力气。随着醒来，感官复苏，身体好痛，四肢沉甸甸的麻软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反正就是难受。还有后背也很痛，他痛得蹙起眉，面色很痛苦。怪不得原主不愿意醒来，这病痛的身体他也不想要啊。桑宁，桑宁，你终于醒了！风雀一见他醒来，激动地抱住了他。桑宁感觉被他抱了个半死，不对，他怎么还没死？哦，不用想，又是这死变态的手笔。他痛不欲生，自然不会让他好过，嘴一张就去咬他的耳垂。死！风雀一痛得拽开他，耳垂滴着血，痛得他握起拳，真想一拳打过去。看到他的脸，才冷静下来。一醒来就咬我，桑宁，你还真是喜欢死我了。他就这么恨他吗？他救活了他，他也不领他的情。桑宁不说话，直接吐出嘴里的血，当然吐他一脸。风雀一没防备，被吐了一脸血，皱起眉想发火，但看他憔悴虚弱的面色，又忍住了。罢了，他跟一个病患计较什么呢？他才醒来，身体虚弱，心情不好，他该多包容些。是了，他是他的男人，何该包容他一些？别气了，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，乖，喝了药就会舒服了。他还没喂完药，他就醒来了。桑宁看着他喂来的药，咬着唇不肯喝，还想伸手给他打翻了。风雀一紧急躲闪，护住了勺子里的药，看他不肯喝药，便威胁了：别逼我动粗。桑宁，你该知道，我不是他们，不会什么都顺着你。像皇帝、冯润生等人都是些没脑子的，无底线的纵容着他，他不会，这也是他在他这里的原因。他不知这也是桑宁讨厌他的原因。他不仅屡次救他，害他承受无尽的病痛之苦，还特别有原则，不肯向他伏低作小，俯首称臣，一点不讨喜。他喜欢恋爱脑，喜欢以爱掌控着他们，而他太清醒，太强势，让他只想杀了他。疯子！桑宁翻着白眼，很唾弃他的行为。他还看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，更加嫌恶。风雀仪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他怎么在鸟笼里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绿枝呢？风雀仪看出他的困惑，笑道：喜欢吗？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桑宁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人来打扰我们的。啪！桑宁拼出全身力气给他一巴掌。混蛋！他竟然进了他。风雀仪可以躲开他的巴掌，但他没躲开，随他打一下又如何？反正没人知道。他的底线在迅速崩塌，甚至还笑了出来，消气了。要不要再打一巴掌？桑宁觉得打人手疼，属于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便说：你想我真消气，就自己打自己。风雀一听了，没直接拒绝，跟他谈条件，那你喝药。桑宁应下了，好，100下，我看着你打。风雀一听笑了，100下，你真心狠，你想我打死自己是吗？桑宁冷嗤，你不该死吗？风雀一说，我不该死，该死的另有其人。他喊人把于谭带上来，他要拿于谭威胁他。
如果他为于谈妥协了，那于谈就别想好了。他不好，那谁都别想好。第114章，桑宁，我要你的心。于谈被风儿带了过来，他一身的血，满面脏污，头发散乱，眼神死寂，因了多日不曾进食，虚弱的不成样子，走路都摇摇晃晃的，仿佛随时能摔倒了。但当他看到桑宁，死寂的眼顿时绽放出明亮的光彩。公主，公主，你还活着！他喜极而泣，眼泪汪汪，但哭了一会，就瞪向风雀仪，大喝着：“风雀仪，果然是你！你让公主诈死，还把公主藏在了这里！”他气愤上头，撞开看压他的风儿，就朝着桑宁奔去。奈何双脚有沉重的锁链，没跑2步就被风儿踩住锁链，人也绊倒在地上。砰！他像山一样摔倒在地上，被砍伤的大腿草草包扎，这时候又流出了血，同时人也生生喷出一口血。于谈，桑宁看着地上惨不忍睹的男人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没想到几天不见，于谈竟被折磨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。公主，于谈吐着血，满是红血丝的双眼流露出湿漉漉的笑，却又像是在哭。公主，你没死，真好！哈哈，公主真好，你还活着。他活着，他便想活了。风雀一看着两人的互动，不由得想到了两人在皇宫拥抱的画面。那时他真的妒忌死了，现在他也是妒忌的。因了这份妒忌，他喝下一口药，趁桑宁的注意力都在于谈身上时，捧住他的下巴就强吻了他，同时也把嘴里的药渡给了他。桑宁就这么不容拒绝地喝下了药，药物苦涩，还是他强行渡进来的，让他想作呕。哦，他也想呕吐的，但没呕吐出来。风雀一看他这样，以为他嫌弃自己的吻，就黑了脸，同时掐住他的下巴，目光森森然逼视着他，威胁道：“别激怒我，桑宁，我不是他们，我会做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”他对所有人都是和颜悦色好脾气的，唯独对他冷酷、厌恶、无视，真的是伤透了他的心。他变成这样，都是他害的。桑宁不知他的心理活动，但这一刻也了解了自己的可怕处境。他落到风雀仪手里了，他是神医，无论对他做什么，他都能保住他一口气，就像是把原主做成人质，只要他不让他死，那他就死不了，死不了就要受苦。如果他跟他硬碰硬，那就是苦上加苦。他不能为了一时义气就自讨苦吃。这么想着，他拍拍他的脸颊，软下声音：“风雀仪，给他包扎伤口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他不就是要这具破败的身体？他给他，本来就没拒绝过他们，是他们难得班长，不肯索要罢了。”风雀仪不知他所想，但满意他的态度，就伸手点了他的心脏：“桑宁，我要你的心。”桑宁，他竟然要他的心，可笑！他自觉没有心，觉得他简直狮子大开口，白日做美梦。不过他也没拒绝，含笑勾住他的手：“好啊，我的心就在这里，干干净净的。你想要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”“不可，公主不可！”于谈见公主受辱，如同万箭穿心，比死了还难受。“公主，你不要为我讨好他。”他伤心哭着，又去骂风雀仪：“混蛋，禽兽不如的东西！风雀仪，你敢这样对公主，你会遭天谴的，妥妥作死行为。”桑宁看他半死不活还作死，不想他惹怒风雀仪，就冷着脸讥笑了：“够了，你吵死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要为你讨好他，一身脏兮兮的，跟个乞丐似的，留你在这里都是捂我的眼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看向风雀仪，一脸不耐烦，让他把人弄走。风雀仪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，越不在意便是越在意，因此他心里很不爽，就故意说：“他既然捂你的眼，那我就把他杀了，好不好？”桑宁心里一紧，不想于谈死掉，但面上还是淡然的：“你杀人，跟我说什么？你想杀就杀，滚滚滚，别来烦我！”他躺回床上，头昏脑胀，只想一死了之。风雀仪见他满面痛楚，虚弱无力，也不想他为别的男人烦心，便挥了手，让风儿把人带下去了。他愚蠢了，他才醒来，正是他们独处的时候，怎么能让于谈出来占据他的心？不饿，想吃什么？他蹲在床边，抚着他蹙起的眉，温柔问着。桑宁喜欢他的温柔，这时候不喜欢也不行，可没精力跟他犟。馄饨吧，他就是要打人，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。风雀一见他这么说，立刻让人去做馄饨。不过吩咐过后，又想起一件事：你几天没吃饭了，要吃清淡点的。他改口让人去做粥。桑宁听了也没说什么，主要是没力气说了。他闭上眼，难受得很，不过再难受还是刷牙漱口洗了脸。当然他还要洗澡的。风雀一说：“我昨晚给你洗过了。”他才打消了洗澡的念头。
整个人干净了，便有脱胎换骨的感觉。等吃了粥，应该说药膳粥，身体暖了，人也好受了些，便转动脑子，思量起事情始末了。他为贺兰英挡了毒刃，没死掉，但于谭以为他死了，那么应该是风雀仪为了他假死药，就像小说里那样假死逃生。你真是好计策。他讽刺着询问，过去几天了？风雀仪没隐瞒，如实说4天了。桑宁又问，他们如何了？如果他死了，绿枝那个小哭包会哭死吧？冯润生肯定也会哭的。桑琪呢？还有贺兰英，相识一场，他临终前有人为他哭，也不枉他穿书一走。风雀仪不知他所想，听他问及他们，便吃醋了，一醒来就提他们。桑宁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视我呀。桑宁见他这么说，语气还很沧桑，很悲凉，莫名有点可怜的意味。不过他是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，当然自己好像确实挺无视他的，但他不承认，辩驳着，那个，你不是在我面前吗？我看你挺好的。我很不好，桑宁，我很不好。你躺在棺材里，我很怕你出事，你一直不醒，差点把我吓死了。但这话他实在说不出口。罢了，眼下不是吃醋的时候。他整理情绪，冷静道，你想知道他们的情况？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也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桑宁随口问，什么问题？风雀一目光灼灼盯着他，神色很凝重。桑宁，你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他要了解他，要做第一个知道他来历的人。第115章，生生世世属于他一人。艳阳灿烂，世界被照耀的暖融融的，但贺兰英的心是冰凉凉的。他躺在床上，悲伤过度的身体很虚弱，脸色苍白得很，人也肉眼可见的瘦了一圈，胡茬也茂盛了些，看起来成熟而沧桑了很多。桑宁已经下葬了，他彻底失去他了，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淹没了他，他就像是溺在水里，呼吸不了，痛苦不已。陛下，用些午膳吧。王承照就在旁边劝着，搬出了太后的名头。太后刚又催人来问了，说是您再不用膳，他就亲自来盯着。贺兰英没有食欲，摆手说退下。王承见此不敢多说，只能叹口气，退下了。他退出殿时，一扭头就看到公主贺兰慧拎着食盒过来，忙不迭迎了上去。公主，您可算来了。陛下昨儿看了太后回来，一直没用膳，这些天也用得少，您瞧瞧人瘦的，再这么下去可怎么好？贺兰慧才照顾好太后，哄她用了膳，就马不停蹄赶来这边了。他拎着食盒，点头道：我知道了。这就劝他用膳。好，辛苦公主了。王承忙给他让开位置，并推开了殿门。等人进殿后，忙又招呼一个宫女来问，绿枝姑娘还没用膳？宫女道，还没，说是要陪皇后去。刚要咬舌自尽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没出了大事。王承听得紧张，加重声音道，可不能让她死了。那是贴身伺候过皇后的人，还是皇后临终前交代要照顾好的人，地位非同一般。眼下陛下还没反应过来，如果人真没了，那我们就等着诛九族吧。宫女听他这么说，吓得面色发白，身体发抖，忙点头说，是。王公公，我这就再多派些人盯着。王承点头道，多派些人，务必看好了。宫女应了声是，匆匆而去了。贺兰慧进殿后，直奔内室，先把带来的食物摆放到桌子上，才去床上拉人。皇兄，吃饭了，你吃饭，我跟你说个大事，关于安乐君的。贺兰英闭眼躺着，听到安乐君才缓缓睁开了眼，有气无力地问一句，他怎么了？贺兰慧拉着他的手臂，跟他谈条件，你吃饭，你吃了饭我才说。贺兰英皱起眉，直接喊人，王承，王承。王承快速跑进来，陛下，奴才在。贺兰英扫向他，目光凌厉，安乐君怎么了？王承正要说，就被贺兰慧喝住了，不许说，你退下，想让你家陛下吃饭，你就退下。如果没有后面一句，王承还真会说出来，但为了让皇帝吃饭，他就斗胆抗个命了。陛下饶命，陛下息怒，陛下大发慈悲，就用点膳吧。你不用，奴才是真的不放心啊。他是为了皇帝安全，他是忠心耿耿。但贺兰英气得想杀人，奈何几天没怎么吃饭，吼人都没力气了，放肆！你们！贺兰慧见他生气，也是气愤，言语也很犀利。皇兄是要为了桑姐姐绝食而死吗？皇兄的宏图大业呢？你在登基时许下的志向呢？因了桑姐姐一去，你的追求，你的野望，就要跟他一样夭折了吗？贺兰英，他也许是被他骂醒了，也许是想知道安乐君的情况，毕竟那是他唯一的亲人了，也是他临终前放心不下的人，他总要替他照顾好了。他下了床，直奔桌子坐下来，拿起筷子
胡乱夹着菜，大口吃了起来，但食之无味。吃饭对他都是一项辛苦活。他草草吃了几口，便问了：“安乐君如何了？”贺兰慧不回答，拿起筷子挑拣了几个菜，比如挑了刺的鱼肉，剥了皮的虾，都放在一个小盘子里，推到了他面前。贺兰英看到了，二话不说，夹起来就吃了。贺兰慧又给他盛汤，一碗鱼汤，一碗乌龟汤。贺兰英照旧一口气喝光了，还好不是那么烫。可以了吗？他吃饱了，都快要打嗝了。贺兰慧还是不满意，又给他端了一碗雪梨粥。这雪梨粥是桑宁喜欢吃的。贺兰英看着面前的雪梨粥，顿时睹物思人了。我们去仙灵院的时候，他吃的早膳就是雪梨粥，还说要给安乐君带一份。错了，朕错了，朕不该让安乐君住进仙灵院的，起码不该那么早安排人住过去。安乐君刚来京都，他们兄妹刚重逢，他该让安乐君在皇宫里多住几天的。如果他没有让安乐君住进仙灵院，他应该不会中毒。如果他不中毒，那么他们就不会去看他，那么他也不会遇刺身亡。说来说去，是他害了他。他自诩聪明，事事算计，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最后算计到了自己身上。是朕害死了他。他捂住眼，忍住了眼泪。贺兰慧见他沉浸在悲痛之中，温柔安抚道：“皇兄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他缠绵病榻，本就有死志，为救你而死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他死前也定是笑着的。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他的死亡，但他就是知道他是解脱的。”贺兰英提这个就更难过了。是啊，他笑着走了，他解脱了，他不要朕了。贺兰慧，他实在受不了一个大男人这么肉麻。他皇兄明明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怎么就儿女情长至此了？他一个女人都要看不下去了。皇兄，你这样绝不是他想看到的样子。朕不这样，他也不想看到的。他有不合时宜的醋意，他心里总是装了太多人。他的心很大很大，装了很多人；他的心很小很小，只装了他一人，也不许他装那么多的人。如果他还活着，皇兄，快吃吧，都快要凉了。贺兰慧的催促声打碎了他的幻想。贺兰英一边吃着雪梨粥，一边想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他还是不会允许的。他只能喜欢他一人，生生世世属于他一人。可惜他死了。他压下锥心般的疼痛，问道：“安乐君如何了？”贺兰慧见他吃了不少饭菜，便回答了：“安乐君住进了长照寺，说是看破红尘，要皈依佛门。”荒唐！贺兰英把粥碗重重放到桌子上，怒道：“他皈依佛门，朕如何跟他交代？以后有何颜面见他？”第116章，红尘多烦恼，断发解千愁。贺兰慧见他这么激动，忙说：“冷静些，他还没落发呢，你想阻止也来得及的。”贺兰英听了，扫向王成，吩咐道：“去，速速把安乐君请进宫来。”王成立刻应声：“是。”奴才这就派人去请。他转身就要走，眼看着走到店门口，又被贺兰英开口拦住了：“等下，罢了罢了，朕同你一起去吧。”他站起来就要往店外走。他想亲自前往长照寺，一是请安乐君回来，二是去看一眼桑宁，留他一人孤零零在那山野里，总觉得他会寂寞，会害怕。贺兰慧不知他所想，但还是拉住了他的手臂，满眼嫌弃道：“你去之前也收拾下自己，你瞧瞧，你胡子都满脸飞了。”贺兰英是要去看桑宁的，自然会格外注意形象。他往铜镜面前一站，看着镜子里面形容枯槁的自己，也嫌弃上了。对，他不能这么去见他，会吓到他的。他忙去洗了澡，洗了头，再刮了胡子，换了新衣服，忙碌了一个时辰，才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了。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禁军们手持武器，围着马车站了个密密麻麻。贺兰英上马车时，还看到了禁军统领韩达，便让他一起上来了。韩达应了皇帝御赐，这些天都是亲自跟随护驾的，这回得了皇帝获准，也上了马车，跪坐在他面前，面色凝重：“陛下节哀，还望陛下务必保重龙体。”贺兰英点了头，捏着太阳穴，咽咽道：“朕这几天浑浑噩噩，都没问你刺客一事。”韩达见他问了，忙回禀：“陈侍卫长已经审问过了，也一一查验了刺客的身份，是燕国余孽。那女刺客是燕国三公主慕容丽。慕容丽早些年远嫁舒州，随着燕国覆灭，也被夫家厌弃，继而怨恨于您，遂招募一群燕国志士来晋都复仇。原来是燕国皇室的漏网之鱼。正是。如何惩处，还请陛下定夺。”“定夺什么？”“杀无赦。”贺兰英扶着额头，面容平静，言语里杀意凛然。“为首者，五马分尸，曝尸3日。”韩达没想到是这样的酷刑，愣了一会，有些不忍心：“陛下，那慕容丽毕竟是一国公主，还是个女人，这么个死法，太不体面了，也太暴虐了，严重影响她新朝君主的形象。”
贺兰英明白他的顾虑，冷笑道：“朕的皇后也是女人，她杀了朕的皇后。”一想到桑宁死在慕容丽手里，他就有毁天灭地的冲动。他骨子里的暴虐在升腾，眼里没有男女之别。韩达磕头说：“还望陛下三思。”他知道问题出现在桑宁身上，便借着桑宁的名义说：“皇后先是，您说要为她积累功德，陛下，现在您这么做，怕是有失皇后的功德。”他的脑子转得灵活，知道拿桑宁说事儿。贺兰英见他提及桑宁，到底还是有所动容了。罢了，容朕再想想。他不想慕容丽好过，不想他死得那么轻松。韩达也见好就收，没再劝下去。他无意为燕国余孽们求情，只是顾及着皇帝的形象，忠诚如他，不想一个女人污了皇帝的名声。马车呼啸行驶，贺兰英又想到了桑琪中毒一事，就随口问了：“安乐君中毒一事可有眉目？”韩达回道：“这事是慎刑司在查，臣还没得到具体的消息。”贺兰英听了，闭上眼，没再问了。不久，马车到达了长照寺。长照寺有999个台阶。贺兰英走上去时，两腿酸痛，累得气喘吁吁。这样的疲累感是从未有过的。昔日打仗时，他连战3天，也是生龙活虎的。他天生神力，全军皆知。如今的状态让他警醒又自嘲：“韩达呀，朕才18，人似朝阳，心似夕阳。天子不英雄，18心已老。心老了，身体变老了。”韩达一直陪侍在他身边，听他这么叹息，面露惶恐，宽慰着：“陛下言重了。无论是谁，痛失所爱都是重大的打击。陛下节哀，时间是最好的解药。臣相信陛下很快就会走出来的。”贺兰英没有说话，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迈步进了长照寺。长照寺的一念主持带着僧人们前来迎接。阿弥陀佛。一念主持双手合十，行了一礼。他年过60，精神矍铄，宽大的僧袍下，瘦削的身材很有力量，走起路来轻盈如风。贺兰英认得他，之前供奉桑宁灵位的事就是他一手负责的，因此便双手合十，朝他回了一礼，才说要见净尘禅师。一念主持本想亲自带他去的，但贺兰英没让，就不劳烦一念主持了。你遣个小沙弥带路便行。好，一念主持便安排一个小沙弥为他带路。贺兰英跟着小沙弥去了净尘禅师打坐修行的后山。后山中有一棵200年的菩提树，菩提树枝繁叶茂，遮掩出一大片的绿荫。净尘禅师便坐在绿荫下，跟桑琪下棋喝茶，看起来好不自在。陛下来了。桑琪第一个发现皇帝的身影，毕竟那浩浩荡荡一大堆人，不发现就跟瞎子没差了。他忙站起身，上前迎接，双手合十道：“断臣见过陛下。”断臣，他给自己起的佛家法号。贺兰英听得皱眉：“断臣，断绝红尘。安乐君，你这是看破红尘想出家？”桑琪点头说：“是的，红尘多烦恼，断发解千愁。”贺兰英冷笑：“朕这3000烦恼丝还在，你就别给朕添愁了。”他是不许他出家的，桑宁也不会同意的。他想到桑宁，便看向了净尘，走过去，坐到了桑琪之前坐的蒲团。朕有疑惑。净尘笑道：“陛下请说。”贺兰英没说，看向跟过来的桑琪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他走远些。私人对话，不可探听。桑琪虽然很好奇，但还是走远了些。同他一起走远的还有韩达等禁军。鸟鸣啾啾，风吹叶落。贺兰英看着棋盘，捏了桑琪这边的棋子，走了一步，同时抬眸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净尘禅师，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佛吗？你们佛家人真的能修成神佛吗？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异世界的人吗？”桑宁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是什么意思？他是神佛还是异世来客？第117章，他主打一个后宫3000的美梦。他应不是神佛吧？如果他是神佛，怎么会让自己承受病痛之苦？神佛不是无所不能的吗？贺兰英胡思乱想着，目光一直落在净尘的眼睛上。净尘听着他的话，眼神有些愕然。陛下为何这么问？贺兰英没有说出桑宁的事，而是说就是突发奇想，特来一问。净尘没怀疑，思考了一会，回道：“陛下可以这么想，无论是神佛还是异世界的人，凡所种种皆有可能。”这说了等于没说。贺兰英皱起眉：“可能？你们佛家人就给朕这个回答？”净尘淡淡一笑：“陛下没有回答便是回答。”贺兰英，他一时不知说什么，便沉默下来。同一时间，地下囚牢，风雀仪还在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神佛还是异世来客？”桑宁沉默了一会，反问：“如果我是异世来客，你会怎么做？会放了我吗？”他这么问，其实已经是表明身份了。风雀仪也听得出来，没回答他的话，直接问：“
意识是怎样的世界？你怎么来了这里？你所在的身体是妖妃的，你是魂穿，你原来叫什么？多大了？成亲了吗？他的脑子总是转得极快，已经开始探索他的私人信息了。桑宁看他好奇，并不想那么快满足他的好奇。风雀仪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还想知道绿枝、桑琪、冯润生、贺兰英等人的事。风雀仪想着他的问题，心里又生了醋意，但忍住了，跟他谈条件，一人一次一个问题。我先说绿枝，他对你很忠诚，知道你去世后很崩溃，哭得不成样子，连陛下也骂了几次，还要为你殉葬，被工人拦住了。他说出了绿枝的情况，问他你叫什么？他想知道他的本名，他要做第一个知道他本名的男人。一想到他第一个走进他的世界，他就身心愉悦。半死不活的于谭，傻傻守墓的冯润生，沉浸悔恨的贺兰英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跟他抢他？他的得意碾碎在桑宁的一句话里，我就叫桑宁。他是实话，跟原主同名同姓同病弱，或许不这么同频，他都不会穿过来吧。风雀仪不信，皱起眉，这妖巧，你不会再骗我吧？桑宁反驳，如果我想骗你，那我不如胡乱说个名字了。再说，就算我胡乱说一个名字，你又能分得清真假吗？风雀仪无言以对。是啊，他不曾踏足他的世界，自然他说什么是什么。你最好别骗我，我骗你，你又能如何？桑宁心里都是反骨，面上好脾气地说，这种事有必要骗你吗？只是个名字而已。风雀仪心想也是，但嘴上说这个问题不算，我重新问一个，你所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？桑宁也没跟他计较，如是说，是个很文明、富庶、强大的世界，没有战争，没有杀戮，更没有所谓的皇帝，众生平等，女人跟男人也是平等的。女人们可以出去工作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可以想结婚就结婚，想不结婚就不结婚。风雀仪是相信他这些话的，因为从他对他们认打认骂的性格来看，也是异世界文明培养的产物。这个世界的女人哪里敢打男人？没有皇帝有什么？有伟大的领袖。他给科普了一下社会主义制度。风雀仪不是皇帝，兴趣不大，听完后也有深切的怀疑，当然面上没表现出来，只问你成亲了吗？以他的风流来看，不会成亲了吧？他有男人了？几个？他的醋意又在胸腔里升腾，可恨他怕是没机会弄死了。桑宁不知他所想，没有回答，而是说该我问了。风雀仪很遵守原则，点了头，你问。桑宁便问了，我哥哥如何了？他还记得桑琪中毒昏迷的事，不知他有没有转危为安，还有是谁对他下了毒，真是残忍，怎么能祸害美男呢？风雀仪听他提起安乐君，便笑着邀功了，安乐君经我之手，自然转危为安。他还来送了你一程，大概接受不了你去世，现在住进了长照寺，说是看破红尘要出家。啊，出家？那不成啊。他还想着以后见了他多抱他几次呢。虽然是哥哥，但哥哥的怀抱最治愈了。风雀仪倒觉得很好，不是红尘人，不管红尘事，反正他现在喜欢冯润生，对皇帝印象也很好，无论如何轮不到他，他既得不到他的认可，那就干脆没这个人好了。当然现在他也不需要他认可了。他环视一圈巨大的鸟笼，很高兴与他一起画地为牢。桑宁注意到他得瑟的表情，显然他为把他困在这里而暗自高兴呢。死变态，他一定会逃出去的。冯润生呢？该我问了。风雀仪一点不让他，追问道，你成亲了吗？生孩子了吗？桑宁听了，出于恶心他的想法，就扯了谎，那肯定结婚了呀。我们新时代，女人可以娶很多老公的。我呀，不多不少，7个吧。至于孩子，也生了3个了。我就是生产的时候，一眨眼，魂穿来了。他睁着双眼，信口胡诌。风雀仪听得握紧了拳头，7个男人，他竟然有7个男人，不可能，也不对。他目光紧盯着他，审视了一会，摇头道，不，你在说谎。桑宁看他那么笃定，反问，我为什么要说谎？风雀仪死死盯着他，你就是在说谎，你也必须是说谎。他这是受刺激了，自欺欺人了。桑宁意识到这一点，更想刺激他了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有7个男人，这是我明媒正娶的，我还有好些个地下情人没算在内呢。他主打一个后宫3000的美梦，他们高的高，帅的帅，温柔的，成熟的，酷炫的，奶甜的，那是各有姿色，各有风情，床上可会伺候。够了。风雀仪听不下去了，冷声打断他的话，捧着他的下巴就是一通强吻。桑宁随他放肆的吻，相比热情的冯润生，莽撞的贺兰英，他发现风雀仪是个接吻高手。不，或许是没有对比，没有突出，但风雀仪是越来越会的。
蛇与蛇的脚缠甚至让他惊喜。麻蛋，能给他男色享受的人原来在这里，还有没有天理？第118章，当我是傻白甜啊！桑宁享受了一会，忽然一个念头窜进了脑海，他这么会接吻，很有经验啊！这经验哪里来的？他想多了，立刻推开他，嫌弃上了。哟，吻技不错呀，糟蹋多少女人学来的？他天性自我，向来宽以待己，严于律人。尤其冯润生、贺兰英一个比一个纯，对比他们，他自然更挑剔风雀仪了。这死变，太怕事，没他们纯情。哼，脏男人，臭男人。殊不知风雀仪只是学者型男人罢了。他完美主义，不做就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对女人也是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喜欢那就必须得到了，也不容别人沾染一点。桑宁是意外，她曾是燕云帝的女人，又跟贺兰英、冯润生、于谭纠缠不清，她很介意，但谁让她不争气？就是看上了他。从前他为了给冯润生治病，还特意去搜罗了一些美人，让他们去诱惑他。他更在这个过程里出入过烟花之地，看多了男欢女爱，以致生理性厌恶。没有感情的纠缠，如同野兽般的喘息，痛苦或者快乐都丑陋到狰狞。他是真的厌恶。后来喜欢上桑宁，知道他贪于此乐，想着讨好他，又去了烟花地观摩学习了不少经验。不成想到是让他误会了。你很介意？他询问的时候表情是喜悦的。他介意的话，是不是说明他喜欢他？桑宁翻个白眼，当然介意。你都有别的女人了，跟我玩什么球？净月恋？没有，我没有。风雀仪这么说时，俊脸变红了。我没有别的女人。不知为何，忽然感觉他这个年纪没有别的女人就很尴尬，好像他很逊似的。桑宁不信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当我是傻白甜啊。风雀仪喜欢他的介意，觉得他也是喜欢自己的，心情就很好，笑道：真没有。如果我骗你，就让我。桑宁抢了他的话，就让你不行。当太监。风雀仪，他是真够狠，但他问心无愧，也不怕，便点了头。桑宁对他的表现不满意。什么？谁家发誓是你这样发的？风雀仪听得皱眉。那你呢？我什么？你跟7个男人，骗你玩的。不过我倒是想，你以后别想了。他又去吻他的唇，不想他说出那些伤人的话。桑宁知道他干净，便也不排斥了。他闭着眼，乐于享受他的伺候。就是没伺候一会，听到了脚步声。大人，二爷来了。二爷是风雀仪的小叔风战之。风四最喜欢这位经商的二爷，每次一来那都是出手阔绰，给他们撒钱，因此奔来的脚步很匆忙，语气里也满溢着欢乐。他年纪最小，生的模样俊秀，唇红齿白，性格也很活泼，有点冯润生的影子。桑宁一见他，眼睛就定在他身上了。风雀仪顺着他的目光看到风四，立刻意识到风四就是冯润生的翻版，顿时就黑了脸，心情糟糕了。果然，他最是喜欢冯润生了。他燕无极屋都开始迁怒风四了。谁让你来的？你以后没事不要过来。还好他只是贪着桑宁的吻，没动手扯他的衣裙，不然他这么贸然闯进来，不是什么都看到了。风四其实什么都没看到，顶多看到风雀仪把人压在床上，都没看到桑宁的脸，就这么挨了训，人也懵懵的。啊，哦，是大人。他摸摸脑袋，一头雾水，眼神可无辜了。当注意到桑宁从风雀仪怀里探出头，瞧着他，俊脸顿时红彤彤的，羞赧的不行，人也转身跑出去了。大人，二爷来了。他一边跑一边不忘自己的使命，回头通传了一声。这一回头就看桑宁美眸含笑，朝他挥着手。他为什么朝自己挥手啊？不过他是真漂亮啊，眼睛像是闪亮的星星，嘴唇红艳艳的，皮肤白里透着粉红，不像是喝醉的酡红，人也慵慵懒懒的娇贵。明明他把他从棺材里抱出来时不是这样的，怪不得大人无论如何都要得到他，他可真迷人。桑宁不知风四的心理活动，感慨着：哎，又一只羞涩的小奶狗啊！他看得更喜欢了。哎，世上帅哥千千万，恨不得雨露均沾。风雀仪看他那垂涎的目光就来气：桑宁，你眼神收敛点，别打他的主意。桑宁确实见了帅哥走不动道，但面上很无辜，紧张什么？我在你的地盘，能做什么？你什么都能做。你想撩人，还会顾忌地点。他是看穿他的本性了，便捏着他的下巴说：你已经撩到我了，桑宁，等你身体好了，你且瞧着，我必不会心软。他会在床上好好收拾他，他会让他再也不敢肖像别的男人。桑宁听多了他们的嘴硬，不屑道：有本事你现在就来啊，谁怕谁啊？风雀一看他还不知死活的刺激他，温柔一笑，言语冰冷：记着你的话，到时候别哭。对了，
桑宁，你现在的处境还没教会你要怎么说话吗？后面这句话立刻点醒了桑宁。是哦，这是个疯子，还是个疯子神医。相比顾忌着他身体不敢乱来的冯润生、贺兰英、于谭，这是个敢给他喂假死药的疯子。以他的能力，绝对能吊着他一口气，把他在床上折腾死。操！大意了。他心慌慌的，有点怂。现在说句软话，还来得及吗？风雀一看出他怕了，冷冷一笑：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桑宁，他怎么就是改不了嘴碎的毛病啊？但是到如今，服软是不可能服软的。滚蛋！他冷脸赶人。风雀一想着小叔回来了，也不能多留，以免引起他的怀疑。尤其这人还是个忠于贺兰英的，他不能让他看出端倪。乖乖等我，一会就回来。他重重亲他的额头，离开前喊来2个哑女留下来照顾他，务必看好了，不容有失。他这么说还是不放心，又想让风姨来守着，但想想风姨的脸，罢了，还是让风儿来吧。第119章，原来他是被女人绊住了脚啊！风儿并不是长得不好看，事实上他生了张粗犷的糙汉脸，小麦色的皮肤，钢筋铁骨般的高大身材，还是个武痴，也是4人里武力值最高的。但正因他是武痴，没什么花花心肠，反而显得更安全可靠些。如他所料，风儿来的时候还带着风战之送他的一把柳叶刀，显然合乎他的心意。坐在凳子上就爱不释手的欣赏着，还拿着帕子擦了一遍又一遍。桑宁看到这里，出于无聊就投其所好的夸奖起来：这把刀不错，做工精巧，寒芒战战，定然削铁如泥，给我瞧一眼呗。风儿听到了很意外，回头看他一眼，姑娘也懂刀。桑宁嫣然一笑，也有不懂之处，如你不吝啬，还望多多指教。身为男人怎么能吝啬？风儿是粗犷之辈，生性豪迈，更不懂什么吝啬了。主要难得有人问他这些，他没得分享，就积压内心。如今有人好奇，自然倾囊相授，滔滔不绝。这把刀是风二爷刚刚送我的。他走上前，没什么男女之别的坐到床边，就眉飞色舞的比划起来。同一时间，风雀仪在国师府的正厅见到了小叔风战之。说来，整个风家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风战之了。原因无他，风战之辈分大，年龄小，才20岁，让他这个23岁的人怎么喊出口？但喊不出口也得喊小叔。风战之刚给下人们派发了赏赐，这会正坐在椅子上喝着茶，茶水是浅绿色的，茶杯是金子做的，那只捏着茶杯的手白皙修长，莹润有光，戴着1、2、3、4个金戒指，雪白的脖颈上还戴着2串细细的金项链，一直垂落到衣服上。他穿着浅金色的华服，腰带是重金镶嵌的，特别显眼，上坠着一个金线绣成的香囊，香囊里装着个金玉扇子，随着他起身走动而晃荡着。雀姨来了。风战之含笑上前，伸开双臂，热情地跟他拥抱。风雀姨就不那么热情了，嘘嘘抱了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让小叔久等了。”久等的风战之喝了2杯茶，期间就想着风雀姨因为何事绊住了脚，朝堂政事，还是在钻研医术。这一拥抱就明白了，原来他是被女人绊住了脚啊！风战之闻到了风雀姨身上女人的香气，因了这点香气，一留意就看到了她被咬破的耳垂，那残留的牙印定然是女人留下的。什么女人有能耐绊住这位清冷寡欲、眼高于顶的侄子的脚？好奇啊！当然，他没有显露好奇。这个侄子最是谨慎，察觉到他的好奇，没准会极力掩饰的。那时他想查就查不到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好侄儿，半年不见，越发精神了。风战之用力抱了抱风雀姨，以一张少年郎的脸说着长辈的话，就很违和。风雀姨忍受着这份违和，敷衍回着：“小叔才是越发精神了。瞧瞧这一身的金子，他行走在外经商，能活着真是好命。”风战之嘴甜如蜜：“小叔是一见你就精神了。”风雀姨大可不必。他内心嫌弃，嘴上则笑：“我见小叔也是这样。”两人寒暄了片刻，风战之让人打开5个箱子，2箱是满满的金元宝，2箱是满满的金砖，乍一看真的是金光闪闪刺人眼，还有1箱是各种珍奇的摆件器皿，当然都是金银玉石制成的。风雀姨收多了风战之送的金元宝金砖，没什么兴趣，直接看向了那1箱珍奇物件，想着给桑宁寻些新鲜好看的首饰，可惜没有。他皱起眉头，有些失望，怎么还是这些？他觉得风战之的审美该提高了，太俗了。风战之解释，这些年4处战争，金银才是硬通货，陛下不久要御驾亲征，战事一起，你瞧着，还是金银保险些，再保险也够多了，他就是几辈子挥霍也挥霍不完的，所以可以收藏些其他稀罕玩意儿。总之，风雀姨很嫌弃，
但嫌弃之余，盯上了风战之脖颈的金项链，就伸出了手：“你脖子上的东西给我吧。”风战之见了，一点不吝啬，立刻就取下来给他了。同时，心里再次确定了一件事：小侄儿有女人了。这金项链9成是拿去讨好女人的，不知何等绝色，让他动心啊！他是真好奇。正好期间，就见风雀移目光下移，瞥到了他腰间挂着的香囊。“你这个扇子给我瞧瞧。”“不行，这个扇子不行。”风战之伸手护着，不肯给了。扇子一扇，起风起财，对他们生意人来说很重要的，更是他的吉祥物来着。风雀一见他不肯给，那就更想要了。小说我就瞧瞧，反正哄到手就是他的了。风战之能不知道他的拈坏心理？他见风雀一伸手过来，立刻跳开，离他远远的。“那个雀一，我要进宫面圣，先走了。”他迈步想走人，风雀一长臂一伸，挡在他面前，威胁着：“小叔，叔侄和气才能和气生财啊！”言外之意，他如果不给他，那他就不和气了，而他不和气，那就是对他用药了。风战之跟风雀一年龄相差不大，小时候惹到他，没少被他用药饿着。昏睡一天是轻的，烂手烂脸也不是没有过。他这张脸没毁容，全赖他心慈手软，妙手回春。他不是没想过报复回去，但他没有天分，对各种药草就是分辨不出来，也记不住他们的药性，久而久之，学而不会，就心生厌恶，避而远之了。但对精于医药的风雀一就是崇拜跟喜爱了。成年后，叔侄2人各有发展，哪怕知道他不喜欢自己，还是上赶着送钱送宝贝，生怕他穷了。哎，就是个普通的扇子。风战之不情不愿地拿出来，递给了他。风雀一接到手，打开来，金子制作的骨架，扇面也是上好的金色丝绸，就是金线绣成的4个字，特别俗：财、源、广、进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他都不敢想象桑宁见到这东西的表情，太俗了，根本拿不出手。他是真嫌弃，脏了手一般扔风战之怀里去了。第120章，真的是心疼死他了。风战之忙伸手接住了，抱在怀里，不高兴了：“你不喜欢也别扔啊！”风雀一讥诮：“如此俗物还当个宝贝，你跟人谈生意时不觉得丢人吗？”风战之不以为然：“大俗即大雅，是你不懂欣赏。”他生气了，把扇子放进香囊里，说要去皇宫面圣。临走前点了风二跟随，现在竟都有些乱，连陛下都被行刺了，还是让风二护我一程吧。他其实没那么怕死，身边的护卫都是请来的江湖高手，绝对不比风雀一的人差。之所以点名要风二，更多是想借风二的口了解一下风雀一身边的女人。“你换一身行头，保管安全。”风雀一讥诮一句，却也安排了人保护他。这人是风三，武力值也就略逊风二一些。他很谨慎，知道风二头脑简单，很容易被套话，就换了风三去保护他。风战之听了没异议，风三也行，也是个老实人。反正除了他风雀一，风家都是老实人。风雀一出于表面的叔侄情，亲自送了风战之出府，没跟他说皇帝去了长照寺，就让他在宫里等着吧，反正他是没时间招待他的。风战之不知内情，还天真的说：“雀一，你准备下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叔侄俩好好喝一场，不醉不归。”风雀一不走心的笑：“行啊，如果他能回来的话，以皇帝目前痛失所爱的心境，大概会拉着他不醉不归吧。”风雀一等风战之上了马车，才回去了。正厅里的几箱财物由风仪清点着。风仪最为年长，比风雀一都年长，年近30的他，一袭白衣，君子端方，模样出众，温文儒雅，成熟稳重，不仅会医术、武术，还很会管家，算得一手好账。共计16000两黄金，金佛2件，金马3件，金象2件，金制器皿5件等12件。大人，还是送府库里吗？送暗宫吧。暗宫是他给地下囚牢起的名字，他觉得那是一座独属于他的繁华的地下暗宫，他是暗宫的王。是。风仪应声，安排人抬起箱子送去了暗宫。风雀一先他一步去了暗宫，本以为风二会一个人远远玩他的柳叶刀，没想到他会把刀拿给桑宁玩。该死！他担心桑宁的安全，一时关心则乱，就吼道：“风二，你在干什么？”他不仅给桑宁危险品，还坐在床边跟他有说有笑的，岂有此理？风二见风雀一回来，还很生气，立刻站了起来，面色拘谨不安，不知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。大人，他眼神茫然，就真的是呆头呆脑的。桑宁跟他相谈愉快，或者说他跟什么帅哥都能相谈愉快，也不忍帅哥被风雀一责难，就出了声：“你吼什么？吵死了！”他好不容易哄得风二把刀给他欣赏，那冰凉凉的手感，他还没玩过瘾呢。风雀一已经快步到了床前，并朝桑宁伸出了手，肃然道：“把刀给我。”桑宁死过一次了，
这回才跟帅哥聊得嗨，还真没什么死志，就很听话的给他了。结果风雀姨拿了刀，转身就划向了风儿的手臂。那削铁如泥的柳叶刀划过风儿的左手臂，顿时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，鲜血汩汩流出来，因为汹涌，鲜血红得发黑。桑宁看得刺眼，比风儿本人还愤怒。你干什么？当着他的面伤人，还是从他手里拿的刀，倒像是他害了人。还是个糙汉帅哥，麻蛋，伤在帅哥身，痛在他心，真的是心疼死他了。风儿也很猛，不过哪怕被划伤，伤口特别疼，也没一点不悦之色，相反，很恭敬的躬身一拜，大人息怒。风雀姨没息怒，冷着脸问他疼吗？风儿对上风雀姨冷漠的眼，摇头说大人息怒，不疼的。他也不怕疼，就是不懂他怎么发了火，明明他是最不易动怒的人。风雀姨又冷着眼问，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？不知。滚下去反省。是。风儿眉眼恭顺的下去了。他还猛着，那种发猛的表情看得桑宁于心不忍。桑宁觉得风儿跟陈静很相似，是很愚忠的人，当然陈静只在效忠皇帝一事上愚忠，别的地方心眼子也很多，而风儿是什么地方都挺愚笨的，就一呆头呆脑的糙汉，独树一帜的呆，也很挠人心痒痒。不开窍的人开窍了，是什么风情？多让想入非非，多吸引人。可惜他在风雀姨手里被严重束缚了发挥空间。风雀姨像是看出他的花心，捏着他的下巴，眼神凌厉，别招惹我的人。桑宁，我不是贺兰印，由着你招蜂引蝶，我不舍得杀你，那就杀你桥上的人，你仅可以试试。啪！桑宁面对他的威胁，毫不犹豫地给他一巴掌。太讨厌他了，如果不是他身体不好，真的想打死他。他明明不是暴力的人啊，都怪他不好，激起了他体内的暴动因子。桑宁，风雀姨猝不及防挨了一巴掌，气得咬牙握拳，随后一拳重重垂落在他身边。他的文雅，他的内敛，他的泰山崩于底儿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淡然，在他面前通通被他一巴掌打个粉碎。桑宁见他生气，果断打一巴掌给一甜枣，改为伸手轻轻揉揉他的脸，软声说着，你就不能讨喜点吗？我脾气不好，你还在我面前逞凶斗恶，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？风雀姨学冯润生跪下叫姐姐，姐姐就把心给你，你不是最想要姐姐的真心吗？风雀姨，骗子，没心没肺的骗子。他皱紧眉，俊脸紧绷着，嘴上还是很硬，我不是他们，你也别想把我变成他们。他看不上冯润生、贺兰英等人在他面前没底线的样子，哪怕他们对他那么好，他还不是耍弄着他们。他看似柔弱，实则心似烈马，一味顺从，根本驾驭不了他，反而会被他轻贱。桑宁不知他的心理活动，听他这么说，二话不说就把手收了回来。哼，还是他打得轻了，看他这态度，以后打他脸也不好心给他揉了。风雀姨误会了，忙闪身躲开了。他以为他又要打他，躲得那叫一个迅速，结果桑宁只是收回手，整了整自己的头发，画面就很尴尬。他俊脸爆红，男人尊严至上，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。他一个8尺男儿，这是被他打出阴影了。第121章，女人不过是锦绣江山的点缀罢了。桑宁，你这坏习惯必须改。风雀姨故作凶恶地丢下这句话，就红着一张俊脸转身走人了。他不跟他争吵了，还是早些研究医药，治疗好他的身体为重。等他身体好了，他就账新账一起算了，定让他在床上哭着叫爹爹。桑宁看他离开，低眸看了下自己的手，也挺猛的。哎，她是小仙女，真的不想打人的，都是他气的，都怪他不好。风战之也在怪风雀姨不好。他到了皇宫，没见到皇帝，一问才知道皇帝去了长照寺还没回来。这事儿他不信风雀姨不知道，但风雀姨没有提醒他，真的太过分了。他一路奔波回到晋都，第一时间就是去看他。他呢？他就这么不喜欢他这个小叔吗？他心里很受伤，也很怨怪风雀姨，不过也没忘记分析原因。风雀姨是故意不提醒他的，他不想自己留在国师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被女人绊住脚，不想招待他，似乎只有这个理由了。哼，没良心的白眼狼，有了女人就忘了小说。他想通后也没跟他计较，反正不急于一时，就安心在皇宫等皇帝回来好了。他不想在御书房坐着干等，就在御花园闲逛，逛着逛着就碰到了公主。贺兰慧是哄着太后出来晒太阳的。太后关心儿子，心急发作，病了好些天，终于把桑宁下了葬，才算了一桩心事。人已入土为安，接下来就等着时间抹去儿子的心伤了。母后是风二爷。贺兰慧一眼瞧见了风战之，那一身金色，后背还是金线绣着的财神图案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风战之，他回来了。太后还是很喜欢风战之的，立刻对女儿说：快，请他去静心亭一叙。
静心亭就在御花园中，周边垂柳飘扬，湖水波光荡漾，风景很不错。风战之过来后，躬了身，一一行礼。小人风战之见过太后、公主。太后招呼他坐下，含笑道：“莫要说这些，你来了好。阿英最是跟你们叔侄谈得来。对了，怎么没见风国师？”风战之没提风雀仪在家陪女人，而是给他寻了个合理的理由。太后还不了解他，不是正事，就是医药，自然又在家里捣鼓他的医药去了。太后听了，夸奖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多才多能之人，未有如风国师者。”风战之听了，也回夸：“古往今来，少年创下建国之帝业，未有如陛下者。”当然，贺兰英也是站在贺兰家族的肩膀上。贺兰家族深耕漠北近100年，势力庞大，恩威深入民心，早已经是燕国的心腹大患。燕云帝借着妖妃之手削去贺兰家族的军权，才逼反了贺兰家族，有了贺兰英改朝换代的时机。陛下去了长照寺，太后见他提及儿子，便感慨了：“他是个痴情人，不知要多久才能走出来。”风战之不知晋都之事，只听说少年天子被燕国妖妃迷住了，然后听过就忘了。女人哪里有江山重要，哪里有金银重要？太后言重了，陛下心系万民，有宏图之志，自会早早走出来。他不觉得皇帝会为了女人荒废江山，女人不过是锦绣江山的点缀罢了。太后叹息：“希望吧，你见了陛下便知道了。”风战之点头道：“太后放心，小人必多多开解陛下。”太后这才满意了。等到了午膳时间，留了他吃午膳。午膳后，他去歇息，就让女儿陪陪他。贺兰会陪着风战之继续在御花园闲逛，天南海北聊了一个时辰，实在没什么可聊了，便相约着出了皇宫，就在皇宫门口等候皇帝回来。他们等了一个时辰，彼时日落时分，夕阳如血，才看到了皇帝的车驾。贺兰英回宫了，他在长照寺吃了斋饭，跟桑宁供奉在长照寺的灵位说了好些话，才启程回宫了。当然，回宫前把桑琪带了回来。桑琪跟他同坐一辆马车，静默一路，还是有些不情愿回去，但出于敬畏皇权，就一直隐忍着，然后到底没忍下去，就小声咕哝：“陛下，您这是强人所难。”贺兰英瞧着他的脸，没说话。他不许桑琪出家，哪怕住在长照寺也不行，就是想多见见他的样子。他们兄妹相似，他看着桑琪，就像是在看他。桑琪被他看得心里肋骨，皇帝应该不会有断袖之癖吧？他能不能不要一直看他？他知道他跟妹妹很像，但他不是妹妹啊。嗨嗨，陛下，我不出家了，我就在长照寺休养几天也不成吗？我真的觉得那儿适合我休养身体。有佛祖庇佑，他痛失妹妹的悲伤之心都被治愈了不少。贺兰英听了他的话，还是不回应，就一直安静地看着他。桑琪受不了他的火热目光，就掀开了马车帘，想着看看外面的风景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这一看就看到了公主。陛下，公主在等您。桑琪其实第一眼看到的是浑身金灿灿的风战之，但他不认识，视线一转就看到了他身边的公主。贺兰慧看到了皇帝的车驾，忙走上前迎接了。贺兰英也透过马车帘看到了他，皱眉问：“你怎么等在这里？出什么事了？”贺兰慧含笑摇头：“没出事，就是想见皇兄了。”“皇兄，风二爷来了。”贺兰英已经看到了风战之，之前有意安排他跟着楚玉去治理桑州的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桑宁不在了，桑州之事也得搁置了。他出于爱屋及乌的心情，忽然想对桑琪好些，也不想灭他们兄妹的国了。桑州还是桑国，他要怎么做？大臣会同意吗？还得再想想。小人风战之见过陛下。风战之上前行礼。贺兰英坐在马车上，低眸瞧着他，还在思考之中。桑琪听过风战之的名号，一代经商天才，主做药材、茶叶、香料，不然早在桑国时，他就请他来做丝绸生意了。瞧瞧他那一身的金色华服，就是出自桑国的黄金丝绸。黄金丝绸的丝来源于黄金蚕，黄金蚕以黄金为食，不仅成活艰难，土丝也极少，能穿一件黄金丝绸制作的衣物，也就皇室成员了。真是豪奢人物。说来，燕国败落，规章制度成为摆设，才有商人随意穿着而不受管制。晋国以黑金色为尊，才容许了他这样的豪奢行为。纵然如此，相对来说，晋国还是宽容开明的。当然，也许还有晋国建国不久，百废待兴，规制不全的原因。小人风战之见过安乐君。风战之也向桑琪行了一礼。贺兰英听到这声安乐君，忽然就觉得刺耳刺心了。这个安乐君的称呼也该换了。曾经他给他这个封号，有警示他安分守己的意思，或许别人看来还有一层羞辱之意，但那绝不是他的本意。现在听来就很不舒服了。第122章，就是美的雌雄难辨了。桑琪不知自己将要沾着妹妹的光走向坦途，正跟风战之寒暄。风二爷久闻大名。风战之抬起头，才算看清了桑琪，
顿觉惊艳，真是个美男子，就是美的雌雄难辨了。贺兰英看风战之瞧着桑琪像是瞧入了迷，心里一阵痛楚。桑琪固然很美，但跟桑宁相比，又能美到哪里去呢？她比不上桑宁的1/10美。可惜佳人真绝世，一世难再得。先回宫吧。他下了令，马车便又驶动起来。贺兰英闭上眼，给桑琪重新想封号，还询问他的意见。昭宁君如何？荣夷宫美曰昭，明德有功曰昭。昭宁，昭示天下，许他一世安宁。这定然是桑宁想看到的。桑琪听了很愕然，陛下这是为何？好端端的怎么给他改封号了？他良心发现了。如果是因为妹妹，那大可不必。他不想枕着妹妹的尸体过上这种安宁富足的生活。微臣还是喜欢安乐2字更合乎微臣的追求。他的妹妹没了，是安乐还是昭宁有什么区别呢？贺兰英不知他的心思，看着他的脸，目光温柔而哀伤，就忽然这么想了。以后就这样叫吧。他说完又闭上了眼。等到了皇宫，便让王成重新拟了旨，封他为昭宁君，赐住昭宁殿。宫人也准备好了酒宴。贺兰英照旧在昭霞殿为风战之接风洗尘。桑琪也被拉来作陪，跟风战之相谈甚欢。至于贺兰英，她安静地坐在龙椅上，一杯一杯喝着酒，目光则落在桑琪脸上，像是在看着心爱的人。风战之都看得心里膈应了，几个意思？皇帝喜欢男人？虽然安乐君不对，应该说昭宁君确实美得让人惊艳，但他是男人啊！陛下，陛下！风战之叫了几声，都没叫醒皇帝，还是王成推了贺兰英一下，才把他推醒了。贺兰英把目光从桑琪身上转向了风战之，目光还是涣散无神的。怎么了？风战之汇报自己的战果，回禀陛下，小人在绿洲发现了2个铁矿，还募集了一批铁匠，可为陛下打造铠甲、兵器。他是商人，无奸不商，最初就是靠着战争发财的。他也是热衷发战争财的。基于这一点，他是贺兰英的忠实拥护者。贺兰英见他这么说，就被他点燃了野心。这晋都没了桑宁，也对他没了吸引力，是吗？倒是可以去看看。他喝着酒，估量着晋都到绿洲的距离，2000里也没多远，日夜兼程，2天就到了。主要是粮草。他又喝下一杯酒，俊脸被酒水熏红，已经有了醉意。风爱卿，朕更缺粮草啊！风战之端着酒，朝他一拜，笑道：“小人正要说这个，在夔州，小人发现了一个燕国粮仓，估摸有20万斤的粮食。陛下不愧是天命之子，鸿福齐天，天佑陛下，这是上天都在帮助您开疆辟土。”这话就燃了起来。贺兰英难得的高兴起来：“你这张嘴啊，不错不错，天佑大晋，来喝酒喝酒。”他不知风战之谎报了粮食的数量，其实那粮仓有40多万斤，是被一个盗墓贼发现的。那盗墓贼发现粮仓后，直呼挖到了宝，就决定守着粮仓做生意了。也是他倒霉，他想跟风战之做生意。天下有钱人莫过于风战之了。他的想法没错，但他没想到风战之有钱有胆子，还心细如发。风战之跟他谈生意，言语间得知他有大堆粮食，就把风雀仪给他的药下到酒里，然后几杯酒一喝，他就知道了事情始末，当即就一刀捅死了跟他谈生意的盗墓贼头，连同相关知情的同伙都灌醉了，杀了个干净。他杀完人，知道瞒不住消息，就只能上报天听，也当立功了。天佑大晋，恭贺陛下，江山千秋万代。风战之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贺兰英也一杯杯喝个没完，不知不觉就喝醉了。他喝醉了，理智离家出走了，就离开位置，抱着桑琪哭了：“桑宁，桑宁，朕想你了。”桑琪，他是安静喝着酒，或从身边来，猛然被个大男人抱住，吓得酒杯都掉了。“陛下，陛下，您喝醉了。臣是桑琪，不是桑宁。”但贺兰英已经分不清他是不是桑宁了。不，应该说他认定他是桑宁了，就抱着他哭：“桑桑，对不起，朕没有保护好你。桑桑，你别怪朕。桑桑，你想朕了吗？朕好想好想你啊。”他如果只是哭还好，但他哭完还胡乱亲人。桑琪脸上一湿，差点吓尿了：“陛下，救命！快来人啊！”他呼喊着王成，身体抖得厉害，真怕清白不保。天，这晋都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。高人，呜呜，他想回家。不，他想出家。王成也很快上前来拉人：“陛下，醒醒，您认错人了，这是昭宁君。陛下，快松手吧。”但喝醉的贺兰英力气是真的大，他抱着桑琪，力道如猛虎，能把人勒死了。桑琪那是又怕又急，一时急上心头，抓着酒瓶就想给他来一下。这贱人就扑的酒鬼，还是死了吧。不可！王成看到他想行凶，忙出声拦住了：“昭宁君，
你冷静些，陛下是喝醉了才失了态，怪就怪他跟桑贵妃，不对，应该说皇后了，怪他跟皇后太像了。风战之看着失态的皇帝，麻利溜走了。这事儿不是他能看见的。别看他年轻，不该凑的热闹，他是一点不凑的。风二爷，风战之，桑琪不想他离开，还想着跟他多聊聊做生意的事儿，便是不聊做生意也行，反正他宁愿跟风战之聊天，也不想跟皇帝聊天。但贺兰英就是抱着他不撒手了，还厉声喝退了王成，滚开，不要碰朕。王成早喊来了侍卫，但他们看着醉醺醺的皇帝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由于风战之的离开，这就像是一个提醒，王成为了皇帝的英明，也不敢让侍卫久待，忙把他们赶出去了。是以到最后也只能由着他抱着桑琪了。贺兰英抱着桑琪又哭又亲，还好没乱摸，不然那是真要死人了。桑琪能被他吓死了，但没吓死也羞死了，因为皇帝在他耳边说：桑桑，你还疼不疼？是不是朕那晚弄疼你了？或者你觉得朕做的不好，让你感觉受到了羞辱，所以你厌了朕，才想着一死了之。第123章，果然啊，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是他能听的吗？桑琪听不下去，便红着脸，眼睛一闭，往贺兰英身上一趴，装着晕了过去。这是贺兰英见过几次的画面。桑宁身体不好，经常一言不合就晕倒，他就这样被吓到了，酒意也被吓散了。桑宁，你怎么了？桑宁，御医，快叫御医！王成知道桑琪是装晕，便趁机说：陛下，您快松开他，这样他会不舒服的。贺兰英听了，便不敢碰桑宁了。他坐在地上，由着桑宁靠在自己身上，两手耷拉着，神色无助而可怜。桑琪见没了束缚，身体一滚就滚到了地上，随后连滚带爬的逃出了招霞殿。天，刚刚真危险啊，真吓死他了。桑宁，桑宁，你去哪里？贺兰英爬起来想去追，但被王成紧紧抱住了。陛下，那不是桑皇后，是昭宁郡，您看错了。不是，朕没看错，那是桑宁，是朕的皇后。好，是桑皇后，陛下，桑皇后这是跟您玩捉迷藏呢，您站稳些，奴才这就扶您过去找她。他半扶半哄着贺兰英去了太极殿。太极殿是贺兰英的寝殿，但现在有太后安排的妃嫔。太后得知他在朝霞殿宴请风战之，便知他会喝醉，就提前安排了妃嫔过去伺候。正是御史大夫的女儿惠昭仪程子惠，她衣衫单薄，玉体横陈，雪白而笔直的双腿在空中舒展着，摆出极诱惑的姿势。陛下，陛下！她轻唤着，声音柔媚多情。贺兰英醉眼微眯着，没看清是谁，只知道床上趴着个女人，顿时怒道：谁许你爬朕的床？来人，拖下去！他醉得厉害，也记不得程子惠的身份，只知道有女人爬他的床。可恶，桑宁知道了会生气的。陛下，妾身奉太后之命伺候您啊！程子惠自觉拿到了太后这个免死金牌，谁不知道陛下最孝顺了？是以哪怕皇帝喊人来拖他下去，也没侍卫敢进来。程子惠见没人敢进来，便下了床，赤着白皙的双足，扭臀摆腰的走到了皇帝面前，往他肩膀倒过去。贺兰英及时闪开，程子惠没防备，差点摔了下去。还好他腰肢有韧劲，关键时刻稳住了身子。陛下，妾身不好看吗？陛下，您看看妾身啊！他娇嗔着，再次往他身上扑。贺兰英再次躲开，也变得烦躁了，放肆，速退下！他看在她是女人的份上，所剩不多的理智没让他抬脚踹她。王成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弄走，弄走！他一手扶着胀痛的额头，一手不耐烦的摆手赶人。王成其实是顾忌着程子惠穿的太少，才没敢喊侍卫进来。如果侍卫们进来，看他这样衣衫不整，那就不合礼仪了。因此只能好言相劝：惠昭仪，陛下今晚喝了很多酒，怕也成不了事，您就先回去吧。程子惠哪里舍得离开，就是醉酒了才容易酒后寻欢。眼下潘玉断臂养伤，崔雪莹沉迷研究棋艺，董香怡是个不争气的，平日连宫门都不出，只要她成功得宠，未来后宫就是她的天下。她野心勃勃，是要哄得皇帝宠幸她。陛下，您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桑宁啊。他真的不想冒充桑宁而得宠，但他没办法了，只能忍得一时，谋得长久。贺兰英一听桑宁就看了过去，但程子惠侧过头，拿袖子遮住了脸，那帕子是纱质的，遮住脸时就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美。当然他露出一双眼，那双眼被他勾勒成了桑宁的狐狸眼，右眼角还点上一颗红色泪痣，眼尾也画得红艳艳，总之很有桑宁的妖态。贺兰英喝醉了，一时脑子转不开，真把他看成桑宁了，同时双脚朝他走去，嘴里唤着桑宁桑桑。他太想他了，
伸手就想去抱他，但程子慧怎么会给他抱呢？他在他靠近时，脚尖一转，躲开他伸过来的手，把他往床边引。贺兰英就这么被他引了过去。桑桑，桑桑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程子慧见他中计，心里发苦，面上笑得更加灿烂。陛下，过来啊，陛下！他叫的软妹，人已经坐到了床上，还是拿帕子遮着脸，仅仅流露出一双魅惑的狐狸眼，长腿伸过来，白皙纤小的玉足已经点到了他的胸膛。贺兰英伸手去抓他的脚，那脚踝光光的，没有红绳，没有铃铛。他有短暂的清醒，抓着他的脚踝，醉醺醺问道：桑桑，我送你的红绳铃铛呢？程子慧不知这些，心里一跳，但面上还算淡定，立刻抽回脚，人往被窝里藏。陛下，你来寻啊！你送我的红绳铃铛，我藏被窝里了。他这么说，贺兰英便去寻了。他扒拉着被褥，想去寻红绳铃铛，却被程子慧蒙头盖住，同时人扑到了他身上。暖玉温香入怀，又是心爱的女人，哪个男人能忍住？王成看着被窝里一阵乱滚，似乎真要成事了，都要佩服程子慧的聪慧了。果然啊，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那他呢？他真要这么放纵下去？但不放纵又能如何？桑皇后已经先逝了，皇帝还能为他守贞不成？有些事一旦破解，似乎也就能走出来了。王成这么想着，狠狠心，咬咬牙，转身退了出去。韩达还在殿外保护皇帝，他见王成出来，就问了：陛下睡了？那会昭仪？王成伸手抵住唇，示意他静声，随后伸手招来一个小太监，吩咐着速去准备热水。成事之后总要热水的。韩达见此，便也明白了，忠君如他，向来冷漠的脸终于有了笑。只要陛下宠幸后妃，定能很快走出来，没准我们很快就有小皇嗣了。谁不想要软软乎乎的小皇嗣呢？他可以教小皇嗣剑术的，无论公主还是皇子，只要小皇嗣喜欢，他都可以教的。天佑大靖，他双手合十，还拜了拜四方。王成就没他这么乐观了，面色发苦，小声道：明儿是福是祸，犹未可知呢。如果皇帝醒来看到宠幸的女人是程子慧，会不会很崩溃？帝王一怒，伏尸百万，这位少年天子可是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。阿弥陀佛。他双手合十，也开始祈祷了。前尘如梦，明天是新生，就让陛下走出来吧。第124章，同心一人去，做绝境都空。他的祈祷没有灵验。砰！殿里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，随后是贺兰英的怒吼：王成，滚进来！完了，完了！王成白着脸匆匆推门进去，一进去就看程子慧几近赤裸地躺在地上，一脸的绝望，这模样太不体面了。贺兰英也知道，随手扔下被子盖到了他身上。抬下去！他冷面下令。王成不敢耽搁，速速喊来了侍卫。程子慧也把自己裹进了被褥里，就这样狼狈地被侍卫们抬了回去。店里很快安静下来。王成跪在地上，不停磕着头：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贺兰英没有息怒，一手扶着额头，一手指着床下跪着的人，满面痛色，怒道：你们都骗朕，都骗朕！桑琪装晕骗他，程子慧装桑宁骗他，而他王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骗他。他只是喝醉了，不是喝傻了。陛下息怒，奴才该死！王成已经把额头磕出了鲜血，没一会，鲜血就流满了他的脸，看着很是可怖。但贺兰英一点没心软，满眼失望地说：你当朕什么女人都可以是吗？桑宁才没了，你就让别的女人爬朕的床。王成啊，王成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他失望至极，也就容不下他。就像陈静，他忠诚归忠诚，但没保护好桑宁，也被他疏远了。叫苏颜进来。你那么想给朕安排女人，就去进士房吧。他翻脸无情，还是要把人赶走。王成不想失宠，一边砰砰磕头，一边哭道：陛下息怒，奴才知错了，求陛下看在奴才伺候多日的份上，再给奴才一个机会。陛下，陛下！他还想求饶，但殿门推开，苏颜带着侍卫们进来，不给他机会了。快把人拖出去！苏颜一直留意着殿里的动静，听到皇帝点了自己的名字，便知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，当机立断带了侍卫们进来，断绝了王成复宠的可能。侍卫们跟他交好，也行动迅速，机会难得，苏颜能上位，以后也少不了他们的好处。王成就这么被侍卫们拖了下去。陛下，陛下再给奴才！他的话没说完，就被侍卫们捂住了嘴。殿里再次恢复安静。苏颜忙扶着皇帝下床，小声说着：陛下，奴才让人重新收拾床铺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去冲洗一下。他招手叫来手下的小太监苏小满。苏小满生得唇红齿白，机灵俊俏，皮肤更是白得发光。贺兰英扫他一眼，觉得他太女气，身板也瘦弱得很，不算多喜欢，却也没表现出来。
他对身边人的外貌向来是不挑剔的，只管忠不忠诚，听不听话。像王成，人30了，模样也一般，他还是用了很久的。奈何他今日犯了大错，他该庆幸自己没寻到红绳铃铛，且顾惜着桑宁的身体没有乱来，不然他真的宠幸了程子慧，绝对会杀了他。但没乱来，也是沾了他的气息。他很嫌弃在浴桶里泡得头昏脑胀，痛不欲生。他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昭宁殿，桑琪是这么想的，他以后再也不跟贺兰英喝酒了，太危险了。贺兰英喝醉了就是发情的猪，见谁都想啃一口，太可怕了。他躺在床上撸着猫，把她当妹妹了。桑桑，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哥哥想你了。这静多啊，越来越没意思了。同心一人去，做绝境都空。他闭上眼，祈祷着，妹妹，到哥哥梦里来吧，让哥哥再见你一面，让哥哥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妹妹，对不起，哥哥没能保护你，妹妹啊。也许是他心诚则灵，还真的做了一个梦。梦里妹妹眼睛红肿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哥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被人求助了，我好害怕，我好难受，你快来救我。他被惊醒了，回味着梦里的内容，以为妹妹在棺材里，才有被人求助一说。哎，他可怜的妹妹才18岁，还是个小女孩呢，放她一人躺在棺材里，无怪乎她会说害怕。他这么想着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让人跟皇帝传话，要出宫去看妹妹。贺兰英宿醉醒来，头痛欲裂，本想睡个懒觉，一听桑琪要去看桑宁，也就起床洗漱，穿好衣服去了他的昭宁殿，准备跟他一起去。他痛失所爱，还是自己的皇后，要辍朝10天的。桑琪见到他就想到了昨晚的事，阴影很大，就委婉劝退了。陛下，臣看您面色憔悴，还是多多休息吧，不然到了妹妹坟前，妹妹看到了也会担心的。贺兰英听了像是巴不得，怅然问着，他会担心朕吗？桑琪点头说，会的，妹妹最善良了。至于妹妹曾做下的恶行，那都是自己教唆的，妹妹是无辜的。他觉得老天无眼，便是要报复，也该报复到自己身上。贺兰英听着他的话，苦笑道，他若善良，也该可怜可怜朕，到朕梦里来。他自他死后一直没梦到他，真是遗憾。桑琪听了，很想说出自己做的梦，但又怕他问起来没完没了，便闭了嘴。君臣2人正要上马车，就见公主扶着太后过来了。太后听说了昨晚的事，为程子慧难堪，当然自己也觉得难堪。听说王成还为此失了宠，挨了罚，就更难堪了。他是个慈悲人，不想别人因自己的言行而利益受损。他难堪到觉得没脸见皇帝，但听到皇帝又要出宫，就过来了。陛下，你任性多日了。他这些天跟大臣们一直都在包容着皇帝的任性，无论是他悲伤至极，连躺了3天棺材，还是要封桑宁为皇后，他们本着死者为大，都纵容了。但纵容多日也该够了。你是皇帝，天下人都以你为表率，你看看你现在整日往宫外寺庙跑，像什么样子？他板着脸训话，余光还看向了桑琪，觉得他就是宁臣，不该留在皇帝身边。听说还改封了昭宁郡，赐住了昭宁殿，皇帝真是疯了。皇兄，桑姐姐走了，你就不要这样一次次打扰她了。贺兰会跟太后一柔一刚劝着她。贺兰英并没有被劝动，冷着脸回道，朕再陪她1日，便会去绿洲视察。朕记得自己的职责，不需要你们提醒。他说出这话，言语间尽是皇帝威仪。太后跟公主听了，面色僵了下，也不好多说什么了。他是皇帝，皇帝权威不容侵犯。第125章，没准他们很快就能救秦复燃了。贺兰英就这么跟桑琪一前一后上了马车。太后不放心，推了下女儿，你也去照顾下你皇兄。贺兰慧点头应了，也跟着上了马车。一行人就这么去了桑宁的坟冢。桑宁还是在养伤，养伤日子很无聊，加上看不到帅哥，心情就非常暴躁。当然，也许照顾他的人不是绿枝的原因，他不是哑巴，不能跟他们交流，更显得无聊。你们大人呢？他自从昨天把风雀仪一巴掌扇走，他就没回来了，也不知在忙什么。不对，也许他在忙着研究药，毕竟梁雅女晚上陆续端来了2碗药，他也都喝了，就想看看他能研究出个什么花来。事实上，他的医术没得说，那2碗药一喝，不说身体如何，睡眠质量先提上去了。他能睡着，便能少受些苦，心情变好了。心情好，躺着却无聊，自然要寻个美男玩一玩了。穿粉色裙子的哑女两手比划了一会就离开了。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风雀仪就来了。你找我？今天的风雀仪依旧一袭白衣胜雪，长发由着一根白玉簪挽住了，大概人懂医学，更注重保养。她的一头长发乌黑顺滑的，可以排飘柔广告了。风吹过，长发3000丈，缘愁4个长。他想到了李白的这句诗，当然他俊颜含笑，是没什么忧愁的。
事实确实如此。风雀仪能有什么忧愁呢？他位高权重，医术高绝，前途一帆风顺，还兼得爱情如意。没错，撇开桑宁的真心，他心有所爱，所爱在他鼓掌之间，足可称得上一句爱情如意了。我无聊。桑宁靠着高高的软枕，枕头里都是带着香味的药材，不仅凝神静气，有益身心，还能熏得一身香气。说实话，搁现代，谁不想要个精通医术的男朋友呢？如果他听他的话，他向来达观包容，不介意对他好一些。风雀仪不知他的想法，听他说无聊，便问：你想我怎么做？他跟其他人不同，不会想办法去讨好他，而是问他自己的想法，至于他能不能实现他的想法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不合理的想法，他拒绝了，那是怪不到他身上的。桑宁没提不合理的想法，就是说你陪我说会话。他昨天还没问完话呢，他就被风四叫走了，说是什么二爷来了，听起来是他的长辈，真想来个长辈治治他。风雀仪点头，你想说什么？桑宁说冯润生如何了？他昨天才聊到他，风雀仪就给打岔了。风雀仪这次没打岔，但也没说好话，他能如何？难过几天总会忘掉你的。他现在很好，健健康康的。公主一天跑几次，没准他们很快就能救秦复然了。桑宁听了并没什么酸度的情绪，笑道：如此也好，公主纯善，会对他很好的，前提是你争点气，帮他治好病，让他们夫妻诸事和美。风雀仪听他这么说，很是惊讶，这么淡定。本以为他最喜欢冯润生，听到他跟公主救秦复然会心生妒忌，没想到他还祝福上了。不管真假，他听着心里是很舒服的。果然，他也没他想象的那么在乎冯润生。陛下呢？桑宁又问到了贺兰英，想到他就觉得自己对他很残忍。他为救他而死，绝不是他想看到的。他一定为没能保护他而自责伤心吧？风雀仪没直接回答，而是一个问题换一个问题，说说你的世界吧。你说没有7个男人，那么你有几个男人？桑宁想了想，对着他犀利的眼睛，如实说：没男人。不骗你，真没男人。他对自己没男人很遗憾，小声补充一句：没来得及。风雀仪，那可真是万幸没来得及。为何没来得及？身体不好。我在我的世界跟这具身体一样，天生体弱，一步3喘气，反正就是苟且偷生。他提及过去，眼神黯然。他看得心疼，抓着他的手亲了下，保证道：我发誓，我定会治好你，让你有一具健康的身体。桑宁多少有些相信他的能力了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他能穿来也是一个奇迹。遇到他，治疗好身体，怎么就不能是另一个奇迹呢？转变下思维，乐观看待，也许这是上天给他的机缘。如果你能治疗好我的身体，风雀仪，我就最爱你了。他不吝啬给他激励。风雀仪听了，贪心地说：我要你只爱我一人。桑宁没有拒绝，行啊，你治好我的病，再听我的话，我就只爱你一人。其实他不相信他能一直爱他，等他不爱他了，哪里还在乎他的誓言？誓言只在说出口的那一刻有意义。风雀仪不知他的真实想法，就觉得他今天很乖顺，中邪了一样。等下莫不是在假意顺从，麻痹他的心，好寻到机会逃离。他的防备心很重，听不听话这个要看你的表现，他绝不会无底线纵容他。桑宁见他这么说，便抬手勾着他的下巴，笑了。那你要我怎么表现呀？他躺在柔软的狐狸毛毯里，衣衫穿得单薄，前倾时诱人的曲线深深蛊惑着他往里跳。他太喜欢他了，对他的美色没有自制力，当即就一头扎了进去。他吻他的脖颈，一点点往下，极尽温柔。他说不讨好他，但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在讨好他。他也是真的会伺候人。桑宁按着他的脑袋，轻哼着打趣：风雀仪，你是不是去小关拜师学艺了？小关是出卖色相赚钱的男人，跟继子相同，很侮辱人。风雀仪听他这么说，倒也没生气，毕竟也算是被肯定了技术，就回以一句打趣：舒坦了。桑宁还想更舒坦，就指挥着他怎么做。他向来谦虚好学，还真是会伺候人。桑宁躺到床上，回味着，也给他打了个分数：不错，孺子可教，进步神速，90分，剩下10分留待以后考证。他在吃过跟贺兰英尺寸不合的苦后，暂且息了跟男人负距离接触的机会。负距离接触有什么好？还容易生病。目前的小滋味就很让他满意了。风雀仪考虑他的身体，也没跟他更深入交流的想法。他在伺候好他后，也没让他投桃报李，比如借用一下他的手，就是单纯的想吻他，但没成功。桑宁躲开他的吻，皱眉道：去漱嘴。风雀仪知道原因，捏了捏他的小鼻子，宠溺一笑：没良心。第126章。
桑桑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没良心的桑宁在风雀仪漱口后，跟他接了一个漫长的吻。肢体纠缠是感情升温的直接手段。他看风雀仪越来越顺眼了。哎，今天是沉浸难色的一天啊。在桑宁沉浸难色的时候，贺兰英跟桑琪沉浸在痛苦之中。这份痛苦漫长而持久，待到了坟冢前更加汹涌。桑宁，贺兰英跳下马车往坟冢跑，眼看快到坟冢了，被个东西绊一脚，差点摔倒了。他皱眉一看，哪里是个东西，分明是个人。陛下！冯润生躺在地上，一身脏污的灰色几乎融入了干枯的落叶里。怪不得贺兰英没看到，这回听他发出声，贺兰英认出是他，立刻皱了眉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冯润生在守墓，半夜偷跑过来的，就在坟前睡了一觉，夜里有些冷，就在落叶堆里滚了滚，暖和些，然后就把自己滚成了乞丐。陛下怎么来了？他坐起来，衣服里都进了几片落叶，头发里也沾了几片落叶，真跟个乞丐似的。冯润生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贺兰慧下了马车，跟桑琪落后一步，这回也走来了，一来就看到这样的冯润生，就很接受不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冯家的家仆也来寻人了。贺兰慧听到了，忙摆手大喊：这里，在这里！他呼喊过后，叫桑琪一起把他搀扶起来。桑琪觉得冯润生身上很脏，有些不想碰他的，但他为了妹妹伤心到了这种地步，哎，罢了。他闭上眼去扶他，不想直接被他熊抱住了。桑桑，桑桑！冯润生看差了，或者说他烧糊涂了。桑琪被他抱住，立刻感觉到他滚烫的体温，忙摸了下他的额头，惊道：不好，他发烧了！发烧的冯润生终于看到了他的桑桑，一时又笑又哭。桑桑，我好想你哦。桑桑，你怎么才来？桑桑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桑桑，我们走吧，我们私奔吧。他亦有他的执念跟悔恨，如果他早些带他私奔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如果是痛苦的，他现在如果之中难以自拔。贺兰会看他这样痛苦，十分不忍心，就跟桑琪说：昭宁俊，要不你安慰他一下。桑琪皱起眉，怎么安慰？他想到了昨天发酒疯的皇帝，对他又抱又亲，不能想下去了。他应激反应一般大力推开了冯润生，还跳出了很远。他真害怕他们这些疯子。从前他很高兴自己跟妹妹长得一样，谁见了都说他们一母同胞，这是斩不断的血缘亲情。如今心情就很复杂了，妹妹没了，他看着自己的脸都睹物思人，更遑论这些疯子呢。桑桑，桑桑！冯润生被推开，愕然了一会，就追了过去。桑桑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桑桑，我好想你，你别不要我啊！桑琪拢着衣袍，东躲西藏。公主，你快抓住他！冯润生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你哥，你别追我啊！他吓得往贺兰英身后藏，这就导致冯润生像是老鹰在捉桑琪这只可怜的小鸡仔。贺兰英看他们围着自己绕啊绕的，看不下去了，就像是护崽的老母鸡，一把按住了冯润生的肩膀，怒喝道：够了，他不是桑宁，你清醒点！他心情不好，很想给他一巴掌。冯润生烧得厉害，脏污的脸都掩盖不住他脸上的红色了。你又想把他占为己有是不是？你保护不了他，你根本配不上他。桑桑，你过来。桑琪没理会，探脚勾着一个石块，准备用作自保。如果冯润生敢对他动手动脚，他就送他去见妹妹。刚好他做了个梦，妹妹一人躺棺材里很害怕，有他同葬，他还放心一些。但他没了动手的机会。冯家的仆人们寻来了，也把冯润生架住了。贺兰慧急声催促：他发烧了，快带他回去看大夫。是，公主。冯家仆人认识贺兰慧，应声后就要带着冯润生离开。冯润生不愿意离开，挣扎着喊：你们放开我，不要碰我！桑桑，桑桑！他还没喊完，情绪激动，身体一软，昏了过去。贺兰慧看得揪心，想跟去，又担心皇兄，便留了下来。贺兰英莫了冯润生烦扰，便坐到坟前跟桑宁说话去了。这些天是他陪着你吗？他为你这样，也不枉你最喜欢他。桑宁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该对他好些？他是在心里说这些话的。桑琪坐在坟的另一侧，跟贺兰英隔着坟不见面，也在心里说：妹妹，你还好吗？昨晚梦到你了，你说害怕，想要哥哥怎么做？今晚再入哥哥的梦吧。哥哥把自己扎成纸人，烧了陪你好不好？他们两人都静默无言，眼睛通红。贺兰慧一旁瞧着，心里喃喃：桑姐姐，如果你在天有灵，就保佑他们早些走出来吧。同一时间，桑宁连续打了几个不雅的喷嚏。有人在想我。他对一旁看医书的风雀仪说。风雀仪就坐在地毯上，医书就放在床上。他这么看着，陪着桑宁，听他这么说，便道：我在想你。他才不承认是冯润生。
贺兰英等人在想他，但桑宁觉得是他们在想自己，就说定然是冯润生，陛下想我了。或许还有绿枝，他的小哭包肯定最想他了。想到绿枝，他就来了主意。哎，风雀姨，你想办法把绿枝给我接来呗。她还在，绿枝是月桑殿的大宫女，没人敢给她脸色看，但她死了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人欺负她？风雀姨听着她的要求，没第一时间拒绝，而是说不急，她现在离开会引起陛下的注意力。她知道她在乎绿枝，皇帝也知道，没准会从绿枝离开而想到什么。她不觉得现在就万无一失了，谨慎行事是很必要的。桑宁见他这么说，也理解，就给他出主意。你不是有假死药吗？就让他假死好了。他之前不是想着给我殉葬吗？假死了，不会有人怀疑的。风雀一听笑了，桑宁，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看着他，谨防他自杀吗？再说他何苦弄来一个不安定因素给自己添堵？就冲他这样在乎绿枝，他也不会把绿枝弄过来。他喜欢他们现在的相处状态，因为寂寞，因为无聊，他依恋的粘着自己，满眼只看到自己。这就是他想打造的世界，一个他只有他只会在乎他的世界。第127章，天，这哪里来的金尊玉贵小公子？桑宁听得揪心，这样啊，那他们能看住吗？绿枝不会出事吧？要不你给他点暗示，让他知道我还活着，歇了自杀的心。风雀姨毫不犹豫地应下了。好，行，可以。桑宁看他答应的爽快，就半信半疑了。你不会阳奉阴违吧？他人被困在这里，什么都是听他说，谁知道外面是个什么情况？他不说，看着绿枝去死，他也是不知道的。风雀姨确实有阳奉阴违的心，但他这么说了，也就准备暗示绿枝一下。不会，我会寻机给他个暗示。至于他能不能领会到他的深意，那就不关他的事了。桑宁听了，皱眉催促，别寻机了，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去。对于一个想寻死的人，那是见缝插针也能死一死的，更何况绿枝又不像他，便是死还要挑个死法。风雀一见他催促，合上医书，单手支着下巴，歪头看着他笑。桑宁，求人不是你这么求的，这坏胚子还没办事就想着要好处了，你想我怎么求？桑宁摸着自己的嘴唇，还肿得疼呢，不想亲了。风雀一瞧着他红肿的唇，也不想折腾他，就说欠着。桑宁最喜欢赊账了，立刻得寸进尺，行啊，欠着，回头给我带几串冰糖葫芦，我要吃冰糖葫芦。一串。风雀一的管家婆行卫又来了，不许他多吃。桑宁不乐意，伸出2根手指，2串，1串吃个毛线。风雀一没拒绝，沉默便是默认。他站起来，把医书放到不远处的书架上，然后把鸟笼的门啪嗒一下锁上了。桑宁看他锁门的动作，暗骂一声死变态。他心里不爽，问他，我要是饿了渴了怎么办？风雀一听了，目露警告，忍着，你再耽搁，绿枝死了可不关我的事了。桑宁，麻蛋，他发现风雀一总能制住他。风雀一制住了他，但还是在乎他会渴了饿了，就提前让2个哑女准备了，就放在他的床侧。安分些，我一会就回来。他摸摸他的脸，临走前吻了下他的额头，就黏黏糊糊的很。桑宁躺在床上，随他亲了下，但他磨磨唧唧的，1步3回头，就很不耐烦。行了，看什么看？跑不了，死不掉，快滚蛋吧！分明是他自己在耽搁时间。风雀一习惯了他的恶言恶语，也没放在心上，就离开暗宫去皇宫了。他不知在他离开后，风战之就悄悄溜了进来。风二正守着暗宫入口，看他过来，很意外。二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风战之昨儿回了国师府，晚上借口睡不着，在国师府闲逛一夜，都没发现风雀一藏女人的地方，便知道地面没有，就在地下了。至于地下的入口，自然是风雀一的房间。他瞄着风雀一离开，就想见见这个被侄子金屋藏娇的女人。说来，一般女人也不至于往地下金屋藏吧？所以侄子都干了什么？那女人是谁？太好奇了。他不满足好奇会死人的。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在风雀一房间一通摸索，终于在一幅画下触碰到了机关，就见地面迅速分裂，出现一处台阶。他顺着台阶没走几步，就看到了把守的风二，立刻明白那女人就藏在这里了。这回面对他的询问，表情自然的扯谎，还不是你家主子让我送些首饰给他那位心尖上的美人。说着，他从袖子里取出2个早准备好的金色小盒子。他该庆幸他遇到的是风二。风二其实是有些纳闷的，啊，大人这么跟您说的吗？明明大人说不许任何人进来的。但风二爷是他的小叔，
不在任何人之列。当然，如果不是他跟我说，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风战之这话是有理有据的。是啊，如果没有大人的允许，他怎么能出现在这里？还是给桑姑娘送首饰？风儿就这么自我说服了，虽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还是放他进去了。风战之就这么蒙混过关了。他嘴角噙着笑，进去后走过长长的暗道，其实说是暗道，实则道路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颗夜明珠，直照的暗道明亮如白昼。他一路走得通畅，不久就到了地下暗宫，就见宽大的空间里，一个巨大的金色鸟笼闪入眼帘。囚禁，强取豪夺，他这个侄子玩得有点大啊！思量间，他的脚步就迈了过去，离得近了，就见床上蒙着一道倩影，背对着他，仅露出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很长很长，都垂到地面去了。地面铺着毛茸茸的地毯，地毯上有个小茶几，放着点心跟茶水。桑姑娘，风儿小声唤了下，他以为桑宁睡着了，刻意压低了声音。桑宁确实睡着了，还睡得很香，大概是枕头里的药草在发挥作用吧。他抱着枕头，眉眼舒展，唇角含笑，睡成了睡美人。别叫了，等他醒来吧。风战之已经绕到了另一端，扯开了包裹鸟笼的床幔，看到了桑宁的睡颜，那么静谧美好，雪白的皮肤，嫣红的唇角，像是精致而纯净的娃娃，让人不舍得打扰他的好眠。是。风儿没多想，扫了桑宁一眼，就后退几步，没再靠近了。自从被风雀一教训，他打定主意能离他多远就离他多远。她是大人喜欢的女人，他应该避嫌的。风战之就没这个觉悟了，觉得美人是可以欣赏的。他一好钱财，二好美人，当即撩着衣袍，随地坐下欣赏美人了。美人的五官分开看也很漂亮，组合起来人就更漂亮了。等下，这美人好像有点眼熟啊，他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挠了一会头，昭宁君桑琪的脸就闪入了脑海，顿时惊得捂住了嘴。这不会是昭宁君的同胞妹妹，前燕国妖妃金晋国早逝的皇后吧？哎，醒醒，你醒醒！他提高音量，把人喊醒了，想要搞清楚真相。桑宁被喊醒了，一睁开眼，就见一张陌生的帅哥脸，看着年纪也不大，白面红唇，眼如星子，一身金色衣袍尤其闪眼，所佩戴的首饰都是华丽贵重的金子饰品，竟然连耳垂都带着一颗金色莲花状耳钉。天，这哪里来的金尊玉贵小公子？他那个惊讶，忙爬起来，笑盈盈问着：“帅哥怎么称呼？”风战之忙转开头，提醒一句：“你的衣服。”桑宁起得匆忙，衣衫不整，胸前无尽春色，美得刺人眼。第128章，他都要被自己的行为感动哭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他忙整理了衣服，提醒着：“好了，你可以转过头来了。”风战之很听话的转过头，直接就对上桑宁那双妩媚含笑的狐狸眼，心里一跳，面色还算淡然。你是？桑宁笑道：“这话应该我问吧？你是谁？”他打量着他，觉得他跟风雀仪有些像，莫不是风四口里的二爷？我是风战之。风战之自我介绍，风雀仪的小叔。桑宁惊了，小叔？你确定？他看着比风雀仪还年轻，不会是逗他玩吧？风战之淡淡一笑，解释道：“有什么不确定的？我是父母的晚来子，真的是他小叔。”桑宁听过晚来子，但没亲眼见过，如今亲眼见了，愣了一会，也就接受了。哦，晚来子啊，人小辈分大，想一想风雀仪喊他小叔，哈哈，那画面好好玩。你是？风战之再次问出声，其实已经确定她就是昭宁君的妹妹了，还是让皇帝魂牵梦萦的女人。他这个侄子能耐了，敢跟皇帝抢女人。桑宁看着风战之，对他有些好感，立刻嘤装可怜：“小叔，我叫桑宁，是风雀仪抢来的。小叔，你一定要救我啊！起码给他换个地面房间，他不要在这地下待着，尤其还是这种隔着笼子跟人说话，就像他是个供人观赏的动物，太侮辱人了。”风战之听他喊小叔，声音娇滴滴的，莫名有种英雄救美的冲动。不过这冲动一闪而逝。风雀仪把人藏在这里，可见小心翼翼，他都敢跟皇帝抢女人，他要是坏他好事，怕是会祭天的。美人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风战之惜命的很，想了一会，便劝道：“那个桑宁是吧？我这个侄儿不好惹，向来吃软不吃硬，要不你求求他。”桑宁听了，一眼看穿他的本质了，有点失望的撇嘴：“哦，原来小叔也怕他。”风战之，他是懂刺激人的。风战之还是要面子的，就小声解释：“我们是叔侄，他房里的事我不好过问啊。”桑宁听得不高兴，反驳道：“小叔，你这是过他问房里事的问题吗？他把我囚禁了，他这是犯罪。你是长辈，他是晚辈，
你对他有教育之责，怎么能看他犯罪而不制止呢？你见死不救，就是助纣为虐。也没这么严重吧。风战之扫一圈，觉得这些摆设，这番心思分明是爱而不得，画地为牢。你瞧瞧，他这样紧张你，怎么可能会伤害你？他伤害的是我的心，我相信他如果伤害了你，他自己会加倍受伤的。小叔听听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他把风战之对住了。风战之挠着头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桑宁看他放纵风雀仪，觉得他三观不正，跟风雀仪一丘之貉，便对他没了好感，就冷着脸问：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凑热闹。风战之，他起初是想凑热闹的，但这热闹没凑好，还惹了一身骚。他脸色冷了，连小叔都不喊了。他看得心里不是滋味，心里叹息，这女人倒是现实，一听他不帮忙，就给他冷脸了。偏他受过他的热脸，再受他的冷脸，差距一出来，就下意识想要他的热脸，也就不自觉地讨好了。我来给你送点东西。他忙递上2个小盒子，同时说：你要是有别的想要的东西，尽管跟我说，我都竭力给你弄来。至于你现在，不急于一时，等你踏踏实实跟他过日子，他一定会放你出来的。桑宁接过小金盒，打开来是一对金玉耳环，纯金打造，嵌有红宝石，就很华贵。还有一个盒子装的是个簪子，同样纯金打造，点缀着翡翠、红宝石等，更显华贵。没有女人不爱这些首饰，他也喜爱。所谓拿人手软，对他的好感都回来了，只是再听他后面一句话，又不高兴了。我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要踏踏实实跟他过日子？强扭的话不甜，甜不甜的吧，总归是个瓜。你要是真渴了，等着他救命，哪还管他甜不甜？他站在风雀仪的角度思考问题，觉得风雀仪走到这一步，定然也是没办法了，所以他会坚决维护他的利益。说到底，他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。如果风雀仪杀了人，那他肯定第一个给他挖坑埋尸；如果他杀不了，那他也会替他去杀的。他是小叔，对他有教育之责，更有保护之责。对不起。他向桑宁道歉，柔声劝着：喜欢这个是吧？我觉得是可以培养的。说实话，我这个侄儿很好的，模样没得说，年纪轻轻官拜国师，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。平日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不好女色，人品靠谱不说，一手医术，死人都能给整活了。我们风家100年来最属他有出息了。桑宁听了直翻白眼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他这么好，你嫁给他啊？别放他出来祸害人。彼之蜜糖，无之砒霜，没听过？没文化，真可怕。风战之发现自己说不过他，便迈开步子准备走人了。桑宁见他要走，出于无聊就挽留了：等下，我还没骂够呢。风战之，这什么美人啊，骂人还不许人家走。他了解一些医学知识，知道人的心情要保持愉快，不然憋在心里会生病的，便停下来坐回去听他骂了。他希望他骂完了，心情好了，回头对风雀仪好一些。瞧瞧他是个多好的小叔啊，他都要被自己的行为感动哭了。我是人不是鸟，换你躺这里，你开心吗？他还锁上门，你自己看，是人干的事。你与其劝我，不如劝他，让他多多听我的话。我喜欢听话的男人。他叽叽喳喳说了个痛快，末了看他一直乖乖点头，一副好学生上课听讲的姿态，就举例了：你这样就很不错，他要像你这样听话，我就踏踏实实跟他过日子，来年再给他生个大胖小子，明白吗？他毫无底线的画饼。风战之听进去了，点头道：你放心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这样劝他。第129章，爱屋及乌，乃是人之常情。风雀仪今天很忙，他去了皇宫，因了皇帝不在，便假意在御书房等待。等了一会，喝了2杯茶，便问伺候的小太监：听说桑皇后身边的绿枝姑娘还是心存死志？那小太监是苏小满，没跟师傅孙岩出宫试驾，便回道：是呢，国师大人，奴才刚去看了，食物一点没动，人都消瘦的不成样子了，倒是个忠诚的。他假模假样的点评。苏小满点头说：可不是，便是冲这点忠诚，奴才们也会把他伺候好的，您就放心吧。他跟师傅苏岩都知道绿枝的重要性，虽然陛下现在正沉浸痛苦之中，顾不得他，也没问过他的事，但他越在乎桑皇后，便意味着绿枝的意义越不同。爱屋及乌，乃是人之常情。我这也没什么事，就过去看下吧。我跟桑皇后相识一场，她又是桑皇后最宠幸的人，到底一条人命，也该劝一劝。他寻着理由，尽量让自己去见绿枝，不显得那么奇怪。苏小满也没多想，听他要去见绿枝，还很感激，如此就更好了。那绿枝姑娘真是个有福分的。国师大人，请您跟奴才来。他带了风雀仪去了月桑殿的偏殿。月桑殿主殿是桑宁的居所，现在已经全殿封禁了，
一应摆设都如他去世前的样子，没人敢进去。偏殿是绿枝在住，对一个奴婢来说，住一个偏殿也有些不合规矩了。但这时候谁还管什么规矩？绿枝躺在床上，几天没怎么吃饭，气息奄奄，瘦得几乎脱了相。他好些天没洗漱，头发乱糟糟，衣裙皱巴巴，邋里邋遢的，浑身都有味道了。风雀一看得皱眉，有一瞬间感觉看到了形容潦倒的冯润生，觉得他们这些人堕落的样子很可笑。人死了，折腾自己有什么意义？不过是弱者的无病呻吟。他只会折腾别人，用一切手段达成目的。娘娘，娘娘！他闭着眼，眼角还有未干的泪痕，苍白干裂的唇发出微弱的声音。绿枝姑娘，国师大人来看你了。苏小满走到床前，提醒了一声。风雀一看了苏小满一眼，没说话，但后者识趣的离开了，并关上了店门。听说你想殉主？风雀一等苏小满离开，走了过去，从腰间香囊里拿出一粒药丸，放到了他的手中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颗药丸能让人没有痛苦的死去，但你现在不能吃。桑宁死了，有七七之说，需要有人为他哭灵。你等他七七结束，就跟他一起去吧。他再用拖延计，先拖他个1个半月不死。至于桑宁还活着的消息，他是万万不会透露的。如果他还是想不开，提前吃了药，这要不是毒药，吃了顶多睡2天，也能给他救人的机会。反正只要人没死，他给他保住了，桑宁也揪不到他的错处。”绿枝不知内情，紧紧攥着药丸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谢谢。”风雀一见他把自己折腾得半死不活，人也丑得没眼看了，又说：“你也洗漱一番，收拾一下自己，马上他的头七到了，亡魂要回来世上看看亲友，你这样会吓到他的。桑宁最喜欢漂亮的人了，你这样到了地下也会被他嫌弃的。心病还需心药医。”提桑宁确实事半功倍，绿枝就这么被他忽悠住了，人直垂死，两眼放光，多谢国师大人指教。他哭傻了，脑子不转了，显然把桑宁之前对风雀仪的人品点评全忘光了。风雀仪见自己把人忽悠的差不多了，也就离开了。苏小满就等在店外，看他这么快出来，就很意外：“国师大人，您这就好了？”这才劝几句。他刚刚趴门上，虽然没听清，但感觉他也没说几句话。走个过场吗？好了，你派人送些热水，让他洗漱下，还有食物，弄点柔软清淡好消化的过来。他言尽于此，仁至义尽了。苏小满不是没送过热水，食物都不见绿枝碰，这回他说送，他也立刻派人送了。多送几次，多关心他些，总不是坏事。辛苦你们用心照顾着了。风雀一丢下这句话就离开了。苏小满见他要出宫，问一句：“国师大人不等陛下了？”风雀一回头道：“不急一时，改天我再来禀报。”苏小满依旧是没多想，点了头，躬身相送：“是，国师大人慢走。”风雀一走出皇宫，上了自家马车，就回了国师府。时间已过正午，他本来想着陪桑宁用午膳的，这回也耽搁了。耽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路上也没遇到卖糖葫芦的。他没买到糖葫芦，回去怎么见他？他一定会借题发挥，生他气的。他是怕他生气的，就耐着脾气多逛了几圈，寻找卖糖葫芦的人。风四为他驾着马车，见他掀开马车帘，东张西望，像是寻找什么，便问了：“大人，您在寻找什么？”风雀一如实说：“寻找卖糖葫芦的。”风四听了，立刻道：“原来大人是找这个呀！我知道有家果点铺子卖。”风雀一忙道：“那快去。”他们去了果点铺子，终于买到了冰糖葫芦。风雀一口气买了5串糖葫芦，4串给桑宁，当然不会让他一下子吃完，1串给自己，想着到时候跟他一起吃，那画面也挺甜的。想象很美好，现实多波折。不想他才到自家门口，就见门口停着冯家的马车。冯秋华就站在马车旁，看到他的马车过来，忙跑上前，面色焦急道：“风国师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弟弟发高烧了，都烧半天了，一直不退，还望你救救他。他也早早请了其他大夫，药也喝了2次，但效果甚微，弟弟一直不退烧，只能请他过去一趟了。”风雀一坐在马车里，把糖葫芦藏到身后，以免让冯秋华看到。女儿家的小吃食容易引人怀疑。发烧？他皱眉想下车，就见冯秋华一把拉下风四，自己坐到马车头，抢过他手里的马鞭，狠狠抽到了马身上。这是强行劫人了。风国师，抱歉，我弟弟情况很不好，你多担待。他真的很担心弟弟，本来就不聪明的人，真怕他烧成了傻子。风雀一对冯秋华的行为很有意见，但也没说什么，人也坐了回去，同时脑子迅速转着，发高烧啊，那不错啊，他的机会来了，让他烧掉一些记忆，好像也说得通。第130章，忘了他，他才会新生。桑宁，桑宁。冯润生躺在床上，
紧闭双眼，胡乱叫着。他俊脸涨红，嘴唇烧得干裂，额头、鼻尖都是汗。晋国公冯德山一旁看得焦急，催促着：“快，快，再喂他喝点水。”他身材发福，是个壮实的胖墩儿，急得一头汗，不停擦呀擦的，后背衣服都湿了一大片。春信已经端了茶水去喂冯润生，但喂不进去。冯润生明明张嘴低喃着，但水到嘴边立刻紧闭嘴唇，不肯喝水，同时手还攥着春信的手腕，像是在攥着自己重要的东西。晋国公看他这样，气得吼起来：“冯润生，你给老子清醒点，快喝水！”冯润生没有喝，嘴唇紧闭，摇摆着脑袋，还撞翻了茶水，弄湿了衣服。他烧得没有意识了，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。而此时身体的本能不是喝水，而是警惕危险。一直到风却移过来，冯德山见他来了，赶忙给他让开位置：“快，风国师，快给他看看！”风却移直奔床前，看冯润生烧得快没意识了，忙伸出手给他诊脉。冯秋华则让人拿来了其他大夫开的药方，让他看。风国师，你瞧，大夫换了2个，就是喝的这2副药，烧不说退下去，反而越烧越厉害。他急得在床边挠头，都开始想歪了。哎，风国师，你说我弟弟是不是中邪了呀？那山野旮旯得多少孤魂野鬼啊？不说孤魂野鬼，会不会是桑宁的鬼魂在作祟？他之前听过一些鬼怪故事，说是一个进山打猎的年轻猎户捡了一双绣花鞋，觉得做工精致，就带回了家，结果当晚就发了高烧，还说了胡话，什么他要娶媳妇了，要跟媳妇一起去娘家看看，聘礼就在床下。结果家里人一看床下还真有些纸钱、纸人、纸衣服什么的，当即吓得请了道士去看。那道士来了，就说他们的儿子是被一年轻女子的鬼魂缠住了。原来那年轻女子被传克夫，还被人退了亲，以致大龄未婚，一时想不开就进山上吊自杀了。如今桑宁也葬在那种山里，是不是也觉地下寂寞，就想着把自己弟弟带走？这么一想，他就吩咐下人：“快，再去长照寺请个高僧过来。”风雀仪听着冯秋华的话，也没阻拦，觉得冯润生的高烧就是内火旺盛所致，便开了药方，让人抓药熬了给他喝。冯秋华接了药方，没有耽搁，亲自去抓药了。不过离开前叮嘱父亲：“爹，您且好生招待着风国师，这是不让他走了，起码弟弟无恙了，他放心了才能放人走。”晋国公冯德山明白女儿的意思，也不想风雀仪走，就拉着他喝茶寒暄：“我这逆子啊，为了桑皇后昏了头，还好陛下仁慈，不予计较。他觉得儿子真的是越来越胡来了，如今这么闹一场，以后可怎么说亲啊？谁家正经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心有所爱的男人？”风雀仪不知晋国公的心思，就敷衍着：“皇后已去，多一个人怀念她，想来陛下也是欣慰的。他们一个难兄一个难弟，计较什么？说不定以后还能合作一团，回忆桑宁呢。真是糟心！他们的痴情不忘让他提心吊胆，总怕他们一时兴趣去开棺挖尸，或者哪天发现了什么跟他抢人，所以他们还是尽快忘了他好。”他在研制假死药的时候，顺带研制了失忆药。说来失忆药是他给桑宁准备的，想他忘掉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，从今以后他的记忆里只有他。他还给失忆药取了个美丽的名字：浮生一梦。他的前尘如一梦，梦醒了无痕。他渴望他如一张白纸，由他涂抹色彩，但他又怕他失去了线下的性格，换作另一个人。此刻的他才是他，失去记忆的他还是他吗？他犹豫到现在不敢下手，但冯润生的话倒也不妨下个手。他是为他好，忘了他，他才会心生。他怀着这个想法，等冯秋华抓来了药材，熬药时也跟着去煎药，然后趁着他不注意丢了个药丸进去。忘了他吧，忘了他，一切就结束了。风雀仪看着要煎好，冯秋华成了药，端去喂了弟弟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冯润生的烧终于退了下去。不过他还没醒，但冯秋华稍稍放了心，愿意放风雀仪离开了。他亲自送他出府，郑重道了歉：“风国师，真是抱歉，我今天失礼了，等我弟弟好转，必登门赔罪。还有劳烦你到现在，真是辛苦了。”说着，他递上2幅名人字画，当作谢礼。风雀仪收下了，回一句：“夫人言重了，既是同僚，何该互相帮助？”他客气几句，转身上了马车。风四也在，为风雀仪拉开马车帘，等他上了马车，自己也跳上马车，驾马回府了。天色很黑了，风雀仪一天没见桑宁了，只想快些跟他团聚。不想一回府就被小叔风战之拦住了：“好侄儿，来，我们叔侄俩喝一杯。”风雀仪皱起眉，借口疲惫，婉拒了他的邀约：“我累了，今天忙了一天，想休息，明天吧。”风战之拉着他的手不放人，一语道出实情：“这么急，赶着密会地下的美人？”
风雀仪，他听得眼神一凛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去了，看到他了。他说到这里，眼神倏然变得冷冽而危险，袖子里的双手握成拳，已经在克制杀意了。风战之看他激动的想杀人，忙按住他的手臂，低声说：“冷静些，我是你亲亲的小叔，能坏你的姻缘？”他表明立场，跟他同站一条船。风雀仪听了，稍稍冷静了，也是，这个便宜小叔还是有些分寸的。别看年纪小，还是很喜欢摆小叔的谱，什么好事、好东西都想着他。尽管他不需要，平日里他对他很冷淡，但他多年如一日的亲昵关怀自己，勉强算是个好小叔。现在他表了态，那他就给他一个机会。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。他其实还是很介意的，不想他掺和进来。风战之听得皱起眉，委屈巴巴的反驳：“难道我比不上你的1、2、3、4？不如他们的你信任？”风却已语塞了，他还真不能说他不如手下人可信。到底是血缘亲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克制着脾气，直奔主题，询问他的意图。风战之笑嘻嘻道：“稍安勿躁，我能干什么？就是想跟你喝一杯，聊聊天。”他答应了桑宁，要替他劝劝侄子的。他说话算话的。风却一不知内情，没再拒绝。行，你去让人准备酒菜，我一会过去。风战之见他同意，笑说：“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风却一没好气的冷哼：“那也等一会，我先去看看他。”他一天没见桑宁了，实在想念的很。除了想念，还有担忧。他离开前还锁着门，那些点心、茶水哪里够他用的？他肯定饿了、渴了、无聊了。他错了，他不该锁门的。第131章，他一点不心疼我。锁门有一个最大的坏处，那就是桑宁出不去，不能正常如厕。还好他没大号，但小号怎么解决？他只能隐忍着，一点东西不敢吃，一点水不敢喝。饶是如此，人有3急，还是想放水，但出不去就只能在鸟笼里，太折磨人了。2个哑女指了指茶壶，让他用。他哪里好意思啊？他是人，不是不知羞耻的动物。除了羞耻，隐忍着放水的冲动也是一种酷刑。他要憋死了。等风雀仪来了，他连发脾气都发不出来，先表明了需求：快点，我要去净室。风雀仪反应过来，忙抱他去了净室。桑宁随他抱去了净室，让他自己下床去净室，已经不行了，感觉动一下就忍不住要喷了。风雀仪抱他去了净室，关上门，在门外等他。桑宁放了水，身体舒服了，但心里很不舒服，这半天憋着的苦绝对不能白吃。他眼神一转，看到置物架上摆着一个精美的细颈口的陶瓷花瓶，里面还插着几朵用来净化空气的鲜花，当即拔掉鲜花，扔在地上，把花瓶拿在了手里。呼，还好重。他抓着细颈口走出去，看到他，二话不说就往他脑袋上砸。风雀一见了，下意识一躲，也就躲开了。桑宁看得大怒，不许躲！风雀姨，你个死变态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怎么过的？老娘差点尿床上了。他太气了，直气得眼前发黑，身体晃了晃，差点晕了过去。风雀姨知道自己还是疏忽了，忘记他有人的羞耻心跟3级需求，一边上前扶着他，一边道了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的疏忽，以后我不锁门了。”桑宁不接受他的道歉，甩开他的手，怒道：“说对不起就行了，我杀了你，再说对不起有用吗？”风雀姨没说话，看着他手里的花瓶，问道：“你想怎么做？”桑宁很干脆，很直白：“老实站着，我要打人。”风雀姨，他皱眉提醒桑宁：“打人不是好习惯。”桑宁冷笑：“我打人不是好习惯，你玩球进就是好习惯了。你这种人还跟我谈好习惯？”风雀姨紧皱眉头，无言以对，同时还有些受伤。他说他这种人，难道他这种人真的很糟糕吗？桑宁也不说话，再次动手。这次风雀姨笔直站着没有躲，直接脑袋开了花，啪，鲜血汹涌流了下来。他眼睛不眨，就看着他满脸的血，目光却很深情，也没叫一声痛。说实话，很吓人。桑宁看他这样，就被他吓住了。操，这疯子！他打完人，看到他的惨状，心气儿顺了，但说话还是很冷硬的：“你这是咎由自取。”风雀姨，我差点憋死了。风雀姨顶着一头花瓶碎片，一脸血说：“对不起。”鲜血味很浓，很刺鼻。桑宁闻着就很嫌弃：“滚蛋！一身的血，脏死了。”2个哑女适时的递上帕子，风雀姨接过来，一边擦去脸上的血，一边问：“饿不饿？渴不渴？”桑宁冷哼：“能不饿吗？能不渴吗？我到现在什么都不敢吃，你想这么羞辱惩罚我？”话没说完，
就被风雀仪抱住身子，狠狠吻住了唇。他脸上还有没擦干的血，有些血流进嘴里。他这一强吻就把血水渡进他嘴里了。桑宁都懵了，觉得他更疯了，抬手想扇他巴掌，又怕把他扇得更疯癫。麻蛋，这都什么事儿？他气得不行，想推开他，手软绵绵的，没什么力气。刚刚那一下砸人也是耗尽了他的力气。他这无用的躯体啊！他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桑宁，桑宁！风雀姨忙抱住他，放到床上，随后给他诊脉，因是饿晕了，忙让哑女去准备饭食。这期间，他为他一粒补血气的药丸，然后就坐在床边，抓着他的手，等他醒来。风战之久等风雀姨不来，便下来寻人了。他一来，就见青青侄儿坐在床边，一身的血，从脑袋到脖颈都是血，半干不干的，血气冲天。你这是？他环视一圈，看到了床上昏睡的桑宁，又看到不远处的哑女在收拾地上的花瓶碎片，就有了个猜测，他不会被桑宁砸伤了吧？桑宁那一吹就倒的身体能砸中他？没你的事，你出去。风雀姨冷着脸，没心情理会他。风战之看他这态度，怎么说呢？不爽归不爽，但也不能看他受伤而不管啊。他招呼哑女，让他去拿药箱，又让他端来一盆清水，就这么给他清洗血污，处理脑袋的伤。他倒是心狠。风战之看着风雀姨发间一个血肉模糊的伤，像一个小洞，还在往外流着血，又心疼又气愤。你是傻了，不知道躲？我不信你躲不开，你就这么由着他打？你这脑子都装了什么？他唠唠叨叨个没完。风雀姨一点没听进去，喃喃自语着，他一点不心疼我。他说打我就打我，说砸我就砸我。罢了，今天这事是我的错，何该我受着？风战之不知桑宁憋尿差点憋死的事，听他这么说，就很是恨铁不成钢。你受什么？何该什么？你是被他砸傻了吧？死！风雀姨猛然被风战之上药，还是有些疼的。他从没受过伤，也从没挨过打，如今全在桑宁手里体验了。风战之听他呼痛，怕他怪罪自己手重，忙表示不关我的事，我已经动作很轻了。你这伤得厉害，怎么可能不痛？风雀姨没说话，体验着这种身体的痛。他发誓会让他在床上还回来。风战之见他吃痛，就转移他的注意力，问道：你怎么惹怒他了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之前不还好好的？我也是看出来了，他这脾气太糟糕了。你说你怎么就爱上这个祖宗了？被称作祖宗的桑宁这回醒来了，一醒来就听到风战之在说自己的坏话，当即就不乐意了。小叔不知他人苦，莫论是与非，不然小心被人打烂嘴。第132章，谁让你不干人事的？什么人敢打烂他的嘴？除了桑宁这个祖宗。风战之皱眉道：桑姑娘动手是不雅的。桑宁听笑了，风战之说这话之前，问问你侄子玩囚禁雅不雅？他一句话把风战之对住了。风战之沉默地给风雀姨处理了额头的伤，缠上了白纱，随后才说一句：你不管管。风雀姨白他一眼：你别说话，也别惹他，惹恼了还不是他遭罪？可见他是在添乱。风战之，他觉得自取其辱了。我不是让你管我。风雀姨觉得他蠢死了，也想对他了。你觉得我能管住他，还会这样？风战之，行吧，也对，他要是能管住桑宁，脑袋也不会挨这么一下。哎，他会动手打人，你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风战之叹息一声，看不下去了，给他处理好伤口就走人了。不过走之前还是瞧了桑宁一眼，出声劝了：小祖宗，咱动手归动手，别见血啊！你要是不解气，就罚他下跪。他是会出馊主意的。风雀姨宁愿挨打，也不愿罚跪，男儿膝下是有黄金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快走吧。他瞪了风战之一眼，打断他的话，直接赶人了。风战之走人之前，又丢下一句：我等你。他还想着跟他喝酒聊天呢。风雀姨当没听见，等他走了，回头看着桑宁，轻声问着：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桑宁皱眉道：饿了。他才说饿，一哑女就端着食物过来了。风雀姨忙接过食物，是一碗蔬菜粥，便喂他吃了。桑宁觉得没味道，不好吃，但他太饿了，也就吃光光了。风雀姨见他吃完了，又问：还有想吃的吗？桑宁问：我的糖葫芦呢？风雀姨刚刚把糖葫芦随手放到了旁边的茶桌上，这回听他问起，忙递给了他。桑宁接过来，有2串，一串分别咬一个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风雀姨看他吃得欢快，也吃了另一串，酸溜溜的很，他是不喜欢的，但看他很喜欢，就问了：好吃吗？如果好吃，我下次再给你买。还行。
桑宁对这些小零食没那么挑剔。风雀一便道：“那我明天再给你买。”桑宁点了头，如愿吃到糖葫芦，心情好了些，言语也软了。绿枝如何了？让你看个绿枝，怎么去了那么久？不会又去做什么坏事了吧？他不知不觉中真相了。风雀一听到他后面那句话，心里一咯噔，他这预感也太准了吧？不过他做的也不能算是坏事吧？帮助冯润生渡过情关，让他忘了他，重获新生，分明是一件大功德。他这么说服了自己，然后对桑宁说：“我没做坏事，我做的是好事。”这话他忍住了，不想他继续问：“你做了什么好事？”他可不想转达冯润生的深情事迹，那会让他更在意他。但桑宁觉得他在隐瞒什么，就问了：“那你今天忙了什么事？”风雀一便简单说了：“有个同僚发了高烧，让我去治病。”桑宁正咬下一颗糖葫芦，听到这话，立刻问：“这个同僚不会是冯润生吧？越怕什么，越来什么？”风雀一见他还是知道了，想说不是，又不想说谎，就岔开了话题：“桑宁，我的头好痛，有点晕。”他扶着额头，装着不舒服。桑宁见此，第一反应是他不会被自己砸成脑震荡了吧？就没往苦肉计上想，也就上当了，继而被他转移了注意力。谁让你不干人事的？他吃着糖葫芦，吃人嘴软，也就心软了。行了，不为难你了，回去休息吧。风雀一点了头，让哑女好生照顾他，便出去了。不应该说出去，更应该说上去。他一上去就是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就见风战之躺在自己床上，而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酒菜。这个酒鬼！实则酒鬼风战之看他坐上桌，还去拿了酒壶，考虑他脑袋上的伤，就没让他喝酒，给他换了茶水。算了，你受伤了，就以茶代酒吧。无妨，就喝酒吧。他也想一醉解千愁。皇宫，昭宁殿，桑琪看完妹妹回殿后，就让人寻了个工匠，扎了一个自己的同款纸人。这回纸人做好了，无论身高还是模样，都很像他，就让他很满意。不错，很不错。他欣赏着，夸奖工匠几句，又说再给本君的血团扎一个。他给他看一眼怀里的猫，想着扎个纸猫，他们一家3口就能在地下团圆了。是。工匠看了会猫，记下了样子，便领命退下了。桑琪放下纸人，便抱着猫儿睡去了。这一睡，又梦到了妹妹，还是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话语：“哥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被人求助了，我好害怕，我好难受，你快来救我！”他照旧从梦中惊醒，回想着梦里妹妹的声音，默默流下泪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出宫给妹妹烧纸人、纸猫去了。这次皇帝没跟来，到了坟冢前也没看到冯润生，就他一人，不，还有侍卫楚宪，远远站在一旁，目光盯着他，是监视也是保护。他其实没受影响，一边烧着纸人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妹妹，哥哥又梦见你了，你不要怕，哥哥现在烧个纸人陪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的血团，你以后缺什么就给哥哥托梦，哥哥都烧给你。”纸人跟纸猫很快就烧成了灰烬。桑琪陪着妹妹说话，一会说皇帝，一会说冯润生，一会说于谭。说于谭时就很生气，陛下因为你的缘故放了那小子，不想那小子得了自由，跑得没影了。他误会了，不知于谭还被风雀一关着，正半死不活呢。等到了快正午了，桑琪才在楚宪的催促声中回了皇宫。皇宫门口，贺兰英点了1000禁卫，随同去往绿洲。同去的还有风战之，他们没坐马车，都是骑马，浩浩荡荡一群儿，就跟桑琪在皇宫门口遇上了。桑琪看到了皇帝，又看到了他旁边的风战之，又看看这阵仗，立刻就明白了，陛下这就出发吗？他还记得皇帝要去绿洲视察铁矿的事。贺兰英也没隐瞒他，如实道：“朕现在就出发，4、5天就回来。你节哀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事寻禁军统领韩达。如果谁对你不敬，记着明儿朕会来从重处理。陛下言重了，您放心，臣一定安分守己，与人为善。你是个安分的，朕知道的。”他知道是别人不安分，可惜对他下毒一事还没查出幕后黑手，不然处理了也能杀鸡儆猴。陛下一路小心。好，你也万事小心。他叮嘱着，又看向跪在马车旁对他行礼的楚宪：“保护好你的主子。”你的主子4个字意义就不同了，简直是在暗示他必须用生命保护桑琪的安全。楚宪感觉到这股沉重的压力，立刻磕头表忠心：“陛下放心，属下定誓死保护昭宁君的安全。”贺兰英点了头，又转回目光，深深看了桑琪一眼。桑琪感受到他目光里的哀伤与深情，嘴唇张了张，又忍住了。他其实想说，妹妹下葬的地方好像不好，一直给他托梦说自己被求助了。难道周边有什么鬼魂欺负他？还是那个地方的风水跟他相克？按理说不该啊，那里是高人选的风水宝地呢。
贺兰英不知他所想，看他欲言又止，就问了：“你想说什么？大胆的说。”桑奇得他鼓励，就大胆的说了：“不瞒陛下，臣这几天总是梦到妹妹，说是被什么求住了，让我救她。臣怀疑那儿风水不好，要不等您忙完回来，看要不要给她迁个坟。”第133章，与他为敌，便是死敌。迁坟？你梦到他了？朕没有，朕一次没有梦到他。贺兰英满眼失望的喃喃着，随后一扬马鞭，马身挥挥，如箭一般冲了出去。其他人同样挥动马鞭，跟了上去。风战之跟在贺兰英后面一些，一边骑马，一边想着桑奇的迁坟一说，心里砰砰敲着鼓。这坟是万万不能迁的，如果迁了坟，棺材里少了尸体，定然会被发现，到时候桑宁还活着的事，可能就瞒不住了。风雀仪全程参与其中，还是断定他生死的人，第一个会被怀疑。一旦风雀仪做的事被揭露，那么风家就完了。必须尽快提醒他。风雀仪还不知麻烦将要到来，正给桑宁的后背抹药。桑宁后背的伤已经结痂了，再过几天痂层脱落就能痊愈了。再配上他新调制的祛疤膏，保管不会留一点疤痕，肤质也会更胜从前。他是完美的，他也会守护他的完美。你的医术确实不错，就是不用正道上。桑宁也摸过自己后背的伤，知道大好了，这么几天时间就大好了，可见风雀仪的医术之好。风雀仪难得听他夸奖自己，心情很好，笑道：“你后面那句话可以省略的。他怎么没用正道上了？他的医术救的人绝对比杀的人多。至于杀的人该不该死，与他为敌便是死敌。”桑宁讥诮一笑：“为何要省略？难得我说的不对？风雀仪敢说他不对吗？”他为他抹好药，拢好衣衫，凝视着他的双眼，温柔道：“你对我好些，我就走正道了。说真的，桑宁，也许我是个坏人，但你的爱会让我做个好人。”这话就有点道德绑架了。桑宁冷嗤：“别来沾边，我不是佛祖，不玩割肉喂鹰那一套。想让他用爱感化他，搞笑呢吧？他又不是圣母。”风雀仪不知他的心思，还是温温柔柔的语调：“谁让你割肉喂鹰了？我怎么舍得呢？太肉麻了。他真不要脸，怎么说出口的？”桑宁一脸嫌弃：“你还是别说话了。”他推开他，自己整理好衣服，准备下床走走。总在床上躺着，他的四肢都要躺退化了。风雀仪扶他下床，提前划定范围：“你身体还虚弱着，就在地宫转转吧。”他是不可能让他出去的。桑宁听得不悦，抬手就想给他一耳光。风雀仪忙抓住他的手，好脾气的哄着：“你对我好些，我不会一直这样待你。等时机合适，我辞官归隐，就可以带你离开这里，也还你自由。我们红尘作伴，浪迹天下不好吗？前提是你对我好些。”桑宁被他哄到了，还真有四处游玩的兴趣。他从前被束缚在病房里，如果他治好的病还带他四处玩，那他没道理不对他好些。但他心动归心动，人还是清醒的，面上也没好气。少给我画饼，有本事你就去做，少说多做，懂不懂？风雀仪点了头，神色郑重地看着他：“桑宁，你信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桑宁应了：“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”他们闲聊间走到了隔壁房间门口，风雀仪见他想进去，就介绍了：“里面没什么好看的，就一些金块。”金块？金子？桑宁听得两眼放光，打开看看。风雀仪没耽搁，伸手在墙面上摸索几下，很快出现一个壁洞，钥匙就在里面。他从壁洞里取出钥匙，打开了门。桑宁一进去就看到了堆成墙面的黄金，一眼望去，一片金光闪闪的刺人眼。你这是贪了多少啊？他看风雀仪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大奸臣。风雀仪看他这么看自己就很无辜，都是小叔送的。他做生意自是有钱。桑宁听了目露意外：“你小叔？”本以为风战之是个养尊处优的娇贵小公子，没想到还是个有钱商人。瞧瞧这送人的手笔，无怪乎他一身的金子。你小叔做什么生意？他冲这些金子，当即决定对风战之好一些。饶是他前世生在富贵人家，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金子。心动啊，想占为己有，枕着金子睡大觉。风雀仪不知他的小贪婪，对风战之的生意了解不多，就简单说了：“好像主要做药材生意吧。”桑宁立刻竖起大拇指：“不错，好行业。古往今来，药材生意都是一本万利。风雀仪想说自己给人看病也是一本万利，比风战之天南海北跑还要赚钱。但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他对钱财没兴趣，也不想靠着给人看病赚钱，便不说了。桑宁拿着一块金砖掂了掂重量，转头想对风雀仪说：“你觉得这一块有几斤啊？”结果就见风雀仪双手抱头，迅速后退2步，一脸防备地看着他：“这个会砸死人的。”桑宁，他这是又误会了。他觉得他人高马大的，胆子却很小，
没想到你这么怕死。风雀姨不是怕死，而是不想这么个窝囊的死法。更何况他还没得到他，死了也不甘心，很危险。他皱眉说：“你别玩了，放下吧。”桑宁不放，主打一个反骨，还掂量着靠近他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哎，你说这个有几斤？”风雀姨防备着，后退着，也关心着：“5、6斤。你放下吧，当心累着手。”桑宁确实感觉很重，便也放下了，同时讥诮一笑：“你瞧瞧你，怂死了！我一个病号，能对你做什么？”风雀姨认真的说：“你能伤我的心，你不开心，你生气，你受伤，都伤我的心。”这话更肉麻了。桑宁听得要起鸡皮疙瘩了。你要是想寒碜死我，你会如意的。风雀姨，他皱紧眉，发现他太难讨好了。果然，讨好他不是他擅长的，尽管他都是依从本心所言。大人，风四的声音传进来。风雀姨闻声回头，就见风四站在门口，露出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这是有事要说了。他估摸是跟冯润生有关的事，便安排哑女陪着他，自己出去了。果然，一离开，顺着台阶上去，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就听风四说：“大人，不好了，冯小侯爷失忆了。”第134章，果然是一对有情人。冯润生失忆了，他失去了对桑宁的记忆，连同自己差点因为桑宁变成太监的事都忘记了。冯秋华喜忧参半，喜他终于忘掉了桑宁那个祸水，忧他这个记忆怎么就没了？是昨天那场高烧给烧没了？这要巧的吗？那记忆还会回来吗？他不放心，便派人去请了风雀姨来看看。风雀姨来的时候，冯润生正在整理衣服，说是要去长照寺。冯秋华站在旁边帮他整理了下衣领，听他这话吓了一跳，以为他恢复记忆了，紧张得很。长照寺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冯润生看着姐姐，笑得眉目疏朗。还愿啊，阿姐，你忘了，我们离开燕都前不是发了誓，有朝一日荣耀回来，必3步1拜去长照寺还愿。冯秋华自然还记得这个誓愿，但他已经去还过愿了，如今他要去还愿。他柔声劝着：“那也不急，你才退烧，身体还很虚弱，应该多养养身体，佛祖慈悲为怀，不会怪罪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余光瞄到站在门口的风雀姨，忙请人进来：“风国师，你来得巧，再帮他诊下脉吧。”风雀姨站在门口，一直观察着冯润生的微表情，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失忆了。毕竟他那药还没寻人试验，不知具体效果。风大哥，冯润生见了风雀姨，一点没有见情敌的不悦，满眼惊喜，语气轻快：“风大哥，一起去长照寺吧。长照寺许愿可灵验了。”他一副好兄弟间分享好东西的姿态。风雀姨听了没拒绝，点头一笑：“好啊。”冯秋华有意阻拦：“风国师，这样不好吧？听说那桑宁的灵位就供奉在长照寺，如果被弟弟看到了……”风雀姨就想冯润生看到桑宁的灵位，好方便他观察，便道：“无妨，有我陪着，没事的。”冯秋华不知他的人品，觉得他像林家兄长般可靠，便点了头：“那好吧，你们一路小心。”他送他们出府，府外马车已经准备好了。风雀姨跟冯润生便乘坐马车去了长照寺。赶马车的人是风四，速度不快，行驶平稳。冯润生也不急，还有心情扯开马车帘，欣赏外面的风景，这竟都一如既往的热闹。风大哥，你久居漠北，住这里还习惯吗？风雀姨敷衍一笑：“还行。”冯润生也笑：“还行就好。”他话音才落，就看到一个老人扛着糖葫芦经过，忙说：“停下。”风四，停下。风四忙勒住马缰绳，停下了马车。冯润生跳下马车，追赶了老人，买下了3串糖葫芦。这就像身体本能的记忆，见到糖葫芦就想买，但买了之后咬一颗，感觉不好吃，就很奇怪，我怎么买这玩意儿？他怀着这个困惑，重新上了马车，然后看着手中的3串糖葫芦发呆。风雀姨看到了他发懵的表情，心下了然，他或许忘记了桑宁，但大脑还记着买糖葫芦的指令，真是深情啊。深情的冯润生看到风雀姨也盯着自己手里的糖葫芦，有点不好意思的挠头笑，就忽然想买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风大哥，你想吃吗？他以为风雀姨盯着自己手中的糖葫芦是想吃，还很大方地分了他1串。风雀姨没有接，摇头道：“不用，你自己吃吧。”冯润生见他不吃，就收回来，自己吃完1串，酸得龇牙咧嘴，剩下2串。他看了一会，笑道：“给公主吧，我记得公主喜欢吃糖葫芦。”或许他就是给公主买的糖葫芦，只是怎么才想起他来？明明他们就像是兄妹，关系很亲近的呀。风雀姨见他提到公主，灵机一动，笑道：“对，公主喜欢吃，你就是给她买的。”他故意误导冯润生对公主的感情，戏谑一句：“
果然是一对有情人。冯润生被他戏谑的红了脸，却也没反驳他的话。他知道公主很好，美丽、灵巧又温柔，应是所有男人理想的妻子。但这个男人包括他吗？公主是他理想的妻子吗？脑海中一个声音说：不是的，你喜欢的人不是这样的。但他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？一个模糊的身影在他脑海里一闪而逝，他拼命去抓，但抓不住，最终脑海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留下。风却一不知这些，正想着冯秋华有没有派人去宫里通知公主。不仅是公主，还有冯润生周边的人。冯秋华做事细致，应会打点好这些吧。他知道他比他更不想冯润生想起桑宁的。马车继续驶动，近1个时辰才到了长照寺。冯润生下了马车，双手合十，神色虔诚，3步一拜上台阶，不仅花费了好长时间，累得满身汗水，还跪得膝盖都沁出了血。但他没叫一声苦，始终双手合十，神色虔诚。风却一旁瞧着，庆幸他是还愿，而不是许愿。如果他许愿跟桑宁在一起，佛祖见了也会心软吧。他看不下去了，先他一步去了长照寺的主殿，名为普渡殿，供奉着佛祖像，高达3米，通体黄金，宏伟华丽，端地是佛光闪闪。桑宁的灵位就在佛祖金像旁边，灵位前燃着几柱佛香，佛香袅袅间几乎掩盖着灵位上面的字迹。贺兰因爱妻桑宁，这几个字真是刺人眼啊。小施主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主持的声音传入耳中，风却一闻声看去，就见冯润生在拜佛像，并捐了一沓香火钱。他没过去，就看着桑宁的灵位，等着冯润生过来。如果冯润生看到桑宁，会想起他吗？他还真是期待啊，期待又忐忑。他袖子里的双手都不自觉地攥紧了。冯润生拜完佛，如风却一所想，朝他走了过去，眼神单纯而好奇。风大哥，你在看什么？风却一没回答，就是目光专注地看着灵位。冯润生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到了灵位，当灵位上的桑宁2字落入眼里，他的眼泪倏然流了出来。桑宁，桑宁，他喃喃着这个名字，眼睛红彤彤的。你哭了？风却一看着他湿漉漉的眼，心道：他想起来了吗？这么简单就想起来了？他对他的感情就这么无法磨灭吗？第135章，成为他们桑氏兄妹的陪葬品。风却一想多了，冯润生并没有想起来。他摸摸眼角的眼泪，目露诧异：我怎么哭了？风却一附和着：是啊，你怎么哭了？他故意引导：你好像是叫着桑宁名字哭的。冯润生目光更诧异了：桑宁是谁？风却一指了下灵位：你没看到吗？那是陛下的皇后，红颜薄命，不久前去世了。冯润生听了，一边流泪一边叹息：可惜了，他好像真的忘记桑宁了。风却一看到这里，心底高兴，面上则附和着叹息：是啊，可惜了。皇宫昭宁殿，桑琪收到了冯秋华派人送来的消息，也在叹息：可惜了，他连关于深爱之人的回忆也没有了。楚宪一旁听着，忍不住说：其实有时候能遗忘也是一件好事。死人已逝，活人总要好好活下去。昭宁君也当如此。他借着冯润生失忆一事宽慰他。桑琪不予认同：那是我嫡亲的妹妹，别人可以忘，唯独我不能忘。如果我忘了她，那她就真的死了。为了让妹妹永远活着，他开始画妹妹的肖像。他画技很好，也画得很认真，足足画了1下午才收工。楚宪见画像栩栩如生，恭维道：原来昭宁君还是个丹青圣手。桑琪听了，自嘲一笑：这算什么丹青圣手？我妹妹画技才好呢。罢了，世间无限丹青手，一片伤心画不成。他把画像装裱起来，卷了卷，等晚上睡觉就抱着妹妹的画像睡了。他还记得妹妹曾要跟他一起睡，那时他碍于男女大防，没有答应他。现在想来，真是后悔。如果早知兄妹团聚之日如此短暂，他什么要求他都会满足他的。妹妹，你看到了吗？哥哥现在抱着你了。妹妹，对不起，今晚再入哥哥的梦吧。他闭上眼，喃喃着陷入了梦乡。或许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桑琪真的又梦到了妹妹，依旧是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话语。妹妹说被求住了，让他救她。所谓事不过三，他是真的慎重对待了。之前跟皇帝说，还真是随口一说，现在连续3日做这种梦，就坚定了他要给妹妹迁坟的心。考虑皇帝去了绿洲，不在皇宫，他是不敢贸然给妹妹迁坟的，就决定先去挑选个风水宝地，等皇帝来了，就可以择吉日及时迁坟了。这事第一时间传入了太后的耳中。太后是不支持的，觉得桑琪是胡闹，甚至阴谋论了。人都入了土，陛下伤心这么久才走出来，他就折腾这些，诚心不想让陛下好过吧。公主贺兰慧恰好陪同在侧，听到母亲这么说，就为桑琪说话了：母后，
孩儿冠昭宁君不是那样的人，也许是有什么误会。太后捻着佛珠，蹙眉道：“能有什么误会？你皇兄为那丧事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怪哀家人善，如果早把那丧事送去长照寺里佛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事。”母后，贺兰慧想要劝慰母亲，却见母亲摆了摆手，已经不想听了。太后现在是听丧色变，觉得丧氏兄妹一个比一个会祸害人。你呀，以后少跟他来往。他说到这里，摆了摆手，让贺兰慧离开了。是，孩儿告退。贺兰慧欠身一拜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太后等女儿离开，跟身边的孙嬷嬷说：“去，派人叫昭宁君过来。”是。孙嬷嬷应声出去，安排了一个小太监去传太后口谕。不久，桑琪就过来了。他进殿后，规矩行礼，陈桑琪拜见太后。太后俯视着桑琪的脸，觉得他跟桑宁太像了，就很有危机感，很怕儿子爱儿成魔，走了歪路，真想毁了他的脸。这个念头在太后脑海里闪过，惊得他赶紧捻着手中佛珠，念了好几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一生行善积德，自从遇到丧氏兄妹，觉得自己随时会造下杀生的罪孽。不行，不能造下杀孽。太后捏紧佛珠，让他起来，并赐了座。谢太后。桑琪不知太后传自己过来的用意，就很谨慎，站起来后道了谢，没敢坐下。太后见他不坐，也没再嚷，而是直奔主题。虽然对他想给妹妹迁坟的事很不支持，但言语还是很委婉客气的。昭宁君，哀家听说你想给丧事迁坟，那丧事的坟冢是长照寺的高僧亲选的，怎么可能风水不好？你妹妹已经入土为安，你就不要再折腾她了。陛下对你妹妹一腔真心，如今好不容易才走出来，你这一闹，不是又要惹她伤心？还是你心念丧国，就想她为情所困，好伺机报复？后面这句话就很严重了，简直是说她有叛国之心。桑琪见太后这么说，面色一白，忙跪下磕头：“太后明察，臣绝无此心，臣倾慕陛下英姿，敬仰陛下威仪，方才举国投降，岂会有不臣之心？”太后听了，冷声道：“既然没有，那你妹妹迁坟的事，以后就休要提了。陛下面前也不要借着你妹妹的名头图生事端。”桑琪听前面一句话还可以忍，听后面一句话就忍不了。臣没有，那是臣的亲妹妹，臣痛失所爱的伤，绝不比陛下轻。太后此话简直是诛臣的心，她是真的心痛，眼泪一个没忍住就流了出来。难道在别人眼里，她的所作所为就是借妹妹的名头在吸引陛下的注意力？真是讽刺！她要陛下的注意力有何用？她感觉自己的尊严、真心都受到了践踏。莫不是只有臣死才能证明臣的心？她太气了，余光瞥向旁边的硕大石柱，真的生出了死志。这没有妹妹的世界，这孤苦无依、备受猜忌、欺辱的处境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太后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丧气话，吓了一跳。哀家从没这么说。你休要置哀家于不义之地。他儿子才离开皇宫，后脚他就出事，让他儿子怎么想？一不小心，他们母子的情分都将成为他们丧氏兄妹的陪葬品。赶紧拉住他，送走，送走！他真是怕了这对兄妹了。桑琪见太后有所顾忌，示了弱，露了怯，便提出了一个自己从前想都不敢想的要求。臣明白太后的心，太后既然想陛下早日走出情伤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允臣送妹妹回桑州。羁鸟怀念旧灵，池鱼思念旧冤，还望太后成全，让她落叶归根。第136章。桑宁，你在吃醋？太后倒是想他们兄妹都离开晋国，回归故地，但考虑儿子的心情，还是关心则乱，不敢轻易同意。眼下儿子也要走出来了，实在不宜横生波折。你们想走，也不急于一时。罢了，再等等吧。时机合适，哀家会让你们回去。这是安抚，也是许诺。桑琪磕头道：“谢太后。”太后没多说什么，摆手就让他退下了。桑琪退出殿时，就见楚宪面色紧张的上前询问：“太后为何召见您？都说了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桑皇后迁坟一事？”楚宪后在殿外思考良久，也只有这件事能引起太后的注意力了。他想着太后向来仁慈，可能也就训他几句，不会对他做什么，才忍耐住了，不然都要请禁军统领韩达过来保护了。没什么。桑琪跟楚宪不算多交心，就没说太多。他神色落寞地回了昭宁殿，打开妹妹的画像，轻抚妹妹的眉眼，叹息道：“妹妹，哥哥没用，哥哥暂时还不能带你回家。你等等，哥哥答应你，一定带你回家。”是的，他不想迁坟了，想要带妹妹回家。国师府，风雀仪得到的是桑琪想要给桑宁迁坟的消息。这消息第一时间是从风战之那边传来的。他收到消息后，忙派人去宫里打听，才知桑琪已经开始寻人去看风水宝地了。事情变得麻烦了，一旦迁坟，桑宁的事就要暴露了。
风雀仪躺在自己房间的贵妃榻上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想着解决办法。他一直想到了西洋西邪，酒喝了不少，意识却越喝越清醒，然后便想到了一个办法。风仪，风仪，他喊来风仪，跟他耳语道：去寻个年轻女子的尸体，最好外形跟桑宁差不多。风仪听了，似乎明白他要李代桃僵，便应声而去了。风雀仪想到了主意，心情好了些，这人送热水，洗了个热水澡，换了身新衣服，把自己收拾干净清爽了，才去了暗宫。暗宫里，桑宁趴在床上看画本，都是些千金小姐跟渣男书生的故事，直看得他想骂娘，这都什么极品恋爱脑啊？没男人会死吗？等下像他这种情况，没有男人，好像会无聊死。桑宁真的很无聊，一天里除了2个哑女，没见到外人，尤其是男人，无聊的发疯。是以见他就对了，你还知道过来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他对一痛也不解气，想打人，但扫一眼他额头的伤，决定换个惩罚方式。你跪下。他拿起旁边的茶杯，摔在地上，让他跪。风雀仪瞧一眼，觉得他是真狠，不过狠人驯服起来才更有成就感。我今天一天都在想如何治你的病，想了很久，都没个头绪，就很烦，喝了很多酒，就睡着了。对不起，桑宁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他半真半假的哄人，兼用了苦肉计。桑宁不知内情，就半信半疑了。真的？你先过来。风雀仪听话的过去了。桑宁看他头发还湿着，衣服是新换的，显然已经沐浴更衣了。男人一天不在家，姑且把他这个地方当家吧。回来之前沐浴更衣，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更觉得他是在外面偷吃了。等他过来后，就深嗅了一下，自然没嗅到奇怪的香味，酒味是有些的，但也很淡了。他以前不喝酒的。桑宁摸着下巴，思量着他喝酒的原因，什么事能把他难住啊？他很好奇，也想着趁机幸灾乐祸一番。你说实话，为何喝酒？他猜测，你是不是外面有野花，纵酒寻欢去了？风雀仪蹲下来，正准备收拾地上的茶杯碎片，免得他下床踩到伤了脚，结果就听到了他的话。抬起头时，眼里不由带着戏谑的笑。桑宁，你在吃醋？呸！他吃醋？桑宁很不爽，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，可惜没打到，被他躲过去了。你不许动，我看你脑子不清醒，给你打清醒了。他说着，又想给他一巴掌。风雀仪抓住他的手腕，站起来，把他扑压在了床上。他吻他的唇，咬他的舌，不复之前的温柔，近乎窒息的力道。他表面装得像个人，实则一身的兽性，越不叫的狗越咬人。他把桑宁咬乖了，又温柔下来，细细密密吻了一会，温柔道：我没有什么野花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桑宁，这一点你永远不需要怀疑。桑宁摸着红肿的唇，气羞羞道：滚蛋！风雀仪捡完地上的茶杯碎片，真站起来准备滚了。桑宁看他滚蛋，心里一气，又摔了一个茶杯。他不是杜甫，但行杜甫之举，可憋屈了。风雀仪，你把老娘关这里，自己出去潇洒。你是人吗？他吼骂2句，脑袋疼得厉害，都是被他气的。他扶着脑袋，还有些发晕。风雀仪看到了，忙把茶杯碎片丢垃圾桶里，走过去抱着他，安抚着：桑宁，你让我滚，又生什么气？啪！桑宁没说话，先给他一巴掌。风雀仪没有躲，随他打了一巴掌，想他消气，别闹了。你身体不好，不能生气。桑宁推开他，冷笑道：你管我生不生气？我是为了什么生气？风雀仪，再惹老娘，老娘跟你同归于尽。风雀仪听了，好脾气的哄着：好，我不惹你，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他让一哑女把新摔的茶杯碎片清理了，又让一哑女端来晚膳。他陪桑宁吃了晚膳，为他喝了药，特意在他药里加了有助安眠的药，把他哄睡了，才出去了。不过出去前想起他之前下葬时穿的衣服，还好没烧掉，就寻来了，抱在怀里出去了。一出去就见风仪在等他。大人，尸体寻到了，一共3具，请您细选。他做事是很周密的。风雀仪点了头，随他去看尸体。尸体暂时放在冰库里，排成一列，都盖着白布。风仪掀开白布，一一介绍：刘芳芳，20岁，半年前儿子被拐，久寻不到，自责伤心之下，于昨天上吊自杀。田小翠，16岁，前天河边洗衣，不慎溺毙了。丁明月，18岁，是个医女，为一负伤看病时惨遭侵犯，后申冤不得，吞药自杀。都是些命运可怜的女人，但风雀仪的同情很有限。他扫一眼，觉得上吊女子、溺毙女子死状丑陋，不合适，便选了医女，对她双手合十，低头一拜，心道：阿弥陀佛，丁明月，你借我尸体一用，我替你杀父伤报仇。第137章，那就毁尸灭迹。
风仪看出他选了医女，便提了个问题：大人，医女是吞药自杀，尸骨含毒，会不会引人注意？风却已想过这点，就说不会。桑宁生前喝了很多药，是药3分毒，尸骨也会含有毒性，恰是正好。风仪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风却已点了头，对他说：去喊风儿进来。风仪没有多问，直接听令：是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年过半百的打更人从娘娘河的桥上走过，忽然一个矫健黑影从他眼前闪过，直飞到娘娘河的一处画舫上。画舫里，衣衫单薄的美人们扭动腰肢，跳着美丽而诱惑的舞。一肚大如牛的青年富商正宴饮宾客，宴席间谈及自杀的医女，眼里带笑，满不在乎地说：那女子仗着有些姿色就色诱爷，也如了他的意，要了他，还答应纳他为妾。结果他倒好，贪得无厌，想要爷的正妻之位。爷的正妻之位是他能肖想的。他肆意扭曲事实，往丁明月身上泼脏水。事实是，丁明月在一家医馆当医女，时常医者仁心，救济孤寡病人。他在街上见她施药救人，纯情又美丽，遂见色起意，设计让她去府里送药，趁机奸污了她。事后他安抚她，说要纳她为妾，不想丁明月不接受，还告了官。他便污蔑她色诱于他，还买通官员，说他不是处子之身，跟多个男病患有染。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还真有几个男病患出堂作证，并当众指出丁明月胸口的印记，致使丁明月羞愤之下含冤自杀。在场的人或许对内情心知肚明，但那又如何呢？谁会在意一个身份低贱的医女的死活？哪怕这医女的名声很好，平日里乐善好施，没少治病救人。哈哈，郑爷说的是，一个医女还想坐地抬价，谁家爷们惯着她？女人啊，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伺候人的玩意儿，还跟爷们玩心计。话说医女玩起来什么滋味啊？听说她的身子可香了，离得老远都能闻到香气。这个我知道，哈，我闻到过，不仅香，那身段软着呢，不比这些舞女差。哈哈，还是郑爷有福气，尝了医女的滋味，跟我们分享下细节呗。他们推杯换盏，喝得越多，言语就越猥琐下流。名为郑爷的青年富商喝着酒，也开始回忆那刺激的画面，确实是个油味，那胸那腰还要那密处，嘿嘿。他正嘿嘿笑着，一道黑影窜进来，随后白光一闪，一柄利刃穿透了他的心脏。他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，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风儿一身黑衣，蒙着面飞跃进来后，就这么干脆利落的一剑毙了富商的命。随后瞅着在场附和的几个男人，袖中飞出4枚飞镖，全中他们的子孙根。啊呀，杀人了！救命啊！痛死老子了！他们捂着满是鲜血的裤裆，发出凄惨而绝望的声音。满画舫大乱，风儿在尖叫的声音中功成身退，飞出了画舫。同一时间，桑宁的坟冢前燃起了火堆，火堆里放着医女丁明月的尸体。风却仪看着燃烧的尸体，又看着一旁忙碌的手下，他们在挖坟开棺，收拾财宝，伪装出一副盗墓贼盗墓焚尸的景象。试问如何避免迁坟时暴露真相？那就毁尸灭迹。坟墓一挖，财宝一敛，尸体一烧，再没人知道他还活着。他随着这场火彻底死了。大人，好了，风仪提醒了一句。风却仪看着一地狼藉，目光含笑，满意的点了头，走吧。他们走了之后，火堆渐渐熄灭了，丁明月的尸体烧得不成样子，而这正是风却仪所求。黎明渐渐到来，朝霞发出灿烂的光芒。打猎的猎户第一个发现这惨烈的一幕，迅速报了官。关于桑皇后埋在此处的消息，还是有官员知道的，赶去一看后，直呼完了，然后立刻就报到了宫里。皇宫昭宁殿，桑琪昨夜借酒消愁，今早起不来，还在睡觉。他照旧梦到了妹妹，让他救她，同时心里慌慌的，还有些疼。他想起小时候跟妹妹感受互通，比如他没当太子时，经常被其他皇子欺负，每次一受伤，妹妹就第一时间知道，给他上药包扎。再比如妹妹被其他公主欺负，哭了，他也能第一时间知道她在伤心。只是随着年龄长大，后来妹妹又嫁去燕国，两人相距千里，这种感受才淡了。如今这种感受似乎又复苏了，他甚至有那么一刻感觉妹妹的心脏还在跳动，她没死，她还活着，真的太荒谬了，她一定是疯了。桑琪摇摇头，扯唇苦笑，掀开被子下了床，换了衣服，去净室洗漱后，坐到膳桌前吃早膳。早膳很丰盛，但他头痛欲裂，食不知味，草草吃了些，就扶着宿醉的脑袋想往床上躺。恰在这时，楚宪匆匆走进来，一脸凝重道：昭宁郡出事了，桑皇后的坟墓被人盗了，尸体被人烧了，这可是晋国皇后的尸体。天，他不敢想象
皇帝回来会有多震怒。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桑琪脑子嗡嗡响，没听清。楚宪便重复了一遍，桑皇后的坟墓被盗墓贼挖了，尸体也被烧了。桑琪依旧是没听清，或者说他听清了，不敢相信，不敢接受。什么烧了？楚宪单膝下跪，再次重复：昭宁君，桑皇后的尸体被盗墓贼烧了。桑琪彻底听清了，整个人如被雷击，俊美的脸变得煞白，身子一歪倒下了。妹妹的尸体被烧了！昭宁君！楚宪忙上前扶住他。桑琪半跪在地上，一手按住床，一手攥住楚宪的手腕，因为震惊，因为气愤，因为伤心，一时眼睛猩红，咬牙切齿：谁干的？岂有此理！简直欺人太甚！他接受不了这个消息，话一说完就喷出了一口血。楚宪看得大惊失色。昭宁君，第138章大逆不道，诛九族的罪行。桑宁的尸体重新装殓入棺，桑琪看到后又哭晕了过去。他一晕就晕到了晚上。楚宪不放心，见他迟迟不醒，就派人请了风雀仪过来。风雀仪过来后，看到悲痛昏迷的桑琪，仔细诊了脉，给他开了一副安神药。桑琪在喝药前醒了过来，一睁眼看到风雀仪在床边，就拉着他的手臂，哽咽道：风国师，我妹妹的尸体。风雀仪拍拍他的手臂，假模假样的说：昭宁君，我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彻查了，一定抓住恶贼，千刀万剐，以告慰桑皇后的亡灵。桑琪听得又流下伤心的眼泪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为何要焚尸？盗财便盗财，为何要侮辱尸体？烧得不成样子，哪个血亲能接受？风雀仪听着桑琪的话，为了打消他的怀疑，就遮掩着：禽兽之人行禽兽之举，岂可以常人之心看之？他也是狠，把自己骂成了禽兽。桑琪听了，觉得有些道理，附和着骂道：这种禽兽必不得善终。风雀仪，他就不该过来，不该说话。易安殿，太后也知道了桑宁尸体被焚一事，震惊之余还受到了惊吓。这个惊吓倒不是被事件本身吓到了，更像是心有恶念，结果实现了，是一种良心上的难安。天很黑了，他跪在蒲团上念了一下午的佛。孙嬷嬷伺候在身边，很担心他的身体，就劝慰着：太后起来吧，当心凤体。太后捻着佛珠，满面忧虑，喃喃道：怎么就出了这种事？陛下回来怎么交代？听说那昭宁君都急得吐血昏迷了，哀家真怕陛下。他那痴情的儿子绝对比昭宁君更在乎桑宁的。孙嬷嬷明白他的担忧，就出了主意：太后不如隐瞒下来，陛下远在绿洲，只要没人提，他不会知道的。太后摇头叹息：太晚了，这时候哪里堵得上悠悠众口？隐瞒不是上策，回头没隐瞒好，让陛下知道了，哀家如何面对他？他也会更加自责痛苦的。再说那桑氏也是个可怜人，红颜薄命不说，尸体还被人糟践了。哎，你说说，什么人敢如此大胆？那是我们大晋的皇后，说是盗墓贼，真是盗墓贼吗？得彻查呀，得给桑氏一个交代啊，不能瞒着陛下。他不仅没瞒着，还派人去通知儿子，指绿洲路远，起码估摸要2天才能到呢。孙嬷嬷听太后这么说，低声叹一句：太后仁慈。太后看着佛像，双手合十，喃喃一句：阿弥陀佛。天上忽然就下了雨，冯秋华撑着伞，披着大氅，在檐外赏雨。贴身婢女锦绣走上前来，提醒着：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歇息吧。冯秋华就是睡不着，才出来透气的。他看着连绵不断的雨珠，伸出手接着雨，问道：郎院那边什么情况？郎院是弟弟冯润生的居所。锦绣知道他担心小公子，忙说：听伺候的春信姑娘说，小公子已经睡下了。冯秋华听了，慨叹道：也好，不知者无伤。他这一刻很庆幸弟弟忘记了桑宁，不然知道他的尸体被焚烧了，怕是会痛死过去。不过或许他没有忘记桑宁的话，桑宁也不会遇到这种事。有他守墓，那些盗墓贼怎么敢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？岂止是禽兽不如，那是晋国皇后，此举乃是大逆不道，诛九族的罪行。等下，这般罪行真的是一伙盗墓贼敢做的吗？盗墓贼盗窃钱财说得过去，但毁坏尸体完全是多此一举了，还可能激起皇室愤怒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夫人还在想桑皇后的事？锦绣低声问了一句。冯秋华点头，皱眉道：总觉得哪里不对。盗墓贼没有烧尸体的动机。锦绣听着，心道：是啊，盗窃钱财就盗窃钱财，完事后把尸体放回棺材里，也不耽误什么。拿的是死人钱，总该有点敬畏心，对尸体恭敬些。更何况还是晋国皇后的尸体，莫不是桑皇后的仇敌？
锦绣想起桑皇后之前名声不好，是妖妃呢，肯定有人看她不爽，遂假借盗墓之名出一口心中恶气。冯秋华一听，还真觉得有道理，也许是这个原因。她是妖妃，作恶多端，遭人泄恨报复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她为盗墓贼焚尸寻找着理由，就这么说服了自己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还是桑宁自作孽，不可活，还害人不浅。他又想到了为他所害的弟弟，命令道：“锦绣，你通知下去，这几天全府戒严，不要让公子出门。桑皇后尸体被焚是大事，外面百姓肯定议论纷纷。如果他出了门，听到不该听的，想起什么来，你们都难辞其咎。”是。锦绣应声，忙去通知。郎院，冯润生睡下了，但没睡着。他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一颗心七上八下，难受得很。小公子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外间守夜的春信听到动静，忙点了油灯进来询问。冯润生坐起来，扶着额头回一句：“心里不舒服，烦得很。”他心浮气躁，睡不着，见他进来更心烦，便摆了手让他出去。春信犹豫着退下了。冯润生见他退下，又道：“把灯留下。”春信应了声是，把油灯放到了桌子上。油灯闪烁着昏黄的光芒，冯润生借着这点光亮摸到了自己床上的小箱子。小箱子里有他收藏的小玩意儿，他摸到了寒光凛凛的匕首，摸到了奇巧的雪兔玉石，还摸到了栩栩如生的草编蚂蚱，还有轻盈摆动的红色剪纸。等下，这是什么？他看到了一张折叠整齐的纸，打开来，上面写着一首情诗：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不是他的笔记？谁写的？看着像是女子的笔记。女子？是谁？谁竟然能写出这样好的情诗？为何放在他的小箱子里？太多疑惑一股脑窜进他的脑海，他觉得头痛欲裂，有一抹红色身影迅速从他脑海闪过，他伸手去抓，但什么都没抓住。那红色身影是谁？他的心好痛啊！春杏，春杏！他大声叫人进来。春杏忙匆匆跑进来：“公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冯润生拿着情诗，冷眸犀利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谁的？怎么在我这里？情诗？女人写的？在他这里？难道他跟女人定情了？是他脑海里那个红色身影吗？”他从城楼一跃而下，他依偎在他怀里，他们在床上翻滚纠缠。第139章。对不起，你别折磨我了。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记不起他来？一种永失所爱的恐慌在他心里弥漫开来。他暴躁的大喝：“说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春杏见过这首情诗，是桑皇后写的。桑皇后还在时，他一天看好多天，不许别人碰一下。不想现在他又看到了，天之前就该给他扔了，现在扔是来不及了，只能想办法瞒了。回公子，那是公主写的。春杏灵机一动，推到了公主身上。对，是公主，公子跟公主走得近，这么说才不会引他怀疑。冯润生听了，皱起眉，又看了几眼情诗，这不是公主的字迹。春杏，你骗我！春杏低着头，没敢看他的眼睛，因为没看他的眼睛，所以有勇气继续扯谎。奴婢不敢，确实是公主写的，说是让您鉴赏一下的。他暗示您别多想，就是很普通的情诗，公主也不是给您写的。冯润生还是怀疑，让他抬头，你看着我说。春杏听得头皮发麻，双手藏在袖子里，掌心都出热汗了。冷静，不要慌，公子什么都忘了。他打死不能露出端倪。春杏这么自我安抚着，抬起头时，慌张的心情已然平复了，说话时竟然还带了笑。公子，不是公主写的，还能是谁写的？您才来京都，哪家小姐会跟您走得这么近，甚至还给您写情诗？再说公主也不会允许的。公主对您的心，您还不清楚吗？他壮着胆子打趣着，您前2天发了场高烧，好些事记不得了，好在都是些不重要的事，但这事可不能忘，不然公主知道了，定是要伤心的。他侃侃而谈，表情自然。冯润生迎着他的双眼，没发现其他端倪了，但怀疑的种子还是种下了。是吗？他喃喃着，转过头，看到雨打窗户，噼噼啪啪，雨下得很大了。夜也已经很深了，也不是去皇宫的时机。罢了，出去吧。他躺下来，抱着那首情诗，闭上眼睡了。他明天会去皇宫验证的。皇宫，昭宁殿，夜色深深，秋霜冷冷。桑琪躺在床上，又梦到了妹妹，还久违地回到了他们小时候。那时他们才5岁，因为母妃失宠进了冷宫，而备受宫人欺凌。一次中秋节，妹妹实在想念母妃，就偷偷溜去了冷宫，结果被人故意推进了井里。万幸那井里没水，是废弃的井，除了落了厚厚一层落叶，
还有几具工人的尸体，就这么起了缓和的作用，没当场要了妹妹的命。但妹妹还是当场陷入了昏迷，因为是昏迷在枯井里，也就没有人知道。或许便是有人知道了，也是漠不关心。他们是失宠的皇子公主，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，失宠的皇子公主跟失宠的妃子一样，活得猪狗不如。他没有人帮忙，兀自找了好久，喊得嗓子都嘶哑了，也没找到妹妹。他太担心了，就闯进父皇寝宫，求他派人寻找妹妹。沿途自然好多工人侍卫阻拦他，他被逼急了，拔下侍卫的刀，太重了，他挥不动，就紧紧抱在怀里，利刃刺破他的皮肤，鲜血从他身上流下来，倒是把他们吓退了。他就这样鲜血淋漓的进了父皇的寝宫，见到了父皇。父皇已经很老了，躺在龙床上，头发花白，皮肤松弛，眼袋都垂到鼻子了，但旁边还依偎着如花似玉的宠妃。那宠妃惊叫着扑入他的怀里，说被吓到了。父皇像是心疼了，说他不懂事，让人拖他下去挨板子。砰砰砰，厚重的板子落在屁股上，痛得他要死了，太痛了。他痛得大哭，痛得大叫：父皇，妹妹不见了，求您救救她。他不知喊了多久，父皇终于走了出来，俯视着他，目光渐渐慈悲。父皇，妹妹，救救妹妹。他伸出血手抓住他的衣摆，满眼哀求。他蹲下来抱起他，叹息一句，倒是兄妹情深。他觉得他们的兄妹情深感动了他。他终于派人去寻妹妹了，但2天下来，不知是他们不上心，还是别人另有算计，反正一无所获。他还是找不到妹妹，他吓坏了，加之身体受伤，发了一场高烧，也是在高烧时听到了妹妹的求救。后来他就是依靠那种同胞兄妹间的感应，寻到了濒死的妹妹。原来妹妹摔得昏迷一段时间，终于醒来了，但她太害怕了，哭不出声，只能呜呜叫着：哥哥救我，哥哥救我。时隔多年，桑奇又听到了这种求救声：哥哥救救我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，哥哥救救我。妹妹的声音就这么在他脑海里回荡着。桑奇觉得自己疯了，他像是幻听了，听到了妹妹的求救声。这求救声连续3晚，夜夜入梦，折磨得他几乎想死了。他甚至开始反省，是不是自己上位手段不光彩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劫难。但哪个上位者手上没有鲜血？父皇早该死了，他送他美人，就是送他一程。曾经欺负他的皇兄也该死了。他们是国家的蛀虫，不学无术，吃喝玩乐，贪赃枉法。他杀他们是为了国家人民。唯有妹妹，妹妹是无辜的。他那时初登帝位，野心膨胀，杀奸臣，杀兄弟，杀得六亲不认，就送他去了燕国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他算计到最后，失去皇位，失去妹妹，失去一切，他活该。哈哈，他想笑，却流出了眼泪。妹妹，对不起，你别折磨我了。他捂住耳朵，心痛欲碎，在床上翻滚着，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。忽而一阵脚步声匆匆进来，随后传来楚宪激动而不安的声音：昭宁君，陛下，陛下回宫了。第140章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贺兰英并没收到太后传去的消息，他视察好绿洲铁矿，就回了晋都，一路快马加鞭，风尘仆仆。不想一回到太极殿，就听韩达说了桑宁尸体被盗墓贼焚毁的事。说来3天了，连续多日的忙碌驱散了他对桑宁的想念。他已经接受了桑宁离开的事实，前提是他安静地沉睡在长照山。但他的尸体被焚毁了，这无疑是在他即将痊愈的伤口上撒盐，让他渐渐死寂的爱意重燃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他同桑奇一样，是不接受的。韩达跪着重复：陛下息怒，桑皇后的尸体，陛下息怒啊！贺兰英猛地把他拽起来：朕息什么怒？你刚说了什么？让朕息什么怒？他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，如今连他的尸体都保护不了，让他如何息怒？他现在气得要炸了，俊脸通红，气息粗重，脑袋嗡嗡嗡，仿佛随时要死掉了。韩达不敢看皇帝的表情，低头道：陛下节哀，桑皇后尸体被盗墓贼。闭嘴！贺兰英一声怒喝，把人赶出去，滚！滚！都滚！他接受不了，不想听下去。只要没有听到，什么就都没有发生。在场的工人都白着脸，低着头，匆匆退了出去，包括一直跟随照顾他的御前太监苏颜，也没敢留下来。唯有韩达，他之前被贺兰英拽了起来，这回再次跪下来，继续说：属下已经派人重新收敛了桑皇后的尸体，放回了月桑殿。陛下节哀，大理寺已经在彻查盗墓贼的踪迹，定能为桑皇后报仇雪恨。哈哈，报仇雪恨！贺兰英一脸痛心的大笑：尸体都这样了，你跟朕谈报仇雪恨？盗墓贼？你们确定是盗墓贼？废物！
一群废物！他越说越悲愤，越崩溃，随手就砸了旁边的摆件。摆件是一个上好的、造型奇巧的翡翠花瓶，砰！翡翠花瓶落到地上，瞬间摔得四分五裂，一块碎片溅到了他的脸上，留下一道细长的血痕。他没感觉到一点痛，指着韩达、贺问：“你们确定是盗墓贼吗？”“什么盗墓贼有这样的胆子？去，把那群燕国余孽带过来。”他怀疑是燕国余孽所为。他的悲伤，他的愤怒，总要有一个发泄口。燕国余孽慕容丽很快被带了进来。她20岁，行刺前年轻、美丽、柔弱，楚楚可怜，连陈静都被她蛊惑了。行刺被抓后，潦倒、衰老、丑陋，饱受酷刑，身上都是流血的伤，一张脸也满是血污。明明气息奄奄，是被侍卫们拖进殿的。但见了贺兰英，垂死中来了力气，唾骂道：“哈哈，贺兰英，听说那妖妃被人焚毁了尸体，好啊，妙啊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连上天都看不下去了。哈哈，天谴，天谴啊！”他在桑宁尸体被焚毁后，也得到了审问。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表面的盗墓贼蒙蔽，可惜他没有派人。如果他没有被抓，那还真想派人焚毁了。不知何方志士干出这般大快人心的乐事。放肆！贺兰英听得眼眸猩红，冷酷下令：“快，给朕割了他的舌头！”是，陛下。侍卫们应了声，纷纷持刀上前，就要动手。韩达忙出了声：“陛下，冷静些，还没问出同伙。”贺兰英不屑地嗤笑：“你觉得他会供出同伙吗？动手！”他要先割了他的舌，再把他乱棍打死。侍卫们听了帝令，一人按住慕容丽的肩膀，一人捏开他的嘴，拽扯他的舌头。他们行动粗鲁，很快就拽伤了慕容丽的舌头，鲜血混着口水流出来，他狼狈的呜呜哭叫：“啊呜！”女人的声音凄厉，听着像是杀人现场。更遑论亲眼看到。住手！太后跟公主走了进来，看到这血腥场面，都吓到了。他们本来听着贺兰英回来，想着桑宁的噩耗，就准备过来劝慰一番，不想撞上了这血腥场面。陛下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太后看着不成人形的女人，满眼不可置信。要杀就杀，你怎么变得如此残虐？她双手合十，连续念了好几声阿弥陀佛。贺兰英看着母亲，勉强冷静下来，解释道：“他是杀害桑宁的凶手，还焚毁了他的尸体。不是我。慕容丽不怕死，但怕被虐死，怕生不如死，所以还是怂了。我敢做敢当，我以慕容皇族的名义起誓，绝没有下此毒手。如有虚言，便让我慕容皇族永坠阿鼻地狱，不得往生。这是无比狠毒的誓言。”贺兰英是相信的，但相信又如何呢？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他背过身去，一点不想再留着他了。太后还是觉得残忍，出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到底是一国公主，看在丧事的面子上，便赐他一杯毒酒吧。”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儿子的想法，出于慕容丽刺杀桑宁的罪行，也不能宽恕他，只能给他求一个体面的死法。无佛慈悲，他也尽力了。贺兰英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同意，场面陷入僵持。苏颜恰在此时匆匆进来：“陛下，昭宁君来了。”桑琪是楚宪搀扶着走进殿的，他满脸胡茬，长发凌乱，衣衫满是酒气，模样潦倒，仿佛一路风尘仆仆回京都的人是他。太后是3天前见的他，3天后没想到再次见他是这般模样，也惊了：“昭宁君，你这是？他怎么潦倒至此？难道桑宁尸体被焚毁给他这么大的打击？”贺兰慧也是震惊的，还柔声安慰了一句：“昭宁君节哀啊。”他们不知桑琪是被妹妹的声音折磨的，他觉得自己疯了，便也活得像个疯子，昼夜颠倒，酗酒无度，醉生梦死。别碰我！桑琪进了殿，过河拆桥一般推开了楚宪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几次差点摔倒了。昭宁君！贺兰英忙上前扶住他，却见他直接跪下来，抱着他的腰，哭道：“陛下，妹妹1被刺杀，2被焚尸，人死不得安，何其惨哉！晋都凶险，人心叵测至此，臣恐亦不得善终，还望您开恩，放臣带妹妹的尸骨回桑州。”第141章，他们是要合葬一处的。贺兰英没想到桑琪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要离开，还是要带桑宁的尸骨离开。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不可能，他休想，他不会让他带走他的。他曾说他会英年早逝，那么等他早逝了，他们是要合葬一处的。但他没有说出口，这些愤怒的、激动的话到了嘴边，是一种静水流深般的哀痛。你把他带走了，朕怎么办？桑琪，你让朕怎么办？他的坟冢是他最后的念想，他们真残酷啊，连这点念想也不给他留了。陛下开恩！桑琪磕着头重复道：“陛下开恩！”
请您放臣带妹妹回桑州安葬。贺兰英听得哈哈大笑，甚至笑出了眼泪。你们都见不得朕高兴。他踉跄着后退几步，坐到了软榻上，往后一仰，闭上眼，低喃着：你们都见不得朕高兴，你们都见不得朕高兴。他发了癔症一般，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。太后看得很担心，催问着：封国师呢？怎么还没来？他一听儿子回宫，第一时间就派人去请风雀仪了，就怕儿子伤心太过出了事。我出去看看。贺兰会忙出去看人来了没。太后则走到儿子身边，一边搂着情路坎坷的儿子，一边冷声对桑琪说：昭宁君，你且退下，此事以后再说。他现在很不满，觉得桑琪的话就是在儿子心脏捅刀子，果然这对兄妹不怀好意，就是想要他儿子的命。桑琪还真不是不怀好意，而是为妹妹的声音所扰，想带妹妹回桑州。正如他跟太后所言，晋国非故土，妹妹定然是怀念故土，才夜夜给他托梦。至于说什么救他，他就忽略了，实在不敢想人有可能还活着。太后明鉴，臣不敢相瞒，想回桑州，实乃妹妹托梦所言。妹妹离家数年，不幸命丧晋都，一直怀念故土，遂托梦于臣，想要魂归故土。桑琪说到这里，再次朝着贺兰英磕头，还望陛下成全。贺兰英怎么成全他？他成全了他，谁来成全他？他痛失所爱，又痛失他的遗骸，仅一瞬间，他竟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妹妹，你妹妹，你口口声声说你妹妹。贺兰英坐起来，扶着胀痛的额头，喝道：你可知你妹妹根本不是你妹妹？你跟朕扯什么魂归故土？桑宁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不是他桑琪的亲妹妹，怎么可能想回到桑州？便是他给他托了梦，也不该托到他身上。他跟他是夫妻，哪怕他们是死后才结成的夫妻，但他惯了他的姓氏，是他贺兰家族的人。贺兰英冷眸看着桑琪，在心里道：所以桑宁，如果你想魂归故土，那就托梦给朕，只要你给朕托个梦，朕就放你们自由。陛下，陛下。桑琪不知他所想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就被贺兰会拽走了。贺兰会刚走出殿外，没看到风雀仪的身影，又走回来，刚好听到两人的对话，就把桑琪拽走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：昭宁俊，你喝醉了，走走走，我让人给你煮解酒汤喝。他说着瞧了眼楚宪，后者很有眼力见，很快上前帮忙，把桑琪搀扶走了。桑琪就这么被迫离开了。太后让人把慕容丽也拖了下去。店里安静下来，贺兰英看向母亲，保持最后的冷静，委婉赶了人：天色很晚了，您回去休息吧。太后哪里有心情休息？她拍着他的肩膀，一脸慈爱的劝慰：阿颖，好孩子，谁都不想这样的。事已至此，你就……贺兰英听不下去，直接打断了：让我静静吧。太后，她还想劝慰，嘴唇张了张，却是不知说什么了。有些时候语言是很苍白无力的，有些伤痛也唯有时间才能抚平。太后沉沉叹息一声，转身离开了。当他走出殿外，还是不放心儿子，一面派人去催风雀仪，一面又让人叫王成过来伺候。王成不久前被贺兰英贬去了进士房，以皇帝不近女色的脾性，妥妥的闲差。相比御前太监，除了闲散，还意味着失去帝宠，意味着远离权力中心。是。小太监苏小满一脸恭敬的应下了，但当太后离开，并没有通知王成。他跟师傅苏颜好不容易凑到御前，怎么可能给王成重获帝宠的机会？苏颜还在店里，正为皇帝奉茶。陛下，喝点茶吧。贺兰英赶了一天的路，路上一口水没沾，这回嘴唇都干得起皮了，模样憔悴而狼狈。他没有接茶杯，靠着软榻，陷入了自我怀疑。你说真的是天谴吗？朕起兵反叛，纵然是为了黎民百姓，但确实杀伐过重，所以上天惩罚了朕。苏颜听了，忙跪下说：陛下万万不可有此想法。燕国暴政，致使天下民不聊生，您起兵反叛，乃是正义之举。您起事以来，势如破竹，所过之处无不拜服，可见是天命之子，怎么可能会有天谴一说？是吗？贺兰英自嘲一笑，既然如此，上天为何夺朕所爱？为何对他如此残酷？夺他所爱便罢了，为何还要焚毁他的尸体？苏颜磕头道：天各有命，生死有时。陛下节哀啊。贺兰英没说话，摆手让他退下了。苏颜没敢退很远，就退后几步，没再说话，当空气了。店里再次安静下来。贺兰英站起身，失魂落魄地走向了内室，躺到了床上，扯了被子，蒙头睡去了。他好累，他知道自己应该去见桑宁的，但他不敢去见他了。他没有保护好他，也没有保护好他的尸体，他根本接受不了他的尸体被焚得面目全非。夜很长，思念如烈酒，烧得人时而昏沉，时而清醒。当第二天的太阳冒出头，苏颜去内室伺候皇帝起床，
就见皇帝还躺到床上睡着，曾经乌黑的头发变成了血色的白发。陛下，陛下，您头发！苏颜惊叫着捂住了嘴。天，陛下一夜白头了！贺兰英被吵醒了，她醒来后听到了苏颜的话，扫一眼自己的头发，扯了下唇，露出苍白的笑，自嘲道：“如今倒是天子不英雄，18人已老了。”陛下，苏颜看着那一头白发，满眼痛心的磕头：“陛下节哀啊！”第142章，陛下深情至此，反而遭人笑话。贺兰英是哀莫大于心死，所以闭上眼就那么躺着，不言不语，像是死去了。苏颜不放心，忙派人去请风雀仪过来。风雀仪其实昨晚就过来了，因贺兰英睡了，也不愿见他，他便住在了鹿园。他在鹿园一夜没睡着，没办法，藏着桑宁这个宝物，难免患得患失，怕被皇帝发现了端倪。皇帝到现在都没去月桑殿看桑宁的尸骨，显然是接受不了桑宁尸体被焚的事，最好他一辈子都不去看他。封国师，陛下一夜白头了。苏小满请人过去，路上就谈及了皇帝的状况。风雀仪听了，脚步一顿，神色愕然：一夜白头啊，那他还真是情深呢。他有短暂的良心发现，毕竟他们曾是战场上共患难的兄弟，走到这一步也是他不想看到的。谁让他们一同爱上了桑宁呢？昨晚他被临时喊进皇宫，一夜没有回去，又没能陪着桑宁，也不知他会不会无聊，会不会生气。这竟都太多事了，真的很影响他们培养感情。他真想立刻辞官归隐，带他游历天下。风国师可有治疗的办法？苏小满低声询问着。风雀仪说：“自当尽力。”他心情很不好，懒得跟个小太监多说。苏小满听此也不再问，领着他不一会就到了皇帝的寝殿。微臣参见陛下。风雀仪进殿后躬身行礼。贺兰英还在床上闭着眼，听到了也没理会。苏颜忙招呼：“风国师，快为陛下诊脉。”风雀仪便上前为皇帝诊脉，但贺兰英没有让他诊脉，甩开他的手，把自己的手藏进了被窝里。风雀仪见了，愣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陛下还望保重龙体。”他瞧着他的一头白发，明明刚刚就听小太监说了，现在亲眼见了，心里还是震惊的。哎，他焚烧尸体，真做错了吗？皇帝迟迟走不出来，于国于家于他都不是一件好事。他可不想每天都被当成御医叫到皇宫来。这么一想，必须一劝：“陛下，依臣之见，桑皇后尸体被焚，不完全是坏事。”他脑子是真灵活，劝人的角度都不同。贺兰英一听他这话，就睁开双眼，坐了起来。何意？风雀仪装作一副恭敬姿态，拜道：“回陛下，桑皇后凤体遇火，乃是一朝奉命，浴火重生。”贺兰英，浴火重生，这简直是谬论。风雀仪在他震惊的目光里挥手示意苏颜等工人退下，然后继续说：“陛下还记得桑皇后临终前的遗言吧？她说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那么留下的躯体也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就像是佛家所言的涅槃。桑皇后如今是浴火重生了。”浴火重生？贺兰英被他的言语蛊惑住了，原来他竟然是浴火重生了吗？太后，陛下！外面传来苏颜急促的声音。贺兰英闻声看去，就见妹妹扶着母亲匆匆走来。阿姨，阿姨！太后有女儿搀扶着走进殿来，远远看到儿子一头白发，顿时崩溃大哭：“我的儿，你怎的把自己折磨成这样？”她剩下的话因为太伤心说不出口了。贺兰慧也是惊得张开了嘴：“皇兄，他们母女俩听到消息就过来了，一路上还觉得可能是小太监夸张了，毕竟活到现在也没见过有人一夜白头的，如今真是亲眼目睹了。”太后亲眼目睹，完全接受不了，尤其还是自己亲爱的儿子，顿时搂住他，哭得几欲昏厥：“儿啊，你这样是要娘的命！你！”他情绪太激烈，悲痛间急火攻心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母后！贺兰慧惊叫一声，忙扶住他。贺兰英也忙起身下床，扶母亲躺到了床上。风雀仪适时的上前诊脉，为他施针。没一会，太后悠悠醒来。太后醒来后，看到儿子在床边，伸出手抓着儿子的手，虚弱的说：“儿啊，忘了他吧，你这样嗨是要急死娘吗？他快50了，还没见几根白头发呢，哪里能接受儿子满头白发呢？”贺兰英看着一瞬间变得憔悴而虚弱的母亲，跪在床前低声道：“母后，儿臣错了。”太后听他说知错，便道：“你若真的知错，便去好好洗漱，好好吃饭，咱们泡个澡，洗去前尘，脱胎换骨，好不好？”贺兰英哪里敢说不好，她觉得自己说不好，母亲能急得一命呜呼。于是为了让母亲安心，她点了头，应了声好。太后见她应好，便催促：“现在就去。”
我要看着你好好洗澡，好好吃饭。贺兰英很听话，一一照做了。她让人送来热水，去净室刮了胡子，刷了牙，泡了澡，忙活了半个时辰。工人也送来了早膳。她坐下吃早膳，先是一碗雪梨粥，再是2个白菜包子，再是一盘香喷喷的蒜蓉虾。这蒜蓉虾是贺兰慧亲手给她包好的。一群人就这么看着她吃。太后也看着，见她如她所愿，洗了澡，吃了饭，显得精神了很多，才稍稍放了心。贺兰英为了让她更放心，吃好早膳就去上朝了。今天本就是朝会之日，贺兰英跟风雀仪一起去的。当她走进来，大臣们看到她的一头白发，全部瞠目结舌。陛下，您这是？贺兰英坐下来，迎上众大臣震惊的目光，自我调侃着：诸位爱卿，朕比你们老得快了，以后在朕面前休要倚老卖老啊！大臣们，这一头白发实在是吓人。便是朝中年纪最长的亚父潘湛也没这么白的头发。潘湛看着皇帝的一头白发，想着原因，痛心道：陛下，那妖妃多行不义，遂有此劫，怪不得旁人。陛下深情至此，反而遭人笑话。他对皇帝的行为早有意见了，奈何君臣有别，他不好多言。如今好不容易人死了，皇帝痛过之后，还是那个意气风发、野心勃勃的英雄天子。没想到他死了还阴魂不散，把一国皇帝折磨成这般模样。唉，红颜祸水至此，真是晋国的一大劫难。贺兰英听着潘湛的话，皱起眉，提醒着亚父慎言，那是朕的皇后，救了朕一命的皇后。潘湛听了也皱起了眉，很是头铁的跪下道：陛下此言差矣。昔日战场，哪个士兵不是为陛下而战？哪个将领没有舍身保护过陛下？便是在场的大臣，如果陛下遇险，哪个吝惜一死？那妖妃作恶多端，能救陛下一命，也是为他自己积德造福，陛下何须自降身价，对他感恩戴德，念念不忘。他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，也说到了众大臣的心坎里。亚父之言在理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他们都觉得皇帝太儿女情长了，考虑他的年纪，哪个少女不怀春，哪个少年不慕爱，人之常情。他们愿意多包容着，想着等他年纪大些就好了，过了瘾就好了。现在看他把自己折磨成这个鬼样子，真是忍不下去了。贺兰英感觉到了他们的不满，心有不悦，面上不显，只神色淡淡说一句：你看，朕才说不要倚老卖老，诸位爱卿就照做了。第143章，他是1日不能离开桑宁的。这话不怒自威，充满压迫感。不过没有压迫到潘湛。潘湛跪在地上，态度依然强硬。陛下明察，老臣对陛下一片忠心，绝无冒犯之意。有他带头，其他大臣也纷纷下跪表示：陛下明察，臣等绝无冒犯之意。贺兰英也没心情追究他们的冒犯，转开话题道：朕明白诸位爱卿的忠心了，现在只想出兵蒙纳，诸位爱卿怎么看？他视察了绿洲铁矿，是制造兵器的好铁矿。潘湛也知道绿洲铁矿的事，但第一个出声反对：不可！陛下，天下苦战久矣，还望您以和为贵，与民休息。其他大臣多是附和：陛下，蒙纳没有来犯，咱们贸然出兵，师出无名，乃是不义之师啊。对，陛下三思。从前燕云帝昏庸无道，致使天下民不聊生，陛下举漠北而返，为正义之师，救万民于水火，遂百姓夹道欢迎，陛下一路势如破竹，方有大成。现今天下安定，百姓厌战，如若再起刀割，乃不义之师，不义之师行不义之举，实在危险，陛下务必三思啊。林将军说得对，陛下三思啊。主张和平的大臣们都磕头劝诫，当然也有支持的大臣，如韩达便说：蒙大一族狼子野心，便是线下求和，也不会长久，等他们发展壮大，必然兴兵来犯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陛下出兵，乃是居安思危，臣愿为陛下扫平蒙纳。他年轻气盛，又是寒门出身，靠着军功爬上来，妥妥的好战分子。同他一样的还有陈静，听说皇帝要打仗，他匆匆进来，跪下道：陛下，望您给臣一个机会，臣愿为先锋军。先锋军归冯润生管。冯润生一直浑浑噩噩的，看到这一幕就站了出来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请陛下给臣3万兵马。他正说着，就被冯秋华拽了回去，低喝道：你别说话。冯秋华是不想弟弟再去打仗的，他们从前打仗是没办法，必须保住家族富贵，现在富贵滔天，再去打仗就是功高震主了。阿姐，冯润生皱起眉，对姐姐制止他的行为很不满。冯秋华眼神强势：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姐姐，就给我闭嘴。贺兰英看着争执的姐弟俩，顿了一会，转头看向了风雀仪，问道：风国师怎么看？风雀仪如果没有喜欢桑宁，那么对于打仗他是中立态度，但他喜欢桑宁，对打仗自然就没了兴趣，
诸位大臣说的在理，望陛下三思，勿起刀割。贺兰英还是有些意外，他会反对战争的，但意外之后依旧坚持。你们说忠于朕，如果朕坚持打战呢？难道要跟朕不一条心？臣不敢。他们异口同声，但贺兰英怀疑他们的忠心了，是不敢，而不是不会。真糟糕，他的威信不如从前了。贺兰英俯视而下，开始想如何加强权威。从来天授皇权，他冷声道：朕一直扬言出兵蒙纳，你们说缺钱缺粮，如今绿洲铁矿，夔州粮仓如此神助，乃是上天赐予，朕开疆辟土，一统天下。诸位爱卿百般阻挠，这是要与上天作对吗？天予不取，必受其咎。诸位爱卿，你们能承担得起后果吗？他拿上天压人。反对战争的大臣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不敢说话了。也就潘湛敢出声：陛下三思，上天赐福，更有可能是让陛下增益国力，守卫和平。这话又把贺兰英堵住了。贺兰英很生气，吃了会瘪，想了好一会，才反驳道：亚父也说是有可能，难道要朕为这可能而放弃大好的机会？马上冬季了，蒙纳一族没有粮草，战马销售，正是出兵的机会。此时不打，等来年他们兵强马壮了再打吗？陛下息怒。潘湛说：冬季出兵，冰天雪地，于蒙纳一族不利，于我晋国也不利。陛下，这时候出兵乃是苦战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啊！贺兰英岂会没想到这些？他冷笑：亚父，打仗还能怕艰苦？怕艰苦，那就不要打仗。亚父年纪大了，朕理解，自然会让你在晋都安享晚年。这是要罢他的军权了。潘湛一听，忙磕头说：陛下明察，老臣绝没有贪图安逸之心，一切都是为百姓着想。贺兰英没有听，一意孤行道：等朕攻下蒙纳，亚父再为百姓着想也不迟。陛下！潘湛伏地大呼，眼神悲戚，再也无话可说。皇帝之命，谁又真的敢违背呢？风雀仪也没有当面违背皇命，贺兰英便定了出兵蒙纳的事。在此之后，便是整顿兵马，准备粮草了。他还要御驾亲征，带着晋都近一半的官员。尽管出兵日期未定，但官员们都得回去早做准备。风雀仪没回去，等下朝就跟贺兰英一起回了太极殿。路上，贺兰英缓步前行，欣赏着深秋的风景，满目萧瑟。他停在一棵粗大的梧桐树下，那梧桐树叶片片飘落，洒了一地金色。他踩着金色的梧桐叶，回头问道：风爱卿，你跟着朕是有什么话要说？风雀仪脚步一顿，见他询问，躬身一拜，直奔主题：回陛下，臣沉迷医术，医者仁心，不忍见杀生，想要辞官归隐。他是一日不能离开桑宁的，桑宁的身体也一日离不开他。如果皇帝真要打仗，他作为国师肯定要跟随，那桑宁怎么办？如果权力与美人需要他做出选择，那么他首选美人。权力一求，美人难得。第144章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贺兰英被他的话震惊到了，震惊过后问道：因为朕要打仗，所以你要归隐？风雀仪摇头说：不全是。所谓功成身退，陛下大业已成，也没臣的用武之地了。臣沉迷医术，余生也只想钻研医术。理由有些合理，但不合情。贺兰英想着利益熏心的风战之，他主动揽下了2个铁矿的开采权，名下还有1个金矿，但迟迟没有上报。他甚至还在夔州粮仓一事上贪了不少粮食，倒卖出去赚差价。他以为他不知道，他错了，他只是不想追究罢了。风家这叔侄可没什么医者仁心，风战之贪于钱财，风雀仪贪于名利，如今谈什么功成身退？风爱卿，你这是不信朕吗？以为朕是鸟尽弓藏之人，只能同患难，不得共富贵？陛下多虑了，臣绝无此心。既然没有此心，此事就休要提了。陛下！风雀仪跪下来，臣已经厌战了。如果陛下不肯让臣归隐，那么出兵蒙纳一战，就容臣偷个懒吧。无论如何，他是不能跟着军队去蒙纳的。贺兰英看到他的决心，顿时心里门清，原来他是不想离开晋都啊，这是被晋都的繁华迷了眼，也没听他去娘娘和闲逛啊。他越想越觉得风雀仪可疑，他这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腿脚。思量间，一片枯黄的梧桐叶落到了风雀仪的头上。贺兰英伸手捏了起来，把玩着，欣赏着，同时叹息着：时过境迁啊，物是人非啊，物是人非啊。这番感叹直指风雀仪，他觉得风雀仪变了，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桑宁吗？说来，桑宁死了，最淡定的就是他了。他是本就没多喜欢桑宁吗？还是伪装的好，所以没流露出悲伤的情绪。他这么想着，身子一转，离开了。他没有拒绝风雀仪的要求，也没有同意他的要求，就这么离开了。
风雀仪跪了一会，在他身影消失后站了起来。既然皇帝不许他归隐，也不许他偷懒，那他就想个办法偷懒吧。但有什么办法能偷懒呢？他想了一路，到了国师府后就收敛心情，直奔卧室去了。时值正午，算下来他已经一夜加一上午没见桑宁了。他该无聊坏了吧？他真不想这么丢下他的，实则他想多了。桑宁一点没无聊，昨晚没他骚扰，他睡得极好。一醒来，风战之就来了。风战之来就来了，还给他带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，比如华美闪亮的衣物首饰，比如各种形态的金玉摆件，比如带有机关的小玩意。就像此刻他正玩得开心，有男人的脚步声传来，随后是风雀仪的声音：“桑宁，我回来了。”他人未到，声先至。风战之见他回来，立刻站起身，离开床，就很识趣的要走人。桑宁哪里舍得他走人？他忙拉着他的手臂，不放人：“小叔，走什么？我还没学会呢。”他在研究一个靠着机关能走动的小狗，小狗不大，成年男人手掌大小，纯木制作，涂着一层黄色，很精巧可爱。雀姨来了，等会让雀姨教你。风战之扯开他的手，不想让风雀姨误会，这是他的侄媳，他真的是出于长辈关怀才亲近他的。桑宁不知他的想法，相比风雀姨更加喜欢他，尤其这几天没见，更是稀罕。当然，这稀罕里也有一层原因，风战之会跟他说外面发生的事。风战之才没风雀姨吝啬，还说了些贺兰英的事，比如他去绿洲铁矿视察，比如他不久要出兵蒙纳。对于贺兰英依旧喜好打仗这事儿，桑宁只有一句话：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哼，一意孤行的傻子。反正他话给到了，他累死活该。他不知贺兰英这么着急出兵，也跟他有关，是想转移心中失去他的伤痛。他痛失所爱，有毁天灭地的厌世心，总要寻个发泄的出口。不要他，我要你。桑宁拉住风战之的衣袖，开始撒娇。他的意思不要风雀姨教，要他风战之教。风战之也是这么理解的，但风雀姨听到了就误解了。你要谁？桑宁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他看到了桑宁跟风战之相牵的手，尽管在他出生的那一瞬间，风战之快速甩开了他的手，但他就是看到了，全看到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他瞪着风战之，眼神是冰冷的戒备。风战之见他这个态度，有些寒心，面上则是无辜的语调：我听说你被人叫去了宫里，一夜没回来，就想着过来看看他。他一人太无聊了，我就陪着说会话。你说说，你怎么能安排2个哑女照顾他，连个陪他说话的人都没有？他对他的安排是不满的。桑宁早不满了，见他这么说，简直像是听到了官方吐槽，忙不迭点头，还朝他竖起了大拇指。对对对，还是小叔善解人意，温柔体贴。风战之这番夸奖的话，瞬间把他架在火上烤了。他顶着风雀一刀人的眼神，面色发苦的笑：小祖宗，你要是以后还想看到我，就少说2句吧。当着风雀姨的面夸他，他是想夸他，还是想害他？他摇摇头，甩去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看向侄子，做出一副伸手发誓的样子，表达忠诚。雀姨，你别多想，我就是爱屋及乌，我对他真没别的意思，兄弟妻还不可欺呢，我怎么能打侄媳的主意？那是禽兽不如的行为。我发誓，如果我对他有别的心思，就让我倾家荡产做穷鬼。他最爱钱财了，誓言许的那叫一个真。风雀姨听着他的誓言，没说话，扫了眼出口，示意他走人。风战之收到他的眼神，很快懂了，朝他摆摆手，就麻利走人了。风雀姨看他走人，没拦着，袖子里的手握紧了糖葫芦，虽然很想让他以后不要过来，但他忍住了。风战之从不缺女人，最爱的是钱财。桑宁这种一言不合就扇人巴掌的性格，估计也不讨他的欢心。他之所以过来，就像他说的，他是爱屋及乌，但他心里是真不爽啊。他都把他藏在这里了，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男人往他面前凑？他自己也不安分，就喜欢看男人为他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。怒气在心里积聚，他忍着怒气提醒他：桑宁，不要祸害人了。冯润生，陛下，还有你那位死士，他们的下场不惨吗？桑宁听他这么说，顿时不乐意了。他们的下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分明是拜你所赐。你个绑架犯，你绑架我的身就算了，现在还想用道德绑架我，你脸真大，又欠打了是吧？说着，手中带机关的小狗就朝他砸了过去。第145章，他命硬，克妻又克亲。风雀姨没有躲，而是伸手接住了。他看出他有些喜欢这小玩意，就不想他一怒之下摔坏了。我是为你好。他觉得自己没错，他已经惹出不少情债了，何该自我反省，自我约束些。桑宁一听他那爹味的话，就直接对他：你为我好，就放我出去。
别的好就谢谢了，老娘无福消受。风雀仪觉得老娘一词实在刺耳，很想提醒一句，又忍住了。他就不是个听劝的人，还是哄吧。他拿出2串糖葫芦递过去，别气了，我不是故意把你丢在这里的，我一直想着你呢。事实证明他哄对了。桑宁见到糖葫芦脸色就好了，他接过来笑靥如花咬一口，一边吃一边道，下次也要这样想我。他其实是说要想着他爱吃糖葫芦，多给他买。他听得出来就是有些酸，就这么好吃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连个糖葫芦都比不上？桑宁抬头瞥他一眼，你的感觉没错。风雀仪这没心没肺的小白眼狼，他看他吃的心情愉悦，就又小声说了，桑宁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不要招惹他，他有妻子了，只不过没过门就意外去世了。后来又说了2次亲，对方不是生病就是受伤，寻人看了，说是他命硬，克妻又克亲，这说法也有迹可循。风战之是祖母的晚来子，一出生就是难产，要了祖母的命，没多久祖父郁郁而终。父亲长兄如父，将他养在身边，但隔年一次醉酒，跟照顾他的奶娘睡到一起，母亲接受不了，跟他和离，他的家就这么被他克散了。但这些不能全部告诉他，没准他还想风战之克死他呢。桑宁不知他的心理活动，听他说风战之有妻子，还真被他骗住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之前怎么不说？风雀仪继续扯谎，我怕你不信，说我小心眼，加上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我以为他不会对你有想法。桑宁听了朝他翻白眼，他也说了对我没想法，但我怕你对他有想法。那你现在不用怕了，有妇之夫他会避如蛇蝎的。风雀仪见目的达成，忍着笑转了话题，还想吃什么？我让人给你做。桑宁想把糖葫芦当饭吃，但用脚趾想想也不可能，想吃酸的，就那种酸甜的菜。好，我去安排。他亲了下他的额头，起身出去了。不想一出去就看到风战之躺在他床上，显然是等着他呢。他看他就不爽，冷冰冰问，你还有事？相比他的冰冷，风战之就热情多了。哎，还不信我呢？我怎么可能打他主意？虽然她很漂亮，但漂亮的美人千千万，我可不像你没见过世面。当然他也承认，以往美人到了桑宁面前都是庸脂俗粉，主要他那性格还很新鲜，很吸引人的视线。但他的感情关系太复杂了，冯润生、皇帝个个都有来头，他是疯了往上凑。而且美人也不一定要占有，同行一段路程也很好啊。说完了，风雀仪依旧是冷冰冰的，不想搭理他。风战之是冷脸贴习惯了，也不在意，就揽着他的肩膀，低声问他，那火是你放的吧？还盗墓贼？你还真会甩，全国的盗墓贼这下都要遭殃了。他是对的，贺兰英已经下旨了，严抓各地盗墓贼，株连9族，支持举报，重赏千金，包庇者同罪论处，诛9族。除此之外，他赐死了燕国最后的公主慕容丽，还严抓燕国余孽，同样支持举报，重赏千金。这导致了民间为领赏而行污蔑之风，而这邪风也渐渐刮上了朝堂，不正之风已然刮起。暂时还没人发觉，英雄天子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暴君之路。桑琪又受到了暴君的召见，他来时正看到御前太监苏颜举着圣旨匆匆出了殿。搁以前他会上前打听一下，现在对此没一点兴趣。进殿后懒懒行了礼，臣拜见陛下。贺兰英正坐在桌案处，才下了旨，玉玺沾着红泥，仿佛很稀奇，他就那么看着出了神。直到桑琪的声音唤醒他，贺兰英回了神，看到桑琪，扫了眼对面，示意他坐下。谢陛下。桑琪道了谢，坐下后直接问，陛下叫臣来，有何吩咐？贺兰英没理会，朝旁边的苏小满招招手，让他去端解酒汤。他闻到了桑琪身上的酒味，刺鼻得很。自从醉酒差点宠幸了妃嫔，他便戒酒了。这会闻着酒味就想喝酒，但他说戒酒便戒酒，也不许桑琪再喝酒了。朕听说了，朕离开这些天，你夜夜酗酒，酒后无状，疯疯癫癫罢了，朕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为你身体考虑，你以后不许再喝酒了。他看着桑琪的脸，接受不了他顶着这张脸糟蹋自己。桑琪见皇帝不让自己喝酒，顿时激动起来，陛下可知臣为何酗酒？贺兰英是知道的，但他说朕不想知道。他们都是痛失所爱，痛苦难言的人，唯有睡着了醉着了方才好受些，但饮鸩止渴是不行的。他答应过桑宁要照顾好他这个哥哥的，陛下当然不知道。桑琪红着眼流着泪喃喃着，臣只要一闭上眼就听到妹妹的声音，让我救她。我怎么救她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昨晚还梦到她说自己还活着，哈哈，我真是要疯了。说者无心，
听者有意。贺兰英神情一凛，捏住他的下巴：“你刚说什么？他还活着？”桑奇被他表情吓了一跳，酒都被吓醒了。好像是，不过是做梦。我这些天经常做梦，梦到妹妹说自己没死，让我救她。哈哈，我真的觉得自己要疯了。我们亲眼看着她下葬的呀。是啊，他们亲眼看她死掉，亲眼看她下葬的。那么下葬之后呢？那被焚烧的尸体真的是他的吗？有什么在贺兰英的脑海里快速连成线？桑宁死了，桑宁下葬了，桑宁的尸体被焚烧了，风雀仪要归隐了。风雀仪第146章，他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风雀仪正给桑宁把脉，觉得他脉象好些了，又奖励他一串糖葫芦。当然，在奖励这串糖葫芦之前，是一碗黑乎乎的药。桑宁进来喝药如吃饭，还真把身体喝好了，头不疼了，腰不酸了，人也精神了，身子确实是日趋健康了。这回也没推脱，一口气喝完了，就是苦得想打人。妈的，你是投毒吧？他苦得面目狰狞，捏紧了拳头。风雀一看了，忙变戏法一般给他一串糖葫芦，快吃糖葫芦就不苦了。桑宁立刻张嘴咬掉一颗糖葫芦，然后整串抢过来，背过身去，像是护食儿，没一会咕叽咕叽吃光了。他是真喜欢吃糖葫芦，意犹未尽地说：“还要。”说着，白嫩的掌心朝他伸出来，像他在变戏法一般变出一串。风雀仪就买了一串，看他这样就低下头，刚好下巴抵着他的掌心，宠溺一笑：“没了，只有我了，你也只能要我了。”桑宁，什么鬼？他忙收回手，仿佛摸到翔一般，在他衣服上擦了擦，一脸嫌弃地说：“别闹，我要糖葫芦。”风雀仪抓着他的手，跟他十指相扣，目光灼热：“没有糖葫芦，只有我。”桑宁，这么久了，你还不想要我吗？桑宁听他这么问，直接翻白眼，给他一个你自己体会的眼神。风雀仪体会到了，心里仿佛被什么刺了下，就很受伤。桑宁，我们相处这些天，你还没对我动心吗？桑宁讥诮一笑：“没，你再这样肉麻，我倒是挺想对你动刀的。”风雀仪，他是真受伤了，眼神肉眼可见的暗淡。为什么？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他自觉对他很好，要什么给什么，细心照顾他的身体，也把他身体调理的好些了。相比皇帝、冯润生他们这些只会动嘴皮子的，他是独特的，做实事的，还是有功之人，理应得到他的好感。但他注定失望了。桑宁冷着脸反问：“我让你假死，把你囚禁了，不给你自由，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，你会对我动心吗？”风雀仪毫不犹豫地点了头：“我会。如果是你。”桑宁才不信他的话：“你不会。”风雀仪也没多说，换了话题：“我什么时候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了？除了之前让你喝药，那次他自杀，拿有毒的簪子刺伤手掌，为了救他，他强力喂他吃药，是粗鲁了些，后面就都很温柔了。他自觉从没真的强迫过他，便是有些违背他的意愿，也都是为他好。”桑宁才不管他的动机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不听我的话，就是在强迫我。比如我让你放我自由，还有让你放了于谈，你哪样办到了？”说到于谈，风雀仪的脸色就变了：“你说来说去，就是想我放了他吧？”他的心情变差了，语气很绝望：“罢了，我愚蠢了，便是我照做了，你也不会喜欢我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喜欢我。不过没什么，我喜欢你就够了。”这语调是卑微的偏执。桑宁看他可怜，就摸摸他的头，哄一句：“行了，你要是想听，我能说1000句喜欢你。”风雀仪自嘲一笑：“不是真心的，听来有什么意义？”桑宁听得皱眉吐槽：“你还怪挑剔，活该没女人。”风雀仪不甘心，低头就强吻他：“你就是我的女人！”桑宁抬手就打他的脸，没成功。风雀仪及时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扑倒在床上。天色暗了，他抱着他往被窝里钻。他才喝了药，嘴里都是苦味，但他吮尽苦味，便是梦寐以求的甘甜了。他痴迷地吻她，从贪婪的狂烈到温柔的讨好，衣衫渐渐被丢到地上，开始跃跃欲试动真章。不行，桑宁还残留着跟贺兰英没搞成的阴影，暂时对他的深入运动没兴趣。哪里不行？就是不行。桑宁盯着他湿红的脸，一语诛心：“你这就开始强迫我了？”风雀仪皱起眉，停下来，粗喘着解释：“你喜欢的，我知道，你的身体也是这么说的。”桑宁冷哼着对他：“我的身体这么说，你为什么还问我要真心？想要真心，就得听我的话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”风雀仪流着汗，隐忍着问：“那什么时候行？”桑宁不走心地哄他：“谁知道？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反正不是现在。”风雀仪觉得他是故意的，我都这样了。桑宁没心没肺才不管，你这样又不是我害的，
你自己管不好，那就别要了。他真是要人命。风雀一气地咬他的唇，桑宁抬手就扇他，当然没成功，被他咬了手，倒也不疼，他不敢，也不舍得，就很憋屈。他捉着他的手，意图很明显。桑宁扫一眼，觉得丑，很凶，很狰狞，不想碰。风雀姨明明很文雅的模样，偏生了这么凶悍的家伙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风雀姨觉得他在嫌弃自己，更自卑了，他不喜欢。桑宁知道男人这时候激不得，很识趣地说，如你所见，全然欣赏的眼神。他在说谎，他其实嫌弃他，他气得很想不顾一切弄死他，真奇怪，明明之前还不怕弄死他的，早打定主意等他身体好一些就把他吃干抹净，让他知道他的厉害，但真到了这一步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真没出息。他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不可以，3天。他朝他伸出3根手指，语气决然。桑宁，3天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做好准备。3天之后，不管他乐意不乐意，他都得把事儿做实了。他这么想着，下了决定就控制住了身体，哪怕身体快炸了，他还是能控制住。他一直是这样的，想做什么就能做到。可惜老天没有给他3天时间。他隔着被子正抱着他睡觉，就听到一阵匆匆的脚步声而来，立刻警醒了，坐起来，看到风仪一脸严肃，皱眉问道：发生什么事了？风仪拱手一拜，禀报情况：大人，陛下的暗卫进了府里。第147章。他为了私藏他，算计了所有人。暗卫确实是贺兰英派去的。贺兰英怀疑了风雀姨，越想越怀疑，桑宁的身体一直是风雀姨照料的。风雀姨的医术神乎其神，桑宁出事前是他急救的。他想对他做些什么，太容易了。桑宁下葬后，冯润生傻傻的守了几天墓，把自己折腾的发了高烧，还失去记忆，忘记了他。没了他守墓，桑宁的尸骨被焚烧了。哦，对了，在这之前，桑琪跟他提过给桑宁迁坟，太多一点了。之前怎么没想到？他拍着脑袋，内心生出一种痛苦的期待。或许他没死，一切都是风雀姨的算计。他为了私藏他，算计了所有人。放肆！他竟然敢欺君罔上！贺兰英胸腔里燃烧着怒火，很想冲进国师府，抓着风雀姨的肩膀质问：你是不是把他藏起来了？混蛋！你都对他做了什么？但他不能。风雀姨能算计这些，那就肯定有后招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必须从长计议。为今之计，先派暗卫去查。暗卫听后递命去了国师府探查，但没躲过风仪等人的视线。风二是第一个发现暗卫的人，没有声张，随他活动，很快把他识别出来。陈静，皇帝身边的人。皇帝为何派陈静夜进国师府？还疑似寻找什么？风雀姨回了房间，坐在床上分析着原因，他才提出归隐，皇帝就派人来查他，怀疑他跟桑宁一事有关。大概是他做贼心虚，或者是他个人直觉，他觉得皇帝对他起疑了。如何消除皇帝的怀疑？他早想过对策，便对风仪说：让那女人出场吧。风仪点头应道：是。夜色深深，人心更深不可测。陈静还在府里寻找能藏人的地方。很快，他被一段优美的乐曲吸引了，地点在国师府后院的竹林小屋。月光冷寂，他穿梭过竹林，看到竹屋里晃动着一抹白影。深夜，古琴，女人，国师府，国师府藏着个女人。他自觉寻到了真相，便靠近了。等靠近了，那女人的容颜也闪入了眼帘，赫然是桑皇后的脸。不，她不是桑皇后，细看来也就跟桑皇后有8分相似。国师府怎么藏着一个跟桑皇后很像的女人？难道风国师也偷偷喜欢着桑皇后？这便是他想要留在晋都的原因。他怀着这些疑惑回了皇宫，把这些发现如实禀报给了皇帝。贺兰英正在熬夜处理奏折，旁边烛火跳跃着，有些微弱了。他看到了，随手拔下头上的发簪去拨弄烛火，正拨弄着，烛火明亮，就烧到了他的手指。陛下，陛下小心！苏颜正端着茶水进来，结果一进来就看到皇帝用手指拨弄烛火，而恍然不知。贺兰英确实不知自己是用手指拨弄的烛火，被苏颜这么一叫，回了神，痛感才瞬间从指尖炸开，疼得他丝丝抽泣。来人，快去叫御医！安静！贺兰英冷声喝住了他，并不想他去传御医。朕没事，你不要声张，不过小伤罢了。虽然很疼，火辣辣的疼，现在还有被灼烧的感觉。他看着自己右手上烧破皮的食指，一边丝丝抽着气，还一边想去揭掉那层皮。陛下小心，万万珍重龙体啊！苏颜忙放下茶盘，僭越地拉住他的手，低声道：陛下，这烧伤最折磨人了。贺兰英听了，很想说没有，不是，这烧伤没那么折磨人。
最折磨人的是等待，他在等待陈静带来好消息。苏颜不知内情，抓住他的手，提醒着：“陛下等等，奴才去取冷水来。”他说着，匆匆而去。因了皇帝不想他人知道，他是亲自去端的。几乎他才出去，陈静就进来了。陈静一进来，就看到了皇帝手指的烧伤，那一团血肉模糊的黑太显眼了。陛下，您这……贺兰英压抑着紧张、期待、激动等复杂的心情，强作淡定地问：“查得如何了？”陈静知道皇帝最关心这个，也不废话，跪下道：“回陛下，属下去了国师府，并没寻到桑皇后的踪迹，不排除有地下暗宫的可能，但在国师府后院的竹林小屋看到了疑似桑皇后的女人。”疑似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贺兰英第一反应是，那女人就是桑宁，一定是陈静看错了。他甚至激动地站起来，想要去接她回宫。但陈静摇头说：“陛下，属下绝没有看错，那女人跟桑皇后很像，但气质一点不像，您去看了就知道。”他负责看守月桑殿，看了桑宁那么久，自觉比任何人都熟悉她。贺兰英是信他的，但他还是决定去国师府一趟。他的心就像是那根烧伤的手指，只是听到跟他相似就痛不欲生了，唯有见到他，这痛才会消弭。陛下，您的手。陈静见他往外走，就提醒了下他手上的伤。贺兰英像是没听到，走出殿外，命人备马。夜风呼啸，几匹快马奔出了皇宫。风雀仪躺在温暖的被窝，计算着时间，1、2、3，砰！房门骤然被推开。他在黑暗里睁开眼，本以为是皇帝，却看到了小叔风战之。风战之站在门口，披着红色大氅，怀里抱着枕头，身边是提灯的小厮。好侄子，我刚做了个梦。风战之走进来，灯光照着他的俊脸，上面是心有余悸的表情。风雀仪听着，淡淡问一句：“什么梦？”风战之已经坐到了他的床上，一边往他被窝里挤，一边拍着小胸口：“吓死我了！我梦到你私藏桑宁的事被陛下发现了，陛下一怒之下把你凌迟处死了，还要我醒醒？太可怕了！”风雀仪觉得这个梦很不吉利，不知为何，忽然就想到了风战之的克妻克亲命。小叔，也许你会克死我的。他私藏桑宁的事，如果真被皇帝发现了，或许还真难逃一死。风战之听他这么说，顿时脸色煞白。啊，那不行的啊！雀姨，要不在我克死你之前，你还是把桑宁还回去吧。真的，你信小叔一次。我不知怎的，眼皮一直跳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总感觉要出事。像是响应他的话，门外传来风仪的声音：“大人，陛下来了。”第148章横刀夺爱，臣夺君妻。风战之一听皇帝来了，就更怂了。操，怕什么？来什么？他那个梦是预兆吗？风雀仪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我看那桑宁根本不喜欢你，不值得你为他送命。你别犯傻，她是你侄媳。风雀仪打断他的话，眼神森然，压低声音喝问：“你让我把你侄媳送人？”一句话将风战之问住了。是了，那是他认定的女人。身为男人，怎么能把自己女人拱手送人？他无话可说，只能问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陛下这时候过来，肯定是怀疑了什么。你能瞒住他吗？他感觉不能瞒住的，皇帝不是好糊弄的主啊。都怀疑他了，岂会善罢甘休？风雀仪面色如常，淡定道：“没你的事，回去睡你的觉。”风战之，管好你的嘴巴跟表情。你若是坏我的好事，别怪我手下无情，我一定在你克死我之前，先弄死你。风战之，他好凶。他们这是什么叔侄情？他抱着枕头，委屈巴巴准备回房间，不想才走几步，迎面就撞上了皇帝的面，忙躬身行礼：“草民见过陛下。”这么晚了，陛下怎么过来了？贺兰英没回答，先问一句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风战之回道：“我做噩梦了，想跟雀姨一起睡，她嫌弃我。唉，没良心的孩子。”贺兰英也觉得风雀姨没良心，他给她名利富贵，给她权势地位，他却私藏他的女人，简直罪该万死。罪该万死的风雀姨假装整理着衣服，匆匆出了房间，做出迎接的架势：“陛下大驾光临，臣有失远迎，还望陛下恕罪。”贺兰英听着他的客气话，目光犀利地盯着他的眼睛，这双眼睛清透如水，纯然可信，曾在数次作战计划里给他信心。无论多凶险的战役，只要瞧着他的眼睛，他都自信会赢。他也确实赢了，可惜现在输得彻底。陛下，陛下！风雀仪低声唤回他飘散的意识。贺兰英回了神，不等风雀仪询问自己为何过来，就朝他伸出了手：“朕受伤了。”他确实受伤了，是个过来寻他的理由，甚至是去他房间的理由。风雀仪看到了他的伤，装着担心，忙说：“陛下怎得烧伤了？快随臣来。”
他把他请进了房间，寻到医药箱，给他处理烧伤。贺兰英在他处理自己的烧伤时，骤然出声炸他：朕什么都知道了。风雀仪，君臣一场，朕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。说这句话时，他看向了旁边的风战之，实则风战之比风雀仪演技还高，直接跪下了：陛下，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贪婪，谎报了夔州粮仓的数目。陛下开恩，我再不敢了。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。谁说粮仓的事？贺兰英摆手让他走人。风战之没有走，跪走到皇帝身边，抱着他的腿大哭：陛下，草民确实贪了些粮食，但草民是有苦衷的。川州战火重，百姓一直急缺粮食，却一说您有意打仗，粮食肯定更加不够用，便让我留意着，准备些粮食送去川州贱卖。陛下明察，他是一片爱民之心啊。他为了救侄子，真是出血本了。看在他侄子这般济世安民，一代忠臣良将的份上，就算以后知道他走错了路，也得饶他一命啊。风战之，你出去。贺兰英本来想炸风雀仪的，现在全被风战之破坏掉了。他嗓门真的太大了，吵得他脑壳疼。风战之看出皇帝耐心不多，立刻见好就收，装着一副惶恐的模样退下了。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。风雀仪还在专心给皇帝处理烧伤，同时叮嘱着陛下这几日切忌沾水，减少手指的用力。这个药膏一天抹3次。贺兰英伸出左手接过药膏，握在掌心，然后抬起头，目光专注地看着他，问道：风雀仪，朕有什么地方亏待你了吗？他为何要这么做？女人就这么重要？比他们的君臣之义、知己之情重要？他明知他跟桑宁是一对了，怎么还能横刀夺爱，臣夺君妻？他置他皇帝的脸面于何地？他分明是把他的脸按在地上乱踩，简直可恨，可恨至极。风雀仪不知皇帝心中所想，装着懵懂无知的样子，反问一句：陛下何出此言？贺兰英懒得装下去了，开门见山地说：把他交出来吧，朕什么都知道了。原来陛下知道了呀。风雀仪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笑道：臣还想着给陛下一个惊喜呢。贺兰英听得拧眉，随后看他拍了拍手。没一会，有脚步声靠近，房门随之被推开，一袭白衣的女子步伐翩跹地走了进来。她身段曼妙，婀娜多姿，手中捏着个团扇，仅露出一双漂亮的狐狸眼，像极了桑宁的狐狸眼，但也只是像罢了。她没有喝醉，轻易看出她不是桑宁。桑宁的眼睛是独特的，形容不出来，是一种感觉。你看着他的眼睛，就想对他好。他能勾你的色欲，更能勾你的保护欲。他充满神秘的美。陛下，臣知道您对桑皇后情根深重，便想着寻个相似的姑娘。砰！贺兰英摔了手中的药膏，瓶子刚好碎裂在女人脚边，吓得她一哆嗦，人也惊叫着后退了。赝品就是赝品，单桑宁的胆量就是他比不上的。贺兰英很生气，胸口像是一锅煮沸的水，咕噜噜的，马上要撑开了盖子。放肆！他骤然站起来，捏住了女人纤细的脖颈，瞪视着风雀仪：朕要见桑宁，真正的桑宁，你竟敢拿这种货色糊弄朕！大人，大人救我！女人被贺兰英掐得红了脸，满眼恐惧地看着风雀仪，发出可怜的猫叫声。风雀仪撩开衣袍，跪下道：陛下息怒，陛下节哀。桑皇后已经仙逝，臣寻她来，一片忠心。那你的忠心害了她。贺兰英见他还坚持说桑宁死了，便松开了手，看女人软倒在地，没一点心软，而是从陈静腰间拔了长剑。没有人可以代替桑宁，他跟桑宁一张脸，也是有罪。风雀仪，你的忠心害死了他。他的话音落下，砰的一声响，他把长剑扔到他身边，让他自杀。如果桑宁活着，他没有存在的必要；如果桑宁死了，他更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他拥有这张脸，更别想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所以风雀仪的忠心害死了他。第149章，风雀仪，你这是杀头的大罪。女人自然不想死，她见事情不像风雀仪说的那么发展，不仅得不到皇帝的赏识，还可能失去性命，就揭下了人皮面具，露出了跟桑宁完全不一样的脸。当然，这张脸也很漂亮，毕竟是送去伺候皇帝的女人，相貌没得说，但也就空有一副皮囊罢了。蠢货！不仅贺兰英瞧不上，现在连风雀仪也瞧不上了。他见女人揭下人皮面具，低骂一声，暗恼，他真是脑子进水了，也无怪乎皇帝会生气，他竟然拿这种货色糊弄他，果真是急中生乱了。陛下息怒。风雀仪跪到地上，认了错，臣想差了，让陛下见笑了。贺兰英俯视着他的脸，目光阴恻恻，你是想差了吗？你是弄虚作假，你是欺君罔上。风雀仪，你这是杀头的大罪。他真想借机杀了他。冷静，冷静，一切等寻到桑宁再做处理。
风雀仪很冷静地低头说：“陛下息怒，陛下恕罪。”贺兰英没心情治他这些罪，只问桑宁在哪里。风雀仪：“朕知道，他在你手里。”风雀仪自不会交出桑宁，面上装着懵懂。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桑皇后怎么会在臣手里？臣听说她尸体被焚，尸骨就放在月桑殿。陛下，您节哀啊！够了！贺兰英低喝着打断他的话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别逼朕。风雀仪，只要你把他还给朕，朕既往不咎。他知道他们都为桑宁着了魔，他也是男人，情难自控，身不由己，他都理解的。只要他回来，不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他可以接受这些。只要他还活着，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但风雀仪心如磐石，磕头说：“陛下节哀。”这话意味着皇帝是伤心过度说胡话。贺兰英气得捡起长剑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说不说？风雀仪闭上眼，没有一句申辩。已经到他手的东西，万没有还回去的可能。桑宁是他的，哪怕他会死，就是不知他死了，桑宁会不会为他伤心？会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？听说人死债消，留下的都是好印象，那么桑宁会不会偶尔想起他的好，然后喃喃一句：“好吧，其实他也是个不错的男人。”他是真的爱他啊，恨不得带他一起死去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他死了，他也会死的，没了他的医术，他活不了多久。他们终将在地下相聚，重续前缘。别再执迷不悟了。贺兰英看着剑刃上的鲜血，看到了风雀仪不畏死亡的坚决，准备硬的不行来软的。好，朕知道你很爱他，朕许诺，朕不会强行带走他，只要他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朕甚至可以成全你们。风雀仪，朕只想再见他一面。风雀仪，你让朕再见他一面。最后一句，他已经是卑微的哀求了。他只要他活着，随他喜欢谁都没关系，哪怕最后他没有选择他，也都没关系。可惜人都是贪婪的。风雀仪将心比心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。是以，他磕了头，重复一句：“陛下节哀。”这话无异于告诉他，一切都是他的妄想。桑宁死了，无论他说什么，他都死了。贺兰英是不接受这些的，见他这样油盐不进，一时却拿他没办法。他把他藏哪里了？挖地3尺寻找吗？如果寻不到呢？闹到那种地步，他们的君臣之情就毁了。冷静，再想想。他深呼吸一口气，扔了长剑，捂住额头，坐到了椅子上，叹息道：“风爱卿，朕好累啊。你说让朕见笑了，不是朕让你见笑了。他今天乃至以前的行为都是犯蠢，不过他不会再犯蠢了。”他抬眸扫向陈静，示意他把风雀仪扶起来。陈静领会皇帝的意思，就走上前把风雀仪扶起来了。风雀仪站起来后，像是感觉不到脖颈上流血的伤，微微躬身，摆出恭敬的样子：“陛下千万别这么说，您乃天子，谁敢看您的笑话？你就在看朕的笑话。”贺兰英忍住这句话，站起来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朕今晚失态了，对不住，让你受惊了吧？”风雀仪摇头，违心地说：“没有，怎么会？雷霆雨露都是君恩，陛下这么说，才真正叫臣惶恐。你不用惶恐，嗨，朕赔罪，随朕进宫，我们今晚大醉一场。”贺兰英准备寻个由头，把他困在皇宫。只要他在皇宫，那么搜查桑宁的下落就容易多了，主要也好吓吓风战之，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。前提是桑宁还活着，桑宁一定还活着。他这么坚信着，揽住了风雀仪的肩膀就往外走。风雀仪不想离开自己的地盘，就笑说：“陛下想喝酒，何必大费周章？臣这就让人准备酒菜。”贺兰英摆手说：“不用，回宫，我们回宫喝，然后彻夜长谈，明儿一起上朝。陛下，等等，臣这伤，容臣稍作处理吧。”风雀仪借着脖子的伤拖延时间。贺兰英没理由拒绝，就点了头。看他坐到椅子上，打开医药箱，对着镜子处理自己脖颈的伤，伤口没那么严重，一道细长的血痕。风雀仪上了药，缠上一圈白纱，像是戴了一层薄薄的围巾，织围巾里沁着点血红色。包扎的时间不长，他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想通了关窍，皇帝是想把他困在皇宫里啊。那么他一旦进了宫，想出来就难了。主要他在宫里消息闭塞，想做什么也都不方便。怎么办？如何脱身？走了，走了。贺兰英拽着他，大步走出了房间。风战之还候在外面，见他们出来，忙跟皇帝行礼：“陛下，您这是要回去了？”他看到皇帝跟风雀仪勾肩搭背的姿态，忍不住想：风雀仪这是把皇帝瞒住了。刚刚那氛围明明都要拔剑杀人了，怎么转眼就和好如初了？风雀仪抢先一步说：“我跟陛下回宫喝酒，你也一起去吧。”他想把风战之带去皇宫，总感觉风战之留下才要坏他事儿。
第150章，这一晚真是惊心动魄呀。贺兰英也这么想，因为这么想，便说不用，他随朕去绿洲奔波多日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风战之也不想去皇宫，便谢恩道：“是，谢陛下。”他还抱着枕头朝皇帝行了个礼，就跑回屋睡觉去了。这一晚真是惊心动魄呀！他似乎被吓到了，又做了几场风雀仪被砍头的噩梦，根本没睡好。风雀仪跟贺兰英是别想睡了，他们各怀心思，灌了对方一夜的酒，唯有桑宁睡得好，一觉到天明。桑宁醒来后，洗漱、换衣、喝药、吃饭，一条龙后吃饱喝足，躺到软榻上歇着，才想起昨晚好像听风仪说什么府里进了宫里的暗卫，等下皇帝怀疑他没死，派人来救他了。想到皇帝，还真有些想他了，也不知再相见是什么时候，他会不会激动到哭？还有冯润生，他定然会哭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绿枝那个小哭包，他定然也会哭的。桑琪呢？于谭呢？他越想便越想见他们，穿书一场，相识一场，到底有些感情的。他因为想念，便越觉线下日子很无聊，也就越想离开这不见天日的暗宫。风却已把他囚困此处，还想他喜欢他，真是不要点脸。皇宫，太极殿，阿嚏阿嚏！风却一睡在软榻上，连续打了2个不雅的喷嚏，成功让自己着了凉。他昨晚跟皇帝喝了一夜的酒，醉酒后就躺在软榻上，工人给他盖着的被子都被他故意踢下了床。他如愿得了风寒，借口不传染给龙体，要回府休养。贺兰英坐在床上，正扶着宿醉的脑袋，听他说这话，笑道：“无妨，你是因为朕才感染了风寒，朕会负责。来人，去请御医。”等候御医到来的时候，风却一还再想借口：“谢陛下关心，臣就是医者，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反观陛下，应当以龙体为重，远离臣一些。”贺兰英不以为然：“没事，朕的身体没那么虚弱。”风却一，他就这么被皇帝留在了宫里，一留就留到了日落西山。一天过去了，他又一天没见到桑宁了，思念蚀骨。他看着对面处理政务的皇帝，一边给他研磨，一边暗暗道：必须尽快想到办法出宫。腰间香囊晃动，他摸着香囊里那颗失忆的药，忍不住想要故技重施了。或许他像冯润生一样失忆了，不再执迷他，不再纠缠他，他们永不相见，桑宁才能彻底的属于他。桑宁啊，别怪他；陛下呀，别怪他。他承认了，他就是个卑鄙的小偷，以及一个爱而不得的可怜人罢了。国师府，风战之在府里等了一天，也没见风雀仪回来，想进宫打听情况，又忍耐住了。他忍耐住了，桑宁忍耐不住了。桑宁一天没见到男人了，风雀仪这个狗男人又不见人影了，他没得乐子，又出不去，憋闷的想打人，但打谁呢？暗宫里只有2个哑女，她们本就是可怜人，彼此交流都是伸手比划，同为女人，他完全不忍心为难她们。你们主子去哪里了？死哪里了？他压着声音问，气得脑壳疼。2个哑女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大意是求他：姑娘再等等，求求您别生气，别气伤了身体。桑宁见此，哪里还能发火？他只能软着声音，满眼无奈地发问：风战之呢？我要见风战之。2哑女对视一眼，又是一阵伸手乱比划，其实是说暗宫进来不得随意进出。原因也简单，皇帝正派人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呢。但桑宁不明白他们的意思，就说：我要见风战之，你们把风战之叫来。尽管风战之是有妇之夫，但他发誓他只是跟帅哥聊聊天，就冲风雀仪这人品，他也不敢打风家人的主意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蛇鼠一窝，他们叔侄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阿嚏阿嚏！风战之正在自己房间吃着晚膳，忽地连续打了2个喷嚏，把饭菜喷得哪里都是，画面很不雅。他自己都嫌弃，也没胃口吃饭了，就去洗漱，换了身干净的寝衣，躺床上睡觉了。但翻来覆去睡不着啊。他很担心风雀仪，也很担心桑宁。自从风雀仪离开暗宫，他就没敢进去，生怕给暗中盯着他的人提供了桑宁藏身之处的信息。但这么等下去也不行啊，桑宁那脾气绝对得闹事。想桑宁的消息就来了，风二传来的。二爷，桑姑娘不肯吃饭喝药，吵着要见你。风二推门进来，低声传话。风战之听得皱眉，先问了：你怎么出来了？没人盯着，我避着人呢。风二解释过后，面露难色。桑姑娘闹得实在凶，她打翻了药碗，还拿碎片差点伤了自己。她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，才走这一遭了。差点？她没受伤吧？风战之皱紧眉头，一颗心揪扯着。你跟她解释了没？现在是非常时刻，我们不能随意出入暗宫，你让她消停一些。
风二自然解释了，他也跟桑宁说了风雀仪不在府里的消息，但怎么说呢？他皱紧眉头，面容严肃：“二爷，我感觉就是解释了，他才闹得凶。他是对的，桑宁怎么能不闹呢？风雀仪不在府里，不在府里，不在府里，重要的话要说3遍。他被皇帝请进了皇宫，显然一时半会回不来了。皇帝还怀疑他没死，那么肯定要派人来寻他的下落。他不闹出点动静，怎么吸引他们来救他？啊，好痛！我要痛死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他瘫在床上，假装身体不舒服，叫得无比凄惨。亏了他身体病弱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两哑女完全不敢不信，只能再去一个人催风战之快些过来。风战之是懂些医术的，也是个主子，多少有资格主管当下的局面。转眼间，暗宫里就只剩下一个哑女了。桑宁看着床边瘦弱娇小的哑女，他正满眼担心地看着自己。哎，打女人啊，他不舍得呢，但不舍得不行啊，打晕了他，他才有逃出去的希望啊。第151章，一怒之下让他做太监。桑宁环视一圈，没找到趁手的东西，就想到了隔壁库房的一箱箱金砖，但金砖敲一下会把人敲死的吧？他纠结着，就听有脚步声传来，得错过机会了。不过错过就错过吧，他实在下不来手。如果是男人，那是不用犹豫的。你在闹什么？风战之的声音传过来。桑宁听出是他，还是高兴的，觉得他比风雀仪好糊弄些。聊聊呗。他坐在床上，朝他招招手，像是在唤小狗。风战之摇头甩开这种感觉，一边朝他走过去，一边问：“你想聊什么？”桑宁嫣然一笑：“聊聊你的好侄子。”风战之皱起眉，没有说话。他现在真的很担心风雀仪，眼皮还在跳，心也在狂跳，总觉得要出事。他2年前跟未婚妻定亲时就有这种感觉，结果真的应验了。未婚妻逛个街，被人骑马撞伤了，昏迷半月不醒。未婚妻是家中独女，父母的命根子，请了无数大夫都没用。后来未婚妻家里听说她命硬，克妻又克亲，当即跟她退了亲。也是神奇，他们退亲的当晚，未婚妻就苏醒了过来。他从前不大信这些，还觉得自己命硬是命好，是他们没福气，但经此一事也信了大半。如今怎么能不担心风雀仪这个侄子呢？他不会把他克死吧？不行，他是他最亲的人了，他藏不了我多久的。桑宁看着风战之的眼睛，缓缓道：“陛下对我的心，你应该也看到了。如果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定然饶不了他，但我会保护他。我跟他相识一场，感情自然是有的。凭这份感情，我也不会让他有事。而且我的身体还需要他救治，陛下便是出于我身体的考量，也不会伤他性命。他只能保证不伤风雀仪的性命，不保证会不会伤他男人的幸福。谁知道贺兰英会不会一怒之下让他做太监？他之前就有想让人做太监的先例。当真？如桑宁所想，风战之有些心动了。现在把人交出去，也算浪子回头金不换吧，也算戴罪立功吧。再说风雀仪也在那场刺杀中救了他，但他心动不敢行动，风雀仪会杀了我的。他那脾气，到手的人怎么可能送出去？白忙活一场，什么都没捞到，便是他也不甘心的。他越想越气，你真是红颜祸水。他瞪着他，觉得他害人不浅。桑宁听多了祸水一词，完全没有心理负担。你都知道我是红颜祸水了，更应该放我出去，不然风雀仪真会因我而死的。不对，我听风雀仪说，你命硬克亲，眼下他的生死也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小叔，如果你的侄儿死了，不关我的事，你才是杀人凶手。他太会蛊惑人心了，还是直戳人的软肋。杀人诛心。风战之就这么被他说动了，要不就放了他。侄子的命最重要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别说了，容我想想，容我好好想想。他抱着脑袋，觉得有些乱，需要好好捋一捋。同一时间，风二驾着马车在浓重的夜色下狂奔。秋冬交接的夜太冷了，冻得地面都硬邦邦的。马车驶过时，车轮咕噜噜响得很。停下，停下！陈静跟几个暗卫一路骑马追赶，终于在城门口追上了马车。马车缓缓停下，暗卫们迅速包围了马车。马车上的风二认出了他们的身份，但还是装着不认识，问道：“几位是什么人？有什么事？”陈静拿下腰牌，向他表明身份：“皇宫失窃，吾等奉命追查盗贼。你这马车可疑，车里人速速下车检查。”实则是他跟暗卫们正监视国师府，就见风二跟2个年轻男人护着一个年轻女子上了马车。那年轻女子的双手被绑缚着，还被蒙住了脸，让他怀疑是桑皇后。而他们在密谋转移桑皇后，是以立刻带人追了过来。原来几位大人出身皇宫，失敬失敬。风二恭维一句，然后自我介绍：“我是风二，出身国师府，奉国师之命出城办事。”
一派胡扯！陈静冷着脸打断风儿的话，低喝：“国师大人现下正在皇宫跟陛下商讨政务，怎么可能给你下令？便是国师大人下了令，什么事需要你们大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？定然是心中有鬼。废话少说，车里人速速下车，否则休怪吾等不客气。”他说话间拔出了长剑，指向了马车。马车帘掀开，风三、风四跳下来，躬身向他们一拜，同样介绍了自己的身份：“几位大人明察，我们真是国师府的人，送个女人回。”陈静没听一半，就一剑劈下了马车帘，里面的女人露出来，一袭红裙，头蒙黑布，呜呜叫着。他看不到真容，忙下了马，走上前，一把扯下了女人头上蒙着的黑布。女人的脸露出来，并不是桑皇后的脸，却是那个戴着人皮面具冒充桑皇后的女人。大人这是何意？风四面色如常地扯着谎言：“这女子乃是国师大人的远亲，不久前来国师府求医，国师大人心善，治好了她的病，不想被她缠上了，不仅赖着不肯走，还要留下来伺候国师大人。国师大人并不喜欢她，又怕传出去对她影响不好，便让我们秘密送她回家。”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，解释他们的今夜之行。陈静听着，一个字不信，脑袋一转，糟糕，中计了。他反应过来，只觉2次被耍弄，气得崩了心态，拔剑就砍人。他想砍死风四等人，但风四三兄弟武力值不低，尤其风二一人就能打3个，是以跟他们多人打起来，一时半会也能撑住局面。该死！你们这些人合伙欺瞒陛下，简直罪该万死！陈静作为贺兰英的头号死忠粉，都有种头上绿了的愤怒，他们竟然敢动陛下的女人，还这般挑衅，乃至羞辱。他一时杀不了他们，也不杀了，让暗卫们拖住他们，自己快马回了国师府。如果他们是调虎离山之计，趁着他们不在，秘密转移了桑皇后，他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实则桑宁还好端端在地下暗宫待着，风战之也没想着转移桑宁，不过是听他闹事，需要来暗宫看他一眼，就想了个主意，把他们这些人引开了。桑宁不知地面上男人们的勾心斗角、阴谋算计，见风战之好久不说话，就不耐烦地催促了：“你考虑好了没啊？再考虑下去，没准陛下的人都来了。”第152章，他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？风战之还没考虑好，那个你别催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你让我想想。再想想，他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？要让他做这么艰难的选择。皇宫，风雀仪已经做好了选择，准备给皇帝吃点好东西。他看着埋头政务的皇帝，低声说：“陛下辛劳这么久，我为陛下煮茶吧。”贺兰英听了，没说什么，也没抬头，继续专心处理政务。因为不日要出兵蒙纳，他这几天的政务特别多，他一天都在忙政务，遇到不好做决定的，就跟风雀仪商讨。风雀仪实在是个聪明人，一句话就能中核心，他们是最默契的君臣，如果没有桑宁，他们这么合作下去，定能建立一个盛世王朝。可惜桑宁横在他们之间，他们之间只剩下算计。茶烟袅袅，香气弥漫。贺兰英抽抽鼻子，在茶香中看向了煮茶的男人，他一袭白衣，俊美的脸温润柔和，一派君子端方、润泽如玉的感觉。但这块玉不知不觉间早有了瑕疵，他太蠢了，直到此刻才发现。陛下，休息会吧。风雀仪正煮着茶，收到了皇帝的目光，也看了过去，温和一笑，劝道：“陛下，您忙一天了，这会又夜深露重，且喝杯茶，暖暖身子吧。”这话说得很暖心。贺兰英像是被暖到了，真的站起来走了过去。他们在窗户处的茶桌相对坐，窗户半开着，皎洁的月光流淌进来，恰好照在风雀仪脸上，照得她像个完美的假人。陛下，请喝茶。他当着贺兰英的面倒了一杯热茶，推到了他面前。贺兰英顺着他的动作，看着他推到面前的茶，茶水泛着淡绿，漂浮着宜人的香气。风爱卿，你煮茶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他夸奖着，却没有喝，只是看着闻着，像是在防备什么。风雀仪没察觉这一点，端着茶杯轻晃着笑：“陛下喜欢就好。”他装着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实则心里很紧张。他已经在茶里下了失忆的药，只要他喝下去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他会忘了桑宁，不再追着他不放，太后不再烦心，大臣不再对他不满，他会回到从前，做个一心开疆扩土的英雄天子。很好，那是他本该走的路，一切早该回归正轨了。桑宁是他的，没有人可以跟他争抢他，我自然是喜欢的。贺兰英说着喜欢，但还是没有喝。他怎么敢喝呢？桑宁可能没死，如果他没死，那么肯定是风雀仪动了手脚。他知道他的医术极好，但好到了何种地步？已经到能让人起死回生了吗？不会，那就只能是假死药。除了假死药呢？他还研制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药？冯润生失忆了，他忘记了桑宁。这2句话在他脑海里不停翻滚着。
他不受控制的起了疑心，冯润生的失忆是巧合还是风雀一动的手？他派人调查过，冯润生高烧不退，是风雀一给他吃了药，退了烧。风雀一啊，他在他不知道地方都做了什么，就像现在这杯茶里又藏了什么？他也想他忘记桑宁吗？眼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离开皇宫，摆脱困境了。陛下，陛下！风雀一不知贺兰英心中所想，看他走神，就出声提醒了：陛下在想什么？茶水要凉了，他在催他喝茶，快喝了吧，喝了就结束了，他们都不会再痛苦了。贺兰英回了神，低头看了眼茶水，又抬起头，看着风雀一的眼睛，像是陷入过往一般低喃着，说来，风爱卿，你还记得吗？朕从前不喜喝茶，这爱喝茶的习惯还是因为你呢。他们打仗时总是在外风餐露宿，日子过得并不好，但他总是不慌不忙，安安静静，无论何时都能烧壶水，煮点茶，让时间慢下来。他从前是个暴躁易怒的人，是他教会了他静下来。他比他年长几岁，在更早些时候，他甚至是崇拜他的。他模样好，人也聪明，永远镇定自若，永远运筹帷幄，像是天神，是漠北狼神赐予他的大将。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但他背叛了他，且背叛得彻彻底底。陛下怎么忽然感慨这些了？风雀一见他迟迟不喝茶，就有了不好的预感。皇帝无疑是聪明的，他既然怀疑了他，那么便不会轻易动用他的东西了。他还是操之过急了。咕噜噜，旁边炉子里的沸水在翻滚。这杯茶凉了，我为陛下换杯热茶吧。风雀一说着，伸手想去倒了他面前的茶水，但没如意。贺兰英眼疾手快地端走了茶杯，笑道：别，这是你亲手煮的好茶，风爱卿，好茶可不能浪费。他在好茶二字上加重了音调，还拿出一个空茶杯，将自己手中的茶倒去一半，留下一半，然后取来烧开的水，向2个半满的杯子添加了热水。风雀一瞧到这一幕，皱紧眉头，想开口阻止，却又不知拿什么理由来阻止。来，风爱卿，我们一起喝。他看着风雀一，大笑着举起了茶杯。风雀一迟迟没有动手，一半药效会失忆吗？还是失去一半记忆？他是个吝啬的人，有关桑宁的记忆一半也不想失去。这是一场2败俱伤。贺兰英肯定什么都知道了。他看着皇帝的眼睛，眼神悠悠：陛下，你都知道了。贺兰英不再伪装，眼神强势而冷厉的命令：风雀一，喝下吧。第153章，他的心要疼死了。风雀一皱紧眉，没有喝。贺兰英见他迟迟不动，忽而上前扑住他，点了他的穴位，连同哑穴。因了不想听他的哀求，他点穴点的全面，这一系列动作太快了，风雀一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陛下！风雀一整个人僵住了，动弹不得，也发不出声，只能不可置信地看着贺兰英端着茶水，毫不犹豫地灌进了他的嘴里。不要，他不要喝，不可以！贺兰英，求求你！他终于卑微起来，只要不喝，只要他还可以记得他可以下跪哀求，可以交出桑宁，但他没机会了。害人终害己。贺兰英强灌了风雀一杯茶，没结束，又灌了他一杯茶，也就是刚刚分出的2杯茶都强灌进他的嘴里了。你太残忍了，贺兰英，你太残忍了！你竟然这样对我，我恨你，我要杀了你！风雀一的内心在尖叫，但他叫不出来，只能绝望地红了眼。悲愤、痛苦、悔恨，无数的情绪狠狠冲击着他。他的眼泪落下来，他动不了，但流了泪。贺兰英看着他的泪水，漠然地说：不要怪朕，是你先算计了朕，朕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不是这样的。桑宁是我的，但有关桑宁的记忆在消失，仿佛有水流在冲刷脑子，把有关他的记忆都冲刷干净。疼，好疼啊！他的心要疼死了。他暗暗用力，想要冲破穴位，但他不会武功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无能。原来撇开医术，他是这样的弱小。杀了我！你杀了我吧！他恨恨瞪着贺兰英，这一刻只想死掉了。他接受不了失去桑宁以及有关他的记忆，就让他死了吧。贺兰英自然没有杀他，有那么一刻，甚至不忍看他的眼睛。他转开头，移开视线，握紧了拳头。砰！一道物体摔落地面的声响。贺兰英忙回头，就看到风雀一直挺挺倒在了地上，他的长发散落下来，蒙住了他的半边脸。他闭着眼，像是睡着了。睡吧，一觉醒来，我们各归各位。他低喃着，这人看好他，带人出了皇宫。国师府门前，陈静还在跟风儿缠斗。他意识到中计后，便回了国师府。风儿为免他坏事，便来阻止。2人就这么在国师府门前打了起来。2人武功都不低，打得很嗨。
当然破坏性也很强。国师府的牌匾都不小心被他们打掉了。他们长剑碰撞，杀得昏天暗地，直到一声喝：“陛下驾到！”世界瞬间安静下来。两人默契停手，纷纷下跪参见陛下。贺兰英瞧见了他们的厮杀，没说什么，直接进了国师府。哗哗啦啦是禁卫军们的铠甲发出的声音，足有几千人，看着声势浩大，像是要围杀国师府。风仪看得心脏乱跳，忙派人去通知风战之。可怜风战之还在暗宫里纠结呢。桑宁见他这么磨叽，已经对他放他出去不抱希望了，直接丢他一句：“怂货，太怂了，大怂蛋！”这风战之就是个怕之狂魔。风战之很冤枉，他不是怕，而是爱，因为爱而生出怕，就像是风雀仪爱他，也就很怕他。等雀仪回来，风战之还是不想违背侄子的意愿，以爱为名，实为伤害，他内心是明镜的。桑宁见他这么说，直接冷喝：“他回不来了，他死定了！”风战之听了，神色不悦地说：“你别咒他，不是我咒他，是你害了他。风战之，你的窝囊，你的无能，你的犹豫害了他。”桑宁各种扑啊他，风战之反驳不了，就想走人。他也确实走了，不想一顺着台阶走上去，离地面近了，就听到了地上的声响：“陛下，国师大人在宫里，您在寻什么？”二爷出去谈生意了，还没回来。是风仪的声音。皇帝来了，还是直接进了风雀仪的房间？风雀仪没回来，他皱起眉，觉得大事不妙。如他所料，确实是大事不妙。贺兰英进了国师府后，直奔风雀仪的房间，想要寻找有没有机关什么的，但一时没寻到，就很焦躁。偏风仪还在他耳边啰嗦，他听着，一个不悦就拔剑架在了他的脖颈上。废话少说，你们主子已经吃了失忆药，忘记了桑宁，速速把他交出来，不然你们主子性命不保。风仪并不怕死，但怕主子死掉。事到如今，主子大势已去，他看清了局势，便也想放人了。风二看出他心里松动，忙持剑挑开了贺兰英的剑：“陛下，这是国师府。”放肆！贺兰英没想到一个国师府禁卫竟然敢对自己动手。风仪见此，忙拉着风二跪了下来：“陛下息怒，陛下饶命！”贺兰英抬脚踹开风仪，剑指风二，怒喝说：“他在哪里？不然风氏一门全都得死！”风二一点不怕死，人硬嘴也硬，桑皇后早死了，陛下找人找到这里来，陛下是疯魔了吧？疯魔的贺兰英一剑刺透了他的左肩膀。风二满眼震惊，表情痛苦。他没想到皇帝下手这么迅速，如果他的剑往下偏一些，刺中他的心脏，那他就死定了。风仪见弟弟性命堪忧，忙磕头哀求：“陛下息怒。”他是个粗笨的，怎么会知道国师大人的隐秘？贺兰英听他这么说，就冷笑了：“看来你是知道了。”风仪点头，自是知道，还望陛下恕罪，还望陛下开恩。贺兰英没说话，直接拔出了剑，剑刃滴着血。风二的肩膀则是鼓鼓流着血，人也因为受了重创，失血过多而面色发白，站立不稳。风四这时候也甩开暗卫，赶了过来，一来就见风二受伤，忙上前扶住他：“二哥。”风三是跟风四一起进来的，看到这一幕，出声道：“陛下，虽说您贵为天子，但现下国师大人不在，您这般在国师府纵见伤人，也有失君臣之礼吧？”贺兰英听到这里，冷声笑了：“好啊，你们还敢跟朕提君臣之礼？如果朕不念君臣之礼，国师府已经血流成河了。陛下恕罪。”风仪拉着风三、风四全跪下了：“你们不得对陛下无礼，陛下恕罪，草民管教不严。”贺兰英神色烦躁地摆了手，不想听下去了，不要再拖延时间了。朕见不到他，你们主子是回不来的。他这声音才落，就听一声“陛下”，是熟悉的女声，是桑宁的声音。第154章，他的恋爱脑在作祟。幻听了吗？他怎么听到了桑宁的声音？是他的声音，只一句他就听出来了。贺兰英意识到一种可能，顿时心脏差点跳出嗓子眼。他握紧手中的长剑，慢慢转头，闻声看去，就见风战之扶着桑宁从内寝走了出来。是桑宁，她依旧是一袭红衣，依旧是明艳多娇的脸，还有那双漂亮的狐狸眼。没错，是桑宁的眼睛，一见就让人想爱她，想保护她的眼睛。但他确定了，反而生出一种惶恐与怀疑：真的是他吗？还是他在做梦？还是风雀仪又在算计什么，找来了跟他一模一样的替身？哎，贺兰英，你傻了？你这头发，不会吧？桑宁看贺兰英僵直的站在那儿，表情惊愕，一头白发，傻眼了。他这几天不见，他怎么就白头了？不会是为了他而白了头吧？一直以为一夜白头是电视剧、小说杜撰。哎，也对，
这就是一本小说，发生什么也不奇怪。桑宁，贺兰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慢慢朝他走去，手中的剑砰地落到地上。他没管，继续走向他。终于，他走到他身边，小心翼翼伸手摸向了他的脸，还捏了捏，意图寻到人皮面具。当然，他是没寻到的，还把桑宁的脸捏痛了。你干什么？桑宁皱起眉，拍掉贺兰英的手，看着跪了一地的四兄弟，让他们起来，同时目光瞧着风二。哎，你把于谭藏哪里去了？快派人把他给我带过来。桑宁这话没说完，就被贺兰英紧紧抱住了。贺兰英吃醋了，妒忌了，是他，真的是他，不然他不会这时候提及于谭。那于谭很重要吗？他们好不容易相见，他怎么能提他？桑宁，桑宁，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真好，你还活着。他是他身后抱住的他，感觉到他胸前的柔软，他温热的体温更生贪恋，一个没控制住，便吻住了他的后颈。他后颈有风雀遗留下的吻痕。贺兰英看到了，更妒忌了，张嘴就喊咬住了。如何消灭掉他身上的痕迹？唯有制造新的痕迹。死！桑宁本就被他暴雷的身子疼，这下又被他咬一口，气得抬手就想扇他耳光。这动作太熟悉了，贺兰英没有躲，随他打，好久没有被他打过了，他自虐一般生出了怀念感。或许他打他一下，他就更加确定他是桑宁了。他的身体还记得他打他的力道，他打人其实不疼的。当然，这一点是他的恋爱脑在作祟。桑宁没有打贺兰英，不知为何看着他憔悴的脸，忧郁的眼，雪白的发，就是下不去手了。这白发是为他白的吧？倒是深情啊。他还第一个找到了他，很靠谱，很值得奖励。如果不是他，风战之那个怂货还不会放他出来呢。阿 T 阿 T， 风战之在旁边打着不雅的喷嚏。夜深了，太冷了，也许是皇帝目光太冷的缘故。他讪笑着移开步伐，离桑宁远点了。桑宁重获自由了，看到满屋子的帅哥，想想外面还有无数的帅哥，心情那叫一个好，也就打不下去，收回了手。贺兰英，你适可而止，再弄疼我，我绝对打你巴掌。他握着拳朝他逞凶耍狠，下一刻人就被抱了起来。这熟悉宽阔而温暖的公主抱，他很满意，窝在他怀里，抓着他的白发，啧啧叹着：你这白发呀，行吧，人长得好看，白发也好看。电视剧里可没少有白头发的古装帅哥，他这样也不错，另类的美。贺兰英不知他的想法，本来对自己一头白发没什么感觉，现在听他提起，忽然就有些自卑了。你不喜欢？桑宁见他不自信，就故意说了：如果我不喜欢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贺兰英说：那就染成黑色。桑宁心道：这个时代就有染发技术了，不用也没必要。我觉得你白发也挺好看的。真的？贺兰英半信半疑，白发怎么会好看呢？不会显得老，或者显得很怪异吗？桑宁连连点头，眼神诚恳：骗你干嘛？你不好看，我都不让你抱。贺兰英听了，下意识抱紧他，声音霸道而温柔：不让我抱，我也抱，以后只有我能抱你。他说着，强势地低头亲他的额头，额头吻是充满珍惜意味的，不带一点色情感。但桑宁不满意，觉得素淡无味，揽着他的脖颈就亲他的唇。哎，终于能换个帅哥亲亲抱抱举高高了。虽然风雀仪的技术很好，亲的他也很舒服，但他能亲两个帅哥，为毛亲一个帅哥呢？面对帅哥不积极，脑子一定有问题。他的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亲得啧啧有声，热情的像是个妖精。这才是真正的桑宁啊！那些冒牌货哪里比得上他？贺兰英抱着他，大步走出国师府，随后上了马，直奔皇宫。夜风呼啸，他披着大氅，把他包裹起来，包裹得紧紧的，暖暖的，不让一点风吹到他。桑宁窝在他怀里，罩在他的大氅里，乱摸他的腹肌。哎，头发变白了没什么，腹肌可不能变没了。你在做什么？贺兰英被他摸得呼吸都乱了。他觉得两人相见后，他热情的不像话，好像爱极了他，还对他充满了欲，但这是在外面还是在马上就很不方便。我能做什么？奖励你找到我呀。怎么不喜欢我这样？桑宁从大氅里探出头，眸子亮晶晶的，眼里含着狡黠的笑，轻咬他的喉结。喜欢，喜欢的。贺兰英放慢马速，咽下口水，口干舌燥的很，喉结滚动着，呼吸粗重。桑宁，别闹了，等回家了，我们桑宁，我来带你回家了。第155章，好好，你这么玩是吧？贺兰英这一路上被桑宁聊得火气乱窜，恨不得把他一口吃干抹净。久别重逢，这一次他一定不会再让他走丢了。无论是谁，都不能从他身边拐跑他。他是自己一个人的桑宁，
是他的桑皇后。一头白发的贺兰英微微低头，赏心悦目地盯着怀里如小野猫的桑宁，眼里已没了自己，只剩下了浓浓的爱意。失去他的滋味比死都难受，想起那无数痛苦的每天，贺兰英如何铁骨铮铮，也不免恐惧万分。不，他不能再去失去他。贺兰英想着如今的状况，头号情敌冯润生已被风雀仪搞定，跟他一样失忆了，而自己将计就计也摆平了风雀仪，两个强敌已经没了威胁。不过避免不了这两人，也许某一天死灰复燃，又莫名回想起了什么，那样对自己仍然是个威胁。身为帝王的贺兰英深知帝王之道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想要守护一切，那必须扫清任何威胁，哪怕这个威胁还未出现，也必须要扼杀。桑宁同理，想要平平稳稳守护他，贺兰英必须提前解决可能发生的任何危机。还不错，看来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也注重保养了。桑宁一双勾人的狐狸眼藏在他的大肠里，双手不停地游走在光滑的8块腹肌上，他呼出的气都有些发烫。被风雀仪关了这么久，虽然偶尔也会跟风雀仪卿卿我我，不过感觉完全不对。失去自由与重获自由，完全两个心态。察觉到了怀中桑宁的滚烫呼吸，以及他那令人险些控制不住心神走了样的话，贺兰英紧咬牙关，控制再控制。贺兰英觉得控制不了了，虽然身后跟了一群禁卫军，环境也不是很好。秋风落叶的狂风呼啸，枯黄枫叶不时从高高的城墙上落下。他们二人又是在马上，但是面对桑宁的燎火，不。和贺兰英渐渐眼睛血红，呼吸加重，宛如钢铁般的巨兽也昂立桥头。陛下，桑宁若有若无地用手挠抓了他腹肌几下，寒冷中贺兰英只觉得热浪扑面。他在一头奶奶灰的白发衬托下，还有一番别样的质感，看着桑宁的眼神都快拉丝了。桑宁，这是在外面，而且还是马上。贺兰英已经即将崩溃的边缘，全身都处于那种粘稠的状态下，唯有理智让他说出了这番话。桑宁听了毫不在意，毕竟身为现代人，什么车了，公园野地没见过，马上又如何？想想骏马奔腾，他跟贺兰英两人在马背上驰骋，桑宁就觉着刺激又好玩。或许他真是古代发明马阵的第一人。你不会想在这就……桑宁才不在乎地点外部因素，那些统统是浮云。不过当着那么多人，又是外面，他还是无法接受的。说是只要有美男能带给他快乐，在哪里都无所谓，地点、时间也不重要。不，时间还是有一点点重要的，不然太草率了没滋味。但想归想，桑宁可不想现在就火急火燎被他折腾，于是只负责引火不负责灭火的老样子又出现了。别打我主意啊，我好累的，没这个心思。听着桑宁的言语刺激，贺兰英本就双眼通红，如同被一盆冷水冲醒，让他十分难受。望着怀里桑宁那一副完美无瑕美肌高颜的脸蛋，漂亮的恨不得咬上一口。贺兰英再也控制不住，反手拉起大肠，把自己也裹了进去。桑宁正愣神中，眼看着贺兰英居然主动躲进来，并且还与他四目相对。砰砰砰，桑宁只觉得心脏狂跳，下一刻一颗热吻凑上，他整张嘴巴被死死堵住。贺兰英把桑宁转过身来，双手用力扶持住他的耳朵处，轻轻咬完他的薄唇，感受着贺兰英那纯如质子、璀璨如浩瀚星辰的狂烈攻势。桑宁也不自觉地回应，两条修长的美腿好像没有骨头一般，狠狠缠绕住贺兰英的腰间。真人体小挂坠，那么老老实实挂在了高大威猛的贺兰英身上。二人在马背上的大场里玩地忘乎所以，昏天暗地。身后一群禁卫军看傻了眼，皇帝痛失皇后，失而复得，难免激动，情深意重，难以控制。这都很正常不过，但是再怎么忍不住，也不能光天化日大雪冰天的在外面玩吧。而且还是马背上，瞅着不远处那即将到达的皇宫大门口，龙门禁卫们纷纷咂舌，就差几步就回宫里了。皇帝跟皇后这真是几十米都等不及了呀！堂堂一国之君和母仪天下的帝国皇后，有床不用在马背上，这传出去简直是滑天下大稽，晋国的脸面必定丢尽了。多亏目前是黑夜，只有淡淡的月色。来人，马上封锁这方圆100米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宵禁。禁军头领韩达立刻发号施令。虽然皇帝的做法有些荒唐，但身为最忠实的皇权拱卫者，韩达将以皇权为主，任何对皇权有影响的因素都必须全力扼住。得到韩达的命令，禁军们立刻四处散去，战甲与刀刃走动发出的枪啷声不绝于耳。很快方圆1000米内全部被封控了。一匹强壮巨大的黑马，马背上蒙着厚重顺滑的大氅，而大氅里好似有什么东西在乱动，时而凸起，时而落下。禁军们自觉的不去看，目光投向各自警卫的方向。曾经的燕国皇城门口附近几公里内都不许有任何百姓存在，更别说摆摊做买卖了。如今贺兰英登基，行的都是安抚百姓的仁政，自然不会坚持旧制度。
所以皇城门口也有百姓生活，摆摊做买卖的更是不计其数，好不热闹。至于安全问题，贺兰英根本不担心，毕竟刺客想要你的命，根本不是距离近远能决定的，所以也就不介意这些了。大场内无视外界干扰，沉浸在快乐如火中的二人，那是真的黏黏糊糊，腻腻歪歪分不开了。桑宁就跟膏药一样紧紧贴着贺兰英，而贺兰英除了一直在动嘴外，根本没有别的动作，这让桑宁很是着急啊。你能亲几个小时，老娘不行啊！再继续这么被狗皇帝亲下去，恐怕自己都要秃噜皮了。草了，大哥，你能来点新花样不？桑宁忍不住躁动，直接抬手推开了他。特别投入的贺兰英立刻不悦皱眉：你干什么？朕还没亲够。第156章，桑宁不想见你，一辈子都不想。突然，桑宁意识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似乎贺兰英的型号不对，太大不匹配啊！那忙活个什么劲儿？最后又不能救火，弄不好还把自己整伤了弄残了，不划算，根本不划算。想到这里，桑宁顿时人间清醒起来，那股子燥热感也逐渐增强，双手环绕贺兰英后脑，贺兰英主动向下。继上次在地宫被风雀一伺候后，桑宁又一次被迫接受这种新花样，太特别了，桑宁至今都难忘那种滋味与感受。触电，麻木交加，就是这样特别。桑宁眉头紧皱，仰着头缓缓躺下，贺兰英顺着下颚一路落下。青梅煮酒，花开绽放，时光匆匆流逝，直到很久很久，一切才慢慢即将结束。宇宙爆炸一样的震撼后，桑宁大口呼吸着，整个人更加软趴趴贴在贺兰英怀中，望着他那满足的神色以及满头的香汗淋漓，贺兰英抿了抿唇。不错你。桑宁慵懒地点评了一下，缩了缩脖子，藏得更深了。贺兰英见他开心，也就比他更开心了，许久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。等咱们大婚之后，朕定好好教训你不可。贺兰英刮了桑宁鼻翼一下，宠爱地说。一听他还要娶自己，桑宁属实没什么兴趣，要么就现在，要么别吹牛。桑宁没好气的翻脸无情抨击着，刚才明明还温柔体贴的两个人，转眼间桑宁已经变样。对于他的善变，贺兰英心里不快，但失而复得让他更怕惹恼了他。继续赶路。贺兰英对着韩达命令一声，随后再次驱使马匹冲入龙门。身后韩达接到命令，暗自擦了擦冷汗，对所有人勒令道：命令前进。还有，刚刚你们什么都没看到听到，否则格杀勿论。诺！上千禁卫虎啸般回应。平静许久的皇宫就这样又一次被桑宁归来的爆炸消息震撼，人人惊讶不已。明明已经死去下葬的人，怎么又起死回生了？莫非是上天被陛下对皇后的爱情所感动，促使皇后复活？不过最终统一猜测，回来的桑宁并非原来那个，而不过长得跟桑宁一模一样罢了。贺兰英防止越传越邪乎，干脆对外宣称桑宁便是远在桑州的妹妹桑宁。虽然二者同父异母，但长相外貌却也真假难辨。果然，这个消息散出去后，关于桑宁的谣言才得以平息。然而桑宁却不管那些，回来后依旧是原来的样子，无所畏惧，无所关心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耽误他看帅哥吗？不耽误，那就行。月桑殿，小哭包绿枝站在软榻前，望着栩栩如生的桑宁，那个美貌超凡、体弱多病的主子居然怔怔出神，连话都忘记讲了。桑宁见了也学他的模样，安静地回看着他，一主一仆就这样四目相对，忘记了时间。对于绿枝来说，这一切太突然了。虽然皇帝声称这是他的新主子，从远方桑州而来的桑宁妹妹桑宁公主，让他好生伺候，对待桑宁那样待他。最初绿枝还无法接受，觉得不管是桑宁的妹妹也好，还是任何人，他都不想伺候了。但毕竟是娘家来人，还是要见一面的。却不想这一见之下，他都看走了神，沉浸在那张与桑宁无任何区别的样貌下。绿枝大大的眼睛外层很快出现了一层层厚厚的水雾，泪珠断了线似的不停脱落。桑莹见过绿枝姑娘，以后多指教呀。深知绿枝为自己绝食多次自杀，尝尽了苦头，桑宁内心感动之余，开口斗起了他。他看不得喜欢的人哭鼻子，比如现在的绿枝。不管经历了任何困难，现在不是都结束了？需要做的是好好珍惜当下，而不是追悔过去。绿枝一听这熟悉的声音，更加确定了眼前这个人就是桑宁，而并非什么妹妹桑莹。娘娘。绿枝确定了桑宁的身份，顿时转哭为笑，一时间表情哭笑不得，很是可爱。桑宁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拉他入怀，虽然绵软无力，但也尽最大努力地抱紧他了。经历了这么多后，他们有幸还能相见，不必多说任何话语，一个拥抱便足以说明一切。一旁的贺兰英看了也不禁受到感染，忍着眼底的哭意，回想起曾经与风雀仪、冯润生等人患难与共、生死可靠的兄弟情谊，如今却没有经得起考验，一切都变了。所以从这一点，他
他有些羡慕桑宁，身边的人对他死心塌地。倒也不是说冯二人背叛了他，而是因情而起争端导致的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。风雀仪被他关在鹿院休养，实际上就是软禁。而冯润生虽然还有自由，但失去了记忆，却如同死去。抱了许久，贺兰英虽然不吃绿枝的醋，却还是好心提醒你家娘娘刚刚归来，身子还弱，你且退下，小心伺候着。他也看出绿枝认出了他，既然如此，便都不点破，一切照旧即可。绿枝得到了皇帝的提醒，虽然不舍，还是脱离了桑宁的怀抱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娘娘回来了，真好，我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我去给娘娘煮粥，您最爱吃的酸辣味。”桑宁点点头，任凭他去忙了。陈桑琪参见陛下，得知妹妹远从桑州来，故而前来一叙。身披洁白的大氅，桑琪今天整个人很是干净气爽，往日颓废的样子全无。望着这个桑宁不在，让自己险些寄托情感的桑琪，贺兰英摆摆手，平身过来坐吧。一步步慢慢靠近桑宁，桑琪目光始终停留在他身上，先是脸，后是身材神态，那根本不是桑宁，毕竟他们从小到大，没人比他更能分辨清楚了。桑宁虽说与他跟桑宁长相相似，但却有一股二劲儿，从小也是更喜欢活泼好动、调皮捣蛋，惹祸了都让他与桑宁背锅那种。当然，这只有他才知道，外人是根本不清楚的，所以难以区分。陛下，臣斗胆请求与妹妹单独一叙，请陛下一定准许。突然靠近看清桑宁样貌后，心里有了答案的桑琪声音颤抖的大声喝道：“这番话虽说是请求，但却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，完全是你不同意，你就是不通情达理，把皇帝架到了高处烤火。哪个帝王对此都是敏感异常的。但今天贺兰英高兴，他也知道桑琪识破了谎言。朕准了，那你们兄妹好生谈，朕到外面透透气，顺便替你们护卫安全。”贺兰英从不记仇，有仇当场就报了，同意了后慢慢走出去，关门前复仇了下桑琪。他自信以桑琪的聪明才智，一定会懂什么叫适可而止。自己堂堂帝王给他腾空，又帮他护卫安全，贺兰英相信换任何人在屋内都不会坦然自若，还会坐如针毡。这便是他的目的，把桑琪架起来烤。却不知下一秒桑宁的话给他直接干破防了。既然你闲着没事都能当护卫，那你不如干点正事，去国师府把于谭放了，带他来见我。听着屋内桑宁的吩咐，贺兰英轻轻关上房门，拳头狠狠攥紧，愤怒的整个肌肉都在颤抖。可恶！他还在想着那个反贼侍卫。好，很好。贺兰英目光充满了怒火，此刻很想下达灭杀于谭的命令，但是话到嘴边忍住了。贺兰英还是惧怕桑宁的怒火。韩达，臣在。韩达佩剑立刻上前几步，昂首挺胸，乌黑战甲波光粼粼。他也看出了皇帝的怒火，大概猜到了自己的任务，马上去国师府把那个于谭给朕带回来。说完，贺兰英对他挤了挤眼皮，示意自己的话是反的，你能懂吧？韩达看他挤眉弄眼的，担心的问陛下：“您的眼睛怎么了？”一看他没懂，贺兰英这个无语，暗恨这个笨蛋一点都不知道变通。无奈，贺兰英害怕屋内的桑宁听出问题，只能对着韩达张嘴做些口型，不要让他回来，并告诉他一辈子不得见桑宁。这次韩达看得认真清楚，领悟的频频点头遵命。第157章于谭的疯狂选择。国师府外，韩达带着一群禁卫军把于谭带到门外，指着远方，韩达冷冷地说：“走吧，离开晋都，越远越好，永远别回来。”公主呢？我要见她。于谭神情癫狂，一身血口因为太激动，结痂处都开始慢慢渗血。看得见惯了这些的韩达也不禁皱了眉：“怎么，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他不可能让我走，也不可能不见我，是你们，一定是你们搞的鬼，对不对？”于谭面目逐渐狰狞，原本帅气的脸庞也可怕起来。哼，这是皇后所言，她不想见你，并且一辈子都不想。识相的你最好死了这条心。韩达说完，微微停顿片刻，见他仍是一脸不信：“你算什么？一个亡国的奴才罢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喜欢皇后？且不知贵如国师与开国功臣冯润生又如何？”走到于谭近前，韩达拍了拍他的那满是污垢的脸：“醒醒吧，执迷不悟，你连命都别想留住。”是啊，贵如风雀仪与冯润生，最终也不过是这种下场，但至少他们还有命在，自己呢？于谭看着逐渐远去的韩达以及禁卫军，眼神逐渐坚毅。既然自己什么都不是，那么他便要亲手打破这一切。公主，你是我的，一直都是，任何人都别想阻止我们，哪怕是皇帝也不行。于谭望着忽然降落的蒙蒙细雨，咬着牙缓缓说着，他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了。虽然可能会丢了性命，但是为了桑宁，于谭丝毫不惧。否则就算活着，在没桑宁的日子里，他也如同已经死了。
蒙蒙细雨洒落街道，道路两旁无人处置的陶罐在雨滴的打击下发出阵阵滴答声。出来吧！于谭刚毅的目光扫向黑暗处，身上雨水血水混作一团。深长巷子中缓缓走出一个头戴斗笠的男子。哈哈，不愧是昔日桑国的暗卫精英，老夫已经隐藏得够好了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斗笠男子单手捋胡须，声音已经吞了炭火，做出暂时改变。于谭皱眉，这人他并不认识，奇怪的是自己刚有了疯狂念头，他便出现了。看来不是巧合，自己已经被他盯着很久了。说，找我有什么事？于谭不准备跟他啰嗦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斗笠男子拍了拍斗笠上的雨水，沉默片刻，慢慢说：老夫乃前朝燕国旧臣，不忍燕国的结局，一心想要反晋复燕，很久之前便想与你合作，不过那时时机不对。如今你我有了共同的敌人，时机也对了。斗笠男子简单直接地说出了他的目的。小友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若信得过，请跟我来。斗笠男子看向四周，意思很明白，这里很危险。于谭认真地看向他，良久沉声问：你有一支属于你的军队吗？当然。你靠什么掌控他们？燕国一致？不是钱，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钱，你让他们去杀他们的爹娘，他们眼皮也不会眨一下。听完了斗笠男子的回答，于谭很满意，点点头恭敬地说：那就有劳带路。他没去问他的名字，斗笠男子若想说自然会说，做他们这种事情的问与不问意义不大。甚至于斗笠男子都没怀疑过于谭是否诚心合作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因女人产生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，境地不可能放手，那么于谭与他的矛盾便永远存在。说白了，他们无非互相利用罢了。斗笠男子需要一个死卫来带头冲锋，他年岁大了，能做的不多了，而于谭则看中了他的钱袋子以及那批有钱就能卖命的军队。二人安静地走在雨中，好似散步那般，实则这是暴风雨降临的前兆。拐了无数个弯后，斗笠男子拿出一条手帕为于谭蒙上双眼，于谭配合地戴上，拉着斗笠男子递给他的剑柄，跟着他继续前行。不知道又走了多久，直到于谭感受到斗笠男子停了下来，身边安静变成了嘈杂，有喝酒的笑声，也有划拳的咒骂。没有摘下手帕，于谭都能感受到此地是何处，那专属于这些男人的汗臭味，细雨也掩盖不住。斗笠男子缓缓为他摘下蒙眼的手帕，微笑地站在一旁让其观看。于谭被油灯刺激的双目更红了，抬眼看去，入眼的竟是一群群光着上身的铁骨壮汉，每个汉子身上错落着数不清的刀疤剑痕，其实那是他们眼里的最后的荣耀——军功章。这便是我的军队，郎君。他们每个人都是战场上摸爬滚打的真正战士，有人曾经是统帅义军的大将，也有人曾经破城几十座功高震主，被差点杀掉。总之，这是天下最杂也最精锐的部队。斗笠男子满脸荣光地介绍着，能够聚拢这样一支1000人军队，并且斡旋在这晋都许久，这是他的得意之作。今天起，他们便归你统帅，不过你必须立下投名状，否则不只是老夫，这些将士也没办法信任你。斗笠男子缓缓说出了要求。于谭鲜亮的样貌在这里很扎眼，听完要求便问：什么投名状？去杀了风雀仪，那是晋帝最信任的国师臂膀，虽然如今被软禁，但能让他痛失一臂。晋国军队没了神医相助，这对我们未来起兵百利无一害。斗笠男子有些疯狂地说着，压抑着内心的仇恨。河上花船中惨死的妇人便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侄子，这个仇他不能忘却，当然国恨也当报之。所以杀风雀仪于他而言是私仇国恨都能报。被关在国师府邸时，他曾听风一等人闲聊过，为一冤死女孩复仇附身，那是风一、风二等人出的手。于谭立刻猜出了对方的身份，必定与这附身有些关系。于谭被风雀仪折腾得很惨，加上桑宁让他们也是情敌关系，所以他有很多杀他的理由。但于谭如今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，他必定步步谨慎，否则一步错步步错。眼下这支1000人精锐虽然实力可怕，但在于谭看来还远远不够抵抗贺兰英。我若不同意呢？于谭好看的眸子深处闪过一抹嗜血的光芒，含笑回答道。第158章破大防的桑宁。斗笠男子微微皱眉，显然非常吃惊他的回应。刚想开口质问，突然觉得脖子一凉，嫣红的血一下子喷溅好远。斗笠男子伸手想要按住脖子上的窗口，于谭抿了抿嘴，拉动长剑，一切到底。噗！头手分离，黑色的斗笠缓缓飘落。风雀仪与他而言还有大用，于谭只能铤而走险。提着他的头颅，于谭对着那数千人歇斯底里喊道：今天起，我便是你们的主人，叛徒已诛，粮饷翻倍。说完后，于谭死死盯着那些战士们看，紧张的呼吸都停下了。这是一场疯狂的豪赌，赌对了，于谭便有生的机会去夺回桑宁；赌输了，他即刻便会被盛怒的将士砍成肉泥。
很庆幸，他赌赢了。哦，哦，哦哦！那些铁人一样的壮汉纷纷放下手中的事，喝酒的放下酒杯，划拳摔跤的一一停止。几千人同时看着于谭，眼里都是对钱的渴望。也就是说，死了一个斗笠男子不打紧，只要他们继续有想赢拿便好。听好了，今天起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与我共同高举义旗，灭尽扶桑。打定主意，于谭便一不做二不休，宏图大业近在眼前。那些将士之所以臣服，一是想赢翻倍，二便是一击必杀斗笠男子，这武力值得到了他们的认可。要知道，这些人都在斗笠男子手上吃过亏，没人能单打独斗赢他。可在于谭面前，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死了。实力为王，在这里更加注重。为主公马首是瞻。下面一个光头巨汉，身高接近2米，带头抱拳回应。随后，千人的呐喊声此起彼伏。你不错，配让我知道你的名字。于谭淡淡的对着他说，长剑轻轻在尸体衣物上擦拭。属下铁血是这3000人中的大哥，那个老头跟大哥你比差远了，俺更愿意跟着你干。铁血憨厚的笑了笑，指了指地上的尸体。于谭收起笑容，铁血见了，马上也安静下来。只听他缓缓说，今晚你带人去一趟国师府，我要见他们几个，记住，他们是我的客人，一定不能伤到。是大哥，放心吧。铁血声音如闷雷，摸了摸自己光滑的脑壳，便准备带人离开。有一件事，于谭没有交代给他，这也是对他的考验，能不能通过就看铁血的造化了。如果无法通过，于谭也只能送他上西天，重新换一个领头羊了。而这个死去的斗笠男子，于谭并不觉得杀错了他。算起来，他定然与燕国公主是一起的，而差点成功让桑宁死掉的那次刺杀，也绝对是他们一起搞出来的阴谋。所以于情于理，他都必须死。刺杀禁地那次活动，你们都有哪些人参与了？可以到我这里领赏钱。于谭脸上挂着阳光般的笑着，从斗笠男子身上翻出一大袋子钱。那些铁汉看到钱眼睛都直了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去挥霍、喝酒豪赌或者找女人。一瞬间便冲过来20多个士兵。主公，我参与了，算我一个。大哥，我有我，当初我探查的地形，我负责的盯梢。于谭听着他们那一句一句炫耀式的发言，背着手低声说，把武器都放地上，我给的钱有点多，怕你们拿不起。嘿嘿，大哥开玩笑呢吧，我们这大手，别说大哥这点钱，哪怕是再多几倍也给你拿光了。一个皮肤黝黑的士兵忍不住打趣道。于是为了拿钱，这些人统统把家伙丢在了地上，当啷几声，地上落满了兵器。于谭面色一变，缓缓拔出自己的长剑，指着他们，别说不给你们机会，徒手在我手上能走一招，我便饶你性命。于谭剑术桑国第一，曾打败过无数高手，别说徒手，哪怕他们兵器在身，结局也是一死。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不是说好给钱吗？你们脑子里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了？还看不出吗？他想为死去的皇后报仇，要咱们的命呢，这是。其中一个醒悟的士兵转身要去拿地上的兵器，于谭长剑掠动间，剑花流转划过，那名士兵直接毙命当场，嘴巴里含着剑身而死。在他脑后滴滴血液流淌而下，剑尖透过后脑亮在外。剩余的士兵全部吓住了，于谭的实力他们清楚，自知难逃一死，便异口同声，横竖都是死，兄弟们一起上，跟他拼了！杀杀杀！转眼间剑光所过之处，皆是一片血红。持续不断的惨叫后，20余人全部被于谭杀死，剩余那几千人看着这边大气都不敢喘。此刻起，于谭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神以及主人。你们都听好，桑国公主、晋国皇后桑宁便是你们的女主人，哪怕我死了，你们也要永远保护她，否则地府相见，我定让你们魂飞魄散。于谭红着眼，十分荡气回肠地命令着：遵命！数千人同时回应，喊声震天。他们动了我的桑宁，所以该死，你们引以为戒，不可再犯。于谭心里一颗石头缓缓落地。桑宁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你报仇了。虽说没能亲手解决燕国公主，但是这些帮凶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与此同时，月桑殿中，铺满了柔软皮毛的大床上，桑宁宛如挂坠一般紧紧抱住桑琪。经历生死这么多天的分离，桑宁心里的委屈一股脑都出来了。只有哥哥的怀抱才能让他心里好受一些，并不是喜欢骨科。桑琪早就哭成了泪人，双臂沉重地抱着桑宁，身体都忍不住抖个不停。妹妹，你受苦了，都是哥哥无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桑宁的头在他胸前不断磨蹭着，开始吐槽模式，道起了这段时刻的各种遭遇与苦水。哥哥，不怪你的，你不要自责了，都是那个风雀仪用假死药把我偷走，还囚禁在国师府的地宫里。停顿了下，桑宁委屈巴巴地说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牢笼，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儿。那家伙还好意思说喜欢我，
我让他放我出来都不肯，哼，坏死了。闻着桑琪身上淡淡的香草味，桑宁前所未有的踏实，多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依偎在哥哥怀中。看着他那不输于自己分毫的颜值，桑宁忍着内心可怕的念头，抓起了他的嫩滑脸蛋。虽然没有多余的肉，但是摸起来滑滑的手感不错。桑琪如今正沉浸在妹妹的苦痛遭遇中，没有意识到他的小动作，任凭他抓弄自己的脸也不制止。怪不得他的种种行为那么古怪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胆大包天。桑琪听了气坏了，想起跟妹妹的分离，那些昏暗噩梦的日子，他愤怒万分。哥哥不气，妹妹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都过去了，今后我们再也不分开好不好？眼泪不自觉流出，桑宁觉得这是原主在作怪，也不去管他，他只想好好摸摸帅哥。这脸简直太好看了，怎么摸都摸不够啊！看着桑宁落泪，桑琪哭得更凶了，不过当着妹妹面，他只能压下泪腺，强颜欢笑道：对，我们永远不分开了，我一会就跟陛下说，打今儿起哥哥就陪你一起住在皇宫里。真的？一听桑琪要住在这里不走了，桑宁简直高兴坏了，有这样一个暖心又能赏心悦目的大帅哥陪伴，以后的生活必定多姿多彩啊！桑琪郑重的点点头，认真说：陛下不同意，我便以死相逼。经过这次的事，我想他也有愧于你我兄妹，应该会准许的。桑宁乖乖的笑着点头，柔顺听话的不像样子。如果被门外的贺兰英见了，绝对又要吃一波醋了。你看，你在你哥哥面前不是那样子的。兄妹俩就这样抱着躺在床上，突然桑宁心神一动，感觉双手被另外一双大手紧紧扣住。桑琪手掌上传来的湿润凉意，桑宁都感受得一清二楚。不知怎的，桑宁居然没有任何杂念，除了仿佛自己被火炉包裹的温暖，便再无其他。这么好看的脸，摸不够啊！桑宁看着哥哥那张脸，一双小手已经被桑琪紧紧握住，想要开油都没得办法。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了桑宁的心声，桑琪居然主动把脸凑了过来，口气芳香的说：妹妹，让哥哥好好看看你，真的怕这是一场美梦，醒了后再次失去你。不会的，我这不是好好在你面前。桑宁强作镇定，等待着他的靠近。近到了呼吸可闻的微妙距离，桑琪仍然没有停止，继续凑向桑宁的脸上。等等，情况不妙啊，印象中哥哥不是这样的啊！嘴强王者的桑宁第一次慌了，被他的举动快吓哭了。如今自己双手被他紧扣，桑宁没任何逃脱的机会。一想到即将疯狂脑补，桑宁刚刚产生的困意一下跑个精光。哥哥他到底想干嘛？失去自己时间太久，想疯魔了，居然产生了某些邪恶念头。桑宁的小脑袋瓜飞速运转，想着一些乌七八糟的可能性。就在桑宁即将崩溃，马上破大防的瞬间，疼爱他的桑琪终于做出了他的真实举动。第159章，桑宁你只能是朕一个人的。贴贴，我们好久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贴脸了。桑琪居然只是把那张好看的脸轻轻贴在桑宁的脸颊上。就这，桑宁大有一种老娘裤子都脱了，你就给我来这个。不过回过神来的他，感受着他脸上的余温，忽然觉得这样亲密接触也不错，很有被爱包裹的温暖，他好喜欢。殿外贺兰英足足等了半个时辰了，也不见屋内有结束的趋势。失而复得后，现在他很不喜欢与桑宁分开过久，哪怕两人实则只是屋内屋外的区别，贺兰英也无法忍受。小蛮子，你去通知母后与公主过来一趟，就说朕有大事宣布。贺兰英对着身旁候着的苏小满低声吩咐道，随后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。后者立刻会意，应了一声后便去叫人了。他失算了，以为桑琪会如坐针毡，万万想不到他非但没有半点考虑自己的感受，还谈起来没完没了。如果被他知道兄妹两个是那样的状态，亲密拥抱躺在床上还十指紧扣，估计贺兰英的疯。虽说是亲哥哥，但是毕竟已经成人，男女有别过于亲密有失礼统。苏小满实际上并没有挨个通知，走到了半路就遇到了结伴而来的太后与贺兰慧。原来皇帝领回桑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们各自耳中，一个姐姐就已经把皇帝折腾这么惨，现在又领回了个妹妹，太后很不放心。对于丧事的人便天生生出一种担忧，忙叫了贺兰慧一同来一探究竟。阿英，听说你带回了桑宁的妹妹桑营，母后与慧儿过来瞧瞧。太后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，实则内心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皇帝被一个桑宁搞得没了半条命，好不容易快走出来了，这又跑出来个桑营。回头他想去庙里烧香拜佛了，搞不好上辈子他们欠姓桑的也说不定。贺兰英看到母后与妹妹来得这么快，脸上闪过一丝意外，回话道：儿臣见过母后。好，听闻她生的与桑宁一般。人呢？快让母后看看。太后迈着步伐走上石阶，在贺兰慧的搀扶下直径就要往里面进。贺兰英立刻制止道：母后且慢，桑琪还在里面，他们兄妹感情深厚，正在谈心。一听那个吓人的桑琪在里面，
威严庄重的太后也不禁心里发抖。桑氏兄妹如洪水猛兽，让人沾了便有诸多烦恼。上次他发疯的样子，太后至今还历历在目，事后后怕了很久很久，诵经念佛，这才逐渐心安。既然如此，那哀家改日再来吧。太后打了退堂鼓，惹不起躲得起。母后，我想看看桑营。贺兰慧明显不想走，好奇心直接拉满。母后多虑了，朕琢磨也差不多了，一同进去吧。贺兰英见此思索片刻，便主动上前，身后的苏小满快速打开殿门。吱呀，殿门打开，贺兰英、太后以及贺兰慧一同走进。参见太后，参见陛下。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，贺兰英等人回身去看，正是冯秋华与冯润生姐弟，不知道从哪听到了风声，前来凑热闹了。失去记忆后的冯润生又回归到原本那个活力十足的样子，对于姐姐冯秋华也是百依百顺，听话的很不真实。渐渐的，冯秋华也就消除了对他的警惕，认为弟弟这是真的重获新生了，已经彻彻底底忘掉了那个妖后。不过为了接近桑琪，了解他的所有，听闻桑国小公主桑莹被皇帝带来了晋都，这才前来一看。冯润生在家无事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便想一起过来玩。已经习惯了变好的弟弟，冯秋华实在没想到什么拒绝他的理由，只能由着他，带他也来凑凑热闹了。冯润生穿了一身黑色长衫，高等的绸缎发出徐徐光辉，面如冠玉，配合他那纯润面白的小生模样，任何女子见了也定然不自觉沉沦。贺兰慧便是如此，此刻已经看呆了，久久无法回神。察觉到了前者的目光，冯润生如曾经那样微微躬身行礼，见过公主殿下。降，将军不必多礼。突如其来的招呼让贺兰慧芳心大乱，桑宁在时他竟帮他们两个了，如今冯润生失去对桑宁的记忆，贺兰慧欢喜的觉得自己机会终于来了。然而他们的故事贺兰英并不感兴趣，此刻他只觉得如鲠在喉。看到冯润生的第一眼，贺兰英的心跳就不自觉加快了，额头青筋微微隆起。他怎么来了？该死，刚摆平了一个风雀仪，一不小心他又跳出来了。这两个好兄弟还真不让人省心啊。贺兰英心里叫苦不迭，莫非恢复记忆了？他恢复记忆了？贺兰英心底接连几个问号，看着含笑还如从前那般兄弟情深状态下，亲切望着自己的冯润生，收敛情绪，语气如常道：润生，桑莹生性不似他姐姐，与朕相处还很紧张，你就不便进去了，去养心殿等朕吧。对于贺兰英突然的奇怪阻拦，太后、贺兰慧等人倒是没想那么多。冯秋华小脑袋瓜立刻琢磨起来，这是皇帝害怕弟弟见到桑莹也如桑宁一样爱上他吗？看贺兰英那一副警惕万分的模样，冯秋华在心里默默确定了这个猜想。妖后果然害人不浅，看看把曾经的境遇毫无感情的皇帝都害成什么样了。弟弟，既然桑国小公主多有不便，你便依陛下所言去养心殿玩会吧，姐姐看了后也去找你。冯秋华自然乐于如此，好不容易忘记了桑宁，谁知道这桑莹是不是也是个妖后的潜力股？万一自己这个傻弟弟又爱上了，想想冯秋华都觉得非常可怕。过往一幕幕浮现心头，他死活不想再折腾一遍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先行告退，去养心殿等候陛下与姐姐。冯润生不疑有他，心思单纯的让人心疼，就这样转身离去了。与他曾经的挚爱近在咫尺，却好似万里，相见一面何其难。如果殿内的桑宁得知冯润生来过了，但是被皇帝撵走了，铁定是又要打人了。可惜这一切都在贺兰英缜密的防备下悄无声息的解决了，也不会给桑宁知道的机会，与心心念的小将军见面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。望着冯润生那远去的背影，贺兰英心里冷笑不已，暗道：桑宁，你只能是朕一个人的，任何人也别想把你从朕身边夺走。第160章，贺兰英，你想的真美。人到齐，贺兰英收拾心神，想想一会当众即将宣布的大事，笑容再次出现在脸上，心里忍不住的兴奋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众人纷纷走进了月桑殿。只是进去后，当他们看到床上正在贴贴的桑宁与桑琪，脸上都出现了不同的表情。太后因为距离远，眼神也不太好，看不清桑宁的面貌，但把他当成桑莹来想，不由得认为他行为不端。即便是兄妹，那也不该如此啊。公主贺兰慧则是无语，大大的无语，替他们红脸。联想起自己跟皇兄若这般亲密，似乎也是多年前小时候了。冯秋华一脸看热闹不嫌弃事大的模样，心想这赵宁君怎么回事？哪个妹妹怎么跟他关系都那么好？不会是个妹控吧？冯秋华摇了摇头，自己这是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桑琪才不是这种人。突然他发觉自己对他的兴趣不知不觉越来越深了，似乎超出了最初的缘由。贺兰英的脸阴沉得很，若不是知道桑琪是他亲哥哥，这会恐怕就要拿刀砍人了。可赵宁君，贺兰英压着醋意冷冷地叫了一声。床上的桑琪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糟糕，
太投入跟妹妹的相聚中，居然把身处皇宫里给忘了。看出哥哥脸色的变化，桑宁故意扬起与他十指紧扣的手来，对皇帝调笑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站着多累，要么一起躺躺。”贺兰英眼前发黑，被桑宁气得肝疼，偏偏又拿他没任何办法，只能努力呼吸平复情绪道：“朕有话要说，刚好母后与各位都在，就当做个见证。”陛下，臣敬求见。一身锦绣的苏颜小跑进来，对着贺兰英恭敬地说：“让他在外候着，朕有大事宣布。”贺兰英没想那么多，直接给挡住了。就在这个功夫，桑琪也整理好了仪容，重新站好躬身道：“见过太后、公主，见过慎言郡夫人。”桑琪礼貌地一一问好，随后便亲手把桑宁从床上慢慢扶起，交由一旁伺候的绿枝手中。“你好可爱，真是我的贴心小宝贝，绿枝真棒。”桑宁被绿枝小心地扶好站稳，不忘了夸奖一番，这才在太后等人面前露了相。绿枝得到桑宁的夸奖，心里暖暖的，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“谢谢娘娘，这都是奴婢应该做的。”看他这么好玩，可可爱爱的样子，桑宁干脆拉住他那柔软细腻的小手把玩起来。见桑宁二话不说就抢走了自己的手，绿枝吓坏了，不过还是任凭桑宁揉搓把玩。他心里怪怪的，手心都是汗，紧张的肩膀都僵硬。发觉绿枝的变化与紧张，桑宁又用手指点了点他那红晕的脸蛋，含笑道：“我的好绿枝，你的手可真软。”说真的，绿枝又想哭了，能够不嫌弃他，拉着他的手，这证明在桑宁心里他的重要性，也代表了桑宁真正拿她当姐妹，而并非是下人。听着桑宁夸奖绿枝的话，贺兰英心里也是不爽得很。对一个丫鬟都如此上心，可未曾听过她夸自己一次。太后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整个人已经快要心脏骤停，手中盘着的佛珠瞬间崩断掉落，滴答答，一颗颗璀璨的佛珠掉落在地面上，滚向四面八方，如同太后此刻的心情一般，五味杂陈，宛如冰窟。像，太像了，简直跟那个桑宁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母后，太后，众人被太后的佛珠惊到，生怕她出了什么问题。贺兰会抱着她的手臂，询问道：“母后，您没事吧？”与妹妹一样担心，贺兰英直接扶住她的后背道：“母后，要不要传御医？”天哪，这哪是什么妹妹桑营啊！太后简直震惊得快要窒息，不过转念想到了皇帝的话真正用意，也就是隔绝前尘一切，不让曾经桑宁的那些追求者以及爱慕者等知道他又重获新生。毕竟对贺兰英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，只会让她更加担忧失去桑宁。加之桑琪长得跟桑宁也很接近，对比之下，太后也没有想别的了，更加确定了内心的猜测：桑宁复活了。眼前这个桑营有问题，搞不好还是个冒牌货。复活的桑宁冒充自己的妹妹，皇帝可真是煞费苦心了。可太后目前不好声张，只能找机会劝劝皇帝，让他知难而退，别再重走来时路。不必了，哀家无事。太后在贺兰慧跟贺兰英的扶持下，稳稳地坐了下去。这时，贺兰慧才得以见到桑宁的面貌，勾人的狐狸眼以及那曼妙身材曲线完美，这不就是桑宁吗？她死而复生了。可怜的贺兰慧面色巨变，很快从喜悦变成了低落与一点点开心。低落的是桑宁活了，她又没机会了；开心的是她又能见到桑宁了。不得不说，被骂妖妃不是桑宁的错。贺兰慧觉得的确是妖，连她一个女人见了都脸红心跳的忍不住动心，又何况那些男人呢？至于一旁的冯秋华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他看着桑宁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桑营，那就是桑宁，毕竟样貌无论再怎么接近，哪怕是一模一样，每个人的神色与性格也是不同的。可从进来到现在，眼前这个女人所表现的就是活生生的桑宁。她活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冯秋华内心如同翻江倒海一样，无法理解目前所遇到的一切。看来更加要看管好弟弟了，今后不能让他进宫了。危险，非常的危险啊！相比较来自于冯秋华的危机，贺兰英轻松多了。见大伙差不多都看出了桑宁的真正身份，同样他也不去点破，微微一笑宣布道：“则一良辰吉日，朕要与桑营大婚，迎娶她为晋国第2任皇后。”轰隆隆，此话一出，众人再次被震撼到了。皇帝居然又要立后了，这个人偏偏还是桑宁。天哪，太会玩了吧，这是在刷 buff 吗？就在大家愣神的功夫，一旁的桑宁突然气冲冲拒绝贺兰英：“你想得美。”第161章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美美的哈！桑宁说完，这才看到太后正满脸阴沉凝视自己，无疑是因为刚刚太放肆了。就怪尴尬的，不过不是桑宁，而是太后。贺兰英在听到前半句时，火都升一半了，听完后一颗心再次融化，宠溺的眼神看着桑宁：“你愿意陪朕君临天下吗？”桑宁对当皇后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，现在的他就想知道他的小奶狗冯润生怎么样了，还有于谭有没有得到消息来看自己。想想与他们的再次相遇，
桑宁就忍不住笑了笑。帅哥真好，令人期待。见桑宁虽然没同意，但是露出了笑容，贺兰英悬着的心总算落地。阿英，阿姨家有些头痛，先回去休息了。换名不换人的小伎俩，着实让太后很头痛。贺兰慧见母亲要走，于是忙跟着搀扶，同时心里也很复杂。桑宁复活对他而言是发自内心开心的，毕竟他认为桑宁是个不错的人。然而桑宁活着，便代表了冯润生又出现了变故，一切似乎又要朝原本的方向走了。公主，恰巧在贺兰慧思索这些的功夫，桑宁率先叫住了他。这也是桑宁没忍住的本能，如以前那样叫了声。其实他也不想去装出一副另外一人的陌生样子，这毕竟是贺兰英期望的，不是桑宁期望的。我行我素才是他最喜欢的。这一声公主，再次让众人确定了他就是死去的桑宁。至于怎么复活的，他们就不曾得知了。也许是因为风雀仪，但立功的风雀仪怎么突然被软禁在了鹿院？皇帝非但没有赏他，还把他关了起来，这多少让大家心里疑惑不已。对于风雀仪胆大包天私藏桑宁的事情，贺兰英是隐藏的处理方式，只有参与其中的韩达等人以及桑宁本人与风战之知晓。至于风战之的处理方式，贺兰英对他还有利用价值，何况是他主动带出的桑宁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不予处理就是。毕竟这属于最高机密了，如果泄露出去，非但损害皇家尊严，对于他这个皇帝来说百害无一利。桑宁是他的软肋，所以贺兰英不想被天下人得知，那样也会害了桑宁。他一直也是为他考虑。贺兰会疑惑地看向桑宁，怎么了？桑宁神秘地凑到他身前，闻着他身上特有的檀香味，耳边低语，找机会让冯润生见我。啊！贺兰会吓了一跳，抬头看了看贺兰英等人，发现他们没听到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同时更加佩服桑宁的胆大，这种场合这些人面前还想着见冯润生，当真是大心脏无疑了。木讷的点点头，贺兰会天生的性格，没办法不会拒绝别人，何况又是桑宁的相求。不过似乎哪里不对，贺兰会感觉自己又要成那个牵线的小红娘了。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？而桑宁对于他的答应也不意外，因为他了解公主，所以才敢提出这种要求。至于低语，还不是为了给狗皇帝面子，他完全也可以大声坦荡地说出来，他们也不敢说什么。他一个一心求死的人，哪有那么多顾虑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怎么还背着人？贺兰英疑心病又犯了，桑宁对傻妹妹说什么了？他很想知道，谁背着人了？这可是当着你面说的悄悄话，女孩子间的话，你确定一个大男人要听吗？桑宁混不吝的没好气说着，贺兰英撇撇嘴，碍于面子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追问。太后在贺兰会的搀扶下离开了，桑琪也被韩硕、楚宪护送到了不远的偏殿歇息。走之前，桑琪提出了住在宫内陪妹妹的请求，不过却是住在月桑殿的偏殿。对于帝王而言，这是大忌，绝对不会同意。但贺兰英想了想，自己政务繁忙，有个亲人陪伴照顾，桑宁也能快乐一些，不至于太孤独去沾花惹草。加上自己确实有些愧对桑琪，若不是自己对他之前种种防范，也不会导致桑琪中毒，发生一系列的事。说到底是自己给了风雀仪机会。既然如此，贺兰英便不会犯同样的错误，给有心人任何机会。于是他同样了，反正也是亲兄妹，贺兰英虽然也会吃他们亲密的醋，当相比较于风雀仪与冯润生以及于谈，这已经不算什么了。见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冯秋华也是很有眼色的说，陛下，那臣先去养心殿寻弟弟了。去吧。贺兰英摆摆手，目光回到了桑宁身上。怎么看都看不够。转眼间，月桑殿内只剩下了贺兰英及桑宁二人，还有苏颜与绿枝待命两侧。当奴才的自然很有眼色，苏颜对绿枝使了个眼色，后者马上会意。二人一前一后分别退出了殿内，在门外等候。如此，殿内就只剩下他们二人了，独属于贺兰英与桑宁的单独空间，没任何人打扰了。见桑宁露出一副疲惫的神色，贺兰英心下一动，担心他刚刚回来还没得到休息，引起旧疾。关键现在风雀仪不在，如果他犯病了，贺兰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于是贺兰英直接把桑宁横抱而起，走到床前轻轻放下。看着桑宁躺下后，贺兰英还贴心地为他弄了弄脑后的枕头，让他枕着更舒服一些。对于贺兰英的细心，桑宁自然是很欢喜的，对他勾了勾手指，示意陪他一块躺着。贺兰英见外面天色也不早了，便一眼躺下了。看着贺兰英就那么贴着自己躺下，也没有宽衣解带的意思，桑宁皱眉不悦地问，你平时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的吗？贺兰英一愣，随后便反应过来，开始宽衣解带来，弄得手忙脚乱的好好笑。桑宁更是笑个不停。陛下，你要知道我不会做到你想的那个样子的，恐怕是要让你失望。桑宁想起人多时，贺兰英宣布要与自己大婚，心里就不开心。那样的话，自己岂不是被人锁死了，被一棵树吊着，放弃了整片森林？这种不划算的事，他才不准备做。
所以有些话他得提前跟他说清楚，以免导致不必要的麻烦。贺兰英听到这句话后，心下一沉，暗暗想着，就算你花枝招展又如何？你沾上谁大不了朕就砍了谁便是，强如风雀仪又怎样？现在还不是被自己软禁在陆院郁郁寡欢。所以对于桑宁的话，贺兰英没在怕的。桑，只要你在朕身边，朕便满足了，没有想得太远。贺兰英十分乖顺，出奇的没有强迫桑宁答应他如何。听着他堂堂95至尊，为了自己居然这样谦让，又是第一个解救自己的男人，桑宁一时间对他好感倍增。眼看贺兰英脱衣完毕，桑宁便轻轻主动抱住了他，心跳加速，一股奇妙的氛围顿时突生。贺兰英也是脸色有些微红，想起回来的路上在外面马背上，那时候确实很勉强，虽然他骑术很不错，但毕竟空间有限，限制了诸多发挥。如今不一样了，二人独处于室内，又在软床上，看着紧紧抱着自己的桑宁，贺兰英深情款款地缓缓低下了头。第162章，还挺有仪式感的。唇云相接，桑宁眼看他被撩得胸腔火热，两条美腿如水蛇一样缠在他的腰间。贺兰英感受着嘴里的甘甜，加之身下的触碰，一时间眼神迷离，情难自控起来。二人之舌宛如两把利剑，互相交击，火花四溅。桑宁也不去管他，任凭他自由发挥，大胆地伺候着他，让桑宁也逐渐迷离。整个小脸被贺兰英完全覆盖，单手箍着他的头，手指从他3000青丝中穿梭划过。二人的呼吸逐渐沉重，贺兰英也似乎不满于现状，手不自觉地摸了下去。瞬间察觉到的桑宁身体一震，极其敏感的周身活跃细胞打开，心里出现一个念头，要不要给他踹下去？桑宁忍着把他一脚踹下去的冲动，仿佛看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事。以他的剧，自己肯定要受苦一番。然而就在桑宁内心挣扎纠结时，宛如猛虎的贺兰英却忽然停下了动作，这让桑宁很是吃惊，满脸意外地看着他。桑，贺兰英呼着滚烫的气息叫道。桑宁主动把头靠在他胸前，感受着他体内的沸腾的血液。朕要把最美好的事留在我们大婚当晚。贺兰英眼神认真且真诚地说。听着他不似撒谎，极其真挚的话，桑宁内心涌上了一种感动。狗皇帝还挺有仪式感啊，不错，是个可塑之才。桑宁顿时对他好感倍增，觉得狗皇帝似乎没那么差。看着他为了自己白的头发，桑宁勉强的也就顺从大婚之事了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8抬大轿娶我。桑宁贴在他胸口打趣的说着。见桑宁终于正面回应同意，贺兰英开心坏了，轻轻吻在了他的额间，不带任何情欲的一吻。陛下，陈静有重要事求见。苏小满在外大声喊了句。贺兰英这才想起一直被自己搁置的陈静，忙对桑宁说了几句好好休息之类的话，转身出去了。桑宁也懒得管他，折腾了一天很疲惫，到嘴的肉又没吃成，又是没有肉吃的一天啊。桑宁伸了个懒腰，搁上蚕丝被准备休息。殿外，陈静看皇帝出来，忙躬身行礼。臣参见陛下。你有什么事？贺兰英被搅和了与桑宁的独处时光，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。释国师府，臣一直带人看守着，但就在不久前，风1、风2、风3以及风4等人全部消失了，臣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找到。停顿了下，陈静紧张地分析道：臣担心风雀仪被软禁一事会让他们狗急跳墙，做出什么阴谋来。你担心的不无道理，通知韩达家派人手严加把控陆院，还有找遍整个京都，也要把他们几个找出来。贺兰英频频点头，认为陈静说的有道理。如今风雀仪被困，身为他的死忠几人，定然可能会做出一些应激举动，亦或者被某些有心人利用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对于这种可能性高的危机，贺兰英还是很重视的。这也是他让陈静带人一直把守国师府的主要原因。想了想，贺兰英继续问道：风战之呢？有没有异动？回陛下，风战之还是往常那般，并无异动。陈静如实回答着。经过风雀仪的事件，风战之便大门不出，整天窝在国师府操持着。有没有问过他知晓不知晓这4人的事？贺兰英疑心地问道。陈静连忙回道：问了，他说他不清楚，那些人不归他管控。朕知道了，你写下去吧。贺兰英并不怀疑，因为风战之说的是事实。虽然他是风雀仪的小叔，但是这4个人可不会听他的调遣。得知平白消失的几人，贺兰英也搞不清到底怎么回事，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韩达的调查结果了。是。陈静立刻离开，去找韩达下达皇命去了。国师府内，风战之坐在风雀仪的床上，独自喝着闷酒。他也很奇怪，这4个人到底去哪了，同时也担心他们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来，这样不但救不了风雀仪，反而会害死他。但风战之能怎么办呢？他现在也想救风雀仪，但是以目前皇帝怒气未消的情况看，救他等于害他。风战之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，这样他的好大侄
才可以得以安全。重新回到月桑殿，贺兰英看着熟睡的桑宁，小心为他隔好被褥，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，露出了充满爱意的神态。他就要这样一直厮守着他，永远不分开，也没人能够分开他们。劫后余生，贺兰英准备明天带桑宁去长照寺聆听佛经，洗去一切厄运，顺便把桑宁的灵位废除，毕竟他没有真的死去。人既然还活着，就没道理供着灵位，对生人也不吉利。顺便让长照寺的大师给他跟桑宁选个良辰吉日。就这样，他坐在桑宁身边整整一夜，期间苏小满跟绿枝多次劝他休息，贺兰英都没有同意。他就是要时刻待在桑宁身边，让他再也不会受到伤害，也不会孤独。桑宁身体弱，折腾一天睡得很香，也很沉，愣是没发现贺兰英重新回来，并且在一侧守了他一整夜。直到天亮了，桑宁慵懒的一伸懒腰，直接发现身前坐着一个大帅哥。桑宁一下就不困了，来了精神般仔细打量，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狗皇帝吗？他怎么在这？莫非走了又回来了？那他怎么不躺下休息，反而要坐一晚上？桑宁心里无数个问号，懒得去想，直接一巴掌把贺兰英打醒了。啪的一声，很清脆，不过却没啥力道。贺兰英疑惑地看着桑宁，眼神里相当委屈。他怎么又打朕？贺兰英无奈地说：桑宁，怎么你一睁眼就要打人？第163章，你确定你是太监？桑宁笑了笑，忙轻轻用手帮他揉了揉，关切道：这不打顺手了吗？怎么样，让我看看有没有事。说完，在贺兰英发懵的表情下，桑宁对外马上喊了一句：来人啊，快传御医啊，不对，这么重的伤的叫风雀仪来，快去传风雀仪。外面候着的苏小满立刻跑了进来，低头问道：陛下，怎么了？贺兰英的脸再次冷了起来，略微生气说：没你的事，退下。诺。苏小满一脸莫名，但皇命难违，自觉退下了。等人出去后，贺兰英刚刚的怒意一下全消了。现在的他不知道怎地，只要一看到桑宁，任何气都生不起来。哪怕他主动提起了风雀仪，贺兰英心里也只是稍微不舒服，并不会真的生他气了。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娘娘用膳了。绿枝端着一碗青菜粥走来，看着贺兰英在，便下意识把碗递给了他。贺兰英也很自然地接了过来，亲自为桑宁喝粥。见贺兰英脾气转变这么大，自己这样对他都不生气，桑宁也没有继续捉弄他了。欣赏着贺兰英的一袭奶白长发，俊美刚毅的面容，桑宁看着递到嘴边的一勺粥，上面还热腾腾的冒着热气，就没喝。见桑宁没有立即喝，贺兰英猜出了他是怕烫，还心细的拿到嘴边吹了吹。随后，贺兰英才成功的为桑宁喝了一勺。你身体弱，得多喝些才行。贺兰英边喂，还苦口婆心的嘱咐起来，俨然一副老妈子样。桑宁翻了个白眼，让他自行体会，撇撇嘴，不喝了，肚子都快撑破了。你想让我变成胖子吗？一看他仅仅喝了几口就不吃，贺兰英终于知道了他为啥体弱了。可能有些原因是自身带的，但胃口不好的占主要。有点累了，眯会。桑宁忽然觉得有些眩晕，于是枕在了贺兰英的腿上。看着桑宁枕在自己腿上，闭目养神的乖顺样子，贺兰英的心都快融化了。此时此刻，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。贺兰英特别满足现在的一切。绿枝拿着剩下的青菜粥退了出去，留给他们二人世界。贺兰英本来想跟他说今天的行程，要去长照寺拜佛求吉祥，顺便择良辰吉日大婚，但看桑宁睡得香甜，贺兰英也就忍下没有开口。算了，等他睡醒吧，长照寺的阶梯有点长，不养够精神他怕是又要犯病了。贺兰英贴心的为桑宁着想，便默默地忍着大腿逐渐传来的麻意。虽说桑宁很轻一点也不重，但是贺兰英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导致血液不流通发麻，这就很难受。但贺兰英又不敢动，害怕惊醒了熟睡的桑宁，让他精神不佳，一会去寺庙受苦。这就像一个怪圈，恶性循环，没有解法。但不得不说，贺兰英的毅力是真的强悍，居然硬生生挺了半个时辰。这孩子愣是丝毫未动，就很离谱。看得一旁苏小满都直冒冷汗。堂堂皇帝，这要是腿被整坏成了瘸子，传出去那可就有乐子了。陛下，要不换我替您一回？苏小满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在贺兰英耳旁轻声问。贺兰英见他如此为自己着想，加上平常表现也算优秀，刚刚自己生了风雀仪的气，实在不该拿他出气。看，这就是恋爱的可怕力量。贺兰英这样的人，居然开始为身边人着想了。小蛮子，那就辛苦你替朕一回吧。贺兰英额头都是密密麻麻的细汗，整个右腿已经失去知觉了。现在他都无法马上起身走路，需要缓很久或许才好。见贺兰英开始体谅自己，苏小满那是感动万分。当下人的能被主子理解，那是非常暖人心的。于是贺兰英小心地慢慢抬起桑宁的头，一旁的苏小满趁机赶紧坐在了贺兰英离开的位置。看见苏小满坐下，贺兰英这才放心，把桑宁的头慢慢放在他腿上。
二人跟做贼似的，生怕吵醒了桑宁。贺兰英不断捶击妈了的右腿，见此一旁的苏小满忙说：“陛下还是先行洗漱一番吧，去疲态。”听到了他的建议，贺兰英一想也对，否则等桑宁醒来还要等他洗漱，以他的性子定然不耐。于是贺兰英在2个丫鬟的服侍下去了盥洗室洗漱。桑宁依旧睡得昏昏沉沉，他不知怎的突然头晕难忍，就想好好的睡一觉，结果越睡越困。苏小满低头望着腿上的美人，忍不住赞叹道：“不愧是妖后，是真的人间尤物啊！别说哪个男人见了神魂颠倒，就算是我看了也情难自禁。”四下无人，苏小满说起话来胆子大了些。他生的一副好看皮囊，乍一看皮肤细腻的如女人一般水嫩，精致纯白的脸上一双桃花眼更是勾人的很。只是平常服侍贺兰英都是弯腰低着头，所以也就没人注意一个太监的样貌了，把他的颜值完全忽略掉了。正如此刻刚刚醒来的桑宁感受着头下偏硬的触感，奇怪的看了一眼，发现枕着的腿不是贺兰英的，明显比贺兰英的小了好几圈，毕竟贺兰英的身材还是很伟岸的，跟他那里不成多让。桑宁有些奇怪，贺兰英去哪了？苏小满怎么在这？但刚刚苏醒，他也懒得开口说话，只是忽然被他的颜值吸引。看不出这小太监也是个大帅哥呀，看着一双望穿秋水的桃花眼，小巧性感的天然红唇。桑宁忽然有种离谱的念头，跟贺兰英商量一下，把他留下伺候自己。虽说有绿枝就够了，但桑宁对于好看的男人一直没有抵抗力，也不嫌多。可能他这个男人少了一点，但这都不重要，桑宁又不是要跟他发生什么，只是放在身边养眼罢了。看帅哥能心情愉悦，延年益寿啊。就在桑宁这边欣赏他的颜值时，苏小满却没发现他醒了。或许是腿麻了不舒服，也可能勒得实在太紧，快窒息了。约莫皇帝回来还有段时间，苏小满胆子越来越大起来。就在桑宁的注视下，苏小满居然双手伸入衣服内，眼睛上翻，红唇都跟着使劲。桑宁也好奇，他突然这是在干啥？挠痒痒吗？很快桑宁就知道了答案。只见苏小满浑身跟着用力，双手在衣服里拼命地掏弄着，费了好大功夫。苏小满长松一口气，笑着拽出了一条白色布带。本来这也没什么，可下一秒桑宁就傻眼了。随着苏小满取出白色布带，在他胸前的衣服居然猛然膨胀弹起，整个胸前衣服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大。桑宁不自觉地伸手上去抓了抓，好家伙，根本握不住，至少得是个 C。 就在桑宁神色震惊中，手仍然没有放下。苏小满感觉胸前一紧，立刻低头看，四目相对，时间仿佛停滞，看着桑宁一只手放在自己胸口，自己那傲然的把他手顶得老高。啊啊！2道尖锐的叫声响起，空阔的月桑殿被一时打破安静。第一声是苏小满叫的，因为发现了桑宁袭胸。至于这最后一声，是桑宁听到苏小满尖叫后，本能的也叫了一声。桑宁回味着刚刚苏小满那一声啊，很明显是女孩子的声音，但也不排除当太监久了，彻底女化了。可就算是这样，那也应该是那种尖细的嗓音才对啊！娘娘赎罪！苏小满何等聪明，由苏颜一手调教出来的。虽然如今岁数不大，才刚满18，但却善于变通。看着跪在地上的苏小满，桑宁缓缓起身盯着他，慢慢道：“你确定你是太监？”第164章，就有没有问题展开争论。苏小满低着头，浑身发抖，惧怕不已，顾不上回答桑宁的话，先把白布又重新绑好。做完这些后，苏小满这才恢复了以往的尖细嗓：“回娘娘话，奴才就是太监。”“不，你不是。”桑宁皱着眉否认道。“我是。”苏小满也坚持到底。见此，桑宁沉默了片刻，随后缓缓说：“好，你说你是，那就来验证一下。”苏小满头都大了，这娘娘好奇心咋这么大？宫刑都只去其蛋蛋，不去其根，让我摸摸你有没有就知道了。桑宁求知欲爆棚，光着脚就下地了，来到瑟瑟发抖的苏小满面前。一听桑宁居然要摸自己，苏小满吓坏了。看着靠近的桑宁，苏小满立刻后退几步。“娘娘自重。”桑宁笑了，看得苏小满又是一愣，那一笑足以倾国又倾城，多少英雄也抵不过这一笑啊！“摸摸嘛，别那么小气。”桑宁打定主意，不等他答应，便快速的摸了过去。苏小满想躲来着，但是目光却被桑宁那勾人的笑容吸引着，一时间被他得手了，一手抓了个空。桑宁已经知道了答案。就在这时，偏偏洗漱完毕的贺兰英回来了，一进去他就看见桑宁已经醒来，刚想开口打招呼，忽然贺兰英目光下移，看见了桑宁摸在苏小满裆部的手，顿时他眼皮一跳，自己百般提防，千防万防，最后还是没防住桑宁拈花惹草。贺兰英都无语了，自己就是去洗漱了一番而已，桑宁这都上手了，对方还是个太监，难道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？居然连太监都不放过！你们在干什么？
贺兰英目光含怒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，直接把桑宁跟苏小满分开。苏小满一看皇帝来了，加上自己的身份被桑宁发现，整个人觉得天塌了一般，跪在地上。陛下赎罪，都是奴才的错，不关娘娘的事。现在苏小满只祈求桑宁仁慈，能够替他保守秘密，但会吗？毕竟桑宁跟皇帝才是一家人，自己不过是个奴才外人，身份卑贱的狗。娘娘会救自己吗？苏小满怀揣着这种疑问与恐惧，默默闭上了眼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看着苏小满这样的表现，桑宁觉得没什么，如果她很丑还这样搞，他肯定不会救她。但好就好在她很漂亮，尤其是女扮男装后那种帅气，就算是太监身份都掩盖不住的光芒。桑宁什么都没说，他知道以苏小满的聪明，最后他只要点头说是就可以了。苏小满会自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贺兰英虽然气，但他可不敢对桑宁撒，只能撒在苏小满身上。何况事情原委还不清楚，贺兰英更不敢妄下定论。是娘娘怀疑奴才是女孩，所以才摸摸真伪。苏小满灵机一动，如此说道，可谓是聪明绝顶，越实话实说，若桑宁有意救他，他便安全；若撒谎说些理由，以贺兰英的聪明程度，很难轻易相信。果然，听到这话，贺兰英便疑虑消除了一大半。他在意的是桑宁拈花惹草，至于苏小满是男是女，在他身边伺候这么久，他还不清楚吗？他能留一个女孩在身边这么久还不发现，是有多蠢？贺兰英这点自信还是有的，尤其这苏小满是他最信任的苏颜带出来的人，从哪里想都不会是隐瞒身份的假太监。所以有些时候，人往往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贺兰英不去理会苏小满，一改怒色，换成一副笑脸。桑桑，那你摸出来了吗？好了，现在选择交给了桑宁。一念之间便决定了苏小满的生死。桑宁看着这么养眼的苏小满，哪怕知道了她是女孩，但只要穿着男装便是好看的。摸出来了，桑宁不咸不淡地说。贺兰英点点头，便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，反而开口说，准备一下，朕带你去长照寺拜佛，顺便为我们大婚择一良辰吉日。对了，公主也会去。贺兰英末了提醒了句，便率先离开了。昨天把冯润生姐弟晾在养心殿里一晚上，贺兰英得去安抚一下。等他离开，苏小满直接跌倒在地，是那种压力突然消失劫后余生的感觉，让他整个人都宛如重生。所幸他赌对了，桑宁还是救了他，代表他命不该绝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桑宁觉得异常可爱，忍不住嗤笑道，今后我是该叫你小满妹妹，还是小满公公呢？娘娘喜欢叫哪个就叫哪个。苏小满再次吓得低下了头，此刻自己的命脉都握在桑宁手中，他不知道对方为何救他，但他知道桑宁肯定不会拿这个威胁他，因为接触这么久，桑宁的脾气他也是清楚的，一身病痛他根本没这个心思，所以自然苏小满不像面对皇帝那样恐惧，怕是肯定怕的，毕竟他确实欺君了。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桑宁对他勾了勾手指，苏小满没办法，只能照做。看着近在咫尺的苏小满，丰润的五官与那双闪闪的桃花眼，桑宁尽情地欣赏着。娘娘，苏小满浑身一震，因为桑宁的再次把手放在了胸前，而且还是两双手。第165章，该来的挡不住系列。桑宁满不在乎地白了他一眼，无所谓地说，都是女孩子，怕什么？不是，娘娘，绿枝来了。看着缓缓走来拿着帕巾与水盆的绿枝，桑宁这才不甘心地放下了手。苏小满顿时擦了擦额头冷汗，大松一口气，心里无比感激绿枝，关键时刻来帮他缓解了尴尬。而桑宁心里也是觉得有趣，这个书里惊喜太多了，比如这个苏小满，桑宁在书里根本没有看过他的详细描述，但居然是个假太监，桑宁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或许还有更多惊喜等待他去一一揭晓。不过桑宁也没那个精力，现在他只想死一死，早点结束这病痛的折磨。养心殿，冯润生跟冯秋华坐在贺兰英的对面，三人在品着茶。昨天二人就在这里边玩边等候贺兰英，但最终也没等到。没有皇命，他们也不好离开，只能继续等了。这一晚，冯润生睡得很踏实，现在仍是生龙活虎、精力旺盛的模样，但却苦了冯秋华了。他比较认床，在陌生的环境难以入睡，虽然身边是好弟弟陪伴，但这也无济于事。此刻的冯秋华哈欠连天，甚至在贺兰英跟他说话时，他大脑都恍惚不知道回话了。好几次都是冯润生提醒他，这才没有军前失礼。或许是看出了冯秋华状态不好，贺兰英喝了口茶后主动说，朕看你姐姐倦了，不如今天就这样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改天咱们再聚。既然如此，那臣等就先行告退了。冯秋华恨不得马上回去，在这桑宁所在的宫内多待一秒，他都担惊受怕的，生怕冯润生跟他旧情复燃，重走来时路。反观冯润生却没有走的意思，这宫内太好玩了，主要是点心茶水都是上等的，家里也是有的，不过冯润生在别处才有这种感觉，在家里他都是不碰茶的。弟弟，
走吧。冯秋华主动起身，催了冯润生一句。闻言，冯润生依旧未动，端起茶杯喝光了，又抓2个糕点塞进嘴里，这才匆忙起身。那臣就先告退了。走吧。贺兰英看他就不烦别人，一个定时炸弹一般危险的人物，恨不得他马上走。就在冯润生跟冯秋华即将离开时，苏颜小跑过来，在贺兰英身边说：“陛下，娘娘那里已经准备妥当，律知让奴才来问您，是否现在出发去长照寺。”此刻冯润生跟冯秋华已经走出了几十米远，马上出了殿门。按道理是听不清的，贺兰英也没多想，直接点头：“那就出发吧，记得通知公主。”是。苏颜行礼后马上出去通知了。看着弟弟突然止步，冯秋华疑惑地看着他，怎么不走了？冯润生一脸茫然，看着姐姐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心里难受得很，一道红色的身影在眼前浮现。长照寺？莫非是听到了这3个字才这样的？冯润生心里琢磨着，要不要跟皇帝他们一同去看看，说不定他有佛缘，这是佛祖在召唤他。不知怎地，冯润生此刻对佛很感兴趣，也乐于去寺庙。听着弟弟的话，冯秋华捂着脑门快速思考对策。想了半天，冯秋华灵机一动，弟弟或许是昨夜没睡好的原因，快跟我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姐姐，你不爱我了？冯润生却突然板着脸。冯秋华吓了一跳，一脸茫然，傻弟弟，你又说什么胡话？姐姐怎么可能不爱你？姐姐最爱的就是你啊，不爱你的话，姐姐早就嫁人了，还不是担心你不能照顾好自己。冯秋华摸了摸他的头，看着如此优秀的弟弟，心里爱意达到顶点。弟弟是他一生最自豪的人，也是他自信与安全感的来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陛下一起去长照寺？不知怎地，冯润生就突然很想去。冯秋华一时间被说得目瞪口呆，竟然久久无法回答。冯秋华看着冯润生半天，无言以对。陛下也没邀请你啊？突然冯秋华想到了这一点。冯润生则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笑着说：“哼，以我跟陛下的关系，还用得着邀请？弟弟，有些话不能这样说，那是从前，现在他是君，你是臣，可不能失了分寸啊。”冯秋华吓得心脏狂跳，这个傻弟弟要干什么？冯润生不以为然，不去理会他，转身走向贺兰英身前。看着快步进去的冯润生，冯秋华叹了口气，这是天意吗？无奈下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。陛下，听说你要去长照寺？冯润生笑盈盈地看着贺兰英问。望着去而复返的冯润生，贺兰英直接黑着脸：“朕不去啊，你从哪听说的？”同时心里开始骂娘了，这小子耳朵是兔子吗？居然那么长，距离那么远，苏颜的话他都能听见。听见贺兰英这样的回答，冯润生心里有些不快，明明是要去，结果撒谎。真如姐姐所说那样，他成了君，自己当了臣，关系生分了，连一同去个寺庙都成问题了。还没等冯润生揭穿他，苏颜带着贺兰慧便来了。皇兄，不是说带着桑娘娘一起去长照寺吗？怎么不见他人？贺兰慧看了几眼，没看见桑宁，便疑惑地问，丝毫没察觉到贺兰英的脸色已经尴尬到了发白。贺兰慧这才看见一旁的冯润生，顿时心脏狂跳，原来冠军侯也在。贺兰慧跟他打招呼，同时想起桑宁偷偷嘱咐他的事，他要见冯润生，还要他亲自牵线。当本公主是什么？本公主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好吗？太过分了。贺兰慧脸色一会一变，旁人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转念一想，桑宁的可怜身体，病弱的不像话，又经历了一番生死，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还是为了救自己的皇兄。想想这些，贺兰慧的心又不争气的软了下来。既然冠军侯也在，那便一同去吧，请皇兄准许。贺兰慧还是当起了媒婆，主动让冯润生跟着一起。而冯润生也没说话，本来就看穿了贺兰英的谎言，现在更是真相大白。他倒想看看贺兰英怎么说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容不得他狡辩。此刻贺兰英也是有苦说不出，一心阻止冯润生跟桑宁见面。先是苏颜，现在又是贺兰慧，老天好像在跟他作对。第166章，只能帮你到这了。但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也不能太过决绝，伤了为晋国立下汗马功劳小将军心。那便一起吧。贺兰英说完，便黑着脸率先走了出去，留下一脸得意的冯润生，暗道：你不是不想让我去吗？我偏要去。贺兰慧见他准了，也是悬着的心落地了。毕竟只有他清楚他们之间的复杂羁绊，皇兄能够同意，实在是万分意外的结局了。桑宁啊，本公主只能帮你到这了，后面你我就公平竞争了，休想再让本公主手软。其实他也知道桑宁是想单独见面，但皇兄看得这么紧，不会有机会的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就这样，一行人浩浩荡荡超豪华阵容排场，从皇宫组成一道亮丽的车队，一群禁卫军随着车辇护卫两侧鱼贯而行。
他们身上黑色铠甲发出鱼鳞般光辉，腰间入鞘的长剑剑柄被单手压住，随时出现动乱，可第一时间拔剑防卫。第一排的车辇中坐着的便是贺兰英与桑宁，苏小满与绿枝都各自骑着马匹跟在两侧。虽说答应冯润生去了，但为了让他们不接触，减少接触，贺兰英可谓煞费苦心，将冯润生的车辇安排到了最后一位。在宫内和出发至今，桑宁跟冯润生仍是没见到面。车辇中，贺兰英温柔地拉着桑宁的手，想起冯润生被自己安排到最后，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。不知为何，一看他笑得这么黑暗，桑宁就觉得他没干好事。想起交代给公主的事，也不知道贺兰慧有没有带给冯润生。好想小奶狗啊，想得闹心死了，心情不好。桑宁觉得莫名烦躁，偏偏贺兰英还在那笑，看得他气不打一处来。啪！突兀的一巴掌直接抽在贺兰英的嘴角上，虽说不疼，但侮辱性极强。贺兰英再次傻眼，摸了摸微麻的嘴角，声音温柔地问：桑桑，你怎么了？我这么难受，你还在那里笑，欠打。桑宁连说话都有些困难，难受的没有力气。看他面色有点差，贺兰英连忙让他靠在自己肩上，那就休息一下，到了朕叫你。桑宁没说什么，慢慢闭上了眼。他是真的难受，不想活，真的想死一死。都怪那个风雀仪自作聪明救了自己，否则现在已经魂归9天了吧。病痛的折磨也肯定得到解脱了。想到这些，桑宁更加恨起了那个爱玩囚牢的死疯子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贺兰英最后怎么处理的他，这些桑宁也懒得去问。既然贺兰英不说，他便不问，多管闲事才不是他的性格。在贺兰英跟桑宁的车辇后面是桑琪的车辇，他被安排跟冯秋华共乘一车，最后面则是冯润生跟贺兰慧二人。看着闭目养神的桑琪，冯秋华几次是开口打破尴尬，但却不知道说什么。桑琪似乎察觉到了车内的尴尬氛围，闭着目神情极其慵懒，轻轻道：慎言郡夫人，你可知道风雀仪的下场？冯秋华如何不知道？听他突然这样说，心下一惊，开口说：赵宁君是何意？既然知道，你为何不阻拦你弟弟同往长照寺？出了什么乱子，恐怕谁也无法保你弟弟了。陛下对舍妹是视为生命般爱护，一切威胁他都会不犹豫地铲除。桑琪缓缓睁眼，一时间冯秋华看愣了。这兄妹一个比一个妖，一个比一个貌美无双，一个男人都可以美成这样，让人看了忍不住生出爱意。不过他这是在提醒自己吗？冯秋华思索了片刻，微微抱拳请教道：还请赵宁君示下。闻言，桑琪没有说话，而是沉默了许久。直到冯秋华即将忍不住催问时，桑琪这才悠然开口：听闻你弟弟只是突然生出兴趣才去看看，你便独自带他去看便可，避免与舍妹的接触，可无忧？多谢赵宁君。冯秋华十分感激地行了礼，看桑琪越来越顺眼。桑琪却直接无视了他，虽然感受到了他的爱意，但桑琪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。一，不是他的菜，虽然他也有几分姿色，但与自己与桑宁这种比，还是逊色许多。二，此人心思缜密，诡计多端，且危险得很，这是桑琪对他的第六感，不能接近此人，仿佛是什么在默默提醒他不可接触冯秋华。之所以跟他说这些，桑琪则是爱屋及乌，深知桑宁对冯润生的感情，外加桑宁假死时冯润生的表现他都看在了眼里，一口一个大哥叫的他心里着实舒服了。最重要的便是冯润生的真实感动到桑琪了，没有任何虚假，情绪都表现出来，敢爱敢恨。桑琪何曾不想跟他当一样的人，但是牵绊诸多以及性格所致，他注定不能像冯润生一样简单快乐。至于冯润生跟贺兰慧的车辇中则欢乐许多，二人相谈甚欢，贺兰慧甚至都有点想让车夫调转方向，与冯润生去无人的地方独处，但贺兰慧还是忍住了，这是他答应桑宁的，仅此一次，也只能就这一次结束，他便不会仁慈了。公主殿下，你是个不错的姑娘，只是润生心里已经住下了人，虽然很可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但冥冥中一袭红衣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停顿了下，冯润生忽然双目湿润，你看，说到这些又不自觉地落泪了，让殿下见笑了。听着冯润生这番言语，贺兰慧的心一下如遭锤击，疼得他只是看着他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拿起帕子，贺兰慧递给他，冯润生轻轻擦去泪痕，他比他清楚这是因为什么，但他偏偏不能告诉他真相。贺兰慧觉得有些不能面对冯润生，他那么真诚的一个人，一颗纯白的珍珠一般，得有怎样的爱才会让一个男人失去了记忆，偏偏还无法彻底忘记这个女孩？贺兰慧忽然眼眶湿润，被冯润生对待桑宁的那种爱所感动，看着贺兰慧也哭了。冯润生很奇怪，单纯的问：殿下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润生哪句话说中了，伤殿下的心了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润生给殿下郑重的说句对不起了，感情这种东西是无法控制的。
冯润生知道贺兰会喜欢他，但他心里已有了人，虽然那个人很模糊，他还是选择为他等候，等待他们相聚的那一天。第167章佛门禁地，慎言啊！贺兰会倒不是因为他说那些话，而是因为他跟桑宁的感情确实很打动人心。没有，冠军喉多虑了，我从小见不得人哭，所以被你感染罢了。贺兰会自行擦拭着泪水，轻声解释道。知道不是因为自己，冯润生这才松了口气。他最怕伤害无辜的人，没有那是最好不过了。转瞬间，车队已经到达了掌赵四山脚下赵山之巅。待苏小满与绿之为二人打开车门，贺兰英见桑宁还在昏睡未醒，直接把他拦腰抱起。桑宁感受到一双有力的大手兜着他的屁股揽入怀中。贺兰英，你怎么摸我屁股？你想了？桑宁目光盯着他，吐气如兰的调笑道。贺兰英一时间被说得一脸通红，兜着他屁股的双手也不能松开，只能硬着头皮让身边的人注视。所幸帝王威严不容侵犯，没哪个不长眼的敢去看一眼。别胡说，这大庭广众的佛门禁地，慎言。贺兰英宠溺般的对着怀中的桑宁说。桑宁却不以为然，打趣道：难道陛下没听过花和尚吗？贺兰英莫名的问。花和尚？喝花酒玩姑娘，美曰酒肉穿肠过，佛主心中留。桑宁颇有兴致的解释着。贺兰英哪里听过这些，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这是你另一个世界的和尚吧？这里可没有，休要乱说了。放我下来，我要自己走。桑宁忽然生出了下去走走的念头，于是开口道。贺兰英于是缓缓放下了他，二人并排一起走向石阶，向山顶慢慢前进。等他们走了好远，桑琪、冯秋华以及冯润生跟贺兰会的车辇才到达。一行人分别下了车，一同浩浩荡荡追随前方那一抹红裙与身穿龙袍的贺兰英。不知怎地，看到前方那一抹红裙后，冯润生眼睛再次湿润，泪眼模糊。冯小侯爷，你怎么了？桑琪在他身边出声问了句。赵宁俊，你先上吧，我突然觉得有些难过，歇息一下。冯润生扶着阶梯石瓦，打算停留片刻。见此，冯秋华也是笑着说：昭宁君与公主殿下先请吧，我留下陪他就好。望着一旁的贺兰会，桑琪做了个请的动作，殿下请。好。贺兰会点点头，随着他一同攀登起来。二人一路前行，走了有段时间，忽然贺兰会脚下踩空，整个人便朝后方摔去。此刻他们已经攀登了几十个台阶，已经有10几米高度，若是摔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直在他身侧的桑琪见了，面色大变，但第一时间他没有出手，而是犹豫了。自从来了晋都，他步步为营，苦心隐藏一切，若是此刻出手，所有心血都会毁于一旦。但桑琪看着即将摔下的贺兰会，又非常于心不忍，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不怪桑琪纠结，实在是这种突发事情，普通人根本无法营救，必须要达到一定力量的习武之人才能救下贺兰会。今天若救了他，桑琪便危险了。以贺兰英的敏锐洞察力，桑琪的伪装必定会被撕得粉碎。公主，快救殿下！下方的冯润生距离过远，只能大声呼喊，迫使近的侍卫搭救。四周的禁卫军快速的冲了过来，但因为贺兰会跟桑琪爬得过快，距离上还是来不及。唰！一道身影快速掠去，下一刻惊恐万分的贺兰会只觉得落在了一道坚固的壁弯上，下坠的势头止住。众人看见贺兰会被人接住，这才纷纷松了口气。只见一脸凝重的桑琪把贺兰会横抱于胸前，贺兰会满眼的星星望着这个宛如神一般的男人。这一刻，贺兰会觉得前所未有的心动，不同于冯润生的那种慢慢的感觉，而是强烈的一见钟情。此刻疯狂跳动的心便是最好的证明。我失礼了，还请殿下不要怪罪。桑琪不想被更多人看见，立刻把他放了下去。贺兰会重新站好，整理好衣衫，这才还礼，多谢昭宁君救命之恩，岂有什么失礼？公主殿下不怪罪便好。桑琪觉得氛围有点不对劲，得赶紧溜。看那公主瞧自己的眼神都快拉丝了，桑琪又不傻，怎么可能看不出她在想什么？既然公主无事，我去前面看看舍妹。桑琪随便找了个理由，便丢下了贺兰会，快速迈着石阶。看着迅速离去的桑琪，贺兰会一脸崇拜相。想不到昭宁俊不止俊美超凡，身手也这么好。等等，他不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吗？难道是他的伪装？要不要告诉皇兄？贺兰会摇摇头，如果说了，那么以皇兄的脾气，恐怕桑宁也难以保下桑琪了。绝不能说。打定主意，贺兰会便去追赶桑琪了。至于同样看见的几个禁卫军，并不熟悉桑琪，自然也不会注意这些细节。至于冯润生，则一心都困在那抹红色身影上，哪能注意这些？冯秋华倒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暗自记在了心中。这昭宁君看起来没有外表那么简单，不但睿智多谋，
武功也是不错。冯秋华对他更加好奇起来，不过暂时也没有揭发他的想法，那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，还会让桑宁恨上他。目前桑宁的皇帝恩宠，他可不想得罪这个妖后，至少不是这样无脑的去得罪，他自然有他的计较。上山的石阶足有数千道，不过桑宁还是坚持了下来，这让贺兰英都刮目相看，想不到桑宁真的可以登顶。除了出了些汗外，桑宁也并无不适。真累。桑宁虽然登顶，但还是很疲惫的，一个眼神丢给贺兰英，让他自行体会。后者会意，马上过去搀扶，弄得绿枝跟苏小满都无事可做，只能在身后看着二人溺呼。寺庙门口得到通知皇帝要来拜佛的消息，主持一念老和尚以及慈恩大师携其弟子近臣早已等候多时。阿弥陀佛，参见陛下。一念带头，众僧齐声高呼，双手合十。贺兰英一手扶着桑宁，另一只手忙竖起，阿弥陀佛，多有打扰，辛苦各位大师了。陛下，娘娘，请进。一念主持一身袈裟在身，手持连环杖在前带路。桑宁的目光一下定格在了近臣身上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他，并且被他那异于常人的样貌深深吸引。皮肤白至碧绿色的瞳孔，虽头顶光头，但一身洁净的白色袈裟让他看起来一尘不染，别有一番异域风味。第168章，他最爱吃的他记得。察觉到桑宁的目光在看自己，近臣虽认出了这便是他当初择日下葬的皇后，二人不是第一次见了，只不过那时桑宁已假死，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。但如今人活生生在自己眼前，近臣虽心有疑虑，面上没丝毫表现。阿弥陀佛。见近臣对自己打招呼，桑宁一把推开贺兰英，径直走到他面前，笑眯眯说：大师，请问怎么称呼？遇到好看的，他便忍不住要多看看。气得贺兰英咬紧牙关，心中醋意大发。不过看对方是个和尚，桑宁就算想也没那个机会，这才微微松口气。贫僧法号近臣，乃是慈恩大师的弟子。停顿了下，近臣继续说：女施主可是小僧一故人的妹妹，观你二人容貌颇为相似。故人？你指的是我兄长吗？桑宁一脸疑惑，回头去试图寻找桑琪，但却发现早被甩在后方。如今的昭宁君便是。近臣双手合十，洒脱一笑，仿佛沐浴在佛光中的得道圣人。桑宁离得近些，都觉得自己灵魂好像都升华了，想死的念头没那么强烈了。奇怪的是，身上的病痛也得到暂缓了。原来大师与昭宁君是旧识，不知是怎样一番交往呢？关于桑琪的事，贺兰英下意识便想问清楚，于是近臣便把游历在外染病险些丧命，却被桑琪救下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众人听了无不感慨，桑琪还有这样一副菩萨心肠。我哥哥心肠就是仁慈的，不像某些人就知道杀杀杀。桑宁忍不住夸奖了一番桑琪，还不忘记挖苦一下贺兰英。哈哈，还真是一段佳话呀。听得贺兰英只能装作听不懂，尴尬的笑了几声。佛门重地，他怎么能揭短？贺兰英颇为无奈，就算说的是他，此时此地他也不能承认。几个大师都在，佛祖在上，你们拿朕当什么人了？看到贺兰英脸色不好，桑宁便主动示好，依偎在他胸前。不过某些人是正义之师，有些杀法也在所难免的，可以理解。桑桑，你能理解朕，朕太开心了。贺兰英马上露出笑容，之前的阴霾一扫而光，紧紧抱住桑宁。阿弥陀佛。众僧人异口同声。随即贺兰英拉着桑宁与他们一同走入寺庙。陛下请随老衲来，为您与娘娘择一良辰吉日大婚。大雄宝殿门前，慈恩大师对着贺兰英轻声说：一念主持年岁太高，早已在小僧搀扶下去休息了，今天便是慈恩大师为贺兰英跟桑宁补算。大师请。贺兰英跟在他身后做了个请的动作。桑宁却看着里面诸多佛像有些头晕，下意识说：你自己进去算吧，我有些闷，随便去转转了。桑桑，这是给咱们算日子，你不在这怎么好？贺兰英表情不愿，拉着他的手不想让其走掉。近臣却在一旁解围道：陛下多虑了，知道生辰八字便可，以恩师的造诣，娘娘不在也是一样的。贺兰英听了便有所领会，不放心地对苏小满说：绿枝一人恐有失，你随着一起吧。诺。苏小满立刻点头，站在了桑宁身边，看着眼前女扮男装的帅哥以及碧绿眼人的近臣，桑宁心里乐开了花。有两大帅哥陪伴，想不开心都难啊。虽说有很多禁卫军负责安全，但一些细微的照顾还是人多贺兰英更放心一些。安排好一切，贺兰英便随慈恩进了正殿卜算去了。近臣为桑宁几人在前方带路，七拐八拐的便走进了一处偏殿。站在门外，桑宁一眼便看见了佛像旁边的灵位，上面写的赫然是自己的名字：大晋桑皇后之灵位。看来这是假死后贺兰英给自己立的。见桑宁目光望着里面，
靖臣忙解释道：“娘娘恕罪，本庙并不知小娘娘未亡，便一直没有撤下灵位。稍后小僧便吩咐下去撤掉灵位。”听着靖臣的解释，桑宁并没怪罪，他一个受尽病痛折磨的人，一心求死，哪里会忌讳这些东西？他之所以好奇的去看，是因为发现灵位的案前香炉中此刻还燃烧着香火，而在香炉旁放了无数根他最爱的糖葫芦，有一些或许放了很久，上面的山楂都发了黑，糖甚至都化成了水。平日里你们有不断香火跟买来糖葫芦供奉吗？桑宁一边走进去一边问道。靖臣想了想，如实说道：“是冯小将军每天都来供奉，糖葫芦自然也是他放的。”桑宁，小奶狗，我哭死！桑宁内心触动，想起与他的点点滴滴，一时间竟然有些泪眼朦胧。风雀仪对他用了失忆药，他什么都忘了，却唯独没有忘记自己喜欢吃的糖葫芦。看着桑宁慢慢走到灵位前，香肩颤抖的伸手去摸糖葫芦。靖臣跟苏小满以及绿枝纷纷知趣的没有跟进去，站在殿外等候。远处冯秋华发了疯的四处去找冯润生的影子，但是哪里都看不见，急死他了。他可没忘记桑琪给的忠告，这傻弟弟要是干了什么混事，恐怕整个冯家就完了。润生，你在哪？冯秋华继续满头大汗的四处寻找，却不知冯润生早已不知不觉来到了偏殿。看着门前站着的苏小满以及绿枝与靖臣，冯润生忽视掉他们，目光最终定格在殿内灵位前那一袭红装，那是每天出现在他脑海里的身影，他很确定就是他。天，他终于出现了吗？冯润生怔怔出神，心脏狂跳，血液飞速循环着，快要窒息。就是这道倩影指引着他每天来这里上香，送上几串糖葫芦，心便安了，否则他夜不能寐。今天他便可以知道他是谁了。困扰他的意中人谜题即将揭晓。看着此刻的冯润生，深知一切的绿枝以及苏小满也都只是静静的看，没有谁想要去阻止。或许他们也被这种难能可贵的感情所感染。至于靖臣，微微闭目，口中默念阿弥陀佛。待冯润生走进殿内后，绿枝给苏小满使了个眼色，苏小满本能的不想去管，毕竟他可是名义上皇帝的人，此刻不去报信就算了，还帮着隐瞒就过分了。但想起桑宁的救命之恩，他也只能就范。苏小满与绿枝合力才把沉重的殿门关闭，殿内顿时陷入了昏暗，只有烛火的光亮照映着一对璧人。桑宁察觉到身后的殿门关闭声，微微转过身去，便看见了那个夜思日想的人，冯润生。第169章，我愿意跟你勇闯天涯。他还是那副稚嫩年轻充满活力的样子，只是如今看起来像是丢了魂一样，没了那股子快乐。是了，没有桑宁的冯润生又怎能快乐呢？哪怕失了忆，他也快乐不起来。四目相对，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，只有火烛燃烧的滋滋声混杂着二人的心跳。看清桑宁的容貌后，冯润生确定他不认识他，但是内心的那股悸动更加强烈，眼泪狂涌而出。转瞬间，冯润生已经哭成了泪人。桑宁看着小奶狗如此伤心的样子，忍不住主动上前，走到他面前毫厘之间的位置，缓缓伸出手来。桑宁替他擦拭着泪水，仰着头静静地看着他。是你吗？冯润生喃喃着问。那袭红妆真的是眼前这个女孩吗？桑宁听他猛地发问，还以为他自己想傻了，便疑惑道：你不认识我了？听哥哥说他失忆了，但桑宁想他也许会记得他，这是他期望的，不过看眼前的情况，估计是要失望了。对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有个红衣女子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与梦境，我很确定那就是你。冯润生痛苦地捂着头，无数道碎片的记忆在大脑闪回，待他想看清时又全部消失，让他痛苦万分。小奶狗彻底失忆了，都不记得他了，居然这么严重。桑宁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心疼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将军，暗暗思忖是谁干的。毕竟哥哥也不知道原因，自然没告诉他，不然好端端怎么会失忆呢？桑宁想了想，眼前便浮现出了一个人的样貌，温文尔雅，足智多谋，风雀仪。是了，以书中医术天花板的实力，非风雀仪莫属。只是桑宁再次大开眼界，本以为让自己假死与囚禁自己就够变态极限了，想不到风雀仪再次刷新了在他心中的极限，不知不觉已经对冯润生动了手。当真可怕。得到了答案，桑宁便不去纠结这个问题。我叫桑宁，现在不就认识了？桑宁目光炽热地盯着他，红唇轻抿，魅惑十足。沉浸在他真心对自己的爱中，桑宁恍然醒悟，冯润生才是他心尖尖，只是此刻感受到了他的真心，他便不会不认真了。既然认真，他不敢接近他了，也不敢去面对他了。毕竟身处这乱世，桑宁清楚离得越近便伤得越深的道理。尤其是经历了这么多事后，桑宁内心也发生了些许变化。
当然是除去看帅哥撩美男之外的变化。盯着桑宁的窈窕身姿，看得冯润生立刻上了头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悸动，一把将眼前的家人拥入怀。感受着冯润生那强劲有力的怀抱，桑宁没有挣扎，闭着眼享受地靠在他胸前。临位前，冯润生紧紧抱着桑宁，二人看着彼此，将呼出的热浪吐在对方脸上。冯润生低头望着怀中的美人，喉结滚动，忍着体内的燥热。你愿意跟我远走天涯吗？冯润生知道眼前这位便是之前死去的皇后，绝不是什么妹妹桑莹，那不过是狗皇帝的谎言。当初他还觉得红颜薄命，为他惋惜，想不到今天他们便相见了，并一眼万年，彻底爱上了他。桑宁听着小奶狗直来直去的表白，宛如当初一样，内心感动极了，当下不假思索的点点头。桑宁轻声说：好，我愿意跟你勇闯天涯。啊，不对，是远走高飞。冯润生一本正经的纠正道：是远走天涯。好。桑宁感动的点点头，下一刻却生出了决然的念头。小奶狗对自己一片真心，日月可见，自己可不能继续害他了。桑宁打定主意，便准备先哄他开心后，再彻彻底底与他划清界限。面对这么好的冯润生，他真的不想让他再受伤害了，哪怕一丝一毫都不想。冯润生见他同意，别提多开心了。可就在冯润生拉着他往外走时，桑宁却停下了脚步。冯润生疑惑地回头看向他：桑宁，怎么了？外面都是禁军的人，我们这样跑无疑送死。桑宁盯着他，实在担心狗皇帝对他下手，内心也同时感动。冯润生对他是爱是不一样的，没有任何修饰，淳淳朴朴。无论是失忆前还是失忆后，他最想干的事居然都是跟自己私奔。桑宁哭死。冯润生察觉到了他担忧自己的目光，于是也逐渐冷静了下来。私奔还需要从长计议，今天恐怕是不行了。可是他不能没有他的陪伴，哪怕一分一秒都是痛苦煎熬的。因为冯润生发现，自从见了桑宁后，他那些可怕的痛苦感受全没有了，那么他便是他的良药。桑宁。冯润生看着面前的桑宁，嘴唇微动，轻轻地凑向他。桑宁见了，忙后退躲开。冯润生愣住了，有些不解，眼神里尽是失落。他是喜欢自己的，为何还要躲开？看着这样的冯润生，桑宁心都快碎了。曾经怎样都好说，他只当他是个可爱的小奶狗，随便聊也不需要负责。但是如今他已经失忆，却仍然对自己深情不改。眼下被贺兰英紧紧看护的阶段，桑宁知道自己很危险，谁接近谁会倒霉。所以桑宁开始走心了，仅仅对冯润生第一个走心。虽然知道他们都是纸片人，可经历了这么多，怎样都有了感情。他做不到像从前那般云淡风轻，什么都不在意。小润生，你别幼稚了，皇后跟冠军侯夫人，正常人都会选择的好吧？桑宁忍着心痛，对冯润生大声喝道：陪你玩玩，你当真了？傻不傻呀？桑宁继续说出剜心窝的话，戳痛的冯润生如遭雷击，呆愣当场，嘴唇都哆嗦了，全身跟着剧烈颤抖。桑宁，不，这不是你心里话对不对？冯润生依旧不敢相信听到的言语，无论是记忆里或者刚刚他们接触的感觉来看，冯润生可以清楚感受到桑宁是喜欢他的。可他为何突然变脸？为了让他死心，桑宁目光扫向灵位前的冰糖葫芦，几步上前抓起一把。就在冯润生的注视下，桑宁将那些糖葫芦全部掰断，并且丢在脚下狠狠踩了起来。几串破糖葫芦就想哄我，我有那么傻白甜吗？嘎吱嘎吱，随着那些糖葫芦尽数被毁，冯润生的心也跟着碎了一地。他弯着腰，歇斯底里地冲过去，试图抓起那些断了碎了的糖葫芦重新拼好。然而他抓了一手污垢与碎糖块、山楂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拼好。不是这样的。冯润生想不通，可他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我不信！冯润生忽然情绪激动地怒吼着，泪水顺着双眼汹涌喷出，吓坏了一旁的桑宁。看着眼前被自己谎言伤到了心的男人，桑宁内心也是无比痛苦。可他既然动了真心，便不能去伤害他了，否则那便是对他的不负责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既然他还没有恢复记忆，便到此打住。将军请自重。桑宁不敢去看他的眼睛，不断退后着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还自重给谁看？那些信明明是你给我写的，你们都骗人，骗我是公主写的，那根本不是她的笔记。现在你居然也骗我，你们都不想让我好。冯润生眼睛发红，猛地起身，几步上前，不由分说的便抓住桑宁的头，一吻而下。桑宁感受着那炙热的唇传来的疯狂冲击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小奶狗就是猛，都这样说了还不死心。陛下万安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桑桑呢？店门为何关着？快给朕打开！店外传来了贺兰英那熟悉的咆哮声。一刻看不见桑宁，他便接近暴走。第170章，
佛祖在上，你们拿朕当个人了？看着店门紧闭，苏小满跟绿枝以及近臣在外，只留下桑宁一个人在里面。贺兰英立刻要打开店门，一直跟随的陈静见了，马上吩咐几个禁卫一起打开店门。嘎吱，店门缓缓打开，一束光照射进去。感受到刺眼的阳光后，桑宁跟冯润生也没有分开，双唇紧密，呼吸急促。一袭红衣的桑宁被冯润生紧紧抱住，被他吻得仰着头，娇柔的身躯都快飘了起来。你们！贺兰英看着眼前的二人，气得面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指着他们，竟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了。冯润生早就听见贺兰英来的声音，但他就是没有放手的意思。今天他便故意让贺兰英看见这一幕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成全他与桑宁。小将军的锋芒，即使面对帝王也不遑多让。而桑宁则一直在挣扎，试图停下这疯狂的举动。虽然过程他也很欢乐，毕竟能与爱的小奶狗亲亲，搁谁都得迷糊。桑宁试图劝说他，让他抓紧停下来，可说出的话都变成唇间贴贴的声。冯润生的吻不同于贺兰英的生疏，风却移的娴熟，他是那种柔柔弱弱又包裹性极强的感觉。说他生疏吧，他还会饶舌；说他娴熟吧，他有时又笨笨拙拙。总之，他是百变的，结大家之长，增益之短。陈静！贺兰英怒吼一声，一旁的陈静立刻上前：“陛下，剑给朕！朕今天要教训教训这个不忠不义之人。”好，很好。继国师之后，又来一个陈夺君妻之人。陈静眼看少年天子盛怒，想劝几句，但这事儿搁谁头上也难顶。于是陈静闭紧嘴巴，乖乖递剑。贺兰英接过长剑，剑芒直指冯润生，口中怒喝：“逆贼，放开朕的皇后！”冯润生赌错了，在贺兰英眼中估错了桑宁的重要性。贺兰英没有成全他们，反而要持剑斩他，不舍得从桑宁口中离开。冯润生狂热地舔了舔唇上的残留，在桑宁担心的目光下，绕开他，直奔贺兰英。来啊，是爷们就来战斗，少他妈拿皇帝身份压老子！既然你也爱他，我也爱他，那咱们就公平竞争，否则你算什么英雄？敢不敢丢下你皇帝的身份，与我一战？胜者才有资格留下陪他。轰隆隆，天空应景地出现一大片乌云，雷声滚滚，暴雨欲来。听着冯润生那癫狂、发疯、挑衅、大逆不道的几番话语，贺兰英傻眼了。这还是朕的那个忠实臣子、好兄弟，勇冠三军年少成名的冠军侯吗？宛如一个街头耍狠斗凶的泼皮无赖。看着如此状态的冯润生，贺兰英非常失望地摇着头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心态已经炸裂，风却一伤他的心，都没有如今冯润生更强。他可还是失忆着，若哪天让他记忆恢复，那还了得。贺兰英已经联想到那时的境地，冯润生对自己发难的场景。恐怖！陛下，冠军侯以下犯上亵渎圣上，快下令让臣诛杀此僚。陈静听着冯润生那诛九族的话，只觉得头皮发麻，胸中火焰迅速燃起。他是皇权的拥护者，便看不得他人践踏皇权。不管这个人是谁，只要贺兰英一道圣令，他必杀之。此刻，陈静便开始请旨了：“陛下万万不可！”不知道从哪找过来的冯秋华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披头散发，没了往日的华贵。“陛下，不可呀！我弟弟一定是失心疯了，否则以他的品行，定然不会如此疯癫。请陛下看在冯家忠心耿耿的份上，饶了润生这一回吧。”冯秋华扑通一声，膝盖重重砸在地上，发出了咚的声响，可见力道之大。既然弟弟下了皇帝的面子，那么他便替弟弟还回去，这样便可降低冯润生的罪行。同时看着与贺兰英对持耍狠的冯润生，冯秋华心底疑惑不已：莫非弟弟记忆恢复了？润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又记起来了什么吗？冯秋华望着冯润生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姐姐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但我一定要带桑宁走，我爱他，不能没有他，他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人。”冯润生看着跪地求饶的姐姐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，但他太爱桑宁了，他别无选择，哪怕冒着死的危险，他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得到他。冯秋华心底不断拼命祈祷，可不能让他想起来桑宁啊！你们都不认识，润生你怎能如此确认，如此荒诞？冯秋华得知他没恢复记忆，松了口气，立即开口劝慰：“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，但我可以确认，也许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，但只是我记不起罢了。”冯润生试图回忆破碎的记忆，但除了痛彻心扉的痛，他什么也记不起。够了！贺兰英怒发冲冠，长剑直指面前的冯润生，咬牙道：“佛祖在上，你们拿朕当个人了？”嘿，贺兰英，你几个意思？桑宁听不下去了，从冯润生背后绕出来，掐着腰走向贺兰英。见桑宁对自己发脾气，贺兰英心头的怒火一下浇灭了，努力让表情看起来没有怒色。贺兰英委屈地责怪道：“桑，你说去走走，怎么走到他怀里了？而且
你们还做那种事？听他这样说，明显是吃醋了。桑宁自然听得出来，对贺兰英勾了勾手指，桑宁示意他耳朵靠过来，贺兰英便听话的把耳朵凑过去。只听桑宁悠悠地说：“狗皇帝，请问我是你的私人物品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请问我是你的妻子吗？”朕已经册封，只差一事后便礼成。那就是礼还没成呢，你凭啥管我？我愿意跟谁亲亲就跟谁亲亲，有招想去，没招挺着。桑宁说到最后几乎带着怒音。一看桑宁生气，贺兰英吓得屁都没有，只能不服的嘴硬道：“你只能是朕的，别人谁也不能靠近。”“啊，好好，你最棒了，你最厉害，别气了哈，有点累了，回去吧。”桑宁跟哄小孩似的对贺兰英笑了笑，柔声哄几句，顺便还拍了拍他的脸，以示甜头。贺兰英：“陛下，请下。”陈静跟着继续抱拳请命，一脸杀意凝视冯润生。桑宁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就一眼而已。陈静后半句话硬生生吞了回去，就很滑稽。“陛下，回銮吗？”苏小满在一侧低声问。这个时候只有早点离开才能化解一切。第171章，朕让你退下，你没听到吗？否则谁知道一会又闹出什么幺蛾子。冯秋华见贺兰英没有追责冯润生，微微松了口气，不过还是盯着桑宁，偷偷心里恨上了。果然是个妖后，差点害死了弟弟，一定得想办法除掉他才行。冯秋华如此的想着。贺兰英没作答，而是询问的目光看向桑宁。桑宁察觉到后，慵懒的摆摆手：“走吧，来次够。”“来次够？”贺兰英懵了，不懂什么意思。桑宁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还在书里的古代，并非现代。刚才他居然下意识说出了英语，还好没有别的穿越者，否则一定穿帮了。“妹妹，哥哥扶你。”桑琪看混乱的场面，几下就被桑宁轻松摆平，内心佩服极了。这跟小时候的妹妹可不一样，这些年得是吃了多少苦，才练就了这一身临危不惧的本事。是了，桑琪又心疼上了妹妹，让她的小手放在了她毛茸茸的大场上。桑宁感受着手下那柔软的温暖，心下也是一热，暗叹一声：有哥哥爱可真好啊。绿枝在另一侧扶着桑宁，悄悄贴他耳边赞叹说：“娘娘，刚刚你真的好帅，连陛下都被你唬得一愣一愣的，不愧是娘娘。”哈哈，桑宁听着小哭包的夸奖，忍不住大声笑着。听得一旁贺兰英微微侧头，想听听他们在聊什么，居然这么开心。至于冯润生，看着贺兰英直接无视他，带着桑宁就要走，立刻追上几步：“你别跑啊，来单挑啊！”冯秋华见了吓个半死，连忙上去捂住他的嘴：“你不要命了？闭嘴！你想让冯家陪你一起陪葬？”听到姐姐这样说，冯润生这才冷静安生一些。等众人全部离去后，一直戴笠在殿前的靖晨表情复杂：“来次够。”靖晨学着桑宁的口吻说了一句，随即像是确定了什么一般，碧绿的眸子逐渐发亮。没错了，居然是他。之前靖晨便心里猜测，这娘娘与前世自己所识的一个女孩名字相同。他还在想，二者是否有何关联，还是巧合。如今看来，她虽然容貌变了，但是性格各个方面与那个妹妹如出一辙。想起她来，靖晨尽管目前佛法造诣颇深，心境也如前世不一样了，可他还是动容了，泪眼朦胧。阿弥陀佛，他那么柔弱一孩子，处于这乱世的多么不易啊！又是那样危险的身份，身为现代人要融合古代生活，斡旋于宫廷危险之地，面对那些名义上爱着他，实则各个自私的男人，靖晨不敢想下去了，他太心痛。如果可以，他更愿意为他承担这一切。之前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如今既然已经知晓，靖晨便全身心地放在了桑宁身上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陪伴着他。靖晨，突然身后传来了师傅的声音。靖晨慢慢转身，望着师傅，双手合十：“师傅，陛下与娘娘大婚的日子定在了下月初2，还有10天的时间，老衲应下了帮娘娘诵经念佛的事，明日你便替为师走一遭吧。”慈恩大师盘着手中发亮的佛珠，娓娓道来。当听到为桑宁诵经念佛，靖晨内心一下欢喜起来。是。靖晨低头应允。慈恩对这位弟子最为满意，也最为放心，见他应下便离去了。他已经出家，与他没有任何杂念，只是前世的情分而已。哪怕他喜欢他，他也不敢奢望如何，更不该去想。如上一世那样，给予他更多的支持陪伴便足矣。他能见到他了，真好。养心殿，贺兰英端坐在龙椅上，桑宁坐在他身侧，对着下方跪着的冯润生冷声说：“罚你禁足1个月，你可有话说？还不谢谢陛下？”冯秋华一听贺兰英从轻处罚，立刻喜上眉梢，推了冯润生一把。冯润生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罚与不罚，他都很难见到桑宁。盯着贺兰英身边的桑宁，冯润生摇摇头：“臣没话说。”“那便退下吧。”贺兰英挥挥手，示意他跟冯秋华可以离开了。“谢陛下。”
冯秋华见弟弟不说，便替他开口道谢，完了拉着他便走，只是没有拉动。冯润生的双脚好似粘在了地板上，面对桑宁，眼神狂热。贺兰英很讨厌这种眼神，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桑宁，发现他正玩弄着怀里的雪团，桑琪刚刚送来的。雪团比桑宁还要慵懒，盘踞在他怀里，毛茸茸的尾巴很有节奏的左右摇摆，白雪一样洁白的毛发发出徐徐光辉。见他没有注意冯润生，贺兰英这才敢我行我素，清了清嗓说：“朕让你退下，你没听到吗？你还是不敢与我一战，到头来还是用皇帝身份压我，你是怕争不过我吗？还是你皇帝当久了，已经没了锋芒？”冯润生就那样歪着头盯着龙椅上的贺兰英，沉声说道。冯秋华一把捂住他的嘴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了。怎料冯润生一把推开了他，癫狂的冷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们看看，看清了，这就是咱们大晋的皇帝，怂的一比，不是个爷们。”贺兰英满眼怒火熊熊燃烧，拔出尚方宝剑来，从龙椅上起身，一声不吭，直接提剑冲了下去。一旁的桑宁都傻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刚刚还相安无事的二人，自己就撸了会猫的功夫，又刀剑相向了。好，这就对了，贺兰英。冯润生已有取死之心，今天要么他死在这里，要么他带桑宁走，没有第二条路。第二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，生不如死，何必呢？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？贺兰英一边怒喝，一边提剑便刺向冯润生。噗嗤！冯润生并未躲闪，硬生生抗下了这一剑。剑很锋利，轻易地刺入了冯润生胸前，衣衫湿润，很快红色的一片出现在剑身周围。冯润生咬牙说道：“你是君，让你一剑。”好，很好。贺兰英已经忍他多时，此刻也不想继续忍了。陈静，给他剑。贺兰英吩咐道。第172章，我之逆鳞，触之必死。陈静立刻上前劝道：“陛下，不可呀，你也敢抗命了？”贺兰英阴沉着脸瞪着陈静。陈静见此，只好将自己的佩剑递给了冯润生。枪！接过剑，冯润生直接扫掉胸前的长剑，将贺兰英逼退。血水喷射，冯润生依旧面不改色。看着血拼的二人，桑宁只觉得浑身剧痛无比，病魔袭体，没一个省心的。他有心无力，懒得去管，生死有命，让他们随便折腾去吧，反正都是一群纸片人。贺兰英被逼退，提剑再次杀上前，剑芒密集，如一张巨大的剑网压向冯润生。面对如此恐怖的剑网，冯润生丝毫不惧，长剑大开大合，与之拼击。铿锵，叮叮锵锵，金铁交割的声音不绝于耳。二人当真是杀红了眼，招招致命，奔着一击必杀而去。皇上，冠军侯，快住手！桑琪也看不下去了，在一旁忙出声劝道：“再这么打下去，这二人必定两败俱伤。”转眼间，二人已经过了50回合，胜负不分，战况焦灼。毕竟一个是马上天子，另一个则少年将军，论武功剑法都属当今翘楚，想要分出胜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疯了，疯了，都疯了！冯秋华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仿佛已经看见了冯家就此衰落，甚至满门被诛的画面。妖女，都是因为这个妖女！冯秋华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仇恨，随手拔出头上的簪子，便要冲过去杀桑宁。此刻桑宁正处于病痛中，香汗打湿了全身，并没有发现冯秋华正快速跑来。妖女，你去死吧！其他人目光也被贺兰英跟冯润生的厮杀吸引，等发现冯秋华的时候，他已经来到了桑宁面前，举起手中的簪子。冯秋华表情狰狞地刺向了桑宁，今天他就算死，也要杀了妖女。面对凶狠的冯秋华，桑宁没有任何逃走的机会，哪怕躲闪都已经做不到。簪子从空中落下，直奔桑宁那白嫩的脖子，速度飞快，越来越近。妹妹！桑琪发了疯一样追过去，但是距离太远，根本来不及了。冯秋华看着病痛中的桑宁，眼里尽是得意之色，他马上就要成功复仇了，之前的一笔笔恩怨即将清算。娘娘！关键时刻，绿枝不知道从哪窜了出来，挡在了桑宁身前。噗！簪子刺进了绿枝的背部，鲜红的血流出。冯秋华傻眼了。绿枝！桑宁看见绿枝为自己挡下簪子，立刻吓得昏了过去。绿枝忍着剧痛，还在为桑宁考虑。娘娘晕了，快传御医！贱人，我剐了你！桑琪已经追来，一把将冯秋华推翻在地，夺下他手中的簪子，便发狠的要划花他的脸。亏他之前还提醒他救冯润生，如今他不念恩情，想置桑宁于死地，实在是蛇蝎心肠。桑宁！发现这边变化的贺兰英跟冯润生也纷纷停手，丢下长剑跑了过来。贺兰英一看绿枝受伤，桑宁并无大碍，只是昏迷，便立刻吩咐传御医。陛下，已经通知下去了。苏颜一脸后怕地说。
刚刚真险，差一点桑宁就被冯秋华杀害了。多亏绿枝舍身救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冯润生看着被桑琪踩在脚下的冯秋华，以及要对他下手，立刻冲过去阻拦。滚！他要杀我妹妹，今天我必须杀了他！桑琪此刻已经没了往日的文雅模样，双眼血红，宛如发疯了的猛虎。就算面对冯润生，他也丝毫不惧。大哥，你不要对姐姐动手，她只是因为担心我昏了头。冯润生自然也不想看见冯秋华杀了桑宁，但如今桑宁无事，他只能想办法救下姐姐。他个人已经不在意生死，但是姐姐的却不一样。够了！贺兰英抱着昏迷的桑宁，目光冷冽地注视下面一团乱的众人。今日之事，皆是你我君臣二人切磋武艺引起，马上都给朕退下，朕可既往不咎，否则统统诛灭九族。贺兰英下达着最后通牒，今天的事情让他没了往日的冷静。一听陛下赦免了自己跟姐姐，冯润生虽然不愿意就这样离去，但还是接受了，抱拳道：“谢陛下，臣等告退。”见小将军终于恢复了冷静，贺兰英悬着的心也放下了，他真怕他再冲过来找他单挑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实在荒唐。桑琪见贺兰英发话，虽然没有为妹妹报仇，还是闭上了眼，选择就此打住。毕竟他是个投降之人，不过今天可以放过，不代表日后也可以。妹妹是别人不能触及的逆鳞，触者必死。而贺兰英之所以选择原谅这一切，是因为冯家势大，如今又面临蒙纳战事，正值用人之际，他不能自断臂膀。哪怕这个臂膀已经不听使唤，贺兰英也不能断。虽然放过他们，但贺兰英内心仍不平静。冯润生失忆了，也如此头痛。倘若让他恢复记忆，还不知道他要如何跟自己争桑宁。所以贺兰英头痛欲裂，之前有难处他都会求助风雀姨。现在他想听听他的建议，毕竟如今他们也没了矛盾，风雀姨失忆了，此刻刚好可以像从前那样，帮他解决冯润生，帮他扫清蒙娜。一切归于平静后，月桑殿，桑宁躺在床上，神色惨淡。这次贺兰英跟冯润生的闹剧，让他糟心的病情再次加重，哪怕御医们也束手无策。陛下，娘娘也到了油尽灯枯之地，臣等无能，请陛下恕罪。一群御医在床前跪了几排，冷冷地盯着他们，直到把他们都看得有些发毛。贺兰英才盛怒地咆哮道：“滚！给朕都滚！一群饭桶，统统是饭桶！”是。得到贺兰英的准许，这群御医恨不能多生一条腿，跑得贼快，分分钟就走光了。朕还要跟他大婚，10天后便是良辰吉日。10天，他都等不了了吗？贺兰英无比伤心，看着闭目气息微弱的桑宁，坐在他床头，单手抚摸他的青丝。都怪我，是我没有忍住冯润生的挑衅，若为了桑宁忍下，或许他不会急火攻心，病重成这样。啪！贺兰英居然抽了自己一巴掌，力道巨大。第173章，是我害了桑桑。看得一旁的苏颜跟苏小满纷纷动容，上前劝道：“陛下不要自责了，既然御医无法医治，不如去请国师来。”听着苏颜的话，贺兰英眼前一亮，他太心急了，居然把风雀医给忘了。现成的神医，他一定有办法救治桑宁。不过想起失忆的冯润生这闹出的种种事迹，贺兰英又犹豫了。风雀医会不会也如冯润生那般，见到桑宁便发了疯？他很担心又惹了不该惹的疯子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贺兰英决定先去见见他，试探一番再说。走，去鹿院。贺兰英让苏小满留下照顾桑宁，带着苏颜便出了月桑殿，陈静也跟了过去。桑琪坐在一旁，嘴唇发白，眼窝塌陷，为了桑宁的病痛担心的伤了心血。赵宁君，您快去偏殿歇息吧，娘娘这里有我便好。苏小满看不过去，对他好生劝慰。桑琪眼神无光，愣愣的摇摇头，不，我要陪妹妹。她很胆小的，不能没有我。桑琪目光死死盯着床上的桑宁，不离开片刻。怀中的血团好像通了灵似的，也知道此刻发生了什么，乖顺的不像样子。喵呜！血团舌尖轻轻舔着桑琪的手指，好似在安慰他。桑琪被他的举动感动，险些破防大哭。他一直在隐忍内心的悲痛，生怕因为这样导致桑宁病得更重了。这便是他疼桑宁的样子，处处都为他想，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能随意了。公主殿下到！小太监扯着嗓子喊。贺兰慧走进来，风尘仆仆地问：“昭宁郡，他怎么样了？还是昏迷？御医说时日不多，陛下去请风雀姨了。”桑琪如实地回答道。贺兰慧看他这副可怜模样，也不自觉心疼几分，上前几步靠近他说：“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能这么熬下去了，否则没等你妹妹康复，你再病倒了，那可怎么好？”谢谢殿下关心，我没事。桑琪倔强的不肯离去。绿枝怎样了？刚刚听苏颜提过一嘴，他担心妹妹也没多问。此刻知道贺兰慧是从那边过来，便开口问了。闻言，贺兰慧轻声说：“放心吧，她已没了大碍，只需要好好静养几天就好了。”
他是个好孩子，舍身救主之举难能可贵。桑琪十分认真地夸奖着，绿枝的行为救了桑宁，但也救了他。没了桑宁，他便也没活着的念头了。所以绿枝对于他来说更是救命恩人。是啊，真羡慕桑姐姐，能有这么多的人心甘情愿去爱她，希望她能感应到早日好起来吧。贺兰慧看了看床上的桑宁，虽然睡着，却依旧美艳无比。桑琪听了，默默点着头，并未言语。贺兰慧看他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当下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是以，他是带着目的来的，除了看桑宁病情外，便是带一个人进来。昭宁俊不是别人，趁皇兄还没回来，你赶紧进来吧。贺兰慧对着门外大声喝道。闻言，苏小满主动到外查看一二，刚走出去便惊呼道：“冠军侯，冯润生，他怎么来了？”桑琪皱着眉，因为他姐姐的事，如今对他也有些不满。毕竟是他拦住了他，否则桑琪一定可以永绝后患。但是仔细想想，桑琪也理解，毕竟冯秋华跟他是亲姐弟，如自己为桑宁复仇一样，自己杀了他姐姐，恐怕他也会找自己拼命。昭宁君，此事不要告诉皇兄。冠军侯对做过的事情十分后悔，尤其是担心桑姐姐的病情，观她哭肿了眼睛，整个人也快崩溃了，这才答应带她来看。贺兰英在冯润生进来之前，便开口先对桑琪解释了一番，否则一会二人见面吵起来，可就热闹了，对桑宁的病情也有影响。殿下请便吧。桑琪听完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没有反对，也没有支持。他还能想着桑宁，也算他一片痴心了。大哥！冯润生进来的瞬间，猛地给他跪下。看到他如此，桑琪一下起身去搀扶他。你这是作甚？快起来！不，大哥，今天都因为我才导致桑重病，是我害了他。呜呜！冯润生泣不成声，两双眼皮高高肿起，通红无比。你太意气用事了，不过陛下去请了国师，想来妹妹不会有事。桑琪见他的确伤心至极，也后悔了之前的冲动，便适当的安慰了他几句。听到贺兰英去请风雀仪，冯润生也觉得震惊。都说他被皇上软禁在了鹿院，如今居然要请他来为桑宁治病，可想而知桑宁得病的多么严重。起身后，冯润生颤颤巍巍地走向了贵妃榻前，望着安静躺着的桑宁，整个人更是不受控制地伸手去摸她的脸。桑！冯润生声音嘶哑，仿佛瞬间情绪崩溃。冠军侯，如果你想他好，你便不要如此意气用事了，不要再刺激陛下。桑琪在一侧不放心地提醒着，今天这么一折腾，桑宁便撑不住了。后面日子还长，还有大婚，倘若冯润生继续来疯的，一切还不乱了套。是，大哥教训的事，润生记住了。冯润生非常乖顺的应允，眼神始终停留在桑宁的脸上。他冒险求贺兰慧带他来看桑宁，便没准备离开半步。深吸了口气，冯润生对桑琪与贺兰慧再次跪下：二位，润生一生没求过任何人，今天便求你二位能够替润生保密，让我躲在这里一直陪伴桑宁可好？什么？你疯了？桑琪跟贺兰慧都是看疯子的眼神望着他，十分震惊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如果被皇兄发现，我们都要遭殃。他已经忍耐的到达极限了，不要逼他了。贺兰慧第一个反对，若是被贺兰英知道是他引狼入室，哪怕是亲兄妹，其怒火也难以承受。闻言，桑琪也是点头，对，冯润生，我才刚刚让你收敛一些，你便蹬鼻子上脸，这里能藏住你吗？能，大哥，你看这贵妃榻下面空间很大，我躲在这里就行，平日陛下不在，我便出来伺候桑，他来了我躲着绝对不出半点声。冯润生指着榻下的储物空间，一脸笑容地介绍着。荒唐！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你说，你看几眼就走，现在你看过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贺兰慧快炸毛了，居然跑过去抓冯润生，生怕他不肯走一样。第174章，君臣之间的试探。我不能走，桑重病缠身，正是需要我的时候。你知道我是怎么离开的吗？我知道我不走，陛下便不会罢休，所以我只能走。可是桑晕了，我怎么能放心走？我多想冲过去看看他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是臣，他是君，他是君。哈哈。冯润生一脸落寞，痛苦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疼。所以，我就算担心的要死，我还是得装出没事的样子离开。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。你们只看到表面，你们谁知道？谁理解我的痛楚？我去救姐姐时，我想的是去看桑，但是陛下在，我如果去了，他定然不会罢休。桑琪跟贺兰慧纷纷沉默。求求你们帮我，否则我真的会死。冯润生目光狂热，神情癫狂不已。望着如此的冯润生，桑琪跟贺兰慧一同叹息了一声。至于苏小满，早已到门口去盯梢去了。娘娘救了他一命，若是被陛下回来撞见，绝对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见他们默许，冯润生开心坏了，直接脱下靴子便藏在了榻下，光着脚跳上了榻，依偎在桑宁身边。冯润生看看身前桌子上的湿帕巾，
拿起来在桑宁额头轻轻擦拭着。桑宁，我是润生啊。桑宁依旧毫无反应，如同沉睡的睡美人。陆院，贺兰英身后跟着苏颜与陈静，快速地步入主殿。抬眼望去，一袭白衣的风雀仪此刻正在主查看医书。皇上驾到！苏颜距离很远，便大声喊道。风雀仪一听，立刻起身拍了拍不存在的尘土，躬身行礼：“臣风雀仪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安。”免礼。此刻的贺兰英哪有什么心情跟他客套，直接摆摆手，坐在了他茶案的对面。望着眼前的风雀仪，贺兰英仔细端详他，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，脸色红润，藏有惊雷而面不改色的样子。不知陛下前来所谓何事？是要放臣回去吗？虽然不知道陛下为何把自己软禁在此，但风雀仪很聪明，并没有直接去问原因。这些天来，他感觉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，但仔细想想，又什么都没失去，只是一直被困在这里。风雀仪也不知道软禁自己的原因，那些守卫自然也不会跟他说任何话。风雀仪毫无办法，只能选择等待。今天这不就盼来了贺兰英？深吸了口气，贺兰英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不知原因？臣惶恐，还请陛下明示。”风雀仪闻言，马上一脸惧怕的神色，双手抱拳，认认真真，目光停留在凤雀仪的脸上，看了许久，最终贺兰英也没看出任何演戏的成分。他真失忆了。爱卿可还记得，朕有一皇后，久病缠身，全靠你的治疗，才得以续命至今。贺兰英继续引导风雀仪，看看他究竟是真失忆还是装出来的。话说到这里，这么明显，倘若他是假失忆，听到桑宁的事情，以他对他爱的疯狂程度，他不可能外表无任何波澜。当贺兰英如此说完后，风雀仪脸上的确出现了表情变化，而不是情绪波动，竟然是茫然。他已经忘记了桑宁这个人的存在了，相关的记忆自然也消失掉了。只要是有关的一切都无影无踪。陛下恕罪，臣不知道这回事，也未曾听过陛下有位皇后。风雀仪苦思冥想了半天，脑海里压根没有这么回事。得到了答案，贺兰英的心缓缓放下。他们果真回到了最初的样子。是朕记错了，前几天朕刚带他入宫，你自然是不知道的。贺兰英很巧妙地把话圆了回来，端起面前风雀仪斟满的茶来，自然的要喝一口，但到了嘴边，忽然想起失忆要来，贺兰英又放下了茶杯。陛下，这是臣最新调配出的药茶，可去火滋补。风雀仪看他不肯喝，便出言介绍了几句。爱卿是在劝朕喝茶吗？贺兰英声音发冷地质问道，怒火显现，随时爆发。察觉到了对方的不对劲与怒火，风雀仪虽然奇怪，还是倒头便跪：臣不敢，只是认为陛下操劳需要滋补罢了。不外乎贺兰英敏感，实在是他的茶诡异万分，让他彻底怕了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看他不像是装的，贺兰英便摆摆手，语气恢复道：起来吧，你我君臣多年，不必如此拘礼。谢陛下。风雀仪重新起身坐好，望着风度翩翩的智囊权臣，贺兰英担心桑宁的病痛，直接开门见山：留你在这也是为了方便为皇后诊治，所以这段时间爱卿就委屈一些，能为陛下分忧，这乃臣之福分，何来委屈？风雀仪一听这话，一时间终于想通了自己留在这里的原因，原来就是为了方便治病，看来是自己多虑了。风雀仪的心也放了下来，不似从前那般忧虑了。那就有劳爱卿跟朕走一遭吧。贺兰英慢慢起身，便率先朝外走去。陈静与苏颜忙小跑着跟了上去。风雀仪见此，也是放下茶杯一同去了。月桑殿，不好，陛下回来了，小侯爷你快走吧。苏小满满头香汗地跑进来，焦急地对着此刻在榻上抱着桑宁的冯润生喊。桑琪跟贺兰慧对视一眼，也纷纷紧张了起来。润生，你不要胡闹了，快跟我走。贺兰慧第一个头大，毕竟人是他领来的，如果让皇兄知道，难免说会不会伤到他们兄妹间的信任。哥最烦他，你给领来了。贺兰英那副盛气凌人的怒容，贺兰慧都能想象得到。桑琪也是皱着眉，对冯润生的执着很无奈。快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苏小满看冯润生依旧没有动弹的样子，跑过去拉他：小侯爷，你就为小的们考虑考虑吧，陛下知道了不会为难昭宁君跟公主，但是我们呢，被革职都是亲的，您就行行好吧。苏小满快哭了，拥有今天的一切他很珍惜，虽然心怀难完成的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但任务失败被杀跟被皇帝杀是两个概念。实际上苏小满也是在帮桑宁，如今桑宁昏迷，最需要诊治的黄金时期，哪有时间给他们闹来闹去。倘若陛下发现冯润生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那么娘娘的病多少都会耽误的。好吧。冯润生听他说的有几分道理，便不舍得离开桑宁，穿好靴子直接趴在地上，脸朝下的往榻下爬。众人无语。皇上驾到。苏颜那尖细的嗓音很远就能听见，代表贺兰英已经快到了。
看着只爬了一多半，还有半条腿在外面的冯润生，苏小满终于忍不了了。第175章，这屋里还有别人。蹲下去，苏小满谋足了劲，咣两脚踢在他的脚后跟上。冯润生一时不察吃痛，并且被吓了一大跳，便一下全部钻了进去。恰巧这个时刻，贺兰英已经率先进来了，目光扫向屋里，发现贺兰慧跟桑琪正站在桑宁身前查看情况。朕把风雀仪带来了，桑无忧了。贺兰英龙行虎步地走到榻前，站在二者中间，沉声说。闻言，见他没有发现什么，松了口气后，贺兰慧跟桑琪纷纷朝外看去。一身白衣御景的风雀仪缓缓走来，微风拂动发梢，宛如天神下凡。不得不说，桑宁的命是真不错，抛去这些人的疯批缺点不提，样貌气质这方面一个比一个优秀。包括床下的那位痴情少年郎，苏小满内心如此的想着。见过公主殿下，见过昭宁君。风雀仪见了二人，微微施礼。关于桑宁的记忆消失，但是其余的记忆还是保存了下来，所以他还是知道桑琪投降被留在禁都软禁。风国师，快辛苦帮我妹妹看看如何。桑琪忙让出一条路，让风雀仪可以快速过去。好。风雀仪来到榻前，拉起桑宁的手腕，开始号脉。双指放在桑宁的手腕处，风雀仪这才看向他的脸。这一眼下去，风雀仪只觉得脑袋轰隆隆一声，仿佛什么东西炸掉了一样，剧痛无比。风雀仪失态地摇了摇头，吓得贺兰英忙问：怎么样？能不能救？陛下，臣还在诊治。风雀仪看他着急，便解释了下刚才并非是表示没救了的意思，但自己猛然头痛的事情，他也不好直说。痛苦逐渐消失，风雀仪十分疑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何他看皇后一眼便会出现这种症状？莫非皇后与自己缺失的记忆有关？自己吃了自己研发的失忆药？风雀仪被自己这可笑的想法吓到了，自己的药自己又怎么会吃呢？很可笑，不是吗？风雀仪想不通，索性安心诊治，但仍然是被桑宁的容貌所吸引。勾人的狐狸眼，光滑嫩白的锁骨，以及那曼妙的身姿，看得风雀仪意乱神迷，都无法安心诊治了，眼神飘忽不定，暗想陛下这是从哪弄来的如此美人？风雀仪顿时看得内心惶恐不安，这可是陛下的人，他万万不能动心思。索性他不去看桑宁的脸，安心诊治。可身体不知道怎么的，总有那种感觉，导致风雀仪乱了方寸，尽力地将衣角往下延伸，盖住那不能示人的伟岸，否则被陛下看到自己的窘态，必定会盛怒治罪。在风雀仪极其困难的诊治下，最终抱拳道：陛下可放心，陈官娘娘只是急火攻心，喝了陈开的汤药，静养一些时日便可。风雀仪放下了桑宁白白的手腕，起身站好，抱拳道。贺兰英大喜，抓着他的手急切道：当真无事？无事，请陛下放心。凤雀仪再次确定。好，那些御医果然是庸医，差点吓朕个半死，多亏了爱卿。贺兰英悬着的心落地了，对风雀仪忍不住的褒奖，让苏颜派人去按照风雀仪开的方子煎药去了。贺兰英来到桑宁身边，拿起之前冯润生为他擦额头的帕子，贺兰英在水盆里头洗了几下，又拧干为桑宁擦脸。擦完了脸，贺兰英又拿起筷子沾了几滴水，小心地滴在桑宁的唇上，让他嘴唇恢复了一些血色，看起来没那么病态。对于贺兰英的细心，众人皆看在眼中，如此宠爱于桑宁一人，可见爱之有多深了。榻下的冯润生听了也是长长松了口气，桑宁没事，他的心便能好受一些，否则他会自责到死。风雀仪想离开榻前，忽然一眼便发现了榻下边缘地面上躺着一枚玉佩。陛下，这里除了公主与昭宁君外，可还有别人？记得不错，那是冯润生的玉佩。风雀仪十分清楚。苏小满心底紧张，面上冷静道：还有奴才？哦，当然是除了你之外，是否还有别人？风雀仪故意如此问着，此刻他对贺兰英是100%忠诚的。皇帝的皇后安危问题，他则不能坐视不管。听着他这么奇怪的发问，贺兰英疑惑地问道：风爱卿可是发现了什么？回陛下，臣在床下发现了玉佩。风雀仪弯腰捡起那枚冯润生掉下来的玉佩，露出了一抹笑容。这是冠军侯的。冯润生常戴在身上，贺兰英也是见过的。拿着玉佩，贺兰英目光喷火，怎么回事？冯润生的玉佩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来过了。面对贺兰英的怒火与质问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气氛一时间陷入到了微妙的境地，众人大气不敢喘一下。尤其是心里有鬼的贺兰慧、桑琪以及苏小满，他们都选择欺瞒了贺兰英，纵容冯润生藏到了榻下。而榻下的冯润生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出于做贼心虚，竟然也是十分紧张了起来。他紧张倒不是怕贺兰英如何，他是担心经过这样的刺激后，他以后怕是完全不能进宫了。毕竟对于贺兰英来说，他就是噩梦。
死缠烂打，阴魂不散。皇兄，这怕不是之前冯润生来的时候落下的吧？冯润生出事，他第一个难辞其咎，所以贺兰慧试图蒙混过关。目光如炬地望着贺兰慧，贺兰英想在他脸上寻找着什么。这个妹妹一心对冯润生有意，可惜后者无意，反而经常利用他接近桑宁。这个傻妹妹，这个时候还在想着帮外人说话。贺兰英内心五味杂陈，看着妹妹又生气又心疼。果真如此吗？贺兰英语气冷冽地说着，下一刻将玉佩直接摔碎在地。砰！好看的玉佩就这样四分五裂了。主上息怒！苏小满立刻吓得跪在了地上，瑟瑟发抖。贺兰慧跟桑琪也是微微弓腰，双手抱拳。你们最好不要拿朕当傻子。贺兰英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，最终定格在桑琪身上，声音改为柔和。昭宁郡，朕最信任你，你来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公主。桑琪淡淡的开口。贺兰慧心中一惊，她要出卖自己了吗？失望、伤心等复杂情绪出现在她内心。看着桑琪，贺兰慧神情复杂。第176章，晚冯润生，白贺兰英，风打替班。果然，贺兰英猜对了。继续说。瞪了贺兰慧一眼，贺兰英迫切地催促道。桑琪沉吟了下，缓缓继续说，在陛下走后不久，公主殿下带着伤心欲绝的冯润生曾来看妹妹一眼，随后他便离去了。好，朕知道了。贺兰英压下怒火，凝视贺兰慧，愤恨地说，你让朕怎么说你好？多大的人了，做事情能不能带点脑子？你是在帮外人对付朕，还不赶紧回去面壁思过？贺兰英指着公主一通发泄，最终罚她回去面壁思过了。见桑琪没有完全告诉他，松口气的贺兰慧微微躬身，是。莫名的看了一眼桑琪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至于桑琪为何没有完全说出真相，则完全出于为贺兰英考虑。看一眼离开，他都已经气个半死。倘若告诉他冯润生压根没走，就藏身于榻下，贺兰英绝对要杀人的。这是桑琪能预感到的，所以他只能选择暂时瞒下，找机会让冯润生抓紧离开。否则他们这些人都要被冯润生给害死，谁也逃不了。风爱卿可还有事？贺兰英扫了一眼没离开意思的风雀仪，警惕性又爬上心头。这小子看完了病还不走，这是几个意思？莫非恢复记忆了？药效失效了？贺兰英不得不警惕12分，多了800个心眼子。风雀仪微微抱拳，缓缓说，回陛下，臣多日没回国师府了，想回去看看。娘娘的病情也稳定了，只需要按时服药便可。怕贺兰英不放自己，风雀仪又补充了一句。贺兰英沉默了，气氛陷入了安静中。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喘，不知道贺兰英会如何抉择，是否放虎归山？风雀仪真已经取得他信任了吗？于是贺兰英告诉了大家答案。不可，到时间放你回去，朕便告诉你。现在你还是安心回鹿院吧。陈静替朕送国师。贺兰英直接拒绝，并让陈静看护他。是。陈静立刻上前对风雀仪做了个请的手势。见此，风雀仪只好点头同意，跟随陈静离开了。小蛮子，快去问问药好了吗？这么久了。贺兰英有些心急地说。是，奴才这就去问下。苏小满立刻应允，方才他也有失责的地方，放了冯润生进来都没有告诉贺兰英。还好贺兰英并没有怪罪他，可能是因为贺兰慧的原因，他也知道苏小满不敢得罪公主，所以这才问的桑琪。就是他万万想不到，看似老实人的桑琪居然也骗了他。守护的坐在桑宁身前，贺兰英看向桑琪说，昭宁君，累了你先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朕便好。陛下，妹妹一天不醒，我便一天不得安宁，请求陛下让臣在这陪着妹妹吧。桑琪当然不肯离去，一是冯润生还在床下，出了啥事没有个照应；二来他确实不放心桑宁，哪怕累死，桑琪也不准备回去休息。虽然只在偏殿，距离这里很近，但再近也不如守在榻前更近一些。好吧，见他这么坚持，贺兰英只好作罢。二人便都注视着桑宁，期盼着他早点醒来。毕竟经历过一次失去他的滋味，二人都不敢也不愿意再去经历一次了。包括榻下的冯润生，此刻依旧泪水挂满双眼，用手轻轻摸着榻底部，上面便是桑宁。不能直接摸桑宁，摸着木头也算是对冯润生的一种安慰了。他也很知足了，总比看不到摸不到的好。噗的一声屁响声在这里特别炸耳。贺兰英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看了一眼桑琪。桑琪感受到他的目光，暗道冤枉啊，那是榻下冯润生放的屁。但是桑琪又不能说实话，只能替他背了锅。舒服了的冯润生则换了个姿势，继续陪伴着桑宁。昭宁君，冯秋华差点伤了桑宁，朕观你也十分愤怒，差点直接杀了他。不知为何，贺兰英突然提起了这件事。桑琪若有若思的点点头，承认道：妹妹是臣的逆鳞，触之者无必杀之。
这话是对皇帝说的，意味着这人哪怕是皇帝，桑奇也必杀之。已经是大不敬了，但贺兰英却没计较。如今他也早就拿桑奇当成了家人，自然不会如此见外生分。见他能如此为桑宁，原本善良的人都能化身杀人狂，贺兰英内心也是佩服的，也替桑宁能有这样的哥哥而觉得感动非凡。你不会以为朕就这样放过了他吧？贺兰英忽然如此说道，目光里隐含着浓烈的杀意。敢对桑宁起了杀心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不管背后有何等势力，也不管有没有从龙之功，贺兰英都必杀之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陛下的意思是？桑奇忽然活泛了起来，毕竟留着这样的定时炸弹，他也不放心。贺兰英沉思了下，随即慢慢道：朕马上就要与桑大婚了，在这之前不好动杀念，不吉利。陛下说的是，世人也会更加坐实妹妹腰后的称呼。桑奇听了后也很赞同，并说出了担心对桑宁的影响。大婚后，朕把他发配到漠北，随潘煞一同镇守，路途遥远，并且匪患颇多，定然十死无生，是死是活就看他的造化了。贺兰英说出了他的打算，原来并没打算放过冯秋华。桑奇听了后也是频频点头，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，既保证了陛下跟妹妹的名声，又永绝了后患。至于榻下的冯润生会怎样想，桑奇也不在乎，毕竟是他姐姐动了杀心，便怪不得别人。实际上冯润生听了确实震惊，不过也只是震惊而已。姐姐对他虽然好，但是在桑宁面前，他还会毫不犹豫选择桑宁的，这可能就是他的造化了，冯润生也帮不了他。甚至如果姐姐执迷不悟，冯润生都能亲手杀了他。毕竟他深爱的是桑宁，对于伤害桑宁的人，就算是亲姐姐也不行，一视同仁。所以即便知道了姐姐的结局，冯润生也不会提醒他，那是他自找的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晋都城外20里，一处密林中，此地树木众多，并且异常茂密，路过皆不能发现，在这其中林子中间，竟然有几百平的空地安营扎寨。此刻将近2000人赤膊上身，手里拿着长枪进行操练。第177章，暗流涌动，暴雨欲来的平静。这些人也是招募的附近村落壮丁，为郎军补充的新鲜血液。余下2000郎军主力尚埋伏在晋都城内潜伏，身材魁梧不凡的铁血手持尖刀，正在督促训练。在他身后的营帐中，虎皮座椅上，一身金纹盔甲的于谭坐在那里，威武不凡。下面4个椅子上各自坐着一人，正是消失许久的风仪、风2、风3与风44兄弟。首领，你让我们兄弟4人加入郎军许久，为何迟迟不动手？风仪皱眉有些焦急地问。风雀仪还在宫里1天，他的心便放不下来，毕竟那是宫内，主人犯的又是杀头大罪，多等1天就多一分危险。他们恨不得马上冲入宫内去抢救风雀仪，这也是于谭能轻松游说他们合作同盟的主要原因。风大哥，你不要急，说实话我比你们更急。于谭手搭在虎皮扶手上，好生宽慰着。他也的确没撒谎，此刻他带走桑宁的急切心情，并不比这兄弟4个弱到哪里。他们都急，但于谭知道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急，否则便会前功尽弃，一切都白折腾。风家4兄弟的加入，为他带来的不只是战力提升，还有巨大的财富。风仪把风雀仪收藏的金砖几乎搬来了一半，虽然是擅作主张，但风仪知道这是为了救主人，不喜欢金钱的风雀仪不会怪罪他，即便怪罪他也不怕，只要能救出风雀仪，死都不怕的他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了金钱的支持，于谭的郎军实力更加壮大，短短数日就补充了2000新人，加上城内潜伏在酒馆地下的2000人，足足有4000人之多。钱人都有了，等待的就是一个契机。于谭得到耳目的消息，贺兰英即将与桑宁大婚，当天防守必然薄弱，那便是他唯一的机会。但是现在，为了防止走漏风声，他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风家4兄弟，只有行动的当天，他才可以告诉他们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抓紧密谋？风4想了想，便不解地质问道。风2跟风3都没说话，但赞同的目光也是支持兄弟想法的。还不到时机，等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们。于谭顿了顿，再次开口：既然同盟，我希望你们要相信我，毕竟信任才会让我们提升成功的可能，否则都不信任彼此，我们怎么能成功？听他说的有几分道理，风4那张充满胶原蛋白的俊美脸上出现一抹赞同之色，那便依你所言，姑且继续等等吧，哥哥们也不要急了。首领，宫内来了书信。一个士兵走了进来，拿着信封递给于谭。于谭当着4兄弟的面打开书信，下一刻满脸笑容。太好了，冯润生因为桑宁已经与贺兰英展开争斗，如今失去了贺兰英的信任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，到时候可以少一劲敌。看着书信上向自己的请示，于谭思索再三，便低声说：你回信说
继续潜伏，想办法接近桑宁。只有这样，大婚那天对我们帮助才更大。是。士兵领命后便出去了。风仪好奇道：“莫非首领宫内还有耳目？”准确来说，不是我留下的，这是前任郎君首领留下的。不过现在他已死，便都为我所用了。之前为了刺杀贺兰英埋伏的卧底。于谭微微一笑解释道：“还是铁血告知他的，否则他也无法启用这条线。这次请封家四兄弟的事情，以及于谭没有提醒他去做的事，铁血都完美完成了。不止成功带回封家四兄弟，还抄了前任首领的家，带回了无数金银细软补充军用。对于这么有能力的手下，于谭则彻底全力任用了。而铁血这么忠心，也是因为于谭的剑术功夫造诣高，让他心生敬佩，不得不100%的效命。如此甚好，加上我大哥从主公那学来的一身医术，若这2000人训练不出也无妨，可让大哥把他们变成不怕疼痛的僵尸军。”风四一开心，便把风仪的本领说了出去。他们兄弟4人，论武功则属风二最强，但论全面就必须是风仪了。不仅医术造诣仅次于风雀仪，还有经商头脑，排兵布阵也是一绝。那可太好了，如此便可万无一失，只待时机来临，我们大事可成。果然听了风家兄弟还有后招，于谭的面上顿时大喜。晋都城内，规模是国师府几倍大小的地下暗宫中，金色龙椅上端坐一中年男子，一身龙袍华贵非凡，眉宇间英气勃勃，只是唇周边的胡茬略微有些泛白，倒也增添几分威严。此刻一黑衣男子瑟瑟发抖地跪在他脚下，拼命求饶：“主上赎罪，都是奴才办事不力，这才断了与郎君首领的联系。”哦，龙袍男子淡淡地反问了一句，单手玩弄着一把锋利的宝石匕首。“是的，请陛下责罚。”黑衣人磕头如捣蒜。龙袍男子哈哈一笑，起身直奔他面前，望着他问：“他都死了，你怎么联系呢？”“啊，主上都知道了。”黑衣人被戳破谎言，立刻面如死灰。噗嗤，回答他的是宝石匕首穿透心脏的声音。黑衣人张了张嘴，瞪着眼睛，不可思议地倒了下去。拔出匕首，龙袍男子对着两侧的护卫挥挥手，拖出去。是。强壮的护卫立刻上前，将黑衣人尸体拉了出去，重新坐回龙椅。龙袍男子看向下方的一鬼脸面具男子：“鬼帅，你说朕如今该不该启用另一条暗线？”“回主上，既然郎君首领已死，新任首领的目标与我们一致，便可放任他们不管，对我们百利无一害，只需要坐享其成便可。”停顿了下，鬼帅正了正脸上的鬼脸面具，沉声接着说：“至于启用暗线的事，陛下可以启用了。郎君那条暗线一直都是那边单线联系，与我们算废掉了，让另一条暗线在大婚当日行动。新帝一死，皇宫必然大乱。到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，趁乱可以迅速控制整个城内，让藏在郎君的人掌控郎君，复国大业可成。”鬼帅激动不已地述说着未来的美好愿景。听了他的分析，龙袍男子也是十分欣喜，点点头：“如此甚好，爱妃你受苦了，待朕拿下晋都，便再也不会让你吃苦了。朕没有得到过的人，你们也休想得到。”据消息称，桑宁一直周旋于几人之间，但却没有被得到过，如此龙袍男子才更迫切复国，重新拥美入怀。第178章苏颜，苏小满失宠，王成回归。为了桑宁吃药后，贺兰英也没离开月桑殿，而是连续下达了2道圣旨。第一道圣旨委派苏颜、苏小满师徒去别处闲差了。经过2次冯润生的事，让贺兰英不满他们师徒了。虽然情有可原，但留这么2个不靠谱的在身边，贺兰英实在不放心。加上他去看绿枝时，因为他救了桑宁，便问他有没有心愿。绿枝只说想让王成回到他身边，觉得他很不容易，又忠心耿耿。贺兰英听了也是觉得有道理，就应允了。加上苏氏师徒的确寒了他的心，这2次颇为办事不利。但苏颜跟苏小满得知皇帝不要他们了后，顿时觉得天都塌了一样。失宠的滋味，这次换他们慢慢去感受了。同时得知是绿枝求的情后，这师徒不止把皇帝恨上了，顺带也恨上了桑宁。毕竟绿枝是他的丫鬟，说不定便是桑宁授意的绿枝。而绿枝原本也不是故意这样说的，只是说什么奖励都不要贺兰英不肯，这才随便说了一个。塔罗牌效应连环的影响了这么多变故。第2道圣旨，贺兰英赦免了红蕊。这倒不是绿枝主动求的，而是贺兰英主动放的。想来当初便是因为红蕊出现，才导致桑宁第1次自杀差点成功。当时事态紧急，贺兰英见他自杀明智，也算是忠诚的桑国人了，便派御医救了他，醒了后一直把他养在牢中，想要打磨他的心智。毕竟那时候桑琪还没投降，他有谋反的心也正常。如今桑琪都降了，他小小的婢女又能如何？最重要的是桑宁身边无人可用，派新的他又担心用的不习惯。思来想去，只有让红蕊回来顶替绿枝了。毕竟是原来的人，桑宁用起来也贴心。主上，红蕊到了。经过这段日子的沉淀后，
王成重得恩宠，格外珍惜，做事情更加小心翼翼。听着身后王成的汇报，贺兰英微微点头，摆摆手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王成出去便叫人了，片刻后领来了一个身材曼妙、五官清冷精美的小美人。在牢狱的日子里，贺兰英也没亏待过她，毕竟是桑宁身边的人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哪天抽风跟他要人？若是被桑宁发现亏待了红蕊，贺兰英也怕他责怪。奴婢见过主上，陛下万安。红蕊来到贺兰英跟前，微微欠身行礼，目光看向他。若是不与桑宁比较，也算是美人了。贺兰英则有了桑宁对其余美人完全不感冒。看她面容红润且衣服整洁，不像是刚刚出狱的样子，贺兰英便放心了。否则等桑宁醒来，看见红蕊像受罪的样子，他不敢想象对方会抽他多少耳刮子。当然，这全是贺兰英自己加戏。桑宁则对红蕊没那么多感觉，毕竟刚见面他就教唆桑宁杀贺兰英，包括原主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也都是红蕊手把手教的。所以桑宁根本不会因此责怪贺兰英，但后者却不自知罢了。嗨嗨，见他没看见自己，桑琪在一旁尴尬地咳嗽了几声。红蕊目光这才投向了一身大长裹身目视自己的桑琪，虽然奇怪桑弟怎么会在这里，但红蕊还是忙跪在地上，见过陛下。红蕊啊，桑弟已经不存在了，世上只有昭宁君，叫我昭宁君便可。桑琪见他如以往那般叫自己，立刻慎重地纠正着。他一直在牢中消息闭塞，不知者不怪。见他们如此担忧，贺兰英便开口安慰起来：谢陛下。红蕊这才慢慢起身站好，望着贵妃榻上的桑宁，满脸担心地走了过去。娘娘这是怎么了？之前的毒还没有解吗？那个早已无事了，如今桑桑是旧病复发，不过喝了风国师特制的药，过阵子就会康复了。贺兰英见他误会，于是忙开口说了下眼下情况，拿起帕子为桑宁轻轻擦汗。红蕊内心五味杂陈，看着主子如此受罪，加上桑弟眼前这情形，估计也是降服了。娘娘真是命苦啊，唯一依仗的娘家也没了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对了，绿枝呢？陛下，不知道绿枝去哪儿了？红蕊边头洗着帕子，边装作无意间的问。她从小就足智多谋，这也是桑琪看中她，一直让她陪伴妹妹教导妹妹的原因。很快，红蕊就分析好了眼前的情况。有人想害桑桑，她救了桑桑身负重伤，如今在偏殿休养。停顿了下，贺兰英沉声说：这便是朕让你回来的主要原因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啊。这是敲打，能放你出来，便也可以重新把你关回去。红蕊这等聪明，又岂会听不出？如今桑弟都已经俯首称臣，他还能折腾出什么浪花呢？当然他坚信桑弟的臣服一定只是暂时的，以他对桑琪的了解，从小历经磨难的陛下是绝不会那么容易轻易臣服的。看似臣服，实则在蛰伏以谋大计。红蕊便更加珍惜这得之不易的自由，这样他才能更好的与桑琪一同蛰伏。待桑琪需要他时，他便毫不犹豫地做出任何牺牲。这便是身为桑国人的爱国情怀，根深入骨，难以更改。想到这里，红蕊便满脸真诚地看向贺兰英道：奴婢叩谢皇恩，定好生服侍娘娘，以报陛下大恩。说罢，目光投向一旁的桑琪，一副我懂你的眼神。看得桑琪一愣一愣的，这丫头什么情况？不会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吧？桑琪只好避开他的目光，装作没察觉的样子。贺兰英自然没发现主仆二人的小动作，叫来韩硕、楚宪负责月桑殿的安全。随即，贺兰英便趁空忙去处理政务了。连续几天的折腾，此刻养心殿的奏折已经堆积如山。没办法，他立志当个千古一帝，只要闲下来便会有种负罪感。你们好生看护，出了问题提头来见朕。贺兰英临走前站在殿外，对着二人以及一众禁卫士兵喝道。韩硕与楚宪立刻应声：是。桑桑醒了，不管多晚，必须第一时间来通知朕。贺兰英补充了一句后，便匆忙处理政务去了。反正养心殿距离这里很近，有什么事他可以第一时间赶回来。遵命。韩硕、楚宪大声应道。韩达严肃地望了二人一眼，便带一队士兵护卫贺兰英离开了。月桑殿外围被一个个禁卫军把守严密，就算一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。得到贺兰英的提点，韩硕跟楚宪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巡逻，有点什么风吹草动、草木皆兵的警惕。殿内望着从榻下钻出来、面容俊朗且年轻力壮的冯润生，红蕊傻眼了，眼巴巴地望着他，等桑琪解释。桑琪，第179章。红蕊，玩得这么夸张吗？哎，他总算走了，可别屈死我了。无视震惊的红蕊，冯润生就跟在自己家一样，十分自然地活动起了身体，脖子一扭，顿时发出清脆的嘎嘣声，听得红蕊频频皱眉。舒服。活动完毕，冯润生觉得身体没那么僵硬了。按道这贺兰英可真没正事，堂堂一国之君，在月桑殿一待就待了这么久，
期间也没任何政务大臣上门把他找出去。冯润生在榻下一心盼着他早点走，可直到此刻才给他终于盼走了。桑宁都已经安全了，他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冯润生想不明白，之前那么勤劳政务的皇帝，如今居然为了桑宁能一天不处理公务。唯一处理的2个公务还是在月桑殿办的，2个都跟桑宁有关。倒霉催的，诚心跟他过不去啊。现在好了，他终于走了，剩下是属于他的时间了。洪蕊看了看一旁的桑琪，一眼欲求答案，后者察觉便转过了头，一副别看我跟我没关系的样子。玩得这么夸张吗？洪蕊只能问冯润生本人了，以为他是娘娘养的面首，毕竟唇红齿白的帅哥最适合当面首了。听着他的发问，冯润生这才注意到他，看着面生的很。昭宁郡，这是谁啊？啊，那是桑桑之前的婢女，犯了错被主上关着，绿枝伤了，这才放出来伺候桑桑。桑琪想了想，实话实说道。冯润生很自来熟的对他摆了摆手，你好，我是冠军侯冯润生。好，好。洪蕊都让他整不会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问，那你怎么藏在榻下？见他问得这么不拐弯抹角，冯润生硬着头皮回答道，陛下不喜欢我来，我只能藏起来了。哦，啊不对啊，那你不是欺君？洪蕊差点被他带偏，吓得小脸煞白。桑琪一旁安慰道，他们的事乱得很，你少打听，伺候好桑桑便是你的主要任务。是。虽说已经是昭宁君了，但洪蕊还是一如既往视桑琪为主上，马上听话的不再纠结冯润生。渴了，水，我要喝水。突然榻上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，众人立刻扭头看去，只见脸色泛白的桑宁不知何时竟然已经醒了，并且吵着要喝水。桑宁觉得做了一场很长的梦，在梦里他成功自杀，再次穿越到了一个异界，邂逅了一个还俗的帅哥，二人男耕女织，在无人知晓的某个小国度过着平淡又幸福的小日子。可把他美坏了，在梦里无时无刻都在笑，真的开心。可突然嗓子一阵阵燥热感传来，把他给整醒了，渴得要死。桑宁才发现他又失败了，这次依然没死成，一切都是梦罢了。失落的感觉蔓延开来，桑宁连连叹气。当目光扫到端着水来到身边的冯润生时，桑宁眼前一亮，心下暖暖的问，你怎么在这？别告诉我这个小傻狗一直守着自己。桑宁内心甜甜的喝着冯润生用嘴直接渡到他口里甘甜白水，眼睛弯成了月牙状。看到桑宁嘴角有流出的水渍，冯润生细心的一并给缩干净了，细心到令人发指。桑琪没眼看，目光飘向了别处。洪蕊则站在一旁，看着娘娘跟他这么亲密，自己似乎都派不上用场了。绿枝呢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桑宁喝完水才觉得舒服了一些，主要是来自小奶狗的投喂。于是想起了晕之前绿枝为自己挡簪子的事情，便焦急地问道，绿枝已经没了生命危险，目前在偏殿休养，陛下担心无人照料你，于是把洪蕊放出来了。桑琪见他们终于分开，便上前一步对桑宁解答。看着桑宁气色好多了，桑琪也微微松了口气。哥哥，你怎么那么憔悴？一直没休息。桑宁看着面容疲惫的桑琪，心疼坏了。见妹妹关心自己，桑琪心下一暖，毫不在意地说，这都没什么，只要你能健康好好的，哥哥即便几天几十天不休息也值得。哥，桑宁感动得快哭了，张开双臂躺在榻上要抱抱。冯润生自觉地退后一步，给他们兄妹2个空间。桑琪主动低下身子，用力把桑宁抱入怀里，感受着哥哥身上大场传来的温暖。桑宁觉得原主或许又出来控制他的情感了。不过即便没有原主，桑宁也是一样感动非凡。从这么久的时间相处过来，哥哥对他的爱他都有感受得到，就是这破身体不争气罢了。如果有个好身体，桑宁也不会成天想死了。这病痛折磨的他好不了一点。娘娘。洪蕊见桑宁半天也没注意自己，忍不住哭着叫了一句，凑到近前。你过来。桑宁对他摆摆手，示意他到面前来。洪蕊心里奇怪，但还是听话的走了过去。桑琪也让他过去退后一步，不懂桑宁叫他干什么。凑到他耳旁，桑宁声音极小的说，上次那种毒你还有没有？瘾头来了，求你了，就给我来一口，一口就好。娘娘。洪蕊立刻跪下了，娘娘这是疯了吗？居然要找毒？桑桑跟你说了什么？桑琪皱眉上前一步问道。冯润生也是奇怪的看着桑宁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居然把洪蕊吓得跪下。娘娘还想要毒？洪蕊哭成了泪人，宛如一个泪美人。桑宁一看他把自己卖了，便生气的不去理他们，偏过头望着天花板。得，又是想死没死成的一天。冯润生急了，拉着桑宁的手问，桑桑，是我不好吗？你为何还想要死？这病痛换你身上，你能挺10天，我都跟你信好不？桑宁无语的撇撇嘴，他们一个个的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的道理懂不懂？
又难受了，快歇着吧，你身体若刚醒，不宜过多活动。冯润生扶着桑宁缓缓重新躺下，桑琪也摇了摇头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这病痛许久也无法根治，实在是把妹妹折腾坏了。可惜医术高深的风雀仪都只能暂时压制，无法根治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桑琪只能哀叹命运不公，让妹妹饱受如此痛苦。红蕊，我饿了，想吃点酸辣面。就在众人神色悲戚时，桑宁却一扫阴霾，忽然开口要吃的。啊！红蕊一时间竟然都没反应过来，实在桑宁变得太快。第180章，看着温馨的画面，皇帝陷入沉思。我说我想吃酸辣面啊！桑宁有气无力地重新说了一遍，连说话都是个负担。好好好！红蕊一听他要吃饭，立刻跑出去安排御膳房的人做去了。看着红蕊出来说桑宁要吃饭，韩硕跟楚宪激动地说道：快去通知主上，娘娘醒了。楚宪便向养心殿的方向奔去，留下韩硕带队继续把守。一路上，楚宪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桑宁苏醒意味着贺兰英便可以放心了。皇帝开心，他这个当臣子的自然也是开心的。月桑殿内，此刻红蕊已经端着御膳房刚刚做好的酸辣面进屋。桑琪刚想接过来，便被眼尖手快的冯润生抢了先。见状，红蕊也只能呆立一旁，照顾娘娘居然变成了一份轻松的活，不管吃饭还是喝药，全有人抢着做。这让红蕊觉得下人什么的都多余了。陛下，昭宁君小侯爷国师什么的就够伺候娘娘的了。有人给治病，有人负责安全，还有人给予亲情，更有人用身体让娘娘愉悦。想着想着，红蕊摇了摇头，自己这都是在想些什么？莫非吃醋了？自己不过是个下人，哪有吃主子们醋的道理？更何况身上还有千斤重担需要完成，儿女私情统统要不得。冯润生端着酸辣面，贴心的在嘴边吹凉，然后才缓缓喂进桑宁嘴巴里。桑宁也乖乖的吃着，但是吃了2口便就没胃口了，力气也恢复了不少，索性干脆不吃了。桑桑，乖，你就再吃最后一口嘛，不然怎么有力气？冯润生见他不肯多吃，一脸不开心的劝道。桑宁撇撇嘴，翻了个白眼，吃也行，你去帮我打听一下于谭的消息。他让贺兰英去放于谭带过来，可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于谭的鬼影子都不见，他都不用去问，贺兰英绝对是阴奉阳违了，搞不好杀了于谭的可能性都有。毕竟这个新帝是个十足的疯批，比变太风雀仪还可怕几分，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。说到底，他有些后悔求贺兰英办这个事了，所以才想让冯润生出去打探一下消息。桑宁，你有点过分了啊！有我在你身边，你还想着于谭？冯润生立刻打翻了醋坛子，闷闷不乐地吹着面条。关于他们的对话，桑琪都没兴趣听，干脆眯着眼打起了盹。至于红蕊，完全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是于谭他也是认识的，那不是桑弟的暗卫吗？怎么娘娘会想着打探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消息？该不会是娘娘喜欢他吧？红蕊内心忍不住八卦地猜测着。我担心他的安全啊，当初我被风雀仪囚禁在暗宫，是他舍身想救我，虽然没能成功，但对于救命恩人，我也不能不管不问吧。桑宁吃饱了，头脑也灵活了不少，拿救命恩人这一套搪塞冯润生，想不到效果还不错。冯润生顿时无话可说了。那你听话，再吃2口我就去帮你打探。冯润生干脆豁出去了，既然桑宁想打探于谭，他给他打探便是。对于这个人他也是有印象的，只是没了关于桑宁的记忆，但是于谭是桑琪的人他是知道的。啊！桑宁懒懒地张着嘴，示意冯润生喂慢了，搞得后者连忙快速一块紫面条送到了嘴边。桑宁香香地吃着，嗨嗨！忽然身后传来了一道咳嗽声，众人抬头看去，正是一脸疲倦批了好多奏折还没休息，听到桑宁醒了就急忙赶来的贺兰英。望着冯润生那么贴心的喂桑宁吃着面条，贺兰英便觉得一点都不困了。一团怒火在他胸前猛烈燃烧，贺兰英目带杀意的盯着冯润生，冷冷地说：这么温馨啊，是朕不该来了。贺兰英看着眼前甜蜜的一对璧人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。阿英啊，你要忙就先忙去，这边有小奶狗照顾我，还有红蕊跟哥哥，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桑宁明知道他吃醋了，偏偏还故意如此说道。实际上是因为于谭的事，桑宁生他的气了。最不听话最难搞定的就是这个家伙了。呵呵呵。听得贺兰英只觉得七窍生烟，没理会桑宁，仿佛一口血就要喷出去，压抑着怒火冷冷说：冠军侯这是刚来啊，还是早就待一阵子了？进殿之前，贺兰英问过一直把守的楚宪了，后者说没有任何人进去过，也就是说在韩硕跟楚宪护卫之前，冯润生就在里面了，否则不可能逃过他们2人的眼睛。贺兰英自己给自己真相了，心脏就更疼了，气得肝也疼。
贺兰英捏着太阳穴，等候着冯润生的回答。回陛下，臣在禁卫军把守之前的空隙间就来了，所以外面那些人没看见臣。得知贺兰英肯定是问过外面处线了，冯润生便聪明的直接如此说着。那岂不是说好一阵子了？贺兰英更气了，你一个外臣，天天想着往后宫钻，你特么想干啥？桑桑有朕照顾便可，冠军后不必操心，请回吧。贺兰英下了逐客令，并一把狠狠地夺过他手中的酸辣面碗，搞得面碗旋转着落在了贺兰英手中，幸亏力度得当，里面的汤水才没洒出去。两手空空的冯润生顿时觉得一阵失落，气得瞪贺兰英喘着粗气。贺兰英夺到碗心里开心，面上得意的气他，来桑桑，朕下面给你吃。看着贺兰英家的一块紫面条，桑宁好奇地问，你下面？对，红蕊跑去御膳房，朕就知道你醒了，于是跑过去亲自给你下的面，本想给你个惊喜，亲自端来，但被进国公公务耽搁了，便忙到现在才来。贺兰英边显眼地吹着，边得意看向气呼呼的冯润生。桑宁翻了个白眼，还以为他说的是另一层意思，原来是他亲自下的面啊！不吃了，吃饱了。桑宁别过头，示意吃不下了。而看桑宁不吃，正跟冯润生争强好斗的贺兰英立即不开心地说：“哦，朕喂你不吃，冠军侯喂的就很好吃。”桑宁，这醋味都快飘天上去了。看着一副醋坛子模样的贺兰英，桑宁有些好笑的难得是弱道：“你做的面啊，一样好吃的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吃饱了。”说完，桑宁还要翻起衣衫给贺兰英看他的肚皮，真的有些微微鼓起了。贺兰英吓得立刻按住他的手，眼神扫向冯润生，提醒道：“马上就是一国之母了，还是这么冒失。”切！桑宁满不在乎吐了吐舌，指着冯润生：“别忘了我让你办的事哦。”桑桑你放心，我记着呢。冯润生见桑宁忽然跟自己说话，就很得意，仿佛从刚刚输的几个回合中终于扳回了一局。看，他们有属于彼此的小秘密，皇帝你没有，羡慕吧？第181章，红蕊，你喉结咋那么大？果然，贺兰英很上钩，十分好奇地问桑桑：“你让冠军侯帮你办什么事？为何不让朕办？”不会吧，这贺兰英什么时候变成醋罐子了？这也吃？桑宁觉得有些烦躁，不满地扫了他一眼：“我给你笑脸了是不？”桑桑，贺兰英心下一惊，下意识捂着脸，害怕他袭击。看得桑宁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心下暗道：第一个就是让你去办了，结果呢？事都不知道办成啥样，人还在不在都不知道，奶还敢让你办？不过这些只能在心里想想，桑宁并没有直接说出去。没啥事，别打听了。桑宁一副再问就打人的架势，终于让贺兰英放下了好奇心。于是冯润生看贺兰英在，自己也讨不到什么接近桑宁的机会，如今桑宁也安全了，只能悻悻地退下。等冯润生走了，贺兰英便准备陪桑宁聊聊天，谁知道来劝贺兰英止戈休养冯德山又来了。这老家伙就好像替冯润生打掩护似的，可眼下冯润生都回去了，他还来干什么？虽然冯家世代忠良，也有从龙之功，但贺兰英还是不想理他。王成便在一旁劝：“陛下，晋国公年老体衰，让他等太久恐身体有恙啊。”听着有道理，贺兰英只能不情愿地苦着脸对桑宁说：“桑桑，朕去就回来，你别急哈。”陛下快去忙正事吧，不然我这妖妃之名怕是洗不脱了。桑宁拿自己坏名声，难得调侃了一回，听得他很好笑，但是桑琪跟贺兰英却都板着脸，对这两个字明显很反感。等贺兰英走了，桑宁看着疲惫的桑琪便说：“哥哥，先去偏殿休息吧，看着你这么累，我也心里怪难受的。等你睡饱了，活力满满，再来陪我玩不也一样？”点点头，桑琪也确实扛不住了，回身也离开了。打发走了他们，桑宁歪着头看着红蕊，无意地问：“我昏迷后是谁救我的？”回娘娘，听陛下他们说是风国师来过，给您开的药方，您喝了这才醒的。红蕊如实的回答道，边收拾着碗筷。原来是那个变态来过了。桑宁不悦的想着，忽然奇怪道：“贺兰英什么时候这么大度了？风雀一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，居然都没惩罚他的妖。”越想觉得越离谱，桑宁干脆不去想了，爱咋样咋样吧，与我无挂。由于桑宁侧躺着仰视着红蕊，便再次被其漂亮的样貌吸引住，从她的脸蛋慢慢向下看去。忽然桑宁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准确来说是不应该出现在红蕊身上的。一个突出的喉结，俗称是素子，长在红蕊的脖子上。红蕊，你喉结咋这么大啊？红蕊看向仰头望着自己脖子的桑宁，当下低下了头，压下喉结，压下紧张的情绪，强作镇定道：“娘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奴婢怎么会有男人的东西？那么多帅哥围着你转，你是看花眼了吧？是吗？自己看花眼了吗？”桑宁听他这样一说也有道理，于是便不去想这个问题。
见此，洪蕊不被人察觉的松了口气。本来桑宁也没多想，只是突然看见很大就好奇问了句而已。见洪蕊这样说，桑宁感觉也是，看多了那些男人的喉结，再看谁的都觉得大，这应该是眼神记忆导致的原理。笑着摇摇头，桑宁觉得自己可真无聊，居然没事想这些没用的东西。娘娘许是醒太久，有些倦了，奴婢扶您躺下睡会吧。洪蕊主动去扶着桑宁，让她慢慢躺了下去。桑宁也没拒绝，顺从的躺下，顿时觉得舒服多了，眼皮也开始发沉，就慢慢睡了。这一觉睡得倒也沉稳，喝了风雀姨亲自调配的药，中途也没什么病痛折磨了。一夜到天亮，桑宁慵懒地伸着胳膊，咕咚一声巨响响起，立刻把桑宁的睡意全下没了。定睛一看，刚刚伸胳膊的力度有些大，居然把一个人跟推了下去。阿英，贺兰英坐在地上，一脸疲倦地看着桑宁，哭笑不得。看来你的病好多了，居然这么有力气。你又守了我一夜？桑宁反问道。是啊，朕不放心，谈完公务就过来了。贺兰英从地上起身，又坐在了他身边。听到动静，洪蕊也急忙跑了过来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饿了，随便准备点什么吧。桑宁摸着有些瘪瘪的肚皮，微微一笑。是。洪蕊立刻点头出去准备了。看着贺兰英，桑宁提议道：你扶我去看看绿枝，你能行吗？贺兰英担心地问。桑宁给了他一巴掌，贺兰英感受着那熟悉的力道，便不再说什么，扶着他出了主殿，来到了绿枝休养的偏殿。贺兰英扶着桑宁走到床前，恰巧有个丫鬟正在为绿枝喝药，看见桑宁跟贺兰英忙，要起身行礼。桑宁对他摇摇头，免礼。是。丫鬟乖乖地坐了下去，从他手中接过药碗，桑宁便准备去喂绿枝。绿枝见了大惊失色，连声拒绝：娘娘，使不得，朕来吧。怕桑宁不行，贺兰英居然为了他主动要喂绿枝。绿枝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为了我当真不要命了？桑宁盛了一勺药水递到他嘴边，绿枝迟迟不肯喝。娘娘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乱了尊卑，折杀奴婢了。没事，你救了我一命，喂你喝药这点小事是应该的。桑宁真的心疼小哭包了，看着他胸前那白色的绷带还有些渗血，当真是心里难受万分。他替自己挡住冯秋华时可是没半点犹豫的，为了自己命都不要了，真是个傻孩子。见桑宁坚持，绿枝也只能含泪喝下一口，然后说什么都不肯喝了。那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倘若继续让桑宁为他喝药，他比死了还难受。贺兰英看他们主仆感情如此深厚，也是颇为感动。奴婢当时就想着谁也不能伤害娘娘，要死就让奴婢替娘娘去死好了，娘娘还有这么多人关心着，不能有事。而奴婢无牵无挂的，死了就死了，不算什么。绿枝眼睛都哭肿了，泪水忍不住的狂流。第182章，来祈福的近臣。桑宁听了心里不是滋味，也哭了起来。主仆二人抱头痛哭，贺兰英站在一旁默默看着。傻丫头，你怎么无牵无挂？我不是挂念你，你若有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安心活着？桑宁哭着哭着便笑着埋怨起了绿枝，尤其是不喜欢他说自己无牵无挂。如果是那样，那么桑宁也比他强不到哪去。说到底，桑宁已经当她是自己的亲妹妹一般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你们都没事，岂不是万事大吉？多想想开心的事。贺兰英实在看不过去了，难得的安慰了他们一句。是陛下。绿枝哭着应道。桑宁没说话，抱着绿枝轻轻拍她的肩膀，低头看向绿枝，发现她衣领大开，里面白色光影隐隐。小哭包，别哭了哈。桑宁贴心的趁机多看了几眼，这才缓缓帮她拉上衣服遮住。绿枝还不知道，以为桑宁只是怕她冷才这样，再次感动的嚎啕大哭。贺兰英则没离那么近，自然什么都没看到。陛下，长照寺的慈恩大师弟子近臣求见。王成的声音传来，片刻后缓缓走入殿内。贺兰英一听，这才想起来之前请慈恩入宫为桑宁诵经祈福的事。看情况，这是慈恩年岁大，不喜欢折腾，便让得意的弟子过来了。贺兰英立刻面上一喜，对桑宁说：好了，长照寺的高僧来了，不能怠慢，你跟我去见见。不想去，你自己去吧，我想陪着绿枝。桑宁跟绿枝黏在一起，像极了连体婴儿。人家是来给你诵经祈福的，你不去怎么行？贺兰英都快被他气笑了，无奈地说了句。见此，绿枝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便劝道：娘娘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不是也见了，你快去招呼大师吧，等你忙完了随时可以来找奴婢说话呀。见绿枝也这样说，桑宁便只好应道：那好吧。跟着贺兰英回到了月桑殿。贺兰英跟桑宁坐在椅子上，恭候近臣大师。片刻后，王成领着一白面僧人缓缓走入。小僧近臣见过陛下娘娘。阿弥陀佛。
敬晨单手捻着佛珠，闭目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大师一路辛苦了，快赐座。”贺兰英忙着招呼着，王成便让小太监搬来椅子，敬晨缓缓坐下。贺兰英在此，敬晨即便想盯着桑宁，他也不能如此，所以他便一直盯着贺兰英看。哦，是不是需要朕回避？贺兰英会错了意，还以为祈福这种事不能再常人太多。既然误会，敬晨也不想过多解释，便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辛苦陛下了。不辛苦，只要能让娘娘获得佛祖庇护，那便是大尽之福了。”贺兰英直接从椅子上起身，转头对桑宁说：“桑，那朕便先去上朝，你好好配合大师，有什么事就派人来叫朕。”“去吧。”桑宁无所谓的说道。贺兰英见此，又对敬晨点点头，这才跟王成一起离开。当然，走到门口看见韩硕跟楚宪时，又千叮咛万嘱咐一番，让他们不得放冯润生、风雀仪二人进来，如有事必须去请示他才行。二人领命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贺兰英这才带着王成放心的去上朝了。哎，大师，你不是哥哥的好友洪蕊，快来！桑宁对着外面喊道。洪蕊忙过来问：“娘娘，什么事？你快去叫哥哥，就说他好朋友来了。”桑宁一副为桑琪着想的样子，实际上是拉个人作伴。毕竟诵经念佛什么的最无聊了，他又不好拒绝大师，毕竟人家是佛门中人。他一个满脑子科技狠活的现代人，即便不信这些，也不能不尊重。但有个哥哥陪着，或许时间还能过得快一些。很快，桑琪就被洪蕊带了过来。边走，桑琪边问：“听洪蕊说我好朋友来了，在哪呢？”“谁啊？”“诺，就是他呀。”桑宁笑着指向敬晨，顺着他指着的方向看去，桑琪便看见了敬晨，立刻喜笑开颜：“高人，你居然来了！桑琪不知道未去远迎，还请见谅啊。”敬晨缓缓起身，单手竖起：“阿弥陀佛，昭宁君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“是啊，不知道这次你来宫里所为何事？”桑琪好奇地问道，同时坐在了敬晨身边。洪蕊自然端着茶水，小心地摆放在二人面前。桑宁抿抿嘴，主动说：“给我来一杯82年的龙井。”“啊，娘娘，咱们这里没这个茶呀。”洪蕊顿时懵了个圈，完全没听过。“那就来个跟他们一样的吧。”桑宁见他们get不到自己的点，只能悻悻地如此说。敬晨却一个没忍住，反应慢了半拍，直接喷了。噗呲，一道茶水与茶叶子从敬晨口鼻喷出一道水雾，阳光的照拂下，无数水珠充斥周遭。“高人，你没事吧？”桑琪见了忙去帮他拍后背。只有敬晨心里暗暗叫苦，糟了，自己居然没忍住笑喷了，被桑宁那句玩笑话给逗破防了，他会不会发现端倪？敬晨便小心的去看桑宁反应，发现他见自己笑喷了，也是跟着笑，并没有其余的怀疑。如此，敬晨才微微松了口气。桑宁则很满意这个效果，这才是他那句玩笑话的宗旨。事实上，他也确实没多想，只当一个古代人能听懂现代的笑话就已经很难得了，又怎么会去深究他为何能听懂？桑宁没那么无聊。经过刚刚敬晨的小插曲，众人气氛一下活跃不少，大家也感觉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敬晨缓缓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小僧便为娘娘开始今天的诵经吧，昭宁君也一边旁听吧。”“如此甚好。”桑琪当然不会拒绝，本就向往佛家生活，一念空空好不快活。桑宁喝了口茶，缓缓放下点头道：“那就辛苦大师，乐意为娘娘效劳。”敬晨客气的回了句，心底暗道这桑宁当了一阵子娘娘，从外表看竟然丝毫看不出现代人的特征了。倘若不是他频繁说现代话语，敬晨自然也不敢如此猜测。如今他便可以完全确定了，眼前这个娘娘当真是上一世在蓝星时自己邻家的妹妹，只是眼下他不能与她相认，那样只会带给他更多的苦恼，就让他暂时以这个身份去默默陪伴他吧。想通了后，敬晨努力压下与桑宁相认的冲动，就地打坐，翻开经书来，开始诵经。第183章，认与不认，纠缠不清。一段段沉稳隐晦难懂的经文从敬晨口中念出。敬晨表面在念经，实际上心里也在挣扎要不要坦白相见的问题。毕竟穿越这种事就够离谱了，现在更离谱的是他居然跟桑宁都穿越了，并且在一个世界相遇，简直是离谱他妈抱着离谱哭，离谱死了。且相认的办法也很简单，敬晨甚至都想好了，只要他念一段大悲咒，相信桑宁就会发现他的不正常，二人就会相认了。但桑宁如今即将大婚，在这之前还是不要打扰他的为好。敬晨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可怕的念头。想他穿越至今，因为前身具有佛根，所以被感染的他也深爱佛法，并且一直钻研佛法，试图找到穿越回去的办法。
以这个尴尬身份与他相认又能如何呢？靖晨摇摇头，他始终不敢抛下这个身份去面对他。或许有一天他可以放弃身份了，才能真正做到跟他坦白吧。桑宁坐在椅子上听着佛经，困意更大了，丝毫不知道靖晨的内心戏，简直快要纠结到爆炸了。看似表面平静的靖晨，内心已经百转千回，认与不认一直在他心中纠缠不清。反观桑琪却一直听得津津有味，双手合十，虔诚的也帮妹妹祈福，也算是了他上次没当成和尚的心愿了。要不是贺兰英拦着，恐怕他已经了却红尘了。殿外无人注意的洪蕊此刻独自走向一处假山，四周都是荒草，明显这个院子荒废许久了，距离月桑殿很近。洪蕊四处看看，发现无人后，这才悄悄地走了进去。很明显，他这是趁桑宁被靖晨诵经的功夫，暂时也不会有任何事，这才偷偷溜出来。院子里有3个屋子，油漆脱落破败不已。洪蕊拿出钥匙打开锁头，推开中间的屋子，便提着手中的篮子走了进去。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？地上草席中坐着一女孩，浑身穿着囚服，也掩盖不住脸上的美色，居然是个跟洪蕊长相一样的人，不仔细端倪绝对看不出。洪蕊眉宇间阴气一些，而此刻草席上的女孩更是偏向阴柔。洪蕊没有回答她的话，而是将篮子里的食物一件件拿出，在她面前摆好，趁热吃，等天冷了我再给你送床后被褥。不需要，我只想早点离开这里。女孩听暂时离不开皇宫，马上神情激动起来。见此，洪蕊沉默了片刻，随后叹气道：如今陛下也已经降服大晋，想复国谈何容易？你身为桑国人，吃这点苦都不肯吗？还说什么你忠于桑国与陛下？他不这样说还好，听他如此说后，女孩顿时绷不住的怒道：你还好意思说你忠于桑国与陛下？那你现在是为谁在卖命？为何不敢让我离开？还不是怕我把你干的好事说出去？女孩激动的把眼前的饭菜全部打翻，啪啪盘子碎了一地。呵呵，既然你这样想，那我也不多解释什么。停顿了下，洪蕊目光坚定的继续说：不这样做晋国就乱不起来，桑国可有机会。所以你只配在这里困着，就算出去你也做不了任何事。洪蕊看着地上的碎盘子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随后转身离去，将门再次锁死。放我出去！屋子里传来了女孩微弱的呐喊声，外面根本听不见。月桑殿看着从外面匆忙进来的洪蕊，桑宁奇怪地问：刚刚你去哪了？我喊你好多声。回娘娘，奴婢突感肚子不舒服，便去方便了。洪蕊想好提前编的措辞，脸部红心不跳地回道。嗯了一声，桑宁也没多想，便吩咐道：填点水吧。是。洪蕊便出去拿开水了，片刻后回来，将即将见底的茶杯逐一填满。娘娘，膳食好了，等大师诵经完毕，我去给您端来。洪蕊在一侧提醒道。桑宁点点头，喝着茶默认了。要不要叫陛下一起？这是洪蕊一次的大胆试探，为几天后的事情铺垫，否则便会太突兀，容易坏事。你怎么想着叫他了？果然，桑宁放下茶杯后，一脸疑惑看着他问。洪蕊立刻回道：娘娘，刚刚多做了一些，寻思陛下刚下朝，估计也没吃呢，便想着一起了。这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这要是出自于绿枝口中，桑宁什么都不会多想。但洪蕊可不一样啊，原主可就是毁于他手，被其手把手的带成了亡国妖妃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哦，不许叫他，以后也不许自作主张，听到了没？桑宁虽然对生死的事儿不在意，但也怕自己身边的人起了什么歹心，谋害到了贺兰英。如果那样，桑宁比自己死了还难受，毕竟他不喜欢这些阴谋诡计，自然也不想身边的人参与其中。毕竟之前洪蕊可是谋划让他杀贺兰英的主，对他不得不加倍小心。看着依旧沉浸式诵经的靖晨跟桑琪，桑宁语气一缓多出的让他们一起吃便是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洪蕊控制着心脏的疯狂跳动，躬身慢慢退出去了。这次试探很明显是失败的，也让他提前知道了一个结果，不管多久后他都不会成功。桑宁警惕性太强了，不知道是对皇帝有气，还是看出了阴谋。总之，洪蕊想在桑宁这里找机会还是比较难的。见他离开，桑宁开始想念起了绿枝。有他在的日子，桑宁可以高枕无忧，不像这个洪蕊，还需要他小心提防着，真的好累。转眼间到了中午，靖晨为桑宁诵经了一上午，累得也是汗流浃背，白色的袈裟已经有些发透，让桑宁看见了一些不该看见的好身材，看不出靖晨身体也很强壮，透明的袈裟下几块腹肌勾勒着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桑宁心里忍不住开始念佛。面对如此吸引人的靖晨，桑宁也很怕不小心罪过了。第184章，都掐着饭点来的。靖晨自然不知道邻家小妹妹的心思，见桑宁盯着自己，便低声说：娘娘，随便布置一些粗茶淡饭便可，
万万不可因为贫僧而铺张浪费。大师放心，家常便饭而已，别介意。桑宁也不喜欢什么大鱼大肉，他也没那个好胃口享用。片刻后，在殿外炽热的阳光下，偌大的红木饭桌被摆在了台阶平坦处，桌子上已经摆满了一道道美食，不过却清一色都是素菜，什么豆腐、白菜、菜心等等。桑宁引领近臣，桑琪缓缓走去，看见都是素菜，近臣自知是桑宁特地吩咐的。多谢娘娘。近臣弯腰感谢。桑宁摆摆手，指着椅子，大师客气了，随便坐吧。是。近臣看向桑琪，昭宁君，请。高人，请。桑琪也做了个请的手势。看着客套的二人，桑宁已经坐下自己开吃了。吃个饭吗？干嘛那么累？请来请去的，脑壳疼。洪蕊在一旁帮桑宁夹菜，伺候着，桑宁只负责一口口消灭。就在众人享受着阳光午餐时，一个爽朗的少年声音响起：哟，吃上了！哈哈，我可真是运气好啊！定睛看去，正是一身盔甲、风尘仆仆的冯润生。奴婢去添椅子。洪蕊知趣的去拉了把椅子，慢慢放在桑宁身侧。一旁看守的韩硕对楚宪说：冠军侯来了，快去告诉陛下。楚宪马上大步流星的跑去了。这头楚宪刚走，那边风雀仪在陈静的跟随下也来了。臣来看看娘娘的病情如何了。风雀仪站在陈静身前，一袭白衣风度翩翩，目光却不自觉看向了桌上的饭菜，还吞了吞口水，看得桑宁无奈的只好说：洪蕊，给国师填把椅子。是，娘娘。洪蕊刚跑到椅子前，另一侧再次出现两人，一手扶陈的王成走在贺兰英身后，扯着尖细嗓子喊道：主上驾到！臣参见主上，陛下万安。小僧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安。冯润生、桑琪、近臣、风雀仪几人忙起身行礼，只有桑宁跟没事人一样，依旧屁股稳稳地坐在椅子上，低头吃着可口的菜。贺兰英见桑宁胃口这么好，跟着也开心，对众人摆手道：不必拘礼，都起来吧。桑，你好些了。贺兰英很自然地在冯润生坐下之前，坐在了他的椅子上，望着桑宁关切地问。刚要坐下，却被抢走椅子的冯润生一脸发黑，显然是被气得不轻。还好关键尴尬时刻，洪蕊送来了新的椅子，冯润生这才气呼呼坐下了。好点了。桑宁嘴里吃着饭菜，含糊不清地回道。来之前，贺兰英已经问过了楚宪，为何放他们进来见桑宁，因此要责罚他们。楚宪却苦着脸说他们没有进殿，因为娘娘是在殿外摆的桌子用膳，贺兰英便有气，也只好压下了。可来了后，不止冯润生来了，风雀仪居然也在，这让他不得不醋意大发，拼命地宣示着主权，让冯润生跟风雀仪知难而退。风爱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贺兰英吃了口菜，并没有看他。风雀仪放下筷子，恭敬的道：臣担心娘娘的病情，这才让陈大人带我来看看。这话说的情商很高，把陈静的问题给抹去了，是他要求陈静带他来的。陈静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虽然他也会解释，但出于风雀仪之口，可信度更高一些。贺兰英听完了，果然没说什么，假装大方的说：都吃菜，不要拘束，就当平常一样。话音刚落，一个素丸子贺兰英刚想夹，就被冯润生夹走了，丢在桑宁碗里。桑，多吃点，这样你身体才会好。贺兰英忍着怒意，狠狠瞪了冯润生一眼，后者却对他笑笑，继续帮桑宁夹着菜。桑宁都快吃饱了，便摆手说：你们吃吧，我吃不下这么多。贺兰英则马上把素丸子还给了冯润生，阴阳怪调道：冠军侯多吃点。谢陛下。冯润生夹起来，美美的吃下了。至于风雀仪则安静多了，只是乖乖的吃饭，看得桑宁都有点不认识他了。这还是那个疯狂只想囚禁他的风雀仪吗？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但桑宁也看不出哪里不一样，只能猜测是他在装。桑宁万万也想不到，风雀仪如今居然跟冯润生同病相怜了，也是失忆人员。至于桑琪跟近臣要轻松多了，毕竟他们心里都没包袱，只顾着安心吃饭便可。一顿饭就在这样尴尬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韩达领着一男一女缓缓走来。启禀陛下，得知陛下婚讯，桑州王携小公主特来贺喜。韩达说完便退到一侧。密密麻麻的金色鳞甲在阳光折射下发出刺眼光芒，身高1米9多的楚玉五官硬朗，不失俊秀之貌。桑宁目光看去，只见一身金色鳞甲的楚玉也同样眼神热烈地望着他。什么情况？自己好像没见过他几次吧？这个被贺兰英送去桑州治理的异姓王，而在楚玉身边的便是一个与桑宁、桑琪模样相近的女孩，年龄不过15、16岁而已。此刻看见桑宁跟桑琪，便来不及跟贺兰英行礼，率先跑了过来：姐姐，哥哥，我好想你们啊！呜呜！看着扑进自己怀里的小女孩，桑宁一脸懵。片刻后搜索了关于她的记忆，桑莹
与自己同父异母的最小妹妹，从小喜欢惹祸，然后嫁祸给自己，让桑宁为她背锅。当然，也都是一些小事情，但因此桑宁可没少挨老皇帝的骂。每次最后也都是桑琪想办法揭露事情真相，替桑宁洗去冤屈。桑琪也来到二人身边，伸手在他背后轻轻拍着，安慰道：“好妹妹别哭了，哥哥姐姐也时刻在惦记你。”见他们兄妹之间叙旧，一旁的楚玉几步上前，扑通一声跪在贺兰英面前道：“臣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安，免礼，一路辛苦了。”贺兰英面带笑意，亲自把他扶起。桑州距离晋都也有180里地，昨天遣使者送去信，想不到爱卿今天便到了，当真是辛苦了。亲切地拉着楚玉的手，贺兰英喜笑开颜地说着，边往月桑殿里走。很明显，贺兰英想请大家入殿畅聊。姐姐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桑宁好奇地看去，只见活泼的桑莹一脸神秘，从背后掏出了2根冰糖葫芦，并笑道：“惊不惊喜？好妹妹，你还想着姐姐喜欢吃这个，真是有心了。”桑宁刚准备伸手去接，忽然桑莹失手，直接把其中一根摔落在了地上。那根血红的糖葫芦就那么在地上摔断成了几截，冰糖也碎了一地。全场寂静。对不起姐姐，都是我笨，这才掉了。我不吃了，我的给你吃吧。说着，桑莹便把自己的递给桑宁，并且一脸得意地望着他，好像在说：“姐姐，即便我给了你，可你怎么好意思吃呢？”看出了他的挑衅，桑宁也没惯着他，直接一把抢在手里，并且狠狠咬了一口，笑道：“真香，不愧是妹妹亲手送的，就是甜哈。”桑莹。第185章，桑州王的献礼。看着刚见面便忍不住斗起来的2个妹妹，桑琪内心紧张坏了，忙来到中间分开他们，打哈哈道：“外面起风了，还是进殿再聊吧。”桑宁毫无笑容地瞪了他一眼，也不完全出自于原主对他留下的怨念，也有桑宁自己看不惯他的原因在里面。这是什么妹妹啊？很明显一朵白莲啊！对于白莲怎么办？撕碎才死，连根拔起，这是桑宁的办法。从小就那么欺负原主，还真以为自己也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来了自己地盘还不老实，一见面就来下马威，这个小公主不简单啊！就连性子单纯的冯润生都看出了桑莹的针对性。本是亲姐妹，理应和睦相处才对，但是他们一见面却都暗暗较劲。外人都看出来的问题，他们自己当然心里明白。风雀仪点点头，跟在他身后低声说：“冠军侯，听闻你失忆了，但却仍记得娘娘，可有此事？”冯润生一脸问号，疑惑地说：“你听谁说的？前几天你在这跟陛下争娘娘，并且都动了见血拼几10回合，这事儿宫内都传开了，即便我想不知道都难啊。”停顿了下，风雀仪继续疑惑地说：“之前我还怀疑，按照小侯爷曾经的性子，绝对不会如此目无主上，于是他们都传你是因为失忆才会如此。”冯润生听了这传言，哭笑不得。他失忆了？他怎么不知道？他只知道自己日夜做梦，并且经常莫名其妙的大哭，直到遇到娘娘，这一切才好了起来。所以冯润生并不知晓自己失忆的事。风大哥，你都说是传言了，那怎么可信？冯润生笑着说了句，便快步离开了。见此，风雀仪露出了一抹思考的表情。事情更加复杂了。冯润生若没有失忆，便不是服用了自己的失忆药，那他怎么敢与陛下争的？摇摇头，风雀仪总觉得这期间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暂时他还没头绪。他们2个目前属于同病相怜，但是冯润生相对比风雀仪幸福一些，毕竟他可以在失忆的情况下也重新爱上了桑宁。而风雀仪目前虽然也心动了，但却碍于没机会接近被皇帝控制的厉害，落后了许多。但是某些时刻，他的脑海里也会闪过一些碎片画面，例如黄金打造的囚牢，以及地下宫殿、红色身影等等。只是他没有将这当回事，而是纯认为是梦境罢了。月桑殿，贺兰英与桑宁坐在高位上，望着下方诸位大臣，贺兰英缓缓开口道：“等朕与皇后大婚后，便出征蒙纳，以振大晋国威。陛下圣明。”下方众人齐声欢呼道。贺兰英很是满意的点点头，特地看了一眼闷闷不乐的冯润生，以及面无表情的风雀仪。有些时候，贺兰英总有些心虚，按理说他不应该如此，但可能是心理作用，他总害怕大婚不能顺利进行，这些人关键时刻又蹦出来搞事情，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！桑宁忍不住在他耳边又嘟囔了一句。贺兰英听着耳熟，这话桑宁跟他说过不止一次了。桑，何故又出此言啊？贺兰英在他耳旁气息浓厚的问。感受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野性气味，桑宁白了他一眼说：“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打仗吗？你会早死的。但我看你好像根本不当回事。”桑宁皱眉不悦，实在是懒得管他。见此，贺兰英知道他是为他着想，但是具备野心的贺兰英如何能忍受征服蒙纳的雄心壮志？这与自己早死相比，贺兰英更愿意名垂千古。连忙抱着桑宁，
贺兰英像哄孩子那般笑道：“朕保证事事小心，不是必要绝不以身犯险，可好？”听到他认真的保证，桑宁也笑了。从之前傲娇倔强的性格，能被自己磨平棱角到如今这般，也实属不易了。陈楚玉为陛下与娘娘大婚献礼，牛羊1000头，珍贵布料1000斤，马匹500，以及陈思人赠予的冰丝水晶床，有可缓解娘娘病痛之功效。爱卿有心了，回头朕让礼部与你回个礼。贺兰英笑着说道，把桑宁抱得紧紧的。下方的桑莹见了，于是也上前一步道：“恭喜陛下与姐姐，得知你们大婚，我便不请自来的与楚玉哥哥一同到了，希望陛下姐姐不要介意。”哪里话，你的哥哥昭宁俊也在，你姐姐自然也是欢迎你的，这就是你的家，想什么时候来便什么时候来。贺兰英望着这个小姑娘，第一印象并不好，毕竟她戏耍桑宁的时候，她也看到了，只不过碍于给她留些面子，贺兰英才没有说什么。不过如果她仍然不老实，贺兰英也不介意出手教训她一番。她也不担心桑宁生气，毕竟桑宁对她的态度也没好到哪里去。谢陛下，谢娘娘。桑莹隐藏眼底的嫉妒之色，退到了楚玉身边，看他黏着楚玉，以及看楚玉的眼神都不一般，桑宁便多少猜到了一些什么。这丫头喜欢楚玉，但是为何多年不见，对自己的敌意还这么大呢？桑宁这一点有些想不通。之前他虽然顽劣，但也没有这样敌意大过。到底什么原因，自然无从得知，只能让他先安顿下来，再慢慢观察了。接着，贺兰英说了一些大婚当天需要他们帮忙准备和注意的一些事后，便把他们都打发走了。楚玉跟贺兰英一同去养心殿住了，本来这已经是不符合规定的事情，但贺兰英坚持，楚玉也只能勉为其难。他的弟弟楚宪也让贺兰英暂时给了假，陪伴着楚玉一同。这便是贺兰英心细的地方，堂堂帝王还想得这么周到，让兄弟二人团聚。任何臣子被如此对待，怎能不卖命，怎能不尽忠职守？至于桑莹，便留下陪桑宁了。冯润生跟桑宁说了下鱼潭的消息，找遍了整个晋都也没找到。说完，见桑宁有些失落，他忍着内心的不舒服，便也退下了。桑琪也带近臣去偏殿休息，畅谈佛法去了。于是只剩下了为桑宁检查身体的风雀仪了。风雀仪坐在床前，摸着桑宁那纤细的手臂，只觉得体内燥热无比，搞得他跟上次一样，根本无法专心诊治。一旁守着的洪蕊看了，自然也能看出他的窘迫，出言道：“风国师，要不要奴婢给您擦擦汗？”风雀仪额头已经细汗密布了，便点了点头。得到他的允许，洪蕊小心地为他擦了擦汗水。桑宁则瑟瑟地欣赏着风雀仪的样貌以及那很不错的身材。洪蕊，你带妹妹出去转转吧，有事再叫你。第186章，你个死变态，跟我装傻。是。洪蕊得到吩咐，虽然不放心，但娘娘都这么说了，她只能拉着不想走的桑莹一块出去了。不就看个病吗？姐姐至于吗？出去后，桑莹不满地抱怨着，说实话，如今桑宁的生活让她羡慕惨了。她也想在桑州过这种日子，只要楚玉对她有意思，当个王妃，她便也可以过好日子。可惜楚玉对她没有丝毫兴趣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年纪小的原因，只把她当成了妹妹，这让桑莹十分难受，头疼的要命。公主，娘娘是想让奴婢带你玩玩，第一次来宫里不转转，多可惜呢。洪蕊自然看出了桑莹的性子，便替桑宁说话道。闻言，桑莹没说什么，便跟着他去转了。殿外的守护的韩硕面色十分难看，陛下走之前可吩咐他了，盯好了风雀仪。可他没什么理由，也不能随意进殿查看，只能站外面心里闹心。只待时间久了，去催促便是。韩硕心里打定主意，便耐心等候起来。殿内只剩下了风雀仪跟桑宁二人。桑宁盯着风雀仪看，眼睛也不眨一下，看得风雀仪呼吸逐渐加重，紧张的不行。按道这娘娘是怎么了？突然这样看他，是不是他哪里做错了？娘娘，您的身体暂时无恙，继续保持喝药休息便可。风雀仪缓缓说完，便准备把放在他手腕的手抽回，可下一秒却被桑宁死死地按住了。风雀仪心中大惊失色，但又不敢强硬的挣脱，只好满脸疑惑地盯着他。勾人的狐狸眼，此刻身上的红色衣衫领口大开，因为怕热，桑宁穿着都很随意，里面的点点景色都被风雀仪看了个清楚，身体更加燥热了。风雀仪觉得全身仿佛一个大火球一般，热得难受。只是短暂相处，也没有太多肌肤接触，风雀仪就已经来了强烈的变化。他便想故技重施，用衣角慢慢去遮盖住，但桑宁却一巴掌打掉了他的手，并且终于开口了：“装得挺像啊，死变态。”桑宁看着他这个样子，心里好笑，便存心想逼他就范，用假死药让自己假死，又变态的囚禁在国师府地宫，美名其曰爱惨了他。结果转眼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他也干得出来。现在桑宁对他充满了意见以及不满。听着桑宁那莫名其妙的话，风雀仪瞳孔剧烈伸缩，全身颤抖道：“娘娘，这是何意？”桑宁真能装啊！
难怪可以把所有人骗得团团转。论演技，桑宁敢说风雀一第二，那绝对没有第一。行了，这里没有第二个人，你不需要这样。桑宁大大咧咧的直接钻进了他怀里，感受着他身上的狂热体温。风雀一怀里突然多了个桑宁，还跟水蛇一般慢慢扭动着，这简直是考验他的定力。娘娘，你别这样，臣惶恐。风雀一嘴上说着惶恐，双手却很诚实的在桑宁身上上下其手。一时间，桑宁被他巧妙的指法勾勒的焦融滚烫，吐气都是热的，周身丝丝麻麻，宛如电流游走一般。桑宁只能不断在他怀里扭着，缓解这种强烈的激动。听着风雀一嘴上依旧不肯承认，还在那里继续演戏，桑宁便气得趴在他肩膀狠狠咬了一口。嘶哈！风雀一想大声惨叫，但是想到如今身处的地方以及门外时刻注意自己的韩硕，便脸色煞白的忍耐下来。桑宁发泄好了愤怒，缓缓抬头，眼神恢复柔和看着他，淡淡说：“还继续装吗？”低头望着眼前的桑宁，风雀一已经彻底沉沦其中了。即便此刻他没有恢复记忆，但是那种对爱的渴望与追求也让他难以自控。他失控了，已经忘记了君臣之礼，也一样忘掉了眼前桑宁的身份。他总说自己在装，这是何意又不肯说。风雀一大脑飞速转动着，思考着桑宁的话意，便僵硬地箍住他的双臂，声音温和至极地说：“不知娘娘指的是装什么？臣与娘娘没见过几面，关娘娘对臣的举动却不似陌生那般，莫非你我已经熟识许久了？死变态，还撑着不肯就范！”桑宁听着风雀一的话，眉眼带着怒火，狠狠的一巴掌拍去。啪！风雀一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捂着被打生疼的脸颊，无比错愕道：“娘娘！”见他根本不躲，也不似曾经那样暴怒的劝自己不要这样。桑宁有些疑惑起来，他真的不像是在装的，倒是像冯润生那般失忆了。莫非他也失忆了？我问你。桑宁思索了下，慢慢接着问：“你可记得假死要国师府地宫囚牢？”臣不懂娘娘在说什么，臣不知。风雀一努力想了想，但是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于是目光纯粹的回答。见他眼神清澈，并且表情认真，不像撒谎，桑宁也不得不暂时相信。加上之前他表现的种种不正常，桑宁很快便分析出风雀一似乎失忆了。但桑宁还不敢坚持这个想法，毕竟风雀一智商太高了，接近妖的地步。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他为了避免罪责装出来的？想了想，于是桑宁做出最后的测试，靠近他可以闻到他气味的地步停下。桑宁默默闭眼，风雀一口干舌燥地望着眼前的美人，大脑理智在告诉他不可以，但是男人的原始本能却让他不受控制的猛然低下了头，深深地咬住了桑宁的薄唇，疯狂的吸纳吐出再吸纳。桑宁忍不住呼出了音，听得风雀一再次沉陷。感受着对方的熟练技术，桑宁缓缓睁眼，盯着眼前这个演技炸裂的男人，猛然咬住了翻动的舌尖。啊！风雀一吃痛，猛然退后捂住嘴巴，舌尖破掉鲜血冒了一嘴。桑宁则笑盈盈地看着他，一脸惊恐痛苦的混合表情，以及顺着捂住嘴巴的指缝中泱泱渗出的血迹。看你还敢不敢骗我！桑宁表面装出一副凶凶的模样，内心其实慌得不行。毕竟他其实是浅浅咬了下而已，但不知道怎么会让他流这么多血。死变态不会血流干枯而死吧？死在自己的怀里？不行，这让贺兰英看见绝对要炸毛。不行，不能让他死在自己怀里。桑宁想到这，急忙也朝床后方退去，保持跟他一个距离，这样到时候别人问起来，桑宁就可以说与自己无关了。但是风雀一慢慢拿下捂住嘴巴的手，血居然停了。咧着嘴伸出舌尖来，风雀一模糊不清地说：“掉了多少？”他是指掉的肉。桑宁顿时秒懂，仔细看了半天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没多少，大男人那么娇气。”见桑宁退后躲着自己，风雀一苦笑几下，凑上前，像极了哈巴狗：“你总是这样心狠，不由分说就下这么重的嘴。”眼看风雀一慢慢逼近，一副马上就要扑倒他的架势。谁让你装失忆了？自找的，活该！桑宁吓坏了，这家伙想干嘛？看他那一副烈火焚身的变态模样，桑宁真的害怕极了。第187章，国师大人，你这是什么癖好？别看他平时口嗨得很嗨，实际上他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历。就如之前他回答风雀一的问题那般，他还没来得及品尝那滋味就穿书了。在这里这么久，桑宁也一直没有真的吃到肉，唯一一次跟贺兰英差一点，还是型号不服没成。此刻看风雀一一副大灰狼的嘴脸，桑宁抬起白嫩的两只脚丫，急道：“你再靠近我可就踹你了。”面对桑宁的威胁，风雀一坏坏的一笑：“呵呵，你尽管踹，多么干净漂亮的一双小脚脚呀，好想尝一口啊！喜欢还不够，怎么会嫌弃呢？”桑宁，这特么是什么怪癖？死变态，我可真踹了！
桑宁被他吓到了，双脚晃动，随时准备蹬他脸上。见此，风雀仪依旧没有任何惧色，慢慢靠过去，把桑宁一点点压迫到了踏醉里面，退无可退。嘶哈！风雀仪用了我配的新茶泡脚了，居然这样香。听着他的话，桑宁一脸问号。风雀仪实在太过了，有些过分夸张。疯子，你不当影帝可真白瞎了，把所有人都骗了，也差点骗了我。桑宁盯着他，气呼呼地埋怨着。要不是今天桑宁技高一筹，恐怕就真的被风雀仪装失忆给骗到了。影帝？那是什么？风雀仪自然不懂，立刻满脸凝重地追问道：是你那个世界的？不管是什么陌生的信息，只要与桑宁相关，他就很想了解与知晓。这可能就是爱一个人，便对他的一切都好奇。不过他也是真的会演，竟然把聪明绝顶的贺兰英都骗过了。桑宁点点头，话锋一转，怀疑地问：你不会还有什么变态阴谋吧？求放过，别搞我。不行，你换个人也行，别可我一个祸害。桑宁越想越怕，因为他实在太了解风雀仪了。这家伙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并且脑子贼可怕，轻轻松松便将所有人都算计其中。见桑宁如此聪慧，并且担心的诱人模样，风雀仪默默欣赏着，贪婪无比地凑到他面前，一手握着桑宁的脚丫，风雀仪一手搂着他的纤细颈部，热气呼了桑宁一脸，在他耳旁刻意呼出。看他一副走火的恐怖模样，桑宁直接开摆，薄唇微张道：来吧，我这身体说不定真的会死，求之不得。你威胁我？风雀仪眼中充满了疯狂，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。这个时候桑宁还威胁他，结局只能是不会阻止他，反而会激怒于他。我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瞒过贺兰英的？桑宁盯着他，求知欲爆棚，像极了吃瓜群众。从了我便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风雀仪眯着眼，无比迷离地望着衣衫不整的桑宁，见他学起了自己，居然玩起了交换条件。桑宁想了想，实在是好奇这件事，大不了最后桑宁耍无赖便是，凭风雀仪也不敢对他怎么样。行啊，你告诉我了，我自然就陪你凤倒金銮。桑宁还不忘记对他抛了个媚眼，顿时给风雀仪看得头皮发麻，浑身都酸软无力，骨骼酥麻。本就人间绝色，如今二人肢体亲密，又身在榻上最深处，一个气息，一个眼神就足以杀伤力拉满。凤倒金銮，好一个凤倒金銮啊！风雀仪被桑宁随口的色词给戳中心口，满足地重复了几遍后，才慢慢说：那天陛下突然发难，在国师府逼我就范，我便知道大势已去，只要离开便有去无回，所以我假借包扎伤口的时候，趁机服下了失忆药的解药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一直在心里不断暗示，我确实不记得你了，一定不能露出破绽，不然不止无法拥有你，还要孤独死去。桑尼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怕死，但是我怕没有你的世界。解药我也是第一次吃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功效。幸运的是，确实有效，所以我经常碎碎念警示自己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本能，旁人自然是信以为真。风雀仪停顿片刻，沉吟了许久，指尖挑着桑宁的尖下巴道：若不是你用那种方式逼我就范，我还无法逃脱这种本能，下意识认为我依旧失忆了。疯子，果然是疯子。不过桑宁除了惊叹他的可怕城府、演技外，最关心的便是失忆药的解药了。他果然有解药，是不是可以救冯润生了？于是桑宁便思索起来，怎么能得到解药呢？如果让他直接去救，以风雀仪的性格，只怕是只有失忆的他才肯。毕竟这药就是他为了独占自己才给冯润生下的，他又怎么会因为桑宁三言两语就去解了冯润生的毒呢？有了！桑宁突然来了主意，便开口说：你想不想独占我？桑宁，你说呢？风雀仪深情地凝视他，轻轻地吻他额头。桑宁忍着痒痒的感觉，接着说：那你把失忆药跟解药都给我一份。为什么？风雀仪似乎猜到了什么，但是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他不敢确定。要贺兰英啊，他马上就跟我大婚了，你不急吗？哎，我的天，我都替你愁，你居然不上火！桑宁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嘴脸，给风雀仪说傻了眼，白质的容颜微微流汗。风雀仪，桑宁停顿了下，一脸落寞地说：皇宫有什么好的？我一点不喜欢这里，说白了只是大一点的囚牢罢了，所以我们一起下药，让他失忆忘记我，这样你就可以带我远走高飞了呀。果然如此。风雀仪听完了桑宁那疯狂的想法后，便喜上眉梢。其实他下一步的计谋便是如此，只是风雀仪本来打算大婚当天将药下在酒水里，趁机向贺兰英敬酒时让他中毒失忆。然而想不到渴望自由，想跟自己远走高飞的桑宁，居然跟他想到一起去了。风雀仪开心坏了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居然跳了起来，大喊大叫：太好了，桑，我们终于心在一起了。桑宁，第188章，就像我一生不会忘你那样。拉着桑宁的手，
风雀仪认真的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还怕你因为假死跟囚牢的事，你会记恨我。想不到你真的很理解我，还愿意帮我对付贺兰英。桑宁，你今天给了我太多惊喜了。”这些情话把桑宁说的有些汗颜，根本听不下去了。于是桑宁拦着他，用指尖按住他的嘴巴，轻轻地说：“不用说了，都在药里了，时间不短了，快把药给我吧，别让外面皇帝的人怀疑了。”风雀仪万万想不到，聊了许久贺兰英与他的话题，而桑宁的目的却跟他们毫无关联，实惨第一人了。桑宁自认为对这些纸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不过相处久了，自然而然都会有感情，不只是心疼冯润生，包括为了桑宁白了头的贺兰英，以及死变态风雀仪被贺兰英发现阴谋后，桑宁对他的担心一点也不少。还有忠心耿耿爱得很卑微的于谈，桑宁在得救后不止一次想要救他见他，只是阴差阳错一直没有消息，所以桑宁并没有意义上偏爱哪一个，也没有玩弄任何人，只要是真的感情真的心，他会一一善待而已，仅此而已，未有其他。其实也是桑宁看冯润生目前这个样子实在痛心，明明什么都忘记了，却还一如既往的热情如火，恨不得天天跟桑宁粘一起，哪怕在寺庙桑宁故意扎他心，让他知难而退，也没有吓退冯润生，反而激发了他与贺兰英争斗的野心，闹出了一系列的事情，连带着差点让冯秋华杀了自己。他虽然没有活下去的想法，也很喜欢摆烂，但穿书一次，桑宁想总应该去主动做点什么。冯润生还年轻，如果桑宁让他一直失忆下去，某一天桑宁真死了，或者成为皇后了，那么冯润生岂不是会痛苦一辈子？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桑宁让他恢复记忆，想起了曾经的种种仇恨。在仇恨面前，或许自己大昏了，故意远离他，无法跟他在一起，对他的伤害也没有那么大了。就算伤害无法避免，至少冯润生记得前因后果，哪怕桑宁辜负了他，也不会心里难安。白色纸包的是毒药，黄色只是解药。忽然风雀仪紧皱眉头，疑惑地看向桑宁道：“你不是给他下药？既然如此，你要这解药做甚？”桑宁愣了愣，于是笑道：“你傻吧？肯定是一起用膳或者喝什么的时候下，我也要陪同。莫非你想让我失忆，把你忘了？”听他这样说，风雀仪这才彻底放心，松了口气，抱住他道：“当然不想，你永远也不要忘了我，就像我一生不忘你那样。”桑宁在他怀中小心翼翼将2包纸藏好，这才仰头主动亲了他脸额一下。感受到桑宁那凉凉的薄唇，风雀仪再次热血上头，坚硬如铁的丑陋无比，不偏不倚，刚好接壤在桑宁的小腹。只要下1寸步，那便是剑入鞘，双云相撞，天崩地裂，山海颠覆，自己解决。桑宁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一副只管杀不管埋的架势。风雀仪看他一脸的落寞以及痛苦的表情，桑宁多少也有些于心不忍了，奈何这身体遭不住啊。风国师，娘娘的病看好了吗？时间不早了，陛下若知道您还未离开，我很难做的。殿外突然传来了韩硕的催促，风雀仪脸上闪过一抹怒色，这种被人监控的滋味，他一刻也不想遭受了。见风雀仪一脸不快，桑宁便柔声安慰道：“快去吧，等中毒后自然会通知你来诊治，趁机你带我走。”“好，那你一切小心。”想起这个，风雀仪顿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他眼神都亮了几分，于是乖乖地离开了。见他离去，桑宁这才松了口气，整个人病恹恹地躺下。桑宁觉得浑身无力，一天的力气就在刚刚全使完了。能够骗住智商近妖的风雀仪，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。桑宁抓住了他想独占自己的心理，一步步让他深陷泥潭。或许以风雀仪爱惨了他的模样，哪怕明知是泥潭，他也会义无反顾地踏入吧。哈哈，桑州王你也太较真了吧，朕说的不过是玩笑话而已。很快殿外传来了一阵喧闹声，听声音是贺兰英的。躺下休息的桑宁微微皱眉，这好不容易送走了一个，马上又来了一个。天，他想死一死。参见陛下。韩硕的声音响起。那个家伙走了没？贺兰英语气充满厌烦地问。走了。韩硕如实回道。吱嘎，店门打开，贺兰英一脸醉意，浑身酒味，跟楚玉勾肩搭背地走了进来。陛下慢点。看着二人走路都有些不稳了，跟着二人的楚宪连忙提醒一句：“无妨，今天桑州王特地回来参加朕的大婚，朕很开心。”贺兰英满脸发红，目光寻找着桑宁的身影，当发现他卧榻而躺后，便笑着走了过去。桑，朕的皇后，朕来看你了。贺兰英3步1晃地来到贵妃榻前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醉眼就那么痴痴看着桑宁。这么大的酒味，你是喝了多少？桑宁刚要入眠，便被吵醒，有些恼得不满道：“回娘娘，陛下一开心便多喝了几杯，请娘娘不要怪罪。”楚玉见桑宁不悦，忙上前一步帮他说话：“是的，
朕很开心，桑州王把桑州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没有辜负朕的期望。贺兰英半睁眼便凑到桑宁跟前，丝毫不顾旁人在侧。也不知道今天他究竟喝了多少，原本酒量不错的他，如今却醉态百出。你辜负我的期望了，你熏到我了。桑宁捂着鼻子，一脸嫌弃。对不起桑，别怕，朕马上去洗。贺兰英见桑宁不舒服，二话没有立即起身，随即走向盥洗室。王成立刻吩咐几个太监跟了上去，伺候贺兰英沐浴。兄长，我到外面透透气。或许是贺兰英不在，单独面对桑宁压迫感太强，楚宪急忙跑了出去，去找韩硕聊天了。如此偌大的月桑殿，只剩下了榻前的楚玉与桑宁四目相对了。知道他目前是自己家乡的封疆大吏，裂土封王。桑宁便好奇地看着他，这个魁梧不凡精壮的帅气男子。楚玉突然被桑宁这样看，只觉得脸火辣辣的，十分害羞与紧张，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猛烈跳动。楚玉不敢开口，他怕心脏从嘴巴中飞了出去。真的好帅，与贺兰英他们相比也不逞多让了。第189章，娘娘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娘娘，你妹妹桑莹呢？陛下非说我心仪她，吵着要赐婚呢。楚玉还有一种很吸引人的腼腆特质，看得桑宁一时间都走了神。娘娘，楚玉看着肤如凝脂的桑宁，突然也移不开眼睛了。回想起之前人多时相见，他就是这样看着自己。桑宁难得脸色微红道：“我让红蕊带他出去玩了，这贺兰英酒量也太差了，喝醉就乱点鸳鸯谱。”是啊，娘娘，臣怎能奢望娶公主？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楚玉点点头，便自我嘲讽道：“所以便与陛下一同来问桑莹小公主意见，与陛下说清，莫要污了公主清誉。”楚玉继续解释道，眼神始终没离开桑宁的脸与曼妙身姿。对，不能毁了妹妹清誉。桑宁突然惊坐起，下了榻，走到楚玉面前。见此，楚玉微微躬身抱拳，直接说：“那是自然。那请王爷来毁我清誉如何？”桑宁微微张口，粉粉的舌绕着薄唇转了一圈。楚玉听桑宁说这种话，楚玉就很来火，整个脸更红了，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，看起来又无助又可怜。他心想，娘娘这是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桑宁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，靠近他面前，距离毫厘间，挥手捏向他的臂膀。二头肌高高隆起，结实又充满了弹力，捏得桑宁12分舒爽，从头到脚的畅快。新鲜美男就是让人快乐。桑宁刚刚的疲倦一扫而光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鲜美男的浓厚兴趣。见楚玉脸红的跟开水壶似的，低着头都不敢看他了，桑宁忍着笑意开口说：“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了？”楚玉立刻慌了，刚刚被桑宁一番操作言语下来，他如今已经是方寸大乱，整个人也前所未有的热血沸腾，铠甲下方的裙摆都不断被某物随着他的走动而震荡，所以他很难受，因为从小与普通男孩的不同，让他吃尽苦头，被别人耻笑，把邻家的姐姐吓哭，所以这是他的资本，也是他的难言之忍。娘娘恕罪，臣不敢。最终从腼腆非凡的楚玉嘴里只能憋出这句话来，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。桑宁吐气如兰的道：“是不敢，还是敢，但没那个胆子。陛下可在里面洗漱呢，你不说实话，我可叫了。”听到桑宁这种威胁话语，楚玉的酒醒了大半，吓得连忙一把捂住他的嘴。娘娘慎言啊，臣绝无非分之想。1，娘娘你别逼臣了。2，看着还要继续数下去，自己似乎不承认，他便要叫贺兰英。楚玉彻底崩溃了。我承认。桑宁，3还没数呢，他咋这么沉不住气？楚玉若知道桑宁心中所想，恐怕都想骂人了。贺兰英的可怕，楚玉在桑宁数到1时就怕得想说实话了。要不是桑宁数得太快了，楚玉一时间没跟上，2都不必数了。楚玉承认后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一张浓眉大眼的脸颊上被一缕缕红晕所覆盖。哟，聊得挺热闹啊，说来听听，你承认什么了？刚刚洗完澡的贺兰英光着精壮的膀子，露出一身腱子肉，湿漉漉的白发披在脑后。见楚玉对桑宁大声喊着，贺兰英便好奇地打趣问道，内心则提起万分警惕来。该死，一不小心竟然把楚玉一个人留在这里了。桑宁也不生分，楚玉也不见外，看两人有说有笑的，聊得倒是挺自在。不过自信的贺兰英根本没多想，只是单纯吃2人聊天的醋意罢了。桑州王对他的忠心，贺兰英心里清楚，是不需要怀疑的。这也是贺兰英放心让他去治理桑州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一个信任。楚玉也没让他失望，反而把桑州发展的逐渐繁华，有了未来大城市的雏形了。能力与忠心在整个大境来说，可以不夸张说是唯一了。看贺兰英吃醋，桑宁靠近他一些，眼睛盯着那一身腱子肉，指尖从上到下慢慢抚过，还挺细心，知道我喜欢闻这个味道的香料，有心了阿英。贺兰英的确让人在水里加了月桑店常用的香料，
得桑宁认可与夸赞，脸上也是出现一抹笑容。你喜欢就好。不知怎的，突然看桑宁将目标放在贺兰英身上，楚玉心里无比失落起来。看着互动的贺兰英跟桑宁，楚玉内心极其渴望起来。要是他跟娘娘这样相处，该多好！哪怕放弃这裂土封王的尊贵身份，放弃财富与名利，他也是甘愿的。只是楚玉心里一阵苦笑，他区区一臣子，又如何比得过95至尊的贺兰英？娘娘刚刚也不过是拿他打趣罢了，可笑至极，自己却迷了眼，不该当真，却偏偏当真了。回陛下，因娘娘不信这是臣私礼，臣在说承认冰丝水晶床乃是桑州百姓自发为昭宁君送与娘娘的。楚玉见他们在面前甜蜜互动，便忍不住立即开口打断，并非臣私人相送，因顾及陛下君威，这才不得不欺君，请陛下治罪。说罢，楚玉拍拍裙摆，竟然跪下了。见此，贺兰英一手拉起他，好笑地说：“朕有那么不开明吗？你大可实话实说，何罪之有呢？赶紧起来吧。”谢陛下。楚玉缓缓起身，察觉到桑宁终于注意他了，疑惑地看着他。昭宁君已经投诚大晋，桑州百姓还能心中想着他与桑桑的好，足以证明他们兄妹在百姓们的心里分量很重。停顿了下，贺兰英轻轻搂着桑宁的细柳腰，沉声接着道：“如今他们都是朕的人，名声越好，代表朕越没看错人，这是好事。”桑宁听着他的肺腑之言，也颇为动容。陛下圣明。楚玉无比佩服地说。看向怀中的桑宁，贺兰英奇怪地问道：“你妹妹桑莹呢？朕看桑州王跟她挺相配，不如赐婚如何？你有没有意见？”“你都想赐婚了，还问我？”桑宁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压根没感受到商量的意思。见此，贺兰英哈哈一笑，恢复正色道：“你是她姐姐，自然是要问你的意见，朕不能擅自做主啊。”“陛下呀，我觉得你真心想问，还是问问桑州王愿意不愿意吧。”桑宁巧妙地将问题抛给了楚玉，搞得后者顿时面露苦色。“娘娘啊，你还真能踢皮球。”第190章，爱卿，你眼睛怎么了？沉默了片刻，贺兰英目光扫向楚玉，淡淡的问：“爱卿，虽然之前是朕开玩笑的，但如今你若有意，便还会赐婚于你。”“陛下，臣配不上小公主，不要损了她清誉。”楚玉冷着脸，十分反对的表明态度。“参见陛下，见过桑州王姐姐。”桑莹在洪蕊的带领下，很是乖巧的行礼。“你来的刚好，朕问你是否喜欢桑州王？若你点头，我便赐婚。”贺兰英似乎酒还没醒，如今抓着赐婚这是不放了。“陛下，我没意见。”桑莹说完，便害羞地低下了头，想看又不敢去看楚玉的表情。楚玉见他居然同意，那是相当震惊的，但又不好开口拒绝，那岂不是辜负了贺兰英的一片心意？思来想去，楚玉只好态度强硬地说：“陛下这样问公主，自然不便拒绝。此事重大，还请陛下让小公主有些时间思考。”“哈，是朕考虑不周了，那便如此吧。”贺兰英点点头，倒也没拒绝。至于桑莹见陛下要赐婚，就已经快幸福晕了，又怎么会在意多等段时间呢？他完全没听出楚玉缓兵之计的意思，心中开心的小鹿乱撞。桑宁看得皱眉，这家伙到底几个意思？这个狗皇帝有些反常啊，他又有什么套路？算了，不管，与自己没关系，索性桑宁也懒得听了。狗皇帝在这碍眼，新鲜帅哥又看不成了，桑宁顿时没了兴趣后，整个人觉得累了很多。“洪蕊，扶我休息。”桑宁指着贵妃榻对洪蕊吩咐道。“是，娘娘。”洪蕊贴心地走过来，面色喜悦，只要亲近桑宁，她便莫名的开心，仿佛是由内而外的，她也控制不了。轻轻地拉着桑宁的手，洪蕊扶着她回到了贵妃榻上，让她缓缓躺下休息。洪蕊刚想站到一边，桑宁却没松开她的手，反而抓紧了几分。洪蕊皱眉看着她，不懂桑宁什么意思。“娘娘。”她的手暖暖的，刚好可以帮桑宁暖手，于是便舍不得撒开了。“别动。”“是。”洪蕊没办法，只能站在一旁陪伴，盯着还没有离开意思的桑莹跟楚玉。贺兰英干咳了几下，疑惑道：“夜深了呢？”“是啊，陛下，夜深了。”楚玉目光偷偷瞟向榻上的一袭红衣曼妙身影，配合这句话便多出了一层意思。桑莹倒是没听出什么，在一旁附和的点点头。贺兰英是自己表达能力差，他们怎么听不出感人的意思？“你们下去休息吧。”无奈，贺兰英只好对他们挥挥手。“啊，陛下还未正式赐婚，这怎么好呢？”桑莹明显是误会了，还以为贺兰英让他跟楚玉一同去休息。楚玉也是不解地看向桑莹，这小公主多少有点太吓人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就想着这事儿了。这种事也是能随便误会的。嗨嗨，桑莹你在想什么呢？朕是让你回偏殿休息，而桑州王回朕的养心殿。贺兰英看着桑莹一脸发红，一副随时就要答应跟楚玉走的模样，顿时解释起来。听清了贺兰英的意思，桑莹已经没脸见人了，
整张脸惨白惨白的，尴尬的要死。呆愣了许久，桑宁捂着脸，扭头快速跑了出去。楚玉跟贺兰英互相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脸上看出了一抹无奈。那晨便告退。楚玉躬身弯腰的空档再次瞟向贵妃榻，甚至都不想立刻起身，只想这样一直看下去，他便满足了。竟然也是一副爱惨了他的样子。可爱卿眼睛是怎么了？总瞟哪儿呢？贺兰英本来不想点破，但是这小子似乎有点没皮没脸，他实在忍不住开口了。闻言，楚玉心里咯噔一下，被他发现了。自己竟然因为贪恋多看家人那几秒，被贺兰英发现了，实在是不应该，今后怕是要被他重点关照了。路上没休息好，有点斗鸡眼，陛下见笑了。楚玉脑瓜也快，笑着做出了回答。看着他斜着眼睛的样子，贺兰英忍着笑意，姑且相信他的摆摆手，那爱卿快去休息吧。诺。于是楚玉不情不愿地退出了月桑殿，在弟弟楚宪的带领下直奔养心殿。安静，殿内只剩下了贺兰英、洪蕊以及榻上已经入睡的桑宁。狗皇帝一直赖着不肯走，还在这里洗了澡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想干什么。就算他准备那是留到大婚当晚，这酒意上头，长夜漫漫，绝对是难解寂寞了，这才想找自己解闷。对于这些小男人的小心思，桑宁那是拿捏得死死的，索性直接装睡，惯用伎俩，还让洪蕊在一侧护着。贺兰英只要不是失控，便不会怎么样了。果然，把人都赶走后，贺兰英便准备做点坏事再说，但一眼便看见了洪蕊，桑宁还拉着他的手。此刻微弱的鼾声响起，居然是睡着了。贺兰英看了半天，还是慢慢走了过去。陛下，娘娘睡了。对于贺兰英的想法，洪蕊岂会不知，立刻拦着贺兰英，提醒她桑宁睡了。贺兰英也听出来了，摆摆手无视他的劝告，霸道的附身而下。陛下。洪蕊见了十分担心，便再次提醒。闻声后，贺兰英微微回头瞪了他一眼，仅此一眼便让洪蕊后面的话全部咽下。这位少年天子的嗜血逞凶，那是出了名的，死人堆里带来的醇厚杀意，令洪蕊全身如坠冰窟。强大的气场与霸道将洪蕊震慑当场。贺兰英便再次回过头，继续朝桑宁的面前靠去。如果今天劝他的是绿枝，或许念及救驾之功，贺兰英还会隐忍，但洪蕊则完全不够资格。贺兰英看待他，不过也是给他一将功补过机会而已。装睡的桑宁只觉得一阵风袭来，带着阵阵的香料味，掩盖住了淡淡的酒味。一手拉下帐帘，贺兰英便靠了上去，侧身躺好，双臂抱住了桑宁。桑宁轻哼了一声，贺兰英微微一笑，像是看破了他的伎俩，贴在他耳旁吐气如兰，缓缓道：“朕便要看看你能装到何时。”洪蕊见桑宁仍然不肯撒开他的手，内心深处狠狠触动了，仿佛心爱的人在自己面前即将被夺走那样。洪蕊抽抽鼻子，皎月般惊为天人的脸上闪过一丝狠色，默默提起了木案上的陶瓷花盆。洪蕊一手托起，拼命的就要砸向贺兰英后脑。第191章，洪蕊竟是男儿身。呼！关键时刻，贺兰英却自己倒下了，头一歪，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洪蕊你！而桑宁察觉到，也睁开了眼，便看见了单手端着花盆准备行凶的洪蕊。在他看来，洪蕊又想杀害贺兰英了，便非常的吃惊。洪蕊见桑宁发现了自己的行为，也不慌张，慢慢放下了花盆。娘娘，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，哪怕是皇帝也不行。缓了缓，洪蕊继续说：“我会护你周全。”这一幕倒是挺触动桑宁的，对洪蕊以往的印象也立即改观了许多。桑宁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，如果不是知道这些本就是纸片人无法穿越，甚至桑宁都怀疑他是不是穿越替换了原来的洪蕊，就像桑宁自身那样。毕竟桑宁清楚，按照曾经的洪蕊是绝对不会如此为自己着想的，否则曾经又怎么会教唆他去杀贺兰英？不管成功与否，结局都是一个死字。所以说，桑宁越来越看不透他。第六感觉的戒娘们不是一般人啊！啊！深情说完的洪蕊突然看见一只细嫩的手迅速伸来，顿时吓得惊声尖叫，想躲已经是躲不掉了。桑宁那如灵蛇般的小嫩手直接来了个猴子摘桃，入手第一触感便是握不住，根本就握不住。桑宁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只是猜测而已，没想到自己特么猜对了。握着滚烫，桑宁顿时慌的一批。可那个我……桑宁第一次觉得很窘迫，看着一脸通红的洪蕊，开始结巴。洪蕊被抓着要命处，也是头皮发麻，一张俊美的脸蛋上表情变幻莫测。难道这是天意吗？自己女装大佬的身份即将被识破了。洪蕊内心三连问，深吸口气，缓缓道：“娘娘，若我说你摸到的是暗器，拿来暗杀贺兰英的，你信吗？”啊，暗器吗？那不是应该冰冰凉？桑宁奇怪的说完，还捏了几下。你看，还蛮有弹力的，
什么暗器能如此绵软又坚挺？你这暗器是什么狼牙棒吗？问完后，在洪蕊羞耻的表情下，桑宁继续冒着虎科，还挺讲究的，杀个人你还消毒，拿热水烫过了。洪蕊，你应该不是为了哥哥跟桑国吧？见洪蕊被拆穿，一脸惊讶，桑宁慢慢分析道：如今我们已经臣服，你若还搞暗杀，会给哥哥与我带来灾难，所以你是为了别人卖命。对于桑宁准确的分析，洪蕊自是十分震惊，沉默片刻，慢慢道：娘娘，不管我是为谁卖命，你记得我都是会护你周全的。护我周全？那你为何还要刺杀？桑宁皱眉疑惑地反问。见此，洪蕊笑了起来，一笑足以治愈世间的一切。桑宁看得呆住了，太好看了，皮肤细腻的洪蕊，眉宇间的英气难以掩盖。娘娘，请问我继续刺杀了吗？洪蕊的话很直白，也不难理解，无非在说为了护桑宁，他才一直迟迟不动手。毕竟只要他动手，遭殃的肯定是桑宁跟桑琪无疑了，不管成功失败都是必然。我明白了。桑宁也懒得管他到底为谁卖命，不管为谁，只要他听话不乱来，便任他去了。至于安全问题，倘若洪蕊真想动手，此刻贺兰英早就死无数次了，所以桑宁自然不担心这个问题。娘娘，您的手可以撒开了吗？洪蕊有些尴尬，目光看向桑宁的手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桑宁临拿开前，狠狠又掐了一把。只见洪蕊表情扭曲，疼得直吸凉气，差点翻白眼了。桑宁吓了一跳，暗道：我去，有这么夸张吗？看他这样，很多表演痕迹在里面啊。娘娘，你干什么？洪蕊再好的脾气，此刻也满腹怒火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狼牙棒。桑宁搓搓手，坏笑着说。洪蕊气得发晕，皱眉道：结果呢？假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桑宁已经基本断定了，眼前这个婢女压根就不是原来的洪蕊，而真正的洪蕊去哪了？洪蕊呢？你把她怎么了？杀了？桑宁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家伙十分可怕，看不懂他。红颜盯着桑宁，纠正道：我叫红颜，洪蕊是我的双胞胎姐姐，早在监狱时我便偷偷把她救出，跟她做了交换。原来如此，那他人呢？桑宁虽然震惊，但面色还算平稳，追问道：被我关了起来，暂时很安全。娘娘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，不要逼我了。红颜慢慢靠近桑宁，直到与他脸贴脸的距离止住。桑宁也懒得去逼问什么，自己不知道哪天病发身亡了，哪管得了那么多。算了，伺候我休息吧。桑宁转身就要回到榻上休息，突然一条结实有力的臂膀从身后抱住了桑宁，力量巨大的把他弱小娇躯紧紧锁住。桑宁全身一震，被红颜的举动吓个半死。红颜，你要干什么？桑宁眼神瞟向睡得跟死猪一般的贺兰英，意思很明显，皇帝还在这里，你敢放肆？可这次桑宁估错了，红颜眼里并没有什么天子，他只在意桑宁以及桑国。娘娘，从陛下让我回来伺候你的第一天起，我便迷上了你，只是碍于身份，我不敢表现出任何兆头。红颜性感的唇紧紧凑在桑宁耳朵上，边呼气边悄声说着。现在好了，你既然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，我便不用再去苦苦压抑这种情谊。红颜强行把桑宁转过了身，正对着他，盯着那妩媚的薄唇，红颜再也控制不了，慢慢低头凑了下去。桑宁只觉得一切太突然了，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突然就发现个女装大佬，突然他就深情告白，现在更是要亲他。桑宁不免心脏狂跳起来，不得不说红颜的颜值是十分在线的，换到现代也是吊打一众小鲜肉的存在。虽然他对帅哥一直着迷，不过桑宁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啊，毕竟之前一直拿红颜当姐妹相处，现在姐妹突然想跟他动感情走心，这谁能一下接受的了？眼看着红颜的唇越来越近，即将就要接触到了桑宁的薄唇时，第192章煎熬的风雀衣。等等！桑宁偏过头躲开了红颜的唇。红颜一脸疑惑，从桑宁对他的态度上看，应该是不反感他的，且他对自己的颜值也很自信，认为这世上不会有哪个女人见了他的容貌可以坐怀不乱。所以红颜此刻十分不解，盯着桑宁等待他的解释。我还没准备好。桑宁头一次紧张了起来，手心都冒汗了。这跟女装大佬头一次，当真是刺激死了。闻言红颜笑了，看得桑宁又失了神。便是趁着这个机会，红颜不去啰嗦，反而缩落了起来。嘶哈，二人唇间相触，久久不分开，等分开时都已拉丝。那透明的唾液从二人唇上扯得很长，桑宁都看不下去，闭上了眼。红颜倒丝毫不介意，贪婪的吸吮到嘴巴里，指尖捧起桑宁的脸，轻柔地说：娘娘，不需要多久，我便能永远与你在一起，你相信我可以吗？你爱得这么突然吗？桑宁木讷地看着他疑问道。深情的红颜闻言顿时低下了头，沉默了起来。
桑宁以为自己无意间伤到了他，便弱弱的开口道：“其实我不是那个意。10天后你就会知晓一切。”红颜卖了个关子，微微抬头，满脸自信。听他这样说，桑宁虽然好奇，但知道就算问他也不会说，索性就罢了。我相信你，你最棒了，赶紧睡吧。桑宁躲开他的怀抱，直径地走向贵妃榻。见此，红颜盯着贺兰英，露出一抹怒色，片刻后便悄然退下了。10天而已，转瞬即逝，他不急于一时。的确，这10天时间确实转眼飞逝。这晚过后的第2天，红颜再次变成了红蕊，贴心的如往常那般伺候桑宁，并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了。桑宁也没把他说的10天后当真，早就忘在了脑后，自然也没有揭发他，毕竟他懒得揭穿。晋晨每天白天都陪伴着桑宁诵经，只是察觉到桑宁对此不是很有兴趣后，便缩短了很多时间。多余的时间便陪桑宁聊天，二人聊的内容很广泛，让桑宁有种错觉，他会不会就是现代的邻家哥哥？毕竟他很懂桑宁，桑宁对他说一些抱怨的话，例如宫内不舒服、古代生活好无聊等等，晋晨居然都能理解他，这让桑宁十分开心，总算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共鸣了。桑宁自然也会说自己病魔缠身，不想活着，想早点死去投胎的话，还问晋晨是否真的有轮回。对于这点，晋晨说了一堆佛家的理解看法，桑宁自然听不太懂，逼得晋晨没办法，只能直白地给他解释了一下轮回。所谓轮回，便是因果循环，生死更替，是真实存在的。至于能否真的轮回，只有多积善果才得善因。10天的陪伴，晋晨跟桑宁从陌生逐渐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，桑宁对他的好感也直线上升，加上他那另类的样貌，不一样颜色的眼人都深深吸引着桑宁。要不是他的身份，桑宁早就忍不住下手了。所以桑宁一直压抑着内心的喜欢，只单纯将他当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。至于楚玉，从那一晚后便一直没见过桑宁了，也不知道是贺兰英故意安排不让，还是楚玉主动避嫌。只是那晚上2人的情愫还时常在楚玉的脑海里回放，让他倍感煎熬，十分压抑的痛苦着。奈何身份差距，楚玉只能选择隐忍。冯润生期间来过几次，也都被贺兰英让人拦住了。大婚在即，除了每天必须给桑宁看病的风雀仪外，任何人都难以见到桑宁。贺兰英的看护已经夸张到了恐怖的程度。韩硕跟楚宪也是得到皇命，任何人的面子都不给了，将整个月桑殿守卫的密不透风。能够给桑宁看病的风雀仪虽然能见到桑宁，但也很苦恼，因为每次贺兰英都在一旁监督，风雀仪根本就说不了任何知心话。看完后，贺兰英就会急着赶走他。风雀仪每次离开出了殿门，都会咬牙切齿大骂一番狗皇帝。整个皇城上到太后，下到宫女太监，都在张罗着皇帝与皇后的大婚。桑琪跟桑莹身为娘家人，自然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因桑州太远，只能将月桑殿设为了娘家房。贺兰英当天要亲自来接桑宁，并且出了皇宫，在百姓街道大张旗鼓巡游一圈皇城，最终回到皇宫进行祭天仪式才算礼成。总之，皇宫里人人喜上眉梢，全部都满脸的笑容，替皇帝跟皇后的喜结连理而开心。10天后，今天便是贺兰英迎娶桑宁的大婚之日。整个皇宫早已布置妥当，宫墙还是各个殿中都挂满了红色的喜庆绸缎，每个人都变得忙忙碌碌。偏偏风雀仪被陈静一就锁在鹿院，他想出去参加婚礼的幻想彻底破灭。风雀仪看着一脸严肃持剑把守门口的陈静，暗自思索出去的办法，否则他便只能等候桑宁的消息了。如果桑宁失败呢？风雀仪心急如焚，根本不敢去想，无奈地回到殿内，坐在茶桌前，风雀仪煮起了茶。等煮完毕，风雀仪看着外面有些寒冷的天气，温和地笑道：“陈将军，不如喝杯茶暖暖身子。这陛下大婚的喜酒，你我都喝不到了，而我是没办法，你纯属被我牵连的，也算为你赔罪了。”风雀仪连连几番话语下去，把陈静说得五迷三道的。风国师，陛下曾特意吩咐过，就算可死，也不得喝大人您的一口水，10一粒饭。看着递过来的浓茶，陈静微微抱拳，十分歉然地回应道：“风雀仪。”还想继续表演的风雀仪立刻如霜打了的茄子，逃走的计划被识破，重新回到屋内急得转圈圈。该死，风姨他们是死了吗？老子被困在这里这么久，一点动静没有，这不正常。风雀仪感觉风家4兄弟太不正常了，按道理自己失去联络这么久，他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那么唯一的可能，他们正在筹划什么救自己的大计。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风雀仪望着门口，眼神忧伤且苦痛。第193章，你所谓的好，真的好吗？桑宁马上就要成为皇后了，可她却只能坐在这里。风雀仪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彻彻底底的废物。
身为男人，连心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，无法左右这必定的结局，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除了等待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这种滋味让风雀仪特别煎熬，每分每秒都是苦闷的。这些事他即便不想思考，但也都一股脑地钻入脑壳中，让他头痛欲裂。甚至他都想跟陈静拼命，说什么也要冲出去破坏他们的大婚。哪怕陈静杀了他，风雀仪也不后悔。为心爱之人而死，后悔什么？没什么可后悔的，反而如同废物坐在这里，才最让人后悔。身无缚鸡之力的风雀仪确实是疯了，居然都有了找一等高手陈静拼命的念头。他怕不是未等出手，就会被陈静一击毙命。风雀仪面露惆怅，又有几分落寞在脸上，看起来早已无了往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、智谋近妖的绝顶军师风采了，更有几分苦楚，让人见了心生怜意。晋国公府邸大厅中，冯德山一身朝服，威风凛凛地看着跪在面前的儿子。一旁的冯秋华也是连连叹气，想劝又不敢劝。经过上次对桑宁动手后，他深刻发现姐弟的感情不复从前了，甚至比冯润生失忆之前还要恶劣了。这趁着失忆好不容易回归往日的情谊，转瞬间被他亲手葬送了。冯秋华懊恼也好，后悔也罢，此刻最要紧的是阻止冯润生去参加大婚。这是陛下亲自下达给冯德山的口谕，意义不用言表，无非是不想看见冯润生出现，并且防止他发疯做些过激的事情。跪在地上的冯润生面色鲜嫩雪白，仿佛从神话中走出的少年，全身都是少年感。今天他穿了一件红色长衫，胸前还绣了几朵鲜艳的大红花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，竟然喜庆得很，也帅气的令人看了深受震撼。世间美男何其多，如小将军这般独一无二的倒是罕见。就他这副打扮，若是让他去了大婚现场，陛下还不被气个半死。搞不清楚的还以为他是当天的主角，取得美人归的新郎官。润生，你就别给爹添堵了，这是陛下亲自下的口谕，难道你想让爹抗旨？整个冯家弃之不顾吗？冯德山花白的胡子发抖，颇为生气地压着怒火劝道。紧握着拳头，少年将军热血难凉，此刻已经听不进了任何劝言。哪怕这话是冯德山说的，哪怕冒着抗旨的大逆之罪，他也不会放弃。否则今天过后，一想起桑宁将是晋国皇后，与贺兰英成双成对，他的整颗心就碎了又碎，万箭穿心之痛也不为过。泪水上涌，冯润生悲伤的浑身发抖，声音也是颤抖，几乎从未有过的恳求口吻道：父亲，请您成全儿子吧，她是我今生最爱的姑娘，没有她我就死了，您就没儿子了，请父亲务必成全儿子。说罢，几颗透明豆大的泪珠掉落在地上，冯润生下面的地板很快湿润了一大片。冯润生双手扶住地面，疯狂地用额头撞了下去，砰砰砰的磕头声响起，听得一旁冯秋华也是双目含泪，心碎不已，偏偏又无能为力。感情这回事，他还是了解的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，不会理智处理的。很快，地面就被磕出了道道血迹，冯润生的额头也肿了一个大包，看起来像寿星佬那般，虽然没那么夸张。弟弟，你冷静一些，看着你这样，阿姐真的心痛。冯秋华上去试图拉着冯润生，不让他继续折磨自己。阿姐，我不会原谅你的残忍，虽然你没有得逞，但是你明知道若他死了，弟弟也会死，你还这样做，你根本就没有替我考虑过。你只是自私的认为对我的好便是好，根本没有想过这些好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不是站在道德最高处的绑架。冯润生一把推开他，把他推翻在地。冯秋华一时不稳，手腕摔破了几道伤口，鲜血流了一身，剧烈痛意也没有心理上更痛。你居然是这样想的？冯秋华眼泪流了一脸，天仿佛崩塌了一般落寞。真正的好，是我之所爱便是你之所爱，你若做不到阿姐，我劝你收起你所谓的好，我不需要。冯润生暴跳如雷，狂躁无比地对着冯秋华发泄着不满。听着这些剜心挖肺的话语，冯秋华掩面剧烈抽泣起来，内心也在反思自己是否真的是错了。至于晋国公冯德山，也是心疼儿子，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，因为桑宁变成如此凄惨的卑微模样。冯德山忍不住摇头叹息，沉默了片刻道：好儿子，你听爹一句劝，世上好姑娘千千万，这个不行咱就换，远了不说，咱们的小公主贺兰慧对你一直倾心，你为何执意如此？就算拼掉整个冯家陪葬，你也坚持到底吗？冯德山停顿了下，继续声音加大分贝悲凉的质问道。冯润生没有半点犹豫，咬牙道：对，你。冯德山一时间接受不了如此冥顽不灵的儿子，竟然是捂着胸口疼得眼前发白。爹！冯秋华立刻冲过去扶住他，摇摇欲坠即将倒下的冯德山最终被冯秋华扶住，但他哪里撑得住如此重量的男人？就在冯秋华与冯德山一同继续倒下时，跪在地上的冯润生挂着眼泪，
双目血红的及时冲去接住了他们两个。见此，冯秋华心里一暖，弟弟心里还是有这家的。阿姐，对不住了，父亲拜托你照顾，我若一去不回，那便一去不回，只当你从未有过我这忤逆的弟弟。冯润生泪流满面的把昏迷的冯德山送到榻处躺好，便对冯秋华气声说着。冯秋华安静的看着他，想说什么又始终没有开口。这个时刻，他觉得任何话都变得非常空乏无力。你一定保重，阿姐在家等你。冯秋华觉得他只能妥协，毫无其余的办法。见此，冯润生难得一愣，很意外他的变化。阿姐，你支持我了？冯润生开心的像个孩子，从不被理解到被理解的结果，让他阴暗的天空忽然出现万丈光芒。第194章，这盛世婚礼，只有你配得上。点点头后，冯秋华强颜欢笑，为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水，提醒道：去就要干干净净的，别给阿姐丢人。还有，阿姐就对你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冯润生反问道。活着回来，阿姐在家等你。冯秋华忍着狂涌的泪水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冯润生看了如遭雷击，怔怔地看了他片刻，便果断地转身离去了。看着一身红衫去如疾风的少年，冯秋华只能心里默默祈祷，盼望着他能如去时那样完好无损地回来。巨大的城墙下方，一处至几十里外森林中，通往这里的密道内。这密道是他们没日没夜除去训练外挖掘的。两侧洞口上方，在使用之前一直都有土壤杂草掩盖，不是刻意巡查，根本无从发现。2000余新兵在铁血的带领下有序地前进着。这些新兵不同于常人那般，一个个的面无表情，宛如傀儡。看着这些人，铁血也露出了一抹不忍之色，因为他们这些人即将要做的便是敢死队那般，在城内吸引住大量的晋国士兵，给城内于谭、封家四兄弟冲入皇宫创造机会。所以这些人都被风仪用了傀儡药水，此刻宛如僵尸，疼痛知觉全无，只有不断的冲锋。密道出口便是一处水井旁，不远处便是一队巡视的士兵。陛下大婚，城内的治安便提高到了几倍，几乎每隔一段巷子便会有一队士兵巡视，做到万无一失，不出任何意外。待铁血率领前部分傀儡士兵冲出后，刚好与那些士兵撞了个正面。什么人？带头的队长立刻挥刀质问，身上铠甲发出徐徐光辉。铁血冷冷一笑，蒲扇大的手掌挥舞一把巨斧，要你命的人！不好，有敌袭，快放讯号弹！队长立即对身后的士兵吩咐一句，表情严肃地提刀冲了上去。此刻他必须给同伴争取更多时间，这样讯号弹才有机会放出去。看他们身后源源不断的人头攒动，明显数量众多，不是一般的小毛贼。是，身后的士兵马上掏出讯号弹，对准天空便要放。噗嗤，一道羽箭立刻穿透了他的下颚，士兵脸上爆开一阵血雾，直接吐着血泡缓缓倒下。手中的讯号弹始终没有拉开。队长见了，立刻心底一沉，被铁血找了机会，巨斧拦腰把他斩为两段。场面十分血腥，哈哈，给我杀，都杀光！铁血粗犷地嘶吼着，见到血后无比兴奋。皇宫中，乐丧殿，桑宁一早便开始梳妆打扮，在几个丫鬟的伺候下沐浴更衣。此刻的桑宁已经穿戴完毕，凤冠霞帔，华贵非凡中又颇为妖异，魅惑十足。一旁的桑琪见了也是忍不住赞叹道：妹妹当真是世上第一美女子。哥哥又拿我开玩笑。桑宁笑着回应一句，此刻的他心静如止水。因为他根本就没把这一切当回事，毕竟是现代人的灵魂，思维已经超脱了这个世界。昭宁君说的没错，娘娘是贫僧游历千里中也未曾见过的美人，陛下能娶了你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近臣也被规划到了娘家人的队列，此刻与桑琪以及桑莹一同陪伴桑宁。近臣与哥哥相处久了，就连你也变得油嘴滑舌了。桑宁笑了笑，跟他毫无避讳地打趣着。桑莹看得眼红，可又只有羡慕的份。自从陛下提过赐婚后，那个装傻充愣的楚玉便处处躲着他，这让他十分不解，也特别的难受。所以看到桑宁能够嫁给皇帝，桑莹简直羡慕爆了，并且在心里暗自比较，自己虽说样貌输于姐姐几分，但却胜在年龄，为何天下的男人都围着他转？这些帅哥无不是拜倒在姐姐的裙下，实在是意难平。他也很喜欢这些大哥哥啊，谁不馋？娘娘，陛下让我来问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王成一脸笑容的走了进来，恭敬的问道。是王公公啊，我去看看绿枝，稍后你们便可以来了。桑宁慢慢起身，拖着修长厚重的皇后喜服，红颜忙跟在后面缓缓捧起，生怕弄脏了分毫。遵命。王成得到回复，便笑盈盈的离去了。众人一同来到了偏殿的绿枝房间，此刻他依旧卧床，毕竟生命虽无大碍，但是毕竟伤得很重，此刻还无法起床。娘娘绿枝看见一身凤冠霞帔的桑宁，
美艳的惊为天人，一双眼睛里全是泪水，竟然是为桑宁开心，感动得快哭了。看着这个小哭包啊，桑宁的心就融化了，忙坐到他身边。小哭包，别哭了，今天我嫁人了，你不开心？开心，奴婢就是太开心了。呜，奴婢不能陪娘娘一起，实在遗憾。绿枝红着眼睛，微微抽泣。桑宁拍着他的肩膀，忍着也想哭的冲动，柔声说：“就是走个形式罢了，等晚点我来陪你睡，我们说一夜的话好不好？”呜，娘娘不行呀，那陛下可怎么办？绿枝认真的拒绝道，还在为桑宁考虑。几人又说了会话，那边便通知贺兰英接亲来了。于是众人离开偏殿，全部在主殿门前严阵以待。等了片刻，骑着高大马匹的贺兰英，一身红艳喜服，结合金色五爪青龙，缓缓而来。在其身后是一辆辆奢华的迎宾车队，车夫统一服色都是喜庆的红衣。贺兰英骑着马，从殿外一路行至殿中，一路上马蹄踏着的是鲜红花瓣铺成的花路，可谓是下足了功夫，无比的重视。或许勤政勤俭的贺兰英，只有今天才会奢华一些。桑桑，朕来娶你了，这盛世婚礼，只有你配得上。贺兰英看向近在咫尺的桑宁，那晃眼的凤冠霞帔，以及此刻一身喜服美艳无比的绝世容颜，他整个心脏开始狂跳。面对此刻的幸福时刻，贺兰英十分满足，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下了马，在王成的跟随下，贺兰英慢慢走向桑宁，看着眼前那个不断靠近的野性天子，一头奶白长发随风摆动。阿英，你今天怪帅的。桑宁笑盈盈地看着他，难得的夸奖道，听得贺兰英心里吃了蜜一样甜滋滋，看着他的眼神都快化了。桑桑，你知道这10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每天都会笑醒，一想到今天即将娶你，我便夜不能寐。是了，他兴奋地开始发疯，连朕的称呼都给丢掉了。第195章，大婚车队迎来嫡媳。周围人也没在意，毕竟大家都知道贺兰英爱的深沉。陛下，时辰到了。一旁的王成见贺兰英盯着桑宁看个没完，看了看日头，便小声提醒道。闻言后，贺兰英点点头，随后一把将桑宁拦腰抱起，轻如羽毛的桑宁就这样成了高壮贺兰英身上的人体挂坠。贺兰英威风凛凛，身上帝王气场全开，负责警戒的韩达、韩硕、楚宪、潘越几个武将也都穿着红袍盔甲，手持利刃，战力滔天。他们会随着禁军一路护卫迎亲车队绕城环行。战场上他们个个是奋勇杀敌的勇士，如今更是为了陛下的婚礼顺利进行，今天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本来也应该有副统领陈静的位置，只是他负责去看护风雀仪，遗憾缺席。而站在这4人前方的便是桑州王楚玉。今天他一身鎏金甲胄，头戴鹤顶高尖流苏盔，威武不凡，铿锵有力的目光扫视着全场每个人。抱着桑宁的贺兰英走到他面前时，与他四目相对，一时间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楚玉面色不改地望着这对新人，内心实际已经翻江倒海。天，令他着迷的女子今天就要嫁人了。贺兰英目光跟他对视片刻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今天的安全问题，朕便交给你了。楚玉低头抱拳，遵令。楚玉特意看了桑宁一眼，发现桑宁面无波澜，对他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。他在对自己笑，是嘲笑自己的无能吗？是了，他一定是这样想的。一个男人连心爱的女孩都不敢去争取，那一定是糟透了。不，简直是男人之耻。楚玉这样想后，只觉得内心更加痛苦了，整个人的状态都随之萎靡下来。贺兰英都抱着桑宁离开他身前了，桑宁还回头对他抛了个媚眼，舌尖绕薄唇伸了伸。轰隆！楚玉只觉得整个大脑如遭雷击，全身僵硬的愣在那里。他在心里想，桑宁仿佛在说，蠢蛋，你再不动手，我就要嫁人了呢。不要！楚玉呼吸加快，微微向贺兰英靠去。贺兰英只觉得背后有风声，察觉到有人向自己走来，却也没多想。直到贺兰英抱着桑宁来到了马匹前，准备先将桑宁放上去。砰！心里有事，满脑子都是桑宁的楚玉一个不察，竟然是撞到了贺兰英。巨大的身躯，即使是撞如贺兰英这般，也被撞得朝前移动了几步。担心桑宁有事，贺兰英双腿用力的在地面找到了支撑点，下一刻才止住了继续前移的势头。陛下恕罪！楚玉立刻伏地请罪。贺兰英在大喜日子里自然不想节外生枝，于是摆摆手，爱卿若是身体有恙便说，不要强撑着。贺兰英自认为是楚玉远道而来，还没适应晋都的生活，这才导致身体不适。臣无事。楚玉隐忍着内心的波浪翻滚，面上平静如水的回道。贺兰英点点头，继续将桑宁小心的抱到了马背上，随即一个翻身从后面也跃了上去。出发！贺兰英大手一挥，顿时迎亲车队鱼贯而出。桑琪、敬臣、桑颖等人自然是上了贺兰英跟桑宁身后的车辇中。王成跟红颜分别也上了各自的马匹，
跟在了2位主子身后。迎亲车队仅仅在皇宫中就走了许久，等走出了皇城，来到了城外时，已经过去了不短的时辰。楚玉跟在贺兰英附近，护卫着他与桑宁的安危。至于韩达、韩硕、楚宪以及潘越4将，分别负责4面8方的位置警戒，4角各自防御一处。桑桑，今天过后，你便是朕的皇后，大晋的国母了。贺兰英兴奋地贴在桑宁耳旁细语着，闻着他头上的淡淡芳香，他的爱又增加了几倍。总之，只要跟桑宁在一起，贺兰英就会不自觉地越来越爱他。明明刚刚一直在一起，但贺兰英却像分开了许久那样，又增加了许多新鲜感去爱他。我对这些都没兴趣，你是知道的。桑宁本想说一些更打击人的话，但看他一头白发，为自己呕心沥血的，实在是心疼的说不出半句实话了。这场景，这阵容，这用心程度，桑宁又不是瞎，自然都看在眼里，明白贺兰英对他的真心实意以及在乎程度都是超高的。果然听到桑宁这样讲，贺兰英并没在意，反而接着畅想未来道：桑桑，今晚你可就逃不掉了，朕要让你哭着求饶，并且给朕生好多好多的孩子。桑宁，你当我是老母猪啊？还很多很多，就一个，不然打死你啊！桑宁做事便挥手假装打他，贺兰英则不清楚，还以为真的要打，吓得立刻缩了缩脖子，看得桑宁有些哭笑不得。堂堂天子要不要这么胆小？见桑宁那巴掌最终也没能落下，贺兰英这才松口气，抓紧缰绳道：桑桑，今天大婚人多，拜托你个事。什么事？桑宁疑惑地问。别打朕可以吗？贺兰英贱嗖嗖地跟桑宁贴了贴脸，彼此口气都闻见了，在阳光明媚的清晨，皆是甘甜的味道。四处偷偷看了几眼，发现无人注意这边的情况，贺兰英便偷偷吻在了桑宁的嘴巴上。你亲我浓，缠缠绵绵，好不快乐。几只蝴蝶从他们身边飞过，或许是被2人的吻产生的甘甜味道给吸引过来的吧。总之，良久2人才慢慢分开。贺兰英红着脸，忍着不舒服的胯部，一时间竟然想大婚快点结束了。他早就迫不及待了，这一天他等了好久，也等了好苦。至于桑宁，也是面容粉红，气息有些紊乱，毕竟贺兰英太过蛮横霸道，吻上根本不顾及桑宁的呼吸频率。他只管贪婪的享受，却忽略了桑宁体弱，呼吸本就弱，若不是最后桑宁把他牙齿挤了出去，他还不肯停下来呢。本来桑宁应该坐在车辇里，盖着红盖头等待贺兰英最终来先，但这些都被桑宁拒绝掉了，原因就是麻烦。索性贺兰英便带他一同巡游晋都，街头上的百姓们得知皇帝大婚，也都自发出来看热闹。当车队最终走在一处宽阔的主要街道时，变故发生了。陛下，前方有敌袭，请陛下快快回宫。探查清楚后，楚玉马上来到贺兰英身边禀报。贺兰英面上一沉，内心出现滔天怒焰。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？何时敌袭不可，非要在大婚时来闹事？第196章，娘娘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许离开我。他的脾气又岂会让他退缩？不过他不怕，不代表不担心桑宁。想到桑宁，贺兰英便嘱咐一句：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双腿用力一夹，贺兰英带着桑宁骑马朝后方退去。实际上已经中了计谋。只见在车队前方出现一群悍不畏死的士兵，禁卫军的实力明显高于他们。但是当禁卫军一刀砍进体内后，便发现这些士兵根本就不怕疼，反手便与禁卫军同归于尽。一时间，潘越、韩达、楚宪、韩硕以及楚玉5位将军纷纷陷入苦战，被那些不怕死的傀儡大军死死困住包围，根本无暇顾及身后的贺兰英。就在贺兰英退到车队最后方，想要带桑宁下马休息会，等候前面的战况信息。踏踏，无数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这一次是最后方的几个胡同里，原来早就藏匿了许多人。这些人盔甲长枪利刃，应有尽有，并且训练有素。2000余人疯狂朝着几百人的禁卫军冲击而去，摆出防御阵容，负责守护贺兰英跟桑宁安全的禁卫军也露出了身为皇帝敬畏的尊严，怒吼着开始反冲锋。啊！扑哧扑哧，一时间整个街头一团糟，所有来观礼的百姓都纷纷逃走。车队被前后夹击，禁卫军一时间首尾不能兼顾。尽管韩达等人武艺高强，那些傀儡一时间也奈何不了，但却被困住，无法营救贺兰英这边。快，潘越，你不要战了，快去皇宫报信，请镇国公、晋国公支援。快！楚玉手中宽阔长剑一扫，顿时3个傀儡被拦腰斩断。回头，楚玉红着眼对长剑翻飞间连续击杀10人的潘越嘶吼。潘越听到后便立即点头，是。随即再次击杀3个纠缠他的傀儡。潘越提着长剑上马，直奔皇宫。不好，后面也有敌袭，快跟我去营救陛下与娘娘。韩达杀着杀着，忽然发现后面居然也涌出不少于前方的敌人，天都快塌了的，召集人马回去救援。血流如注，尸体堆积如山。
铁血却看到楚玉下达命令，挥舞巨斧冲向他。望着如同小山一样压迫感十足的铁血，楚玉丝毫不惧，提着宽剑猛然迎击。很快，二人狂猛地站到了一处，大开大合，十分激烈。桑宁一时间也有些懵，暗道这又是燕国余孽前来刺杀的，好机会来了呀！桑宁虽说暂时没那么强烈的自杀欲望，但不代表他不想死。只要机会来到眼前，他还是想尝试抓一抓的，看看能不能抓得住。只见贺兰英下了马，牵着桑宁的缰绳安抚道：“桑桑不怕，有朕在，这次无人可以伤害你，除非从朕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阿英，你要小心。”桑宁看着四处恶战流血的混乱场面，想了想，对贺兰英嘱咐道。充满爱意的看着桑宁，贺兰英重重点点头，拔出腰间佩剑，贺兰英化身狂野的战神，长剑翻飞间，鲜血如作画那般美妙华丽。敌人的血成为了贺兰英的墨。转眼间，7、8个试图接近的敌人士兵便死在剑下。贺兰英死死抓着缰绳，害怕桑宁连人带马出现任何危险。这种恐惧与害怕并不是空来的，而是经历过一次失去桑宁后，贺兰英造成了阴影。他更加害怕失去他，也更不能接受失去他的未来。公主，好久不见。当贺兰英挥剑再次杀死几个冲上来的敌人后，在人群中缓缓走出了一个金盔金甲的男子。桑宁闻声看去，双目震撼莫名，惊叹道：“于谭，是我，公主，我们终于又见了。”于谭眼含热泪，看着眼前的桑宁，这么久的等待，他就为了这一刻呀，就是为了能够与他相见，甚至最终成功的带走他。原来是你，朕就应该杀了你，受死！贺兰英看清于谭后，显然十分愤怒，拔剑立刻冲过去，想杀死他。于谭又岂会坐以待毙？见贺兰英露出凶猛的杀招，每一剑都无比可怕，于谭也不逞多让，挥剑与他硬碰。铿锵，一剑过，二人快速分开。贺兰英稳稳地站在地上，高大的身影挡在桑宁身前。对于于谭来说，仿佛是天然的屏障，让他难以越过。王成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，实在担心贺兰英的安危。一旁的红颜则冷静多了，他也在等，但等的并不是于谭他们这些人。今天过后，靳都便不是原来的靳都了。红颜贴在桑宁身边小声说：“娘娘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离开我。你知道什么吗？”桑宁看着神秘兮兮的红颜，随口问了句。红颜却不再说话，陷入了沉默。阻挡我带走公主的，都该死！于谭红着双眼，整个表情陷入癫狂。此刻他眼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带走桑宁，远走高飞。杀！去死！二人再次口中暴喝，拼了命的挥舞各自长剑刺向对方要害。砰砰！突然于谭改变了方向，直接闪到了一旁。从他后面立刻投出了几个带着烟雾的竹筒。贺兰英躲闪不及，被竹筒里的浓烟分分钟就呛得眼泪狂流。当白烟吸入体内，贺兰英便发现自己的力量疯狂消失，眼皮也逐渐加重。坏了！贺兰英知道他中计了，缓缓回头去看桑宁，与他只有10几步的距离。然而贺兰英瞪着眼睛，咬着牙，强撑着一步步走向马匹上的桑宁。刚走到一半，轰隆一声，贺兰英高大的身躯巍然倒下，砸起了阵阵尘土，还有那落下的硕大泪珠。桑桑，我不能失去你！贺兰英痛苦地瞪着眼睛，死也不想闭上。然而贺兰英最终还是失去了知觉，陷入了彻底黑暗中。桑宁闻到白烟，比贺兰英晕得快，几乎是秒晕。片刻间，于谭直接带着准备的打湿了的面巾出现，翻身上马，裹挟着桑宁狂奔去。一旁倒下的两人，一个是王成，一个自然就是仿佛知道什么秘密的红颜了。第197章，风雀仪的选择。只是这突如其来的竹筒迷雾，多少也让红颜有些预料不到的。身边的士兵见计谋得逞，便迅速地追随于谭而去，只留下了少部分善后阻击禁卫军以及楚玉等人的追击。同一时间，外面敌袭的消息传入宫内，潘越很快跟潘战会合一处，率领本部人马直接前来支援。本准备率军夺取桑宁的冯润生得知车队被敌袭，担心桑宁下也带着自己本部先锋军1万人马，直接跟在潘越后面而来。皇宫内此刻已经彻底没了军事力量，防御也来到了最薄弱的时刻。入院，陈静自然也知道外面发生了大事，此刻正心神不宁。随即他便看见一个竹筒似的东西来到了他脚下，陈静望着那飘出的阵阵白烟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片刻后，带着打湿了面巾的封家4兄弟立刻现身，打开大门后直奔殿内。风雀仪听到外面的动静后，立刻迎了出来。看见是他们后，风雀仪深深松了口气，对风仪他们点了点头，戴上面巾，风雀仪便跟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潜伏出了皇宫，直奔城外，想与于谭等人会合。其实风雀仪是有所顾虑的，他如果不走便会无罪，如果走了，事情就变了味道。
但是此刻桑宁危险之际，风雀仪还有什么考虑时间？他当然是奔着桑宁而去，桑宁在哪他自然就去了。原本风雀仪就厌倦了这一切，想带着桑宁退隐归田，如今便是最好的机会。晋都大乱，他趁乱逃走，贺兰英也不会知道他究竟是被敌人夺走，还是自行逃走的。这个抉择，风家四兄弟自然不会说什么。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于谭早就料定了风雀仪的选择，所以并没有在原先约定好的地方等他们，而是一路率兵带着桑宁朝城门口而去。地洞已经不能用了，此刻正处于战乱之中，他只能趁此时攻下城门逃走。1000余人在于谭的带领下来到了东门墙下。什么人？守门将领拔剑相问，身边几十个士兵跃跃欲试。于谭抱着桑宁坐在马背上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后面的喊杀声逐渐减弱，代表战况已经接近尾声。他的那些人马肯定支撑不了多久，哪怕是傀儡部队也数量有限，不是真正的不死之军，反而会被前来支援贺兰英的晋国大部队吃干抹净，所以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不马上破城，他就别想带着桑宁逃走了。给我杀，夺下城门控制权！于谭眼中杀意毕露，指挥身后的郎军进攻，抱着桑宁的手臂，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个不稳把他弄疼。虽然只有1000多人，但郎军的战斗力仍然很可怕，转眼间就把几十个晋国士兵全部斩杀，成功拿下了东门控制权。于谭快速命令郎军如愿以偿地打开了城门，巨大的城门发出嘎吱嘎吱的沉闷声音，在于谭的期待下缓缓打开。撤退！于谭指挥着众人一股脑地冲了出去。太好了，只要离开晋都，他便可以和桑宁天高任鸟飞。甚至于谭都盘算好了，从此他便不过问这打打杀杀的大业，彻底退出争夺天下复国的行列，卸甲归田，寻一处桃源，与桑宁过着神仙眷侣般的幸福生活。低头望着怀中虽然闭目昏迷，但一身红色华贵凤冠霞帔，美丽俏佳人，于谭觉得为他做任何事都值得。那生活一定也是他所期盼的吧。正在于谭盯着桑宁骑着马飞奔而出后，瞬间被眼前的军队震撼住。即使凶猛无比的郎君，如今在面对这样的一支军队后，都显得有些像绵羊了。只见东门城外几十米外，一排排列阵以待的银甲士兵，在一少年将军的率领下，拦住了于谭1000余人的去路。少年将军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，一身红色长衫处还绣了几朵红花，稚嫩的娃娃脸上充满了惊喜与决绝。惊喜是他看清于谭怀里的美人后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至于另一个神色决绝，则是下定决心必须从对方手里抢回美人。本以为可以逃出升天的于谭，如今面色如死灰，眼里充满了不甘心。很明显，对方早就料定了他的退路，在这里以逸待劳，等候多时。不！于谭拼命地摇头，甩去脸上的血水。他呕心沥血策划许久，只为了这一天能从皇帝手里成功抢夺桑宁。然而，就在于谭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，却再次坠入深渊。两军阵前对阵，于谭一马当先，提着手中长剑，沉声道：“冯润生，挡我者死！”冯润生微微变头，紧握手里的长柄偃月刀，回眸望着身后1万余人的先锋军。这些士兵个个是顶尖实力，当初冯润生的成名战就是跟他们一起完成的。冯润生便是他们的魂、军魂、战无不胜的主要核心。他们一起见证了无数荣耀，如今也是如此。想过去问问我身后的兄弟们答不答应？冯润生目光落在桑宁身上，满满爱意与狂热。于谭看向他身后的将士们，军容雄武，阵型整齐划一，天空下着蒙蒙细雨，雨滴落在他们的盔甲上，从头盔滑落脸颊，表情也不曾变化一下。这是于谭第一次见过这么强大的士兵，一时间竟然也被震撼了。不答应，不答应！只见同一句话从万人口中爆喝而出，声音巨大，响彻苍穹。冯润生满意的看向于谭，声音冷冽：“把他还给我，你可生，反之则死。”冯润生率领先锋军跟潘越、潘战父子一同支援贺兰英，在楚玉的告知下，才得知一部分敌军掳了桑宁逃走，便奋兵直接出城堵截。东门是距离逃走最近的城门，冯润生便选择在了这里。果然，没等多久，死字落地，于谭瞳孔剧烈伸缩，缓缓说道：“大晋的冠军侯，在下不才，还真想领教一番。”什么？冯润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眼前这个家伙竟然要率领1000余人与自己万人大军交战。实际上，比起背水一战的于谭，冯润生更不想真的交战，因为桑宁还在对面，刀剑无眼，他担心他的安危。第198章，为了他视死如归。于谭，你是在痴人说梦吗？与我斗，你有半点胜算？停顿了下，冯润生紧锁眉头，沉声继续劝道：“你怀里抱着的是我心爱之人，马上还给我，本侯便放过你及你身后的1000多兄弟。”这句话冯润生说的诚恳，
看在桑宁的面子上，他也不会对于谭太下狠手。若是他能乖乖投降，冯润生可以真的放了他们。不过郎君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动摇，与于谭相处了这么久，他们的忠诚已经拉满，哪怕战胜一兵一卒，也绝不会放弃。见于谭沉默不语，冯润生摸了摸头盔上的雨水，指着他怀里的桑宁，口吻近乎请求道：“我求你，为他添一件衣裳。雨天潮湿，他身体弱，吃不消的。”于谭动容，这才发现桑宁的身上已经被雨水浇到，红色的喜服虽然宽厚，但毕竟也是布料丝绸，如今已经湿漉漉的了。该死，自己居然没注意！于谭动容的立刻将身上的披风解下，缓缓盖在了桑宁身上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留给于谭的时间不多了。倘若城内叛军被全部消灭，贺兰英就会立刻率领大军而来，到时候于谭便灰飞烟灭，插翅难逃。但眼前的危机更无法解决，于谭很乱，他也担心桑宁的安全。若是真的拼杀起来，他真的可以保护好他吗？于谭内心十分煎熬与纠结，他也特别在意桑宁的安全，与冯润生相比，可以说不遑多让。可能是只在细心方面，他没法比过小将军。毕竟冯润生与桑宁相处的时间更多一些，相对来说，哪怕是失忆下，对桑宁的了解程度也最为清楚。于谭，我知道你也爱桑桑，但是你无法给他幸福，听我一句劝，交出他，保平安。冯润生看他面色多云变幻，于是趁机继续苦口婆心的相劝。他真的担心桑宁，哪怕有一分一毫的危险，冯润生也100%的不愿意冒险。所以冯润生只想着让于谭知难而退，识物者为俊杰。但是这些话听在于谭的耳中就变了味道，仿佛眼前这个小将军看不起他，认为他必败一样。身为男人，又是在即将带走桑宁，梦想照进现实的关键时刻，于谭根本不可能俯首称臣，他心里只有战到底的决心，不管冯润生说些什么，有多么大的诱惑力，他也绝对不会就范。废话少说，想让我交出他，我唯有一死耳。于谭目光坚定，内心下定决心，毕竟这是他距离实现梦想最近的一次。本来所有事都按照计划那样顺利的进行，只是到了即将成功的时候，不幸运的遇到了冯润生，大晋最强的少年将军，勇武早已传遍整个世界。冯润生见于谭下定决心要战，冯润生也是非常的无语，毕竟他担心桑宁已经超越了自身，今天说什么他都不可能放过于谭，不论是为了贺兰英，或者为了他自己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冯润生仍然不肯放弃。于谭正面盯着他，沉默片刻道：“你若夺走他，我便夜不能寐，如同冢中枯骨，虽然活着，却也如同死去。”看到于谭无法抗接受自己的要求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，冯润生也不想跟他啰嗦了。很明显，于谭并不想和平解决。那么冯润生也不是泥巴做的，少年热血难量，此刻也是热血上头，举起重达150斤的偃月刀。冯润生宛如下凡的战神，带头冲进了于谭的阵营中。是的，他天生神力，属于老天爷逼着喂饭那种。即便他自己不想走这条路，也注定他会在战场一鸣惊人。杀！冲进阵中的冯润生只有一个念头，杀尽阻挡他拯救桑宁的一切阻碍，哪怕是神是仙，也无法阻挡如今热血的少年将军。看到主帅冲锋陷阵，身后的万人大军如同疯了一般，宛如饥渴的饿狼，看着眼前1000余人的部队疯狂跟随冯润生的脚步冲阵过去。噗噗，无数个郎军士兵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率先杀到的冯润生一刀纷纷带走。一颗颗火热的头颅被冯润生斩断，他的步伐永不停止，一往无前的冲锋，仿佛永远不知道疲倦。在爱情面前，他更加事半功倍。于谭望着眼前疯狂斩杀郎军士兵的冯润生，心脏狂跳，一股怒火由心而生。你给我去死啊！于谭看准冯润生所在的位置，挥舞长剑拼命杀了过去。冯润生一刀再次收割几个士兵，发现凶狠刺来的长剑，面色庄严的一刀劈去。铿锵！于谭的长剑哪里能扛住如此重量的偃月刀？嘣！长剑一寸寸断裂，最终断了无数节。于谭顿时傻眼，他是剑法造诣世间难遇敌手，但不代表没有剑也一样。没了剑的于谭，宛如没了牙的老虎，没了任何伤害能力。看到于谭长剑断裂，冯润生并没有乘胜追击，反而静静地看着桑宁。冯润生目光露出无尽的渴望与憧憬。原因很简单，追击就会有可能伤到桑宁，所以他不能，冯润生做不出任何这种冒险，因为他太在意桑宁了，恨不得用命去证明对他的浓浓爱意。两边人马也瞬间交战到了一处，马蹄飞扬，一滴滴鲜血洒落战场。双方的将士们都展现出了悍不畏死的精神，自己就算中刀也会奋力砍对方几刀才罢休，所以战况十分惨烈。几个呼吸的时辰，双方就已经阵亡了数百人。人数众多的先锋军自然不怕这种伤亡，但是
于谭的郎君扛不住啊！于谭看着周身的将士越来越少，沉重的失败感席卷全身。难道又要失败？于谭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眼前的所有敌人。见此，冯润生并不准备给他更多机会时间。呵！大喝一声，冯润生的偃月刀已经劈向于谭面门。那无比锋利的刀芒斩破雨水，沉重狂猛地落下。他只想逼迫他就范，并不是真的想伤害他与他，让他彻底放弃抵抗，这样桑宁就会降低受到伤害的风险。否则以冯润生的勇力，哪怕于谭剑术再怎么高明，也注定瞬间秒杀的结局。于谭眼看趋势不利，战况也是一面倒的局势，当下不再啰嗦。于谭在冯润生奇怪的注视下，调转马头，居然朝着东门城内跑去。看到于谭突然逃走，冯润生也是十分震惊，根本也想不到他会逃走。第199章，全无踪影的桑宁。毕竟从之前他的态度上，也看不出他可能临阵退缩。当冯润生想追击时，几十个郎军士兵扑了过来，把小将军彻底挡住。冯润生只能眼睁睁望着于谭带着桑宁遁走，咬牙奋力击杀拦着他的敌军。于谭胯下的马乃是千里马，是贺兰英的座驾，所以速度飞快，转瞬间就逃得无影无踪。只有几十个心腹郎军士兵跟上了他们。大部队在阻拦追击的冯润生多半是凶多吉少了。冯润生杀红了眼，眼看着桑宁被带走，他心里拥有滔天怒火。挡我者，统统死去！冯润生红着眼，表情癫狂地挥舞偃月刀，刀锋所过，郎军将士纷纷落马毙命。看着前方那隐隐约约的红色身影，冯润生加快速度，拼命追了上去。数百米、100米、几十米，马上就要触碰到前方了。冯润生眼中出现一抹希望，只要再快一些，他就能追上桑宁了。看着那被于谭裹挟在马背上疯狂逃窜的桑宁，冯润生狠狠拍向马臀，胯下雪白马匹嘶鸣一声，速度再次暴增。正在闷头狂奔的于谭自然也发现了身后快速追来的冯润生。当回头快速看了一眼后，于谭内心狂惊，这家伙居然追得这么紧，千里驹也落不下他太远，这是于谭想不到的。无奈于谭身边那几十个追随者纷纷上去阻击冯润生，偃月刀狂猛的四处飘逸下，那些郎军将士纷纷避让。冯润生的刀锋太恐怖了，燃者必死。于谭眼看他们阻击不了冯润生，也只能寄希望于胯下马匹，焦急地催促马匹加速。而冯润生趁着他们避让的空档，找准机会再次加速奔袭上去。这一次冯润生只要伸手一抓，便会抓到桑宁。桑宁！冯润生吃力地伸手去抓桑宁，直接抓住了桑宁的衣衫。只要用力一带，以冯润生的臂力就会把桑宁从于谭怀里夺走。休想！于谭见此，马上瞪了他一眼，踢起一脚正中冯润生的胳膊。啊！吃痛下，冯润生也不想松开攥着桑宁的手，因为他知道只要松开，下次就不知道要何时才能找到他了。冯润生忍着痛楚，拽着衣衫的手指用出全部力量，不仅更加牢固了。看到冯润生忍受自己的攻击也不肯撒手，于谭脸色再次大变，谋足了力气。这一次连续不断的踢击他的手臂，砰砰砰砰，冯润生额头渗出了冷汗，最终还是脱手了。不！冯润生看着不断远去的桑宁背影，发出了一道嚎叫，脸上布满了不甘与不舍神色。但是这样一带下，居然从桑宁衣衫中带下了2包牛皮纸，并且用红绳子绑在一起。冯润生一手快速抓住绳子，顺带把2包牛皮纸抓在手里，但是力道太大，白色的牛皮纸直接破碎。他不知道这些便是失忆药的解药与毒药，破碎的正是解药。药粉飘散在他面前，混合着雨水散落在他脸上。他因为刚刚被于谭踢的疼痛，此刻正大口呼吸，少量的解药刚好被他凑巧吞下腹中。冯润生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，他只知道这是桑宁的东西，所以他便要好好保管，将来完好无损的还给桑宁。如今沉浸在失去桑宁的悲痛中，冯润生把药包贴身放好，目光坚定看向前方逐渐远离的于谭与桑宁。驾！冯润生不可能轻易放弃，再次纵马追了上去。但是突然他觉得头痛欲裂，浑身燥热无比，一股难以言表的滋味袭上心头。疼！太疼了，如同万蚁噬心般苦痛。啊啊！冯润生都把偃月刀丢了，当啷一声重重落地，将地面瞬间砸得皲裂。双手紧紧捂着头，冯润生一翻身，竟然落下马背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。后方的先锋军营上看到主帅倒地，一时间大乱起来，几个将领骑马纷纷过来救他。将军！他们距离很远，看不清冯润生是受伤还是怎么落马的，所以此刻方寸大乱。快，将军落马了！几人快速下马，来到冯润生身边，把他缓缓扶起。另一边，东门城内，于谭纵马疾驰，快速地抱着桑宁飞奔。
身后如今只剩下了10几个骑兵跟随，方才的1000多人全部被狼军冲散，下落不明中。外面出不去，就只能回到城里了。毕竟所有人都认为他会逃走，如果不逃走躲在这里，那么就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。对，地宫，去地宫。于谭心脏砰砰乱跳，身后有冯润生和先锋军的追兵，身前更是不知道贺兰英的大部队有没有率军冲过来。当真是前有狼后有虎，一个不慎便会不堪设想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贺兰英并没有精力去分散追击他了。皇宫养心殿，刚刚苏醒的贺兰英被潘湛、潘岳父子率本部人马迎回，楚玉、韩达、韩硕、楚宪等人守候在龙榻下，脸色各异，神情统一的凝重。因为本来只以为是小部分叛军作乱，后面当城内涌出数万大军后，各个城门全部一时间告破。潘湛顿时觉得大事不妙，带着贺兰英且战且退，最终退回了皇宫内。本部人马腹背受敌，也死伤无数，只剩下了5000余人，重兵把守着皇宫城门抵御敌军。可以说转眼间整个晋都已经换了天。哪怕整个大晋外面仍有大军15万，不过此刻敌军行军隐秘，直捣黄龙，一时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除去皇宫外，全部落入敌军之手。桑桑，贺兰英满头白发，双眼布满了血丝，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榻上爬起，开始寻找桑宁。陛下，娘娘被敌军劫走了，如今下落不明啊！楚玉几乎带着哭腔吼出这句话，满脸的自责。整个护卫都是他负责的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桑宁又下落不明，楚玉的心情比贺兰英好不了多少。什么？爱卿，你在跟朕开什么玩笑？敌军尽管手段众多，镇城内禁卫军加先锋军与镇国公的1万人马，统共拥有2万余人，怎么可能让那些贼人带走皇后？贺兰英瞪着眼，喘着粗气，整个人都悲痛万分。第200章，燕云帝未死，一定是你们作战不利，给了敌人机会，对不对？贺兰英冲到楚玉面前，一把抓起他的衣领，怒目相视。朕不想追查谁的责任，只想让他回来，马上随朕去找桑桑。陛下，不可呀！潘湛见了，顿时上前拦住贺兰英。望着德高望重年迈的潘湛，自己一副一尸的国之柱石，贺兰英终于绷不住了，泪水滚烫的夺眶而出，仰面痛哭。朕大婚之日，怎么会突然有那么多敌军？是朕杀戮太重了，上天要惩罚朕，所以才让桑桑替朕受罪。陛下，潘湛望着这样的贺兰英，也深知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孩子。虽说贵为天子，但也是为了结束战乱，带着百姓期望强行走向这条路的。陛下，最早出现的敌军乃是燕国余孽狼军，不过统领的却是昭宁军之前的暗卫于谭。深吸一口气后，潘湛继续低声说道：“护着陛下退却时，臣看到了燕云帝。”贺兰英一脸不可置信，大声说道：“他不是死了吗？在我们攻克晋都当天，尸体你也是见过的。虽然当时燕云帝的替身与他样貌几乎一致，但我不会看错，老臣确实看到了他，那就是燕云帝。他与玉河族首领玉南溪在一起，那数万敌军便是玉河族的玉龙军。”潘湛说到最后，满脸的痛恨与怒火。想不到燕云帝假死后一直藏匿在晋都，暗中更是与玉南溪勾结到了一起。呵呵，好一个金蝉脱壳！贺兰英一把踢翻了面前的香炉，滚烫的炭火洒一地。身边的王成马上命令几个小太监过来收拾。昭宁军呢？他怎么样？贺兰英突然想到了昭宁郡，一个可怕的猜测出现心里，但是他不敢去想，因为那个猜测一旦成真，贺兰英不知道因为桑宁的关系会如何面对他，此前的一切情谊都将付之东流。臣看到他跟来诵经的近臣一同被敌军抓走了，当时情况紧急，为了陛下安危，只能选择退去。一旁的潘岳如实的回答着，他知道他们的重要性，但是那个时候谁也没有陛下更重要。只要迟了片刻，恐怕危险就要增加很多倍。被抓去了吗？贺兰英神色凝重，下一刻直接问道：“桑桑的婢女红蕊呢？有没有救回来？”老臣看他与燕云帝在一起，还有说有效，恐怕是敌军派来的奸细。潘湛目光炯炯的分析完，眼神热切的望着贺兰英道：“还有陛下之前重用的2个小太监苏颜与苏小满统统失踪了。好啊，眼线都安插到了朕跟桑桑身边，这帮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”贺兰英不断的点着头，所幸的是这些人除了泄露大婚行踪时间外，也没有做出更多的破坏。现在想来，肯定是这3个人泄露出去的具体时间，否则燕云帝、于谭等人又怎会知晓的那么清楚，提前埋伏好了一切。不过现在对于贺兰英来说这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率领全部人马出城夺回桑宁。贺兰英一听到燕云帝的名字后，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并且越想越怕，倘若只是于谭带走了桑宁，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，因为以于谭的地位身份，未必会得到桑宁的芳心。可慕容照不一样，那是原本的燕国皇帝，一方霸主。虽说是他手下败将，
但此刻桑宁落入敌手，贺兰英不能断定于谭跟燕云帝有没有勾结，但是从他率领的狼军分析，他们应该也是有勾结的。那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局。于谭把桑宁送到了慕容兆手里，意味着桑宁重回他身边。贺兰英单是想想便快疯了。快点全部人马随朕开城迎敌！贺兰英无比愤怒地咆哮着，命令着众人：陛下赎罪，臣没有保护好国师，让敌人劫走了。陈静在一旁低着头满脸愧疚，主动请罪道：是的，当时陈静看到了蒙面的封家四兄弟，但他们却穿着狼军的军服，他自然判断为敌军抢走了风雀仪，接着陈静就被迷晕了。负责守卫的几个禁军自然也是同样晕倒。暴怒中的贺兰英低头望着他，一天之内无数个坏消息出现，如今赖以依仗的智囊也被敌人挟持了。哪怕起义时遇到过再难的处境，贺兰英都没有今天这样难受。好，那便随朕一同去迎敌，夺回桑桑与国师。贺兰英连续沉声说了3个好字，双目喷火，指着殿外方向。陈静立刻起身，下一秒便想与贺兰英一起出城作战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将功补过。但是潘战见了，却是接连摇头，看向一旁的晋国公冯德山与冯秋华道：陛下，如今外面只有我们一支先锋军由小侯爷统治的1万人马了，城内只剩不足5000人，800里加急求援的士兵已经派了出去，远在漠北的潘煞坐拥15万大军，只要他来支援，晋都之围可解。但奈何距离太远了，一时半会无法解决问题。贺兰英听着他的分析，眉头紧紧皱起。通知周边城池支援，也都是几万人马，附近并没有留住大量人马，毕竟境内已平，需要继续征伐的只有蒙纳海外一些藩邦罢了。一直蛰伏的玉河族这次参与进来，确实让贺兰英意外，因为他们是金钱如命，几乎不会平白无故帮谁。看来这次一定就是燕云帝许诺了重金，这才让首领玉南溪就范。玉河族的玉龙军不过乌合之众，有何惧？一旁的潘越也是个好斗的性格，一直以大进兵威傲视天下为豪。这话马上说到了贺兰英的心坎上，此刻他就是需要这种胆略与勇气的将军鼓舞士气。陛下慎重啊！润生奉命去追击叛贼于谭以及营救娘娘去了，如今在城外面对数倍的玉龙军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。苏醒过来便立刻赶来的冯德山马上担心的如此说道。他非常担心自己儿子，不支持他与陛下争夺桑宁是一回事，此刻得知冯润生在城外孤立无援又是另一回事。他可不指望儿子再次创造神话，以少敌人几倍之兵马战胜强敌，解救整个大晋的大危机。冯秋华虽然没说话，但是从凝重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有多担心了。贺兰英想起如今桑宁不知道在哪里受罪，有没有伤到被欺负，他整颗心就宛如碎了一般。润生英雄少年，先锋军又是大晋的精锐，定然此刻已与敌军血战，各位更不能坐视不管了，快随朕出兵，再言退却者定斩不饶。贺兰英霸气十足地说着，目光扫视众人，霸道又令人敬畏。下手众位将领顿时抱拳喝道：臣等愿随陛下死战。好，出兵！贺兰英满意的点点头，拔出佩剑，大步走出殿中。